陈府一处偏僻的小院内，两个身强力壮的奴仆拖着一女子向着角落走去，嘴上还不住地骂骂咧咧。你说这女子怎么得罪小姐了，竟要她生不如死？谁知道呢，管她去死，这女人倒是姿色不俗，要不我们……说到这，男人摸了摸下巴，露出猥琐的笑容。小姐也只是说要毁了她的脸，再拖去勾栏院，这万一要是被我们玩死了，可不好交代啊。崔晦气，这里没人快点动手吧，老子还等着去吃酒呢。男子见捞不着好处，不耐烦地将人随手丢在地上，女子头部重重地磕了下去。与此同时，天色骤然暗了下来，变得格外阴沉。只听轰隆一声闷响，一道肉眼看不见的白光忽闪着而来，在陈府周围转了一圈，待见到院中倒下的女子，停顿了片刻，仿佛在确定什么。D系统感受到灵魂波动，第一次出任务的系统开心地转了个圈圈，找到了，不会错，这里是陈府，有灵魂波动的一定是刚穿越而来的女主了。嘿呀，她可真是太能干了！下一秒便嗖的一下冲进了女子的脑中。D 警报！警报！宿主绑定错误 ，D 强行解除失败。一阵乱码后，很快陷入了沉寂。方才忽然闪过的闷雷，吓得两个举着刀子的奴仆手抖了抖。什么鬼天气，吓老子一跳！晦气玩意！说完，对着地上的人重重地踹了一脚。女人手动了动。苏锦恢复意识时，只觉得身上一阵疼痛，刚睁开眼，便看见两个恶意满满的男人举着刀子向自己脸上扎来。双目一立，翻身而起，对着来人就是一脚。这种狗东西还想来杀他，脑子被屎糊住了吧？哪个部落派来的？不对，他现在应该在举行少族长接任仪式。这刚被部落的巫师赐福完毕，怎么转眼就换了地方？这是哪？他惊愣地看向四周破旧的屋檐，却依稀能看出原来的模样。心下一跳，猛地冲出门外，待看清四周的环境。苏锦穿越？为什么他又穿越了？他只记得当时正被大巫赐予符力，这他娘什么符那么厉害，竟然还能把他当场送走。苏锦一阵抓狂，还不等多想，原本躺在地上哀嚎的两人爬了起来，相互打了个手势，一左一右举着刀，悄悄向着他靠近。苏锦看也没看，转身一拳砸了过去，一股肃杀之气蔓延开来。手腕翻转，挑起男子手中的刀，森冷一笑，狠狠地朝着他的胸口扎去，拔出瞬间直直甩向另一侧。砰！两名奴仆应声倒地。狗东西那么想死，当然是笑着成全你们啊！解决完两个渣渣，头也没回，向着外面走去。他倒要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可他这脚还没踏出院子，便觉得身体一阵异样，脑瓜子也嗡嗡地。苏锦烦闷地扯了扯衣领，忽然脑中闪过一些片段，脚步顿了顿。这是原主的记忆。他疑惑地摸了摸脸，打量一圈，这原主除了衣着，竟然跟他很是相似。片刻，苏锦揉了揉发胀的脑袋，也算是弄明白了这会身体不舒服的原因。记忆中，原主本是上门寻亲，竟被陈府中的那位小姐撞见，一番好言宽慰，哄骗走了证明身份的木牌。遥想期间，原主喝过一杯那小姐递来的茶水，之后便不省人事了。现在看来，那茶水明显是被下了药。陈家小姐是吗？呵，不过现在首要的还是解决身体情况。想到这，心下一阵烦躁。想他一个现代社会的普通人，哪料胎穿到了万兽大陆的一个母系部落。他奋斗那么久，刚当上少族长，正美滋滋的想着娶夫郎呢，一转眼又回到了解放前。苏锦，这穿越大神怎么竟逮着他一人薅羊毛，也不怕把他薅秃了？他如今要上哪找个小郎君当解药？至少让我先摸摸小郎君的手，长长经验啊！这一来就让我整全套。申时已过，天色也越来越暗。这处荒废的院子正好靠近府外。苏锦拧眉，看着旁边的院墙，两手一撑，翻身跃了过去，迎着路人诧异的目光，一路不带停地向着城门外走去。越走越偏，四下早已没了人烟。忽地，苏锦双目顿时一亮，有溪流！扑通，他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溪水的清凉很快缓解了身体的不适，却也是治标不治本。要是能从天上掉下个郎君就好了。话音刚落，砰！哗啦一道人影从天而降，水花四溅。苏锦抹了把脸，傻眼了，这还真掉了，竟有这好事！老天，他还能再许愿吗？难不成大巫最后的赐福是我要什么有什么？那我要回去，回到我的部落，我要娶夫郎。他一走，那群部落里的小郎君怕是要哭瞎了。苏锦的呼喊久久没有人回应，却在此刻耳边响起一声闷哼的咳嗽，唤回了他的注意力。他往身上猛泼了几次水，才稍缓一些，转身打量着这个一身黑衣华服的男子。不够壮啊，这如何能帮妻主养家？还不待细看，又一阵
涌了上来。感受到身体快到极限了，他皱了皱眉头，终是按住了他。苏锦美滋滋地收拾好自己，好心情地吹了吹口哨，咂巴下嘴，还不错。看着一旁中途昏过去的男人，他没有再嫌弃。乍一看是没他们部落男人壮实，没想到却很有料呢。小模样长得还挺俊俏，他可真会长。这娶回家不亏，他可不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既然辱了人家好男儿的清誉，大女子是该要负责的。一把将人横抱起，掂了掂，他心里默默计划日后好好给他补补，养胖一点才旺家啊。眼看不远处正好有个道庙，苏锦加快了脚步，铺上自己顺手找来的稻草，将人轻轻放在了庙中唯一的石板上，他这才松了口气。瞧着男人的脸色这么苍白，不会是他弄的吧？苏锦眼神飘忽心虚地拍了拍胸，心下暗道，已经很温柔了，不至于吧？貌似他刚掉下来时脸色便不好了，肯定是之前就出了问题。这种质疑他能力问题的事怎么能认？果断将锅甩了出去。这锅他不背。一阵冷风袭来，初秋的夜晚还是有些凉。他站起身，找了一圈也没发现可用的木材。苏锦挠挠头，还是决定出门弄些木头将火生起来。回头看了眼还在昏睡的男人，摸着咯吱作响的门板，苏锦勉强将其合上，哈了口气，便一头扎进了夜色中。第二章，吃到嘴的王爷飞了。原本躺在草堆里的男人，在苏锦出门的瞬间豁然睁开了双眼，苍白的脸色透着几分厉色，一双极好看的丹凤眼此刻却深沉的厉害，整个人散发着阴森恐怖的气息。只见他摸了摸右手的指环，单手敲击着，那指环形似兽头，在敲击时竟发出一阵空灵的响声，显然是暗藏玄机。不过片刻，刷刷至两道身影闪现在男子面前。属下来迟，请王爷责罚。二人闻讯而来，恭敬的单膝跪在男子身前，噤若寒蝉。他们王爷乃当今最小的儿子，名爵，封号厉王，也是圣上最宠爱的皇子，却在今日宴会上遇袭，遭歹人围击。现在皇宫上下早已乱成一片，陛下雷霆震怒，立即下令封锁皇城，出动了城内所有御林军彻查此事，定要安全救回厉王。看着除了脸色苍白并无外伤的厉王殿下，二人心里松了口气。若是厉王出事，怕是整个皇城都将迎来腥风血雨。名爵瞳孔晃了晃，淡淡的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护卫，面色虽毫无起伏，内心却是波涛汹涌。他竟回到了从前。看着随他赴死的护卫，如今活生生的出现在他面前，名爵确定自己这是重来一世了，还是在自己遇袭中毒之后。而这唯一不同的便是，他望着刚才苏锦离开的方向，面色又是一沉，想到之前的经历，眼眸瞬间赤红。那个女人，他怎么敢？此时的苏锦本想捡了木材赶紧回去，哪知看见一群举着火把手拿佩刀的官兵正在四周搜查着什么，眼看就快来到此处。想了想，还是决定先避开，硬碰硬倒是不怕，就是那个庙里的男人自己不是很放心，得尽快回去才行。他找了棵高壮的树木，几个攀爬便窜到了树顶。一炷香之后，看着火把的光点越来越远，苏锦又一个跳跃，顺利着地，拍了拍手，抱着一旁的木材飞一般的向着道庙前行。咯吱，庙里的木门摇摇欲坠，苏锦推开门，看到便是徒留一地稻草的空地，而男人早已不见了踪影。我夫郎呢？我那么大一个夫郎呢？翻了翻草堆子，连旁边的老鼠洞都没放过。走了。苏锦错愕，仔细看了看，瞧着脚步印记是自己离开的。这到手的夫郎飞了，看来是瞧不上他呢，忍下心底的遗憾，耸耸肩，他一个大女子何愁找不到夫郎？既然人都走了，他就更随意了，毕竟刚才那事也算是力气活，还怪累的，咂巴嘴回味了一番，往草堆一躺，直接开始呼呼大睡，心也是相当大了。隔日一早，苏锦伸了伸懒腰，嘴巴叼住一根稻草，一边走一边思考着自己该往哪里去。原主曾经的家在一个叫上西村的地方，距现在的皇城光是坐马车赶路都要半个月之久。当初原主偷听到自己老娘的话，才知道自己竟然不是他的孩子，是他从人牙子手中买下的。本想为他体弱多病的儿子养个童养媳的，谁知后来养出了感情，便把他当作亲闺女看待，再也没提什么童养媳之事。至于为何会知道自己是陈家女，还是因为陈夫人来丰原县缅怀故人时被秦婆子撞见了，那模样和原主很是神似，便忍不住在家中暗中嘀咕。被原主听了去，便偷拿了家中的银钱，历经几个月波折，一路寻到了京城，才有这一出认亲。现在他倒是想回上西村，可这光靠走的得走到什么时候？苏锦站在路边，不时地踢着石块，努了努嘴。原主身上现在连一个子都没有，自己得想办法弄些银钱才行。他最拿手的莫过于狩猎猛禽巨兽，自小跟着部落的狩猎队长大的，
经过淬炼的体魄，一身骨骼更是硬过巨石。但是到了这里，也没见着几个山林。正在苏锦发愁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哒哒马蹄声，听声音，人数应是不少。他转过头看了一眼，只见5、6个高壮的男人挥舞着鞭子骑乘而来。待这几个壮汉看到只身一人的苏锦时，瞬间双目放光，几人一跃飞身而下。一面上带有刀疤的汉子摸了摸嘴角，围着苏锦转了几圈，哈哈大笑起来。瞧，兄弟们，我们这是出门就遇到了稀罕货。这模样衣着是邋遢了点，但这小脸还怪嫩的。这小娘子一个人在这晃荡，难不成是在等我们兄弟几个？另一个小眼睛汉子连忙应和，不怀好意的搓搓手，看着苏锦更是双眼放光。其余汉子闻言皆是哈哈哈大笑。苏锦双目一亮，真没想到自己刚才感叹没路费，这就有人送来了，竟让他遇上这种好事。想到这，苏锦也围着几人转了一圈，摸着下巴打量着，嘴角渐渐勾起，叉腰狂笑起来，笑得比他们还猖狂。几个大汉，这他娘的到底谁是劫匪？小娘子笑什么呢？是瞧着我们太高兴了。走，我们去那边让你仔细的看。说着便直接向着苏锦伸出了手。苏锦挑眉看了看伸过来的手，脸上虽在笑，目光却森寒，一把抓住手腕处，狠狠一折。只听一声清脆的咔嚓声，随后便是响彻天际的惨叫。他掏了掏耳朵，向着另外几人勾了勾手。剩下的几个汉子还在畅想待会如何快活，此刻见状，嬉笑的表情瞬间凝固。待缓过神，双眼一立，呼喝着找死，便一起冲了上来。他们几个难不成还打不过一个小娘子？结果是，还真打不过。几人被苏锦飞起两脚，接连踹翻在地，胸口一阵剧痛，几人脸色骤然白了，捂着痛处一阵咳嗽，半天都没缓过来。伤势最轻的刀疤男翻身滚到一旁，怒目而视，厉声叫道：“贱人，找死！我绝不会放过你！不放过我，你算哪块小饼干？”苏锦冷笑了一声，趁他未反应，飞身向前，一脚踩在刀疤男的胸膛，脚尖狠狠地碾了碾，唇角微勾笑道：“很会说啊，狗东西假酒喝多了吧？现在醒了没？”说着又一脚踹翻还想逃跑的小眼汉子，只听咔嚓一声，他竟与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鲜血直接糊了一脸。几个大汉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女子，原想是一段风流美事，没成想竟招惹了个女魔头。第3章，原女主假千金。几个汉子颤颤巍巍的道：“醒醒了，女侠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对，不敢了，饶命！”几人连忙求饶，就怕苏锦一个兽性大发，把他们都宰了。“哦，那就先说说，你们是何人？做什么的？我要听实话，否则……”说着便直接拎起地上的马鞭，朝着地面狠狠一挥，露出了大魔王般狰狞的微笑。几人显然是被吓破了胆，瞪大了双眼，连连点头：“是，我们是那个九旬山上的义士，路经此地，才遇上了女侠您。”苏锦闻言，脸上闪过一抹讥诮，踢起脚边的石头，稳稳地砸向回话人的胸膛，噗一口鲜血猛地喷出。这是糊弄谁呢？他看起来很蠢。苏锦面色一沉，狞笑道：“义士，就你们，我看盗匪还差不多。”几个汉子身子抖了抖，相互对视，犹豫半晌，无人开口。苏锦见状，想也没想，一鞭子抽了过去，几声嗷叫，数道血痕瞬间呈现在眼前。“啊，别打了！我说，我们是盗匪，现在山上还有好些兄弟。”几人抖着身子缩作一团，内心却在想着逃离的办法，待自己回去集结了兄弟，定要这女魔头不得好死。苏锦神情凛然，像是没看出他们的心思，转身打量了下这几人的马匹，颇为感兴趣的找了匹看得顺眼的，翻身而上，俯身居高临下的望着那几个还在眉眼交流的盗匪，扬声道：“带路！”几人双目瞪大，不敢置信的看着这女魔。“女侠，这是去……对，去你们的土匪山，见识见识。这女魔头怕是不要命了，山上好几十个人，她竟要独身前往。”随即心里嗤笑，不过这样也好，定让她有去无回。几人没有提醒，眼神闪了闪，赶紧爬上了马匹，积极的为苏锦指路。苏锦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没多久的道庙内，先后迎来了2拨人马，为首的是一群面色威严、身着甲胄、腰佩长剑的侍卫，领命前来寻人，搜查几圈也未见人影，便又步伐稳健的撤离了。此后不久，只见一群凶神恶煞的江湖打手，手持长刀，也向着道庙靠近。这些人一路循着痕迹而来，期间不时一下下的砍着附近的杂草，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呸！革老子的，这都找了一路了，也没看到小姐说的什么女子，一个中了药的人还能插翅膀飞了？那前面有个破庙，去那里再看看。一个娘们，我还真不信能自己跑多远。走！陈府内
一处清幽的小院中，风景秀丽，富贵之气隐约可见。精致的阁楼前方，假山林立，杨柳也随风飘荡。下方墨色玉石桌旁，一白衣华服女子端坐其中。女子面容娇嫩，气度矜持，一双本是温柔如水的眸子，此刻却冰冷地望着跪在下方的奴仆。你是说没找到？说着将手中的茶盏狠狠地砸了出去，眼神阴沉着怒喝道：一个弱女子能走多远？还是那种情况下，一群废物。下方的奴仆身子抖了抖，不敢开口，头低得更厉害。都怪这具身子的原主真是蠢货，在得知那女子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不直接将人解决了，还让她逃了，就算是下了药又能怎样？只恨他来得晚了一步，否则定要当场斩草除根。自从他那日从这具身体中醒来，便一直感觉闷闷的，像是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现在想来，一定是上天给自己警示，早点除掉那个女子。看着如今的富贵生活，再想想那女子一身粗布麻衣扮相，陈星月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只有陈府这样的勋贵之家，才能做自己的登山之梯，他是万万不能失去的。陈星月心下有些不安，那个女人眼睛和她如今的娘亲很像，紧了紧手中的帕子，他必须尽快找到她以绝后患。这种事只有死人才能永远的闭上嘴。而这边的苏景一路快马加鞭，总算在日落时分赶到了山脚下。这个盗匪窝竟藏在这九旬山的隐蔽处，山路很是崎岖，怪不得敢在离皇城这么近的地方开寨，好胆子。苏景心里嗤笑，跟在他身后的几个盗匪却是内心窃喜，望着近在眼前的山寨，看向苏景的目光也越来越大胆。这个女魔怕是个傻子，定要他尝尝厉害。他们要解脱了。然而苏景翘着腿坐在大堂的主位上，一手拿着烤鸡吃得津津有味，一手握着马鞭，时不时的挥动两下。看着下方浑身是伤跪坐两排的盗匪汉子们，点头数了数，很好，一个没少。一家人嘛，就是要整整齐齐。刀疤男几人早已经神情麻木，再无逃跑的想法，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引狼入室。去，把你们这些年的账册给我拿来。盗匪头子模样的中年男子捂着伤口，刚想说他们土匪窝哪来的账册，苏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男子咽了咽口水，赶忙应是，一瘸一拐地拿着一个破旧的册子走向苏景，努力挤出一丝谄媚的笑脸道：女侠都在这了，您看看。苏景踱步到他跟前，上下打量一番，冷笑两声，抬手一巴掌扇在他脸上。我让你笑了吗？盗匪头子面容瞬间扭曲，双目赤红，下意识便要出手还击。苏景抬手又一个巴掌，啪一声甩了过去。男人怒叫道：你又打我！苏景笑眯眯地瞧着他，语气十分敷衍：哦，我听得响不行吗？说罢，不再管他眼中如何喷火，苏景悠哉地翻着账册，瞅着这狗爬的字迹，果断将册子丢在了男子身上。灭！苏景沉着脸，面笼寒气，一边听着盗匪头子难掩愤恨，磕磕绊绊的汇报，一边思索着要怎么处理这些畜生。他刚来三两下就把一群人都揍服了，没意思的很，本就想闲来无事找找乐子，赚点路费罢了。待看到后院还有一群被掳来的女子时，苏景便知道不能轻易罢手了。好好的人不做，非要做禽兽。想到此，一脚踢在盗匪头子胸口，眯了眯眼道：这些年生活得很滋润啊，一个山寨竟能敛去这么些钱财，没少做坏事啊，狗东西，给我好好跪着去。男子颤颤巍巍地爬起来，赶忙跪好，不敢吭声，眼底凶厉之色一闪即逝。苏景吃完烤鸡，油乎乎的手在眼前的盗匪身上擦了擦，一个翻身便大步朝着后院而去。此刻后院的女人互相搀扶着，有掩面而泣的，也有神色麻木的。待见到把他们救出狼窝的苏景过来时，立刻迎了上去。苏景没有废话，对着这些深受磨难的女子而言，沉默便是最好的安慰，直言来一道：那些匪徒都在大堂跪着，他们的命我交到你们手里，你们要杀要剐随意，山寨所有的钱财记录都在这里，你们自己分配了去。今日之事我当未曾遇见，再见各位也都是陌生人。第4章绑错宿主的系统。他来了。苏景骑着自己唯一带走的马匹，远远地看着山寨火光直冲天际，叹了口气，拍了拍马头，自己也该回家了。等等，女侠等等。苏景闻言扯了扯缰绳，看着向自己跑来的女子，面露疑惑道：何事？女子并未回答，只是直直地朝着苏景跪下，头重重地磕了下去。女子容貌颇为出众，看得出是富家教养出的小姐，身形瘦弱，却腰背笔直，目光很是坚决，定定地望着苏景道：谢谢。说着，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谢谢你在我最绝望时将我拉出深渊，我不能死。在仇人未入地狱时，我绝不能死。苏景心情有些复杂，看着女子眼中彻骨的恨意，怕是事出不小。他没有多问，只是道：
需要捎带你一程吗？山寨的马匹已经被众人瓜分，这些寨中女子也都一一离去。看着面前形单影只的人，还是顺嘴问了一句：“不用了，谢谢你。山下商铺有家中的暗哨，我叫傅清灵，现今承恩公府嫡女。你日后不管任何事都可以来找我，绝不推辞。”傅清灵目光真挚地看着苏锦，语气颇为郑重。苏锦没有回复，见他会有人接应，摆了摆手，启程而去。想来也不会再见了，自己可是要回村种田的人。一连几天折腾，强悍如苏锦，身体免不了也是有些疲累。掂了掂从刀疤男几人身上摸来的银钱，他果断找了家客栈好好休息休息。小二，马喂点饲料，再来间房打点热水饭菜过来，说着，随手便将马绳丢给了他。好嘞，客官里面请，这就为您收拾。苏锦脱去衣衫，踏进了浴桶中，浸在热水的瞬间，他不禁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洗去了一身的疲乏。可当他抬手看到手上的疤痕，苏锦面色有一瞬间的怔愣。这道疤痕，他确定前些天还没有呢。有些恍惚，这疤他太熟悉了。上一世自己第一次参加狩猎队出任务时，被巨齿兽偷袭所致，最后手势保住了，却留下了这道淡粉色的疤痕。如今却出现在了这具身体上，难道他是身穿？苏锦挠了挠头，怎么也想不明白。不过他能感觉到这具身体各方面都在慢慢向着前世的自己靠近。不管了，反正长得都一样，也许两个都是他呢。是夜，苏锦睡得正香，却忽然听见断断续续啜泣的声音。刚开始还很小声，渐渐的变成嚎啕大哭。苏锦青筋暴跳，从床上猛地坐了起来。他倒是要看看哪个瘪犊子在他身旁哭，看不见他在睡觉吗？简直丧良心！暴躁的挠了挠头，这还有完没完？谁在哭？给我滚出来！葛初初不去了，说道。这又是一阵哇哇大哭。苏锦现在困意顿时全无，吓都被吓醒了。这玩意怎么听着像是在自己脑子里发出的声音？我去，什么鬼？听见苏锦认为自己是鬼，都忘记哭了，有些气闷的大声反驳：“我才不是鬼，我是系统。系统2250。”系统气呼呼的白了一眼苏锦，都是这个女人，害得他现在脱不了身。明明他确认了这女人身上有灵魂波动，那个时间只有陈府中的女主是刚穿越而来才会如此，怎么会搞错了呢？在绑定的瞬间，他就发觉了不对，本想着自救，切断联系，一直躲藏在这个女人脑中，不敢出声。但是他用尽了积分，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解除绑定。看着自己空空荡荡的积分栏，系统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只是个新统，第一次出任务就搞砸了，现在自己也脱不了身了。这和前辈们说的不一样，统生太难了。苏锦听着自称系统的东西在自己脑袋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头都大了，厉声道：“别哭了，你到底在哭什么？先把事情说清楚。”系统被苏锦的呵斥吓得顿了顿，闪着泪花，抽抽噎噎的向苏锦说起了自己的来历。听完，苏锦，这是哪里来的小傻子？所以是你绑定错了宿主，现在也没法离开了。对，我的积分都用完了，也没有解除。你是什么系统？比如什么攻略啊？逆袭啊？你是哪一类？苏锦挑眉想了想前世听过的那些小说，好像就是这样分的。我是宫斗系统，说着语气还颇为骄傲。宫斗啊？那你是没戏了，只能跟我去种田喽。宫斗而已，也不知这系统在骄傲个什么劲。小脑袋瓜子不太聪明的样子。种田？可我不会啊。系统语气又开始哽咽，他只会宫斗，系统里也只有美白丸、解毒丹、魅力药水，他没有种田工具啊，这也太难为他了。得了，这还是个哭包。苏锦捏了捏眉头，好了好了，谁指望你种田了，反正你也走不了，就跟着我吧，陪聊会吧。就这么个小蠢货，他还能指望他做什么不成？只要别再熬了就行，当养个电子宠物得了。会，可是睡了，别再给我哭了。自己一边玩去。系统咬了咬小手绢，不敢再吱声。这一觉苏锦睡得有点久，再睁眼已过50了，看着外头天光大亮，伸了个懒腰。他已经打听好了，照目前行程，再骑乘几日便能到原主家所在的丰原县了，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而苏锦担心的远在丰原县下西村的苏家，此时正在经历一场巨变。妇人的嗷哭声凄厉悲痛，我的儿呀，你要有事，你让娘怎么活？出门还好好的，怎么就断了腿？秦氏看着被人抬回来断了一条腿的大儿子，整个人瞬间瘫软了下来，双手捶胸，哭得撕心裂肺。紧跟而来的村正看着这场景，也是紧紧地皱起了眉头。这苏大郎看样子是废了，哎，这苏老头几年前便过世了，秦氏一人把3个儿子和1个养女拉扯长大也是不易，靠着彪悍的性子倒也无人敢欺。但是近来苏家不知道走了什么霉运，这一家子唯一的劳力就这样倒下了，可谓是霉运连连。先是那个苏家养女，也就是苏锦无故失踪，
虽然后面秦婆子说是去寻亲了，但是大家也都当是没了这人。再后来便是如今，苏家3个儿子，苏大郎被人打断了腿，苏二郎是这个家里唯一的文化人，那会14岁时便考上了童生，可是也止步于此了，是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苏三郎这才10岁，还是个屁点大的孩童，也不能顶事。苏家唯一能顶事的劳力便是苏大郎，如今却成了这样，这个家怕是散喽。第5章，重生得男主。村正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秦大娘，也是毫无办法。这年头每家都不容易，想帮也帮不了。叹了口气，要是那个养女还在，至少还能帮衬1、2。如今这孩子白养喽，果然女娃子就是靠不住。门口围了一圈村民，见到村正出来，忙上前打听情况，得知苏大郎残废了，皆是唏嘘不已。这苏家的天算是塌了，这一家子老弱病残也是集齐了。几个妇人连忙互相使着眼色，这幸亏没上门说亲，原先看中了苏家2郎，至少还是个童生，也能有几分体面，想结个亲的人家，这会子瞬间打消了想法，暗自庆幸着，这要是把女儿嫁进去了，哪还有好日子可过。一个骨相高壮他比小眼的妇人扛着锄头，看着那么多村民围在自己家门前，顿时心中一跳，忙大步跑上前，粗声粗气地问道：怎么了？你们都围在我家门前干啥子？话音刚落，便清晰地听见了自家婆婆的哭喊声。妇人一愣，不等答话，猛地推开前面的人，冲进了家门。娘，怎么了？你哭什么？谁欺负你了？看我不一锄头锤死他！说着，恶狠狠地举起手中的锄头，看向四周。待从半开的房门中看到自家汉子伤了一只腿，躺在床上那刻，脑子嗡的一下，仿佛晴天霹雳一般。东锄头应声落地，卢氏眼泪夺眶而出，悲声哭叫道：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出门时还好好的，怎么就……老天啊，不给人活路了！苏家的变故，苏锦一无所知。吃饱喝足的他才想起来，昨晚好像有个系统什么的来着，试着叫了声系统。哀在，我在那系统2250萌萌哒的眨眨眼，欢快的应道：这是昨晚那个小哭包。听声音，这简直判若两桶。系统2250经过一晚上的思量，看着空荡荡的积分，他抽了抽鼻子，认命了。努力地回忆着之前那些前辈系统的告诫，一定要给宿主留下好印象，被嫌弃的往往都没有好下场。据他们童子界小道消息，会卖萌的桶最受宿主喜欢呢。他已经不是昨天的他了。启禀王爷，那处匪窝属下们到时已是火光冲天，里面的匪徒无一生还。至于傅清灵，据来报已秘密被带回承恩公府，并无大碍。左翼急步上前回禀，说罢便恭谨地退至下手，等候主子指示。虽不知自家王爷为何会突然对一窝盗匪这么关注，并且还知承恩公府的千金深陷其中，这不带前去营救，人就自己回来了，属实怪异。心里虽是嘀咕，面上却不敢显露。哦，找个知情人问清原委。明觉神情微屏，抿着薄唇，眼中带着深思。这是出了变故。承恩公府是他的外祖家，也是现任皇后父后的母族。上一世的傅清灵惨死在外，被寻到时早已。年迈的承恩公面对自小悉心教养长大的孙女这般惨死，一个悲痛哽了过去，便再也没有醒来。自此承恩公府仿佛被阴霾笼罩，再也没有拨开之日，直至皇后被废，满族下狱。明觉紧了紧拳头，微垂着眼睑，黑色的瞳孔布满幽深，周身凝聚着阴沉的气息。连着赶路几日，总算在3日后赶到了位于延州府下的丰原县。这一路有系统可以说说话，倒也不那么无聊。宿主，你真的打算以后都留着种田啊？系统不死心的再次问道。当然了，我这种大女子最适合种地了，一锄头下去又准又狠。系统自闭。苏锦按照原身的记忆一路找到了下西村，远远便能看到村里燃起的炊烟，安静又祥和。然而此时的苏家却是不太平，隔着门便能听见里面的嘈杂，附近时不时还有村民伸头来看，却无人敢靠近。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手持木棍的壮汉，目光一边打量着苏家这群老弱病残，一边不时的用木棍敲打威胁道：今儿也不能白跑一趟，你们若是再拿不出银钱来，那便把这间房契留下，人嘛就全给我丢出去，选吧。秦氏平时为人泼辣，却也只是普通妇人，这回看着这一群面色不善的汉子时，早已脸色惨白，只顾着闷头掉泪。造孽啊，大儿子被他们打断了腿，现在连最后的房契都保不住，这以后要怎么活？造孽啊！卢氏一面搀扶着婆婆，一手颤抖着紧握锄头，像是在为自己寻找最后一点勇气。当家的断了腿，本以为已经是最大的噩耗，谁知没2日便有几人登门要债，说是苏大郎在外欠下了赌债，才被废了腿，如今债也还是要还。可卢氏却不信，她的男人为人最是老实敦厚，
平日里也是木讷少言，说他去赌，他是万万不会信的。事后他也问了已经清醒的苏大郎，却也问不出所以然，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没有。但是这些人拿出的借据手印又做不得假，20两银钱，这是在要他的命啊！现在这个家别说20两，便是20文也是拿不出来的。苏大郎的腿日日要上药，已经用去了家中仅剩的银两，真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几个汉子等得不耐烦了，厉声喝道：“给我砸！拿不出钱，把地契留下，人滚蛋！”说着，几人纷纷举起了棍子开始四乱。只听嗷的一声，一个10岁左右的黑瘦男娃从偏房夺门而出，像只小牛犊子似的冲向那群壮汉，嘴里叫嚣着：“我让们欺负我娘，我打死你们！”后面闻声，一个3岁的女娃扶着门槛嗷嗷大哭，她娘让他们留在偏房不要出声，可是她怕，她好怕。几个赌坊汉子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早已没了耐心，现在看着哭闹的孩童，更是眼神凶恶，狠狠地啐了一口，一脚就把面前的男娃踢翻了过去，暴躁地怒喝道：“钱是你们欠的，还不起就不要赌，现在赌输了却想赖账，你当三爷我是跑来跟你们闲聊呢，也别怪爷不讲人情，只要地契，屋内的东西你们可以带走。”一屋子破烂玩意，给他还不稀罕呢。走近的苏锦听到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个，心瞬间沉了下来，也大致明白了原委。第6章，想要苏锦以身抵债。伸手推开了这领他陌生又熟悉的木门，一院子的人齐刷刷的向他看来，就连抱头痛哭的秦婆子也惊得愣在原地。接着便是一阵惊呼，秦氏猛地冲了过来，对着苏锦就是一顿猛捶，声音从惊喜到悲愤：“小锦，是娘的小锦回来了！你个死丫头，你跑哪去了？你可知道娘找你找的多苦？你怎么这么狠心？我打死你，打死你！”说到最后，声音哽咽着，抱着苏锦痛哭起来，带着无尽的心酸委屈，双手死死扣住，似是怕苏锦再不见了。哟，这是你姑娘？这长相不用还了，不用还了，只要把她带走，你们的债全都抵了。三爷双眼一眯，打量着这突然出现的女子，越看越满意。呸！你做梦！本来被这些汉子的气势吓得只会哭的秦氏，这会像是被踩住了命门，恶狠狠地看着男人，像是随时会扑上来同他拼命。三爷抹了把脸，眼神充满怒意，抬手就想教训这个不长记性的妇人。苏锦本想跟他好好聊聊，毕竟按照他的说法是来要债的，也算是有由头，总要搞清楚事情的始末再说。但是这会子见他想对自己老娘动手，苏锦叹了口气，看来他比较喜欢躺着说话。他没有废话飞起，便是一脚抡起地上的棍子，对着其余几个就是一顿猛揍，顿时整个小院又是一阵哭嗷。不过这会子叫的对象换了下。苏家几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老天爷，这怕不是在做梦？苏锦何时这么能打？就连门槛上3岁的小女娃都忘记了哭泣，揉了揉眼睛，拍着手咯咯直笑：“坏蛋，打坏蛋！系统，这个宿主武力值貌似很高，不会家暴他吧？”看着躺了一地不住哀嚎的几人，苏锦用脚踢了踢那个什么三爷，挑着眉道：“喂，说说这里头怎么个事情，从头说来。”姑奶奶，饶了我吧，我只是个收债的。三爷满脸惊惧地看这个恐怖的女人，他刚才想带走这位是在向天借胆子吗？少废话，字据拿来我看看，谁欠下的，何时何地何因，全都给我说清楚了，否则你们今日怕是出不了这个门。几人抖了抖，忙把字据递了过去，道：“姑奶奶，这可是苏大郎画的手印，千真万确的事，这种事我们可不能作假呀。”看着苏锦低着头思索，三爷不敢敷衍，忙道：“他的腿是我们打断的，但是也是事出有因，还请姑奶奶。”苏锦双目一沉，猛地抬起头，拎起三爷的衣领，咬牙道：“腿断了！”说完将人往地上狠狠一丢，大步朝着苏大郎的房间走去。身旁惊异万分的秦氏见状，连忙跟上，苏家众人也都紧追其后。门一推开，一阵刺鼻的药味扑面而来，屋内光线很暗，只能隐约看见床上一道隆起的身影。苏锦轻声唤了声：“大哥。”床上的身影颤了颤，破碎沙哑的嗓音应道：“是小锦，你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就好，娘她很想你，大哥也想你。”苏锦走近，当看到床上消瘦的身形，那双眼睛满是木然沧桑，下方的腿简单的包扎后呈现不正常的扭曲状，不禁涌出一股悲伤。记忆中这个大哥对苏锦向来疼爱，不是嘴上那种，而是一直默默任劳任怨，用自己笨拙的方式疼爱着妹妹，如今却被折磨成这副模样，他的心有些闷闷的。长舒了口气，他郑重地看着苏大郎问道：“大哥，我问你，那些债是你欠下的吗？只要你说我就信。”苏大郎颤抖着嘴唇，喃喃道：“不是我没有赌，大哥没赌。”看着情绪开始激动的苏大郎，苏锦赶忙安抚道：“是，我相信大哥没赌，我信。”
这时一侧的大嫂卢氏连忙抓住苏锦的手，激动地道：“小锦，你要信你大哥，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再清楚不过，他不会的。”卢氏抓住苏锦，仿佛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整个人都在发抖。秦氏抹了抹眼泪，也跟着道：“是啊，你大哥他绝不可能干出这事，可是那个手印又确实是他画下的。锦啊，娘不知道你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但是娘知道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帮帮你大哥，他怕是不想活了。娘，大嫂，别怕，我会解决的，你们在这别出去了。”可是秦氏哪里放心自家闺女一人面对那么多汉子，就算知道小锦现在能打，也是心有余悸，大步追了出去。苏锦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心里却是有些羡慕原身，这样的娘都不知道珍惜，还跑去认亲，怕是脑子被门夹过。外面的人早已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却无人离开，并不是没人想走，而是都被三爷制止了。常年在方噬魂的，哪能没有几分眼力？这苏家姑娘本领不凡，为人却也讲缘由。若是他们这些人中途跑了，这以后怕是不能善了。现在留下来最多也只是皮肉之苦。苏锦没有理会这些人的心思，他现在心情很差，心里像是堵了一团火，悠悠地看着这伙人道：“你们可曾亲眼看见苏大郎入了赌坊，亲眼见他画押？若是我大哥所为，这个债我还；但是若是不是，那么我也定不善罢甘休。”三爷捅了捅身边的汉子，让他来说，平日里自己哪会关注这些，也只是在最后催债时出面。姑奶奶，我确实没有正面见过苏大郎去赌坊，他多是包着脸面，但是我们见过他的背影，不会错的。背影？仅仅只是背影？见苏锦眉头紧锁，连忙接着道：“况且那个借据上写的就是苏大郎，也是他的手印。这么看来，他大哥多半是被人诓骗了，当了替罪羊。”第7章，当了替罪羊，虐渣。娘，你可知有谁和大哥身形相似的？苏锦望着秦氏，想来这该是个熟人，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易得手。秦氏想也不想的便道：“啊，和你大哥像的，那要数苏家二房家的那个苏良，他们可是嫡亲的堂兄弟，难免会长得像。”随后很快反应过来苏锦话里的意思，惊叫道：“你这个意思是说，是苏良啊畜生，他怎么敢？怎么敢？”秦氏越想越激动，似是想到什么双目充血，就要冲出去找人，拼命被苏锦一把拦了下来。“娘，你冷静，还是猜测？我相信大哥他说没做就是没做。那么这个诓骗了大哥的人，我会把他找出来的。小姐，一定是他，是他。我记得前阵子有天他把你大哥叫了出去，回来时你大哥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当时我还在想，平日不往来的人怎么平白无故请你大哥吃酒，原来是在这等着。畜生，畜生，我要宰了他！”秦氏现在已经宛若疯妇，想到那瘫在床上眼神麻木的大儿子，心如刀绞。如今得知四事被人算计的，哪里肯甘心？苏锦半拖半拉着秦氏回了房间，这般情绪起伏，真怕再出个意外。苏锦能理解秦氏的心情，但是就算有几分，肯定也要先确定了再说。若真是此人害了大哥，苏锦会让他明白什么叫一报还两报。苏锦面笼寒霜，目光森冷，淡淡的望着三爷道：“听到了，去几个人把苏良带来，能办到吧？有些事还是当面问清楚比较好。”三爷在听到秦氏说的话时，已经面色发颤，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忙答道：“能带到，我们马上让他们去。”说着朝着手下几人使了个眼色，片刻不到，人就被拖着带了过来。说来也巧，几人刚出门不远，便在附近树桩后面见到了一个不时往苏家探头的男子，一问之下才知此人就是苏良，这行迹越看越是可疑。“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可没钱帮苏大郎还债。”苏良见这阵仗，第一反应便是苏家这是走投无路，想向亲族借钱。苏锦眼神定定地望着他，直言便问：“看这来的速度，你就在这附近？看看，认识这些人吗？”苏良有些惊讶，莫想到这苏锦竟然回来了，听说是被人牙子拍走了，皱了皱眉头，嗤笑道：“哪有你说话的份？这刚回来就到我这耍威风，也不知道在外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过不下去又跑回来了。不过这丫头长得是越来越标致，没准还能赚上一笔，正好自己手头有点紧，越想越心痒，眼神也带着隐晦的打量。”系统紧攥拳头，气愤道：“宿主，这不是好人，看他眼神，肯定在打什么坏主意。”“哼，我知道，所以我准备教他做人。”苏良看着一步步走来的苏锦，眼神越来越亮，这次一定能换个大价钱，发了。“哦，那你倒是说说，我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听听。”说着一把掐起苏良的下颚，一点点将人提了起来。面色瞬间长得通红的苏良，目露惊恐，不停地挣扎着。苏锦一把将人摔下，擦了擦手，指着赌坊的那帮人，再次厉声问道：“他们可认识？”苏良这次是真怕了，这个女人怎么变得这么可怕？刚才那瞬间他真以为要被她掐死。顺着他指的方向连忙看去，
正是三爷那帮人，他当然知道。正在此刻，三爷手下一长相精瘦的小弟猛地拿手指向苏良。我在赌坊周围见过他，他的身形倒真的与苏大郎几分相像，面容也有隐约神似之处。苏景见此眯了眯眼，锐利的目光直射过来，吓得本就内心惊惧的苏良连连后退。你欠下赌债，便想到了逃代李江之法，诓骗我大哥醉酒，为你签下借据，是与不是？不是，我没有欠赌债，是苏大郎自己行为不端，怎么能怪我身上？我没有。苏良双腿打颤，扯着嗓子吼叫着，内心却是惊恐万分，冷汗浸湿了衣衫，背后也直发凉意。但他知道自己若是这回认了，那就真的完了。苏良一闪而过的惊慌，还是让在场的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不对。系统，宿主他在说谎，他的心跳好快。苏景没有理会系统，眼中透着一股不羁的寒意，冰冷地看着那面色涨红、大声吼叫的人，拼命用声音掩盖着自己的心虚。苏景本就不是什么有耐心的人，之前苏良打量他时那明显的恶意，他又怎会感觉不到？就算这次大哥的事不是他做的，苏景也没打算放过他。何况现在看来倒是没有冤枉了他。苏景猛地上前，一拳重重地砸在了苏良的肚子上，像是拖着死狗一般一步步地走向三爷。既然他不肯认，那么我就把他交给你，带回赌坊，找到见过他赌的人，就算他再如何小心的藏头缩尾，也总有人跟他打过交道，一旦确认，那就原地打死。苏良哀嚎地捂着肚子，闻言也不叫了，惊恐的目光看着苏景，你好恶毒的心，我爹娘不会放过你的，贱人！三爷等人在看着这事情的转变，心头猛跳，已是冷汗涔涔。他们可是断了苏大郎一条腿，现在得知弄错了人，那这个女人怕是不会放过他们。如今看到有出力的地方，赶忙点头，放心，您放心，我们一定办妥。弄死个人在他们赌坊这里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多的是法子。苏良见他们来真的会弄死自己，腿一下子软了下去，面色惨白，惊叫道：我不去，我认，是我做的，是我诓骗了苏大郎，让他带我按的借据，是我欠的赌债，我都认，我不要跟他们去，我不去，饶命啊！小景，我也是你哥呀，你饶了我吧，我不敢了，我再也不赌了。对了，我爹娘会帮我还钱的，你们放心，他们有钱能还，饶了我吧。苏景冷漠地看着地上不住求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男人。是啊，钱能还，可他大哥的腿谁来还？系统也愤愤不平地扯着手中的帕子，宿主盘他，呸，狗东西，可真坏。第8章，极品刚出场就被 KO。 苏景向着趴着门缝偷偷望着的苏家小弟苏年招了招手。10岁的少年愣了愣，见是在叫自己，连忙噔噔噔跑上前，有些别扭地梗着头道：你找我干嘛？虽然这个姐姐现在变得好厉害，但是苏年小小的心里还记得她是嫌弃家穷偷跑出去的，害得娘那么伤心。能跑一趟村郑家吗？顺便把老苏家2房的人也都叫来，如果问起来就说苏良要被人打死了，等着他们来收尸。苏年愣了愣，迅速反应过来，脑袋使劲的点了点，便一溜烟的跑了出去。堵住他的嘴，待会可有的是时间让他嚎叫，现在还是省省吧。苏景虽没对着谁说，但是三爷等人闻言，动作迅速的上前按住了苏良的嘴。众人擦了擦汗，只要他们还有用，就还有救啊！入秋的风吹得苏家门前的枝叶哗哗作响，院内陷入诡异的静默中，没人发出一丝响动。苏景双手环抱，两眼望天，无人知道他在想什么。等了没多久，由远及近，一阵嘈杂声传来，最先听到的便是妇人尖锐的怒叫声。老娘倒是要看看哪个黑心肝的敢动我儿子！听见自己老娘的叫声，苏良眼露惊喜，挣扎着想要起身，却被三爷一把重重的踩在了地上。他恶狠狠地怒视着，就是这个狗东西，害得自己如今心惊胆战，他真恨不得立刻剁了他。王氏入门第一个看到的便是立在门前的苏景，吓了一跳，随即脸上扯出一个阴阳怪气的笑。哟，这是舍得回来了？看样子是没扒上什么大户啊！丧门星一边去，别挡着老娘在这碍事。王氏推了推苏景，却没有推动，自己反倒是往后退了一步。视线的开阔瞬间让他看到了被人踩在地上堵住嘴的儿子苏良，尖叫了一声，冲了过来。儿呀，你这是怎么了？你们是什么人？放开我儿子，有话好好说，好好说。王氏见到这阵势，虽然心中焦急想救儿子，但他毕竟只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妇人，瞬间没了面对苏景时的盛气凌人。随后而来的村正、老苏家2房等人，还有不少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一窝蜂地挤在了苏家门前。老苏家早在苏景爹苏大牛还在世时便分了家，苏大牛爹娘偏爱小儿子，对只会闷声干活的大儿子多般嫌弃，最后更是随手分了间破草屋，便将人打发了出去。
好在秦氏娘家男丁众多，自己也是个能力住的，嫁进门便拿捏住了苏大牛，在娘家多方帮衬下，日子也算过了下去。期间苏家二房多次借着老人之口上门讨要财物，今天拿你一袋粮，明天拿你一筐菜。秦氏虽是泼辣，却也耐不住孝道压人，这般过了多年，直到老苏家二老归去，才彻底与二房断了往来。谁知前些年苏大牛外出被山石砸中，没多久便去了。苏家二房就像是打了鸡血似的，时不时要闹上一阵幺蛾子，散布些秦氏克夫不祥的话。这两家人现在虽不说水火不容，但也差不离了。如今却是这般情况下再次上门。苏二牛身子微勾，跟着村正踏进了苏家。待看到院中的情形，心头猛跳。村正挺直的身板在见到院中这一群大汉时，也不由有些发怵。他们百姓最怕就是两类人，一种是达官贵人，第二个便是这类道上魂的，不能硬碰硬，更讲不通道理，实在难缠。哎，今天这事看来是小不了。忙上前笑着问道：“这位壮士，不知我们村这苏良犯了何事？有话好好说。”三爷是个极有眼力的，见苏锦站在一旁看戏似的不言不语，便知道他这是打算让自己出头，他得好好表现。双目一瞪，将凶神恶煞的样子表现得淋漓尽致，厉声道：“这狗东西厉害着呢，将我们兄弟耍得团团转。你们村不大，倒是出了个狠角色，来狗东西自己说，干了什么自己说。”说完又狠狠地朝着苏良猛踹了一脚。系统伸长了脖子，看得津津有味，咂巴嘴道：“这三爷这会怎么看着顺眼了一丢？果然恶人还是要恶人来磨才过瘾。”苏锦嗤笑：“垃圾只要放对了地方，就还能有些用处。”苏良已是满脸青紫，眼中期盼地望着自己的爹娘，面对三爷的一顿猛踹，哀嚎着求饶道：“我是狗东西，我是混蛋，放过我吧，不敢了，赌债我爹娘会还得，你们找他们，找他们。”门口的村民听到这，窃窃私语：这苏大郎才因赌债被人断了腿，这苏良怎么也沾上了？苏家这是一窝子赌徒啊！语气颇有些幸灾乐祸。这苏良平日看着人模狗样的，没想到也会这样。哎，这乃说得好，你看那苏大郎平日里闷不吭声，老实得很，不也照样去赌，被人打断了腿？喂，我说你们没看到这苏家女儿回来了吗？她不是出走了吗？说是寻亲谁信啊？估摸着是外头待不下去喽。这以后怕也是嫁不出去了，这谁还敢要？之前不还听说许家要上门提亲吗？我看这回没戏了。许家好歹也是个秀才，这苏锦等着他后悔去吧。众人心思各异，系统也是不嫌事大，一五一十的向着苏锦转述那群人的话。苏锦大可不必。那边的苏良被打得嗷哭不断，他见也差不多了，扒开人走向前。有些话苏良可能没脸说，那我来替他说，这次请各位来也做个见证。我大哥苏大郎前阵子因欠赌债被断了腿，实则却是苏良欠下的，借着大哥与其身形相似，将人灌醉，诓骗他画下了借据，才有今天这出。苏锦的话毫无感情，声音也是淡淡的，却犹如一道惊雷炸得众人回不来神。王氏嗷的一声冲了上来，看着苏锦的目光仿佛要吃人一般：“贱人，你胡说！我让你胡说，我打死你个贱人！”却连他一片衣角都没有碰到，便被他一脚正中双膝，重重地磕在了地上。苏二牛也从刚才的惊闻中缓过神来，见自己婆娘被打，喘着粗气抬手便向着苏锦冲来。一个野种竟然敢对长辈动手，这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苏锦看着一个个没完没了，要是前世早就一个个丢去畏惧石兽了，这回子性子早就磨完了，旋身一脚将人踹飞了出去。蠢东西，脑袋扛肩膀上，累了可以拿下来歇歇。这一幕吓得周围村民连连惊叫，连准备上前制止的村正都顿住了。第9章，给我断他2条腿！我不想再听废话，他自己也认了。这回我让你们来不是听你们啰嗦的，我是让你们看着他的下场。苏良面目全非的脸上露出惊恐，连连叫道：“不，小锦，我是你哥，我也是你哥，你饶了我吧，我不敢了，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我还不上赌债他们会打断我的腿的，我没有办法呀，爹娘快救我！”听见苏良的话，周围的人皆是面露鄙夷。你怕被打断腿，所以就找人代替你，这也太恶毒了。村正面若寒霜，重重的敲着木桩，手指颤抖着怒喝道：“苏良，你丧良心！你怎么能做出这般歹毒之事？那苏大郎可是你一宗的兄弟。”扶着门框的秦氏手指攥得紧紧的，仿佛要抠出洞来。他们欺他咒他，看在死去男人的面上，他不多计较，但是苏良他竟然敢害他，要不是怕妨碍小景，他定要上前咬死他。这次谁也别想好过。王氏爬起来，一把抱住苏良，对着村正便是一阵求饶：“我儿已经知道错了，他从小就听话，以后肯定不会再犯了，饶了他吧，钱我们会还。”说完佯装怒意，转身对着苏良
就是一阵假意捶打。我叫你赌，看我不打死你，你还敢不敢了？还不快点道歉！苏锦似笑非笑的瞥了一眼，出声制止道：“别打了。”王氏闻言，暗暗松了口气，很满意他的识相，回身望去，刚想顺势答应，但当他瞥见身后那群仍旧怒目而视的三爷等人，咽了咽口水，义正言辞的道：“苏锦，你不要劝我，他今日做出这种事，我非打死他不可。”说着高举的拳头轻轻砸下。苏锦嗤笑：“我只是觉得这样打，你的手还怪辛苦的。”说着，他拿过一旁的锄头，笑眯眯的递了过去。这锄头虽一般，却也能把人脑子砸开花。看到没？就对准那里敲，保准死得透透。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王氏面色瞬间扭曲起来，不可置信的望着苏锦，见他又把锄头往前推了推，心中恨得想活吞了他，顾不得再做戏，气得身子发颤，却半天也没憋出一句你。这边苏二牛被人搀扶着爬了起来，对着苏锦就想破口大骂，最终还是忍住了，皱着眉头道：“都是亲戚，说什么打打杀杀的，小锦你这太不像样子了，一个女娃自己跑出去就算了，现在刚回来就对长辈动手，谁给你的胆子？这次的事我看就算了，你苏良哥他也知道错了，银钱我们帮着给了，以后就好好过日子，一个女娃别出去瞎晃了。”苏二牛摆出一副教训晚辈的架势，对着苏锦就是一顿训斥，好似已经忘了那个断了腿的苏大郎，只字不提。系统整个桶被气的都冒烟了，像是要炸了，凶巴巴道：“呸！这老狗东西，嗨呀，我好气哦！明明都是人，为何要讲授语？”不待苏锦准备上前把人锤死，一直压抑自己的秦氏听言已经拿起手中的木棍对着苏二牛便是一顿砸。呸！我的儿子断了腿，苏良想这么了事，我告诉你，没门！我就算拼了这条命，我也要将他咬死！苏锦赶忙抱住自家老娘，免得再伤了自己，转头对着三爷几人冷声道：“我要他2条腿，就现在！我的大哥断了1条，你就赔上2条，公平！”苏家二房夫妻闻言，目眦欲裂，惊怒交加：“苏锦，你敢！贱人，你敢！我打死你！”话音未落，便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响彻整个院落。三爷几人早就在等苏锦的吩咐，闻言毫不犹豫，冷笑一声，便连续2棒子狠狠地砸在苏良的腿上。“我的儿，我的儿，我要你们偿命！你们这群魔鬼，我要报官把你们都抓起来！啊啊啊！我的儿！”王氏整个人都癫狂了，用淬了毒的眼神死死地看着苏锦，却也不敢再上前。苏二牛也呆住了，他的儿子被人废了。抄起地上的石块向着苏锦脑后砸去。苏锦歪歪头，真是给他们脸了，人不打道服就不知道乖，反手按住苏二牛的头，一下下的往地上灌。砰砰砰！头不想要就捐给有需要的人。很喜欢砸人脑袋，那让你自己尝尝脑袋开花的滋味呗。脑袋抬起的瞬间早已糊满了鲜血，周围的人也吓傻了，这苏家女儿怎么变得这么凶残？不会是在外受了什么刺激吧？说来最近苏锦确实不大一样，总是感觉身体一阵一阵的疲惫，性情也是有所变化。今天这一堆事弄得他异常烦躁，恨不得把这些人全都丢去喂凶兽。被苏锦凶残模样吓得没人敢上前。村正看着这一场场闹剧，怕出人命，犹豫了下，还是出声道：“那个苏家女娃差不多就算了吧，这苏良也付出了代价，苏二夫妻怎么说也是你长辈，就算他出手在先，也得到了教训，就算了吧。哎，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大郎腿找个好大夫治一治，没准还能有救的。”村正的一番话，苏锦只听进去了后一句，凝眉细想，定要找个好大夫才行。瞥了一眼还在战战兢兢的三爷等人，冷声道：“知道哪里有好的大夫吗？去请来。我大哥腿若是治好了，这事便罢了；若是好不了，那你们怕也没好日子了。姑奶奶，这都是误会啊！不过你放心，苏大郎的腿，我们一定尽力，一定尽力。”说着带着几人飞奔着向着镇上跑去。他们记得镇上有家老医馆曾经治疗过断腿的，系统能定位到那几个人吧？我只能感知到方圆1里内的。对不起宿主，我没有积分了，现在就是个废桶系统，声音越说越小，最后整个桶都缩在了角落。苏锦，1里就1里吧，这个小蠢蛋要真有本事，也不会把自己折腾到这地步。他甚至怀疑过这货是不是没人要才落在他身上。算了，料想那几个人也不敢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三爷那种人还是有点脑子的。村正见苏锦像是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赶忙挥散了众人，找了几个后生把苏二牛和苏良抬走。这要再待下去，指不定还要出点什么事。他算是看出来了，这苏家回来的女娃变得挺让人畏惧的，只希望别出什么乱子才好。哎，造孽啊！他这个村正当的难要。苏锦见人都散了，也没说什么，打量了下这个未来的家，一眼便尽收眼底。3间正房，
一间坚固放杂物的厨房，院子倒还算宽敞，中间摆着一口破碎的大缸，角落隔了几块地种了些菜苗，此刻也是被踩踏的陷进了土里。刚经历过一场风暴的苏家，真是处处可见的破败。苏锦抿了抿唇，弯腰稍微规制了一下，看来首先要想办法改善下这个家的生活才行。小姐，你大哥的腿真能治好吗？娘别怕，这里的大夫治不好，我们就去找更好的，总会有办法。苏锦帮着秦氏顺了顺气，安慰着说道：锦啊，你跟娘说，你到底去了哪里？为何现在会？秦氏紧紧地拉着苏锦。苏锦张了张嘴，不知要如何解释，说他不是原主，说原主是想要荣华富贵。秦氏满是皱纹的脸上带着紧张，他怕自家闺女会问那件事，见苏锦有些犹豫，忙拉着他道：娘不问，娘不问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第10章，苏家逆袭的开始。正在此时，一辆破旧的骡车缓缓地向着苏家行来，车轱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仿佛随时要散架了。只见一穿着长衫、面色苍白、气质忧郁的男子焦急地跳下骡车，满头是汗地向着苏家奔来，略显不合脚的鞋子也差点跑飞了出去。气喘吁吁地推开家门，看到的便是他娘和一位背对着他的女子正在躬身收拾院子。自己这是回来迟了，眼中的暗色越聚越深，捏住门边的手青筋一点点显现。大哥出了那样的事，竟没有一个人想过通知他。苏策知道娘是怕自己误了学业，可他好恨自己无能，恨自己只会拖累他们。他低垂着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周身越发阴郁。苏策是苏家二子，自小便体弱，为了日后能有个出路，被秦氏毅然决然地送去了私塾读书。在他14岁便考中童生后，更是坚定了让二儿子读下去的念头，哪怕家中拮据，哪怕如今也没有考中秀才，秦氏也是咬着牙硬是供他学。这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就算再难也要坚持。二郎，你怎么回来了？秦氏听见响动，转身叹了口气，看来这事瞒不下去了。二郎自小身体就不好，只怪自己当初有孕时伤了身子，才让二郎早产。这种事就算告诉他又能怎样？自己已经伤了一个儿子，不能再赔进去一个了。娘，我不去私塾了，以后我会照顾大哥，大哥能做的我也可以。苏二郎黑漆漆的眸子定定地望着秦氏，目光是前所未有的坚定。你都知道了？随后又反应过来苏二郎话中的意思，连忙一巴掌拍了过来。你说什么混话？你不读书你要做什么？这个家为了让你能安心读书付出了多少？你这是想气死我吗？为什么不告诉我？是我太弱了是吗？我不想再拖累你们，大哥如今这样也需要人照顾，娘我已经决定了。苏二郎低垂着头，没人能看清他眼中的神色，说出的话却是异样的坚决。系统拿出小手绢，抹了抹眼泪，宿主，这个家真困难。哎，苏锦翻了个白眼，已经习惯了这系统泪腺的发达。一道清淡的嗓音打断了秦氏母子的谈话：大哥的腿我会想办法，二哥你安心读书。苏二郎闻言瞬间抬起了头，看着转过身的人有些惊愕，这是苏锦，他怎么会又回来了？眼中带着打量。苏锦他除了瘦了些，气色倒是很好，日后不要一声不响的就离开，若是再那般就不要再回来了。我不会再那样了。苏锦没做他想，郑重的点了点头，也算是给苏家吃了颗定心丸。不多时，门外哒哒哒又响起了马车的声音，一行人驾着为胡子花白的老者闷头就往苏家冲。来了来了，大大夫我们请来了。姑奶奶您看，三爷气喘吁吁的搓着手，笑得很是谄媚。苏锦没有理会，忙带着老者进了里屋。半晌之后，莫大夫擦了擦手，收起药箱，表情严肃地摸着自己的胡子，这才转头看向身后的苏家人。众人不敢出声，皆是双眼期盼地望着他。这伤时日不短了，有些地方骨头都粘连住了，不过倒也能治，就是要费点功夫，要先正骨，人要受罪，用药也很讲究，所以你们有个心理准备，若是治这药材怕是不便宜。莫大夫看了眼家徒四壁的苏宅，不能平白给人希望，还是把话说在了前头。秦氏嘴角动了动，还未开口，苏锦按着他的手拍了拍，便直言道：治，不管多少都治，麻烦莫大夫开药。送走了莫大夫，苏锦一家子总算聚在了一起，围坐一圈，连3岁的妞妞都挺直了小胸脯，坐在一旁的小木桩子上。苏锦见这气氛，首先发言道：大哥的腿肯定要治疗的，这银钱我自会让那群赌方的人来出，就算不够我这里还有一些，总不会耽误了治疗。闻言众人松了口气，卢氏紧紧地抓住苏锦的手，粗声粗气道：大妹，以前是嫂子不对，我不该说你懒，不该私底下骂你，以后你就是嫂子的亲妹子，嫂子这条命都给你了。卢氏骨架本就大，此刻一把将苏锦扣在怀中，一时还真没让他挣脱。苏锦被闷得喘了口气，这份热情也太大了。苏锦见他娘也想再说些什么，赶忙打岔道：娘，我
家中可有什么吃的？有，娘这就给你去拿。想着家里仅剩的半袋苞米身子，秦氏心中一狠，决定都给做了。折腾了一天，今天就吃顿饱的。卢氏见婆婆走向厨房，忙擦了擦眼角，上前接手道：“娘，我来。”别看卢氏身材壮实，不似普通妇人，但是手脚却是意外的麻利，天才起火，烧水淘米一气呵成。莫一会功夫，已经将饭做好了，也就是普通的一碗苞米粥，却是苏家近来最好的一顿。苏大郎与卢氏成亲多年，已育有一子一女。这阵子家里不太平，大儿子苏岩被卢氏强制送到了外祖家，本来小女儿妞妞也是要送去的，因着年岁太小，实在哭闹不止，便留了下来。此刻妞妞小小的身子坐得笔直，那双眼睛却不时地往木桌上看，那满满一盆的苞米粥，眼睛都瞪直了，自己偷偷咽了下口水。苏家小弟苏年此刻虽也很饿，却顾不得吃食，正在用自以为隐晦的目光悄悄地打量苏锦。这个姐姐今天和往常很不一样，他有点好奇，又很疑惑。苏锦摸了摸妞妞枯草一样的小揪揪，含笑地揉了一把：“吃吧，以后我给你弄更好吃的。”苏锦望着这一贫如洗的家，看来致富是迫在眉睫了，苦谁也不能苦孩子，一家子面黄肌瘦的可不行。妞妞小小的眼睛有大大的问号，这粥已经是顶顶美味了，嚼起来香香的，怎么会有比这更好吃的？她不信。妞妞满眼不赞同地看了一眼苏锦，觉得这刚回来的姑姑虽然很厉害，但有些爱吹牛呢。苏锦第11章，系统，你竟还自带空间？见今晚不再吃野菜糊糊，苏年的脸上也难得露出一丝笑容。10岁的年纪，看上去也只有7、8岁的样子，到底是亏了身子，整只瘦瘦小小，眼睛却格外的明亮。尽管如此，他还是略显担忧地看了一眼秦氏：“娘，家里的粮食还够吗？我想念娘做的野菜糊糊了。”秦氏心下猛地一阵酸涩，自己的小儿子自出生没多久，丈夫便走了，从没跟着自己过过什么好日子，这又因大郎的腿需要日日服药，一家子只能靠着野菜糊糊度日，那东西又哪会有人爱吃？为了给苏大郎上药，早已经掏空了所有家底，秦氏都已经做好明日回一趟娘家，厚着颜面接一些的。苏锦3、2下解决了面前的一小碗粥，便嗖嗖窜了出去。她一个大女子真的受不了这么温情的场面，心里酸酸的。正好趁着天色还没暗，苏锦准备去这附近的山上转转。娘，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说着，随手捞起一个竹筐，大步朝着门外走去。一直沉默无言的苏二郎放下碗，猛地起身，想跟上前去。我和你一起。苏锦这次回来后变得很不同，这也让苏二郎的心里有些狐疑，这人怎么能1年时间变化这么大？二哥，放心，我很快就回。苏锦只当是他在担心自己，说着脚步蹭蹭的便窜了出去。早点回，这天黑得早。秦氏随声应道。苏家所在的村叫上西村，一眼望去，绵延起伏着几座山头。这紧挨着上西村的这座山也不是什么名山，却也能给村里人提供不少资源。所谓的靠山吃山便是如此。苏锦一路循着山路上山了，外围一圈基本都是些杂草灌木，村民多是在此活动。他看也不看，径直朝着林间深处走去。这里面很少会有人会来，除了一些老猎户可能偶有出入，村民是不敢来的。往年灾祸年间，倒也有人试着往大山深处寻摸，却都是有去无回。有着前世的经验，苏锦这走在山林之中，犹如自家后院一般自在悠闲。系统，帮我扫描1里内的活物，记得通知我。系统显然是第一次被重视，激动地搓了搓手，就说嘛，他还是有些用处的，连忙欢快地应道：“好大包在我身上。”苏锦沿路记着路线，随手掰了几根木叉子，手里掂了掂，凑合用吧。以后找时间得给自己做把弓箭才行。宿主，我发现了一窝兔子，就在前方400米，快收了它们。系统2250很是开心，自己自统生以来第一个任务圆满完成。虽然只能探知到1里内的事物，但是对于苏锦来说也算是聊胜于无。随口敷衍夸赞道：“你好棒棒哦！”系统扭捏几下，骄傲挺胸：“我也这样想的。”苏锦懒得理会这傻子，看着近在眼前的兔子洞，伸手便想去掏。就在此时，系统猛地惊呼一声，有大型生命体靠近，扫描中宿主是野猪，要逃吗？逃什么逃？苏锦嘴里悠闲地叼着根野草，道：“猪肉它不香吗？”系统，这宿主怎么这么猛？小心颤了颤道：“这野猪体型颇大，10来壮汉都不一定制服。”瞧好了话落，一阵响动由远及近。苏锦神态自若，这个时代的野猪也顶多跟他以前部落里养着的侏儒兔差不多，这不等于和白捡似的。哐哐哐，地面震动，只见一头长着獠牙的黑色肥猪嘶吼着笔直的向苏锦冲来，头颅微低着，眼看就要将他顶飞出去。千钧一发之际，一张素手轻松地顶住尖牙，猛地一拳重重打在野猪头上，一鼓作气，咣咣咣就是几拳。那拳头明明不大，却像是有无穷的力量。
没几下，野猪身子瞬间就僵住了，再也没了之前的气势，砰的一声轰然倒下，抽搐挣扎了几番，便没了声息。宿主你好棒呀！系统在苏锦脑中小手拍得啪啪作响，道：你打人厉害，但这打猪更厉害呢。就这一头野猪有什么可厉害的？没见识的小东西。系统看着他家宿主貌似并不激动，有些悻悻然，随即脑子一转，似是想到什么，嘿嘿傻笑起来。苏锦本打算就这么拖着野猪下山，挽了挽袖口，哪知意外惊现突变，这硕大的野猪竟在自己眼前突然消失了。一阵风吹来，空荡荡的地面径自落下一片叶子。苏锦神色怔住，这不是错觉。系统看着愣住的宿主，猛地在苏锦脑中打了个滚，捂着小嘴嘿嘿直笑。心有所感，苏锦定下神来，似笑非笑挑眉道：小蠢蛋，你竟然还自带空间，我倒是小看你了。系统鼓了鼓腮帮子，有些气闷，不知道是气苏锦叫自己小蠢蛋，还是气他被小瞧了，凶巴巴道：哼，我生气了，哄不好的那种。苏锦不惯着他，既然有空间能收，也乐得自在，不过多少还是有些好奇，笑盈盈地问道：好了，我不该叫你小蠢蛋，叫你250总可以吧？你还有什么功能一次性说了，反正你也走不了了，没必要藏着掖着。系统见苏锦服软有些得意，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挠了挠光溜溜的脑门，系统挺了挺胸道：我厉害着呢，作为宫斗系统，我可是有必备的技能，虽然没有积分了，但是我这还有新手礼包大。等着宿主来问自己的系统，悄咪咪瞅了一眼似笑非笑的苏锦，有些心虚，赶忙便接着道：不是我之前不说，是这个礼包你也用不上啊，里面有解毒丹、体香丸、祛痘丹、魅力药水、美肤、丰胸、媚眼，这些基础宫斗装备都是最低级的，想要高级版还需要完成任务用积分换。可苏锦又不愿意入宫，这些对他来说能有什么用？还不如他留着，万一能和别的统换些积分呢。系统越说越小声，显然也知道自己这样是不对的。你生气了？系统超小声地问道。那倒没有，毕竟您也算是白捡来的，本来就不指望你能做什么，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苏锦语气平淡，双手环抱，倚靠在一旁的大树上，神情并无变化。但是我也想你知道，你如今既跟了我，这种事只可一不可二。苏锦面容带笑，说出的话却带着冷意。这个小东西脑子不好使，小心思还不少，怕是脑花都长在胆子上了，不敲打，怕是能膨胀飞了。系统对手指，唯唯诺诺道：我再也不敢了，以后什么都不瞒着你了，礼包的东西都在呢。第12章，别是什么脏东西吧？拿一个来我看看。话落，系统很是机灵的将一颗美白丸取出。苏锦看着这突然出现在自己手中的东西，这感觉还挺有意思呢。滚圆的药丸泛着淡淡的光泽，散发阵阵清香，没有丝毫药味，似一种植物的天然味道。很好，就是不知道这效果如何。苏锦朝着系统问道：服下可有什么后遗症？他捏了捏药丸嗅嗅，这倒是不像这里的产物，远远看着倒像是颗珍珠呢。没有，系统出品的都是高级位面产物，只会对人身体有益，绝对不会有问题。他可是童子高校毕业的正经系统。行，东西收回去吧。你那空间能装多少东西？还有什么功能一起说了。系统乖巧做好，连连应道。空间是系统自带的设置，只有5个立方，可升级不可装活物。宫斗系统可为宿主扫描1里内的事物，规避危险，排查隐患，包括毒针毒物、有毒茶水糕点、堕胎药、小纸人，一切宫斗阴谋，休想逃过系统法眼。停！苏锦拧了拧眉，看这个说到宫斗就没完没了，恨不得捋起袖子上去干架的系统。苏锦真是无语了，赶紧打断道：收！几个菜你就醉成这样，清醒没？没有宫斗，你只有种田。还在畅想自己一路带着宿主虐渣打脸，位分蹭蹭往上涨，积分哗哗如流水般进账的美好日子，瞬间被苏锦一棒子打醒。系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悠悠地说道：原来我还在这里啊。苏锦翻了个白眼，这小脑袋瓜子不仅不聪明，明显还欠开瓢。搞清楚这系统的功能，苏锦也没再理会这个小蠢货，乐得一身轻松，将之前的兔子塞进竹筐里，用树枝盖好，一步步朝着山下走去。这回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眼见苏锦出去还没回来，秦氏不免有些忧心，时不时地向着门外看去。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秦氏双眼一亮，这是回来了。还没到门口，便见到一吊烧眼、面容刻薄、身材精瘦却很是硬朗的老太太，脚步飞快地朝着这边走来，尖锐的嗓门没进屋便开始叫骂起来：瘪犊子的，秦香莲给我出来！秦氏看着疾步走来的自家老娘，愣住了。娘，这么晚了你咋来了？张氏看着消瘦不少的女儿，心里一酸，
瞪着双眼，伸手就是一顿捶，恨铁不成钢的道：“你个丧门星，还知道叫我娘？你是当你娘我死了是吧？这么大的事，你一声不吭。要不是我今天过来镇上，听到传言，你是不是打算带着我几个大外孙去要饭啊？嫌你娘老了，管不动你了是吧？娘，哥他们也不容易，这些年为了接济我，嫂子们闹过多少次，这事不是之前几文钱的事，我开不了口，也不能开口啊，娘我。”秦氏声泪俱下，将近40的人在自己老娘面前哭得像个孩子。张婆子叹了口气，她又何尝不知道，就算女儿开口了，家里也是拿不出的，但是她就是心疼，哎，算了。她来时便听外面的人说了，现在大郎腿也有可能治好，赌债也没了，也算有盼头了。张婆子眼露金光，心头有一些疑影。这么大的事，之前他们竟一点没听到消息。虽然他们村和女儿所在的相隔不近，但也没离着多远。她倒要回去看看，究竟是真没人听说，还是有丧良心的把消息瞒了下来。要不是今天她来急事，粗糙的右手缓缓从怀里掏出一个麻布包裹，四下看了看，快速塞给秦氏：“这些你拿去，大郎的腿要花不少钱吧？呸，别给老娘整那套，我都不想说你，但是你得想想大郎。”秦氏知道自己不该拿这些钱，但是家里真的已经没钱了。尽管小景说他会想办法，但是又怎么可能让一个未出阁的闺女来养大儿子？他更不能不管大郎。秦氏拒绝的手还是按了下来，深吸一口气，接过了钱：“谢谢娘。”张婆子闻言，一巴掌呼了过来，哼道：“呸，少给老娘整那套，我那是给我家大郎的，我回去了。”说着向着秦氏摆摆手，就要向外走去。干瘦的老太太别看着年纪不小，走起路来脚步蹭蹭的带着风。秦氏张了张嘴，想要留他娘在这吃了饭时再走，但是瞬间想到他家最后那点苞米都已经吃了。“娘，您别走了，这么晚了不安全，在这睡吧，明一早我让二郎送你回去。”二郎也回来了。看着老娘怒视的目光，秦氏很清楚张婆子在气什么，赶忙道：“是，今日下午回的，不过我明日就会让他回去读书，耽误不了。算你心里还有点数，这二郎是个有天赋的，那会才14岁就中了童生，放眼望去整个镇上也没几个，如今没中秀才，那也是运气不好，你可不能糊涂，二郎耽误不得。”说起苏二郎，张婆子显然有些骄傲，他就这么一个会读书的外孙，家里那些个儿孙竟没有一个开窍的，自然也就越发喜欢二郎。“娘，我晓得，明日我就让他回去。”对于农家人来说，读书是一件高尚的事，但凡家中有一丝希望的，都不愿轻易放弃，毕竟这也是他们改换门庭的唯一出路。系统，帮我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人。出门时天边还洒着余晖，归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村里的人家大都亮起了烛光。苏锦看了看周围，见四下无人，便准备让系统把野猪放出来，自己扛回去，不然待会可不好解释。扫描中宿主没有人，需要现在把野猪放出来吗？摆在地上吧。好的。脑容量略小的系统显然已经忘了之前美梦破碎的悲伤，欢快的应和着。看着空无一物的地面，骤然出现的野猪，苏锦不由得晃了晃神。尽管不是第一次见到，还是有些不可思议。苏锦放下背上的竹筐，也没嫌弃野猪的腥骚味，将一只足有300斤的野猪径自扛了起来，丝毫不带喘气的顺手拿过一旁的筐子，健步离去。系统淡定地打出一串6666，基操，他要稳住。秦氏拉着自家老娘，想要他留下来住一晚再走。二人推拒间，远远地看见一道模糊的身影，但是这影子怎么这么庞大？不会是什么野兽吧？张婆子眯着眼看得出神，也不推拒了，嗖的一下拉着女儿窜进门内。这大晚上的，别是什么脏东西跑出来了。秦氏自然也看见了，有些怀疑是不是眼花了，那东西怎么像是在朝着自己家在移动。苏锦远远的便听见一声砰关门声。第13章，差点没被打出翔来。他将野猪摆在一旁的树下，朝着苏家叫道：“娘，我回来了。”秦氏迅速打开前门，四周望了望，拉着苏锦赶紧进来，神色有些担忧：“怎么这么晚？走是不是让你早点回吗？快，我给你烧了热水，去洗洗。回来路上没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吧？”看着秦氏神情紧张，苏锦有些不解，连连摇头道：“没有，我上山了，耽误了一会。”说着顺手把自己的竹筐递了过去。“兔子！”秦氏惊呼：“这哪来的兔子？你山上逮的？那山你可不能深入啊，往年去的就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里面有猛兽吃人的。”听到秦氏惊叫，苏家几人除了苏大郎都出来了，就连张婆子也从里屋走了出来。一群人围着兔子连连打量。苏年也不似最初的小大人样，趴着竹筐和妞妞两人连连惊叫，时不时戳一下，很是开心。他们家已经好久没见到肉了，想到这苏年扑过去一把抱住苏锦，仰头道：“姐，你真厉害。”
自从他姐姐回家，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坏人走了，娘也没再哭了，大哥腿也有大夫治了，现在还看见了肉，这不是在梦里吧？苏年掐了掐自己，嘿嘿嘿傻笑起来。对于这个懂事的小弟，苏锦还是很喜欢的，摸了摸他脑袋，笑着道：“这就厉害了，等会还有更好的哦，还有比肉更好的。”他不信，但当众人看见门前树下的野猪时，是真的傻眼了，愣愣的缓不过神来。苏年，他信了，这比肉更好的，那就是更多的肉啊！一片寂静，还是张婆子一声呼叫唤回了神：“我的乖乖，这得多少肉啊？还愣着干啥？搬呀！他老婆子这辈子都没在家见过这么多肉，这可是整整一头野猪，还这么大！这女儿的养女不得了啊！这野猪是说弄就能弄到的吗？这个大家伙怕是10来个壮汉才能制服吧？乖乖，不得了了！我来，你们让开着点。”说着，苏锦又挽起了袖口，一把扛起野猪就朝着苏家院子走去。苏家几人？锦啊，你告诉娘，你这在外咋变成这样的？没什么不舒服吧？秦氏缓过来劲后，抓住苏锦就是一阵打量。这是他女儿没错，可这到底哪里来的力气？我只是以前隐藏的好，天生就这样，怕被人当成异类，就没说过。这次出门遇见位老先生，就指点了我一番，可能我天赋好，学得比较快吧。苏锦对着众人笑意盈盈，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张婆子闻言瞪了一眼秦氏，拍开他的手，接过话道：“是不该说，女娃子力气大，有时并不是什么好事。你以前这么做就对了，好孩子，你告诉老，你这野猪不会是你一人打来的吧？”“是的，老。”苏锦看着眼前的老太太，在记忆中，这是个精明彪悍的妇人，育有3子1女。至于女儿，也就是他娘秦氏，在家那是绝对的说一不二的人物。原主每次见了都很怕她，常常躲着走，但是苏锦却丝毫不惧，因为他能感觉出来，这老太太对自己没恶意，只是性格就这样而已。张氏眼冒金光，打量着苏锦，连连称赞道：“小锦这是出息了，你娘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她这下子真的不用再担心女儿了。这大郎的腿，只要有苏锦在，这身本领何愁没钱买药？”老太太哈哈大笑，转身扭着腰，指挥着秦氏、卢氏将野猪烧水去了毛。在没人注意的地方，苏二郎眼神犀利的打量着苏锦，毫不避讳眼中的疑惑，语气平静道：“你这次回来变了很多。”苏锦一愣，看出苏二郎的面上的怀疑，笑了笑：“重要吗？这个家再变好不是吗？”苏二郎闻言，眼中划过深思，低下头转开了视线，没再说话。苏锦很是心大，丝毫不担心被怀疑，看着苏二郎沉默不语，他还往跟前凑了凑，装作一本正经的劝慰道：“二哥，明日还是回私塾吧。你也看到了家里有我，不会有事，别让娘再担心。”苏二郎没想到他会提这个，动作微滞，静默几瞬，方才道：“大哥如今这般，家里还必须要个男郎顶着，我也是有些用途。”苏锦望着这个身形瘦弱却带着一股书卷气的哥哥，忍住了没将人揍倒。“嘿，什么叫需要男郎顶事？她一个大女子，还能比不上个男娃不成？”苏锦拿眼角刮了他一下，抬着下巴，一巴掌拍在苏二郎的背上，道：“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好好读你的书，一个男娃不读书还能有什么出息？”苏二郎低沉的情绪被这突然暴躁的人瞬间打散了，面色一惊，拍得他踉跄着往前走了几步，心中有些复杂。但是在苏锦的飞来的眼刀子中，沉默地低下了头。这有的人就是不能温柔的好好说话，得打着说才行。这厢苏家3个女人动作相当麻利，对着野猪就是一顿收拾。卢氏更是拿出家里唯一的镰刀，冲着猪脖子就是一划，那架势相当熟练。张婆子和秦氏一人拿着个盆，早已经做好准备，在下方接着写。这可是好东西，大补着嘞。这年头家家户户都不容易，但凡是沾上一点肉腥的，那都不能放过，更何况是猪血这种好东西。小心着点，漏了一点，小心我抽你。张婆子一边指挥着，嘴里还不停地叫嚷着：“锦啊，你这猪肉有啥子打算？”张婆子看着这满满几盆子血，很是满意，但毕竟是苏锦弄回来的，还是张嘴问了一声。苏锦闻言看了看，道：“留点家里吃，剩下的都拖去卖了。您走时我给你挑个腿带上。”这话说得很是随意，却把老太太吓得不轻，都没顾上维持自己的形象，对着苏锦的脑袋就是一巴掌，扯着嗓门道：“你瞎说个啥子？你大哥那腿还等着，这可是救命钱，怎么能自家霍霍了？你个败家玩意！”苏锦他老绝对是练过的，这一巴掌差点没给他打出翔来。他算是看明白了，这一家子都是能动手绝不逼逼的货，包括他自己。苏锦光速认怂：“是，您老说的对，我这不是见识少吗？还是需要像您这样的长辈出主意。不过老，我这里确实有足够大哥治腿的银钱，您看看
我们这一家子面黄肌瘦的，不哪行啊？你哪来的银钱？张婆子狐疑地打量着苏锦，你们都没发现吗？咱家门口那匹马啊，是我带回来的，我准备明日去给他卖了，换来的银钱想来足够大哥买药，就算不够我还能再去打猎，没必要亏了家里人。更何况苏锦从头到尾都是准备让赌坊三爷那群人掏腰包，哪能这么便宜了他们？不过这话他没有明说。那是你的马啊，我们当是那群赌坊的人齐来的礼。苏小弟闻言，双眼顿时一亮，这马竟然是自家的，他也以为是三爷那伙人忘在这的，还嫌弃了很久。一个箭步从院子里窜了出去，他要好好看看这马，他只见过骡子，还没骑过马呢。小叔叔，等等妞妞，妞妞也要看大马。小短腿蹭蹭的跟了上去。那剩下的猪肉还得麻烦姥姥跟娘亲明日寻个靠谱的肉酱卖出去，我明天准备去趟县城为大哥取药。听着明日要去为大郎备药，张婆子胸脯拍得梆梆响。你尽管去，这事交给我。张婆子看着苏锦这么有打算，也不再拦着，那就等着吃肉吧。他老婆子也好久没吃上肉了，这次算是沾了女儿的光喽。第14章送银子的金主来了。今儿晚上本是不打算再开火的，最后那点苞米半下午那会也都全家霍光了。秦氏本想着自己一大早就赶回娘家借点粮食再说，哪想今晚来了这么个大惊喜，那可是肉啊！看着一家子眼巴巴的望着，两个孩子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算了，早吃晚吃都一样，给孩子们解解馋吧。张婆子带着秦氏、卢氏点了烛灯进厨房，就是一顿捯饬。几人都是做饭的好手，没一会的功夫，这肉的香味就飘过来了。苏锦使劲嗅了嗅，想想就心酸，自从穿越来就没吃过几顿好饭，现在肚子又开始咕噜噜叫了。半下午吃的那点粥早就消化干净了。妞妞也不看大马了，哒哒哒的跑进厨房，凑过去讨好道：娘，想吃。你个饿死鬼投胎啊，下午那碗粥进了鬼肚子了。秦氏看着自己的小孙女这副馋样，没好气的笑骂道。妞妞咧嘴就笑，他奶虽然骂他，但是从没打过他，他不怕呢。等一家子全部齐聚饭桌时已是虚实，可是没有一个有困意的，全都双眼直勾勾的看着桌上那一盆炖肉。秦氏给每人碗里打了一碗汤，苏大郎的份单独留了出来，卢氏端着便进了屋。行了，都吃吧，娘您多吃点。说着，秦氏又往自家老娘碗里塞了块肉，是顶顶好的肥肉。话刚落，也没人再客气，就见桌上顿时一片风卷残云，被烫得嗷嗷叫也舍不得吐出来。哪怕没什么调料，也只觉得这个味道就是神仙吃的，再美不过了。苏家这边是一片温馨和乐，老苏家二房那边却是天塌地陷些愁云惨淡。苏良自从被抬回家，嚎叫声就没有停过，他真恨自己不能晕过去。王氏给他找了大夫，却也只是帮他上了些药，简单包扎一番，便摇着头离开了。他这个腿已经没救了。想到此，苏良已是万念俱灰，虽心中恨不得生吞活剥了苏锦，却更多是绝望。发狠似的头一下下的磕在床沿。王氏听着儿子房间的动静，连忙赶了过来，看到的就是他神情绝望用头磕床的一幕，瞬间眼泪簌簌的流了下来。他可怜的儿啊，那个狠毒的贱人，他绝不会放过他。苏良看着王氏一把挥开对方的手，癫狂的叫骂着，最后豁然倒下，放声痛哭起来。第二日，苏锦特意让系统叫了自己，起了个大早。他今天可是很忙呢，得去县城看看，要先把大哥的药配齐了再说。卢氏早早便起了，帮丈夫收拾干净，自己抱着一盆衣物在院中将洗着，拿着皂角便是一顿揉搓，动作很是干净利落。这惠子看见苏锦，抬头擦了擦鬓角，扬声便道：小姐，你那衣物一起拿来，嫂子给你一道洗了。苏锦先是一愣，但想到自己确实攒了不少衣物，丝毫不客气的便应下了。谢谢嫂子，我等会去县城，你帮我跟娘说一声。谢啥，顺手的事，等娘醒了我就告她。她自己没啥本事，也做不了什么暴打小姑子的，洗点衣服算啥，出点力气的事。卢氏乐呵呵的接过衣服，心里一阵松快。下西村去往附近的镇子并不远，也就1个时辰，但是苏锦这次要去的是更远的丰原县城，要是光靠走的，没个半日是到不了。拍了拍从山寨一路骑回来的黑马，黑得亏自己有先见之明，不然就得走着去了。到丰原县时还未过辰时，他找了家店，点了碗素面，慢慢的吃着，眼睛却不停的打量周围的铺子。街道还算宽敞，每家门前都大敞着，或是叫卖，或是打扫，也有的铺子早早的便排起了队。苏锦瞥了一眼牌匾，排队的那间正是自己要去的药铺，生意很好的样子。擦了擦嘴，付了2文钱面钱，又多给了1文，让小二帮他看顾点马匹，自己则朝着药铺走去。伙计，这张药方上的药材看下都可有。哎，好嘞，您稍等。
药铺的学徒拿着单子去到后台一一核对，发现这些药大都不算便宜。瞅了瞅这姑娘穿着一副农家女扮相，犹豫了一下，还是包了一副拿了出来。姑娘，这药我给你包了一副，50文，你看是要与不要？这个药方开的应是外敷断骨的，价格自是不便宜。苏锦顿时明白了这药铺伙计的意思，这是怕他出不起价，先来问问，不过也算是有几分好意，没给人难堪。药，帮我再来20副。这药大夫叮嘱过要一直服用半个多月，再根据情况更换方子，想来买这么多是够了。伙计一愣，忙热情道：好嘞，这就给您包起来。就在这时，一辆颇为精致的马车缓缓地停在了药铺门外，只见那四面绸缎包裹的车厢轻轻被人撩起一角，一位面戴帷帽纱帐的女子映入眼帘。坐在车辕上的婢子先跳下马车，伸手探向车厢，将自家小姐扶了下来，高声喝道：准备间包厢，将你们冯大夫请来。说完便高昂着头扶着他家小姐径自走了进去。小姐，这次冯大夫会愿意接诊吗？我说就应该将他绑了去，哪有让小姐亲自上门的道理？您可是知县的千金啊！青衣婢子嘴里絮絮叨叨，为着他家小姐抱着不平。江如烟烦躁地呵斥了一句：好了，既然都来了，就等着吧。他既然敢拒绝上门，不怕得罪县衙，就定是个有依仗的。我这脸如今只能指望他了，万不可将人得罪。好歹他也是知县府千金，看的东西自要比婢女通透。他摸了摸自己这张脸，心中很是愁苦。若是连京城来的冯大夫都不能治，那自己怕是。不久，一位年约30、面容儒雅的男子随着学徒的指引疾步走来，对着女子便作揖道：见过江小姐，不知您这番到来是？冯川心里很清楚这位知县千金所来为何，他曾推拒过2次知县府上的腰枕，不是他不愿意去，而是他确实没有办法。冯家祖上便是宫中的御医，到他父亲这辈因得罪于人被迫辞官来到这丰原县，如今也算是扎根于此了。江家千金这脸，当他得知药铺其他大夫前去面诊的情况后，便断然拒绝。皆因当今旭阳公主也有过这症况，其面部点如乌麻，褐色斑点分布如脐布，不易容针。当年他的父亲得太医院令上门出诊，结果落得差点人头落地，如今辞官归乡的下场。自己是万万不能再接手此症，也没有把握能治好，唯有拒诊最为妥帖。第15章，系统空间药丸的用处。冯大夫应是心知肚明才对，还望您救小女子一命。我这脸若是好不了，怕也无颜活在世上。女子的容貌何其重要，何况她这种还订有婚约的，若是这脸好不了，怕是这婚约她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江如烟掩面轻泣，心里无尽的酸楚。青衣婢子见状，狠狠地瞪了一眼那冯大夫，这人真是好不识抬举。他家小姐千金之躯都这般低声下气了，还愣得像是木头桩子。冯大夫心下叹了口气，神色犹豫，还是直言道：恕在下无能为力，小姐这病别说这丰原县，怕是整个京城都无人敢治，也无人能治。江如烟见他神色坦然，言辞确，不似在说假，心口一滞，身子晃了晃倒了下去。小姐，你怎么了？小姐！看着陡然晕过去的小姐，婢子惊慌大叫。冯大夫见状也愣了，快将她扶进里间躺着。婢子心乱如麻，这小姐要是出了什么事，自己怕是要被夫人发卖了。颤着手将小姐扶了起来，一个不稳，险些绊倒在地。可他一人也抱不动自家小姐啊！这冯大夫还是男儿身，如何能让他靠近？婢子的惊叫声也引来了铺中其他人的注意。冯大夫打开隔间的风屏，冲着外面看了眼，整个药铺大堂竟只有一位穿着普通，气度却是不凡的女子，便径直走到苏锦面前道：在下回春堂大夫，能否麻烦这位姑娘帮忙搀扶下人？你今日所取的药物分文不收。说着便对苏锦拱手拜了拜。苏锦闻言，想到刚才进去的那2位女子，笑着点了点头，小事一桩。随着冯大夫入了屏风后间，只见那面戴帷帽的女子被婢子搀扶着，险些要倒在地上。苏锦上前一步，一把将人横抱了起来。原还准备呵斥这不知哪里跑来的乡野之女，竟敢去触碰自家小姐，但是在见到她一把将人抱起时，瞬间愣住了。这女子好大的力气！冯大夫也缓过神来，快速的前方带路，领着人便进了内堂的卧间。苏锦在将人放下，躺平的瞬间，帷帽被扇起，他一眼便看到了这女子脸上情况。看热闹的系统也假模假样的叫道：这是毁了容啊，这么多坑洼斑点，可怜哟。婢子见状，赶紧将小姐的帷帽盖好，瞪了一眼苏锦，语气不善的道：管好你的嘴，我家小姐可不是你能在外说到的。苏锦，他刚才有说话吗？随即苏锦一眼便瞪了回去，当他不会似的。青衣婢子双目睁大，这农家女好大的胆子，竟敢瞪自己！还不待他有所动作，便感觉到自家小姐的手动了动，顿时大喜，
哪还有功夫理会其他？小姐，你怎么样？可要我去通知老爷？不用，扶我起来。他只是一时无法接受冯大夫所说的话，那对他来说太残忍了。这辈子自己都将顶着这么张脸，哪还有脸活着？江如烟面露凄楚，心中已生有死志。想到自己的父亲，自己最爱的表哥，他垂着眼眸，仗着帷帽的遮挡，眼泪肆意的流下。这一世他只能辜负表哥的一份深情了，这辈子是有缘无分，但愿下辈子能还再遇见。冯大夫叹了口气，拱了拱手道：江小姐，对不起，是在下把话说得太死。你这脸或许请江湖中一些隐士医者还是有治愈的希望。江如烟本来还以为会听到什么意外之喜，哪知这比刚才打击更大。隐士医者若是好求，自己早就不会在此等候了。顿时心如死灰，不再有所期盼，扶着婢子的手一步步往外走去。在路过那片荷塘时，他脚下顿了顿，眼神直直地望着。系统，咱快溜了吧，这明显是要出人命了，怕是不想活了。苏锦又何尝没看出，摸了摸下巴，挑着眉打量了一番这对主仆。千金小姐呢？这不是送上门的生意吗？系统看着自家宿主那闪着金光的眼神，这是……随后像是想到什么，小手捂着嘴巴惊呼：宿主，你不会是想……对，就是你想的那样，他很合适不是吗？宿主，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苏锦淡淡一笑道：哦，我也是这么想的。苏锦既已打定主意，便向前一步，在江家小姐跟前挡了挡，直言来意：有些话我想与这位小姐私下聊聊，关于你的脸还是有希望的，只是不知你愿不愿意听。放肆！青衣女婢涨红了脸，怒视着苏锦，这个农女到底怎么回事？也太不知礼数了吧！她当她是谁，敢这么对小姐说话？我还放武呢！我跟你家小姐说话，少插嘴，一边去，小心我抽你哦！说着顺手就把那婢子拨到了一旁，定定地看着帷帽遮挡的女子。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江如烟已是心如死灰，眼神毫无波澜地看着拦住她的女子。自然，你若是信就跟着来，若是不信你就继续准备跳下去吧。不过呢，我劝你一句，世事无绝对，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说罢，苏锦转身走进了刚才的卧间，翘着腿悠闲地坐了下去。在听到苏锦看穿自己想要寻死时，江如烟眼眸震了震，同时不知怎么就感觉清醒了几分，那股子一心求死的心思消退了不少。他刚才是魔怔了吗？怎么会想？抬眸望着苏锦离去的方向，江如烟紧了紧手中的帕子。虽然这女子面容出色，言辞不凡，但是从这穿着来看，明显……犹豫一瞬，脚步还是缓缓地跟了上去。咯吱，江如烟推开那半场的房门，见苏锦托着腮，点着腿向他看来，深吸了口气，吩咐婢女秋水等在门外，自己踏了进去。秋水见自家小姐真的信了那个农女的话，不甘地跺了跺脚，却也不敢出言阻拦。一个粗鄙的农家女都敢这么嚣张，若不是小姐在此，她定要让她好看。第16章，一个托马斯回旋送你上天。看来你还没有放弃自己，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若是我能去掉你脸上的东西，你能出什么样的价？只求财。苏锦拖着腮帮子，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女子，他现在只想捞一笔，尽快改善下家里情况。系统出品的药丸，他之前还没想好用在何处，现在倒是有正好给了他思路。系统，他这个脸吃趋硬，那个药丸几时有效果？1日就能看见变化，身体会代谢出去。他这倒是像是中了一种轻微毒素，长期堆积体内，外邪入脸所致的。若是不找到源头，怕是还会再犯。系统难得正经的对着苏锦就是一阵絮叨：嘿，童子，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喝脑白金了？怎么发现你小脑袋瓜子灵光不少？系统得意叉腰：那是我聪明着呢。苏锦：哦，看来还是原来的小蠢蛋，没换统。若是你所言非虚，真能去掉我脸上这东西，我愿出价1000两银子，不知姑娘可满意？他其实并不抱什么期望，这也是目前手里所能拿出的。家中继母把持中馈，父亲对于后宅之事也是甚少过问。他虽是家中嫡女，但是在继母手下讨生活的，能有几个顺心的？若非他已过世的母亲家世不俗，他又自小与表哥订了婚约，继母顾虑外祖家权势，不敢做得太过，不然怕是也活不到如今。1000两，行吧行吧，反正是从系统那白嫖的，不亏不亏。说着，苏锦假意从怀中摸了摸，实际是从系统中取出一枚玉色药丸，递了过去。江如烟愣住了，这是给自己的？难道不应该是带着自己去见隐士的医者吗？他一直以为苏锦口中的可以帮他是帮他引荐，没想到却是……姑娘这是给我服用？对啊，吃了，明日就能看到效果，信与不信但凭选择。看着他眼中的疑惑，苏锦难得解释了一句。江如烟有些犹豫，还是伸手接住了药丸。
小小一颗，泛着淡淡光泽，是他从未见过的。之前所见的药多是熬煮或是捏成黑褐色的丸子，这般如玉石珍珠的药乃生平仅见。心中疑虑稍减，这般模样，怕是异常珍贵之物吧？他定了定心神，想到刚才自己魔怔般一心求死，若是连死都不怕了，他还怕吃个药丸吗？当下仰头吞了下去。说来也奇怪，入口瞬间便感觉一阵清凉，竟无半点苦涩。江如烟心中忽地升起一股希望，微提裙摆站起身，对着苏锦脸一施礼道：“多谢姑娘，虽不知这药效如何，但是这般珍贵样式怕也是稀罕之物，经得姑娘相助，必不敢忘。银钱我会让下人送来，不知姑娘可有定所？”“没有，待会还在这铺子见吧。”苏锦摆了摆手，说的随意，他得去置办点东西，待会再回来取银子便是。好，多谢姑娘。说着轻轻颔首，便朝着门外走去。提醒你一句，你这脸是长期服用一种含有轻微毒物的东西所致，若是找不到源头，怕是还会再现。江如烟身子猛地顿住，眼眸低垂，捏着衣摆的手紧了紧，没有言语，迈出了房门，没有说信或者不信，因为他心中早有了思量。小姐，你可算出来了，那个粗鄙的农女没把你怎么样吧？这种仗着小姐心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我见多了，您可不能被他骗了。要我说，就该把他……闭嘴！江如烟猛地呵斥出声，打断了婢女的抱怨。秋水连忙低下了头，不敢再言。丰原县的方氏分为东方氏、西方氏，此前苏锦取药那块为东方氏，多一些酒楼、药铺这些大商铺，而现在他所处的西方氏则是多为小铺子，甚至街道上还设有不少摊位，或是席地，或是这个板车的，叫卖之声不绝于耳，放眼望去都是些农家百姓的日常货品。苏锦一路牵着马，倒是引来了不少注意。马不论何时都属于金贵之物，在这里多是大户人家用来拉车之用，很少见到女子徒步牵着的。他看了看，就近挑了间粮食铺子，便钻了进去。稻米、青稞、小麦、玉米、黍、稷，还算全货，倒是没见着苏家吃的那种苞米身子。苏锦望眼瞅了瞅，便扬声道：“小二，来20斤稻米，20斤小麦。”他摸了摸身上的银两，想着待会还有不少需要置办的，就先这些吧，下次再来。20斤。好的，姑娘，您先坐着，马上为你装起来。小二诧异，没想到这还是个大主顾，很少有人会10斤往上的买，大多来他们这的都是乡里人家，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还多是一些青稞这类的便宜种，一来就要稻米小麦的却是极少极少，高门大户更不会跑他们这里买。掌柜很是有眼色，吩咐小二上些茶水，自己则亲自帮着打包。苏锦端着茶润了润，道：“掌柜可知这附近哪里有车厢可以定做？”车厢？马车的车厢吧。这条街最里侧那家门前有几头骡子的便是，可以租用也可以定做。说着看了眼门外停靠的马匹，难道是这位姑娘的？好，谢谢掌柜的。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买的不少，若是需要我们铺子也是可以送上门的。唐掌柜客气地冲着苏锦笑笑，送一趟或来回也没几文钱，对他们这种小铺子来说，这位也算是大主顾了。不用了，我还有东西要买，不好麻烦。说着苏锦询问了价，付了银钱，扛着包好的2袋粮食便走了出去。唐掌柜有些缓不过来神，拍了拍身边的小二，道：“咱刚才装的是20斤一袋的粮食吧？”这苏锦无心理会身后的惊叹，牵着马一路来到了唐掌柜所说的铺子，订了一辆还算结实的车厢，当即就让人给装上了。买来的东西他倒是想让系统帮着收起来，但是到家怕是不好解释，还是订辆车厢比较合适，日后家中也可以用着。此后再无顾忌，一路兜转，订了布匹、吃食、盐糖，给家里每个人买了身衣裳，还特意给苏二哥买了副墨宝，但凡日常用得上的都买了下来。反正他瞧着苏家那是样样都缺，瞅着这一马车的东西，苏锦很是满足。这难道就是囤货的快乐？路过一家糕点铺子时，苏锦想到家里那2个黑瘦的小家伙，便将从之前盗匪身上刮来的仅剩的一点银子也全花了出去，自此也算口袋空空了。看着天色也不早了，他返回之前的药铺，收了江家小姐命人送来的银钱，便驾着马车朝着家中回了。苏锦坐在车辕上，对着天空吹着口哨，很是惬意。忽然想起自己今儿本是打算去寻三爷那伙人麻烦的，这买东西太快乐，一时竟给这事忘了。算了，难得今日心情不错，就不找晦气了。一路上碰到不少村里的乡亲，开始还有人会上前打量马车，待见到是苏锦时，立马眼神闪了闪，快步走开了。这苏家回来的女儿，貌似在外受了什么刺激，硬生生将自家堂哥打断了2条腿，很是凶残，还是离远点为好。只要是没落在自己身上，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说风凉话的人。尽管都知道是苏良作恶在先，但是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个祖宗的，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这事
就是苏锦太不近人情，心地不够善良，连亲人都能下得去手。苏锦，善良是他妈什么东西？委屈自己让别人开心吗？得亏没人敢在他身前避避，不然他非得一个托马斯回旋送他上天爽爽去。第17章，前世那女人诡异的运气。远远的，苏锦便看见一个小身影在门口伸头望着，当看到马车时，嗖的一声窜了出去，颠颠的朝着他跑来。姐，这马车是……苏年喘着气，双眼放光的盯着马车看。这马他记得昨晚他摸了好久呢，只是这多出的车厢是咱家的，以后出门能用上。苏锦笑了笑，一个伸手就将苏年捞了上来。苏年惊呼一声，被苏锦这么一抱，小脸红扑扑的，有些不好意思，却很是兴奋。他还没坐过马车呢，僵着身子不敢乱动。走，回家，姐给你和妞妞买了糕点。糕点？我不吃，我不爱吃。姐你别买，留给大哥看腿。听到糕点，苏年先是一喜，他只看村正家的黑娃吃过，听说老贵哩。不过他很快想到家中的大哥，立马改了口，那玩意那么金贵，又不能当饭吃。不赞同的看了眼苏锦，刚想再说什么，却被苏锦拉住了脸颊，扯了扯，道：小屁孩就该好好吃饭，快快长大，不要净操心大人的事。你姐我一大女子，难不成还顶不起一个家？以后啊，不会让你们再吃苦了。苏锦看着这瘦得仿若7、8岁模样的小少年，家中的几番变故让这孩子早早懂事，心思也变得很敏感，摸了摸他的脑袋，苏锦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有他在，以后啊，他只要健健康康长大就好，都会好起来的。我弟乖乖，锦啊，这马车是咱家的。对，这就是咱家的马车了。以后啊，娘想什么时候去镇上就什么时候去。秦氏摸了摸这结实的车厢，拉着苏锦就问：这怕是要不少银钱吧？娘，你放心，我把大哥的药都买回来了，以后也差不了。好好，你在这吃饭没？娘去给你做。先不急，大嫂呢？怎么没见着？老太还在咱家吗？你大嫂去接你大侄子去了，总放在他外祖家也不是个事。至于你姥姥，她找来肉酱将野猪收了，自己也跟着骡车回去了。你二个我也给赶回书院了。既然这样，苏锦也就不等他们了，掀开车帘，露出了一车厢的东西，一个个往外抱。你咋子买这么多？干啥子买这么多哟？秦氏惊住了，对着苏锦就是一巴掌拍在脑门上，心疼的直抽抽，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苏年也愣住了，这他姐是把集市都搬回来了吗？他家这巴掌绝对是祖传的，抽的位置都一样。连忙讨好的对着秦氏笑笑：娘，你过来，我给你看个宝贝。说着便拉着他娘进了屋子。娘，你看咱家以后都不会再穷了，这个你收起来。这个家归根究底就是太穷了，也穷怕了，多花点银子他娘就会心疼，说到底就是没安全感，多1分钱都不敢乱用。苏锦得想办法改变他们的思维，首先就是让他娘有安全感，最直接的便是塞钱，有了大钱自然就不会再为小钱心疼。秦氏看着女儿塞来的东西瞪大了双眼，她怕是做梦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银票。这银票你哪来的？锦啊，娘这心跳的厉害，你不会是……娘，这个100两银票是我回来路上救了一位姑娘，人家给的救命钱，放心吧，您就安心拿着。这100两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笔钱，但是对于任千金小姐来说不值一提。她也只敢给1张银票，就怕刺激太过，让她娘慢慢适应吧。真的，你可不许骗娘。秦氏盯着苏锦的眼睛看了看，似是在确定真假，微抖的手接过了银票。真的，你女儿的武力你不是看过吗？安心收着。好好，娘收着，给你当嫁妆。苏锦，她要什么嫁妆？就算是成亲，那也是自己出聘礼才对。在苏锦看来，他一个母系部落的少族长，那是要娶夫的。就算现在穿越了，那也不能改变他的想法，也算完成自己前世的遗憾吧。不欲多说，以后他娘自会明白。不知怎的，他忽然想到自己刚来那会，天上掉下来的小郎君，那小脸嫩的，资质还别说，至少目前他还没见过比他更俊美的人儿，就是可惜了，已经到手的人还给跑了。哎，京城厉王府，这正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儿子明爵的府邸，坐落在皇城根上，离皇宫也不过咫尺之遥。男子埋首于案前，英俊的侧颜，面部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眼眸微垂着，修长的手指宛如工艺品，正一页页翻看着公文，忽然鼻尖感觉一阵难受，掩面打了个喷嚏。明爵手指轻扣，侍卫闻声推门而入，让厨房准备一碗姜茶来。是。左仪适时进到室内，躬身将一信简呈上。明爵一目十行，眼眸瞬间变得幽深，并未言语，转手便将看完的信件放到烛火上点燃。俊朗的面庞在烛光映照下明明灭灭，夺人心魄。可有进展？回王爷，已查实是一位武艺高强、身着邋遢的年轻女子将匪寨中人救出，此后便再无人见过。明爵拧眉，又是女子吗？匪寨之事不必再查，盯紧陈新月，
我要知道她所有动向。想到这个女人，明觉眼中闪过一丝阴沉狠戾，一个前世多次暗害她，而自己怎么也杀不死的女人，若说不是妖异，他定不会信。若非有这个女人在，明胜那种废物怎会坐上皇位？一个杀不死却总会拿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之人，真的是普通人吗？想到前世父皇临终前的嘱咐，想到承恩公府满门惨死，想到自己母后自刎之际决绝的眼神，神情阴鸷的对着那盏摇曳不定的烛火看了良久。他刚重生回来之际，也想过直接出手以绝后患，但是想到前世那女人诡异的运气，仿佛如有天助般，无论他派出的人藏身在何处都能发现，一些近身手段皆施展不了，这些疑团都还没解决死，太便宜他了。第18章，王爷他无法生育了。王爷，宫中传旨，宣您进宫。管家脚步匆匆地通禀着。备一。是。明觉神色不变，他自是知道父皇为何宣自己进宫，怕是要让他失望了。京城中无人不知，圣上偏宠厉王殿下，作为当今最小的儿子，自小便聪慧过人，更是遗传了太祖皇帝过目不忘的本领。皇帝大喜，亲自教养于身前，厉王也没有辜负期盼，自是文韬武略无一不精，战神之名远扬四海。几年前刚满16岁，便被冠了封号，赐了府邸，这是历来王爷都没有的殊荣。朝中更是传言，厉王便是隐形的太子，只是差那一道册封罢了。可惜现在，也确实是如此。明元帝早早的便将这小儿子当储君培养，更是将大元一半兵权都交到了明觉手中。但是这一次的事情却打得他措手不及。参见父皇。明元帝一身明黄色龙袍端坐上位，剑眉入鬓，凤眼生威，此刻手中的奏章狠狠地砸向下方的官员，正准备再行训斥。待见到步入殿内的明觉时，稍缓了神色，拧着眉，摆手挥退了众人。免礼，怎么样？最近可有不舒服的地方？明元帝此刻犹如寻常老父亲般眼含忧色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散去了一身的威严。多谢父皇挂心，儿臣无事。父皇给你寻了个隐士医者。说着，看了眼身旁的太监，太监一会，躬身退了出去。不多时，一位挎着药箱的白发老者随着太监走进了殿中。老者神态自若，向着上位行礼道：“草民参见皇上，见过厉王殿下。”药竹先生免礼，赐座。明觉神色淡淡，没有拒绝父皇的好意。请殿下将手伸来。明觉闻言照做。老者闭目，细细地感知脉象，一时间大殿内静得可怕。明元帝定定地望着老者的神态，伏案的手此刻却紧紧地攥着。片刻，见老者收了手，凝眉思索着什么，明元帝忙大步上前，急切地问道：“厉王如何？可有办法？”老者心里深叹了口气，看来传言是真的，厉王的确是中了毒，这是一种来自海外阴狠万分的绝子秘药，他这辈子也只见过2次。定了定神，俯身跪了下去，神色郑重地扬声道：“此毒无解。哎，他这条老命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皇帝找到他时，他便已做好随时脑袋落地的准备。皇家的事哪是那么好掺和的，终究还是没躲过。”明元帝身子晃了晃，手重重地拍在案前，暴怒道：“你不是号称民间神医吗？怎么会连毒都解不了？”老者深知在劫难逃，心里反而少了些许畏惧，直言道：“这毒是海外产的一种无色无味的秘药，服下后3日内会使人轻则昏昏沉沉，重则神志不清，3日后便彻底令男子丧失生育能力，且毒发时将会痛苦万分。此毒老朽只见过1次，那人也已离世，至今无解，恕草民无能为力。”明元帝听罢，神情悲愤，双目泛红地看向自己一直寄予厚望的小儿子，眼底的痛色一闪而过。一个没有子嗣的皇子注定是不能登上皇位的，明元帝深知这个道理，才更加难以接受。相较于明元帝的悲痛，明觉听着与前世一般无二的说辞，内心毫无波动，也早已接受了现实。他本就无心地位，以前是为了完成父皇的期盼，现在更是彻底无缘。但这个皇位他可以不要，却不允许有人强取豪夺，还是那般卑劣的人。他相信自己的父皇会找到比他更适合地位的人。你退下吧。明觉拢了拢衣袍，提前一步挥退了老者，免得再像前世那般受父皇迁怒。毕竟自己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历经2世，这种毒确实无人可解，这次他也不必再在此上浪费精力了。至于子嗣，他也从未想过，只是母后那里怕是又要让他难过了。老者一愣，随即赶忙应道：“是。”明觉走到明元帝身前，想到前世他被病痛折磨的样子，再看着如今依然健朗的父皇，心中微酸，都还来得及，这便够了。神色郑重地行了一礼：“儿臣让父皇担心了，辜负了您的期盼，我会再派人去找。朕不信这世上会有无解之毒。”随即拍了拍明觉的肩膀。正在此时，有太监通传，大皇子明念求见。明元帝正在心烦之际，直接怒喝道：“不见，让他滚回去！别以为他们一个个什么心思，他会不知道。自厉王上次遇险，
被救回后便昏了过去。太医急诊，当场诊断出厉王身中一毒，有碍子嗣。自此，那些从前恨不得躲着他走的皇子们，一个个全都冒了出来。哼，他还没死呢，就惦记上了他屁股下的位置。一群混账玩意！威廉怒气道：“遇袭之事，你可有所疑对象？”想到那次的场景，明元帝内心愤恨，他精心培养的儿子就这么被毁了，如何能甘心？定要将下手之人千刀万剐。不曾，来人行踪诡秘，未留痕迹。而陈自慧在查下去明爵上一事，也一直在追查，内心有些许疑隐，但是在自己还没确定前，并不准备开口。明元帝深感疲累，今一日竟没有一个好消息，深深地看了一眼明爵，沉吟半晌，道：“回去吧，军中的事务暂且放放，先把身体养好。儿臣告退，还请父皇保重龙体。”说罢，朝着明元帝作揖，准备离去。看着明爵离去的背影，明元帝总感觉自己的儿子消瘦了很多，心下微叹。常德，给厉王拿件披风。太监总管常德起身应诺，恭谨地为厉王穿上，送他上了车驾。殿下慢走。躬身注视着车驾消失在视野中，常德这才起身，掸掸身子，回殿内继续伺候。自厉王中毒以来，外界多有传言，皆言厉王药师圣宠，但是他们这些进士宫人最是清楚不过，瞅这架势便知，就算厉王无缘皇位，那也是最得圣心的主，哪敢不小心伺候着。第19章，宿主，你是锄头成精的吗？姑姑，你看妞妞今天好不好看？小女娃噔噔噔跑向苏锦，转着身子显摆自己的新衣裳，可以说是相当臭美了。比昨天的你好看一点。苏锦无奈地望着这黑瘦的娃，实在说不出好看二字，又不能伤了小家伙的心，他可真是太难了。3岁的女娃还不能懂那么多，只听到自己想听的好看，便开心地转着衣裙咯咯直笑起来。这都是姑姑给她买的，妞妞可喜欢了，比村里的厮牙穿的还好看，看她以后还叫不叫自己邋遢鬼。哼！苏年扒着门，扭捏着探出身子，手时不时摸一下身上的衣服，可真软。苏锦招了招手，他便咧着嘴笑着跑了过去，小眼神时不时瞅一眼他。苏锦在第4次瞥过来时，苏锦总算开口了：“你穿上也好看，精神小伙。”这一个个小家伙还挺虚荣，竟喜欢听好话，真是太难为他了。这时门口传来响动，苏年快步跑了过去，连忙冲着苏锦叫了声：“是大嫂带苏颜回来了。”苏锦还是第一次见这大侄子，记忆中是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快叫姑姑！如是向前推了推躲在身后的儿子。5岁的孩童对这姑姑还是有些许印象，挠着头叫了声，憨厚的小模样简直跟苏大郎如出一辙。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着。很快到了农家最忙的时节，秋收时分，田里的活计颇多，一大早秦氏便烙了饼，煮了一大锅白米粥，每人碗里都给铺上了鸡蛋。现在手中有了余钱，秦氏也不再吝啬吃食，虽不说多好，却也在慢慢改变。何况今天是要出力气的日子，就连10岁的苏年都跟着他娘身后下了田，苏锦自不例外，一个人扛着锄头走在前头，跨过田埂来到自家地里，他娘指哪他就刨哪里，又快又准，仿佛自带马达。当附近人家还在收第1垄地时，苏锦已经刨完了2垄子地。余光感受着周围村民惊叹的眼神，苏锦很是得意，他果然是种田好手。系统小嘴微张，惊叹：“宿主，你之前是锄头成精的吗？这都快刨出残影了。”苏锦刚想对一句，却见身前忽现一道阴影，抬眼一看，是一位穿着长衫的年轻书生，长相倒是文质彬彬，就是这眉间带着些许傲气。苏锦放下手中的锄头，挑了挑眉，道：“你是有事吗？”书生闻言瞪大了眼，他竟不记得自己，随即眼神半是幽怨半是责怪地看着苏锦。苏锦，这他娘什么毛病？挡在这一字不说，还拿这么恶心的眼神看他，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随即想到自己刚才锄地时的风姿，难道他是想让自己帮他锄地？没空，不行，不约，别挡道。忙着呢，苏锦光速拒绝，丝毫没给人开口说话的机会。这好好的小郎君竟想着偷奸耍滑，我是那种为了男色就能帮他锄地的人吗？呸！忍不住对着系统就是一阵嘀咕。系统心情复杂。许清之见此，刚想怒言，可看着周围有不少在偷偷打量的乡亲，掸了掸长衫，狠狠地瞪了一眼苏锦，昂首阔步走开了。他一个读书人可不能失了仪态。苏锦，嗨呀，狗崽子，他最后是不是瞪了我一眼？系统咬了咬小手绢，假意宽慰道：“也可能是他媚眼抛得太用力了。”不多时，秦氏神色焦急地向这边招手喊道：“小姐，有贵人找你，快来！”望着田埂那端跑向自己的老娘，原本埋头正刨得起劲的苏锦，疑惑地看去，谁会找他？哎，干个活都不安生，竟影响他发挥，
之前他怎么没发现锄地是这么过瘾的事？当苏锦爬上田埂，看见的便是那药铺中遇见的一对主仆，正靠在马车前张望着，抖了抖身上的泥土，轻笑了声，看样子这是上钩子了，来活喽。何事？你这一身也太失礼了吧！那小姐还未言，身前搀扶着的婢女秋水首先站了出来，对着苏锦就是一阵嫌弃。闭嘴！秋水，若是你再管不住自己的嘴，你就哪来的回哪去吧。若不是这婢女自小伺候自己，又是过世母亲亲自挑选的，她怕是也不能容她。秋水先是一惊，忙屈膝道：“对不起，小姐，我不敢了。我就是觉得她这样子会冒犯了小姐。”苏锦翻了个白眼，懒得理会这种蠢货。今日秋收，田地里的人也多，村民时不时探头私语，很是八卦。苏锦皱眉，还是领着他们朝着自家走了去。说罢，什么事？家里也没什么好的茶水招待，我就不费那个神了。江如烟并不在意，此刻正面露喜色，眼中透着感激，道：“不用招待，我这番过来是多谢姑娘相救，我脸上的东西都已去除，姑娘乃神医在世。”苏锦出言打断道：“谢就免了，钱货两清直说来一把。”他心里清楚，这小姐若只是来此道谢，根本没必要走这一趟，必然还有其他事。江如烟顿了顿，深吸一口气道：“姑娘爽快，我是想请姑娘前去相助。那日姑娘所言，若是找不到毒物源头，终有一日我的脸还是要复发。我想求姑娘相助，帮我找到那物。”自己回去后，便将所有的吃食所需之物都筛查了一遍，皆无果。既然对方能拿出那等珍稀药丸，必是有些本事，这才求上门来报仇。苏锦闻言并不诧异，也在意料之中。江如烟双目微亮，便知这是应下了，赶忙道：“姑娘想要什么？银票、粮食还是地契，要求都可。”苏锦努了努嘴，想到自己现在也没什么用到钱的，忽然灵光一闪，道：“我要此下西村后山脚下那一片的地契。”越想越妙，他怎么早没想到，既然选择扎根在此，那么地契是必不可少的。这山脚下那片地，他之前上山时就看过，很是空旷，因是临近山脚，四下也无人烟，拿来盖庄园再合适不过了。到时再圈上几块地，他想怎么除就怎么除，刨他个过瘾。江如烟微一思索，便应了下来。一块村里山脚下的地契，于自己而言不算什么，心下感叹，这农家女子还是眼界太小了点，虽有些本事，却看得不远。那姑娘随我一道回吧，毕竟早日解决，他才能真的安下心。苏锦意犹未尽地看了眼手中的锄头，想着家中那块地已经收得差不多了，他离开时后面的也没多少活了，累不着自家老娘，便爽快地应下了。换了身衣服，来到田埂知会了一声情事，便踏上了江如烟的马车。第20章，怀疑他的系统是人伪装的。这苏锦还真是攀上了贵人了，一个女娃子家的一天天竟往外跑，呸也不嫌丢人。说话的是老苏家二房王氏的娘家嫂子李氏，与王氏一丘之貉，惯是一个鼻孔出气，眼看苏锦不在，说出的话也没再怕的。他看着这苏锦如今大不一样，心中免不得发酸。身旁正刨着土疙瘩的大娘直起腰，看他这副见不得人好的样子，歪嘴笑着打趣：“你看人走了，在这说个啥子？你当苏锦面去说。”李氏颇为恼怒：“啊呸！你当我稀罕说？你就看着吧，这种女子哪有人会要，注定是嫁不出去的破烂货。那刚才的许秀才不还是过去了吗？哼，估计也是苏锦忒不要脸面，人许秀才去警告他的吧，也不看看他那样，哪配得上人秀才老爷？白日做梦！你个黑心肝的，我叫你瞎说，一天天净盯着别家瞧，见不得人好的玩意，怎么没叫你那酒鬼汉子打死呢？”秦氏抱着一把草垛子，刚一个转弯，便听见了这个贱人在这咒骂他家小景，这还能忍？对着李氏伸手就挠了过来。自小看着他娘张婆子打遍村中妇女无敌手，学的就算不说10成10，也像了个7、8分，彪悍性子如出一辙。打不过，不存在的。跳起一把抓住李氏的头发，猛地往下薅住，哐哐2大耳瓜子就甩了上去，还不待李氏反击，随手就是一把子泥土朝着他脸上扬去。来啊，说啊，我叫你继续说啊，叫你嘴贱，非得给你治治不可。田埂边坐着的妞妞拖着下巴，两眼放光的看着他奶，随即握了握小拳头，挥舞着奶好厉害。他要向他奶学习。小小的人儿自此在心中立下了远大的目标。随着江如烟来到知县府的苏锦，还不知道他娘的彪悍之举，正一路稀奇的打量着这府中的景色，看过也就无甚兴趣了。一路跨过几个假山庭院，来到江如烟所在的闺房。系统，到你表现的时间了。苏锦懒洋洋的靠在门上，打量知县千金的闺房，看着还算雅致，家具摆设无一不精细。哎，来了，系统扫描中，宿主稍等。片刻不到，滴扫描完毕，无发现有害物质。系统以苏锦为中心的方圆1里内可探知任何生命体和对宿主有害的物质。
苏景会意，这也就说明那东西不是房中的摆设，那大概率就是吃食了。看向焦急等待的知县千金，苏景假模假样的在房间内四处打量了一会，便道：“这房间没有问题，再看看平日的吃食吧。”江如烟闻言，连声应道：“好，苏姑娘这边请，我让下人去准备了。”不多久，一群手持托盘的婢女便一道道将饭食盛了上来，铺满了2张圆桌，饭食、羹汤、糕点、果子样样俱全，看得苏景羡慕的差点眼泪顺着嘴角流下。开始吧，心中换了一句，让系统干活。滴发现有害物质，含量极低，请勿长期服用。宿主，那个汤里面有雪云草成分，不能致人死，毒素轻微，是肉眼不可分辨的。这个时代的医术还没法查验，难怪这江小检验不出，长期服用一定剂量的才会有害。我知道了，很棒，请给你自己鼓掌。系统得意叉腰，嘿嘿，低调低调。今天的系统也是努力工作的一天呢。既然知道了是哪个出了问题，为了有个说辞，苏景又假模假样的拿起了手中的筷子，一道道吃了过去。心中突有感想，这样的好事请多来几次，不仅能蹭吃蹭喝，还有报酬拿，这也太爽了吧。他擦了擦嘴角，摸着撑得滚圆的肚子，苏景心满意足的打了个饱嗝，竟还有些困了。想到这还有正事呢，他强忍住了打哈欠的冲动，一本正经道：“这碗汤你是日日都在喝吧？”见苏景指向那碗罗玉松仁汤，江如烟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那徐嬷嬷见自家小姐在听了苏景的话后，脸色难看的盯着那碗汤，心下一惊，便知大事不好，忙屈膝道：“小姐，您不会是觉着这汤有问题吧？冤枉啊，小姐，这汤和平日做法一样，味道不曾变过，是夫人生前最是爱喝的，老奴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什么手脚。”江如烟眼色暗沉，轻抿一口，确实味道不曾有变，和平常喝的一般无二。他竟每日都在服用这等害人之物，他自是不会怀疑苏景所言，毕竟能一语道出这汤是自己每日在喝的，便知其能耐。紧了紧手中的帕子，勉强克制住满心怒火。徐嬷嬷，你是母亲的陪嫁嬷嬷，日常多是敬重于你，从不责难。这汤每日你都不假他人之手，我当你是尽心劳力体贴之举，从未有疑。今日之事，你若说不出个所以然，便等候发卖吧。小姐，我没有，老奴日日陪伴小姐，难不成还抵不上一个农家女的话？她定是别人派来挑拨暗害小姐的，您不能信啊！说着，头重重地磕在地上，神情很是悲愤。自那日小姐回来，带着几个医者四处搜寻检查之时，他便知这事被察觉了，但是心底却并无惧意。这种东西连宫内的御医都查不出异样，何况一群乡野大夫？为了避免小姐发现味道变了，从而起疑，他今日虽知有人查验，也没有换了食材，还是按照平日的做法来的。毕竟一个农家女怎么会有本事查出那等秘药？哪料到想到这，徐嬷嬷心中颤了颤，隐晦地打量了一眼苏景。苏景吃饱喝足，正在看戏，这会见这老奴竟还攀扯上自己，心里一阵腻歪，懒得再看下去，对着江如烟摆了摆手，道：“东西我给你找出来了，剩下的与我就无关系了，记得报酬别忘了哦。对了，那种东西毒物轻微，大夫也是看不出的，这个老奴既然不认，你可以让他日日吃，自然能看出效果。”说着随手还往桌上抓了一把瓜子，往兜里一揣，哼着小调就直接离开了。徐嬷嬷闻言心头猛跳，双目大瞪，看向已经跨出园子的苏景。秋水，送苏姑娘出府。婢女秋水连连应是，躬身追了上去。苏景本就记性好，以前他在丛林里是野惯了的，对记录字是有一套法子，根本无需他人领。嗑着瓜子，自己就溜溜达达朝着府门走去。秋水跟上后也没出声，有意看他出丑。正在此时，一位身后跟着几个丫鬟仆从的娇俏女子挡住了去路。女子眉眼灵动，身穿红色青罗百褶裙，腰间的环佩随着走动叮叮当当作响。当女子看到秋水跟在这人身后时，便知这是她那姐姐带来的人。作为听从母亲大人话，致力于跟姐姐作对的人，她带回来的人怎么能不上前为难一下？她挺了挺胸，扬着头轻蔑道：“怎么，现在的知县府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了？”说完还偷偷瞟了一眼。这个角度仰头，他可是练习过很多遍的，最是能唬人。系统嗑瓜子的手顿了顿，这姑娘怎么感觉傻乎乎的？苏锦没有理会那姑娘，反而狐疑地望着系统。先别管她，我只想知道你哪来的瓜子。系统，这不重要。嗨呀，他不是见苏锦嗑得起劲，馋了吗？他就给自己设了个嗑瓜子的程序，这点小事可难不住他童子。第21章，他一个宫斗系统跑到了种田频道。江晚见苏锦没理会自己，他仰着的头都有点僵住了。这姑娘怎么回事？怎么不按照话本走？对着身旁的婢女清河使了个眼色，清河秒懂，怒斥道：“你这女子好无礼！
我家小姐在问你话呢。秋水见苏锦被府上出了名难缠的二小姐刁难，内心窃喜，该好好收拾这不懂规矩的农家女，自是不会上前替她出言，暗暗等着她被教训。苏锦咂巴嘴，余光一扫，将手中嗑下的瓜子皮儿随手往身后一扬，撒了个秋水满身都是。苏姑娘，欺人太甚！秋水被这突如其来的瓜子皮弄得惊叫出声。这农女怕是傻子吧？二小姐找你查你，泼我身上作甚？苏锦恍若未闻，看着这还在凹造型的小姐，学着她高昂着头，笑道：“你看我学的像不像？”你江婉愣住，她这是什么意思？看出来了，她为了每天营造这刁蛮性子，可是下了苦功夫的，从没失败过呢。连她母亲都骗了过去，她怎会看出？这边还在跳脚的秋水见苏锦不理会自己，愤怒地瞪了她一眼，插话道：“二小姐，这苏姑娘是乡野长大的，不懂规矩，我带她。”还未说完，苏锦一巴掌抽了过去，瞬间打得她踉跄几步。我是不是说过，再乱插嘴我就抽你？看来是记不住啊。秋水自被夫人赐给小姐贴身伺候以来，向来是别人敬着她，何时吃过这种亏？这一巴掌打得她都懵了，不敢置信这农女竟敢打自己，双目发红，叫道：“你敢！你！”苏锦眼睛不闪一下，回手又是一耳光：“我让你说话了吗？就你有嘴是不？”秋水捂着肿胀的脸，目光恨恨地望着，却也不敢再言。江婉小心脏跟着颤了颤，忙收回视线，摆正姿态，撩了撩衣摆，对着苏锦笑的面容温婉和善，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仿佛刚才那个并不是她。莲步轻移，微微对着苏锦颔首，带着随从离去，脚步越走越快，一溜烟就没了身影。怕了，这女子这么凶猛，她挑衅不动，下次再换个人吧，溜了。苏锦，怎么这一天天竟遇见有毛病的？这他娘可真心累。系统难得正经的摸了摸下巴，道：“其实那位小姐还挺可爱的，这好人装坏人，总比坏人装好人要好呀。”苏锦诧异，他家童子何时说话这么有内涵了？宫斗系统2250是你吗？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吃核桃了？系统他有些生气，但他忍住了。哼，出了县府，本打算直接归家的，想着既然都来了，四处看看吧。他毫无目的，一路边跟系统斗嘴，边四处晃荡着，看到有意思的就瞅两眼。咦，这是辣椒？苏锦看着一草席摊子上摆着的那几个红彤彤的果子，一眼就认出了这玩意，可不就是辣椒吗？好家伙，他差点都快忘了这辣椒的味了。前世他们部落倒是有类似的植物，却泛着苦涩，辣味也不足，苏锦很是嫌弃。在如今这时代，调味料也多是姜蒜、盐糖这一类，感觉自己嘴巴都淡出个鸟来了。苏锦双眼放光，现在就想叉腰狂笑，他这什么神仙运气，出门就遇这么个大宝贝，太得他心了。大娘，你这几个果子怎么个卖法？哟，你要这几个野果子呀？这玩意不值啥子钱，要不你买点啥，大娘都送你了。这几个红果子入嘴能把人痛死，哪会有人吃？也就看着喜庆拿来装点竹筐着用的，瞧，这不就吸引来一个？说着向苏锦那边推了推他面前的竹筐子，意思相当明显。苏锦没有看那些竹筐，这大娘摊子不大，卖的东西倒是不少，瞧这鸡蛋倒是个头不小，便打算顺势买一筐子。摸了摸怀里，幸亏身上还有些之前他娘给的卖野猪肉所得的碎银子，不然怕是尴尬了，总不能买个鸡蛋还掏出个100两银票来。还是他娘有先见之明。大娘见他一下子买了一筐子鸡蛋，笑得见牙不见眼，咧着嘴殷勤道：“姑娘，鸡蛋你拿好，这些红果子大娘都给你装起来，都送你。”说着手脚相当麻利的将那堆没人要的野果全倒在了苏锦鸡蛋筐里。那就多谢了。随即想了下又道：“大娘可知哪里还有这种野果子？哎，说来也怪，我家那骡子啥都不爱吃，就爱这种红果子，这不我得给他多收点。”苏锦半点没有不好意思，睁着眼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还有这种事？那你家这牲口口味还挺重，这又不是啥好东西。来，大娘跟你细说。”苏锦谢过后便离开了，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得去一趟那什么上阳村，貌似他老张世家就在那个村，倒是也巧了。忽然他一拍脑瓜子，不对啊，他刚才是不是自己骂自己？这东西就是他要吃的，那牲口就是指的他喽。总觉得最近这脑子都不好使了，还经常犯困，别是什么穿越后遗症吧？苏锦拧眉，但当瞥见红彤彤的辣椒时，瞬间忘了这茬，不想了，反正现在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的。心情颇好的瞅着筐子，嘿，这就是他未来的山珍海味啊。想到这，还有点馋了，得去买点肉才行。上次的野猪肉虽说要留点家里吃，可他人一走，他娘秦氏就全给卖了。哎，苏锦哼着小曲，到肉铺买了几斤五花，又拿了几个没人要的棒骨，才3文钱，
这玩意回家炖汤比肉滋补多了。从街角租了辆骡车，颠颠的便朝着家中去了。咦，他是不是又忘了什么？不管了，肯定不重要。赌方心惊胆战好几天的三爷等人，娘，我要吃肉丸子，嘿嘿。好，给你做，这才吃肉没几天，咋又买了？面对秦氏的絮絮叨叨，苏锦两眼望天，就当没听见。要他不吃肉，那是万万不行的。这不我大侄子上次不是没吃到吗？何况我大哥那身子也要好好补补。这骨头汤你让嫂子炖来给他喝。行了，外头等着去吧。哎，好嘞。说着，对旁边那三个伸头伸脑一个劲盯着厨房看的小家伙眨了眨眼，从怀里掏出个包裹，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姑给你们带的，吃吧，尝尝这大户人家的糕点有啥不一样的。小弟也有，给。系统擦了擦眼睛，不可置信道：你这是什么时候拿的？我怎么没看到？苏锦挑衅地瞅着他，什么都让你看到了，那还有什么乐趣？系统咬了咬小手绢，有些失落。他一个宫斗专业毕业的童子，现在跑到种田频道已经够惨了，这咋眼神还退化了呢？想到这，小拳头一握，翻身就是几个仰卧起坐。第22章，他要开荒剑的了。姑姑，这个真好吃，香香酥酥的，我可以给爹也留一块吗？苏颜两口就吃完了一个，捏着手中另外一块，笑容憨憨的，有些不好意思地问着苏锦：他爹病了，这糕点这么好吃，爹要是吃了，说不定就能好起来呢。我们小颜自己吃吧，姑姑这里还有，等会就拿去给你爹好吗？苏锦有些欣慰地摸摸这个虎头虎脑的大侄子，他们家仔都很懂事呢。推开门，还是一股浓烈的药味，但是却没有了上次阴暗的感觉。屋内如是点了烛灯，苏大郎也靠着身子坐了起来，看见苏锦他们几个过来，连忙放下了手中的木块。大哥，有没有好一点？腿还疼吗？莫大夫不愧是这镇上有名的老医者，他大哥的腿筋他手治疗后，这才几日，整个人气色就好了许多，腿也用板子固定住了。不疼不疼，很快我就能下地了。苏大郎咧着嘴憨憨地笑着，本以为这腿是残废了，做梦也没想到现在还有好的希望，越发感激他这个妹子。但他嘴笨，嘴角动了动，不知道要怎么说，便把手中的木雕往苏锦跟前递了递。这是给我的。闲着就做这个。谢谢大哥，我很喜欢，这太像我了。大哥你很有天分哦。这木头雕刻的小人依稀能看出苏锦的样子，虽不是什么好木头制成，却也打磨得很是光滑，苏锦很是喜欢。苏大郎闻言脸色涨红，连连摆手。他哪有什么天分，只是自己从前不爱说话，就学着村里的木匠，没事就刻些木头打发时间而已，怎么也当不得夸奖。不过苏大郎见苏锦喜欢，还是很开心，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喜欢就好。苏颜适时挤了过来，双眼亮晶晶的看着他爹，道：爹，姑姑给你带了糕点，吃了你就会好起来了。边说着边回味着刚才的味道，可香了，那么好的糕点一定很珍贵。乖，苏大郎摸着儿子的小脸，不忍让他失望道：爹很快就能好。几个小家伙挤在床前，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正起劲。秦氏冲着屋内高呼一声：吃饭喽！来啦！这会已是傍晚，看着这一桌子肉配大米饭，伴随着孩童的惊呼声，天边的余晖洒落在这片农家小院中，金灿灿的夕阳映得人心也随之亮了起来。数日之后，苏锦捏着手中的地契，好生的稀罕了一会，背着手巡视着这块已经属于自己的地盘。下西村山脚下这一片地很是宽广，不仅是因为临近山脚才空置下来，更是因这里多为山石碎块，极难开采，要耗费不少的人力，农家自然也就没人会选择在这里圈地建房。这倒是便宜了苏锦，山石多怕什么，多找些人就是，要的就是地方宽阔，视野好。这事他还没跟他娘打招呼，正好请他娘帮着寻摸点人手，他要开荒建地了。秦氏望着苏锦拿出的地契，半晌没回过神来。这么一大块地，你一天天净吓唬你娘我，这么一大块地得多少银子？你买那块地做啥呀？那里偏还不好建房，你咋之前不问问，净瞎搞？娘，这是秋收那日来找我的人送来的报酬，不要银子。你放心吧，我们是有来有往的，他既然给了，就说明我值这么多，您不需要担心。现在啊，就帮我物色点人，把地给开出来，我准备在那里建个庄园，划几块地种田。他要种辣椒，以后再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调味作物，统统给他种起来。秦氏被苏锦一说也没再问，只要他心里有底就成。那需要不少人嘞，我明日去你舅舅那问问看，看他们有没得空的。秦氏两眼一转，说到干活，第一时间想到他娘家的哥哥侄子们都是一顶一的干活好手。好，我随娘一起去，上次姥姥走时都没要野猪肉，这次我们去买些肉带去，顺便去那山上收罗他心心念念的辣椒，等自己的庄园建起来就种，美滋滋。听着自家女儿这么妥帖的话，秦氏有些感慨，
小景这次回来真的懂事了好多，长大了，更有主意了。以往她是一次都不愿意往她娘家那边去，更别说带些吃食了。好，都听你的，明日我们早些出门。次日，苏锦打着哈欠，被他娘从被窝里挖了起来。最近总是感觉睡不够似的，明明昨晚睡得很早，还是感觉困顿。用凉水醒了醒神，随口喝了一碗米粥，拉出自家的马车。这马自从来了他们家，肉眼可见的肥了不少。苏家3个小崽子拿他当宝贝似的，伺候的是相当精细，根本不用苏锦操心。跳上马车，载着明显心情很好的秦氏，朝着上阳村前进。2个村相隔不远，都属于一个镇上的。他们先去了一趟集市，正好赶上每10日一次的大集，摆摊叫卖的人很是多。苏锦归置好马车，就直冲着肉铺摊子去了。买了10斤偏肥些的肉，称了几包糖，还不忘给他老扯了块布。苏锦一路逛下去，又零零散散买了不少，看得秦氏一阵心疼，却也没有说什么。这么些年一直靠他娘家几个大哥帮衬着，多买点也是应该的。2人到村里时已临近午时，苏锦跟在他娘后头，朝着路过的人打着招呼：“这是香莲回来了，回来看你爹娘啊。他们没去田里，应该都在家呢。”“哎，三叔，是我，回来看看我娘他们。”“乖乖，这马车气派，香莲这是出息了。”“奶呀，都是借来的，顺路顺路。”看着他娘一路跟人打着招呼，苏锦眼观鼻，鼻观心，只管笑笑了事。咚咚咚，谁啊？来了！一个手里还拿着木盆的妇人应声打开了门。当看见是秦氏时，双眼就是一瞪，这小姑子怎么又回来了？非得把这个家掏干净才甘心吗？二嫂，二嫂方氏没应声，扭头没好气的朝着里面喊了声：“爹娘，小姑子又回来了。”张氏闻言，第一时间从房间冲了出来，蹭蹭几步就来到跟前，道：“你杂子这时候回来了，是出什么事了吗？还是大郎出事了？”秦氏看他娘眼露焦急，连忙拉住他：“娘，都好着呢，我就是带小景回来看看你们，正好还有些事找你们商量下。”“啥子事？直接说，别磨磨唧唧的。”“哥他们都在吗？我侄子们呢？你爹带着他们在屋后头挖土沟子呢，你那几个侄子也不知道哪也去了，快吃饭了，要不了一会就能见到了。”正说着，秦老头扛着个锄头，一身泥土的从屋后走了出来。他看见女儿，顿时一喜，赶紧拍拍身上的土，直接笑开了脸。他这辈子生了3个儿子，又得了5个大孙子，也就秦香莲一个闺女，那能不喜欢吗？看了就高兴。香莲回来了，吃了没？让你三嫂去做。咦，这是你那闺女？盯着苏锦看了看，也没多说，转头冲着厨房喊道：“老三家的，多做几个菜，屋后的鸡蛋多拿几个出来。”厨房内的人瓮声瓮气的应了一句，便没再言。“对，爹，这是苏锦，我闺女，带她回来看看，找我哥他们商量点事。”苏锦一个机灵，赶紧上前叫人。第23章，小姑子这是发财了。就在这时，门口一阵嘈杂，几个半大少年嘻嘻哈哈的窜了进来。张氏双眼一瞪，对着几个小子就是一阵锤：“不到饭点不知道回，一大早就出去演，有本事吃饭也别回来，一个个当自个儿屎壳郎成精，在外面滚粪球玩呢。”几人显然早就习惯了，躲着他奶嬉皮笑脸到处窜。一阵鸡飞狗跳后，有人问道：“奶，咱家门口停了辆马车里，谁的呀？看不见你们姑姑回来了吗？过来叫人。”4个小子学着他们奶奶，蹭蹭几下就窜到秦氏面前，热情地叫着姑姑。秦老头一共有3子，大儿子秦江，儿媳梁氏，育有2子秦山、秦川，大的已经成家，小的也13岁了。2儿子秦和，儿媳方氏，育有2子秦树、秦木，大的15岁，小的才8岁。3儿子秦海，儿媳罗氏，只育有1子秦勉，才将将10岁。这会子除了已成家在外上宫的秦山、秦家几个小子都在这里。苏锦有些愣，这一家子还真是阳盛阴衰，男娃子太多了。看着就要去厨房忙活的老娘，秦氏赶紧道：“娘，我带了些东西回来，中午咱吃顿好的。”说完转身就领着苏锦从马车里往外搬。“姑，这是你家的马车呀，好气派啊，有肉。”“姑，我们帮你搬。”“对，我们男娃力气大，我们爱拿。”“嘿，本还想感叹这群小子挺勤快的，结果听到这么一句，苏锦当场就不乐意了。我一个大女子还比不上男娃不成？”将东西往怀里一搂，就往秦家屋内冲，丝毫不给几个小子表现的机会。“几人？这表姐有点虎啊，别瞎说，小心咱奶捶你哦。”秦家一家子男丁壮劳力，自然不能说多贫困，但是就算如此，他们也只有2-3个月才能吃上回肉，还多是些便宜肉。这哪曾在家中一下子见过这么多肉，还多是肥的哩。这年头乡下人都没什么油水，自然更稀罕肥肉，也卖得最贵。盯着这些，秦家众人默默咽了咽口水。这小姑子也太大方了，这得不少钱吧？
这还有糖呢。二嫂方氏笑得见牙不见眼，一改之前的态度，忙拉着秦氏的手，殷勤道：“小姑子，你这是发财了？”“没，这都是小景买的，孝敬他姥姥姥爷，顺便有些事想求大哥他们帮忙。”大嫂梁氏插言道：“这啥事啊？我去给你把人叫回来。”说着便朝着屋后跑去。不一会，几个体格颇为壮实的黑脸汉子顶着一头汗跑了过来：“小妹，啥事啊？还请你专门跑一趟，你找个人带句话回来，大哥就过去了。”苏锦起身乖乖的叫了人，便静静的坐在他娘身边听着。“大哥、二哥、三哥，既然都在了，那我就直说了。苏锦他有块地需要找人开荒，想雇你们去帮个忙。”二哥秦河擦了擦头上的汗，摆摆手道：“我还当什么事呢？就这啊，说什么雇佣，直接说一声就成。明天，哦不，待会我们就跟你回去，这开荒不费什么事。”三哥秦海也跟着点头，他还以为小妹家又出了啥事呢，虚惊一场。虽几个舅舅说不要什么工钱，但是苏锦却不能这样，也没多言，到时直接给了或者买上些东西都是可行的。我们也去帮忙。四个半大小子连连附和着。秦氏笑了笑，没有拒绝，到时再把侄子们的工钱也算上，也能让他们多一笔收入。好，到时姑姑给你们做好吃的。厨房里，秦家几个儿媳一阵忙活，那动作都比之前麻利，手下生风，眼珠的都直勾勾的盯着那一大盆肉。张婆子看着几个没出息的媳妇，翻了个白眼，得幸。在一家子的期待下，饭菜很快被端上了桌。望着一盆油汪汪的大肉，秦家一众眼睛都发绿了，一年到头也沾不上几次浑水，这可是过年都吃不到的硬菜啊！一顿饭吃的可谓是热火朝天，连往常对着秦氏没多好脸色的三个嫂子都不再横眉竖眼的挑刺，这回拉着秦氏笑得仿若亲姐妹。没有什么事是一顿肉解决不了的。上阳村三面环山，苏锦今天要去的便是右边的那座山头。在秦家吃完饭，跟他娘打了声招呼，便朝着山头前去。秦家几个小子见状，趁着张氏没注意，猫着身子一溜烟全都跟了上去。小姐，你去那山头干啥？外面没什么好物，再深一些的不能进去的。那要是知道了，非打断我们的腿不可。看着苏锦一路不带打弯的，直直朝着山里走，还以为这表姐只是闲来无事采采野花什么的，哪晓得她竟然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眼看就要越过村里设的防护栏。放心吧，不会有事，我进去看看就回，你们先回去吧。说着摆了摆手，一个翻身就越过了护栏。他也是听集市上那大娘说的，这被叫做红果子的辣椒，就是他家老头子跟着几个老猎户从山里带出来的。见牲畜吃了没事本，还以为是什么果子，哪知回来一尝，差点没把人痛死，随手就丢在了家里。几个小子有点懵，这他们还要不要跟着呀？不跟吧，回去他奶要是知道他们没拦住，要被打死吧。这跟上去吧，回去好像也要被打死。怎么感觉横竖都要挨打呢？秦二郎看着几个弟弟愁的眉毛都打结了，叹了口气，这女娃子怎么比他们这群男娃还虎啊？这山没老猎户带着是能进的吗？第24章，这苏锦娶回家不亏。你们先回去，我跟上去看看。毕竟自己算是他们中最大的，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苏锦一个女娃瞎窜，还是跟着去看看，不走远应该没事。说着三两下就爬过了木栏。哥，我们也去。几个小子相视一眼，纷纷从彼此眼中看到了兴奋，他们这次可是有正当理由才过去的，才不是自己想去撒欢。宿主，那群秦家小子都跟上来了。苏锦皱了皱眉，早知道一开始就绕几圈将他们摆脱了再说。这山林他是有依仗，可那四个小子可没有他这身铜墙铁骨。确定下方位，等着他们。到底也是因为担心自己才跟来，尽管嫌累赘，但也不能让几人出事。好的。苏锦斜靠在一棵大树旁，时不时地踢着脚下的叶子，待见到几只黑瘦的人影时，伸了个懒腰。小姐，你在这啊？幸亏追上了，快，跟我们下山吧，这里还怪吓人的。秦三郎喘着气，之前没来时还挺稀罕，常听那些村里人说这里有多少好东西，哪个猎户又逮中猎物了，他们听多了自然就惦记上了。这不，正好有了机会，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选择性的只听了村里人吹嘘的那些收获，却从没注意过这座山埋葬了多少未归的人。你们跟紧我，别随意走动。苏锦挑眉看了一眼，这几个来都来了，也不能轰走了。我们不回去啊？别废话。苏锦对着这几个眼珠子滴溜溜转的小子翻了个白眼，道：想吃肉就跟上。系统，帮我多注意这几人。尽管他自信能保全他们，但就怕万一他们会作死呢，还是系统全方位监视着比较好。系统拍了拍胸脯保证道：放心，有我在，没问题的。临近傍晚，苏锦带着几人从山上下来，他一人扛着东西，步伐稳健，远远走在前头，后面的几个秦家小子
跌跌撞撞、神情麻木的跟在后面。秦三郎衣服被划出一大道口子，五郎的鞋子也不知掉在了哪里，几人头发凌乱，远远看去就像是哪个山洞出来的野人。太刺激了，每人怀里都抱着些东西，双手死死地搂住。这他娘谁敢信，他们印象中柔弱的苏家表姐竟然带着他们打了2只狍子、8只野兔、3只野鸡，还掏了不少鸟蛋。这谁敢信？他们村有名的老猎户都不敢这么吹脸。几人明显还没缓过劲，自然没发现苏锦带他们走的路，竟一个人也没遇见。苏锦根据系统的指示，一路都是躲着人走，可能是傍晚时分，路上也没多少人，自然就没看到这惊奇的一幕。小姐，你咋又上山了？这老，这个是跟秦山哥他们一起打的，您留着吃或者拿去卖都成。说着，哐的一下把背上的袍子卸了下来。反正他想要的辣椒已经找到了，让系统全收到空间里了。至于这些猎物也没多少，他想要随时都有，这些正好给他老家改善下伙食，也不能白让舅舅们去帮忙。张氏还没反应过来，一旁的二儿媳方氏已经双眼冒光了。待他看到不远处走来的自家儿子时，先是惊叫一声，这咋出去霍霍成这样了？这衣服怎么都破了？刚想破口大骂，娘，你看！秦五郎说着，把怀里裹着的野兔露了出来。我的老天，你们这全都是山上弄到的。方氏看他们个个怀里都抱了不少，一声惊呼。屋子里的人闻声都围了过来。秦五郎拿破了的袖子擦了擦汗，咧着嘴傻笑道：对，娘，表姐可厉害了，嗖嗖2下，那袍子就完犊子了。当初娘回来说小景这孩子天生力气大，我还不信。秦大舅赞叹道：你这本领不当，猎手可惜了。苏锦谢腰，他还是觉得自己刨的种田更厉害，突然有些想念自己的小锄头了呢。张氏双目一瞪，一巴掌就拍了过来，瞎说什么玩意，有你这么说女娃子的吗？秦大舅摸了自己日渐皮实的后脑勺，不敢再说，他娘的铁掌可不是盖的。走的时候是2人，回来的时候一个马车挤得满满当当，也幸亏当初苏锦车厢订的够大，不然怕是还塞不下这些个人。开荒说起来容易，却也十分费时费力。秦大舅几人来了，也就没想1、2日就回，必定要多留几日的。为了早日弄完一大块地，苏锦想起了一直被他遗忘的赌方三爷等人，这种苦力活实在太适合这伙人了。苏锦毫不犹豫，一番武力镇压，将人全打包了过来开荒。一切进行的有条不紊，这么大的动静自然是瞒不住周围的人，村里又炸开了锅了。这可是地啊，还是这么大一块。据说苏锦要在这间宅子，有空没空的村民都会溜达着过来瞧瞧。乖乖，这得要多少银子？这苏锦是真发达了，苏家这是要起来了。呸，还不知道哪弄来的银子的。你就算吧，还别说，这苏锦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人家模样出挑。我娘家有个外甥，可是在县城里的大铺子做活的嘞，我瞧着很是般配，我得回去问问。余下几人一听，眼露金光，纷纷打起了心思。这苏锦虽说风评不好，但是就凭着这块地，那娶回家也是不亏的。一个女娃子成了亲，还能不帮着点家里人，说不得到时这块地。当然这些人中有些是纯粹见不得人好的，一阵酸言酸语，甚至有些话还很是恶毒。但是那又怎样？你过得好了，总会有人见不得，却没一个敢跑到苏锦面前说道的。也许是怕被打出翔吧。有系统这个八卦小能手在，苏锦对于一些事心知肚明，但是只要不来烦他，他也懒得理会。他大哥的腿如今恢复得很好，莫大夫隔几日便会上门看看，没什么意外，明年夏天就能下地走动了。苏小弟和苏岩也在前几日被秦氏送去村里的私塾识字去了，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在发展，苏锦很是满意。第25章，这种穷酸鬼也配在这读书？隔日，苏锦收到了知县府小姐的传信，邀请他前去，看来是要来活了，又可以去蹭吃蹭喝了，想想就美滋滋。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轻柔的风裹着院中少女清脆的笑声，吹荡着湖面。苏锦被下人领进庭院时，看见的便是3位仪态出众的小姐，浅笑妍希，抿茶逗乐的场景。苏锦皱眉，一眼望去，这没准备什么吃食啊，喝茶有什么意思？他可是准备像之前那般蹭吃蹭喝呢，毕竟大户人家食材调味都比较讲究，味道还是不错的。江如烟见到苏锦过来，款款起身，朝着身旁2人介绍道：这就是我跟你们提到过的苏锦。苏锦，这是我外祖家的2位表姐，柳文绵、柳文双。我之前的事，2位表姐都已清楚，就想着为你求些药。这2人皆是一身裙装华服，面容娇嫩似凝脂，却一个眉眼灵动，一个端庄静雅。柳文双柳眉上挑，看着这位被表妹说的很是神秘的农家女，心头疑惑，这女子给他一种在哪见过的熟悉感，这倒是怪了。柳文绵倒是没有感觉，理了理腰间的流苏坠，笑着点了点头，便转过身端起茶水，独自品尝起来。
柳文双秀目闪了闪，努力忽略心头那股疑惑，单纯轻启道：“苏姑娘有礼，听闻你有可驱除斑印的良药，不知这刀疤可有办法驱除？”系统，这药丸能驱刀疤吗？正刷视频刷得飞起的系统连忙暂停，假装震惊道：“这个嘛，也要看它疤痕大小，如果太大的效果还是要减弱的，毕竟这个药丸只是新手礼包，更好的肯定要升级拿积分兑换的。”说到这，想到自己空荡荡的积分，曾经的宫斗系统2250，顿时觉得手中的瓜子它不香了。视频也不刷了，扯了扯手中的帕子，轻声抽泣着。除非自家宿主最后能当皇后，一步到位，否则他怕是要被童子教育界点名批评，格式化待机个上百年。想想也不可能，他家宿主一个一心种田的人，哪有那狗屎运？统生太难了。苏锦捏了捏眉头，翻了个白眼，不知道这蠢系统又在抽什么风。你可知这疤痕多长？具体描述下。苏锦问道。柳文双眼露喜色，这看样子是有办法，赶紧道：“是一男子，其刀疤在脸部，从小就有，从眉尾至下颚处。姑娘，你看这可有办法？”说完，心跳微快，神色期盼地看着苏锦。这是占据了半张脸啊，也算是从死神手中捡回的命了。可以，但毕竟情况严重，效果可能没有江姑娘那般好，他们用的药丸也是不同的。柳文双一听这话，神色大喜，整张脸都显得明媚照人起来。好，有办法就好，多谢苏姑娘，文双必有厚报。那陈府连宫中的御医都不知道请了多少，这么多年皆是束手无策，这农家女竟真有办法驱除，她的北清哥哥有救了。想着如烟表妹的那种情况都可以，心里更是少了份怀疑，多了一丝期盼。说完眼眶泛红，轻提裙摆，对着苏锦行了一礼。就连一直端坐在一侧的柳文眠都诧异地看了一眼苏锦，明知这般情况，竟然都能坦言承诺去除，要么是空口大话，要么就真的是心有成算，这真是普通的农家女。苏锦见正事说完了，可这会子石桌上还只有些茶点，瞄了一眼还在安慰自家表姐的江如烟，嗨嗨嗓子，疯狂暗示道：“你看这壶中的鱼儿，像不像上次餐桌上的那道糖醋鲤鱼？”江如烟愣住了，柳家姐妹也有些发懵，这怎么突然说到吃食上来了？见他们竟没有一个意会的，苏锦丝毫没觉得不好意思，继续道：“这么美的景色，若是不配上一桌子菜肴，哎，就太可惜了。”菜肴？他这是饿了？就算再傻眼，江如烟也听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连忙朝着下人吩咐道：“去准备些饭食，多备上些。”虽然不知这苏姑娘怎么想的，但是对于一顿饭食来说，还是不值一提。江如烟心情有些复杂，倒是如烟怠慢了，下次我定早备上些。苏锦和柳家小姐约定好下次取药的时间，便跟三人告了别。就算药丸都在系统空间里，但他也不能直接就拿出来，那就太可疑了。他摸着鼓鼓的肚子，很是满意。今天又是混到美食的一天呢。苏锦往家回的脚步转了个弯，想着也有段时间没见到二哥了，打算买点吃食去看看他。他这二哥打小身子就比较弱，又因读书长居在私塾里，平日吃的肯定没那么好，他得带点好的给他补补。丰原县的私塾不少，而这清远私塾却是其中最为大的。此刻私塾内的苏二郎苏策正经历一场麻烦。苏策低垂着眼眸，拢了拢单薄的外衣，像往常一样照例将抄好的书收起，准备一会拿去旁边的书院那边售卖。刚跨出房门，便被一群人拦住了去路。果然一副穷酸样，你也配在这里读书？来啊，给我搜，爷的银子也是你能拿的。苏策眉头微皱，眼中的幽深一闪而逝，按耐住心中翻滚的情绪，淡声道：“什么银子？玉冠华服，公子哥模样的青年哪里会听？”嗤笑一声，爷说是你偷的，那就是你一股子泥土味的穷酸鬼，也还能冤枉你不成？说罢，手中的折扇一挥，指着身后的两个跟班上手，翻动起苏策的寝间，东西撒乱了一地，唯一的换洗衣物也被踩踏在了地上，也不细看，仿佛就只是为了羞辱而去。苏策双手紧紧地攥着，漆黑的瞳孔悠悠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周身阴郁的气息越发浓郁。呵，这是冲着自己来的，什么银子都只是借口罢了。第26章，请立即给这狗东西一脚让我爽爽。打扰下，这位郎君，能否麻烦你帮忙叫下苏策？下西村的苏策，就说他妹妹在门外等他。苏锦站在私塾外，寻了位衣着普通、书生模样的青年，将手中的鸡蛋塞了过去。苏策，那个不合群、每天阴沉沉的苏策。书生诧异地看了眼苏锦，闷闷地应了声，也没拒绝，转身便向着舍间走去。苏锦等了许久都不见他二哥，更没见到那书生，正想让系统帮他锁定下人，就见那帮忙传话的书生神色慌张地向他跑来。苏策他来不了了，被先生带走了，说他偷东西被抓住了。书生磕磕绊绊地说着。
苏锦听完，双目一沉，面无表情，可还是吓得书生硬生生往后退了一步，不敢靠近。这些东西全送你了，谢你来通知我。说完便把手中一包包东西全塞他怀里，大步离开了。书生惊得愣住，这般多，他这是不用再为下月饭事发愁了。随即面露喜色，他与苏策并无交情，一开始帮忙也只是为了那枚鸡蛋，可够他一天的饭食呢。后面跑来通知，也只是看不惯严星等人嚣张的行径，心生同情罢了。这苏策也算可怜，竟招惹上了那种纨绔子。苏锦绕到私塾右侧，找了面墙，单手撑住，一个侧身利落的翻了进去。这私塾一般外人是很难进来的，他只能选择这办法了。照着系统的指示，一路绕行，本还想着找个人问问带个路，忽地书舍的一侧传来呵斥声，苏锦抬脚便走了过去。你说你没偷，好啊，那你倒是说说，你这舍间如何来的这般精细的笔墨？爷倒是想听听你要如何辩解。对，苏策，你家中何情况我们都心知肚明，前些年连书本还是先生赊给你的，穷得连饭都快吃不起的人，你如何能买得起这雅墨阁的上好笔墨？一围观的同窗书生附和着说道。富家公子扮相的严星嗤笑着踢了踢脚下散落的一小块墨盒，眼中的恶意显露无遗。你可知你手中这墨价值几何？2两银子一块，你买得起吗？苏策凝眉愣住，这墨，他能感觉出这与自己平日所用要好上很多，却不知这般贵，相当于1年的束修，这苏锦怎么送他？看着苏策阴沉的低着头没说话，众人都以为他这是羞于见人，认下了作为，皆是面露鄙夷。没想到平日里勤奋好学从不惹事的人，竟然内里这般小人行径，作为读书人怎能行偷窃之举？就连在座的被请过来主持公道的私塾先生都忍不住皱起了眉。敢问严公子何时丢了银两？又有何人看见在下行窃？苏策听着耳旁哄闹的鄙夷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阴郁的表情毫无变化，显得与周遭之人格格不入，嗓音清冷地问道。严行一拍折扇，讥笑道：竟还想狡辩，好，爷就让你死得明白。随即手一指，你过来说，那日你看见了什么？只见一灰色长袍，身材瘦小，面色有些许发白，眼角一颗黑痣的书生被从人群中点了出来。苏策清冷的目光掠过那站出的人，动作微滞，这人是他同一学社的同窗刘建仁，他们平日并无多少交集。原来是他。看着苏策望向自己阴森森的目光，刘建仁咽了咽口水，眼神闪烁着，高声道：苏策，你我既同窗，我自是不能看着你一步错步步错。我5日前看见你在严公子房门前停留，原还想你是有什么事，哪知你竟会行窃，你那些上好的笔墨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真是看错你了。说完神情颇为悲愤惋惜，一副自己看走眼的悔恨架势。哦，原来是你诬陷的我呀。苏策悠悠地望着这个满口胡言的小人道，既然是你的一面之词，那就拿出证据来，我自认平日未曾得罪于你。刘建仁假意震惊，你那笔墨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不然你如何买得起？我们读书人最是注重品节，你莫要再执迷不悟了。系统拿针疯狂地扎着小纸人，狞笑道：宿主请不要犹豫，立刻马不停蹄地给这狗东西一脚，让我爽爽。苏锦，安排。苏策刚想解释，苏锦拨开人群，从一旁的众多学子中挤了出来。我隔得老远就能闻到贱人的气息，苏四双手环抱，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是看自己手上有屎就觉得别人脏。你买不起的东西，不代表他人就不配有。狗东西小嘴巴巴的，很会喷啊。看见没？这张银票，你觉得他能买多少副笔墨？苏策是我亲哥，我乐得给他买，关你鸟事啊！就你这脑子，还读什么书？贱人，回家养猪去吧！说完一脚将人踹翻在地。系统点了根烟，缓缓吐了口气道：谢谢，有被爽到。第27章，系统，我想吃辣条，还想吃酸的。苏锦来得快，周围人还没反应过来，但见他直接掏出100两银票时，都呆住了。刘建仁躺下一阵哀嚎，脸色涨红，惊怒道：你是何人？这书院也是你这种女人能来的地方吗？周围学子也从刚才那一幕缓过神，纷纷道：是啊，你怎么进来的？书院不许外人进出。他说是苏策的妹妹。苏策也被惊住了，询问道：苏锦，你这怎么进来的？快回去。苏锦拍了拍二哥的肩膀，没言语，而是转头看向坐在上方紧皱眉头目光不善的私塾先生，行礼直言道：苏锦见过先生，我如何来的这不重要，稍后再说。现在是你们私塾竟然公开污蔑学子，还任由这个贼眉鼠眼的书生胡言乱语，这件事既然无公道可言，还是报官吧。地上的刘建仁听闻要报官，汗瞬间就湿了后背，叫道：先生，这私塾怎能让女子进出，有辱斯文啊，还请先生做主将她赶出去。
私塾主教先生看着这一场闹剧，早已厌烦，心头很是窝火，呵斥道：“胡闹！私塾乃文人雅致之地，怎容你们在此喧哗？刘建仁，你收拾东西离开吧。今日之事就到这里。”刘建仁脸色瞬间苍白，惊叫道：“先生，是苏策，不是我呀！先生，我冤枉啊！”先生摇摇头，还未开口，严兴摇着扇子一步步走了过来，仔细打量几下苏锦，眼中带着些兴味，指挥着他2个跟班道：“既然这位姑娘能一出手就如此阔绰，她的兄长必然也不必去偷那10几两银子，笔墨也有了出处。那么贱人啊，你这一手隔山打牛用得很溜啊，想必爷那银子也是你拿的吧？”他并不在乎这银子到底是谁拿的，盯着刘建仁上下打量，似是找到了新的玩具。说着弯下身子，邪笑着拿扇柄拍了拍他的脸。这位姑娘建议得很好，把她给爷拖到县衙去。刘建仁吓得直接瘫在地上，连连求饶：“严公子，不是我，不是我，都是误会啊！”他下手前早就想好了一切后路。当他看见苏策那个穷鬼突然用上那等好物时，除了嫉妒，更多的是觉得这简直是天赐良机。谁想他竟蹦出个有钱的妹妹出来？这位姑娘不知如何称呼啊？严兴理了理衣襟，摇着手中的折扇，自以为风流倜傥地对着苏锦浅笑着。苏锦也笑着看着他，挑眉指着地上早已被打翻的砚台。严兴一愣，还以为这姑娘是想让他赔偿，刚想出言，便见他俯身将其捡了起来，双手拿起举到他面前，只听咔一声，竟掰断了。断了。严兴眼珠子差点掉出来，这砚台底脱壳是用上好的松花石制成，竟能徒手救。苏锦嗤笑，再敢用那种恶心巴拉的笑脸对着他，想躲你打出来。严兴立马收起了笑容，道：“姑娘，打扰了，告辞。”抬腿便想离去，苏锦捏住手里的一块碎石，向其腿部射了过去。“爹让你走了吗？不会说对不起，是没长嘴吗？”严兴只觉腿部一痛，猛地单膝跪了下去。向来秉性桀骜的他如何能忍？愤怒道：“你敢这么对我？是想死吗？你看我如今的样子，像是不敢。”说着，将手里残缺2半的墨石紧紧攥住，笑盈盈的碾磨着。只见那刀都不易劈开的砚台，在他手中竟化成了粉末，簌簌的往下落。四下瞬间一片寂静。严兴面色悚然，再无半点嚣张，朝着苏策的方向瓮声瓮气的说了声对不起，脚下生风，一溜烟便没了影。苏锦挑了挑眉，吹了吹手里的灰，向四周的书生一一笑着看过去。目光所过处，学子们皆不由得抖了抖。这是威胁吧？这肯定是威胁，日后谁还敢欺负苏策，怕是骨灰都能给扬了。这是来自妹妹的微笑警告哦。苏策面色平和地看着这一幕，眼中的笑意一闪而过，目光变得温柔了许多，不再是一贯的阴沉，多了一丝无奈。不管他是不是从前的苏锦，他都不在乎了。自从上次回来后，这么大的变化，苏策怎么可能发觉不到？就算娘他们被忽悠住了，可他却没那么容易糊弄。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短短一段时日变化那么大？他想过很多可能，但是现在都不重要了。她就是他妹妹，虽然为人强势，却也更温暖了，像天边的烈阳，照亮了家中的每一个人，也照亮了他的心。苏策望着天空，微勾起唇，散去了一身的阴郁。从私塾出来时，已经临近傍晚，朦胧的暮色倒映着苏锦回家的路。系统，你那有辣条的制作方法吗？馋了。苏锦忽然出言问道。系统猛，辣条？对啊，说来奇怪，就突然很想吃辣的，再带点酸就更好了。已经找到了辣椒，怎么能没有辣条？耿啾啾越吃越上头。等我回去先试着做，你帮我找找制作方法，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经常背着我刷抖音。系统秒怂，超小声道：“我只能叙述给你哦。”这种事其实是不被系统规则上允许的，容易打破世界的秩序。但是系统2250，他现在已经彻底咸鱼了，放弃拯救自己。每日嗑瓜子，刷视频，他不香吗？爱咋地吧。他就破罐子破摔了，就一个小辣条还能咋地？难不成还能开成连锁，当这大元朝首富？他信才有鬼咧！行，配方差不多就行了，很多调味是这个时代没有的。一人一桶聊得正起劲，突然瞟见马车前方的路躺着个人，苏锦皱眉，跳下马车走上前去。老爷子醒醒！看着呼吸正常，眼珠子还在乱动的白发老者，苏锦心情有些复杂。这装就不能装像一点吗？您这眼珠子他难道是有自己的想法？苏锦见人还是不动，上了马车，掉头换了一条路走。可这还没多久，只见原先躺在地上的老者脚步飞快地窜到马车前，身子一歪，又躺了下来。苏锦他确定了，这明显就是碰瓷，还是演技拙劣的碰瓷。老爷子，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天快黑了，我还等着回家吃饭呢。白发老者一听到饭，立即跳了起来，没错是跳，那架势比年轻小伙还利索。用膳。
说罢，可怜兮兮地看着苏锦，这可怜的小眼神，谁受得了？他能干净利落地收拾渣渣，心肠很硬，却对这样的老人毫无办法。叹了口气，算了，您家在哪？我送你回去。瞧着老者一头白发，年岁怕是不低，衣着也很是简单，身上也没任何饰物，却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视觉。苏锦忍不住放轻了声音：“不记得了。你是忘记家在哪了，还是什么都不记得了？”“都不记得了。用膳。”老者摇了摇头，又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用膳？什么人家会说用膳？好了好了，怕了你了，走吧。那你先跟我回去，我再帮你找找亲人，总不会是凭空冒出来的吧？苏锦上前扶起他，刚想帮他上马车，谁知这老爷子动作那叫一个快，一个跳跃就上了车，相当自来熟的进了车厢，靠窗坐下。苏锦，第28章，这个世界有修道之人吗？外面传来马车的响动，苏小弟第一个跑了出去，肯定是他姐回来了。他最近白天都在村里的私塾识字，和姐姐相处的时间变得少了，还失落了好一阵子。姐，你回来了，娘给你焐着饭食呢。苏小弟一把抱住苏锦，轻昵地蹭了蹭，待见到苏锦身后的老者时，立刻规矩地挺了挺身子，小声问道：“姐，他是谁啊？有客人上门。那我去叫娘。”转身哒哒跑进屋里，通知秦氏。秦氏疑惑：这时辰咋还有人来？小锦，这是……娘，这位老爷子是我半路遇上的，什么都不记得了，看他可怜就带回来了，我明天就带他去找找亲人。苏锦讨好的笑笑。秦氏一愣，这是不认识的。瞪了一眼笑得乖巧的苏锦，无奈的用手指点了点他的额头，连忙整理一番，拍了拍衣服，转身看着这位衣着简洁的老人家，笑着道：“您贵姓啊？别担心，今晚就住我家吧，明一早让小锦带你找人。”用膳啊，用膳。哦，意思是饿了是吧？您先进来吧，我去做。锅里正好还热得有饭食，秦氏又多下了碗面，打了2个鸡蛋，便端着进了屋子。苏锦努了努嘴，瞅着这会子正襟危坐的老爷子，他这一坐下，显得他们家这木凳子都高级了起来，说不清哪里不同，就是感觉很有气势。再瞅瞅他自己，输了，这老爷子该不是什么官老爷吧？可这年纪也太大了点。老爷子端坐着，感受到苏锦的打量，眼睛一瞥，赏赐了他个轻飘飘的眼神。老爷子，您真是什么都忘了？老爷子没有说话，只是定定地望着他，犹如在看傻子。苏锦心里气得吐血，刚遇上那会咋不敢这么看他？这才到家就原形毕露了。面对一问三不知，现在还一副大一样的老爷子，苏锦是真的头疼。但凡换个年轻点的，他都能。清晨，炊烟袅袅，薄薄的云雾自天边晕染开来，空气中还残留着露水的湿气。苏锦打着哈欠推开窗，他娘和嫂子早已经在厨房忙活，苏小弟也在小木桩上背诵着什么，连最小的苏妍和妞妞两兄妹都在帮着喂食鸡鸭，一切都显得安静祥和。直到把视线转向院中的某处时，苏锦打哈欠的手顿住，有些愣神。这是修仙呢？白发老者还是身穿昨日的那一身月色长袍，此刻双腿盘坐在院中最大的原木桩子上，两手置于腹部，面色平静，双目紧闭，规律的吐纳着，再配上清晨的雾气，看着像是随时将要飞升了。系统谨慎地问一句：这个世界没什么修道之人吧？放心，宿主，这世界没有灵气，不存在修行之人，最多有些骨骼精气的习武之人。那老爷子这是在修行？寂寞。系统推了推眼镜，鄙夷的瞅了眼没见识的宿主，小手一背，装作知识渊博的样子道：这是养生吐纳之法，就类似于现代的冥想、打太极一类功效。苏锦挑眉，他不是失忆了吗？还带选择性的？这话系统没法回，因为他也不晓得，果断单方面挂机，他要去补觉了。小锦起来了，说着努努嘴，向苏锦示意让他看向院中的人。娘，老爷子这是在养生，不然人家能这么大年纪还生龙活虎的，那都是有原因的。秦氏似懂非懂也不再问，转头便忙活去了。臣服。一婢女脚步匆匆走到一处宅院深处的庵堂外，轻轻朝内唤了声：夫人，有您的信件，是刘府的文霜小姐派人送来的。严氏一身素衣，半掩着眸子，跪坐在蒲团上，柔和的面容未施粉黛，而颜色如潮，气度很是端详，周身散发着宁静祥和的气息。此刻听见门外的传话，转动佛珠的手顿了顿，这二房的表小姐给为何将信送到他这里？进。婢女春雨恭敬地将手中的信件递上，严氏缓缓地放下手中的珠子，一旁随侍递上帕子，进了净手，素手接过春雨手中的信件，定眼去瞧，本是毫无波澜的眼眸忽地睁大，拿信的手微颤。这是？严氏常年平静的面容罕见地露出一丝喜色，吩咐道：去请大少爷过来。婢女诧异，忍不住多瞧了眼，何事竟能令夫人如此高兴，连连应是躬身快步离去，看来是和大少爷有关。
陈北清闻讯，心下诧异来得极快。母亲往日多是令小厮去前院寻他，甚少会直接让自己的贴身婢女通传。这厢刚听闻，便急急地赶了过来。母亲，您这是何事传唤儿子？这般着急。来人一身蓝色锦袍，步伐稳健，身材伟岸，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看得出是个习武之人。只是右侧的脸庞赫然一道深且长的疤痕，如肉瘤般横亘着，显得狰狞可怖，亦破坏了整张脸的俊美。严氏闻言，定定地打量着儿子右侧的面颊，心中的哀痛一闪而过，微敛情绪道：“北清，母亲刚收到刘府表姑娘的来信，言道寻到了可以修复你脸上疤痕的伤药，你可愿意去一试？”说完，小心地看着这个他最为出色的儿子，心中忐忑。那道疤痕，与其说是对大儿子有影响，倒不如说是他心中的一块心病。每每看到，就忍不住想到多年前那日的景象。想到此，猛地捂着胸口，急速喘息起来。娘，你怎么了？可是又不舒服了？陈北清刚想拒绝，还未言，便看见他娘神态不对，顿时慌了神，焦急的厉声吩咐下人：“快去请大夫过来。”严氏一把抓住他的手，拍了拍，缓缓道：“娘没事，老毛病了，不用再折腾了。刚才说的事，你如何想？”见他娘这般，还在惦记着自己，陈北清哪里还会拒绝，连忙安抚道：“好好好，我定前去查探清楚。娘，你快好好休息。”陈家作为京城中的顶级士族之一，声望极高，陈家儿郎也多是朝中重臣。而陈北清作为陈府大房的少爷，府上为了他这个脸，不知请过多少名医，连宫中的御医都请来了数位，皆是无果。他也早就放弃了。作为男儿，他并不在乎这刀疤，就算因此遭受异样的目光，也无人敢在他面前说道。只是他娘却格外的在意，这些年从未放弃寻找办法。这次传信来的刘府姑娘，本是府上二房夫人的侄女，是万万没胆子在此事上信口开河。为了安他娘的心，那便去看看吧，内心并不抱期望。严氏一听，灿然一笑，欣慰道：“好，那柳姑娘虽是未曾打过交道，却也在二房那远远见过，听闻是个好姑娘，断然不会无的放矢。你去看看也好。”“是，母亲，就当安她的心吧。”第29章，老爷子这般厉害，究竟是何人？这厢得知陈北清将要亲自前来的柳文霜，心中狂跳，眼中的喜色怎么也掩饰不住。他本是可以直接拿了药丸送去，但是不知怎么的，想到那个救过自己却未曾记住他的人，心中猛地划过一丝妄念，挣扎一番，还是决定改了信中的内容，言道：“需本人前来方可妥帖。”他只是想有个能接触到他的机会，哪怕希望渺小，也要争取一番。天空中阴云密布，隐约雷声传来，窗外的雨淅淅沥沥的下，偶有冷风呼呼的吹着。苏家的厨房却是一派热火朝天。“娘，你那糖放少了，刚才的味道还差那么点甜味。大嫂，你做的这个辣椒放多了，这都能把人当场送走了。不行不行，再重新来。”苏锦一边尝着，一边煞有其事的点评着：“小锦，这叫辣条的东西也太难做了吧？这么多调料，还要用到粮食，娘嘞，这得多金贵啊！”大嫂卢氏看着这细细长长的东西，百思不得其解，这玩意又是油又是糖的，还有这个叫辣椒的，这也太能霍霍了。不赞同的看了一眼他这小姑子，叹了口气，还是认命的继续揉面。苏锦打了个饱嗝，一边在心里和系统沟通着，配方都是系统找来的，因为这个时代很多材料都没有，只能不断的尝试简化。不过幸运的是，他在山上找到了孜然和花椒，也算意外之喜了。不仅可以做辣条，这火锅也可以整起来了。开个辣条小作坊，再开家火锅店，小富即安，完美。他没多大追求，这以后就这样闲鱼的过着吧。他不会想到，在不久的日子里，他将为现在的想法啪啪打脸。本是苏锦在厨房折腾，但在见到他将面弄得到处都是时，他娘秦氏和嫂子果断地把他赶了出来，接过了手，才有了现在的场面。目前还只是确定配方，等到他庄子建完，辣椒、孜然、花椒大面积种起来后，再一点点往外产。他要让这个时代也体会一下被辣条支配的魔力，那是种又爱又恨，越吃越上头，吃了就后悔，下次还想吃的精神小零食。为了适应这个时代的口味，苏锦特意降低了辣度，中和了甜度。等到都适应辣椒以后，他准备再推出重辣、魔鬼辣。越想越美，他要叉腰笑会，哇哈哈哈！此刻被苏锦带回来的老爷子坐在苏家的走廊上，悠悠地望着这个独自傻笑的女娃，又像是在看一个傻子。迎着目光，苏锦立刻收敛笑容，假意正经地咳了咳嗓子。老爷子已到苏家10来天了，除了最初苏锦还会每日积极地帮他寻亲人，后面也就放弃了，默认他住了下来。平日除了吃饭时并没有什么存在感，也不多言，大家都当他是失忆导致如此。直到几日前的一个下午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在众人心中的印象。那日苏家二郎苏策私塾休沐归家，饭后正伏于案前书写文章，却被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得蒙圈了。待起身看见身后的人时，更是一脑门子雾水。
这不是苏锦带回来暂住失忆的老爷子吗？就算是平日清冷无人气的苏策，也面露呆滞，惊在当场。这老爷子为何会打他？还不待问，只见那总是一副气定神闲模样的老爷子，突然面色严肃起来，对着苏策就是一阵厉声怒喝：“你这也叫文章？这字也堪为字？5岁的孩童都比你写得好，这么些年你就学了些这个？”苏策被老爷子突然爆发的气势吓得愣在原地，不敢动身，也不敢反驳，不知为何竟真的感觉到了羞愧，乖乖的低下了头。苏策要说学问还真没有多差，至少在私塾是排进前几的，往年也是运气不好，没有赶上县试，才一直没有取得秀才功名。如今被人贬低至此，却丝毫生不起一点反驳之意，只觉羞愧难当。也许是老爷子周身气势太吓人，苏策不敢出言。苏锦闻声而来，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场景。老爷子犀利的目光一扫，也不言，只是挽袖拿过苏策桌上的笔墨，手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嫌弃，还是摆开了纸张，大笔挥洒了起来。苏策和苏锦一步步凑了过来，就连刚到门外的苏家众人也都伸头凑过来看。这阵您这次苏策瞪大了眼睛，惊呼出声：“先生，您究竟是何人？这次就算是我们书院壁挂上珍藏的那副冬青的真迹，都不及这10分啊！”说完后退一步，恭敬地朝着老爷子就是一拜，目露崇敬之色，整个人激动得微微喘息，面色涨红。他妹妹到底带回来了何等人物？苏锦虽然不是很懂书法，但也能看出老爷子这字很是苍劲有力，气势磅礴，每一笔每一画都像是活了一般，震慑人心。苏家其余人那更是两眼摸瞎，但见到平日情绪内敛的苏策这般激动，便也能知晓这老爷子何等厉害，纷纷投来敬重的目光。对于文人那是有着天然的敬畏，更何况还是这般厉害的。哼！老爷子这次难得没有装沉默，轻轻地瞥了一眼众人，随后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刚至门外，转头看着还在激动的苏策，吩咐道：“往后每休沐日过来寻我。”苏策闻言一愣，很快反应过来他的意思，身体激动地颤了颤，俯下身大声道：“苏策谢先生指点。”老爷子没有理会身后的惊呼，大步离去。就当是住在这里的报酬吧。收回思绪，苏锦靠在厨房边，回想着那日的场景，至今还觉得有几分不可思议。从那以后，他娘秦氏那是拿出了看家本领，饭菜更是精细了不少，俨然是把老爷子当大佛供了起来。第30章胎梦的前兆。阳光一寸寸的打进室内，苏锦半眯着眼，慵懒的打了个哈欠，缓缓起身，揉了揉发胀的脑袋，神情有些迟缓。这一晚上的梦搅得他脑袋都疼，梦里2条胖龙还有一只胖锦鲤带着他飞了一晚上，竟为了他要坐谁身上，3只打得不可开交。这他娘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梦，毫无逻辑可言。苏锦愣愣地坐在床上，两眼发直，缓了好一会，拿起床边的衣物，忽然手顿了顿，总觉得他最近这是胖了，都怪他娘的伙食太好了。苏锦暗暗地在心里给自己找着借口。瞧着外面已近5时，叹了口气，看来他今日不仅要去给柳姑娘送药丸，还得去找个大夫看看，怎么见天的睡不够，这穿越后遗症也太久了吧。锦啊，快来吃饭，你大嫂给你温着呢，你这也不要太辛苦了。庄子不是快要建好了吗？也不需要你天天去看着，你舅舅他们会给你盯着的。秦氏看女儿每日犯困，还当是平时太辛苦的关系，忍不住一阵担心。苏锦嘴里叼着块肉饼，含糊道：“舅舅他们又早起去干活了，娘我再给你些银子，你多备些好的吃食，工钱咱多给点。”秦氏瞪了一眼：“那还用你说？放心吧，吃得好着呢。上次回去你姥姥还说他们几个出去干活竟还给自己整胖了，当他们在偷懒呢，一人还抽了1巴掌脸。”听着秦氏学着他姥姥说话的语气，苏锦乐得嘿嘿直笑。饭后驾着马车朝着县城驶去。因是得了吩咐，下人直接领着苏锦进了江如烟的内院中。这时柳家姐妹早已等候多时，主要是柳文双心急，早早的便在此不时的伸头张望着。苏姑娘，你可算来了，药丸带来了吧？说着双眼放光的盯着苏锦，面露期盼。给苏锦也是痛快，直接取出药丸递上前去，道：“这效果可能会不如江小姐那般，会留下些浅淡的印子。”柳文双见苏锦说辞如此笃定，也算心中大定，小心的捧过药丸，令人将其装起来，妥善保管，才继续道：“苏姑娘，大恩不言谢，这报酬你尽管开口。”苏锦来时早已想好，这会子也不卖关子，莞尔一笑：“就铺子吧，丰原县东方市那块的商铺，至于具体的，柳小姐看着来就好。这钱有了，地庄子也有了，就差铺子了，齐活。他自己固然可以买，但是手续繁多，且好的地段并不是只有钱就可以买到的。但对于能和知县府结亲的柳家来说，这不过小事一桩。过了今日，在看到那药丸效果后，为了还有日后，
想来更不会随意给他个犄角旮旯的铺位。计划通，系统打断苏锦的畅想，弱弱的问道：“宿主，你还真打算靠着那辣条赚银子啊？这玩意也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啊。”苏锦斜了一眼他，略带嘚瑟道：“你不知道什么叫薄利多销啊？更何况我也没打算只卖辣条，火锅这种王炸产品，它不香吗？靠着火锅引流，辣条这种新奇便宜的东西还怕没人买？只要有人吃，嘿嘿，你还小，你不懂。”苏锦一副系统你没见识的样子，单方面挂机，不再理会。而这边柳文双在听苏锦只是要商铺，心中不由得舒了口气，目光更是赞叹地望着他。定如姑娘所愿，苏锦想到自己还要去医馆，便起身告辞。这厢刚走，柳文双也面色急切地朝着一处酒楼前去。苏锦一路来到东方市，本想直接去医馆问问情况的，谁知今日这人异常的多，忍不住皱了皱眉头，眼望四周，还是决定先吃点东西，等会再去。正巧医馆的一侧正通向酒楼的左门，想也不想便直接拐了进去。望东楼作为丰原县目前最大的酒楼，其菜色自是不必说。苏锦点了稻酸溜肉和炒青笋，慢悠悠地吃着。而在这仅一墙之隔的雅间内，柳文双目露羞怯地将一药瓶递到面前的男人身前，柔声道：“这便是那信中所说的药丸，当初丰原县的千金。”随后缓缓地讲述了江如烟的面部变化情况。陈北清听罢，面色平平，指腹轻轻地捏着那枚药丸，随意地打量着，淡声道：“哦，世间既还有这般奇药，倒是叫我更好奇那女子的身份。”柳文双听他对苏锦感兴趣，心头一提，连忙道：“那女子不过是一农家之女，并无特殊，想来这药也是求人所制。”陈北清轻笑出声：“农家女吗？能拿出这般成色的药丸，就算并非亲制，又怎会是普通农女？”他也不欲多言，直言道：“此番还要多谢柳姑娘，不管这药效果如何，我也承姑娘的情。姑娘日后若有所求，当尽力而为。”说罢翻手随意地收起了药瓶，起身行了一礼，便准备告辞。这趟过来也算是完成了母亲的嘱托，至于这药嘛，他也没想着要用。于他而言，这疤痕无甚紧要，而这药丸还需要再谨慎一些再做决断。柳文双听闻他要离开，面露焦急，不顾羞怯道：“陈公子请稍等，你还记得2年前在清平关救下的那架马车吗？小女就在其中，多谢公子当日相救。”说完，面色一红，眼含春色，款款起身，屈膝施了一礼。陈北清离开的脚步微顿，并未回头，道：“举手之劳。”随即抬起右手挥动2下，便大步离去。柳文双神情失落，痴痴地望着离去的背影，心中怅然若失。下次再见，不知要到何时了。相比柳文双心中的酸涩复杂，苏锦这边倒是悠闲自在的很，打着饱嗝，和系统斗斗嘴，很是惬意。第31章，你说我怀什么了？怀孕？他目前所在的正好是一个靠窗的位置，看着下方的医馆人不算多了，苏锦叫来小二结账。咦，那个人的脸倒是不多见。顺着2楼的窗户，正好瞧见一位身材英挺的男子侧过身子的模样。苏锦并无恶意，只是有些好奇，这般情况竟与柳家小姐所描述的很是相像，便不由得多看了几眼。陈北清自小习武，感知何等敏锐，豁然抬起头，如鹰的利眸猛地直射而来。系统幸灾乐祸道：“哦吼，被发现喽！”苏锦翻了个白眼，淡定地转开视线，丝毫没有不好意思，起身离开了位置。而下方的陈北清眼中的神色却从不悦慢慢变得疑惑起来。虽是两者相距不近，但隐约地瞧着这女子怎么这么眼熟。还不待他踏步前去细瞧，人已经收回视线离去了。心头有些疑惑，面色不自觉便沉了下来，紧锁的眉头让右侧的脸庞显得越发狰狞，形如煞神，吓得路边的行人纷纷避散开来。是母亲，对，是像他母亲严氏那双眼睛。想到此，陈北清猛地望向2楼那处窗子，往回疾步而去。看到早已无人的座位，他微微喘气，拉住正在收拾的小二，便问道：“这里坐着的姑娘呢？”小二不悦地抬起头一看，险些被这狰狞的面容吓得跳起，在陈北清锐利的眼神中赶忙低头，颤声道：“那姑娘已经走了，就从那侧偏门走的。”闻言转身便去追。毫无所知的苏锦按着来时的原路，直接拐进了医馆的大堂，随意选了位大夫，便坐进了隔间等候着。见大夫进来，苏锦抬眼望去，这竟还是个熟人，之前将如烟来面诊时便指明要的那位冯大夫。冯大夫进了手，正在擦拭的动作也是一顿，显然是记得苏锦。原来是姑娘你啊，那日之事还要多谢姑娘相助。冯大夫客气地笑了笑。苏锦知道他说的是那日扶人之事，毫不在意地说道：“我也收了报酬的，不足挂齿。毕竟那日的药费还给自己免了呢。姑娘今日来可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冯大夫见他面色红润，不像是有什么问题，
心下也是随意的问道：“我这整日犯困，这算不算什么毛病？总觉得自己睡不够，你帮着看看。”冯大夫本是随意的心情，一听此言，立刻打量的望向他，正色道：“可是食量也有所变化，口味特殊。”苏锦一愣，还真是准了，突然会很想吃辣的，算是口味特殊吧。追问道：“对，是有这样的情况。我这是……”冯大夫未言，只是看了眼苏锦，道：“请姑娘把手放在脉案上。”好。片刻，冯大夫起身收起脉案，抬手抱拳道：“恭喜姑娘，你这是有孕了，已有2月左右。”苏锦只觉得脑瓜子嗡的一下，他是幻听了吗？这位大夫刚才在说什么？系统手里的瓜都掉了，惊得显出一阵乱码，差点死机。啥玩意？他宿主从哪来的孩子？他不是天天跟着呢吗？不对，他刚绑定那几天，发现绑错了宿主，曾经切断过联系一阵子，就那么几天，他家宿主就弄出个孩子。苏锦目光呆滞，不确定地问了句：“我这是有什么了？”冯大夫耐心地再次言道：“有孕了。”苏锦两眼发直，都不晓得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馆的。他几辈子这就有孩子了。系统捡起地上的瓜，继续啃了口，悠悠道：“嗨，朋友，你还好吗？这以后岂不是要多一个人花他银子？”苏锦就是这般丧丧地回到了家。小侄女妞妞第一个冲了过来，抱住姑姑的腿，甜甜地叫着。因为伙食好了的缘故，小小的女娃也不再是原来的黑瘦模样，有肉了，微微成型的包子脸倒是显出了几分可爱。苏锦一瞬不动地盯着她瞧，心中猛地开阔了许多。算了，都已经这样了，再想多也无用。小孩子嘛，还是挺可爱的，生下来就养着呗。姑姑，有婆上门。妞妞小手指了指里面。苏锦瞬间意会，这是有客人上门啊，笑着点了点头，一把将她抱起，向上抛了抛，逗得女娃哈哈大笑。系统看她这动作，心中一提，你可悠着点。放心，我这身子壮实着呢，若是我这种经过淬炼的体质都能让孩子有事，那还真是见鬼了。系统见他心里有数，也不再说什么，扶了扶镜框，埋头翻起了育儿宝典，收录各种育儿帖，俨然一副要把自己发展成养儿系统的架势。哟，苏锦回来了，瞧瞧这模样，真是越来越标致了。这谁要是娶了，你可真是极大福气喽。说完便用大红的帕子掩住嘴，笑着打量起他来。心下暗想，一个女娃能有那一大块地，谁要是娶了她，这可不就积福了吗？就是可惜她娘家没什么是年纪的侄孙，哎，可惜了。苏锦，这谁？只见这妇人年约50上下，面容很是丰腴，身着花色外衣，眉眼带着柯痣，嘴唇也是涂着厚厚的红色蜜汁，笑起来使脸上的粉扑扑的往下掉。苏锦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娘，这位是……他不明原因，只能把视线转向秦氏。秦氏瞥了眼他，介绍道：“这是我们镇有名的灵媒婆，她这是来提亲的。”说完，小心翼翼地看了眼苏锦，他这女儿总归是要嫁人的，所以在这灵媒婆上门时，他没有一口拒绝，总要先打听清楚再说，说不来就真的合适呢。提亲？谁要嫁人？你呀。秦氏说完觉得不妥，赶忙补充道：“只是先问问情况，还没到那一步。”哦，那就不用麻烦了，我没想嫁人。苏锦轻飘飘地回道：“他是要娶夫的，嫁什么人？不过现在有崽了，这夫也娶不成了。”想到这又有一丢丢失落。秦氏话还没到，巴掌就先到了。胡说什么？哪有女娃不成亲的？说完又瞪了他一眼，不再理他，笑着转头望着灵媒婆道：“现在小景也回来了，您这说的是哪家公子？”灵媒婆闻言，老脸瞬间笑成了一朵老菊花，一把搂住秦氏，佯装打趣道：“大妹子，你好福气哦，这女儿不仅能干，这未来的女婿也不差呢。就是你们村那个许家秀才公啊，那可是村里唯一的秀才老爷，好福气啊！”秦氏微皱眉头，原来是许家的许清之啊。那人他有印象，为人平日高高端着，看人都不是正眼的，很是傲气。但是想着这也是他们村目前唯一的秀才，有些傲气也正常。秦氏拿不定主意，手肘倒了倒身旁望天的苏锦。第32章双星将士，福星高照之象。你自己怎么看？娘啊，什么怎么看？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我没打算嫁人啊，您啊就别费心了。秦氏差点被他这没心没肺的样子气得绝过去，还没骂出口，这边的灵媒婆双眼一眯，赶紧笑着道：“这许家的秀才公可是年少有为，前途不可限量呢。苏家女娃你可不能意气用事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谁稀罕这个店啊？他可是要开连锁的呢。苏锦心中不耐，假笑着点了点头，便自己回屋休息去了。秦氏见他这般也是无奈，笑着回绝了灵媒婆。灵媒婆哪里甘心，还想再劝，可是人正主已经走了，这秦氏也只是陪着他打转悠，一句承诺也没有，直到磨蹭到傍晚，才心有不甘的离去。呸！这许家承诺的2两银子就这么泡汤了。灵媒婆心中恼怒，暗骂苏锦不识好歹，却也无法。
秦氏这边被迫拉着说了那么久的话，已是口干舌燥，猛灌了湖水。见大儿媳已经做好了饭食，这才径直来到苏锦的房间，看着那个在榻上躺得直挺挺的人，既是生气又是好笑。你这什么睡姿，净搞怪，等下要吃晚饭了，快起来。说着伸手拍了拍他，又忍不住唠叨起来，你说你到底怎么想的？这女娃早晚是要成家的，你现在不好好选一个，日后可不就是别人挑剩下的。苏锦她可不是为了搞笑，这一下得知自己怀孕了，总觉得怎么睡都会压着崽似的，翻了几个身，还是选择正面躺平最好。系统，他挠了挠头，深感无奈，给这宿主科普了很多常识，愣是听不进去。刚才还嫌弃孩子的人，这会比谁都要在意。娘，我怀孕了。苏锦本就不是什么会藏着掖着的人，要不是刚才有外人在，他一进门可能就说了。他并不觉得丢人，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秦氏只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一道雷劈中了，脚下发软，身子一歪，险些栽倒在地。苏锦吓得赶紧跳下床，一把扶住他娘，这是太惊喜了。系统，是不是惊喜你心里没点 AC 数啊？锦啊，娘刚才是不是幻听了？你说啥？秦氏双手紧紧抓住，目露期盼地望着苏锦。苏锦有些不忍，但是长痛不如短痛，这种事也没法隐瞒，神情郑重地开口道：娘，你没听错，我怀孕了，今日去医馆大夫诊脉出的结果。秦氏期盼破灭，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开始不通畅了，几番动了动唇，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嗓子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似的，开不了口。最终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心中就如压了块大石一般沉重。秦氏看着这个自己一手抚养长大的女儿，心中愁苦，一双粗糙的双手捂住脸，可要如何是好？苏锦见他娘这般难受，心里也不是滋味，有些后悔自己太过冲动了，毕竟这是古代，思想上还不能接受未婚先孕这种事。可是这个孩子他也不能不要，既然来了，那就是自己的缘分，他会好好爱他。正待苏锦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时，秦氏抹了把脸，长舒了口气，问道：这孩子你要怎么办？孩子他爹是谁？苏锦微愣，不知道要如何解释这孩子的来历。面对他娘通红的双眼，他做不到隐瞒，便把话全说了，除了自己穿越，一五一十的都跟秦氏坦白了。秦氏听完也不哭了，就这么盯着苏锦一阵看，心情很是复杂。他不知道该哭还是该庆幸，愣了好半回都没说话。他女儿这是毁了人家男人的清白，可这话怎么想着就那么别扭呢？不过他更庆幸小景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安然回到家，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秦氏赶忙双手合十朝头顶拜了拜，真是神仙保佑。两相对比，孩子的事倒没那么重要了，人平安回来就已够了。行了，现在也都这样了，孩子你自己多注意着点，好好生下来，娘帮你带。秦氏叹了口气，认下了，大不了以后他帮着带，家里还有3个舅舅，总是差不了的。平复了下情绪，又道：至于这孩子的爹，以后对外就说你离家那段时间在外成亲了，夫君已经病逝了才独自回来，总不能以后让人说嘴，对孩子也不好。尽管这话也不见得外人会信，但是总要有个由头。苏锦虽是不在乎，却也知道他娘这是为他好，老实的点了点头。这孩子既然决定生下了，你就要有个心理，怕是难再嫁人了，可不能日后因此埋怨到孩子身上。拍了拍苏锦的手，总归是心疼女儿，怜惜道：好了，休息着吧，没事就别瞎跑了，你日后想吃什么就告诉娘，娘给你做。苏锦温柔的摸了摸肚子，神色郑重的保证道：娘，你放心，我会好好养着，把她生下来，日后也定会好好爱她，她绝不会后悔，毕竟这也算是自己来到这异世的第一份礼物。同一时刻，远在京城郊外的清平观望星楼上，一位长须飘飘、年过60的白衣道长忽地从蒲团上站了起来，望着空中骤然大亮的繁星，面露惊色，颤抖着手拿出怀中的罗盘，努力定下心神，细细掐算。快，备车，去皇宫。道童一惊，连连应是，快速前去准备。太和殿内，明元帝端坐案前，眉宇紧锁，一瞬不瞬地盯着面前的奏章，眼中划过一抹凌厉，重重地拍下奏章。只见那上面赫然写着选立太子事宜。轻叩御案，一黑衣暗卫如鬼魅般闪现，恭敬地跪在下手，厉声道：据查探大皇子近来行踪，都和哪些人有过接触，一一来报。是。说罢犹如从未出现过一般，消失不见。太监总管常德脚步匆匆，小跑着来到御前，小声通禀道：皇上，清平观的青云道长殿外求见，有要事相报。明元帝瞬间抬起头，惊异道：青云道长，快快有请，朕自己前去。说罢一甩袖袍，疾步向着殿外走去。青云道长见到皇帝亲临，微微欠身行了道家之礼。明元帝大步向前，双手将人扶起，欣喜道：道长无需多礼，敢问道长此番前来有何要事？是厉王的事有了。青云道长面色肃穆，一缕胡须，缓缓摇了摇头，并未言语。
明元帝瞬间面色凝重，这是有大事发生，立刻会议，将人带入内殿，禀退众人。道长请直言。今日贫道观天象，发现有3颗异星突起，皇上可知贫道看见了什么？是地星之象。明元帝惊诧，面色一肃，连忙问道：道长此言当真？那这地星所在何处？青云道长摇了摇头，沉重道：若只是1颗也就罢了，贫道都以为自己是看花了眼，难道还有1颗、2颗地星？怎么会？此后贫道又测了一卦，确实是双星降世，福星高照之象，这是从未有过的奇观，不知是福是祸啊。说完深深叹了口气，眉宇间尽是忧愁。这天下难道是将大乱了吗？这江才安定100余年，这百姓异星所在，道长可有推测？明元帝来回踱步，焦急地问道。贫道测算不出，此3颗异星早在2月前便已出现，隐隐地挂在空中，周身很是晦暗，只在今日不知为何光芒四溢突然显现，才让贫道窥见1、2。青云道长也是疑惑，这3星之前虚无缥缈，像是随时会消散，他虽有疑惑，却并无多关注，哪知今日却犹如打破了禁锢，显出势不可挡之象。明元帝心下沉重，地星若不是出自皇家，日后势必将是危害。道长曾经不是说过厉王有帝王之相吗？为何这又出了？明元帝眼中划过深思，疑惑道：厉王犹如龙哥浅滩，虚立死劫，方可翱翔。皇上无需挂心，厉王死劫已过，至于这一星，请恕贫道无能，天机不得窥见。听闻厉王死劫已过，明元帝顾不得再想一星之事，神色大喜，忍不住来回踱步，连连叫好。好，这可是朕近来听闻最好的消息。第33章，3个仔出来了。隔日一早，常德便带着皇帝的谕旨来到厉王府上，随行的侍卫抬着一箱箱东西，看上去格外隆重。如此大的举动，自是避不过有心人之眼。很快各府主子便得到了消息，府上的花瓷器具又都遭了殃。明觉今日一袭黑色锦缎朝服，腰间金丝流云纹裹身，整个人风神俊朗，又透着与生俱来的高贵。身形挺阔，黑发竖起，以镶玉鎏金冠固定，五官棱角分明。此刻看着跪于下手回话的护卫，薄唇轻抿，一双眼眸如寒星，令人望而生畏，不敢直视。名单上的人一个不留，下去吧。这些前世背叛过自己的人，他定会给他们个痛快。侍卫心惊，闻言躬身应是，闪身退下。见厉王处理完要事，管家立刻上前通禀：王爷，常德公公领旨已在外候着，您看。传。常德手执谕旨，迈着碎步疾步走来，见厉王就要上前接旨，忙后退行礼，像往常一样满脸堆笑道：圣上嘱咐，厉王殿下不必多礼，圣旨交由您自己细看，不必宣读。明觉面容舒展，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早已习惯了。这与其说是圣旨，不如说是皇帝的一封书信，显然是把圣旨当成了自己的传讯工具。与平日里不苟言笑、龙威慑人形象所不同的是，圣旨上的内容格外家常絮叨，字简直密如针眼。明觉扶额，眉眼轻跳，他父皇果然没变，还是一如既往的一写就停不下来，直接跳过前端，看到最后结尾处才知晓事情始末。青云道长身具一番玄妙本领，能掐会算，前世也曾被父皇请进宫中为他批言，所以这死劫之事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可这3颗异星又是从何而来？前世也从未听闻。明觉眉宇紧锁，幽深的双眸划过深思，难道是和他的重生有关？常德见厉王看过圣旨后，一直面色肃穆，不敢多看，赶忙起身告退回宫复命。王爷，臣府有消息了，陈新月一直在寻一人，据描述是一位农家扮相、面容秀丽的女子。此女子曾去过陈府后便再没出现，奇怪的是隔日陈新月便出动江湖上下3流的打手寻人，至今还没消息传来。左翼俯身回禀道。明觉剑眉微挑，显然对此消息很是在意，吩咐道：加派人手，在他之前找到此女子，我要知道她的目的。是。明圣那里将幻武派过去，既然他这么喜欢装废材，那就让他废材到底。眼中的寒意犹如实质，冻得左一心下一抖。他们王爷近来行事是越发狠厉了，全然没有之前的漫不经心，却也更让人臣服。左一不敢有意，应声连忙去办。而制造京城这一切异状的本尊还远在乡野，正呼呼大睡，心下做着美梦，也全然不知多少人正暗中寻他。眼下的平静还未被打破，一切还是最初的样子。3年后，一处3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庄子，被绿意葱葱的植被环绕着。隔世所叠的假山后，那亭台长廊与莲花池相连，可谓是相得益彰。一眼望去的田野被规划得整整齐齐，万物都焕发着生机。庄园西侧的一处书房内，3个长相精致、眉眼灵动的小娃娃正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读着诗句。其中唯一的女娃娃头顶绑着个小揪揪，此刻双手托腮，捧着自己一张肥脸，小嘴不住地打着哈气，小酒窝若隐若现，
一双雾气蒙蒙的眼瞳又圆又润，犹如上好的琉璃般清透。他眼珠子一转，噔噔噔来到自己的同胞二哥跟前，奶声奶气道：“二哥，我不想背书，我想出去玩。”小小的男娃眉眼十分精致，听闻此话，黑亮的双眸余光一瞥，努力地板着脸，紧紧抿着双唇，摆出严肃正经的模样。然而在他婴儿肥的小脸上却显得格外可爱，朝着女娃道：“先生之前要求你背的可背下了，这次我可不会再帮你。我背下了，不信二宝你考我呀。”软糯的小奶音带着骄傲。二宝小眉毛一拧，很是疑惑，妹妹今天怎么这么乖？随即也不看书，张口便问几处早阴蒸暖术，后一句是。乖宝挺了挺小胸脯，颇为自信。小奶音欢快地接道：“啾啾啾啾啾啾啾。”二宝他就不该对妹妹抱什么希望，鼓着包子脸闷闷地转过小身子，不再理他。乖宝见二哥不理自己，瞬间如打蔫的花骨朵，连头上的小揪揪都弯了下来。他歪了歪头，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他不是接的挺好吗？他可是好好数过的，都是7个字呢。哼，你再不理我，我的小翅膀就要带我飞走了。说完，一阵风似的窜到书桌的另一旁，只见一个白白胖胖犹如福娃般的男娃打着小呼噜睡得正香。乖宝小手一拍书桌，明明不大的手掌硬是在桌面留下一处凹陷，也震得男娃从梦中醒来。大宝，你快带我出去玩，只要是你想出去，就一定能躲开护院的人。大宝睡得迷迷糊糊，头顶的呆毛翘起，肉嘟嘟的脸颊也尽是印记，显得滑稽又可爱。此刻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四处打量，看见吵醒自己的人是妹妹，也不生气，咧嘴笑得傻乎乎的，犹如一个糯米团子任人揉搓。可是娘说过不让我再带你出去。说完摸了摸自己的小屁股，显然记忆犹新。乖宝哭丧着脸，很是难过，学习真是太难了。宝宝心里苦，他既没有二宝那般过目不忘的本事，也没有大宝那样的运气，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聪明伶俐、长相可爱的小仙女。嘤嘤嘤，小小的粉团子吧唧一声歪倒在地，悲伤到不能自已，一边捶胸痛哭，另一只小手悲愤地拍在椅子上，他也太难了。砰，椅子应声散架，徒留一地木板。二宝头也不抬道：“这月第7把椅子，娘说过要从你月银里面扣。”哇，女娃这次是真的哭了出来，她的银子已经扣到明年了。第34章，老爷子的怪异之处。怎么了？怎么了？乖宝怎么哭了？姥姥看看。秦氏闻声赶紧跑了过来，抱起地上趴着的女娃就是一阵哄。待看到地上散架的椅子，瞬间明白了缘由。这隔几日就出现的一幕，秦氏也是无奈。好了好了，不哭了，我们乖宝下次小心点，不弄坏就好了。看着这3个机灵可爱的娃娃，谁能想到竟是他女儿一胎生下的？想到当时的场景，仍旧心有余悸，觉得不可思议。这大元朝历代也没听说过有人一胎生下3个娃娃的，双胎已是极其罕见，这3胎实属惊异。他现在都还觉得恍惚，连当日接生的稳婆都惊得手脚都哆嗦，直呼奇迹。也确实是奇迹，这3个娃娃自出生以来，现还未满3岁，就已经显出不同常人的天赋，小脑袋瓜子更是一个赛一个的聪明。刚满2岁时，便被苏锦之前收留的白发老爷子打包收入了门下，悉心教导，琴棋书画样样不落。尤其是二宝，看过就能记住，仿佛什么都难不倒他，一学就会，天赋之绝连老爷子都日日赞叹。乖宝作为唯一的女娃娃，并没有受到特殊照顾，反而因为她是女娃，苏锦对她更是格外严厉。在她的认知里，女娃是要顶事的。小粉团子精致漂亮，很是机灵活泼，就是不爱学习，却继承了苏锦身上的某些特质，天生力大无穷，日常就是穿梭2个哥哥逃课，因此没少挨揍。至于大宝，小小的娃娃白胖白胖，很是喜庆，平日里对谁都是笑呵呵，犹如福娃的长相那是老少通杀，似一个糯米团子般软乎乎的。尽管如此，却没人担心他会被欺负，因为这娃什么都一般般，唯独运气那是逆天了。出一趟门都能随意捡回1袋银子，读书也是平平，但是他会蒙啊，一猜一个准，那是真的福星本星。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只见苏锦一袭素色长裙款款走来，腰身纤细而笔直，未施粉黛的面容清新淡雅，容颜娇嫩，眉宇间却颇具英气，一双圆润的眼睛此刻却透着一股严厉，淡淡的扫视了一眼趴在秦氏怀里的乖宝。乖宝小身子一抖，1秒钟收起眼泪，仿佛刚才在哭的人不是他一般，小短腿哒哒哒跑向苏锦，奶声奶气道：“娘，乖宝没在哭，我只是笑得不明显。”随即拿小胖手推了推嘴角。苏锦扶额，大宝和二宝见到苏锦，也赶紧迈着小短腿，一前一后跑了过来，甜甜的叫娘，小模样格外依恋。苏锦挨个摸了摸小脑袋，系统又抽出自己的万年小手绢，擦了擦眼角，感慨道：“一转眼3个小崽崽都这般大了，岁月不饶捅啊！宿主，在生娃上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给大佬点烟。”苏锦翻了个白眼，他也很想知道自己为何这么能生，
他现在90%肯定前世大巫赐福时所赐予的福利定是跟生娃有关。毕竟那个世界的力量体系很多东西并不是用常理就能解释通的，是真的存在玄妙力量。系统见他无语，难得正色道：“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一找孩子的爹？看这3个娃娃的天资，这爹想来也差不了。再说吧，我现在抽不出空来，等何时我的店铺扩展到京城了，我再去找上一找也不迟，随缘吧。”苏锦说的很是随意，夫郎嘛，他都快忘了。那太难了，你这一天天闲鱼躺，要不是有萧管家在后面督促你，你怕是连丰原县都没走出呢。这也才将铺子开到江南那一带，你不上心，何时才能去京城？我看这爹是没戏了。系统背着小手，一副你没救了的架势，忽的身子一顿，联想到了自己，整个桶瞬间蔫了。他当时自暴自弃，违规帮宿主找来的方子，竟然真让他发展了起来。这几年因一开始有知县府的关照，初期很是顺利，发展很快，从一开始的一家铺子到现在的10几家之多。他不知道自己该高兴宿主的能干，还是该哭自己被查出来违规后的悲惨命运。想到日后回归童子界，他被其他系统排挤的画面，不禁悲从中来。轩辕老爷子呢？娘，先生今日没有来，不过我已经把课业完成了。二宝挺了挺小胸脯，板着小嫩脸，嘴角努力绷着，可那小眼神却时不时瞟一眼苏锦。我们二宝也太棒了。苏锦忍着笑意，拿着傲娇的小家伙没办法，俯下身亲了亲小脸蛋，对着他猛吹了一顿彩虹屁，才算完事。随即将视线转向另外2只崽崽。大宝笑得软乎乎，企图蒙混过关。乖宝子端坐在书桌前，小小的人儿握着笔杆，小表情很是严肃，一副我很认真，你不要打扰我学习的架势。要不是看他册子都拿反了，苏锦可能真的信了。一个学霸，一个学渣，这还有个学苏。而此刻庄园西侧一房间内，房门紧闭，白发老爷子轩辕父猛地睁开双眼，起身看了看这一身月色长服，很是嫌弃，拧紧眉头，脑中回忆着这3年的生活，瞬间青筋暴跳，脸上的暴虐之气翻涌而出。该死的轩辕纯！说罢，愤怒地打开房门就要离去。不知怎的，脑中忽然划过3个孩子的面容，脚步一顿，心中涌出一抹不舍。轩辕父扶着门框的手渐渐收紧，他知道这是轩辕纯那个蠢货的情绪在影响着他，深吸一口气，嘴角划出一抹邪笑。不过这蠢货这次倒是做对了一件事，那个孩子倒正合适。黑沉的眼眸看了眼桌案，转身拿起笔，大笔挥洒起来，随后将笔杆重重一拍，不再耽搁，转身离去。这边的苏锦教训完2个崽崽，便朝着老爷子住处而来，心下有些担心。这轩辕老爷子虽平日一副仙风道骨、不爱多言的样子，却是个守时讲规矩之人。他对于崽崽们的课业看得很重，尤其是二宝。苏锦能感觉出这个老爷子教导二宝的方式很不一样，学的要比另外2个崽崽要杂得多。不过他见二宝一副乐在其中的架势，便也没多问。不多时，苏锦来到老爷子的门前，只见房门大开，屋内空无一人，心下一惊，大步跨入房间，扫视一周，并无异样。不经意间，桌案上月余归几个狂野的大字映入了眼帘，那股子狂狷霸气之势几乎要跃出纸张来。神色诧异地向前走近，拿起一看，这老爷子何时换了字体？苏锦眉头紧锁，盯着这几个字反复打量，心下泛着嘀咕。他虽只知道老爷子复姓轩辕，其余皆是一概不知，也不在乎老爷子是真失忆还是其他情况。这么几年生活下来，早已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家人。这突然辞别，就怕是出了什么意外。苏锦转身出了房间，决定派人出去寻一寻。第35章，火锅房、零食房、酒楼。穿过一条长廊，苏锦推开书房的门，室内很是简洁，入目便是一整面墙的书架，一张雕花红檀方木桌椅，一张卧榻，再无其他。管家萧叔早已在门外等候，见苏锦过来，跟着进了书房，将一叠厚厚的账册放在桌案上，凝眉道：“姑娘，这些都是这一季各铺子的收益情况，其中江南那一带的铺子收益比上旬要少了40%，姑娘您看要不要我过去一趟？”苏锦秀眉一挑，接过账册翻看起来，头也不抬地吩咐道：“萧叔你留下，这里还需你坐镇，让廖安走一趟，老规矩办就是了。若真是有意，人直接拿下，不必带回，他知道该怎么做。若是解决不了，就让他拿着我的信件去刘府一趟。”“哎，好的姑娘，我这就去交代他。”话头一转，苏锦抬眼问去：“这几日还没寻到老爷子踪迹？”“是，廖青他们带人沿官道的各处驿站都打听过了，皆无人见过。”苏锦揉了揉眉心，心下叹气，算了，等1个月后再说吧。随即沉下心翻看起册子。他现在的铺子也是越做越大，虽只是涵盖吃食类，却也是最受欢迎的。尤其系统后期给他找来的酿酒方子，远非现在的酿酒技术能比的，每月也是限量售卖，生意自是差不了。庄子更是种植了多种这个时代还没被运用上的调味原料，
火锅一出世，便在丰原县反响甚好，更是有知县府的关照。这第一步走的可谓是块稳，也为他打下了基础。现在他手下不仅有火锅房、辣条零食房，还有定位高端的酒楼铺子。但是随之而来的麻烦也是越来越多，盯上他这份产业的人何其多，每日来偷取方子的人都能抓出好几个。因此苏锦用人皆是外界买来的，签了死契。包括刚离开的萧叔也是如此，他是苏锦2年前外出巡店在外救下的，曾是镖局的镖头，却因一趟押送的货物被雇主灭口，一家人惨死火海，只剩他被路过的苏锦发现还有呼吸，将其救下。之后一心跟在苏锦身前当起了管家，帮着训练手下。至于那仇人雇主以及货物的秘密，苏锦没有过问，只是表示他随时可以离去。哪知第2日，萧叔便拿着自己的卖身契交给了他，坚定到他不会去报仇，因为那仇人是他一辈子也触碰不到的，谈何报仇？苏锦闻言没有保证什么，却也把这事记在了心底。若是有一日，隔天3个小崽崽犹如放飞的鸟儿颠颠地向外冲，就连性格稳重的二宝脚步都不由快了些。下午可是他们自由时间，苏锦对他们向来是放养状态，只要完成了上午的课业，其余时间从不拘着。远远的乖宝便看见田埂上查看辣椒生长的苏大郎，小胖手一挥：“大舅舅，我们来看你了呀！”苏大郎的腿早在2年前便能行动自如了，除了偶尔下雨天还会有些不适，平日里与常人无异。现在每日就是帮着苏锦管理田地，偶尔查看下种物的生长情况，并不劳累，日子过得也算满足。此刻正弯腰打量着这一茬辣椒的长势，突然一道清脆的小奶音传入耳内，他还没起身，眼底便铺满了笑意。对于这3个崽崽，那是怎么看都觉得稀罕。哎，舅舅在这呢，你们别过来，地里脏，就站在那。说完，脚步匆匆地爬上了田埂。大宝一双眼睛笑成了月牙状，噔噔2下就抱住了苏大郎的腿，软软的撒娇道：“舅舅，我们想进山，可是娘说过没有大人带着不让进，你带我们去好不好？”乖宝也在一旁不住的附和，头上的啾啾随着他不住的点头，一颠一颠，很是可爱。二宝虽没有说什么，但是那小眼神却直勾勾的望着，心都萌化了。苏大郎早已经2眼晕乎乎，他一个大男人实在扛不住，想到苏锦的嘱咐在看着挂在自己腿上的糯米团子，性子本就憨厚的苏大郎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失望，挠挠头咧嘴应了下来。这座山倒不是有什么危险，其内早就被苏锦带着系统排查过多次了。问题关键在每次3个小崽崽一起上山都会带下很多东西，家里现在什么都不缺，苏锦也是头疼，尤其这大宝那是什么好物都能遇上，他真怕哪天把这大山掏空了，最起码让人家大山养一养再说啊，因此才禁止他们再去。3个小崽崽见自己的计划达成，很是开心。大舅舅是最好说话的，找他准没错，蹦蹦跳跳的跟在苏大郎后面朝着山上走去。他们今天可是有大任务呢，上次发现的那窝狼崽崽不知道还在不在了。二宝记得路，出言道：“大舅舅，我们走这边。”哎，你们可不能乱跑。1大3小缓缓地朝着山中走去，踩着落下的枯枝，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乖宝随手捡起一根小木叉子，满是肉窝的小胖手握着，时不时对着地面戳一戳，自娱自乐，很是淘气。哎呦，大宝脚下一歪，险些摔倒在地，胖胖的小身子晃了晃。二宝、乖宝齐齐望天，又来了。苏大郎不明原因，紧张打量着，担心道：“大宝怎么了？可是摔倒了，来舅舅背你，要不我们下山吧？你们要是想来，舅舅下次还带你们去。”大宝小手摆出残影，声音软糯糯：“我没事，就是被绊倒了。”苏大郎顺势往下一看，瞬间惊住。第36章，二宝的乌鸦嘴。乖乖这么大一根人参，是认真的吗？平日也有人会上山，这么明显的，为何以前都无人发现？苏大郎拍了拍脸，确定没有看错，赶忙收了起来。之前只是听他娘感叹大宝运气好，是个小福娃，他今天算是开眼了。舅舅帮大宝装筐子里。好的。苏大郎感慨，还好自己带了筐子，可是随后的事让他后悔为什么不带一个大一点的筐子。当第3次有野鸡撞到在大宝身前时，苏大郎都麻木了，以往能猎到1只就够乐了，这还带送上门的，往竹筐里使劲的塞了塞，这是真放不下了。幸好这回也到了地方，这是一处山坡下面的低洼，右侧有一条水流，周围被杂草覆盖得很严实。苏大郎的性子本就沉闷，虽然不知道3个娃娃为什么来这里，动了动嘴还是没问，只是安静的跟着，小心着周围。二宝凭借好的记忆，一路带着他们来到这之前无意中发现的地方，里面可是有2只小狼崽崽，他们惦记了好久，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哥哥，那2个小狼崽还在吗？不知道，已经几天过去了。二宝拧眉摇了摇头。大宝圆溜溜的眼珠子四处看着，很是眼尖的一处杂草堆里看到了一抹黑色绒毛，连忙拍拍小胖手，叫大家看去。苏大郎上前一步，将草丛扒开，入眼的
就是两只缩成一团的狗狗模样的动物，一动也不动。他小心地将一只提了起来，却发现这狼崽子丝毫没有反应。他怎么这么瘦啊？他是没有饭吃吗？大宝白胖的小脸皱成包子状，很是担忧，小心翼翼地挪到跟前，摸了一下小狼崽，又嗖的一下快速收回手。苏大郎叹了下气息，还活着，只是比较虚弱了，两只都是瘦骨嶙峋的样子，怕是难以存活了。我们把它们带回去吧，给它饭吃。三个小崽崽一致同意。苏大郎自是没异议，很是纵容地看着小家伙们，大步跨向前，上手把另一只狼崽子也抱了起来。几人说着便往山下走去，好在回去的路没出什么状况，倒也顺利。谢谢舅舅。三个小家伙萌萌哒的和苏大郎告别，脚下生风的抱着狼崽子就往家里冲。苏大郎、卢氏夫妻二人带着苏妍和妞妞两个孩子还是住在以前的苏家，苏锦一直想让他们搬进庄子，却始终没有同意。苏大郎性子虽是憨厚老实，一旦做了决定却是相当固执，苏锦没法，只能其他方面多顾着些了。秦氏倒是因为照顾三宝的关系，和苏小弟一起住进了山庄。至于苏二郎苏策，自从几年前受了轩辕老爷子偶尔的指点，那真是醍醐灌顶，受益匪浅。早在去年便考中了举人，如今正在书院进学，准备明年的会试，日常也是住在书院里的。这边苏大郎还没反应，便看见三个小短腿噔噔噔跑没了影，提着竹筐的手也是无奈一笑，他还是要再去山庄一趟，因为跑得太快，乖宝一个没注意和人撞在了一起。他自己倒是没事，一个翻身就顺利爬了起来，但是对面的某人却遭殃了，直接被撞飞，翻倒在地，连滚2圈才停下。要是撞的是大宝、二宝可能不会有事，可怜的是撞上的竟是一拳能砸碎大石的乖宝，那力气冲劲着实不小，他一个男人愣是飞了出去。乖宝也愣住了，他闯祸了。他连忙拍了拍身上的土，跳上前绞着手指。小奶鹰很是愧疚道：叔叔对不起，乖宝给你呼呼。大宝二宝也放下狼崽子，紧跟上去查看，想着待会给这个叔叔找个大夫看一下，他们是有错就改的好宝宝，得负责的。许清之弓着身子忍着痛，闻言抬头一看，眼中立刻闪过一抹厌恶，竟是苏锦那女人的3个崽子。那种贱女人生下的孩子哪会有好的，他可是记得当初自己使人上门提过亲，虽被拒绝了却也只当是苏锦在拿桥，早晚会来求他的。可没多久便看见苏锦那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一个没出嫁的姑娘大了肚子，就算秦氏在外说是已经成亲，死了丈夫才回村的，可她不信，满心只感到屈辱，她竟差点娶了这种女人。每每在村中见到这3个娃娃，她都会觉得恶心，3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她都能想到私下里村民会如何嘲笑她，顿时恶向胆边生，毫不掩饰地望向蹲在自己身边呼气的女娃娃，看着满是碎石的地面，眼中闪着金光。见四周没有路人，他伸出手狠狠地按着女娃就往地上推去。这个女娃看着就是3个中最娇弱的，要是那碎石划伤了脸，就再好不过了。结果没推动。许清之面露惊异，不甘心的想再推一把，可是这次再也没能如他的愿。二宝在看到这男子眼中一闪而过的恶意时，就防备上了，小短腿很是灵活，一把上前拉起了乖宝。小小的人板着脸，眼露警惕的打量着，脑子飞速的转动，很快在记忆深处找到了曾有一面之缘的人，再回想到村民之前的闲聊，一结合便猜出了男子的身份。他就是之前村里唯一的秀才许清之，但在他二舅舅考中举人后便再无特殊了。他却对妹妹有这么大的恶意，这中间一定有其他事，或者是对他们3个毒。但是无论什么原因，他都不会原谅。二宝黑漆漆的眼眸定定地望着他，稚嫩的嗓音言辞郑重道：叔叔，你今天会有霉运哦，小心脚下。许清之见自己2次没有得手，狠狠地瞪了一眼3个崽子，忍着手痛站了起来。刚起身就听见这男娃竟然还敢咒骂他，朝着路边呸了一声，就想上前教训一番。他教训不了苏锦，还教训不了3岁娃娃吗？砰啪！许清之刚站起身，却突然觉得脚下不稳，像是被什么绊住，硬生生歪进了一旁的泥水沟里。大宝眨巴着大眼，小胖脸都蒙圈了，这才反应过来，二宝他是坏淫，不然二宝才不会拿自己的乌鸦嘴咒他呢。二宝听闻翻了个白眼，这蠢萌的样子为什么要比自己早出生？他应该做哥哥才对，要不是运气好，早晚被人卖了。小身子一扭，傲娇的哼了声，不理他。二宝平日很少说话，一是性格使然，小脸一直是酷酷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这嘴是好的不灵，坏的格外灵验，为了避免伤到别人，说话都是很谨慎。苏锦也曾开导过他，就怕会憋出问题，但是小小的人儿却毫不在意，还是喜欢板着包子脸，也不知是像了谁。这边被拉到一旁的乖宝努了努嘴，有些不高兴，他刚才可是帮他呼呼了好久，他竟然还想伤害本宝宝，是他不可爱了吗？
摸了摸小胖脸，他要去找找自信才行。三人没理会摔在泥沟子里哀嚎的某人，拍拍屁股，抱着小狼崽子颠颠的往家跑。据后来秦氏说，他们村那个许秀才不知怎么的摔断了手，不能动笔了呢，整日在家叫骂，怪吓人的理。不过这些和三个小崽崽没多大关系，听过也就罢了，他们可还不到3岁，宝宝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就算他叫嚷出去也没人信。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据说多地都出现了干旱情况，丰原县倒是没受什么影响。苏家的日子依旧过得不紧不慢。饭后，苏锦照例带着3个小崽崽午睡。没过多久，本该熟睡的乖宝悄咪咪地睁开了眼，四下看了看，小身子很是灵活地爬了起来，缩头缩脑地溜了去。小小的人儿拿着个小木棍到处戳戳，寻了个满意的地方，撅着小屁股挖起了坑，屁股一扭一扭，很是得意。刚准备将手中的盒子埋进去时，一道身影挡住了视线。乖宝一惊，下意识将手中的东西背在身后，抬头发现是村里屠夫家的二狗子时，小小的松了口气，吓死宝宝了，还以为被发现了呢。这可是自己好不容易偷偷攒下的银钱，得藏好了，不然又得被娘当做椅子的损耗费没收了。爱生活不易，乖宝叹气，存点银子容易吗？他可真是太难了。面前的男娃黑瘦的小脸上，唯独一双眼睛格外有神，此刻扭捏着挪到乖宝面前，满心期待的道：昨天我送你小花花了，你说今天可以牵一下你的手。说完，小脸很是害羞的瞥了眼。乖宝一愣，有这事？他也就随口一说啊。他眼珠子一转，两手掐住小肥腰，小奶因故作惊呼道：那是昨天的乖宝收的，和今天的乖宝有什么关系呀？男娃瞬间迷茫。乖宝再接再厉，胖手跟着一指，煞有其事道：何况那是昨天的你送的，和如今的你也没有关系呀。好了，乖宝要回去补觉觉了，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转身的瞬间，硬生生从眼角挤出一滴泪，小手一抹，爱乖宝又失恋了，伤心，需要新的小哥哥安慰才能好起来。4岁的男娃已经被绕晕了，愣愣地待在原地，满脑子问号。昨天的那个我是谁？第37章，乖宝想要大脑虎。苏锦站在高处，靠着系统的转播，远远地看着这一幕。他本是好奇，想知道这小家伙不睡午觉，偷溜出来到底是要干嘛。原先看他只是在藏银子，也只觉得好笑，但随后的一幕却让他这一颗老母亲的心十分复杂。这与男娃的对话，怎么就听出一股渣女的味儿呢？是他的错觉吗？毕竟乖宝才不到3岁，应该不至于吧。转眼到了4元节，丰原县城每年这一日都会有大型的庙会，苏锦早就承诺过今年会带他们去。去年的今日，崽崽们还小，走路还不是很稳当，今年却是可以带出去见识一番。3个小崽崽很是激动，一早便自觉地去书房完成了功课，又将2只小狼崽崽喂食好，便乖乖地坐在椅子上晃荡着小腿等候着了。苏锦见状笑眯了眼，吩咐萧叔备好马车，带着3个崽崽便出发了。到县城时已是临近午时，一行人正好去自家的酒楼吃了饭时，而与此同时，几道视线也瞬间锁定了苏锦他们。系统第一时间发现不对，道：宿主，有人在盯着你，还是好几个人。苏锦面色无异，声音平淡道：哪一天没人盯着？不过随即想到今日带着3个崽崽，还是小心些为好，嘱咐道：系统，帮我锁定这些人，一旦近身立即提醒我。系统推了推眼镜，拍胸保证道：放心。西侧的一处半场的雅间内，5个神态各异的人时不时地打量着周围。老大，我们什么时候下手？这苏锦为人很是谨慎，这次好不容易跟上了，早点解决了吧，雇主催得急。面容粗犷的男子蹙眉，重重地放下酒杯，不悦道：急什么？我们人都到了，还能让他跑了？告诉那人，要是再催老子，就不接他这单了。我明沙阁何时出过岔子？说到此，眼中划过一丝狠戾。是，老大您都亲自出手了，定不会有差池。白面男子满脸堆笑地附和着。燕行端起酒杯，嘴角划过嗤笑，一群蠢货，他既能做到这明沙阁守卫，除了身手，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脑子，不是什么单子都能接的，什么人不能碰，他比谁都清楚。而这苏锦能一个女人手拿秘方顶起产业，怎么能没点本事？转了转手中的酒杯，燕行面上划过一抹深思，他心底总有种不好的直觉，而这种直觉也让他几次躲过生死。他决定先观察看看再动手。这边的苏锦一行吃饱喝足，买了一堆吃食，直奔清远私塾，正好可以在庙会前先去看看苏家小弟苏年。苏年如今已经快14岁了，已长成一副翩翩少年的模样，萧似秦氏的五官并没有多么精致，却清爽干净，身姿如一棵松柏般挺拔，再也不是之前腼腆的孩童了。现在的他自信爽朗，今年刚考中童生，未来一切可期。小舅舅，我们给你带了好多吃的，有你爱吃的千层酥哦。苏年看见3个小家伙，很是开心，
抱起乖宝就要抛弃，逗得他咯咯直笑。苏锦询问了些情况，关怀一番，没多做停留。还未到傍晚，街道的两旁就拉起了绳索，挂上了灯笼饰物，装点得很是精细。摊贩也早早吆喝开了，人越来越多。苏锦怕小家伙们走散，提前都嘱咐好让他们手牵着手，不要放开。娘，我们想去那里看看。行，去吧。说罢，看了一眼跟随在后的萧管家。萧管家一会朝着苏锦点了点头，早已安排了人手隐在暗处保护着。以这几个小家伙的机灵，他倒是不担心什么，更何况还有系统盯梢。苏锦对娃一向是放养状态。哥哥，这里有猜诗词的，我想要那个老虎灯笼。乖宝胖手一指，一眼便相中了高台上最大的那组灯笼。大脑虎什么的和乖宝最配了，他两眼放光的看着。掌柜闻声低头看着自己门前摊位处站立的3个小娃娃，要不是听声音，差点没找着人，因为他们实在太小了，刚好被木板挡住。这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这般长相精致的娃娃很是少见啊，还一下就是3个。俯下身说话都不由得放轻了些，想要可以让你爹娘过来参加比赛哦，赢了就能拿走那个老虎灯笼。乖宝歪了歪头，什么比赛呀？就是对诗歌还有些算术，小娃娃我说了你也不懂的，快去叫你爹娘来吧。掌柜看他可爱好心的回了句，却又觉得自己这是在犯傻，这3岁的奶娃娃哪懂这些。乖宝一听咧嘴一笑，脸上的小酒窝时隐时现，小奶音欢快道：那你帮我们报名吧，我二哥参加。说着把旁边的二宝向前推了推，他家二宝可厉害了呢。第38章，二宝被杀手阁看中，怕在想屁吃。掌柜也是无奈，这3岁的娃娃如何懂这些，想要再劝，可是3小家伙已经蹦蹦跳跳围在了那老虎灯笼跟前，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被推出去的二宝鼓着包子脸，小眼神瞥了眼高兴的乖宝，手往后一背，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苏锦站在摊位对面，就这么目光柔柔地看着3个崽子，也没打算过去随他们玩，眼角的余光一直停留在转弯处的那几个人身上。他很想知道这次又有什么狗东西送上门了，看来他得找时间出去一趟，这阴沟里的老鼠还是一脚踩死比较好，一直蹦跶着还怪膈应的。天色渐晚，街道周围的灯笼全都点亮了起来，星光闪烁，犹如一条彩色天河。哄闹的人群时不时从某一处传来喝彩声，很是热闹。咚咚咚，掌柜拿着一面满是污渍的铜锣，连声敲打着，高声吆喝道：走过路过瞧一瞧，只要能对出小老这诗句，灯笼免费送哦。我说你这里的灯笼够不够啊？我们丰原县的学子众多，别到时把家底都搭进去了。说完，周围路人一阵哄笑，显然也都来了兴致。掌柜笑眯眯地朝着众人作揖道：小老家中还算薄有资产，这些许灯笼还是拿得出手的，不为别的，就为图个乐子，还望各位老爷夫人日后多多光顾我这铺子。每年这个节日，很多东家都会在自己铺子跟前摆上摊位，做些活动，图个人气。众人见他说话倒是喜庆，一时聚了不少人。掌柜见人围了过来，双眼一亮，也不拿瞧，乐呵呵道：好了好了，现在开始，小老儿我就献丑了。这第一句一片飞烟隔九枝，敢问下句为何？一白衣束冠，书生模样的青年，手中的折扇轻轻晃了晃，高挑着眉眼，四下一望，神色傲然的勾唇道：蓬鸾仙障眼云齐，不知在下所答可对？掌柜恭维之话张口就来，两手一拍，笑道：这位公子当真才识过人，文采不凡呀。此时3个崽崽缩在角落，小小的脑袋凑在一起，捂着小嘴一阵嘀嘀咕咕。大宝滚圆的眼睛闪着疑惑：我们刚才为什么不接呀？这一句他知道呢，今天上午刚好背到这一句，他记得可清楚了呢。笨笨，接这个只能得到那种普通的雕花灯笼，乖宝要的是大脑虎。乖宝伸出小胖手在大宝的包子脸上戳了戳，这大哥也太笨笨了。大宝也不在意，将脸又往他跟前凑了凑，笑得软乎乎的。说话间，那边几轮已经结束，掌柜见众人兴致颇高，高呼一声，拿出了身后最大的老虎雕花灯笼。3个崽崽见状，对视一眼，小短腿蹭蹭窜了过去。这个灯笼可是小老家中师傅赶工半个多月才完成的，这次的题要特殊些，题分2，一为诗句，2为算术，两者皆对，可得。各位老爷请听好喽。当听掌柜说到有算术时，下方一片唏嘘，有人大呼太难，一甩袖摆，悻悻离去。掌柜看着离去的人并不在意，笑着拍手道：白酒新熟山中归，请问这下一句是？白衣书生可不在乎什么灯笼，他自认文采非凡，前几场对答也让他出尽了风头，现下心中很是享受。这会子见周围无人应答，都在低头凝思，不免得意，慢悠悠道：黄。忽然一道故作老成的小奶音打断了书生未开口的话：黄鸡啄黍秋正肥。
众人皆惊，循着声音，唰的一下视线全都集中在最前方那几个娃娃身上，回话的竟是这般小的孩子。书生眼中闪过恼怒，他会输给一个奶娃子？可笑，不悦的出言道：“让你爹娘自己说，小孩子不要乱插话。”他只当是孩子的父母提前将诗句告诉了他，才答了出来。二宝肉嘟嘟的脸颊紧绷着，抿了抿嘴，没有说话，漆黑的眼眸像看傻子似的瞥了一眼问话的书生。乖宝却是不高兴了，掐着小肥腰，高昂着头，小奶音都洪亮了许多。这诗句就是我二哥答出来的，没有人帮忙，你输不起，羞羞脸，略略略。白衣书生看着蹦出来对自己做鬼脸的粉团子，说实话有被可爱到，强行转过视线。但是他作为今年书院季考第一的人，怎么能输给3岁奶娃子？他心下嗤笑，还就不信了，谁家3岁的孩子便能吟诗作对？眼睛一转便道：“林清有残蝉。”说完，高挑着眉眼，向着那男娃娃的周围看去，企图找出他的父母。二宝头也不抬，随口便接：“炒冷无留燕。”书生面色一惊，难得正色道：“沉吟卷长殿。”二宝创侧收团扇。围观的众人见这一问一答，早就傻了眼，不知是谁带头鼓励了下掌，瞬间掌声不断响起。只听人群有人惊呼出声：“这乃神童啊！这般娃娃，实乃周某生平仅见。这般年岁的小娃娃，别说吟诗作对了，连识字的都实属少见。”周围的惊叹声越来越大，二宝小眉毛一拧，有些不耐烦，问道：“掌柜的，我妹妹还等着要这灯笼，你快点出题吧。”掌柜愣愣的回过神，连连点头，弓着身子精赞的看了他好一会，这才转头对着众人道：“那就依这位小公子的，咱们继续。这第2题为算术，请问33数之余2，55数之余3，77数之余2，问数为几何？”书生擦了擦额角的汗水，神情有些恍惚。他读书10余载尽，输给了一奶娃娃，脸色瞬间黑沉，猛地深吸一口气，收起了脸上的傲然之色。他当下只想着扳回一局，这算术可不是靠背背诗句就行的了。他努力定下神，心中不停地演算着。周围有些学识的纷纷都打起了腹狗，一时间场面极其安静。此刻的二宝正帮着妹妹拖着老虎灯笼，分神过了一遍掌柜的话，脑中迅速闪过一串数字，片刻，稚嫩的嗓音不待迟疑道：“23。”烹商贩手中的铜锣下的没拿稳，应声坠地，眼中带着不可思议，激动地看着二宝。对了，小公子，他又对了，这真是神了，太厉害了！周围顿时一片惊呼，有好事者更是转而去打探起这孩子的父母到底是何人。苏锦混在人群中，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看着，目光是前所未有的温柔。他的仔仔真是太优秀了，也许自己意外穿越到这里是幸运的，这3个仔仔便是对他最好的恩赐。光是想着就觉得窝心。而一路跟踪苏锦而来的明沙阁几人也藏身在人群的最后方，自然看见这惊奇的一幕。燕行双目一亮，目光灼灼地看着那最前方的男娃娃，犹如再看一块稀世珍宝。头脑如此聪慧，年纪也正好，若是将他带走好好培养，那么10几年后他们明沙阁又将出一员猛将，能做一个顶尖杀手阁的老大。武功自是不弱，眼力更是一绝。他细细地打量着男娃走路的姿态气色，燕行越看越满意，这个年纪骨骼发育竟然这般好，日后习武定是少有敌手。他们阁内每过一段时日也会带回一些孩童，从小培养，可是那些货色总让他觉得缺少点什么，天资都太普通。直到今日，燕行要不是顾着在外，都想仰天大笑，这是老天给他送来的天才啊！他要感谢下这下任务的雇主，竟能带来这意外之喜。兴奋过后，这才想起这孩子不正是苏锦那3个孩子中的一个吗？不过这样也好，都能一起解决了。燕行敛住眼中的凶光，不能急，看来计划的改一改了。他要好好想想，怎么才能让这孩子心甘情愿跟着自己。毕竟这孩子显然已经记事了，他是培养顶尖杀手，可不是养日后的仇人。想到此，向着手下一个示意，退出了人群。第39章，王爷爹来丰原县喽！一直监视着的系统宿主，那群人走了，他们这一晚上什么也没做，这是想干嘛？不急，等把仔仔们送回家，我再去收拾这群狗东西。苏锦内心嗤笑，这几年栽在他身上的人何其多，来找事的就没一个能活着走的，却还有人不怕死啊！另一边，几人正聚在城外。老大，我们今晚不动手吗？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先拿住那3个孩子。那苏锦，燕行摆了摆手，打断了白面男子的话，嘴角勾着一抹恶意道：“这都不重要了，我有了新的目标。他那孩子你们也看到了，我要把他带走。这等天资的孩子，天生就该入我明沙阁。”手下几人一愣，他们老大这是看上暗杀对象的孩子了。不过想想也是，那孩子确实太过妖孽，杀了实在可惜。那老大，我们直接将那孩子掳来便是。蠢货，
这样那男娃日后成长起来，第一个杀的就是我们。花莲是他们几人中唯一的女人，此时她吹了吹自己艳红的指甲，看着燕行笑得格外妩媚，一双高挑的桃花眼四下流转，仿佛能勾人魂魄，轻笑一声道：看来老大你又是想到什么好主意了吧？毕竟他这位老大虽然为人长相粗犷，内里却是十足的阴险多谋，现下将他们聚在一起，定是想到了解决之法。燕行看了他一眼，轻飘飘地吩咐道：这次还是需要你出手，混到苏锦家中，我要你毒杀那孩子所有亲人，一个不留。语气很是平淡，但说出的话却令人胆寒。一个亲人全死，无依无靠的孩子，倒是还不是稍微给点施舍就感恩戴德，再给他虚设个灭门敌人，他将会更快速地成为自己手里最利的一把刀。记得换副面孔，这几人都是他身边的心腹，倒是不怕背叛，况且进了鸣沙阁，又怎么会给你背叛的机会？控制人的手段多的是。燕行丝毫不避讳地说出自己的计划。花莲扭着腰肢，软弱无骨的身子微微屈膝，掩面笑着应道：那您就等着收人吧。燕行嗯了一声，对于花莲还是很放心的，毕竟他的易容之术无人可及，被他盯上的人，要不就是家财散尽，要么便是满门被屠，对他而言人命最是轻贱，他既出手就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一队人马行驶在官道上，正向着丰原县方向而来，只见为首的男子一身黑色紧身祥云锦袍，面色冷厉，却难掩俊美之色，身后随行的侍卫皆是身穿甲胄，腰部佩剑，远远看去便惊觉非同常人。道上的行人纷纷避开，不敢直视。看着前方的驿站，明觉翻身下马，身后的侍卫立刻快步上前，前去打点。今晚看来只能暂住在此了。左翼接过小二手中的茶水，确认无误后，才恭敬地递到明觉身前，道：王爷，刚有消息来报，在丰原县发现了鸣沙阁的踪迹。明觉眼中的暗沉一闪而过，修长的手指转动着手中的茶盏，面色毫无起伏。去丰原县暂留几日，找人去查查鸣沙阁这群人的目的。鸣沙阁前世这群人可是都被明胜那个废物收在了手下，暗中帮着他铲除了不少异己。既然遇见了，也省得日后再去收拾。他们一行人本是从乾阳府城过来，奉命巡看干旱灾情，如今正回城复命，停留1-2日倒也无碍。左一汉守应是：娘，你看乖宝的灯笼好不好看？是二宝迎来的哦。一袭粉色流纱裙的女娃，小小的身子抱着比她还高的雕花灯笼，笑得见牙不见眼，很是开心。娘看见了，二宝真棒。一直正襟危坐的二宝听到娘亲的夸奖，小身板不由得挺了挺，努力绷紧的嘴角缓缓地勾了起来，眼中的星光却是怎么也遮掩不了。系统一脸姨母笑地看着仔仔们，偷偷地向苏锦传言：二宝刚才有偷偷笑哦，他也太可爱了，你说他这性子到底像谁？苏锦望着二宝，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这还能像谁？只能是那一面之缘的孩子爹。不过这大宝和二宝长得却是随自己比较多，至于乖宝，也许真是应了那句女儿消父吧，和他没多少像的地方，应该是随了那个男人，长得也更为精致。苏锦思绪飘散，正想得入神，忽然马车一阵晃动，猛地停了下来。苏锦赶紧稳住了3个孩子。只听车外萧管家一声呵斥：谁在前方？因已是晚上，回城的道路也只有苏锦一辆马车，此刻一道人影横躺在路中间，若不是萧管家常年习武，夜视能力颇好，怕是要直接砸了过去。去看看，小心着些。苏锦已经从系统口中得知前方躺着的是位年轻女子，便让萧管家上前询问。萧管家应是，暗中摸了摸腰间的武器，跳下马车，大步走上前去。随着走近，他也看清了这人的模样，心下有些惊讶，这怎么伤成这般？只见倒地的女子面容娇柔，姿色颇好，此刻柳眉紧蹙，红唇紧咬，仿佛在忍耐痛楚，让人看着便能心生怜惜。若是寻常人见了怕是想也不想便会将人抱起，但是萧管家却心如止水，神色淡淡的看着，用脚轻轻碰了下，询问道：姑娘，醒醒，你这是？女子似是痛苦的轻声嘤咛，却始终没有睁开眼，心下却恼恨万分。这个男人是怎么回事？他这般容貌清丽的柔弱女子重伤倒地，不应该立刻将她带上马车吗？竟然还用脚推她！萧管家拧了下眉，又用脚往前对了对，放大声音再次问道：姑娘，你还活着吗？麻烦能往旁边躺一躺吗？花莲，敲你马！狗男人，你听见了吗？敲你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第40章惊现易容的女子。苏锦见这回还没解决，嘱咐3个仔仔乖乖待着，便跳下了马车。怎么回事？这伤得不轻，还有救吗？你苏锦忽然顿住，本想说让管家将他送去医馆，毕竟也不能见死不救，但是系统的一句话打断了他的未尽之言。宿主，这个女人脸上有东西盖着，像是一层皮。
系统2250推了推自己的小镜框，狐疑地打量着地上的女子，像是在研究那是什么东西。苏锦双眼一眯，戏谑地看着地上还在呻吟的人，一层皮是吗？呵，倒是有些意思。挑了挑眉，接着刚才的话，不疾不徐道：看这情况是没救了，要不你帮着埋了吧。说罢，转头看了一眼萧管家。萧管家本就对这突然出现的陌生女子心生警惕，这会得了苏锦的暗示，连连应是。他转身就回马车上，摸出了一把铲子，3两下就来到女子跟前，准备挖坑，手脚那是相当麻利。花莲听到此都忘了呻吟，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当场死过去。埋了？原本以为同为女子，苏锦见她这般，最起码也会将她送到医馆，那么自己之后就有理由前去接近。哪想到这管事是个木头疙瘩，这主子更是心肠狠毒，看都没看就要将她埋了。难道他听不见自己还在呻吟，还有气吗？这他妈还是人吗？怎么比他们杀手还恶毒？花莲气的手指发颤，顾不得再伪装，睁开了双眼，虚弱的咳了咳，楚楚可怜道：是你们救了我吗？苏锦静静地望着他，嘴角一勾，露出了天真无害的笑容。是啊，为此我们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你要怎么报答啊？要不卖身为奴吧？苏锦眼含戏谑的胡说八道，他倒是要看看这女子打的是何主意。花莲胸前起伏的更加厉害了，他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虽是心中气愤，但转而一想，这不正合了自己的心意？届时他要给这贱人喂最毒的药，身体溃烂致死，方能解气。按下心中的情绪，虚弱的抬起头，眼中充满感激。小女子无以为报，愿为奴为婢报答救命之恩。苏锦似笑非笑地盯着他，也算是知道了他的目的，接近他是吗？看来那群狗东西是换了策略了。苏锦低下头，在他耳边悠悠地说道：行，但愿你不会后悔。说罢，转身回了马车，吩咐管家将人带上。花莲心中猛地一跳，不知为何竟有种不祥的预感。萧管家面露嫌弃，找来个破旧的车垫子搭在手上，如拖死猪般将人拖上了车辕外，依靠着，并没有让其入内的意思。花莲，他木着脸，闭上双眼，掩住了眼中的怒火。他真怕自己忍不了，立刻出手将这人宰了。剩下的路程很是顺利，没多久便到了苏家庄园。苏锦依次将仔仔们抱下，吩咐婢女带他们去洗漱，自己转身看了一眼还半死不活挂在马车上的人，笑着吩咐道：给他在庄园外的棚子里找个住所，以后啊，这雅婆婆的活计就交给他来做，再帮雅婆婆安排份工。是。萧管事心下有些诧异，但也没多言。花莲闭着眼睛听着苏锦安排他日后的活计，心下咒骂的同时也暗暗得意，他的目标就快完成了，已经混进来了，下毒不是早晚的事。他要先摸清这家人的情况，下手时除了那个男娃，务必一个也不能留。宿主，你为何要将他留下？你以往不都是直接出手的吗？系统有些疑惑，这几年想对宿主出手的人何其多，有的是同降的一些打压，还有更多的是为了火锅和酿酒的方子而来的，多是见苏锦毫无背景，想要将其产业收入囊中，而这些人也全都去见了阎王。他见多了自己宿主杀伐果决的样子，从来都是干净利落的出手，可这次，苏锦眼中划过厉色，冷冷道：还记得今日看到的那伙人吗？若是我没猜错，这个易容的女子便是其一。当时那些人匆匆离去，很不合常理，现在却只派一个女子孤身前来，只能说明他们计划有变。若只是想要我得命，大可不必如此费事。至于是为什么，我想很快就会知道了。苏锦搓了搓指腹，嘴角缓缓勾起，总是直接将人直接杀了怪没意思，留着慢慢折腾，说不定还有意外收获呢。系统愣愣的点着头，小脑袋瓜子难得一阵机灵，拍着胸脯保证道：我会好好监视他的。苏锦笑了笑，打着哈欠，毫无诚意的夸了一句：你真是太棒棒了。感觉又被重视的系统心下得意，小被子一掀，也不追剧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色很是正经。今天的他依旧在努力工作呢。隔日天还未亮，远处的天幕还泛着鱼肚白。萧管家已是梳洗整齐，阔步来到那紧挨庄子的一处草棚外，掸去肩头的露珠，朝着草棚里威严的门拍了拍，莫等人应声，自己便走了进去。他毫无温度的眼眸低头俯视着破旧木板上躺着的人，冷声道：你该去干活了。花莲昨晚被带到此处时，他才知晓苏锦这个贱人竟给他安排了这么个畜生住的地方，连床被子都没有给他。现在一大早天还未亮，就让他去干活。不说他的伤还没好，就算是好了，这正常人也做不出让个弱女子这么早做工吧。死死地咽下心中的憋闷，等他定要这群贱人在痛苦中死去。他已经不指望这个苏锦身边的狗腿子管事能对自己怜香惜玉，这就是个榆木疙瘩，
也没做戏推拒，闷声的应了下来，心中不断的告诫自己再忍忍，颤颤巍巍的站起身，跟在了他身后。但等他被萧管家带到不远处的茅房时，他是真的忍不住了，敲你马，让他挑粪！我可去你的，老娘不伺候了，今天他非要把这群人都毒死不可。花莲内心阴恻恻的想着，还是抖着手接过了萧管家踢来的粪桶。萧管家看着这个身子颤抖的女人，眼露鄙夷，扎心道：你怎么这么没用？这伤还没好，手脚又开始哆嗦了，别是有什么大病吧？花莲，我敲你他妈才有病，你全家都有病！心中愤恨至极，想也不想的就要将手中的粪桶丢出去，一个没稳住，木桶重重落地，桶中的神秘液体飞溅而出。啊！离得最近的花莲瞬间被糊了满身，目光呆滞一瞬，面色狰狞的尖叫起来，抖着身子，下意识想回头寻求帮助，可这身后早已没了人影。第41章，又走福运的大宝。凉亭外，一白胖的小娃娃挥着小胖手，颠颠的朝着苏锦跑去，靠在娘亲怀里，小小的喘了会气，眼睛亮晶晶的望着他，软糯糯道：娘，大宝刚才在路上捡到了这个，娘说过捡到贵重物品要交给施主，不能自己收起来，娘你看。说完，小胖手往前一伸，将手里攥着的东西露了出来。苏锦笑着搂着他，拿出帕子轻轻的帮他擦着汗，手贱兮兮的揉搓着胖儿子的小脸蛋，面团似的手感让他有些上瘾，沉迷西仔不可自拔，一时没注意他在说什么。一道系统音打断了他西仔的快乐：低发现毒物反应，请宿主小心。苏锦面色一愣，惊讶一瞬，猛地看向大宝手中的东西，只见那是一款样式很是精美的发簪，头部由白玉雕琢而成的花形，边缘也是金丝镶嵌而成，就连坠下的流苏都由红色玉珠串联的，一眼便知其价值不菲。不过想也知道，能被大宝捡回来的，这价值自不必说，但是关键的是这毒物。系统扫描下毒物在发簪哪个部位？宿主在头部花瓣中间的凹槽处有些小机关。苏锦闻言松了口气，大宝没沾上就好，却还是不放心，拉着他的小手，神情严肃地清洗了好几遍，又让系统检查了一番才罢手。虽然依照大宝的运气定是不会沾上那些东西，但是做娘的心中总会多一份担忧。娘，大宝是不是犯错了？糯米团子似的小人看着娘亲忽然很是紧张地拉着自己清洗，有些迷茫。苏锦闻言蹲下身子，猛地亲了他一口，肥肥的包子脸被亲得变了形，松开的瞬间，脸上的肉肉都跟着晃了两下。他笑着夸赞道：我们大宝这么乖，怎么会犯错呢？特别棒呢！今天还把捡回来的东西交给娘，是个善良能干的好宝宝，竟然还长得这么可爱。我们大宝小天使下凡真是辛苦了。苏锦对着胖乎乎的大宝就是一顿令仔眩晕的彩虹屁疯狂输出中，已经快要飘起来的大宝整只仔都晕晕乎乎地，两眼弯弯，双手捧着小胖脸，很是陶醉，扭了扭身子，小脸红扑扑的小声说道：我也没有那么好啦。说完便将头埋进了苏锦的怀中，害羞了呢。系统被萌的双手捧心，在苏锦脑中疯狂尖叫：仔仔看这里，仔仔叔叔爱你，仔仔放心飞，童子叔叔永相随，完全一副疯狂粉丝的架势。苏锦，马德，智障。而另一边，刚从雅婆婆那里借来一身破旧衣裳换上的花莲，也许是被刺激过了头，现下整个人木愣愣地倒在草堆上，两眼无神。不过片刻，似是想到什么，忽地癫狂大笑，阴恻恻地往自己头上摸去，就快结束了。今晚他要把这些人都剁碎了喂狗。眼中闪过狠毒的光芒，可是下一秒面色僵住，他神情开始慌乱起来。他发簪呢？他那么大一个白玉发簪呢？接二连三的打击，花莲再也遭受不住，一个心梗晕厥了过去。这边的苏锦却在系统的指挥下撬开了那枚发簪，这设计相当精妙，花瓣中间的位置另有洞天，四下组合竟能镶嵌出这么一小空间，倒真是适合藏药粉。不用想也知道，这必然是那昨晚带回来的女子之物。倒是难为他想得这么全了，下毒是吗？看来他们现在想要的不只是他的命，而是他全家的命。好极了。苏锦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愤怒了，眼中的暗沉如化不开的墨一般，凌厉地望向远方的草棚。他招来萧管家一道向着那走去，四下瞅了瞅这一处草棚子，本是用来安置畜生的，现今倒是很合适给他住。看着缩在角落昏睡过去的女人，他森冷一笑，恶劣地扬起唇角，装作无意识般往前走出一步，狠狠地踩在女子那外露的手上，重重地碾了碾。阿刺耳的尖叫声划破天际。苏锦仿若未闻，假惺惺地诧异道：姑娘这是怎么了？哦，瞧我这不小心的，对不住啊，我这脚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我回去一定教训他。像是才发现自己脚下的手停留了会，笑眯眯地往后退了一步。花莲气得青筋暴起，手脚哆嗦，抱着
已是红肿不堪的手，再联想到丢失的毒药，他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已是彻底失去理智，愤怒咆哮道：“你太过分了，苏锦，你还是人吗？你不得好死！”苏锦有些愣住，这是不装了？面对女子的怒骂，苏锦毫不在乎，弯腰俯身着她，像是在打量一块上好的猪肉，问向一旁的萧管家道：“这女子看着就没什么用，据说今日还浪费了我1桶粪，滋滋，要不你找个人牙子将她卖了吧？”萧管家眉头一拧，很是认真的想了下，道：“她长这么丑，也不知能不能换回1桶粪的钱。长这么丑，这么丑。”花莲接连被扎刀，已是千疮百孔，想要起身将这狗男人锤死，心中忽的一惊，这没毒药在手，自己不是要任人宰割？他的武功实属一般，没把握逃出去，除非想到此，被气昏的头脑瞬间清醒几分。对不起，他死死地垂下头，咬紧牙根，渲然欲泣道：“我只是太痛了才会那般说话，小姐既然救了我，说了要为奴为毕尽力报答，怎能反悔？求小姐不要赶我走，我已无家可归。”说到此处，仰起头，哭得梨花带雨，好不可怜。偶系统拿出自己的万年小手绢，做呕吐状，吐完还不忘擦了擦嘴：“我去年买了个表，就送他吧。”苏锦却是面带笑容，很是大度地看着他，散发着关爱智障般的圣母光辉，道：“也是可怜人啊，罢了，你就留下吧。”花莲心中一喜，果然女子就是容易心软，她曾经靠这副样子骗取了不少大家夫人的同情心。回想那些人最后家破人亡，得知被骗时，那望着自己满眼不可置信又含着愤恨的表情，花莲心中一阵畅快。这苏锦届时也自不会例外。不过这毒药没了，看来他得尽快联系上老大才行。花莲还在畅想，苏锦已走至门口，笑容亲切地嘱咐道：“记得待会多挑2桶粪，可别再洒了呀，毕竟你像是赔不起的样子。”花莲死死地攥紧手，唯唯诺诺的应是。出门的瞬间，苏锦迅速收敛脸上的笑意，眼中冷光闪过，低声吩咐道：“派人盯紧他，若是往外传消息，不要拦着。”萧管家虽不知苏锦要做什么，却也知他行事向来是心有成算，并不多问，应声去办。第42章打听女主生子秘诀。鸣沙阁几人本以为今日便能听闻花莲传来的好消息，哪知这都快傍晚了，还没收到消息，心中很是不满。这时白面男子匆匆跑来，手里拿着一株栓子，嘴里叫道：“来消息了，老大你看。”燕行轻啐了一口，接过一看，密密麻麻的字并非大元朝文字，而是他们阁内的密语，一般人就算拿到也是看不懂的。这个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水生，这一趟你去，将要交到他手上，务必不能让那小娃娃看到你。白面男子点头，接过药粉便离去了，至此再也没有回来。姑娘，廖平他们合力抓住了一人，应是那女子同伙。苏锦嗯了一声，并不诧异，他等的就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也省得一个个去找了。带下去拷问，若是不说就直接废了，送他去杨叔那里做苦力吧，要最苦的那种，也算是物尽其用了。他最近又开荒了几块地，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这免费的劳力真是再合适不过。随即又道：“那女子先别动，还得靠他钓鱼。”新的一天，日光和煦，春风抬人，庭院中3个小娃娃围着2只狼崽子，兴奋地欢呼着。只见原本骨肉嶙峋的狼崽子，经过这些日子的调养，肉眼可见的长开了，围着娃娃们四处乱窜，很是活跃。哥哥，乖宝想把他们带去给小妍哥哥和妞妞姐姐看看。乖宝有了新伙伴，迫不及待想要去炫耀一番。二宝拧了拧小眉头，不赞同的道：“娘亲说过，小狼崽崽还小，不能放出去乱跑，还要再养一养。”行吧，乖宝很是听劝，既然不能带狼崽崽，那就自己去吧。小妍哥哥，妞妞姐姐，乖宝来看你们啦！乖宝首当其冲，颠颠的冲进大舅舅家，还没进门，扯着小奶音就叫唤上了。卢氏忙擦干手上的水渍，乐呵呵的去开门。这小姑子家的孩子，他也是怎么看怎么稀罕。这3个娃娃出生时，可是震惊了整个村子，就连他娘家那边的人都有耳闻，想他帮着请教小姑子生子秘诀，被他给撅了回去。这哪是一般人想生就能生的？3胞胎别说他没见过，整个大元朝怕是也没有吧？这些个人竟会白日做梦。哎呦，小乖乖们，舅母给你们拿果子吃。卢氏粗壮的体格一把将3个娃娃搂进怀里，好生稀罕了会。谢谢舅母。3个小崽崽格外礼貌，坐在椅子上晃荡着小短腿，细细地啃着卢氏拿来的果子。小妍哥哥和妞妞姐姐呢？乖宝歪着头问道。你们是来找他们的呀？我还以为是来看舅母的呢。说着故作伤心地看着他们。没有，舅母最好了，每次都会给我们果果吃，只是顺带看看哥哥姐姐他们了。二宝和乖宝都看出舅母是在逗他们，只是软乎乎地笑着。大宝小小的人儿心思单纯，见舅母难过，
拧紧了包子脸，鼓起勇气跳下了椅子，小身子有些扭捏，往卢氏身旁凑了凑，吧唧一口亲在了他的脸上，然后又快速跑回去坐好，小脸红扑扑的。娘亲之前就是这样亲自己的，她可开心了，这样舅母就不会难过了吧？卢氏愣了下，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只觉得心都要化掉了。这小姑子怎么这么会生孩子？这样的娃娃就该被娇宠着，也太可人了。大宝真乖，舅母是跟你开玩笑呢。我带你们去找妞妞他们，他们在地里帮着拔野草呢，我们自己去就好了。二宝闻言，从椅子上下来，理了理自己的小衣服，小表情很是认真的说道：对了，我们自己去了，舅母你忙吧。好，那你们小心点哦，爱慢点跑，别摔了。正说着，便看到3个小家伙已经颠颠的向外跑去了，笑着摇了摇头，小短腿跑得还挺快。这会子已是半下午，阳光不烈，时不时还有清风徐来。苏妍和妞妞跟着苏大郎正忙着给地里除草，2个小孩子很是勤快的跟在后面拔着野草。苏妍已是8岁的孩童，整个娃虎头虎脑的格外壮实，干起活来也是卖力，时不时还要帮妹妹一把。哥，我自己可以，你快去那垄地，爹已经离我们好远了。妞妞撅着嘴不让苏妍帮忙，她可是立志要成为奶奶那样厉害的人，怎么可能连这点野草都拔不动？哼！乖宝蹑手蹑脚的从后方窜了上来，妞妞姐姐，乖宝来帮你呀！说着，小胖手抓住地上的野草就往外拔，岂料手劲太大，连地皮都跟着掀了过去，结实的摔了个屁股蹲。妞妞见状赶紧过来扶，本想安慰他，却看见乖宝拍了拍小屁股，两眼望天哼着小曲，企图假装没事发生，哒哒哒跑开了。打扰了，告辞，乖宝丢人了。见妹妹在田地里乱窜，二宝小小的人儿眼含无奈，蹲起身子一点点的帮着拔草。大宝却被妹妹逗得呵呵傻笑，小脸一转见二宝在拔草，他也蹲下，小肥手一根根的往外拽，表情很是认真，不知不觉已经越过了田埂，拔过了界。咦，这个花花好好看，有白色的星星，像云朵一样软软的，妹妹一定喜欢。他可是见过妹妹经常收村里的男娃娃送的花花。大宝很是欢快的收集起来。小妍哥哥，你怎么又黑了？乖宝努力找着话题，企图让大家忘记刚才的事。苏妍挠挠头，咧着嘴笑，小麦色的皮肤衬得牙齿特别白，整个人散发着憨憨的气息。乖宝面色纠结，手往后一背，小奶音语重心长道：小妍哥哥，你以后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脸啊，娘亲说了，男孩子也要注意保养，不然日后嫁不对，是没有女娃要你的。说完拍了拍他，摇着头迈着小短腿走开了。爱他可真是操碎了心。大宝摘着花花的小手一顿，听闻妹妹的话，立刻摸了摸自己的胖脸，还好还好，他嫩着呢。二宝，他向天翻了个白眼，娘亲也不知道为何，总是教乖宝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小小的人儿紧锁眉头，板着包子脸，重重的叹了口气。第43章，女主，你的夫郎来了。苏锦一路来到知县府，早已经是熟门熟路，之前也只是与江如烟来往，后随着他酒楼越开越多，自是引起了丰原县知县大人本人的注意，也曾府上拜见过。自那以后，他再来知县府便更加顺畅了，都不用自己开口，便有人迎上前引路。你可算是来了，真是大忙人，我这出嫁前想见你一面都不容易。江如烟随意的打趣道。这些年一来二往，二人虽不说关系多亲密，却也如普通朋友般没事相约聚上一聚。如今他也要出嫁了，日后再见怕是没那么容易了，想到这心中不免有些不舍。苏锦无奈耸肩，直接往椅子上一瘫，漫不经心道：我这不是来了吗？反正你还有3月才出嫁，急什么？说着往嘴里塞了块糕点，问道：说吧，这次这么急招我来何事？江如烟想到这，神色不似刚才的调笑，面色有几分凝重道：你可知你被人盯上了？苏锦心下毫无波澜，挑了挑眉：哦，说说看，我这被人当成案板上的鱼肉又不是第一次了，习惯了。你这般神色，除非这次的人权势很大。前阵子我爹莫名其妙和我说了些话，我思来想去，才明白我爹这是暗示我给你提个醒了。江如烟见苏锦不放在心上，有些焦急。苏锦收起了脸上的嬉笑，郑重地朝着他抱了抱拳：替我谢谢江知县，这是我心里有底，无需担心，能解决。之前也不是没遇上过想要以权势压人，逼他将产业秘方交出的，那又如何？他从不是什么大度善良之辈，别人都打到门前了，还能忍气吞声。他想杀一个人，简直不要太简单。一剑解决，那些人至死都不知道是为何。前世的生活远比现在残酷得多，部落间常有争斗，动辄便是一个族群的灭亡，生死早已见惯。何况他这一身本领可不是白学的，如今这个身体与前世仿佛完全融合了一般，并无区别。他全身的筋骨都是经过淬炼的，那一手狩猎猛禽的剑术，又岂是这里的寻常人可比的？何况想到此，手不自觉地抚了抚眼角。
至于江如烟所说这人，他心中也大致有所猜测。苏锦眸中闪过肃杀之气，就算是王孙贵族，只要敢来，他也照杀不误。江如烟闻言，心下松了口气。对于苏锦，他是既佩服又欣赏。一个毫无背景的女子，能一步步走到如今，实属惊绝。见他心有成算，也不再说，转而聊起了自己嫁衣的事。江府西侧的一处内院，江晚避过婢女的视线，悄悄躲在屋内，不停地咀嚼吸溜着。在他将最后一根辣条都捏进嘴里后，房门突然被打开。婢女清河嗅了嗅空中的气味，无奈地叹了口气，朝着房间内叫道：“二小姐，您怎么又在偷吃辣条？要是被夫人知道了，又要挨罚了。我的好小姐，你就别藏了，快出来吧。”江晚悠悠地从屏风后侧走了出来，神色颇为坦然道：“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没吃，谁说我吃了？”清河扶额，很是头疼，叹了口气：“小姐，您能把嘴上的辣油擦了再说话吗？就这个样子，他就算想信也没法子。也不知道他家这傻乎乎的小姐到底是随了谁，在手段厉害的夫人身前愣是养成了傻白甜的性子，半点没学到夫人的手段，平日在外也是装成嚣张跋扈的样子掩饰自己。”清河心下无力，仔细的帮小姐收拾妥帖，才出言道：“二小姐，夫人让人传话来，苏锦又来了府上，夫人让你多去走动走动。虽然那苏锦只是农家女出身，但是架不住人家现在有钱啊。之前来府上时，夫人很是瞧不上，也因此为借口训斥过大小姐。但是如今却不一样了，连老爷都夸赞过的人，她也不敢多言，想着让自己女儿接触看看。”江晚闻言，双眼一亮，提着裙摆就要往外冲。在他心里，苏锦就等于辣条，等于很多很多的辣条。嘿，他一定要去打好关系。苏锦和江如烟这厢讨论婚服说得正起兴，那边系统提示有人扒在门外。何时知县府也这么容易被人闯入了？苏锦说话的声音突然顿住，示意江如烟不要出声，自己轻步移至门边，猛地打开了门。哎呦！一身穿百褶翠纹裙的少女猛地扑了过来，吓得惊叫一声，眼看就要落在地上。苏锦神色无奈，一个回手掏，将人捞了起来，没摔倒。江如烟却是吃惊地看着来人，柳眉轻蹙，疑惑道：“江晚，你怎么会在这？她这个同父异母的二妹，平日没什么往来，今日怎么会来她这里？外面都说这江府二小姐性格跋扈，很喜欢刁难人，不是个好相与的。她虽没全信了传闻，但也多少会避着些。”江晚缓过神来，理了理裙摆，高昂着脑袋嚣张道：“我来看看你，不行啊！”用最嚣张的语气说着最怂的话。苏锦倒是还记得这位小姐，毕竟傻得这么出奇的人也不多见，对她印象倒是挺好的，笑着问道：“要不一起坐会？”他还没说完，江晚便动作相当麻利地坐了下来，高傲地看着他道：“既然你邀请我，那就坐会吧。”江如烟也没在意，只是有些疑惑他来这的目的，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便没再理会，继续和苏锦聊起了嫁衣的图样。此刻面色不屑，一副高冷状的江晚轻抿茶水，心里已经慌得一匹，他要如何找话题？内心挣扎，脑中思绪纷飞，心里的小人疯狂尖叫，他要怎么不尴尬地接上他们的对话？啊！忽然他好像听到辣条两字，迅速回神。辣条？什么味的辣条？急于接上话的江晚不经思索地脱口问出。苏锦，这二小姐不禁傻乎乎的，这还幻听？谁说辣条了？她刚才是在和江如烟建议说那条裙子比较适合，合着这小脑袋瓜子只听见那条。苏锦神情很是复杂，是吃他家辣条吃傻了吗？也没放什么添加剂，这锅他不背。没搞清状况的某人还在眼巴巴地望着苏锦，系统笑得直打滚，跟个失心疯似的。看把孩子馋的，我空间还有存货，快拿出来给他奶一口。之前我当你这辣条在古代卖不出去呢，没想到他是真有魔力。江如烟扶额，深感丢人，他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妹妹这么馋？苏锦顺势向怀里掏了掏，其实是从系统空间里拿出之前存的辣条，递了过去，道：“新口味，加辣的。”合着这脑袋瓜子全藏在胃上了。江如烟见他往身上一摸，就摸出带辣条，神情很是复杂。你这随身还带着辣条？他这一身衣裳挺单薄呀，这都装哪了？苏锦头也不抬的胡说八道。为了提神。对，可提神了。嘻哈，吸溜江晚显然已经忘了要伪装自己的形象，吃得很是欢快。不愧是加辣，可真带劲。不知道下次去辣条坊能不能买到这款，他得囤着点。江如烟，他以后要如何直视他这妹妹？一座院落内，男子手持长剑，手腕翻转，身形极快，点剑而起，惊起阵阵落叶。王爷，属下听说这丰原县有个十分厉害的酒楼，那里的酒水很是醇厚，您要不要去尝尝？左一坐在树梢上，悠闲地看着下方练剑的名角，为人懒懒散散，不似往常的严肃恭敬。他自小便跟在厉王身后，平时多是公事公办，但是私下里倒是随意很多。
明觉顺势收起长剑，剑眉微挑，似是来了兴趣。哦，相较京城的一品居如何？见自家王爷这是有意向，左一赶忙从树上跳了下来，拍了拍衣袖，抱拳道：“据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走，去尝尝。”他倒要看看这小小县城有何美酒佳酿，竟比得过京中百年老字坊。不久，二人在一处占地颇大的3层小楼前停了下来。只见那酒楼正上方赫然写着“百味坊”3个镀金大字，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金光。明觉毫无波澜的眼眸抬手望去，瞬间瞳孔微缩，就这么定定地看着那3个字，面露赞叹：“王爷，王爷您怎么了？”左一见他家王爷抬头看得出神，心下疑惑，不得不出声打断：“无事，这家酒楼不简单，就光凭这3个字就价值千金，也不知是何人所写。”第44章，让他心痒痒的男人。左一愣住，这还没进去呢，不知王爷这话从何而来，只能顺势疑惑地看了眼上方的牌匾，是挺好看的，就算不懂欣赏的他也觉得这字很有气势，但也不至于。门童见来人面容俊美，气势不凡，心下一惊，他们丰原县何时有了这般神仙公子？迎着男子锐利的目光，忙低下头不敢再看。公子，您里面请。门童不自觉地弓下身子，心生畏惧。明觉带着左一要了个2楼临窗的雅间，只见穿着同款服饰的小二恭敬地将一份册子轻轻放在桌前，道：“公子，您想点些什么？这是我们的菜单，您可以看看。”菜单？从未听过，这家酒楼倒是很有新意。明觉凝眉，不欲麻烦，本想直接上些酒水，但当他无意瞥见那菜单封面时，鬼使神差地拿了起来。只见封面赫然是一幅山林画作，文笔有些稚嫩，很是童趣，却也能初见风采，天赋不凡，不自觉地勾起嘴角，笑意一闪而过。时刻关注自家主子的左一，这是笑了，神色有些惊愣。他家冷酷的厉王殿下，看一幅画还能看笑了？这百味坊到底是什么神仙宝地，怎会频频吸引他家王爷的注意？难道是风水比较好？明觉低沉冷冽的嗓音缓缓道：“来一壶酒，再把这几个招牌菜都上一遍。”小二急忙应是，快步退了出去，走到楼梯口时才缓下身子，拍了拍胸口。他还是第一次见气势这么足的公子，吓得他大气都不敢喘，比他们知县老爷还贵气力。菜很快上计，明觉转着手中酒盅，不用尝，光是闻着便知传言不假，这般醇香的酒，宫中的御品都不及。明觉眼下划过深思，前世怎从未听说过这般佳酿？难道是这百味坊没有在京城开店，还是说出了意外？他现在倒是对这酒楼的老板有些好奇，能拿出这般佳酿，不怕人窥视，还能安稳地开着酒楼，要么是背景过人，要么是自身实力强大。左一，打听下这酒楼老板的情报。左一并无意外，点头去办。不多时，人便回来了。王爷，这家老板无需多加打听，丰原县内很多人都清楚，颇有些传奇。明觉眼眸微抬，盯着他，等他接着说下去。左一接着道：“这家酒楼的老板是名女子，名号苏锦，乃是丰原县本地人士，农户出生，并无背景。而这个酒楼也是他在2年前一手创建的，旗下还有一个辣条零食房和火锅房。目前他这商铺已是开到了江南那一带，想来要不了多久便能在京城见到。”说到此，左一心下也是佩服，毫无背景的女子能一手撑起这么大产业，且还能护住，实属惊人。明觉冷冽的面容上闪过一抹深思，女子毫无背景，农户出生。左一动了动嘴角，还是道：“王爷，还有个消息，不知该不该说，也是这女子被人称作传奇的由来。她在3年前产子，生下的却是当时罕见的3胞胎。”不知为何，明觉心头一跳，猛地看向左一，随即很快定下心神，剑眉轻凝。他刚才是怎么了？不过这3胞胎确实算是传奇，大元朝几百年也没听闻过有妇人产下3胎的，这女子倒是独一无二。这边正被谈论的苏锦挥别江氏姐妹，出了知县府，也溜达着来到了自家酒楼，给他娘带些云蝶糕回去，正好今日有空，顺便再看看账。掌柜的见苏锦到来，眼睛一亮，忙大步上前道：“老板，您怎么今日过来了？”“没事，闲着也是闲着，顺路正好把账看了，明天你们也就不用再跑一趟了。对了，再让厨房准备些云蝶糕，我等下走时带着。”他娘秦氏很是爱吃，说着直直地朝着3楼走去。“哎，好嘞，我这就去准备。”每隔1月各铺管事便会齐聚庄园，核查账册，明日正好便是月底，也省得再跑一趟了。3楼的视线很是宽广，苏锦站在高处，背着手，面无表情地看着人来人往的客流。他为人比较懒散随意，当初也只是因为自己想吃辣的，才准备开了一间火锅店打发时间，哪知意外到来的3个仔仔让他改变了想法。他想给仔仔们一个更好的生活，便又开了酒楼。他本人没多大抱负，
这样的生活也算满足了，并不准备再接触其他。2楼一处雅间内的房门缓缓打开，名爵一袭黑锦金丝云纹袍裹身，气质高贵，仿佛自带光环。他一出现便引起了所有人的目光，却很少有人敢直视。而苏锦就是那个特例，他站在高处瞪大了双眼，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下方的名爵心有所感，凌厉的目光直射3楼，却并未发现有人存在，幽深的眼眸闪过不悦。他的感觉不会出错，3楼有人在打量他。回头深深地望了一眼，阔步离去。苏锦拍了拍心口，没想到这男人感知这么敏锐，亏他闪得快。系统摸了摸下巴，斜睨着他，悠悠道：“宿主，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惹上了什么风流债？你在躲什么？”苏锦心下复杂，如实道：“他就是我那个到手了还跑了的夫郎。系统，你觉得我是在做梦吗？他怎么会到丰原县来？这小郎君走起路来怎么比躺着时还要好看？这样极品的男人，他娘的看着就很贵啊！你说我几年赚的钱够娶到他吗？”刚才还在感慨自己这样闲鱼日子挺好的，这会就有些后悔，啪啪打脸了。这没见着时也没多惦记，可这看了一眼又开始心痒痒。系统已经懵了，小脑袋晕晕乎乎，反应不过来，他宿主说啥？糟点太多，他得缓缓。系统小眼睛一眯，回想刚才记录的那个男人，顿时面露挑剔，阴阳怪气的说道：“这种男人一看就是不会缺女人，还长那么好看，容易出墙，不守妇道。”他不同意，他好不容易养大的宿主怎么能随便就给了别人？他童子不同意，他就算很废物，只能云养宿主，那也是养啊。系统扯了扯手帕，愤愤不平，心里暗搓搓的扎着小人。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哼，也对，得先搞清楚这男人情况再说。就算他是仔仔的爹，若是已有家室，肯定是不能娶的。若真是那样，唯有遗憾了，他只能另选夫郎了。黑下一个也许更香呢。系统一个翻身，立马振作起来，假模假样的附和着：“对，宿主你说的对，他肯定是有家室，说不定孩子都几个了呢。调查下再说吧，不然错过这样的极品还挺可惜的。”苏锦边说着，自己还忍不住咂巴几下嘴，至于再回味什么，也只有他自己知道。第45章，女主双眼的异变。这边鸣沙阁几人来回踱着步，皆是神色沉重，早已没了往日的嚣张。老大，水生去了2日，怎么没信了？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燕行很是烦躁的扯了扯领口，虽然不愿相信，但是依着水生的性子，若不是出了意外，不会毫无音讯。他鸣沙阁还从没犯过这样的失误，是他大意了，低估了苏锦的能耐。再等等，今晚我亲自去。说着眼中闪过一丝阴狠，到底是不甘。本以为带走个孩子是手到擒来的事，要不是为了那男娃日后心甘情愿为他卖力，也不会折腾这么些事。现在看来得他亲自出手了，就是可惜了这么好的苗子。屋外的雨淅淅沥沥的下着，不时伴随着雷电的轰鸣声，预示着今夜的不平静。一个破败的草棚里，一道闪电打过，草堆里的女子身体不由得哆嗦了2下，缓缓地抬起头。一头原本秀丽的长发此刻犹如枯草般打了结，面色沧桑，目光呆滞地盯着外面一动不动。忽然门外传来一丝规律的响动，引起了他的注意，暗淡的眸色瞬间有了一丝亮光。花莲迅速爬至门前，眼露期盼，四下张望着。当看见果真是自家老大时，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既心酸又无助。是来救他了吗？他不要再挑粪，他要回家，这里的人都是魔鬼。燕行看着面前这个双目通红的疯婆子，差点出手将人打飞，仔细瞧了2下，是花莲，怎么弄成这副模样？你别过来，你这身上什么味？燕行目露嫌弃的向后退了2步，这脏婆子真是他们鸣沙阁那个身姿妖娆的千面毒娘子花莲。这也，花莲闻言心头一梗，虚弱而愤恨道：“那个女人就是魔鬼，老大，你一定要把他们都宰了，全杀光！他要苏锦那个女人生不如死！”女人面色狰狞的怒吼着：“好了，说话就说话，你别往前走，你收拾下，我先去解决了他们。”说罢，脚下生风，疾步离去。夜很黑，屋内也没有点灯，苏锦双手背后，静静地站在窗前，面色森寒地望着窗外的雨水。姑娘，廖平他们已经布置好了，老夫人、少爷他们很安全。苏锦转身望向身后的萧管家，黑暗中眼眸闪过一丝妖异的光芒，冷声道：“不用你们出手，护好庄子里的人就行，下去吧。”不过片刻，幽暗的房间传来一声轻语：“来了。”果然是直奔着他而来。门扉从外被轻轻地打开，一道冰冷的寒光闪过，来人猛地朝着床榻砍去。“你让我好等啊！”燕行被这突来的声音惊得身形闪退，心头猛跳。苏锦双手一挥，屋内的烛光亮了起来。只见他仪态从容地坐在窗边，目光锋锐，
居高临下的逆视着他。好胆色，你这是知道我要来？燕行见他神色毫无惧意，身形一僵，眸色晦暗，心头忽地蒙上了一层阴翳。明沙阁老大，燕行。苏锦跳下窗台，嘴角勾笑，眼中却带着彻骨的寒意。你既然知道，是有把握能在我手下逃走？不，你可能对自己有什么误解。知道之前来杀我的那些人最后都怎么样了吗？说罢一拳砸了过去。燕行早有防备，身形一侧险险避过，翻身朝着他袭了过来。苏锦来了兴致，不愧是杀手阁的王者，挑了挑眉，眉眼含笑，一记猛拳攻向对方。燕行看着这白嫩的拳头，内心嗤笑，毫不在意的以身迎上，以拳相击。哪料接触瞬间，猛地被震飞了出去，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怎么会？燕行目露惊惧，这女子怎会如此剧烈？那拳头明明看着软绵，却犹如巨石般坚硬。眼中闪过暗光，心下有了退意，看来今晚是杀不了他了。也不留恋，几个闪身来到门前。苏锦着看他往门外逃离，也不追，眼中闪过一道银光，就这么冷冷的看着，犹如在看一个死人一般。系统剑，系统乖乖的应是，赶忙从空间里取出宿主存放在他这里的弓箭。正襟危坐不敢出声，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宿主用剑杀人，却每次都小心肝颤地，因为他宿主在用剑时眼睛会格外的妖异，犹如现在。只见苏锦不徐不缓地拉满弓，定定地望着方才燕行离开的方向，眼睛瞬间异变，泛着淡淡的亮光，妖异而魅惑。苏锦眼中周围的景色瞬间成了虚幻，唯有被他锁定的那人清晰真实，犹如近在眼前。素手轻轻放开，只听见咻的一声飞了出去。很快，不远处传来一声闷哼，之后便再没了声响。这双异瞳是苏锦在前世淬炼身体时所得的能力，万兽大陆的各部落皆有自己供奉的兽神，祭祀日便会降下符纸，沐浴神恩，淬炼体魄。而苏锦成年之际所得的恩赐便是这一副异瞳，千米之内他都能锁定自己的猎物，犹如近在眼前。而手上这弓箭经他特殊处理，虽只能射出500米，却也是够用了。这具身体像是与自己完全融合了似的，不仅前世身体上的疤痕慢慢显现，就连这异瞳也在当年生产仔仔时跟了过来。他的穿越真的是意外吗？雨后的清晨，阳光明媚，露水滴在绿叶上闪着珠光，经过一夜的洗礼，带走了尘埃，也带走了一切的罪恶。苏家的生活依旧安静平和，仿佛昨晚的硝烟不曾存在过。有结果了。只见一腰杆笔直，一袭青衣面容刚毅的男子双手抱了抱拳，恭敬道：姑娘已经问出了明沙阁所在之地，您看要不要派人廖平低声询问道。昨晚那首领死后，萧管家便带着人将他拖到了花莲所在的草棚，无需多加追问，早已吓破胆的女人一五一十的全都交代了。苏锦本想让他带人去将其摧毁就罢了，转而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脑中。苏锦心下划过深思，这一刻他脑中闪过的是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男人，越想心下越是羞愧。他这些年还是太懒散了，别人觉得他拥有这般身家很是不易了，殊不知对苏锦而言，开商铺也只是打发时间罢了，毫无挑战可言。他只是选择了最轻松的生活。不行，扶他起来，他不能再闲鱼了。若是日后连自己的夫郎都养不起，他还怎么当一家之主？望着身侧的廖平，到嘴的话转了个弯，吩咐道：你多带些人过去，将明沙阁接手了，里面的人该处理的都处理干净，先去京城安置下来。第46章父女相遇。王爷他有孩子了。是，姑娘放心，我带廖松他们几个这就去办。虽是心下疑惑，却也没问，反正只要是姑娘吩咐的照着办就是了。他们姑娘看似心肠很硬，却最是柔软不过了，是他在那般绝境向他们几个丧家之犬伸出了援手，此生唯有尽忠以报。系统从角落里悄咪咪地伸出脑袋，拍了拍小胸脯。他家宿主气场全开时，他还是有些怂的。这会子见苏锦忙完了正事，赶忙吹一波彩虹屁，弥补一下：宿主，你昨晚太帅了，可真棒呀！苏锦要被这小东西笑死，故意沉声逗他道：哦，那你说说我有多棒？系统一愣，这还带附加题的？抓着脑门想了半天，眼睛一亮，像金箍棒那么棒。苏锦，不愧是你。隔日，苏年休沐回家，一家子很是热闹。苏大郎夫妇带着2个孩子也都来了庄子上，这种气氛，吃火锅再合适不过了。几个小家伙蹲在一旁帮着秦氏洗着菜。虽说现今庄园有管家婢女小厮，但是大多情况下，秦氏还是喜欢自己动手。当了大半辈子的庄稼人，受不来那被伺候的日子。乖宝今天带了新的花花哦，好不好看呀？说着，把头向前伸去，只见他发间别着一朵棕色可包裹着的白色云状花瓣，看起来软绵绵的。乖宝捧着小胖脸，左右扭了扭头，
可以说是相当臭美了。这可是大宝送她的呢，像云朵一样，她可喜欢了。好看，好看，我们乖宝戴什么都好看。秦氏乐呵呵地点了点她，不过说出的话却并不是敷衍。乖宝长得是3个仔仔中最为精致的，只有2分随了苏锦，剩下的应是随了那个未曾谋面的爹吧。想到这，秦氏不由得叹了口气，心下很是复杂。娘，舅舅他们今天怎么没过来？苏锦嘴里叼着果子，随口问道。他们忙着呢，现在都恨不得住在地里了。自从苏锦铺子越开越多，光是庄子上种植的作物自是跟不上，便带着他娘家那边一起种植了起来。这1-2年日子也算越过越好了，对那些田里种植的调料作物，那是像伺候宝贝似的，恨不得时刻盯着。刚想再说什么，眼神一晃，愣了下道：乖宝，你头上这东西哪里来的？乖宝听见娘亲在叫自己，连忙擦干小胖手。小奶鹰很是炫耀的回道：是大宝送给我的，是不是很好看？苏锦招了招手，乖宝噔噔噔飞了过去。系统，我没认错吧？是棉花吧？是的，宿主，你要种植吗？这个时代还没有发现棉花的价值，农户人家多是用的柳絮、芦苇絮，富贵人家则是在被子里填充丝绸锦缎或者兽皮，并不想种呢，麻烦。他这些年也没见过哪有棉花，也只有大宝这运气才能找到。乖宝见娘亲一直盯着他头上的花花看，小小的人儿眼露无奈，一副拿你没办法的样子，头一歪，小手轻轻的取下，很是珍惜的递到苏锦面前。给你吧，下次想要就直接跟乖宝说呀，乖宝的就是娘亲的，不用客气的。苏锦，他该感动吗？嘴角一抽，只能笑着接下，别在了自己的发间。嘿，还挺美。正在臭美，萧管家脚步匆匆的来到身前，低声道：姑娘，打听到了，那位公子是前几日刚到丰原县，随身带有侍卫，气势不凡，我们的人不好接近，身份怕是不简单。随即又道：还有酒楼的小二曾听到那护卫称他王爷。苏锦猛地抬起头看向他，似在确认真假。王爷，完了，这下子是没戏了，都当王爷了还能差女人，这要怎么娶？不过话说要娶皇帝的儿子得多大的聘礼啊？苏锦立刻从瘫着的榻椅上直起了身子。系统，帮我查查棉花的种植要点。系统斜睨了他一眼，悠悠道：你不是嫌麻烦不种植吗？这怎么今非昔比了，不努力一把就这么放弃还怪可惜的。先定个小目标，就大元朝首富好了。系统对这还没见面就引得自家宿主这般关注的男人很是不爽，心里暗搓搓咒他秃头。哼，你们无需再探，他既是身份不凡，再打探也是徒劳了。倒是再引他起义就不好了，他要先做好准备，确定他没有家室之后，再去向皇家提亲。大女子就是要不服输，不试试总是不甘心，就算被拒绝也认了，大不了以后再给3仔仔找个后爹。阿替名爵掩面打了个喷嚏。王爷你怎么了？我让下人去准备姜茶。无事，通知下去，明日出发回京。这次来此目的是为了解决鸣沙阁那伙人，岂料2日前这群人像是人间蒸发了，再无半点踪迹可寻。名爵面色微沉，不打算再在此上耗时，他有的是办法再将其一网打尽。这次他们不会再有机会如前世那般成为名圣手中的利刃。天气晴朗，微风和煦，苏家庄园外，一小身影猫着身子躲开他人，蹭蹭蹭向着外面冲去。小小的人儿因为绿荫的遮挡，一时还无人发现。妞妞姐姐，我们来玩捉迷藏呀！乖宝迈着小短腿，犹如飞出笼子的鸟儿，很是开心的拽着妞妞的衣角。妞妞放下手里的筐子，看着这个小妹妹，眼露无奈，小眉毛都皱得打了结。乖宝，你又逃学了，这回你应该在书房才对。嘿嘿，乖宝歪着头傻笑，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一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样子。行吧，那就玩一会会哦，姑姑铁定要来找你了。姐姐先藏，乖宝来找你呀。说完，熟练的拿小胖手挡住了眼睛，还悄咪咪的留了一条缝隙。乖宝，你不许偷看哦。我才不会偷看，我那么乖。边说着，小胖手张开的缝隙更大了些。小小的人儿眯着眼看着妞妞离开的方向，内心偷笑。还不等他数完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婆婆走到跟前，笑得很是和蔼。女娃娃，你一个人在这？乖宝放下手，望着这个婆婆，眼珠子滴溜溜的转着，酒窝深陷，笑得很是甜，故作天真道：婆婆你是谁呀？说着，小脚悄悄地往后挪动。虎婆眼中一道金光闪过，好聪明的娃娃，可那又怎样？再怎么警惕，也还是个孩子。她直起身子，脚下一转，动作不似老妇人，极其敏捷。只见银针闪过，稳稳地抵在了乖宝的脖颈处。小娃娃不要叫哦。乖宝感受着脖颈冰冷的触感，心里很是委屈。她那么可爱，怎么会有人想伤害她？小拳头捏紧，就要向着虎婆肚子上砸去。她要打死她。忽的，前方一处低洼处茂盛的杂草动了动，乖宝像是想到了什么，眉毛一拧，
抠着小胖手，慢慢的松开了拳头。他悄悄地望了一眼那处土沟，低下头，长长的睫毛遮住眼睑，瘪了瘪嘴，没有吭声，乖乖的被虎婆绑住，家暴着离去。他才不怕，娘亲会来救他的。许久不见人来找自己的妞妞，扒开杂草，四下看了看，乖宝呢？他怎么还没找到自己？他也没走远啊。妞妞挠了挠头，试探着小声叫唤着：“乖宝，我在这里哦，你快来找我啦！”叫了几声皆无人回应，妞妞有些急了，站起身大声地呼喊乖宝的名字。另一边，苏锦正在地里弯着身子研究棉花的种植问题，心下一点点地和系统讨论着土壤气候。只听一阵孩子的哭叫声由远及近传来，苏锦抬眼一看，妞妞正哭得满脸泪地向自己跑来，膝盖也破了，正流着血，吓得他翻身跳上田埂，一把将她揽过。姑姑，姑姑，格乖宝不见了，我找不到他了。哇！妞妞一路哭着跑来，跑得太急，膝盖也磕破了，此刻正满脸焦急地对着苏锦诉说着。苏锦心下一惊，立刻板正他的肩膀，认真道：“妞妞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别怕，姑姑一定把乖宝找回来。我们在捉迷藏，然后我躲了好久，乖宝都没来，再找都找不见了。可我都找过了，就是找不到。”苏锦神色一沉，耐心地摸了摸妞妞的头，道：“你先回家，乖宝肯定是贪玩去别的地方了。乖，别怕。他家乖宝虽是淘气，却从不会故意让人担心，一声不吭的消失。系统，这附近有扫描到吗？没有。宿主快，你快去其他地方转转，我接着扫描。”系统心下焦急，先别慌，乖宝那一身力气，很少有人能伤害他，这毫无声息地将人带走，除非他平日3个仔仔身边，苏锦都会安排人盯着，今日怕是又躲开了护卫，自己溜了出去。等他回来，这一顿揍是少不了了。苏锦轻抿嘴角，面色发寒，努力定了定神，召集了所有家丁护卫一处处的寻人。他自己也带着系统朝着县城的路而去，若是被人掳走，只有这一条大路可行，倒也能缩小范围。乖宝这边一路被虎婆带到一处马车上，人我带来了，让你们主子别忘了承诺。阴厉的眼神望向几人，沙哑的嗓音分不清男女，有着说不出的诡异感。几个男人不敢直视他，只能应是。见虎婆踏步离去，几人皆是松了口气。这虎婆人称鬼婆子，一手银针见血封喉，他们也只是被雇佣而来，所知不多，不敢答话，就怕会平白丢了命。撩开车帘，一个小小的女娃娃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他们，也不哭不闹，倒是配合。见他人幼小，几个男子也只是绑住了手脚，便没再理会。乖宝转了转手腕，轻轻一挣，绳子便断了。小胖脸满是纠结，他要什么时候跑比较好？还是晚上吧。就在这时，一队身穿甲胄的人马从远处驶来，为首的男子身姿挺拔，气势惊人。几个男人见此，赶忙将官道让出，马车往一侧偏了偏。乖宝见车子晃动，小胖手悄咪咪地掀开帘子的一角，往外看去。哇哦，这好多大马！明觉皱着眉，远远地看见道路上横着一辆马车，几个壮硕的男人站在车前，正说着什么。见他们驶来，几人低着头将马车挪向一边。他淡淡瞥了一眼，便收回来视线。然而在经过马车的瞬间，余光里一只胖乎乎的小手引起了他的注意。孩子，不由得多扫了一眼那几个男子，几人纷纷低着头。只其中一男子抬头望了一眼，也就是这一眼，当看清明觉的面容时，冷汗瞬间流了下来，眼神忽闪，身子一侧下意识挡住了车窗的位置。明觉双眼一眯，拉住缰绳停了下来。王爷，怎么？左一见自家王爷突然停了下来，疑惑地问道。去问问刚才那几人是做什么的，仔细盘问清楚。明觉没有下马，对着左一神色平淡地吩咐道。是。左一转头凝视那伙人，看来他家王爷是发现了什么。见那几人驾车想走，左一招来几个侍卫前去拦截，自己也跟了上去。那男子本是松了口气，却突然看见明觉他们停了下来，面色瞬间苍白。同行的汉子见他如此，拍了拍他询问着。男子哪有时间理会，声音颤抖道：快上马，快走。快呀！那个男人的长相想到这，下意识望了眼马车里。同伴几人不明所以，转身上了马，驾着马车就要离去。等等，说时迟那时快，还未离开，便被返回的几个侍卫拦住了。几位官爷有何事？你们是做什么的？从哪来又去往何处？侍卫直言来意地盘问着。左一双手环抱打量着几人，他家王爷让盘问，定是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事，眼神一一掠过，随后朝着马车看去。车厢里可有人在？打开看看。那男人一听，心下惊颤，立刻回道：没有，里面没有人。官爷，我们是普通的走商，做的都是正经买卖。左一眼皮一掀，看了他一眼，看来是这车厢里有问题了，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到马车旁，伸手就要将帘子掀开。几人见事情败露，
顾不得其他，拔出马车下的挎刀，眼神凶狠地冲了过来。其中一人转身从马车内捞出孩子，乖宝懵了，他正听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被拎了起来？他好好的一个仙女，怎么能这样拎着他？乖宝有些生气，小拳头握紧，对着男人就是一拳。咔一声闷响，男人只觉一阵剧痛，有什么断裂了，面露惊骇，身子疼得发颤，脸色狰狞地将手中的女娃丢了出去。乖宝感觉自己在飞，惊叫一声，小胖手赶紧捂住双脸，他还要靠脸吃饭呢。咦，怎么不疼？乖宝扭了扭身子，只觉一阵好闻的气息包裹着他，小手悄悄地挪开一丢丢，偷偷望去，一个棱角分明的下巴出现在眼前。乖宝一愣，忙松开手，明觉也低头看了过来，二人瞬间四目相对，皆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惊愕。第47章，你是我爹爹啊？你长得好像我呀。乖宝小奶音带着震惊，小手不自觉地摸在了明觉的脸上，一点点地比划着。明觉瞳孔放大，惊愣地看着他。不久，似是想到什么，心下瞬间翻涌，喉咙像是堵了东西，一句话也说不出，僵着身子一动不动看着怀里的孩子，舍不得眨眼。左翼解决完那群人，见自家王爷怀里抱着个孩子，很是吃惊，这是他那生人勿近的主子。原来王爷喜欢孩子啊，想到这心中瞬间一沉，可惜王爷中了那般毒，这辈子怕是无缘子嗣了，上天动人啊。王爷刚想回禀方才的事，却在那孩子转头的瞬间呆住了，张开的嘴久久合不上，悄悄地拧了自己一把，丝不是错觉。王爷他真蠢，真的，刚才还在为王爷无法拥有子嗣而难过，下一秒就打脸了。小丑竟是他自己，就这么张脸，要说不是他家王爷的孩子，他打死都不会信。这么一打断，明觉也缓过了神，努力压制着情绪，一瞬不瞬盯着乖宝，嗓音带着沙哑，低声问道：你多大了？你娘亲是谁？乖宝小脸一阵纠结，他那么聪明的宝宝，当然猜到身前这人应该是他爹爹，但是娘曾经说过，他们的爹爹嫌家穷，飞走了，他要先问问娘亲，再决定告不告诉他。我今年快3岁了哦。小奶音带着自豪地朝着男人比了3根手指。明觉看着他短胖的手指，心弦一松，冷峻的面容闪过笑意。3岁，看来只能是那次中毒。想到那个强迫他的女人，明觉此刻心中一阵复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喉咙发紧，第一次他感受到了紧张的心情。知道呀。乖宝扭了扭身子，直起腰，胖脸在他脸上蹭了蹭。小奶音软乎乎的：你长得这么像我，当然是我爹爹了。嘿，这可难不倒他。明觉常年绷着的面容像是冰山融化了般，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将乖宝扣在怀里紧紧抱住，久久无言。乖宝嘿嘿傻笑着，任由他抱着，原来这就是爹爹的怀抱，好宽广哦，和娘亲很不一样，乖宝很喜欢呢。一队人因为乖宝的出现，没有再继续赶路，停在了不远处的驿站休整。乖宝小手环抱明觉的脖子，奶乎乎的缩在他怀里，在左移第6次偷偷朝他打量后，小小的人儿叹了口气，眼神很是无奈。他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他也不用这么盯着他吧。小奶音带着得意朝着左移道：看吧看吧，乖宝给你看，你不用再偷偷看乖宝了。小手一摊，一副真是拿你没办法的样子。哎，现在的大叔叔真是不矜持。明觉将他往怀里拢了拢，一个冷冷的眼神扫了过来，目光悠悠地盯着他。左移正是好奇，却忽地对上自家王爷的眼神，赶忙低下头，哪敢再看。他算是看出来了，这京城日后怕是要出一个小祖宗了。爹爹，你要带乖宝去哪呀？带你去京城，乖宝愿意跟我去吗？明觉目光柔和地望着赖在他怀里的小粉团子，身子僵硬地拖着他，生怕不小心会伤到。乖宝听到京城，一双大眼瞬间放光。京城一定有很多小哥哥吧，他们的小手一定很嫩吧。好呀好呀，乖宝愿意去。刚说完，似是想到什么，头上的小揪揪瞬间塌了下来，小胖脸带着失落。乖宝没问过娘亲，不能去呀。明觉眼中闪过金光，安抚地摸了摸他的头，那就让你娘亲一起去。乖宝知道怎么联系他吗？小小的人儿不愿意撒谎骗爹爹，拧着小眉毛，超小声地说道：娘没让说我要问过娘亲才行哦。不过乖宝不用找他，娘亲很快就能找到乖宝的。说到这，小胸脯挺了挺，很是骄傲，他娘可厉害了。明觉没有勉强他，帮他理了理裙摆，心下有些欣慰。虽然没有问出那个女人的消息，但是能看出他的女儿很聪慧，明显被教育得很好，这就够了。宿主再往前就上官道了。系统心下很是焦急，根据打探到的消息，曾有人见过一个老妇人抱着孩子往这边来。他们这一路寻来，宿主带着他扫描了很多个地方，都没发现乖宝的身影，系统整个统计的团团转。苏锦没说话，抿着唇，面色异常平静，起码一路上了官道。宿主，这里有打斗的痕迹。苏锦定眼望去，闪过深思，
这边的乖宝不知自家娘亲的担忧，正美滋滋地吃着爹爹未来的食物，坐在凳子上晃荡着小短腿。小奶音甜甜的道：“谢谢爹爹，乖宝吃饱了。”明觉不知道小孩子的饭量，只觉得他只吃了一点点，猜测是不合胃口，俊眉微蹙，有些担心，计划着回去就要几个御厨到府上备着。爹爹，乖宝想洗澡，臭臭。他被人夹带一路，又在马车上滚了那么久，粉色的百蝶裙早已变得脏兮兮，也亏得明觉不嫌弃，一直还抱着他。好，我让人给你备热水，需要爹爹帮你吗？这次出行一众的都是护卫，没有随身的婢女，看来日后都是要备上了。面上无甚情绪，心下却在一一规划着府上需要添置的事物。乖宝很是不赞同的看了他一眼，觉得自己被爹爹小看了，背着小胖手，语重心长道：“我已经是快3岁的大宝宝了，可以自己洗澡的。”明觉忍着笑意，看着这个才到他大腿的大宝宝，蹲下身子轻声哄道：“好，那你自己慢慢洗，我在外面等着，有需要你就叫我，行吗？”“好的。”说完，犹如一只花蝴蝶，张开双手飞进了房间。明觉凝视着他活泼的小背影，眼中的柔光仿佛要溢出来一般，嘴角一直带着弧度。无人敢信，一贯冷峻的厉王殿下会对着一道背影笑得那么温柔。明觉自己也没想到，他这辈子竟还有意外的惊喜。一个从未出现的小生命，一出现便占据了他所有的心神，光是看着就觉得心里发软，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都给他。他该谢谢那个女人，给他生命带来了这么一道亮光。第48章，就想摸摸男人的小手，就那么难？宿主，就是这里，乖宝就在这个驿站里，在2楼的右侧房间里。系统心下松了口气，可算是找到了。看着神情越发平静的宿主，他不由得咽了咽口水，有些怕怕的，总觉得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苏锦的眼中划过一抹浓重的黑色，一瞬不瞬地盯着近在眼前的驿站。依着系统的指示，几个攀爬跃上2楼，避开人从一侧的窗子爬了进去，心下很是疑惑，这里怎么这么多护卫？看这身装扮还不是一般的护卫。苏锦右脚勾着屋檐，一脚悬空，系统已经确定屋内只有乖宝一人。他轻轻地拍了拍窗户，正在和衣服奋斗的乖宝听见响动愣了下，挪着小碎步往前探了探，还在考虑要不要叫爹爹进来时，只听一道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传了过来。乖宝双眼一亮，立刻小心地打开了窗子。当看到真的是娘亲时，双眼顿时红了，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苏锦见他如此，很是心疼，轻声哄道：“别哭，娘来了，乖宝别怕，娘这就带你回家。”乖宝连忙擦干眼泪，摇了摇头，他只是刚看到娘，有些忍不住才会哭的。娘，我找到爹爹了，是他救了乖宝。刚擦干泪水，转瞬又开心地笑了起来，显然他很喜欢这个爹爹。苏锦一愣，扶着窗沿的手紧了紧。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爹？他长得好像乖宝，还说要带乖宝回京城。娘亲，乖宝可以去吗？说完低着头，拿小眼神悄悄地瞄着苏锦。苏锦听他这么一说，便知道这是遇上那个男人，看来这缘分还是不浅，竟让他们父女碰上了。苏锦认真地看着他，神色平静地问道：“乖宝觉得他怎么样？对你好吗？你想去吗？”乖宝歪了歪头，看着娘亲小表情，很是认真地想了想。我觉得他喜欢乖宝，刚才还为乖宝饭饭，看着乖宝的眼神，就像娘亲那样。抠了抠小胖手，有些纠结。小奶音弱弱的道：“娘亲，乖宝想去京城看看，然后再回来可以吗？他就去试试京城小哥哥的手是不是很嫩，很快就回来的。”苏锦见他一副纠结的小模样，闪过笑意，一天的郁气都散了，叹了口气，叮嘱道：“那乖宝要记住，先不要和他说家里的事，你帮娘亲观察观察他有没有家室，是不适合当你们的爹。娘处理完事，很快就去京城找你。”乖宝有听说爹爹还没有成亲呢，他可是听到了那个偷看他的叔叔小声嘀咕呢。苏锦眼下一亮，很快又神情严肃地看着他，认真道：“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乖宝要记住，好好保护自己，不许受伤，不然娘亲这里会痛的，好吗？”乖宝吸了吸鼻子，重重地点了下头。苏锦又叮嘱了一番，这才跳了下去。但他没有离开，而是隐在了暗处。以乖宝的性子，若非那个男人真的对他好，他不会想着跟着去，是他疏忽了。小小的娃娃怎么可能不渴望父亲？就算家里的3个仔仔没有提过，但是乖宝的这件事却给了他反思，仔仔们是真的不需要父爱，还是隐在了心底没有表达？这边乖宝整理好衣服，揉了揉红彤彤的眼眶，打开了房门。明觉靠在门外，看着眼睛泛红的乖宝，心中一惊，眉头微蹙，紧张地问道：“怎么了？”乖宝软软地靠在他怀里，吸了吸鼻子，小奶音带着哭腔：“刚才娘亲来过了，乖宝和娘亲说了要跟爹爹去京城，娘亲同意了，可是乖宝舍不得娘亲。”明觉一听那个女人来过，双眼骤然扫向室内，但见乖宝抽抽噎噎趴在他怀里，也顾不上其他，
抱起他轻轻的拍着，心下有些焦急，不知道要如何哄他。明觉听着小家伙细细的哭声，心像是被紧紧的攥住，慌乱中只会笨手笨脚的一下下拍着他的背，又左右晃了晃。如果爹爹今晚能哄乖宝睡觉觉，乖宝就不哭了。小小的人儿脸上还带着泪痕，抬起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明觉瞧。好，明觉松了口气，只要不再哭了，什么都行。宿主，你看他一个大男人，连个孩子都哄不好，我看还是过去将乖宝带走吧。系统暗搓搓的挑拨着。苏锦嘴角微勾，没说答话。他能看出来，这个男人是真的在乎乖宝，那心急慌乱的神情骗不了人。只要有他护着，至少不用担心乖宝被欺负。看来他也要加紧点速度，处理完这边的事情，早点进京才行。就是不知道这皇帝得要多少聘礼，才能同意自己把他儿子娶回家。他现在就一个想法，后悔，太后悔。前2年真是虚度了。重重的叹了口气，望着明觉离去的背影，眼神闪了闪。他还是要亲自会一会这男人才行。明觉这边好不容易将小家伙哄睡，眉头舒展，坐在床沿静静地看了他许久，噎了噎背角，这才走了出去。刚走出房门，便察觉一道无法忽视的视线，面色瞬间沉了下来，将房门合上，一双凌厉的眼眸朝着转角看去。这里有他的侍卫层层把守，这人竟能悄无声息地走到这里。一个念头闪过，心下有了猜测，对着那处阴影沉声道：“出来吧。”苏锦双手环抱，慵懒地倚靠着墙。听闻此话，后背一个借力，缓缓地从角落走了出来。他一步步朝着男人走去，嘴角始终噙着一抹微笑，眼中带着漫不经心，很是放肆地朝着男人一阵打量。明觉面容毫无起伏，漆黑的眼眸直直地望着面前的女人，任由他打量。冷冽的嗓音不带一丝温度：“看好了。”苏锦没有言语，却突然朝着他的手袭来。明觉心下一肃，一个转身躲了过去。苏锦哪里肯放弃，飞身袭来，控制着力度，二人你来我往交手数招。眼看动静越来越大，明觉扫了眼乖宝紧闭的房门，旋身后退一步，厉声道：“是何目的？”苏锦心下有些可惜，就想摸个小手，怎么就这么难？他就想试试手感，说出去都丢人，他一个大女子都整上全套了，竟然忘了乘机摸摸小手。想到此，他暗搓搓瞥了一眼男人的修长的手指，眼中划过一抹可惜。算了，方才也算达成了一项目的，就这么几下也能看出这男人反应很快，武功也不差，步伐稳健，是个长期习武之人，应该能护得住乖宝。关键这小妖也细。咦，他刚才在想什么？苏锦赶紧打住自己奇怪的念头，咳了咳嗓子，假意正经地看着男人道：“我就想试试你能不能护住乖宝。”第49章，这美人我娶定了。乖宝的娘亲？虽是这么问，明觉心底却没有惊讶，早在发现女人的那刻便有了猜测。是啊，乖宝的爹。男人眉宇微皱，淡淡的扫了他一眼，黑沉着脸冷声道：“你要带走她？”抬眼望去，只见女人身材高挑修长，五官明丽中透着勃勃英气，一双含笑的双眸很是有神。暂时不会，乖宝愿意跟着你，我尊重她的选择。今晚来此只想确定你护不护得住她，毕竟京城可不比丰原县。苏锦嘴角勾起，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明觉心下一松，刚才那瞬间他竟会担心这女人说要带走乖宝，因为他清楚自己拦不住，他的武功在自己之上。他虽不知道这女人是谁，却能从她神态中看出那股与生俱来的自信。面对他的质疑，心头不悦，沉声道：“本王的女儿无人敢欺。”深邃的眼眸也直直地回望着，说出的话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二人对视片刻，苏锦忽的一笑，嘴角轻抿：“行，乖宝交给你了。”嘿，这严肃的小模样还挺招人。他忍不住多瞧了2眼，也没有停留，潇洒转身朝着楼下走去。突然脚步顿了下，苏锦扶着楼梯，歪头问道：“你有家室吗？”他就是想亲口问一问。男人眼睑微抬，还当他是担心乖宝在府中的地位，淡声回道：“并无家室。”闻言，苏锦脸上的笑容瞬间增大，心里的小人叉腰狂笑。回答这么快，一定是怕他误会，有戏。心里一阵脑补，系统悄悄冒出头，手拿银针，噗的一下戳破他的幻想，悠悠道：“人家连个正眼都没给你几个，宿主你喝假酒了吗？”苏锦只当他在嫉妒，脸上的笑抑制不住，心下吹了个口哨，疯狂地向着系统嘚瑟：“你个人工智障懂什么？一边去！嘿，这美人我是娶定了。”系统翻了个白眼，也不知道他家宿主这是几个菜醉成这样，大白天就做梦。苏锦悄咪咪理了理100，一副很是正经的样子，望着男人道：“你等我，我会去京城找你。”说罢也莫等人答复，挺直背脊，犹如在走军步般，一板一眼向外走去，留了个自以为很是帅气的背影，离开了驿站。系统，我刚才的背影有没有很帅？他是不是盯着看了？
系统斜睨了他一眼，并没有，而且你顺拐了。苏锦，系统，我劝你善良，别整得跟杜甫似的。留在原地的明觉眼眸深邃，望着苏锦离开的方向，看了许久。离开驿站，苏锦很快收敛了情绪，想到待会要做的事，转了转手腕，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姑娘，已经打探清楚，绑走乖宝的老妇人是江湖上有名的鬼婆子，人称虎婆，廖怀已经带人去找了。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她。苏锦面色闪着寒光，搓了搓指腹，微垂着眼眸，很是平静。让廖青准备下，出发前往京城。就算那个男人再怎么厉害，乖宝的身边总是要留一个自己人，他才能放心。廖安被他派去了江南，廖平也有鸣沙阁的事务要处理。目前他身边也只剩下廖青、廖怀、廖松、廖柏，其中要数廖青最为心思缜密，头脑也很灵活，派他跟着乖宝最合适不过了。一家子廖氏兄弟都是官奴出身，当初皆被施了墨刑，脸上刻了奴字，被打得奄奄一息。普通百姓无人敢买，那犹如困兽般强烈的求生欲，却打动了3年前正处于孕期、心绪多变的苏锦。心下一动，全都带来了回来。手里有系统药丸，脸上的刻字很容易驱除。只是意外的是，养好身体的这6人却个个武艺不凡，心甘情愿留了下来。苏锦也没兴趣问他们的来历出身，想走也随意。他这个人向来随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今几人也跟在他身边3年了，一心帮他看顾铺子，处理杂事，倒是没人说过要离去。夜晚的天空犹如深蓝色的画布，繁星点缀其中，闪闪发光。深夜这样的美景却无人欣赏。此刻李府门前值班的门房见到一女子带着随从点着灯火，气势逼人的向这边走来，心下一惊。这都接近深夜了，怎么还会有人看这架势，怕是来者不善。刚想回府上通禀，却被廖松一把按住。砰！苏锦歪着头，一脚踹开了李府的大门。哐当一声巨响，一侧的雕花红木门直接倒地，溅起阵阵尘土。正在抱着小妾睡得香甜的李绅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神情很是恼怒，刚想叫人，便听见家中的小厮在外大叫不好了，声音满是焦急。给老子滚！李绅双目喷火，朝着门外怒喝，只当是后院的那群女人又在折腾事，大晚上这火气一下子就顶了上来。门外的小厮还是在砰砰拍着门，惊叫着：老爷，你快出来，不好了，有人闯进府上了。李绅一听，脸色瞬间就变了，衣服都没顾上穿，踢踏着鞋子3两步跨了出去，猛地打开房门，厉声问道：怎么回事？说清楚。小厮眼露惊慌地擦着汗水道：老爷，一女子带着人闯进了府，阻拦的人都被打伤了，府上的大门已经被他们弄塌了，现在就在前院的大堂坐着呢，您快去看看吧。小厮断断续续地说着，显然也是被吓着了。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他们是住在前院的，那门倒下的声音仿若的龙翻身，吓得他直接从床上掉了下来。李绅青筋暴跳，双目阴沉地将小厮拨到一边，大步跨了出去。他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贱人敢来他府上闹事。哎，老爷您的衣服。第50章轩辕老爷子归来。已是半夜，李府此刻却灯火通明，一群府上的丫鬟小厮管事们相互搀扶着，远远地缩在外头，不敢靠近。各院的主子看着架势，也全都躲在了房内，不敢出现。早在他们刚闯进来时，便有一群人出手阻拦，被揍得满地打滚，现在已经是无人靠近。苏锦端坐上位，弹了弹指甲，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廖松带着几个护卫立在身后，双手环抱，嘲讽地望着这缩头缩脑的一群人。李绅扣着上衣赶到时，便看见的是这么一副场景，双眼一眯，阴冷地看向主座上的女人。苏锦，原来是她，一个不识抬举的女人罢了。家里的下人见老爷来了，瞬间像是找到了主心骨，搀扶着聚了过去。苏锦，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当我李府是什么地方，能让你撒野？双目怒瞪，言辞犀利，仿佛要吃了他一般。哦，苏锦缓缓起身，面上带笑，眼中却是一片森冷，淡淡看了他一眼，抬起一脚将他踹到一旁的石阶上，一路翻滚而下，扑猛地吐出一口血来。李绅从没想过他敢直接对他动手，弓着身子一阵猛咳。一旁的下人惊叫出声，赶忙过来扶人。蠢货还愣着干嘛？给我将这个贱人打死！面色狰狞地朝着身旁的管事怒叫道：老爷，我们管事扶着李绅的手颤了颤，不敢向前。他们打不过呀。李绅捂着胸口，见无人敢上前，心下暗恨，双目喷火，磨着牙一字字道：苏锦，你为何要这么做？你是要与我撕破脸皮？为什么？你最清楚不是吗？苏锦恶劣地笑了笑道：虎婆如今在老家等你，这不来请你和她聚一聚吗？李绅听他提到虎婆，心头猛跳，
努力定下心神，怒斥道：“什么虎婆，你休要胡说！你今日闯我府内，又打伤我，你若是不给我个交代，我定让后悔。”交代？我这么坏的一个人，打人还需要理由？当然是只想弄死你啊！望着近在眼前的笑脸，苏锦，他双目喷火，咬牙切齿地喊着名字，喘着粗气，直起身，抬手一拳就要打过去。苏锦鄙夷地看着，微微侧身躲开了他，顺势一折，捏住他的手腕，轻飘飘地把他胳膊给卸了。李深痛呼出声，吃力不住，身子一软，跪在了地上。环顾一周，苏锦拿过架子上的花瓶，朝着地面砸去，笑容亲切道：“原来你喜欢动手啊？嘿，你说这不是巧了吗？我也喜欢啊。”说着，面色平静地将他的一把推到花瓶的碎渣上，踩在他身上用力碾了碾。啊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天际。放过我，求你放过我吧！李深的痛哭出声，血流一地，吓得周围的下人们脸色惨白，抖着身子犹如看怪物一般望着苏锦，有的支撑不住，直接瘫软在地，死死地捂住嘴。放过？你绑我女儿时，有想过要放过她吗？苏锦满身戾气，眼眸如墨一般暗沉，冰冷的目光定定地望着他。我会放了他，会放了他，我马上叫人放了他。他本是不想认的，但是当他抬眼对视上苏锦的目光时，他是真的怕了。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他真的会杀了她。但愿那群人还没动手，不然这个女人一定会杀了他。李深满身鲜血，颤抖着身子，内心惶惶不安，一阵惊恐。他就不该听那贾宗的话，这苏锦在丰原县有那等秘方，还能立得住，怎么可能背后无人？贾家与京城的定安侯府是隔了几层的姻亲关系。定安侯府可是当今大皇子的外祖家，如今的大皇子已是如日中天，早已是呼声最高的太子人选。谁人不想乘舟而行，削尖了脑袋也想攀附上？这侯府自然是最好的巴结对象。他们本是合计绑了他女儿相要挟，逼他交出酿酒方子，好作为向定安侯府投诚的密契。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万万没想到，这才刚实施的计划，正主就打上了门。苏锦恍若未闻，冷笑一声，说说你们的计划。李深痛苦地呻吟着，鲜血浑着汗水滑落到眼中，视线立刻一片血红，仿若身处地狱般令人惊恐。听闻苏锦的问话，心里一紧，立马喘着粗气，磕磕绊绊的全交代了。府城的贾家，贾宗，好，很好。至于那侯府和大皇子，只要没惹上他，他也不会主动惹事。廖松带人去给我烧了望江楼，从今天起，丰原现在无望江楼。这望江楼也是李家在此安身立命的根本，若是毁去，将再无李家。廖松面色一肃，拱手应是，带着人大步离去。李深面色惨白，不顾伤痛，挣扎着要起身，惊叫道：“不要！我错了，人我会放了的，你不能这么做。贾府不会放过你的。他能在这丰原县开这么大的酒楼，背后当然是有人，府城的贾家正是他的后台，每年都是少不了孝敬，这断了他的财路，也就相当于断了贾府的财路，如何能甘休？”李深本以为他爆出贾府，他能有所忌惮，毕竟贾家在京城也是有靠山的存在，谁知这个女人竟无动于衷。李深的叫声带着些许悲戚，听得系统假惺惺地抹着鳄鱼泪，小模样这么惨，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哎，我可能有什么大病，看他满脸血，我这心怎么就这么爽呢？系统一边抹着泪，一边阴恻恻地诅咒着，宛若精分。苏锦静静地看着趴在地上惊叫的男人，内心一阵腻歪，眼中划过一抹狠戾，向着手下一个眼神示意，自己大步跨出了李府。他弯了弯嘴角，抬头望着星空，忽略身后的惨叫，迎着星辰踏上了归途。等他抵达家中庄子的时，天边的暮色灰蒙蒙的泛着水汽，初升的太阳还埋在地底不肯露面。然而此时却无一人入睡，全都坐在前堂等待着什么。苏锦推开门便看到的这幅场景，一愣，他不是让人回来通传了吗？怎么连大宝二宝都没去休息？大哥一家也在，一个个都正襟危坐着，身干挺得笔直。苏锦怎么感觉氛围怪怪的？当看到上位一身黑色玄服的老爷子时，面色顿时一喜，回来就好，他也算放心了。咦，老爷子不是常年一身月色衣袍吗？今天怎么这一身黑？这换的还挺彻底。像往常一样，故作玩笑道：“您这舍得回来了？”他没看到的是，一旁乖乖坐着的二宝正疯狂地朝他眨着眼睛，试图抢救一下娘亲。第51章，他这么耐生，应该也是种能力吧？轩辕父双眸一厉，苍老的面容丝毫不显颓色，眼角闪过一抹暴躁，沉声道：“什么事能耽误那么久？孩子都能丢，你怎么不把自己丢外面？”阴沉的目光仿佛下一秒就能将人射穿。苏锦神情惊愕地愣在当场，他被骂了。这是那个满腹经纶、
沉默寡言，连眼神都懒得搭理他人的老爷子，这怕是换了个人吧？除了衣服，这面容没变啊，就是这周身的气息不一样了。具体的他说不上来，就是感觉更黑沉了。老爷子说罢，一甩袖子，如刀子般眼神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大步离去，像是等在这只为了骂他一顿似的。苏锦，老爷子一走，在座的众人瞬间松懈下来。娘，这怎么回事啊？你们一晚没睡啊？我不是让人传消息回来了吗？乖宝没事放心吧。秦氏抱着熟睡的大宝，舒了口气，才解释道：这老爷子昨日下午便回了，当时身后跟着好些个人，他听闻乖宝失踪后大发雷霆，又命那些人去寻，直到你传消息回来才罢手。接着又朝苏锦小声地说道：老爷子这次回来很不一样，没人敢靠近，特别吓人哩。他也不懂，就是感觉那眼神扫过来就能将人杀死，没了原先那股子儒雅气。二宝小短腿利落地从椅子上跳下来，仰头看着苏锦道：娘亲，乖宝为什么没回来？小小的人儿板着包子脸，眼中的担忧却泄露了情绪。苏锦蹲下身子，将他拉到怀里，柔声安抚：我们二宝不用担心，乖宝没事，他去京城了。随后毫不隐瞒，将明觉的事一一道来。二宝听得愣神，包子脸带着惊讶，他抿了抿嘴角，想问什么还是没说出口。秦氏等人也是听得一阵恍惚，这是找到爹了？当初那男人不是跑了吗？锦啊，那个人到底是谁？你怎么能让他就这么带走乖宝？秦氏心里又是惊喜找到人了，又是矛盾，这万一人要是不靠谱，可咋整？娘，你放心，我不久便会进京，他是乖宝爹，既然乖宝选择跟着他的，我也不会阻拦，我不想让他心里留下遗憾。随即又转头看向二宝，包括大宝和二宝同样的，我会带你们去见他，不管以后娘会不会和他在一起，你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他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既然知道男人的存在，他就不会藏着掖着搞什么误会，他要把仔都带他面前，直接告诉他，瞧，这都是我生的。前世他们部落里那些女性迎娶夫郎，都是要全方位展示自己的能力，来博取异性的欢心，他这么能生，应该也算一种能力吧。苏锦收回飘远的思绪，蹲下摸了摸一直沉默的二宝，有些心疼，这个孩子比其他两个都要早会，心思也更敏感。二宝小身子往前靠了靠，依恋地扒着苏锦，我只跟着娘，哪也不去。苏锦欣慰地亲了亲他的小脸蛋，故作神秘地凑到他耳边，悄悄道：你哪也不用去，娘已经在攒聘礼了，以后啊，是她嫁进咱家，要嫁妻从妻。二宝眨巴着大眼，先是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娘，随后双眼放光，目露崇拜之色。娘可真聪明。看着情绪缓解过来的二宝，苏锦一把将他抱起，又接过秦氏怀里熟睡的大宝，朝着房间走去。娘，大哥，你们快去休息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秦氏磨蹭几番，本还想再问问孩子爹的事，也只能暂时作罢，心里叹了口气，但愿那个男人是个好的。隔日一早，苏家庄园外，廖青，你日后就跟在乖宝身边。苏锦看着眼前的青年，仔细交代了一番。是，姑娘放心。说罢朝着苏锦鞠了一躬，踏上了马匹。扯着缰绳还未出发，便听见后方传来声音：慢着！轩辕老爷子面色威严，迈着大步，气势十足向这方而来。这是我的信物，若是出了何事无法解决，就拿着它去揽月商行，他们会知道怎么做，可记下了。老爷不容置喙地吩咐道，凌厉的目光望着廖青，仿佛他要是有半个不字，下一秒人就没了。旋即又看了一眼苏锦，苏锦丝毫不畏，对他咧嘴一笑，心底却在和系统一顿逼逼赖赖。童子，你快帮我看看这老爷子是不是被人穿越了？我怎么瞧着不对劲呢？系统小眼睛一眯，擦了擦眼镜，背着手装，做一副老学究模样，沉声道：我也不知道呀。苏锦，你不知道还整那么多前戏，童子皮得很开心啊，信不信我投诉你？苏锦也就是随口一说，系统却是惊得差点乱码。宿主他怎么知道能投诉？他要被关小黑屋了？眼中瞬间闪现泪花，汪的一下哭出了声，差点没把自己哭嗝屁。抽抽噎噎道：宿主，你没有心。系统脑子一转，不忘挣扎一番：宿主，其实我代号不是2250，我是3380，你别再记错了。他暗搓搓将自己老对头3380的工号报了出去，投诉去吧，让那臭家伙关小黑屋。哼！苏锦揉了揉眉头，有些发愁，不知道哪有卖脑残片的，真他娘想给这蠢货囤上一箱。这边廖青接过老爷子的信物，小心放好，咽了咽口水，目光与苏锦撞了个正着，见姑娘点了点头，立马挺直了背脊严肃道：请老爷放心，我定护小主子安全。轩辕负面无情绪，似是想到什么，拿起手中早已提着的锦盒，沉着脸塞到廖青怀里，道：这个交给乖宝，告诉他若是没完成，小心他屁股开花。廖青心下疑惑，
迎着老爷子的目光也不敢问，点头应是，赶忙将锦盒安置好。还别说，怪沉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苏锦摸了摸鼻子，心头有所猜测，默默地为女儿默哀1秒。大概乖宝做梦也没想到，他人还没到京城，这作业已经在去的路上了。好惨一娃。第52章，天命所归的帝王料。对自己未来命运一无所知的乖宝，转着小裙子，心下正美滋滋。爹爹真是太了解乖宝了，都是他喜欢的蝴蝶裙呢。爹爹乖宝好不好看呀？小家伙心里臭美的不行，忍不住就想炫耀。明觉冷峻的面容泛着柔光，薄唇轻抿，对着他点了点头，面上虽没有表情，心里却在暗中思量，等回到京城，便命人把所有的蝴蝶裙都送来府上。现下这些是他派人连夜置办的，总归是有些粗糙，配不上他。转了几圈，小人显然有点转累了，眼珠子一转，呀，乖宝要晕倒了，要爹爹抱抱才能好。晃晃悠悠向着明觉那边歪去。明觉哪里见过小娃娃的套路，眉宇一紧，大手赶紧将他揽进了怀。嘻嘻，乖宝埋在爹爹怀里，小胖手捂着嘴暗暗偷笑。大宝和二宝一定超羡慕他，每天不用写课业了，棒棒哒。左翼走了进来，从未见过自家王爷这般温柔的样子，眼神不住地往他怀里瞅，这小主子真是神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子能生出这般招人疼的娃娃，连他这样的硬汉见了都心里发软，何况亲爹呢？明觉回眸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询问来意。左一咽了咽口水，垂眸道：王爷，京中侍卫传来消息，皇后娘娘凤体有恙，召您回京，可有说具体的？并无。明觉心中明了，眼中划过一丝无奈。他母后这是心病，明知自己这般情况，仍旧不放弃让他选妃的念头。不过他低头看向怀里正绕着他发丝玩得起劲的乖宝，嘴角微微勾起，想来他母后的病很快就能好起来了。微一思索，有了决断。本想再查探下乖宝娘亲的事情，循着那群人的线索，也只是查到了丰原县李绅的消息，他的人到时李府早已化成了废墟。脑中划过那女人调笑的面容，垂下眼睑，长长的睫毛盖住了眸中的思绪。他说会来京城罢了，通知暗影不必再查，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回京，备辆舒适些的马车。左翼微微抬头，正好与乖宝的目光对上，小家伙很是机灵的朝他甜甜一笑，那深陷的酒窝看得人心头发软。是，谁也别拦他，他一定要去找一辆最舒适的马车。丰原县一街区火锅房内，依旧是客似云来，座无虚席。你们听说了吗？这李府昨夜没了。一粗布麻衣的汉子往锅内下了块肉，擎着筷子向着同桌的兄弟八卦着。司你别说，还怪吓人哩。你没看到那望江楼都被烧了，也不知这李府是得罪了何人，太狠了。男子夹了块鱼丸，享受的放进嘴里，边吃还不忘惊叹。是啊，听那李府周围的人说啊，昨夜像是有地龙翻身似的，传来一声巨响，很是吓人。滋滋，这是得罪人了。哎，这鸭血你少吃点，给我留2块。几人再也顾不上说话，忙加入了战斗。只见那不大的锅内，锅底红彤彤一片，时不时加起些菜品浸在其中，捞起时已然熟透，放入嘴中那是又麻又辣，滋味甚是美妙。刚一开始大多还吃不习惯，多是选择清汤酸汤锅底。现在啊，口味越发刁钻的丰原县百姓只觉得这辣的都不够过瘾哩。今日正好是廖百在火锅铺子巡职，各店流转一圈，见客人3两成群，都在讨论，甚是同情李家的遭遇，眼角闪过一丝嘲弄。有因皆有果，他家姑娘从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做事向来果决狠厉，不然这产业早就被人吞了。这也是他们兄弟几个为何会真心臣服于他手下效力的原因。救命之恩多的是办法可以报答，可这样心智手段样样不缺的主子，却不是容易遇上的。铺子角落一处隔间内，一对主仆相对坐。公子，您尝尝这火锅的味道，属实不错，可惜这在京城却是吃不到，没想到这小地方还有这种美味。小厮咂巴着嘴，乐呵呵地给他家公子斟着茶水。陈北清瞥了眼他，轻抿一口，询问道：苏锦的住所可打探清楚了？公子已经问清楚了，其乃丰原县的传奇女子。小厮清楚想到刚才探听到的消息，也是阵阵惊奇，这女子当真算是厉害。陈北清眉峰一挑，看着他询问。青竹忙灌了口水，对着公子徐徐道来。陈北清听罢，眼神微敛，此女定是有过人的本事。思及来此的目的，指腹扫过脸颊，那里曾经狰狞的刀疤早已不见了，只余下一道浅淡的痕迹。他早在3年前便从柳文双手中拿到了药丸，却一直未服用。近期母亲突发心急，为了安抚母亲，他选择一试，才真的体会这药丸的精益之处。母亲言事当场落泪，这人下了帖子邀请柳家姑娘过府。哪知这柳家姑娘见过母亲后不似欣喜，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私下他一番询问，才得知那拿出药丸的农家女与母亲竟很是神似，尤其那双眼睛，这让陈北清回忆起当初他在丰原县无意间看见的那人。他要亲自去见一见那女子，有些事他要确认下。此刻苏家的平静还未被打破，西院一侧的书房内传来稚嫩的读书声。轩辕老爷子一身玄黑蟒袍，负手而立，目光沉肃地盯着面前的2个娃娃，简单询问了几句大宝，转头严厉地望着二宝，细细地烤笑起来。很好，从今起将之前教你的那些凡儒之道丢掉。二宝小身板坐得笔直，虽是疑惑，却也目光灼灼，听得入神，时不时眼中闪着金光。大宝则是拖着小肥腮仿若听天书般，没一会脑袋便点了起来。老爷子神色不佳地瞟了他一眼，一副恨铁不成钢，黑沉着脸转过了头，眼不见为净。罢了，以后就赏他个闲散王爷当当。看了眼二宝，威严的面容闪过一丝满意，真是天生的帝王料，能被蠢货轩辕纯遇上，也算是天命所归了。老爷子轩辕父，大梁帝王，幼年满门被屠，复仇谋逆上位，前朝皇室早已被他屠了个干净。轩辕父信奉的是暴政之道，铁血手腕把控朝堂，手段之狠绝，动则浮尸千里，朝堂中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在位60载，整个大梁上下早已是他的一言堂。大梁如今能成为当世4大强国之一，也与他的专政有关。虽手段残忍，却博学广见，心智谋略样样不缺。在位期间，将整个大梁发展至鼎盛，国强民富，甚少会有暴乱。就算每隔些10日便会关闭宫门，寻不到人，也无人敢反。轩辕父一辈子孑然一身，朝中大臣见他们陛下日益老去的容颜，抖着身子冒死进谏，朝堂跪倒一片，高呼陛下挑选太子。君若不稳，来年陛下先过，大梁将要大乱。陛下没有血亲，太子只要得配其位便可。众大臣这些年被磨砺的早已没了棱角，卑微至极，只要不是太过荒唐，他们都认。轩辕父垂下眼眸，虽觉自己还能再活个几十年，可在见到二宝的天赋时，却也起了心思，已然在盘算着要怎么将他带回大梁。思绪刚至，心底黑沉的情绪瞬间翻涌，额头的青筋一点点显现，却在此时脑中忽然闪过那个总是对他笑盈盈的女娃子苏锦，体内仿佛有什么要挣脱而出。轩辕父咬着牙，拼命压下那股不属于他的情绪，双目阴沉，喃喃自语道：轩辕纯，你倒是很护着他们，只此一次。第一次，轩辕父做了妥协，压住内心的暴躁，反正也无人与他争，他等得起。就算是要再过10几年，他也等得起。这孩子日后定会成为他大梁之君。第53章，带着女儿回京城了。这边还在书院的苏策，听闻老爷子回来了，连连请了马车往家中赶，心中难掩激动。每每与先生对话，都能获益匪浅，胜读书几载。自己虽没那个天赋拜在老爷子门下，却真心将他当做自己的恩师，孝顺恭敬着。回村的岔路口，一辆锦缎包裹的马车从另一侧驶来，车架上的饰物异常精美，随着晃动叮叮作响。2辆马车不期而遇，村里狭窄的道路容不下2架车马。苏策见此，皱了皱眉，刚想叫车夫往后退让，那方的马车竟也向着后面退去。苏策诧异，抬眼望去，只见马车的帘子被人掀起一角，隐约可见一女子懒洋洋地侧躺在榻子上，捧着本书看得入神，很是专注。他神色淡淡地收回视线，吩咐车夫继续赶路。既然对方主动让出，他也并不拿瞧。见那姑娘认真读书的样子，再想到方才的退让，苏策对博学之人向来敬重，心下很是赞叹。这般情况还能专注书本，这姑娘定是知书达理，才学过人。二小姐，那马车走了，您为何要让他先过呀？啊，这什么？江婉懒洋洋地侧躺着，沉浸在画本世界无法自拔，无暇顾及婢女的问话，头也不抬地随口问道。还不待婢女回话，他猛地笑出了声。哎呀妈呀，可笑死我了，拍着脚踏哈哈哈大笑，显然是被书里的内容逗得不行。他笑的眼泪都飙了出来，擦了擦眼角，手不自觉地向着旁边的罐子摸索着，很快从内拿出了根辣条，看也不看就往嘴里塞，眼睛却始终没离开过画本，看得相当入神。清河叹了口气，神情麻木，也不再问了，默默地放下手中的帘子，心中庆幸他家小姐这副样子幸亏是没人看见，不然这辈子怕是无人敢娶了。没过多久，终于将这册画本看完的江婉美滋滋地回味一番，这才满足地伸了个懒腰。还没到吗？这苏锦也住得太远了些。江婉努努嘴，他今日在家中又被母亲逼着去见什么张家公子，见就见呗，他早有应对之策。往常那些也都被自己伪装出的蛮横样子吓退了。对于这位家中有嫡姐在京城侯府做妾的张家公子，他本是想用同个办法，谁知这人比自己还混不吝，他没忍住将人揍了，这才躲了出来。
就顺便去瞅瞅苏锦吧，他才不是没地方去。两架岔路相逢的马车一前一后停在苏锦的庄园外。苏策望着随自己身后而来的人，脚步顿了顿，心下疑惑，抬眼望去，只见那叮当作响的车厢内，一绿衣女子先跳了下来，伸手探向里间，入目便是一片火红纱裙，一长相娇俏、眉眼灵动的女子踏出车厢，抬腿就要往外跳去。目光与苏策对视的瞬间，悄悄收回脚，端着身子扶着婢女缓缓下了马车。她高昂着头颅，秀眉微挑，向着苏策点了点头，身姿款款地向着庄园走去。苏策心下一愣，连忙垂下眼眸，后退半步，对着姑娘行了一礼：“您先请坐，我这就去通知姑娘。”萧管家侧身领着江婉在前堂坐下，吩咐下人上些茶水，微微屈身，脚步匆匆前去寻人。苏策本是想直接去西院见先生，路过前堂时，看着落座的女子，不敢再像先前那般无礼直视，微微颔首，面色平淡地从前堂绕过。“你是苏锦的何人？”江婉见他直接向着后院走去，便知这是苏家人，心下无聊，随口问了句：“在下苏策，是苏锦的二哥。”苏策抱拳，面色淡淡的回道：“二哥？那个举人？你还挺有才华的。”眼露惊讶的看了他一眼。苏策并无波动，向着他拱了拱手，道：“像姑娘这般饱读诗书之人，在下当不得你的夸奖。”说罢颔首离去。江婉，他这是在夸他吗？他刚才说啥？我饱读诗书？江婉不确定的转头望着自己的婢女，清河也是摸不着头脑。他跟在自家小姐身边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闻有人说小姐饱读诗书，错觉吧？他这人眼光不错，怪不得能当上举人。清河，他暗暗地瞥了眼小姐，目光呆滞地看向地面，没有回话。苏锦来得很快，得知是江婉，他也没换衣服，卸下手中的活便赶了过来。为了尽快去京城，最近他一边忙着收集棉花种子，一边和系统商讨着如何改良农具，提高效率，忙得不可开交。以前没有目标，一天天过得悠闲，现在他可是要娶皇帝儿子的人，这可不就是忙起来了。想到日后要养那个男人，苏锦虎躯一震，瞬间就来了劲。大女子怎么能说不行？敛去思绪，他放下挽起的袖子，拍了拍土，随意地坐在江婉对面，挑眉问道：“怎么想着来我这了？”“我舅舅来看看。”江婉眼神飘忽的小声说道，面对苏锦完全没有之前伪装的样子。“这是离家出走？”苏锦看他这副怂样，眼底含着笑意，见他低着头没吭声，无奈摆了摆手道：“行了行了，让下人带你去东院找间房住下吧，记得差人回去报个信，否则这知县府二小姐丢了可不是什么小事。”“知道了。”江婉乖乖的点头，心下有些高兴，不知为何他每次见了苏锦都会有些怂，按理说应该远离才对，但是却忍不住总想着往他跟前凑。江婉得了阴郁，心里的小人直打滚，走起路来脚步都轻快了许多，跟着仆人欢快地朝着东院去。明觉一行人赶到京城时，已经是半月之后了。哒哒的马蹄声跨过城门，守门侍卫纷纷跪下行礼。他高骑着骏马走在前头，四周护卫护持着一辆精美的马车随行在后，两旁的行人纷纷四散开来，让出道路。这时，一品居2楼的一处雅间内，一身玄色锦袍的男人忽然沉下了面，顺着窗户，目光灼灼地看着这一幕，捏着酒盅的手渐渐收紧。他的好皇帝回京了呀！对面的男人见大皇子不出声，又重复道：“您觉得这罗家嫡女如何？她可是罗贵妃的亲侄女，宫里若是得了罗贵妃的相助，您……”男人话还没说完，大皇子明艳因沉着面容，摆手打断道：“这事以后再议。”说罢瞥了一眼下方的车马，起身离去。第54章大皇子的嫉恨。六皇帝这是从何处归？大皇子明艳笑着迎面走来，好巧不巧挡在队伍前侧，温和含笑地看着明觉。明觉没有回话，深邃的眼眸居高临下地望着他。大皇子按下心中的怒火，维持面上的笑意，告诫自己不要生气，这个废物已经没有威胁了。一个注定没有子嗣的人，是无论如何也登不上那个位置的。这般安慰自己，心下好受不少，皮笑肉不笑的扯了扯嘴角。那皇兄就不耽搁？咦，话说六皇帝，你这马车倒是精致啊！话锋一转，盯着队伍身后的车架意有所指。这车架一看便知是女人乘坐的，心下泛着疑惑。他有意无意朝着身后的马车看去，并没有看到任何标志。很多世家大族都喜欢在车上留下自家的标志，而这一架却什么也没有。难道是明觉从外带回的美人？似是想到什么令他高兴的事，太皇子面上笑得更加和善。看来真如传言那般，京中贵族无人愿把女儿嫁入厉王府，最多一些个小门小户为了富贵，可能还会拼一把。那些贵女自厉王出世以来，躲得比谁都快。他这是自暴自弃，从外面带回个女子。让开！
见他对着身后的马车一阵打量，明觉再无耐心，声音泛着冷意。大皇子心中暗恨，眼下眼中的晦涩，摇了摇头，仿佛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般，面露无奈地退到一旁。他望着离去的人马，面色瞬间一变，手一点点攥紧，心中的嫉恨如野草般疯长。凭什么同为父皇的儿子，你却永远高人一等？早晚有一天，我定让你……京城离皇宫最近的一处地段，厉王府坐落在此。此刻正门大开，早已得到消息的王府管家领着侍卫仆人静候两侧，伸长脖子不时张望着。待看到厉王的人马时，立即俯身下拜。花管家余光却紧紧盯着那辆队伍中突兀的马车，心下带着期盼。早在10日前，厉王便派人传信，将府邸整个翻新了一遍。原先他还以为是要进女主人了，但是随后添置的那些粉嫩嫩的小裙子彻底打翻了他的猜测。对着侍卫一番追问，竟得知了一个惊雷般的消息：花管家自小便跟在厉王身前伺候，如今得知无法生育的王爷竟已经有了孩子，一张老脸险些当场落泪，眼中闪着泪光，紧紧地盯着那马车瞧。明觉一个跨身下了马，轻掸衣袍，这才走向马车，洁白如玉、骨节分明的手慢慢掀起车帘，入目便是一粉嘟嘟的女娃躺在软榻上睡得四仰八叉，那小脚丫子都快翘上天了，肚皮随着呼吸一鼓一鼓的，嘴角带着微笑，不知在做什么美梦。明觉冷峻的面容浮现一抹柔色，轻轻摇了摇头，伸手将人捞进怀里，见他头顶的小揪揪软趴趴的耷拉着，伸手帮着理了理，结果更乱了。明觉一顿，慢慢的放下手，悄悄移开了视线。梦里正摸着小哥哥嫩手的乖宝，感觉头皮一阵拉扯，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看着他爹。小胖手揉了揉眼睛，还带着水润的大眼疑惑的看向四周，脑袋有些发懵。爹爹，这是哪里呀？一道清脆的小奶音惊得四周的下人身形晃了晃，掩住内心的惊愕，死死地低着头，就怕一个没忍住会抬眼去瞧。花管家弓着身子，拿起袖摆擦了擦眼泪，满脸慈爱地朝着乖宝望去。明觉将他往怀里拢了拢，大步迈入府内，正色道：这是爹的府邸，以后也是乖宝的家。明觉虽身为王爷，却没勉强乖宝改口叫父王。他永远记得小人第一次开口叫爹爹时，心中涌起的那股难言的情绪。我要自己走，爹，你快放乖宝下来。一听是爹爹的家，乖宝眼睛亮晶晶地打量着。明觉将他放下，得了自由的小家伙很是灵活，哒哒哒四处飞舞着。这里好大呀！咦，这个老人家怎么在哭？乖宝歪了歪头，小胖手拍了拍他，故作老成的安慰道：你不要哭了，谁欺负你？你可以来找乖宝去揍他。说完捏了捏小拳头，在他面前秀了秀。既然是他爹爹府上的人，那就是他乖宝罩着的，可不能让别人欺负了去。花管家忙不迭擦干眼泪，连连点头：哎，我不哭不哭，我这是高兴高兴啊！我们小郡主可真乖。他小郡主？乖宝捧着小胖脸，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身子一扭，鼓着腮帮子，有些生气。长得好看那也是猪啊！哼，他都答应帮他揍人了，怎么还骂人脸？小短腿哒哒哒跑向明觉身前，相当熟练地挂在他腿上，回头对着花管家就是一个鬼脸。花管家望着对他做着鬼脸的小郡主，只觉得心都化了，一脸慈爱，满心的夸赞无处宣泄。这小主子一看就特别聪慧活泼，连那个耷拉下来的小啾啾他都觉得很有个性。全京城也找不出比他家小郡主更出色的孩子了。花管家这一副自家在全天下第一好的架势，目前无人可知。此刻的他还正被乖宝悄咪咪地瞪着。七兰院收拾出来没有？花管家收回眼神，立刻躬身正色道：回王爷，已经收拾妥当，里面的物件已经按您的要求添置了。七兰院是紧挨着王府主院的一个院落，其内亭台楼阁，假山林立，楼前一片桃花园林，是府内环境最为优美之处。刚到这里，乖宝就喜欢上了，犹如一只花蝴蝶飞进林间，小小的人儿心下美滋滋，这么美的地方很衬他呢。臭美的转了几圈，小眼睛瞄了一眼盯着他看的明觉，有意炫耀，宛若小精灵在林间飞舞了起来，远远看去犹如一颗粉色胖团子在原地打转。毫不自知的乖宝心里暗想：嘿嘿，爹爹一定被自己迷晕了吧。明觉，乖宝心里偷笑，小肥手提着裙摆，臭美的又连转2圈，忽然脚下一滑，一个没控制住，朝着一旁的桃树歪去。花管家惊呼一声，脚步飞快的就要上前接住，那一边明觉更快，飞身冲了上去。小郡主，你怎么样？幸好您这扶住了树干，没摔着就好，有没有哪里疼？花管家拍了拍胸口，松了口气。明觉眉头紧锁，打量了一番，见他小手扶着树干一动不动，还当是哪里不舒服。怎么了？乖宝鼓着小脸，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还没回答，只听咔一声响动，面前的树枝直接折断了过去。
明觉面色一肃，抱着乖宝闪身躲开。不久身后便传来树木倒地的闷响。乖宝趁着没人注意，悄悄地低下了头，小胖手不安地搅动着，眼神飘忽，很是心虚。见小家伙没有受伤，这才转身望去，神色一冷，朝着一旁的管家询问道：“这桃林是何人在负责？”“一直是老奴亲自打理的，尤其是这次得知小俊主要住在此，更是不假他人之手，亲自照料这片桃林。”明觉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没再多言。老管家跟在他身边多年，自是放心。前世为了助他脱困，只身挡在御林军外，最终被乱箭射杀而亡，连个尸首都不曾寻见。明觉眼下心中突然翻涌的情绪，看了他一眼，神色微动。日后这种事就让府内的下人来做。旋即抱着还在发愣的乖宝离去。花管家愣了愣，待想明白王爷话中的意思，一张老脸瞬间笑成了菊花，忙追了上去。他家王爷就是这般冷峻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比谁都要热乎的心。王爷，宫里来人了，皇上宣您即刻进宫。第55章，进宫见皇祖父。明觉看了眼那掐着腰犹如女王巡视自己领地的乖宝，嘴角微勾，看来他父皇是得了消息了。乖宝愿意跟爹去见祖父吗？乖宝此刻快乐的犹如一只窜天猴，小短腿哒哒哒围着阁楼上下转悠。花管家早已安排在此等候的两个贴身侍女秋文、春霜，哪里见过这么活泼的小主子，擦着汗跟着乖宝满院子跑，小心翼翼地防护着，就怕一不小心磕着碰着了。此刻听到爹爹问话，飞出去的身子硬生生转了个弯。小奶婴带着疑惑：“祖父？皇祖父？他一定会喜欢乖宝的。皇祖府？行吧行吧，他可会哄老人家了。”小手一背，迈着步子就要往外走。那我们快走吧，他等会还要回来接着玩呢。这里这么大，他还没有看遍，回去可是要说给娘亲哥哥们听的。金銮殿上，仪太监跪在下手，言辞谨慎的再次回禀道：“皇上，是真的，奴才亲眼看见的。厉王殿下从马车里抱出个孩子，一路抱进了王府。那孩子奴才离得远，没有看清。”明元帝摆了摆手，让其退下。威严的眉宇间泛着疑惑，他儿子什么时候对孩子感兴趣了？想到明觉的情况，心中一阵心疼无力。是从外抱养的孩子回来吗？算了，收养个孩子也好，总好过后继无人，到时再下旨给个身份，好生养着便是。心下对那孩子再无一丝好奇。厉王觐见。太监尖细的嗓音自殿外传来：“快宣！”明元帝放下手中的玉章，抬眼朝殿外看去，只见他那一身清冷之气的儿子，此刻怀里竟抱着个孩子。跨入殿内，面色柔和的弯下腰，将那娃娃放下，理了理衣袍。明元帝，他对他这个父皇都没这么温柔过，竟然那么稀罕个收养的娃娃。哼，去吧，像爹之前教你那样拜见皇祖父。明觉鼓励地拍了拍乖宝的小脑袋。乖宝一路跟着他爹来到皇宫，早已两眼晕乎乎。这里竟比爹爹的家还要大，已经忍不住自己的奔跑之魂了。小短腿蓄势待发，暗搓搓瞥了一眼担心自己的爹爹，觉得自己又被小看了，不服气地蹬了蹬腿，哒哒哒如一阵风似的冲到大殿的最前方，向着那个一身黄袍子的祖父很标准地扶了扶身，小嗓音奶声奶气道：“乖宝参见皇祖父。”明元帝久久没有说话，他怀疑自己是得癔症了，不然怎么会看到一个和他儿子这么像的小娃娃？是梦吗？乖宝小身子晃了晃，咦，怎么还没叫自己起身？爹不是说会叫自己起身吗？悄咪咪抬起头看了一眼，明觉见他父皇眼神飘忽，一动不动，出声道：“父皇，乖宝还在等你回话。”啊，哦，好好，乖乖宝是吧？快上前让朕看看。明元帝扶着玉案的手险些没扶稳，常德见此，立即躬身上前搀扶。适时顺着上方看了眼那女娃，又忙低下头掩住眼中的惊雷，这定是厉王亲生的。好呀，乖宝小小的生命里还从没有怕过谁哦，除了他娘。见这个一脸威严的祖父硬扯着笑脸在叫自己，一脸欢快地迎了上去，很是自来熟地拍了拍他的手，扬着头认真望着他，一副我们可以开始聊天了的架势。像，太像了。你多大了？乖宝捧着小胖脸，心里美滋滋的道：“像吧，爹爹长得可像乖宝了，嘿嘿，所以他才好看。乖宝快3岁了哦。”明元帝激动地看着面前的小脸，心下一思索，3岁，这莫非是在他儿子中毒前？对，错不了，这张脸错不了。哈哈，好！明元帝仰天大笑，一把将小家伙抱了起来。这将是他小儿子唯一的后代，虽然心下可惜是个女娃娃，但是总比没有要好。天佑啊！明元帝抱着乖宝好生稀罕了一会，这才望向下方的儿子，佯装怒道：“你怎么才将他带回？他母亲是何人？”明觉想起那个眉眼英气、嘴角含笑的女人，神色一顿，低下头平淡道：“回父皇，乖宝是我外出遇见的，
之前并不知他的存在。至于他娘亲没有跟着来。明元帝一听便知这事还没将人拿下，瞪了他一眼，竟连自己的女人都搞不定，白长了那张脸。随后也没工夫搭理他，常年威严的面容和缓了下来，对着乖宝笑着问道：“我们乖宝想要什么封号？皇祖父给你定。既然孩子都认回来了，自然要将这些都补上。这可是他儿子唯一的后代，不能有半点闪失。就算是女娃，那也是最金贵的。”乖宝有些蒙圈，封号？小小的人儿还不能理解，眨巴着大眼望着明元帝，满眼迷茫。这题他不会啊，他这会好想二宝啊。明元帝见他一脸懵，小胖脸满是纠结，爽朗一笑，也不为难他，轻哄道：“灵犀郡主怎么样？”乖宝小嘴微张，眉毛都打了结，又是郡主。小小的人儿吃了不爱学习又没见识的亏，这会子内心纠结的不行，考虑自己要不要当那个好看的猪。见这个祖父期待的望着他，心下叹了口气：“行吧行吧，这届的老人家也太难哄了，竟都喜欢叫人猪。他这个小仙女也太难了。”乖宝小胖手拍了拍他，一副你高兴就好的架势。明元帝伏案手写圣旨，任由乖宝把玩他的印章，头也不抬的道：“等下去你母后那一趟，他那个病也该好了。”是，儿臣正有此意。此刻御花园内百花齐放，盛世多姿，一众贵女却无暇欣赏，正襟危坐，心中忐忑。只其中一女子比较特殊，少女一身飞花流仙裙，笑容娇媚，努力地向着主座上的人叙说着：“皇后娘娘，依臣女看那盆黑葵牡丹最是出彩，您意下如何？”只见主座上的女人一身金丝鸾凤朝服，一张保养极好的面容，看不出岁月，面色红润，肤如凝脂，温婉如玉。此刻一双丹凤眼微微挑起，兴致缺缺地看着下方的花卉。第56章，娘娘，那个孩子和厉王很像。今日这场群芳宴，以赏花之名邀了金钟树得上名号的千金前来，实则是皇后为了帮厉王殿下选妃。可想而知，消息一出，顿时各府千金纷纷宣称身染重病，不能前来。皇后大怒，自然也不是吃素的，派了嬷嬷一一上门探望。自此那些千金贵女是真的病了，就算没病也都吓出了病来。而今日所来的这些多是一些小门户的家中小姐，唯有身边这个少女乃是户部侍郎家的嫡次女叶瑶，身份勉强还过得去。皇后看了她一眼，也愿意给几分脸面，点了点头，诚可。叶瑶眉眼娇俏，暗自看了一眼身侧的这些女子，心道不足为患，面上的笑意越发娇艳，提了裙摆就要将那盆牡丹抱上前来。就在此时，宫女青音脚步匆匆，一步上前凑在皇后身侧，声音带着激动道：“娘娘，大喜事！厉王殿下从外带回来一孩子。”皇后拧了拧眉：“什么孩子？你别跟我提孩子，一听到孩子我这心就堵得慌。你是不故意给我添堵呢？他现在是听见孩子就心绞痛，这不是戳他心窝子吗？”见娘娘面色越发不好，青音连忙俯身，神色兴奋道：“奴婢不敢，可是娘娘，那孩子已经被殿下抱进了宫里，长得很像厉王殿下。”皇后本是毫无波澜的凤眼顿时一亮，抓住青音的手腕有些发抖：“你说的可是真？”青音笑着冲着他家娘娘点了点头，赶忙双手扶住她：“扶我起来，叫他们都回去吧。现在的他哪还有什么心思办什么群芳宴，只盼着不是自己空欢喜。”下方的各家小姐见此不少都暗自松了口气，毕竟要真是被看中嫁给厉王，那简直是犹如噩梦，一辈子也无法有子嗣了。除了那些为了权势讨好献媚之人，如今哪会有人想把女儿嫁进厉王府？叶瑶却是不甘心的扯了扯帕子，她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叫她放弃，如何情愿？她爱慕的是厉王这个人，就算没有子嗣又怎样？她不会介意，会一辈子跟着他。只要是他，什么都好。曾经的厉王是高不可攀的天人，无数贵女心中的白月光，他也只能远远望着。如今虽有缺陷，对他来说却是正好，再无人和他争。叶瑶幽怨的目光定定地望着皇后离去的方向，为何偏偏在这个关头出了意外？怎么还没来？你去看看，他是不是没想着来我这？娘娘您别急，皇上定是留了厉王商议要事，殿下最是孝顺不过，进了宫没有不来看您的道理。贴身嬷嬷的一番宽慰，让皇后心下好受不少。让膳房准备些孩子的吃食。哎，娘娘放心，都妥着呢，早已备下了。皇后高坐凤榻的身子微微前倾着，一双凤眼满是焦急。许是等得久了，皇后心下失了耐心，如玉的指尖一下下的晃着茶盏，不经意抬眼的瞬间，本是半掩的眸子忽地睁大。只见一个胖乎乎的小脸顺着门檐悄悄地往这边望着，身后站着的宫女全都噤若寒蝉。乖宝凭着一张脸顺利地混进了皇后的宫殿，无人敢拦着，小短腿哒哒哒跑得飞快，将通报的宫女甩在了身后，正好奇地看着坐在殿内的人。他长得可真好看。乖宝输了。皇后目光闪了闪，乖宝也跟着眨了眨眼。不是错觉。他一个起身，不敢置信地望着门口的小人，手中的茶水顺势溅出，
嬷忙拿出锦帕给他擦拭。皇后旋即回过了神，引着激动，看着身上的污渍，收回了踏出去的脚，抚着胸口，满眼放光的朝着门外的小家伙招了招手。乖宝背着小手，腰背挺得直直的，小表情很有气势的向着宫殿去，他不能输。心下豪气万千的跨向门槛，哪知后面那只脚怎么也收不回来，他卡住了，小短腿卡在门槛上，怎么也迈不过去。乖宝脸蛋瞬间涨得通红，他没了，他人没了。就在他气愤的想将这害他丢人的门槛掰碎时，身后一只大手将他整只提溜了起来。明觉忍着嘴角的笑意，给他拍了拍衣服，没去看他。这小家伙别看人小，却很是要面子，眼神扫视了一圈四下憋笑的人，漆黑的眼眸暗含警告。皇后别过头，帕子掩了掩嘴角，神色激动，眼中闪着金光。哎呦，小乖乖，来皇祖母看看。以前只要明觉入宫，那是满眼都是儿子，现在他眼中只能看见那一小小的粉团子，凤眼闪烁着星光。乖宝矜持地挺了挺胸，悄咪咪看了一眼四周，见无人笑他，这才迈着步子朝着皇后走去。我叫乖宝，今年快3岁了，见的人多了，他自己都会抢答了。仰着头一板一眼地自我介绍着。皇后听着他奶声奶气的话语，眼眶瞬间红了，抖着手摸了摸他的小脸。他皇儿有后了。自从他儿子中毒以来，他是吃不下睡不安，思虑过重，常常夜间惊醒，这身子也是时常不舒服，心底像是堵了块大石。他贪婪地摸着乖宝的小脸，这一刻所有的郁气瞬间都消散了。苏锦面色平静，负手而立，站在高坡上，朝着下方的田野望去，作物郁郁葱葱，长势极佳，视线所到之处皆是他这几年打下的江山，心里带着点不舍。也不知道京城有没有这么大的田地够他使用。他想他家乖宝了，本想着等江如烟大婚后再去京城，现在看来只能说抱歉了，他会为他备上一份大礼。姑娘，山庄来了位公子，想要见你。萧管家寻了一圈，才再次找到人，忙不迭地向前禀报。苏锦收回情绪，挑眉问道：何人？那位公子气势不凡，脸上有道浅淡的疤痕，只言姓陈。萧管家回想着方才打交道的那人，此人定不是丰原县之人。疤痕，莫非是那次求药之人？苏锦微一思索，心下有了猜测。苏锦到时，人已经在大堂坐着了，他一步步向着男人走去，怎料还未行至跟前，男人猛地站了起来，快步闪到他面前，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眼睛，神色带着惊疑。苏锦，有兵。他眉头轻蹙，上下打量了一番，沉声道：何事？你。陈北清张了张嘴，刚毅的面容闪过一抹疑惑，却又不知如何说起。有话就直说，一个大男子吞吞吐吐什么毛病？你生辰何时？心知太过唐突，忙解释道：请姑娘海涵，只是你的相貌很是像我一个熟人，所以才想着是不是。苏锦明白他的未尽之言，抬眸看了他一眼，心中划过深思，姓陈，还相貌相似，看来应是刚穿越来时原主前往认亲的那个陈府。敛去眼中的思绪，神色平淡地看着他，毫不掩饰直言道：是，你没找错，如果你是京中陈府之人，那就没错。陈北清再如何心思沉稳，也免不得被他的话惊得愣住。他竟知道？你的意思是说，你知道自己是谁，还知道陈府，那么为何没去？陈北清抿了抿唇，直直地望着面前人，准确说应该是他妹妹。他知道自己有个失去下落的妹妹，从小便知。母亲因为这事常年居于府内安堂，至于现今占据妹妹嫡女身份的陈星月，他曾问过母亲，母亲却只是摇头，只字不言。苏锦接过了他的话：为何没去找你们是吗？你又怎么知道没有？他笑盈盈地望着他，笑意却不达眼底，勾起的嘴角带着些许嘲讽。你来过？何时？母亲她并不知道。母亲？看来他应是原主的哥哥。3年前吧，被你们府上的小姐好生的招待了一番呢。苏锦歪了歪头，说得很是随意，反正这个仇他一定会去报，没什么不能说的。拖了3年了，还蛮对不起原主的。苏锦默默地忏悔了1秒。陈北清面色瞬间黑沉，紧握的拳头咯吱作响，一字一句道：是谁？他妹妹既然找来过，却因他人生生错过3年，不管是谁，他都不会放过。心中划过一个人影，双眼一眯，但愿不是他想的那样。苏锦想到当初睁开眼的情景，温和的眸子划过冷光，谁知道呢？等去了京城再说吧。他确实不知道那陈府的小姐叫什么，也不在意，反正注定他要死一死了。第57章，乖宝，你的课业到了，请签收。陈北清见他如此，收敛了心中的情绪，放轻声音道：你这些年过得好吗？他心下有些忐忑，说话的语气带着些小心翼翼。挺好的，没有委屈，没受虐待，家不富裕，却备受关怀。他说的是曾经的苏锦，至于他自己，也只有让别人不好过的份。那就好，就好。
杨青知道了也会宽心许多。说到此，他想到来前打听到的消息，有些不确定道：“你愿意随我去京城见一见母亲吗？那毕竟也是你的家。母亲这些年静居安堂，身子也时好时坏，他知道是当年的事对他打击过大，至今也不愿原谅父亲。想来看到妹妹，他的心病应该是能放下了。”好啊，苏锦勾唇一笑，应得爽快。反正他很快要进京了，见上一见也算是了却原主的夙愿。有些事还是要早点解决才好。陈北清见苏锦答应的爽快，刚毅的面容划过喜色。他原以为没那么容易劝说他进京城，毕竟依着打探来的消息，他已经有了孩子，就更不会轻易离开了。他先前内心已经暗暗规划着带母亲前来了。好好，那我去准备。你看有什么要带上的？见苏锦应下，他是一刻也不想耽误，心里免不得急切了些。陈北清转身看了眼身后的小厮，示意他去准备。不急，我还有些事没安排好。说来也巧，就算你不来，原计划不日将会前往京城的，顺路罢了。陈北清激动的心情瞬间冷却，之前忽略的一些细节也渐渐浮上心头。从始至终，他似乎都过于平静，干脆没有情绪起伏，仿佛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心下有些慌乱，他不知要如何张口。比愤怒质问更可怕的是，他的毫不在意。你能叫我一声大哥吗？母亲她不是故意弄丢你，这些年她以为你已经不在了，如今独居安堂，日日为你祈福，你能原谅她吗？陈北清坚毅的面容闪过一抹痛色。苏锦望着面前这个身形健壮、五官硬朗的男子，如今却流露出这般脆弱的神情，心中有些复杂。他没有资格替原主说原不原谅。很快便能见到了，你说对吗，大哥？陈北清猛地抬起头，他刚才叫他大哥了是吗？目光带着亮光，笑着应道：对，很快就能见到了。苏锦向来雷厉风行，这边定下去京城的日子便忙活开来。除了孩子们，他娘秦氏肯定要带着一起走。至于大哥一家，本不愿意离开丰原县，一番劝说下，才应下将家中安排妥当再进京。二哥苏策须得走一些文书流程，才能进京赶考。苏家小弟苏年今年考上童生，前不久刚拜了先生。一番思索下，索性三兄弟都留了下来，届时再一道进京。酒楼铺子田地都安排了人手照看，这边一切循序渐进。京城里却因一则消息炸开了锅，不能生育的厉王他竟然有女儿了。明觉带着乖宝从宫里归来没多久，常德公公领着圣旨便到了。乖宝正式被册封为郡主，灵溪郡主，向嫡公主俸禄，可见其恩宠不凡。王府上下一派喜气洋洋，宫里的赏赐成箱成箱的往里搬，有皇上御赐的，也有皇后赏下的，更有一些其他府上听闻消息追随圣意的。一时间，王府大殿内摆满了奇珍异宝。乖宝一张小嘴张得老大，眼中泛着光，不灵不灵的闪着。乖宝这是暴富了吗？财迷的摸了摸跟前离得最近的那箱子深海珍珠，心下嘿嘿偷笑。以后他要玩一个丢一个。小小的人儿突然回忆起之前在家中偷偷挖坑藏银子的经历，小胖手捂住胸口，一阵心酸。爹爹，这些都是乖宝的吗？仰着头扒着明觉的衣角，小奶音都带着激动的颤音。明觉望着一脸菜迷相的女儿，他伸出修长的手指点了点她的额头，眼底划过笑意，轻声道：都收在你的私库，以后想要什么和爹爹说，府上的库房让管家带你去挑选喜欢的。好呀好呀，那个既然爹爹你这么有钱，为什么当初还要嫌弃娘亲穷飞走了呢？乖宝小眉毛皱着，很是不赞同的看了一眼他爹。明觉半垂的眼睑瞬间睁大，脸色一黑，悠悠道：你娘亲这么说的？对呀，娘跟我们说你嫌她穷飞走了。脑中闪过某人笑意盈盈的脸，明觉沉着脸咬了咬牙，很好。他原来这些年在女儿心中竟是嫌贫爱富的形象。那个女人，乖宝没有理会自家爹爹的沉默，自顾自地巡视他的江山，乐得快飞上天了。乐极便容易生悲，此时的乖宝还不知道接下来他将迎来什么。只听这时，一侍卫脚步匆匆前来通传，府外有一位男子求见郡主。乖宝还没适应这郡主的名号，小脑袋瓜子还有些发懵，没反应过来是找他的，正乐呵呵地盯着自己的宝贝。找乖宝？明觉心下有些猜测，看了眼乖宝，将人从一堆堆的宝箱中抱了出来，朝着外殿走去。咦，爹爹，我们去哪呀？他还没摸够呢。外面有人寻你。神色顿了顿，接着道：可能是你娘亲派来的人。乖宝一听很是兴奋，是娘亲找来了吗？蹬着小短腿就要自己去看。当看见来人是廖青时，高兴的连蹦两下，飞一般的窜到他跟前，小奶音都差点破了音。廖青叔叔，是娘亲来了吗？娘亲呢？廖青蹲下身子接住他，笑道：姑娘没来，不过要不了多久便会进京了，姑娘放心不下你，让我先行一步。乖宝眼中的光瞬间暗了下去，有些闷闷的。那娘亲有说什么时候来找乖宝吗？乖宝想娘亲了。
嗓音带着哭腔，低垂着脑袋，头顶的小揪揪都耷拉下来，再也没了刚才的鲜活劲。廖青心下一急，正想着安慰，一双大手突然将人抱了起来，凌厉的目光暗含不悦地瞪了他一眼。明觉轻轻拍着他的背，声线低沉轻哄道：“不哭，你娘很快就会来了。那个女人既然已经将人安排过来了，想来要不了多久便会来京城了。”乖宝小脑袋趴在爹爹的颈窝蹭了蹭，没有说话。廖青平时见他都是活泼的模样，不知要如何哄，突然灵光一闪，对了，乖宝，轩辕老先生有给你带礼物哦，这样应该就不会哭了吧？话说这盒子还怪重的，想来里面的东西一定很是珍贵。只见他忽地从身后掏出一锦盒，笑着捧到乖宝面前晃了晃。乖宝显然被吸引住了，小胖手揉了揉眼睛，悄悄地看了一眼，联想到刚才收到的那些礼物，瞬间对这个锦盒充满了兴趣。爹爹放乖宝下去，乖宝要去看礼物。第58章暴怒的大皇子。明觉有些怔愣地回过神，看了一眼廖青，回想他方才的话，略有所思。轩辕老先生，这个世上复姓轩辕的可不是常见的，他知道的唯有一人，大梁皇帝，一位手腕强硬的铁血帝王。他因远在大梁，怎么会出现在大元？或者是名字有误？敛下思绪，视线转向乖宝手中抱着的锦盒，他也来了几分兴致。颇重的盒子放在乖宝手中毫无压力，小胖手稍一用力便打开了。只见锦盒中赫然陈列着一本本书册，码放得很是整齐。乖宝瞬间愣住，明觉心下疑惑翻开一看，竟都是些课业样本。为何要送这些过来？还不等他想明白，一道惊天的哭声从身侧响起。哇！明觉被吓了一跳，还以为有什么危险，眼神一厉环顾四周，却只见乖宝抖着手指着那一堆书册，哭得好不凄凉。我不要做课业，我也太难了。廖青他也惊住了，抽了抽嘴角，他算明白老先生临走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眼含同情地看了眼乖宝，爱他算是好心办坏事了。一番折腾，明觉总算是明白了原委，冷峻的面容带着些许复杂。大皇子府内，明艳正与幕僚商议这届科举之事，届时定要多拉拢些有才学的学子，为他所用，好为他日后造势。如今众多皇子中最具竞争的厉王已然出局，剩下的二皇子是个只顾吃喝不折不扣的风流子，母家也不显赫，不足为惧。三皇子早已投诚于他，四皇子名声就更不用提，一个宫女生下的废物，整日缩在府上，半天也打不出个闷屁，还不配他看在眼里。五皇子生下便已夭折，六皇子便是名爵，如今的厉王，其早早便被册封为王。想到此，大皇子眼色一暗，他只当是父皇对厉王偏宠才会如此，因此尤为嫉恨，却不知其真正原因，则是因青云道长的批命，冠以封号，也只为了冲破厉王的死结。大皇子压下情绪，端起身旁的茶盏轻抿了一口，眼中的野心犹如实质，将茶盏搁下，向着幕僚吩咐道：江南一带的富商若还是不识抬举，不必再留了。那些人的钱袋子就当是为自己成就大业添砖加瓦了，如今正是他乘风而起之时，那个位置注定是他来做。大皇子心下正是得意，侍卫步履慌张走了过来，躬身回禀道：殿下，厉王今日带一孩子入了宫，已被圣上册封为郡主。明艳先是一愣，随即嗤笑出声，这是怕自己身后是无人料理，收养个孩子。他父皇也是老糊涂了，这种野孩子也配入皇家？还是女娃子？眼中闪过嘲讽。侍卫见殿下并不当回事，咽了咽口水，头低得更厉害，接着道：是厉王的亲生孩子。砰！大皇子猝然变色，豁然起身，手中的茶盏一摔，铁青着脸咬牙道：再说一次，他为何会有孩子？看着盛怒的大皇子，侍卫一惊，连忙跪下，颤声重复道：是厉王中毒前所生，请殿下息怒。一旁的幕僚见此，面色微凝，起身撩开衣摆行了一礼，宽慰道：殿下此番无需太过在意，这孩子就算是厉王亲子，也不过是个女娃娃。厉王能有一女那是运气，总不会再有其他，这天下注定是您来继承。闻言，大皇子暴怒的神色安定下来，双目微闭，厉声道：去查查那个孩子的来处。是。平静下来的大皇子似是想通什么，突然癫狂大笑，笑得面目狰狞。女娃好啊，哈哈哈哈！上天终究是站在他这边的，他那好皇帝的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厉王府，王爷，二皇子来了府上拜见，正在大堂坐着。侍卫走进来，俯身汇报。温明觉眼睑微抬，神色淡淡，对于来人并无情绪。行至大堂，只见一如玉般的男子站起身，拱了拱手，朝着明觉打趣道：皇帝你藏得很深啊，这孩子说有就有了。你是不知道，因这事，我们那好大哥府上采买器具的管事都比往日要跑得勤快呢，心下怕是气疯了吧？明觉端坐在软椅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冷淡的态度却半点没有影响到二皇子的发挥，
一张嘴巴巴地说着近来听见的传闻，没个停歇，脸上表情很是丰富，全然没了方才端坐时的风光霁月。听说这老三近日也常往他府上跑，两人又不知道密谋些什么，你就不担心？明觉闻言扫了他一眼，淡淡道：蹦跶不了多久，前世还不是死在了明圣手上，他最是看不起的废物，仅一招便让他那个野心勃勃的大哥满盘皆输，再多的筹谋都是徒劳。只是这一世不知是谁先死罢了，看来他得帮他们加把料。哎呀，你这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好了，走了走了，下次有机会带我皇侄女出来游玩啊。说罢摆了摆手，乐呵呵地朝着府外走去，仿佛这一趟只为聊一些八卦。谢了。明觉知道他来此事为了给自己提个醒。二皇子明产身子顿了顿，低声轻笑，晃着手中的折扇潇洒离去。他可不是什么好人，这般也只想为自己谋个出路。若是大皇子明彦真的坐上了那个位置，以他伪善阴暗的性子，他们这些皇子都不会有好下场。大皇子的母族是仅次于皇后家族的定安侯府，如今也是朝堂上蹦跶的最厉害的。之前皇帝偏宠厉王，明里暗里已是将他当做了继位之人，余下皇子丝毫没有出头的可能。如今厉王注定无缘皇位，大皇子明彦一时风头鼎盛，簇拥者无数。明产眼神暗了暗，但愿他的皇帝不会辜负他的期盼。第59章，我等你来提亲。陈府一处清幽的小院，女子一双白皙玉手抚动琴弦，眉眼秀丽，微风袭来，裙摆随风飘散，远远看去好一幅美景。婢女秀桃脚步匆匆，却忽然顿住，定在原地看着他家小姐，没敢上前打扰。小姐才华真是出众，尤其那一首首令人称绝的诗作，令人惊叹，更是被外界文人称为京中第一才女。陈新月秀眉轻蹙，抬眼看了眼婢女，秀桃身子一抖，忙回过神，上前道：小姐，奴婢找人问过了，大公子近日不在府上，说是外出公办了，有说何事吗？陈新月摸着琴弦随口问道，心下倒不是在意那个不甚亲近的大哥，而是有些疑惑当日他为何会那般神色匆匆。心底的直觉告诉他，这是非比寻常，又找不出任何怪异之处，只觉得近日心头越发沉闷。他向来信任自己的直觉，很多次都冥冥中有些预感。神情一个恍惚，纤细的指尖划出一道血痕，陈新月眼底闪过一层阴雾，将他处理了。说罢，随手将琴狠狠摔在地上。秀桃心中一抖，唯唯诺诺应是，抱着破损的玄女琴迅速离去。这曾是小姐最爱的一把琴，现下说舍弃就舍弃了，虽是遗憾，却不敢违背小姐的意思。想到曾经那些婢女的下场，心中不由打了个寒战。陈新月牙关紧咬，心下思索，看来这事得去问问父亲才行。他一路行至前院，无人阻拦，也无需通传，下人们像是早已见惯。轻叩门扉，书房内传来一道成熟的男音：进。陈恒景看了眼，放下手中的笔墨，语气宠溺道：何事来寻为父？面对眼前这个才貌双全的女儿，他甚是骄傲，只是想问问大哥的去向。他脸上的伤疤刚好，有些担心。陈父眼露欣慰，心感这个女儿真是哪都妥帖，若是嫁入皇家，那个位置未必不能争一争。眼下心绪，缓声道：北清只说是去感谢一番赠药之人，何处倒是没说。不过他顿了下，眼中闪过些许不自在，接着道：你母亲定是知道，可以去问问。陈新月闻言，眼眸暗了暗，面色带着僵硬，努力勾起嘴角，温柔道：多谢父亲，那我还是等大哥回来吧，想来也快了。陈新月面上温婉，心底却闪过一丝嘲弄，那个连正眼都没看过他的女人也能称作母亲，他也配？陈父没有勉强他，父女二人心照不宣略过了话题。晚间还要去向祖母请安，女儿便告退了，父亲您多注意身体，切勿劳累。陈新月微一欠身，面上带着关切。好好好，月儿有心了，为父刚得一副冬青的真迹，知你最爱这些，一会命人与你送去。陈恒景面露宽慰，他这个女儿自3年前展露锋芒，那是犹如脱胎换骨了般，出口成章，才女之名更是名满京城，求娶之人早已踏破门槛。他却一人未应，如今京城各世家虽是表面风光，却在皇权的集中下越显颓势，现也只是维持着世家的脸面罢了。他要早做打算，而在这个女儿身上，他看到了希望，关乎家族未来荣宠的希望。他的女儿要走的必定是登顶后位的大道，而今太子未定，就算大皇子日益显示，向来谨慎的陈父深知圣心难测，还是决定再等一等。这么好的一枚棋子，可不能随意落定。他很庆幸当初不顾反对，将她记在了严氏名下，成了嫡女。只是可惜那个已逝去的女儿，若好生培养，也能给月儿多份助力，可惜了。敛去心思，面露宠溺之色，望着出落得越发明艳的女儿，心下大定。娘亲，我们还会回来吗？大宝拽着苏锦的衣角，小胖脸满是不舍。二宝垂着脑袋没有说话，却也一副情绪不高的样子。
苏锦蹲下身子，一左一右搂抱着，笑着道：“以后有时间我们就回来小住一阵子，而且乖宝可是在京城等着呢。”听到娘亲提到乖宝，两只小崽崽立即转移了情绪，他们想妹妹了，小短腿噔噔噔向着马车爬去，很是迅速。还等什么？快走呀！苏锦与众人告别。轩辕老爷子这次不知为何没选择与他们同行，像是对京城多有避讳，直到晚些再行。苏锦虽不知缘故，也有几分猜测，凭老爷子身旁那些神出鬼没的暗卫，他实在没必要担心。一家子整装待发，光是行李就好几辆马车。秦氏抱着妞妞，摸了摸苏颜，对着两个孩子一阵叮嘱，才上了马车。想着要不了多久他们便会进京，也就没再留恋。苏策留在原地，望着渐行渐远的马车，他也该回书院。哎，等等！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江晚这些日子一直住在苏家庄园，如今苏锦走了，他也要离开了，心底很是不舍。住在苏家的这些日子，他不用伪装，过得很是惬意。想看画本就看画本，想吃辣条就吃辣条，母亲也没法逼他去结识什么公子。这样的好日子怎么就不能久一点？此时看着留在原地的苏锦二哥苏策，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心头。几番思量，越想越觉得可行。她如果嫁给这人，那不是想在苏家待多久就多久，母亲也不能就逼迫她了。何况这苏策眼神还特别好，夸他有才学，能透过外表看见他的内在呢。为了以后随时躺下的日子，拼了！女子微提裙摆，走到苏策面前，仰头看着他，丝毫不扭捏的直言道：“你要不要来我家提亲？”眼中带着星光，就这么定定的望着他。苏策见女子走来，下意识低下头，礼节性往后退了一步。线下闻言被惊得差点摔倒，猛地抬起头，惊愕地看着他。女子脸颊泛着微微的粉色，一双灵动的眼睛仿佛聚着星光，期待地望着。苏策心头微动，喉咙发紧，忙敛下眼睑，往后退了一步，抱拳道：“姑娘莫开玩笑。”说罢也不等人答复，略显慌张地转头就走，脚步越来越快，最后竟是小跑了起来。江晚看着他急切的背影，先是一愣，随即不顾形象大笑出声：“这个男人当他是吃人猛兽吗？”两手括弧放在嘴边，冲着他远去的背影喊道：“喂，要是你愿意就来提亲，我等你啊，这样他就能一辈子赖在苏家了。”完美。远去的人影脚下一滑，跑得更快了。第60章系统，我脏了，我不纯洁了。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后，苏锦他们一行人在1个月后抵达了京城。顾虑着老人孩子，行程很是缓慢，走走停停，倒也没有疲乏之感。廖平手下的人早已在城门外迎接，算不准姑娘到来的日子，故每日都会派人在此候着。苏锦交代了管家登记着录影，一大群人倒是费了些时辰。得到消息的廖平闻讯赶来，姑娘。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面上带着喜色，可算是把姑娘盼来了。苏锦摆了摆手道：“先落脚再说，宅邸可置办好了？”“是，按您之前的吩咐，往大的买，已经置办妥当了。新的酒楼铺子也都修葺好了，随时可以开张。”苏锦转身看着这一大家子人，笑着道：“走喽，回新家去。”京城他来了。廖平置办的这处宅院位于京城西区的繁华地段，离京中最负盛名的博云书院仅隔了一个方士，也算是特意挑选的地段了。倒也能方便日后苏年进学。宅邸已被重新修葺，挂上了苏宅的匾额，与当初的苏家庄园虽有些差距，住起来倒也算宽敞。看来还是将庄子建起来才行，也不知道京城这边的田地多不多。看着苏家的众人都在收拾行李，随行进京的陈北清向前跨了一步，道：“你何时随大哥回一趟陈家？我想母亲定是很开心。”神情带着些许急切，就怕苏锦中途不愿再去。身后收拾物件的秦氏闻言顿了顿，没有说话，神情带着恍惚。他也是最近才知，这一路随行的男子竟是小锦的亲生哥哥。虽小锦与他解释过，宽慰过他，但他这心下还是有些恍神。苏锦余光瞥见一直侧身倾听的老娘，心中叹了口气，是他思虑不周，还是让他娘担忧了？后退一步，嬉笑着抱着秦氏的胳膊，抬眼道：“我会去的，毕竟有些事还是说清楚比较好，以免日后再有纠缠，对吧，娘？”苏锦依偎的抱了抱他，他没给足他娘安全感，是他的错。陈北清也算有些眼色，见此也不再言，朝着秦氏微微颔首行了一礼，向着府外走去。苏锦歪了歪头，靠在秦氏的肩上，温声道：“娘，我哪也不去，这就是我家，你也永远是我娘。”秦氏哪里适应了这种温情，不自在的轻捶了他一把，假意怒道：“多大人了，臊不臊？起开起开，老娘还要收东西呢，别在这碍事。”说罢，步子轻快的蹭蹭向外走，脸上却不自觉带着笑意。一家人收拾妥当，已临近傍晚，也没再开火，浩浩荡荡朝着附近的酒楼而去。要了间大的雅间，苏锦将2个崽崽擦拭干净手，随意点了些招牌菜。正在等待的瞬间，
忽然听见楼下传来一阵嘈杂喝彩声。苏锦打开雅间的内窗向外看去，两个仔仔也都挤了过来，显然一副感兴趣的样子。只见楼下中央的高台处，一说书扮相的男子，一身长袍，手拿折扇，口若悬河说得正起劲，周围不时传来喝彩声。苏锦本是奄奄，心觉无趣，却在此时听到那先生嘴里念着一首他有些熟悉的诗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苏锦，咋的？这诗人还穿越了？这么潮吗？他心下带着疑惑，抬眼盯着那先生一阵打量，却听他继续言道：想必在座各位也都听闻过这首佳作。没错，此乃京城第一才女新月小姐的又一高作，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周遭一群在座的书生那是听得如痴如醉，摇头晃脑，显然还在细细品味，有的人更是手中执笔当场记录了下来。真不愧是京城第一的才女，这等学识着实令人叹服。如此才貌双全的佳人，也不知谁人有幸能抱得。听闻那成元伯府的公子已是3次上门求娶，都被陈家拒了，也不知何人才能配上。我等自是无缘喽。周遭又是一阵长吁短叹，只恨自己不是生在勋贵之家。靠着系统转播将一切听在心里的苏锦，那什么新月穿越的，这年头这么容易吗？他难道不是穿越爸爸最爱的仔了吗？等等，陈家，陈新月。苏锦脑子闪过当初系统与他说的话，眼眸微闪。童子，问你个事。苏锦语气带着正式。系统一懵，啥事？要这么严肃？他还怪紧张的，是发现他上班摸鱼了？系统超小声的问道：什么事呀？苏锦听着心虚的语气，就知道他又在犯蠢，叹了口气，这小蠢蛋得亏落他手里，但凡换个人都能被忽悠瘸了。你当初想要绑定的那个人是谁？系统愣住了，有些恍惚。宿主在说谁？想了半天才回过神，貌似是宫斗系统来着。宿主问这个干嘛？是翻旧账吗？不想要他了？我如今已跟你绑定了。系统暗搓搓瞄了他一眼，叉腰嚣张道：你是摆脱不了我的。休想！苏锦扶额，住脑，给我收！我就想问问你那个人是谁，可能要遇上了。哈哈哈，这个样子啊，宿主我误会了，不过宿主我对你是真心的哦。小胸膛挺得直直的，仿佛害怕苏锦怀疑他出轨一般，面色端正的逮住机会表了波忠心。好了好了，你乖了，还记得他叫什么吗？不知道，我是根据灵魂波动确定宿主的，我不是没有经验吗？行吧，今晚我们去探一探，我怀疑这个人就是我要弄死的那个陈家小姐。好的，一家子吃饱喝足，早早的便回去休息了。苏锦趁着黑夜的遮挡，按照事先所打探的，一个人来到了陈府外。童子，帮我注意着点。童子拍了拍胸脯，我办事，你放心。夜色中的陈府看不出往日里的繁忙，陷入了沉寂。苏锦回忆着几年前出道时的老路，来到那处荒废的杂院外，一个翻身跃了过去。这处院子不知是何原因早已被封存了起来，没有一丝烛光，月影下显得有些诡异。更诡异的是，一阵啊呀的叫声断断续续从不远处传来。一阵风吹过，荒废的房间传来呜呜的回声。别说还怪吓人的。实战经验只有一次的苏锦有些疑惑，抓了抓脑门，猫着身子好奇的想往里面瞅。系统先宿主一步扫描到了里面的情景，瞪大了眼睛，忍不住悄咪咪看了一眼，小手赶紧捂住脸。他脏了，他不纯洁了。望着逐渐靠近的宿主，声音有些扭捏：宿主，那个也没什么好看的，要不走吧？苏锦哪里肯，这童子也太不厚道了，自己看完了热闹还不带让他瞧，暗自瞪了他一眼，眯着一只眼顺着破损的门框向里面望去。苏锦，这他娘的就很刺激，还带这姿势。眼中闪过一抹明悟，他好像懂了什么。哎呀，宿主别看了，快走吧。系统羞羞的小脸不走心的催着宿主，一边自己偷偷去瞄。苏锦最后看了一眼那对男女的长相，别过了脸。他暗自咳了咳嗓子，假装正经道：别瞎说，这夜晚这么黑，我能看见什么？你不会是看了吧？他眯着眼对着系统就是一阵打量。系统小拳头一握，忍了忍，没有揭穿这夜视能力绝好的宿主，自己挺了挺胸，大声道：我可是正经系统，单纯着呢，你别想污蔑我。苏锦心知肚明的一人一统没再说话，别开了脸，难得默契了一回。第61章系统对原女主的排斥。绕过了几个院子，来到一处很是精致的亭台小院，一看这院落便知其主人在府上是何等的受宠。苏锦早已经让人打听清楚陈府的布局，如今廖平接手了明沙阁，这点事对他来说再简单不过了。一个刀手打晕了职业的婢女嬷嬷，轻轻地推开了那扇主间的门扉，直直朝着纱帐内躺着的人影而去。苏锦挑起纱帐，一股女子闺房的香气扑面而来，他眼中闪过一道幽光，目光灼灼地盯着熟睡的女子。
系统有些好奇，伸长了脖子也盯着女子瞧。可当他靠近时，忽然一阵乱马快速闪过，系统小手按住了胸口，不知怎么的心里涌出了一股难言的怨气，就像是在排斥着什么。第一眼就不喜欢。他别开眼，瘪了瘪嘴，沉默的盘腿坐下。还没注意到系统异样的苏锦正摸着下巴打量着女子，他呲了呲牙，露出了大魔王般的微笑。小样，我找到你了。梦中的陈星月像是被梦魇困住了般，拼命的在逃，睡得很不安稳，额角渗出了薄薄的汗水。童子，你说我是将他掐死、锤死，还是一刀子捅死比较爽？苏锦左右打量着，看他就犹如待宰的羔羊，笑盈盈的话语中带着冰冷的杀意。童子，你是又睡了吗？苏锦见系统没回话，小声的又叫了一次。这家伙不会又去打游戏摸鱼了吧？每次摸鱼都会装自己已睡着的样子。刚想自己动手解决，就听一道有气无力的声音在脑子里响起：随便吧。苏锦吓了一跳，这咋刚才还好好的，这会就丧成这样，受什么打击了？游戏输了，还是又被哪个系统嘲笑了？童子，你怎么了？没事，我想离开这里。苏锦抬眼看了眼床上的人，眼中划过深思。你对他有想法？不想让我杀他？怕宿主误会，系统声音虚弱的解释道：我只是讨厌他。第一次见系统这般难受的样子，苏锦心里有些不舒服。他一不舒服，就想让别人更不舒服。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系统会这样，联想到系统原先是要绑定这个女人的，他们之间应该有自己不知道的羁绊。但不管怎样，既然他让童子难过，那就不是一刀宰了的事了。毫无道理护短的苏锦看着床上的人，寒光更甚，垂下眼睑，故作玩笑道：既然你讨厌他，那我给你出气怎么样？这样一刀子宰了他，在睡梦中离世，怎么想想还美了他呢？童子，我们折腾折腾他，再杀好吗？苏锦轻声哄着他，他还是喜欢那个永远鲜活时常犯蠢的童子。系统一愣，看着宿主眼里的担心，小身子一挺，强装振作起来，嗓音欢快道：好，虐他。那第一步就先毁了他的名，再虐他的身心。我算他个优惠，就一条龙服务吧。系统小眼睛带着金光，也来了兴致，要怎么做呀？苏锦摸着下巴，恶劣的笑了笑：童子，将那些唐诗宋词都给我叙述下来，标明作者和创作意境，他这么喜欢出名，我送他扶摇直上啊。系统他觉得自己又好了，来劲了，说干就干。在系统充满干劲的复刻诗词时，苏锦悄悄地打开了女子闺房的衣柜，往怀里塞了几件绣了字的锦帕，皱眉忍着嫌弃。他也想过让系统帮着收起来，最终还是叹了口气，算了，难得让他情绪分散了。瞥了眼怀里女子的贴身衣物，苏锦笑得很是邪恶，也没多留，回头深深地望了眼还在熟睡的人，冷厉的目光泛着幽光，抬脚走了出去。夜色很深，苏锦抬头看看天色，不想回家，也毫无睡意。他忽然想去看看他家乖宝，顺便看看他。嘿，大女子就是这么果决。可能他的心底早有预谋，今日刚到京城便问清楚了。那个男人的府邸，当今的厉王殿下，身份倒是不低。王府内，七兰院主卧的床榻上，一女娃娃打着小呼噜，睡得喷香。脚丫子一个用力，被子滑落而下。要是往日，自会有侍女在旁守夜，为其添盖。今夜却换了个人。苏锦瞅着软趴趴倒下的侍女，跨坐在床沿，捏了捏乖宝的小脚丫，肉感十足，没有瘦，小脸蛋红扑扑的，梦里还带着笑。看样子小日子过得倒是挺好的。面色柔和的看了一回榻上的小人，抓起小胖手亲了一口，将他被子掖了掖，转身走了出去。孩子看过了，自然还他爹他也得去瞅瞅，不能白来啊。第62章，带你去看两大宝贝啊。王府主院的守卫自是森严，却敌不过苏锦有系统这个外挂。像之前一样身手敏捷，躲过侍卫的侦查，按照系统的指示大摇大摆地探进了男人的闺房。明觉在苏锦进入的瞬间豁然睁开了双眼，凌厉的目光直射过来，大手勾起一旁的衣物，声音不带一丝温度，厉声道：谁？说话的瞬间摸了摸手中的指环。苏锦没想到这男人还是那么敏锐，怕他叫出来惊动他人，只好出声道：别叫，是我。明觉放下指环，眉头微拧，黑夜中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起身亮起了烛光。他来京城了，这么晚过来，是出了事？明觉打量了一眼，眉宇紧锁，收敛情绪问道：这么晚有何要事？顺路想来看看乖宝，再看看你。苏锦直视他的眼眸，眼中含着笑意。明觉看着他，抿了抿嘴角，没有说话。这是他见过最直白大胆的女人。眼眸微垂，避开了他的视线，低声道：夜深了，回去吧，明日再说。苏锦好不容易来一趟，哪能这么轻易就走？盯着男人，身子猛地前倾，凑到他身前，嬉笑道：主要来看看你。
明觉呼吸一滞，向后退了一步，刚想说什么，眼神突然顿住，顺着那东西一路划过的路线看向了地面。他赶忙回神，没敢多瞧，转过了身。苏锦见男人转身不理他，挑了挑眉，顺着他刚才的视线往下看去，一袖着字的锦帕滑了下来。他愣了愣，这才想起这是什么，还挺会抢戏。他随意解释道：“别误会，这就是一袖字的帕子，不是什么衣物。”明觉别过了身，薄唇紧抿，没有说话。苏锦挠了挠头，有些发愁，不知道要如何和他相处。这男人不爱说话，他要是不主动些，岂不没戏？那种磨磨唧唧的感情他可受不了，但他也没哄人的经验啊。心里的小人疯狂挠着脑门。苏锦想了又想，深吸一口气，瞬间恶向胆边生，看准时机，一把抄起男人的手，真诚道：“你愿意做我的夫郎吗？我会对你好。”他的想法很简单，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他也绝不纠缠。明觉背着身子一时没躲开，被他紧紧握住。此刻听着他的话，瞬间惊在了原地，久久无法回神。这个女人，半晌，他掩住心神，手往外拽了拽，没拽动，脸上有些不自在，低声道：“放手。”苏锦双眼一亮，固执地看着他，手不自觉紧了紧。男人的手很宽厚，没有想象中的嫩，掌心带着一层薄薄的茧，应该是习无所致。明觉被他握得一愣，面色越发不自在，额角轻跳，正要用另只手推拒。他等了半会，也没等到男人的回复。你不回我，我当你默认了。明觉抬眼看了他一眼，苏锦笑嘻嘻地拽着他的手，将他往前拉了拉，轻身上前，凑到耳边道：“明天你来寻我，我带你看2个大宝贝啊。”耳边温热的气息令明觉下意识躲闪，整个耳廓犹如火烧。苏锦说罢，还下意识骄傲地挺了挺胸。明觉余光扫到了这一处，呼吸顿时一滞。他现在已经无暇顾及女人在说什么，只觉得整个人在燃烧一般。苏锦瞅了眼男人的脸，视线移至耳根，那里已然是一片绯红，很是惹眼。心中微微一动，有些发痒，却也知不能太过。他还是见好就收吧。他这是害羞了，他懂。咳了咳嗓子，道：“那我走了，记得明天带乖宝来寻我，给你看2大宝贝哦。”男人一听他又提大宝贝，隐晦的目光划过胸口，脸色一黑。苏锦冲他笑了笑，挺直了身子，故作潇洒地往外走。却听男人咬牙道：“那你能放开我的手了吗？”苏锦脚步顿住，低头一看，竟然还牵着呢。这他娘不会当他在耍流氓吧？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手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该打。说着假意拍了2下，心中很是懊恼，真他娘丢人，瞧他这手跟没摸过男人似的，咋还粘上了？心虚的摸了摸鼻子，几个跨步消失在了眼前。明觉漆黑的眼眸悠悠望着离去的身影，负手而立，盯着门外看了许久，直到一阵冷风吹来，耳边的热气才渐渐散去。他不自觉地摩擦了几下掌心，合衣躺下，却再也难以入睡。清晨天还未亮，王府的练武场便传来长剑挥舞的声音。左一到来时，便见到他家王爷黑沉着脸，手持长剑横扫而过，气势比往日都要惊人。左一往后退了一步，有些吃惊，他家主子这火有点旺啊，是憋得久了？瞧着木桩上的剑痕，心下暗想，这不会是一夜未眠吧？明觉顺势收剑，深吸了口气，道：“去将府上的防护再加强1成。”左翼虽是疑惑，却颔首应是，步子朝外走去。人还没走远，忽的身后的传来主子略带沙哑的嗓音：“等下。”明觉剑眉微皱，面色闪过一丝不自然，微咳一声，接着道：“不用去了，维持现状。”左一，他是越来越搞不懂他家王爷了，这变得也太快了。男人心深似海啊。第63章，某王的思想有些污。乖宝醒来时，便看见爹爹坐在床沿，温和地望着他。他悄悄摸了摸嘴角，小胖手拍了拍，还好没有流口水。软糯糯的小奶音带着疑惑：“爹爹，你怎么这么早呀？”明觉收回思绪，回神道：“今日说好要进宫，忘了吗？”说罢，拍了拍他的小屁股，接过侍女递来的衣物，略显笨拙的一件件帮他叠穿。乖宝闻言，忍不住眼中的惊喜，小身子一个鲤鱼打滚，利索地爬了起来。皇祖母说今日要介绍几个小哥哥小姐姐给乖宝认识呢。小胖手捂住嘴，一个偷笑：“小哥哥，嘿嘿。”明觉费了些功夫将他打理好，神色有些犹豫。要是现在告诉他娘亲来了，这小家伙应该无心再进宫。想到昨日那个女人的举止，对于他所言的大宝贝，耳根瞬间泛起了热意。咦，爹爹，你的耳朵好红呀！明觉不自在地站起身，没事，爹在外面等你。脚下有些快地向着外面走去，咬牙心里暗道：就让那个女人等着吧。乖宝来了，皇祖母，你的小可爱正向你飞来。就乖宝张开手，朝着那尚未笑容明媚的女人，小短腿跑得倒飞快。哎呦，小乖乖，慢点！
皇后一个眼神示意宫女护着些。乖宝笑嘻嘻地拱进女人的怀里，动作相当熟练。皇祖母，你又好看了哟！小奶鹰带着惊叹，彩虹屁张口就来。皇后被他逗得直乐，哪个女人不喜欢被夸好看？尤其还是这般可人的小家伙。一把搂住乖宝，左右亲了2下，真是怎么也爱不够。摸了摸他的头，笑着道：“我们乖宝也越来越好看了呢。皇祖母一瞧，还当是哪里来的仙女呢？”小家伙矜持地挺了挺胸，对于夸赞显然很是享受。乖宝悄咪咪看了他一眼，小眼神带着暗示，继续说点呀。皇后憋笑，如他所愿，祖孙俩抱在一起，好一顿商业互吹，直到下方传来响动，这才意犹未尽的作罢。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心中已经约定好下次互吹的时间。皇后将他抱着坐在身旁，微脸笑意，正色道：“芳菲、芳华、莫林、莫尘来。”向着下方几个端坐着的5、6岁娃娃招了招手。此次皇后宣娘家承恩公府的几个适龄孩子进宫，便是有意给乖宝找玩伴。乖宝注定没有兄弟姐妹，多几个外家亲族，日后也能陪着他，不那么孤单。下手，承恩公府大夫人无视对着乖宝微微欠身，鼓励地看着几个孩子。4个娃娃虽是年纪小，却也极懂规矩。乖宝没等他们上前，自己一跃跳了下来。小奶鹰很是欢快：“你们好呀！”皇后吩咐宫女带着他们去御花园玩耍，自己与吴氏聊起家常。娘娘如今气色这般好，母亲也能放心了。想来有这么可人的小郡主在身旁，娘娘您定是日日开怀。见他提到乖宝，皇后脸上带着骄傲，笑道：“乖宝很聪慧的，真是我的开心果。我这一日不见就想得不行，光是看着便觉得舒心。”皇后眼底带着笑意，说起乖宝，那是一刻也停不下来。是，小郡主一看就是天赋卓绝的孩子，随了殿下。吴氏忙不迭应和着，这小郡主别说皇后了，怕是在皇上那也是犹如掌上明珠，毕竟这是厉王唯一的孩子，怎么呵护都不为过。这边说着话，那边的乖宝气势很足的带着4个小娃娃来到御花园，这里已经被乖宝逛遍了。姐姐，我们玩什么呀？乖宝歪着头，笑嘻嘻的看着2个害羞的小姐姐，余光偷瞄了一眼身旁的2个小哥哥，小肥脸满是开心。芳菲、芳华作为承恩公府的嫡出小姐，日常自是以文雅之物为伴，面对乖宝的问话，2个小娃娃有些懵，乖巧的摇了摇头。乖宝眼珠子一转，小奶鹰贼兮兮道：“那我们来玩手心手背的游戏吧。”4个小娃娃，他们不会啊，小脸带着纠结。乖宝得意的挺了挺胸，拉着2个小姐姐的手，欢快道：“就是这个样子打手手。”说着示范了2下，几个娃娃似懂非懂，都伸出了手，乖宝的小肥肘一一摸了过去。他悄咪咪握住莫林的手，心底偷笑，又将另一只手伸向了旁边的莫尘。嘿，你说巧不巧，乖宝竟然有2只手，一左一右美滋滋的拉着。小小的男娃不明所以，脾气很好的任他拉手，这个妹妹好像很喜欢自己。就在此时，一身着月牙凤尾裙宫装的女子高昂着头，带着宫女太监，气势匆匆的向这方走来，眼露挑剔的朝着面前几个小娃娃望去，旋即目光直勾勾的锁定了乖宝，带着几分傲慢。她就是被父皇宠上天的灵犀郡主。她作为罗贵妃唯一的女儿，一向是备受父皇宠爱，如今竟然连她早先看上进贡的云锦绸缎都被父皇送到了厉王府，一个屁大点的孩子倒是挺能折腾。见到本公主不知道行礼吗？乖宝扬着小脸，有些不高兴。他才刚拉上小哥哥的手，哼，故作天真的问道：“你谁呀？没人教过你规矩？那本公主教教你。”他倒是要看看，在父皇心里是他这个女儿重要，还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野孩子重要。说罢，示意几个宫女将他抓来。皇后派来照顾的几个宫人见此，想也不想的上前阻拦。乖宝却丝毫不怕，脸上的笑更灿烂了，遗憾的放开2个小哥哥的手。他不高兴了，小拳头攥得紧紧的，不用宫女上前，迈着小短腿自己走到了他面前。娘亲说过，吃什么都不能吃亏，有坏人要欺负你，你就提前将他打死。第64章父子相遇。乖宝笑嘻嘻的朝着明熙公主伸出了手，明熙眼含不悦，伸手就要将他挥开，哪知乖宝就是在等他出手，小胖手甚是迅速的抓住他，狠狠的一捏，啊！一声尖叫骤然响起，明熙疼得面色扭曲，红肿的手腕慢慢显出黑紫色，他痛呼出声，眼泪瞬间流了下来，赤红着眼眶，恨声道：“给我将他抓住！你竟然敢伤我！”身旁的工人早已吓得愣住，他们见娃娃这般娇小没有阻拦，哪知竟闯下如此大祸。2个都是身份地位极高的主，他们一个也得罪不起。皇后宫内的侍者反应极快，立刻将小郡主挡在身后，有个工人悄悄从后侧顺着花丛溜了出去，心里带着忐忑，这小祖宗要是出了什么事，他们怕是也活不了，但是明熙公主也不是他们能抵挡了的，还是快点请娘娘过来为好。工人不知道的是，就算没有人来，
乖宝也不会有事。作为厉王的女儿，身旁怎么会缺了暗卫？此刻贾谊早已做好了准备，但凡有人对郡主不利，他会格杀勿论。这是王爷给他下的死命。两方宫人正对峙着，乖宝小胖手一揣，悠闲地伸长脖子，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一副事不关己瞧热闹的架势。皇后来得很快，面色带着急切，见这场面，脸色瞬间沉了下去，眼中带着狠色。明熙，好，你很好，本宫身为嫡母，没教导好你，是本宫的不是。来人，将他给我带下去，每日午时再请宫外跪上一个时辰。既你性情这般不逊，便将大德经抄上千遍，何时抄完何时出宫。江嬷嬷自今日起，你便随侍他左右，定要日夜叮嘱，以免公主再犯，可明白了？是。皇后端立的面容此刻冰冷地望着他。明熙身子一抖，忍着手痛，惊叫道：父皇不会允许你这般对我，我母妃也不会答应。皇后凤眼微挑，嗤笑道：我平日任你闹腾，那是拿你寻开心，你真当我这后宫之主是摆设不成？罗贵妃占了个贵字，那也是妾。江嬷嬷掌嘴，不敬嫡母，再多加一个时辰，今日便开始。说罢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转过身打量着乖宝，面上扬起关切：小乖乖，没被吓着吧？不怕不怕。一把拦过他，好一番温声安慰。乖宝酒窝深陷，笑得格外甜。不怕呢，乖宝可厉害了。厉害厉害，谁也不能伤害我们乖宝。祖孙俩亲昵地蹭了蹭。皇后又挨个摸了摸承恩公府的几个小娃娃，让嬷嬷带他们去休息。明觉从金銮殿出来，身旁便有人向他汇报了方才的事，顿时面若寒霜，眼中闪过冷意。我记得罗贵妃母家的几个子侄近来闹出了人命，让人去趟大理寺，务必彻查。罗贵妃向来看重自己的母家，一心想提拔后辈子侄。既然母后已罚了明熙，那这母亲又怎么能放过她的女儿？谁也不能动。来人躬身应是，疾步离去。明觉一路来到皇后寝宫，这时的乖宝正鼓着腮帮子吃得喷香。皇后满眼含笑，举着手在一旁不停地喂着。乖宝这一口还没咽下，另一口已经送到了嘴边，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瘦了瘦了。乖宝有一种受教皇祖母觉得他瘦，哎，他也太难了。随着明觉坐上车架，乖宝摸了摸肚皮，小小的人儿叹了口气。明觉还当他是受明熙的影响再不高兴，眼神暗了暗，将小家伙抱着怀里，轻声哄道：你娘亲来京城了，爹爹现在带你去找她。乖宝小奶音激动地惊叫着：真的吗？娘亲来了！乖宝要看娘亲。好好好，很快就能见到。明觉带着乖宝来到苏家宅邸时，已近傍晚。乖宝得知娘亲就在里面，心早就飞了，已是等不及，下了马车，小短腿嗖嗖地向着里面冲。他想娘亲了，想哥哥们了，想家了，连平日最爱的爹爹都被他抛在了脑后。明觉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下了车架，神色有些复杂，薄唇紧抿，步子走得很是缓慢。就在这时，一道胖乎乎的小身子从他身旁经过，好巧不巧，脚下一歪，吧唧摔在了他面前。哎呦！明觉他望了望平坦的地面，无奈地将人扶起，低头一看，这竟是与他家乖宝一般大的娃娃，就是白胖了点，格外讨喜。自从有了女儿，明觉那颗冷硬的心日渐软化，尤其是对着孩子。望着胖乎乎的小家伙，他目光瞬间柔和了下来，不自觉带着些笑意。大宝揉了揉屁股，习惯性朝着地面四下看去，小肥脸有些懵。宝贝呢？这次怎么没有宝贝？他往日这般摔倒都会有收获，这次怎么没有？抠了抠小胖手，胖嘟嘟的脸颊向上抬起，大眼睛眨巴着望向扶他起来的人。大宝要谢谢他呢。可当看清男人的面容时，小手惊得捂住了嘴，圆溜溜的眼眸瞬间瞪大。他怎么那么像妹妹？第65章，3个崽崽都是我生的。明觉见他这副样子，眼底划过笑意，俯身帮他拍掉衣衫上的尘土。这小胖仔让他想起了女儿，都是一样可爱。俊美的面容带着难得的柔色，轻声道：回家去吧，日后跑慢些。还不等大宝缓过神，身后传来稚嫩的嗓音：大宝，你怎么可以不等姥姥自己跑回来？不乖。秦氏也跟在身后跑得喘气。这小家伙还当是在老家，一眨眼就跑得没影了。小景虽说有安排人在暗处护着，可这人生地不熟，跑丢了咋办？二宝眉毛皱着，板着小脸，满是不赞同地望着大宝。见他一动不动盯着别人在看，顺着目光看了过去，他眼睛一点点瞪大，带着震惊。二宝很快反应过来他的身份，小嘴抿得紧紧的，下意识挺直了胸膛，与明觉的眼神来了个对视。一大一小仿佛在比谁更有气势，没人移开视线。明觉眉宇泛着疑惑，他竟在这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还不待细瞧，秦氏喘了口气，跟了过来，点了点大宝的额头，笑着道：这位。出口的话像是卡住了，嘴角带着僵硬。不用问了，他知道了，看这张脸就知道谁了。
秦氏隐晦地打量眼男人，别说，长得可真好，难怪乖宝能那般精致。名爵，娘。苏锦抱着乖宝向外走，唤了声秦氏，扫了一眼这群人，怎么都聚在门外。大宝二宝见娘亲过来了，还抱着妹妹，再也顾不上其他，齐声道：“妹妹。”小腿哒哒哒一左一右扒着娘亲，望着妹妹。乖宝顺势从怀中下来。三个小崽崽自出生便没像现在这般分开过，手拉着手，头凑在一起，往角落里一蹲，嘀嘀咕咕说着他们才懂的悄悄话。明觉抬眼望去，妹妹，这女人家族里的孩子倒是很可人。苏景寒笑看他，对着秦氏道：“娘，走吧，有话进去说。”转头见这男人还待在原地，眉峰一挑：“进来啊，愣着做什么？我还能吃了你不成？”明觉目光悠悠地望了一眼，阔步跟了上去：“你们三个快进来，别堵在门口。”“好的，娘亲。”三道小奶鹰软乎乎地应和着。明觉身形顿住，胸口猛地一滞，惊异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苏锦。“娘亲！”男人眸色越来越深，带着机不可察的暗色，心底却没来由的一阵空寂。他成家了？那昨夜他……苏锦见他脸色不好，这怕是想歪了，摇了摇头：“大宝、二宝、乖宝，来娘亲这里。”三个小崽崽很是听话，乖乖地站在面前，笑得奶乎乎的。崽崽们并排站好，明觉幽深的眼眸定眼望去，脑中忽然划过一个念头，他猛地抬头，不敢置信地望着苏锦，紧握的拳头有些发颤。苏锦挺了挺胸，嗨嗨嗓子，眉眼带着得意，单手一挥，豪气道：“瞧见没？这都是我和你生的崽崽，三个都是。你要不要考虑做我夫郎呀？”苏锦余光暗搓搓瞥了一眼男人，眼神带着暗示。明觉听着他的话，仿若一道惊雷，瞳孔剧烈收缩，面上的冷峻再也维持不住，僵硬的仿佛被定住了般，站在原地，两眼直直地望着三个崽崽。片刻，目光惊愣地转向苏锦，视线一路下滑，移至他的腹部。他三个。他呼吸带着些急促，一步步走向崽崽。男人挺拔的身姿弯了下去，心中翻滚着一股热意，嘴角微动，目光一寸寸地划过他们的小脸，这都是他的孩子。这一世上天竟如此眷顾他。抬眼看了眼还在得意的女人，心像是被填满了一般。大宝挠了挠脑门，悄悄看了眼娘亲，见娘亲点头暗示。小胖仔有些扭捏，脸蛋红扑扑的，软软道：“爹爹。”男人的脸如同破开了封印，笑意再也控制不住，上前将他抱起，高声应着。大宝捂着脸，有些不好意思，坐在男人的臂弯上，小声道：“我很重的。”明觉眉眼含笑，眼中闪着星光，没有说话，只是夹抱着他往上飞了一圈，逗得大宝哈哈哈直乐。乖，将他稳稳地放下，摸了摸头，目光温暖地转向二宝。二宝对于男人直视的目光，紧绷的包子脸微微一侧，避开了，余光却暗搓搓地瞥着他，小身板挺得直直的，也不说话。明觉抿了抿嘴角，他知道这个小儿子和他很像，带着些紧张。平日清冷的男人正努力找着话题，用哄乖宝的语气轻声道：“可以叫你二宝吗？”二宝依旧板着包子脸，气质拿捏得死死的，故作老成的嗯了一声，小脑袋又偏了偏，避开男人的视线，自个悄悄咧开了嘴角。小人儿可能以为无人发现，却不知苏锦和系统这两父子都这么傲娇，以后怎么相处？苏锦实在看不下去，一把抱起二宝，塞进了男人怀里，抱着，不抱够不准离开。二人大眼瞪小眼，二宝垂下眼没有拒绝，脑袋悄悄地往他怀里缩了缩，嘴角却高高翘起。明觉大手渐渐收紧，带着微颤，他何德何能被如此眷顾？三个宝贝，还有一个他。谢谢。男人面色郑重地看着苏锦，说出了一直以来想说的话：“遇见你，是我之幸。”苏锦忍住嘴角的笑意，挺直胸膛，咳了咳，故作潇洒地摆了摆手：“嗨呀，这才哪到哪？自己的夫郎宠着不是应该的吗？看见他的靠谱了，接下来该要以身相许了吧？”第66章，他家王爷怎么回不来了？隔日一早，苏锦甩甩手腕，将一厚厚的诗册交给了廖平去安排人抄录，越多越好，我要整个京城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是，姑娘放心，酒楼铺子既已准备妥当，即日开业。那些棉花种子到播种期了，也不知道这京城田地多不多。好在下西村他留了几个山头种植。苏锦将一系列安排好，自己起身朝着崽崽的院子走去。昨夜乖宝黏着他，便留在了他这里。而那个别扭的男人也被苏锦强势的扣押了，丢进了大宝二宝的小院。也不知道这父子三人一夜相处的怎样。他还没跨进院子，便听见里面传来大宝哥哥的笑声。苏锦嘴角扬起笑意，看来他们相处的挺好。他没有打扰，脚步很轻，弓着身子悄悄伸出脑袋往院子里望去。
只见男人手持长剑，动作极慢的在前面比划着，时不时回头看看，身后则跟着2个小崽崽，握着把木剑，学得有模有样。大宝肥嘟嘟的身子笨拙的摆着姿势，小短腿晃晃悠悠。明觉放下剑，俯下身握住他的手，一点点的比划。大宝对着明觉咧嘴一笑，露出了软乎乎的笑脸，谢谢爹爹。明觉心里像是被什么击中了，软得一塌糊涂。大宝还要不要学？休息会？我可以的。小胖仔不服输，耍着木剑很是起劲。二宝瞥见这一幕，小脚往前挪了挪，正好挡在明觉身前，手一挥，来了个很标准的剑势。就这么维持着动作一动不动，包子脸带着些期盼。明觉没有让他失望，眼中含着笑意。二宝很厉害。二宝骄傲地挺了挺胸，小眼神一瞥，给了他爹一个赞赏的目光。你很有眼光。明觉抬头望着天空，无声笑了起来。而这边王府等着汇报消息的佐伊来回踱步，摸索着下巴，甚是疑惑。他家王爷怎么一夜未归，连个下属也未带？王爷连宫中都不会留宿，这别是出了什么意外？就在他还在思索时，花管家带着几个侍卫朝着王爷的寝殿走去。佐伊连忙上去询问：花叔，您这是？王爷刚才派人来吩咐，将他的随身物件整理后送去。佐伊面色一愣，不敢置信地望着管家，他家主子这是不打算回来了？怎么出趟门连家都不回了？花管家有些担忧，王爷自个不回，还把小郡主也带走了，也不知道在外有没人照顾。望着空荡荡的王府，二人同时叹了口气。佐伊心中泛着疑惑，抢了其他侍卫的活，亲自将东西送了去。他很是好奇，这府外有什么稀世珍宝，能把他家王爷迷成这样？马车停在苏宅门外，他指挥随行的下人搬运，自己伸长了脖子往里瞧。萧管家得了消息，领着几个仆人前来查看。怎么这般多物件？你们这是？佐伊抱拳，在下吏王府护卫，特来给王爷送东西。萧管家朝着对方拱手行礼，面露了然。未来的男主子这是把家当都搬来了。佐伊单手扛起一箱书籍，点了点头，朝着府内走去。余晖洒在不远处的院落里，草木被镀上了一层金光，散发着璀璨光芒。院内，男人骨节分明的大手捧着书册，薄唇轻启，低沉清朗的嗓音缓缓道来。3个小娃娃排排坐，拖着腮帮子，听得入神。尽管这些故事早已经听过，平日里甚至会觉得无趣，但是此刻3小崽崽格外给爹爹面子，一副很认真听讲的样子，时不时还会来点掌声。几个小人心底叹了口气。娘亲说让他们这几天先忍忍，配合这些，爹爹的父爱需要抒发一下，过段时间就好了。3个崽，父爱沉重，宝宝叹气。听着掌声，明觉嘴角的笑意就没有抚平过，清冷的面容却带着暖人的温度。随手拿起来另一册书籍，准备再讲下去。门口的佐伊，他揉了揉眼，他是出了什么幻觉？明觉余光扫向他，收敛笑意，目光带着不悦，略有遗憾地放下书籍，道：何事？佐伊躬身道：属下来给您和郡主送东西。明觉摆了摆手。佐伊颔首，目不斜视，将手中的东西放下，低头的瞬间看了眼那3个娃娃，小郡主也在此，难怪主子这么有耐心。明觉见他打量3个孩子，眼中带着骄傲，悠悠道：你家中可有孩子？佐伊懵了，主子说啥？他孤身一人，家中有没有孩子，您这个主子不是最清楚吗？他摸不着头脑，应道：并无。明觉抬眼看了他一眼，面色如往日一般平淡。哦，那很可惜。明觉随手拿起一枚糕点递给了大宝，小家伙软乎乎的熟练道着谢，谢谢爹爹。佐伊脚下一滑，爹，他家王爷怎么又多出个孩子？第67章，王爷的炫耀。他光带着惊诧，王爷这是又多了个小主子。明觉仿佛就在等他问似的，目光矜持的淡淡嗯了一声道：3胞胎，都是。佐伊才猛地起头，目光泛着呆滞。他家王爷说什么？3胞胎？他家王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这王妃怕是神人吧？佐伊忍住心底的惊诧，缓了缓神。他虽还没见过女主子，却自这一刻起打心底敬服，一个激动，俯身高呼：恭喜王爷参见小主子！他这会也算是明白王爷为何那般问他了，感情这是在和他炫耀呢。王爷你变了，不过却变得更有些活气了，真好，能让他一向清冷的主子压制不住心底的骄傲，这怕是爱进心坎里了。明觉叔解了心底的喜悦，这才正色道：此事先不要传，他要做好计划，风光的将他和孩子接回府。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他都舍不得委屈。乖宝是郡主，虽有恩宠，却无人忌惮。但是大宝、二宝不一样，有些事他要提前出手了。通知管家将府上的产业名册送来。是。几日后，京城各地发生离奇的一幕，
一册册书籍仿佛凭空出现在了大街小巷酒楼茶馆。翻开里面的内容，发现竟都是令人称绝的诗词，每一首都注明了作者及创作意境。这其中惊异的是，曾是京城第一才女星岳小姐的佳作，竟都出现在此，却标注的是他人之名。几番对比，京城众多文人心中瞬间微妙了起来。这些诗词对于读书人来说那是如获至宝，但于陈府的某人却是突来横祸。陈新月满心愤恨地将书册撕得粉碎，双手重重按在桌沿，心底打着颤，面色带着狰狞。竟还有穿越而来的人，他之所以敢这般肆无忌惮地出风头，便自认是最特殊的那个，注定要如那些穿越女主一般顺风顺水。哪想到这个世界竟然还有人同他一样，该死！这边的陈父刚下朝，便有同僚有意无意向他打听诗词的事。陈恒景本以为是自己的女儿又在外展露才华，心中免不得一阵骄傲，故作谦虚地与同僚畅言了几句。哪知周围人看他的目光越来越诡异，还是一位往日攀附于他的小官隐晦提醒了几句，这才险险挽住了脸面。只一日，现京城谁人不知，这号称京中第一才女的陈家女，竟是个剽窃他人诗作的贼，德行欠佳，不堪为才。纵然有为之辩解的，也敌不过苏锦买的水军，真让他带着污名扶摇直上，拽都拽不下来。苏锦听着廖平的汇报，很是满意，拍了拍手，这么好的事怎么能没人欣赏呢？童子，今日咱们给他来个一条龙服，66666，给大佬点烟。系统相当狗腿，满心带着期待，他知道宿主这么做都是为了给自己出气，盘腿坐好等着看好戏。苏锦来到府外，见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陈北清。小锦，母亲还不知道你的事，我怕她会忍不住去寻你，就先瞒下了。很快就见到了。男人刚毅的面容带着喜色，心里舒了口气，妹妹回家了，母亲她等到了。陈府的正门很是气派，两个高壮的门房一左一右，见来人是大公子，忙躬身上前牵住马匹。只是随后一女子从车架里缓缓地露出了头，目不斜视随着大少爷向着府内走去。他们虽不识的，也只当是少爷的客人，低头后退了一步。陈北清一路带他从正门行至后院，严氏的安堂便在这后宅最深处，环境幽深，平日也无人打扰。哪知一道男声叫住了心中急切的他：北清，怎么回来了也不去寻为父？陈恒景刚从府外归来，气势匆匆，心中燃着怒火，正要去寻女儿问清楚这诗词之事，没想这回碰见了外出归来的儿子。面容缓了下来，对于这个儿子他还是满意的，唯一不满的是这子一遇上他母亲之事便会乱了方寸，还需再磨砺磨砺。男子怎么能居于后宅？他该有更远大的抱负。你这……随着苏锦的转身，陈恒景眼中惊愕毫不掩饰，这双眼睛。北清，他是父亲，这是妹妹，当年我下落不明的亲妹妹，正要带她去见母亲。陈北清神色淡淡的回复道。陈父张了张嘴，半天没说话，隐晦的打量一番，心下微一思索，回来了，倒也好。故作和蔼道：回来好，回来好，魏父也算是放心了，日后便留在府上。北清，你安排下人收拾个院子出来。苏锦挑着眉笑着看他一眼，都是千年老狐狸，在这玩什么聊斋呢？当他看不出那眼中的金光，估算他的价值吗？呵。第68章，陈府不得安宁的开始。你是？苏锦面色平淡的故意问道。我是你父亲，好孩子，你受苦了，日后魏父定会好好补偿你。陈恒景面上带着笑，仿佛真的心疼苏锦一般。父亲？我父亲早在10年前便去世了，怎么诈尸了？陈恒景心头一梗，没想到他会这般不将他放在眼里，野性难驯啊！这样的女儿，就算日后嫁到他府，怕也只是拖累。面色瞬间沉了下来。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我是你父亲，你敢这般与我说话？苏锦还没回，那边一女子带着婢女身姿款款地走来。苏锦定眼一瞧，来了兴致。嘿，巧了，刚来就遇上了。此女正是陈新月。女子朝着陈父微微欠身，又面色柔柔地唤了声大哥，这才将目光转向苏锦。他面上温婉的笑意瞬间僵住，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垂下的手紧紧握住，仿佛要陷进肉里。他怎么会在这里？你好像很吃惊遇上我，怎么当我已经死了是吗？陈新月。苏锦嘴角含着笑意，一步步朝他走去，眼中闪着幽光，直直地盯着他。陈新月对上他的眼眸，心下猛地打了个寒战，像是被猛兽盯上了般，努力深吸了口气，面上扯着僵硬的笑。这位姑娘，你怕是误会什么了，我只是觉得你的眼睛有些熟悉，这才会吃惊，是吗？啪！苏锦看也不看他，歪着头一巴掌抽了过去，还别说，怪爽的。阿陈新月惊叫出声，头上的珠钗全部甩飞了出去，
可见这一巴掌是有多狠，脸颊瞬间肿胀了起来。陈父惊得回过来神，上前扶住他，对着苏锦一阵怒吼：“逆女，你敢出手伤人！玉儿她如何得罪你？你为什么要这般狠？”苏锦连解释都懒得解释，恶劣一笑：“没有为什么呀，我就是坏。”陈父胸口一滞，没想到他会这般肆无忌惮，喘着粗气抖着手：“你给我滚出陈府！”苏锦目光悠悠望着他：“我只给你3次机会，你身为苏锦的生父，我让你3次，刚才你已经用掉了2次，接下来但愿你能好好说话。”苏锦搓搓指腹，笑盈盈地看着他。陈新月缓过神，眼下眼中彻骨的恨意，眼睑微垂道：“我们既同为父亲的女儿，自该相互守望，你怎能？”苏锦淡漠地看了他一眼：“你不就是苟合下的产物吗？别说的那么好听，挂在嫡母名下，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陈新月脸色瞬间变得难堪，面皮仿佛被他撕下来踩踏，整个人再也控制不住，阴狠地望着他：“你说我这人就是毛病多，什么都喜欢看对称的。”苏锦吹了吹指甲，反手一巴掌又抽了过去，啪！完事，不顾女人的惨叫，陈父的愤怒。苏锦双手环抱，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像是在欣赏什么艺术品。瞧他这无可挑剔的对称感，完美。陈新月惨叫着疯了一般扑上前，扭曲着面容，再无一丝理智：“你居然还敢打我啊！”面对女人的惊叫，苏锦掏了掏耳朵，有些嫌弃：“你怎么这么大惊小怪的？反正你脸皮那么厚，我打你2下怎么了？不是先让你适应吗？这都受不了，那接下来还怎么玩？”苏锦望着扑来的女人，甚是无趣的一个转身，狠狠地拽住她的长发，一脚踢在膝窝处，女人砰的一下跪倒在地。苏锦伸出2指掐住她的下颚，逼她抬起头，微用力，女人疼得眼眶泛红，死死地盯着他，带着恶魔的低吟：“陈新月，你逃不掉的，你既让他难过，我可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去死。”陈父已然被苏锦刺激的心口抽痛，指挥着下人就要将他拿下，现今看他压住了玉儿，吼叫道：“逆女，放开！北清，你还愣着做什么？快救你妹妹！”陈北清没想到苏锦会这般大打出手，联想到他当初说的话，望向陈新月的目光泛着寒意。就算妹妹不出手，他也不会放过。我妹妹只有一个，她叫苏锦。陈北清淡淡的扫了一眼陈父：“好好好，都反了。”陈父捂住心口，气得双目喷火。苏锦手一甩，松开了女人，仔细的擦了擦手。他望着地上瘫软的人，笑得很是开怀，嘴角轻动：“等我回来再找你玩。”丝毫不理会身后陈父的咆哮，朝着陈北清道：“走吧。”第69章，陈府母女相认。陈北清望了他一眼，什么也没问，沉默地走在前头带路。二人越走越偏。苏锦挑了挑眉：“这正牌夫人竟住得如此偏僻，陈家是穷到无人了吗？”陈北清见他面色疑惑，解释道：“母亲如今日日居于安堂，不愿他人来打扰。他自是心疼母亲，却也无力改变他的决定。往日除了他，甚少会有人来。”绕过一道长长的走廊，陈北清挥退了婢女，看了眼跟在身后的苏锦，眼中带着喜悦。他轻轻推开了门扉，只见严氏一身素衣柜坐在蒲团上，眸子半掩，手中转动着珠子，周身散发着祥和的气息。母亲陈北清轻唤出声。严氏闻声放下珠子，转过身来，柔和的面容泛着疑惑：“北清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陈北清莫等他问话，神色带着激动道：“母亲，我找到妹妹了，您先别激动，这次是真的，妹妹她还活着。”严氏心中一抖，毫无波澜的眼眸忽然睁大，颤着身子不可置信地望着他。他刚才听见北清说找到女儿了，她还活着。他猛地喘了几口气，双唇泛着哆嗦，扶着蒲团就要起身：“在哪？她在哪？北清，快，你带我去找她。”陈北清上前扶住他，帮着顺了顺气，安抚道：“母亲，您别激动，我带她过来了。”这也是他最怕出现的情况，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受刺激。他本想着先进来将她安抚住，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对妹妹的在意。苏锦靠着墙，听见里面女人的叫声，莫等陈北清叫他，自己走了进去。他脚步很慢，背着光，一步步走向那个愣在原地的女人。严氏抬起头看着来人，泛红的眼眶瞧得不真切。可当苏锦越走越近，他扶着儿子的手猛地收紧，直直地盯着，觉得那每一步都踏在了他的心上，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无需确认，这就是他的女儿。严氏晃着身子向前扑去，死死地扣住苏锦的手腕，盯着他的脸猛瞧。纵然泪水模糊了视线，也舍不得眨眼。苏锦抿了抿唇，没有说话，任他打量，心里叹了口气，他要等的那个人终究还是不在了。苏锦见他喘得急促，柔声安抚道：“您别激动，有话慢慢说。”严氏深吸了口气，回神道：“好好好，我不激动。”
怕自己这个样子吓到女儿，赶忙背过身擦了擦泪水，收拾一番，这才转身，眼中闪着光，拉着苏锦坐在了一旁的软榻上。孩子，你这些年过得好吗？眼中带着紧张，他怕听见不好的消息。苏锦见他缓了过来，松了口气，他这人直来直去惯了，最怕这种温情场面。想了想，如实道：挺好的，没被苛待，不受委屈。随即回忆了原主小时候的事情，与他一一道来。他说得很细，没有选择，只报好不报忧，真实而琐碎。苏锦话语中的日常一点点填满了严氏的心，仿佛自己亲眼见证了女儿的成长。他眼中泛着泪光，却笑得很开心。他这一生圆满了。严氏拍了拍他的手：母亲这辈子还能见到你，知足了。你娘是个好人，是我这一生最感恩的人，我想当面谢谢她。苏锦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即答应。我先问下。他娘秦氏平日看着大大咧咧，为人强悍，但是心底却很软。他不想让秦氏哪怕有一丝的不顺心，毕竟人的心本就是偏的。严氏闻言不仅没有失望，反而很是欣慰地望着他，笑着应道：好。二人又说了会话，苏锦这才问道：我想知道当初发生了何事，才会导致苏锦流落在外。严氏虽有些困惑他的自称，却也没在意，柳眉轻蹙，带着丝犹豫，望着女儿，再看看一旁同样疑惑的儿子，叹了口气，缓缓道来：严氏本是已逝的归元老将军独女，当年老将军战死沙场，作为独女的严氏忍着悲痛，纵然已身怀六甲，却毅然决然随着夫君和儿子将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那是老将军临终的愿望，身为子女怎能不替他完成？乃料中途遇袭，陈恒景危机关头独自逃走，还是正处年幼的陈北清替母亲挡去了一刀，危急时刻顺利产下一女。在醒来时，襁褓里只剩下一副血衣，孩子早已不见了踪影。自那以后，陈恒景犹如脱去了伪装，知岳父已故，自己去了一座大山，再也没了顾忌。纵然顾忌将军府皇恩犹存，为了名声不敢明目张胆纳妾，后院却少不了女人。陈新月便是其外间女子所生。他深知严氏不会再生，为了府上能有嫡女，将人记在了他的名下。严氏外表看似柔弱，内里却十分坚韧，当夜便一包绝子药下在了陈恒景的酒中，自己带着婢女嬷嬷住进了安堂，再也没有露面。第70章，陈父召集护卫捉拿女主。老将军纵然故去，但将军府的威望还在，皇恩犹存。严氏却很清楚，她一个孤女可以靠着先父的恩泽选择和离，但那之后的日子必然难过。皇恩可以保命，却不可日日消耗。为了儿子，他不能离开。陈北清眼眶泛着红，这些年早已猜到母亲这般是为了自己，他想过带母亲离开，却被母亲断然拒绝。他抖着手刚想出言，苏锦却直截了当道：您想离开吗？只有你想与不想，不论其他。严氏抬眼望着他，看着他眼中的自信，眸中突然泛起了水光，点了点头，随即很快摆手道：我如今这般也好，日子很是清静。走吧，带你离开。苏锦站起身，向他伸出了手，没理会他后面的话，违心之言罢了。陈北清站起身，朝着严氏鞠了一躬：母亲，以前的日子您为他人而活，之后的生活我也想能成为你的依靠。他如今在兵部任职，虽官职不高，却也会努力为母亲撑起一片天。严氏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心中泛着酸涩，随即突然笑了起来，眼中带着别样的光彩，将手搭在了苏锦的掌心，坚定道：好。纵然之后一片坎坷，他也不愿让他们失望，至少如今他的心里是畅快的，他的孩子都很好。苏锦见他应下，指挥着婢女将东西都收拾起来，毛都没留下一根。看着婢女归置的东西，苏锦挑了挑眉：就这？还有吗？他看向严氏，严氏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柔声道：嫁妆在老夫人手里。他并不在意那些，父亲只有他一女，祖上随先地打江山留下的财富又岂是他人可想的，自是为他多番考虑。当初父亲便在他的嫁妆上动了手脚，一些珍稀之物都没有出现在明面上，而那些东西也只有他知道在何处。面上的嫁妆多是御赐之物和金银俗物，也算是花钱买了他这些年的清静。苏锦搓了搓指腹，嘴角划过一丝嘲弄，原来这就是世家大族的底蕴，真是特别棒呢。他没有说话，牵住严氏的手向外走去。忽然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一群仆人手里持着棍棒，在管家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走来。穿过长廊，当看见苏锦的瞬间，为首之人喝道：就是他，老爷说的人就是他，将他拿下，快！一群人汉子双目一瞪，高声应着冲了上来。来时还很忐忑，依照管家的意思，那女子十分凶猛，可是见到本人，众人心里瞬间松了口气，带着几分不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还需要出动这么多人，老爷也太小题大做了。陈北清见状，双目一立，挺身将他们护在身后，
呵斥道：“我看你们谁敢动他！”为首的管家脚步顿了顿，带着几分犹豫，一咬牙，眼中带着狠意，抱拳道：“大公子，对不住了，这是老爷的命令。”手一挥，仆人们面色凶狠地冲了上去。苏锦看着这群菜鸡，有些无语，瞧着气势凶猛的，真以为他们自个被威震天附体了吗？他伸手拽住陈北清道：“护着他，我来。”小锦，严氏想拉住他，还没碰到衣角，人已经闪出去了。他朝着来人胸口一踹，连带着身后的人一起飞了出去，转了转手腕，夺过木棍，轻轻掂了掂，目光森冷，咧嘴笑道：“打狗还是要用棒子。”说罢，手中的木棍狠狠一挥，朝着来人就是一顿狠揍，顿时整个长廊惊起一片惨叫。他将木棍朝着地上一丢，厉声道：“滚去通知你们的主子，在府上等着。”严氏捂住嘴，目光从惊愣变成了骄傲，眼中犹如聚集了星光。小锦好厉害，这是他女儿。陈北清面色复杂的看着他，妹妹未免也太猛了，让他这哥哥毫无用武之地啊。苏锦抬眼笑了笑：“走吧，既然人家来请了，咱们也不好拒绝不是？他会让他明白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陈府新雅院内，陈父面色心疼的看着面前双甲种的老高的女儿，焦躁的踱着步。他在等下人将那个野丫头绑来。从没人敢这般不把他放在眼里。陈恒景越想越气，听着耳边啜泣声，压下怒火，安抚道：“月儿，魏父定将他捉来给你解气。”陈新月死死地低着头，眼中的怨毒犹如实质。那个贱人，他要杀了他！他忍着恨意，带着哭腔柔声道：“谢谢父亲。”父女二人还在温情，院外传来一片嘈杂。管家被人扶着一瘸一拐走了进来，入目看去，面上竟没一块好皮，头部简单的包扎了，还渗着血水。陈恒景吓了一跳，定眼一看才认出这是府上的管家。怎么会？老爷，奴才办事不力，那女子着实厉害，府上10多好手皆被她打伤了，她还让给您带句话。管家面色惨白，捂着额头道。陈恒景胸口起伏，不敢置信地指着他：“蠢货，这点事都办不好。”他说什么？快说！管家身子一抖，喘气道：“那女子说让老爷您在府上等着。”陈恒景咬着牙，一掌重重拍在桌上，怒道：“逆女！她好大的胆子，去给我将府上的护卫都召集起来！我不信她还能反了天了。”显然是气得很了。管家双眼一亮，应是被人搀扶着离去，脚下的步子都快了许多。第71章，王爷已在护妻的路上。这边的名爵午间刚将仔仔们哄睡，自己来到书房处理着公务。左翼早已等在门外，神情带着严肃，显然是有要事禀报。王爷，有消息传来，陈新月不知是得罪了何人，竟将他剽窃他人施作之事捅了出去，如今已是满城皆知。名爵摆了摆手：“这些我早已知道，让试探他的人停手，不必再探。还有其他的吗？”“是。他这几年为了找出那女人前世的秘密，暗中一直派人盯着，期间安排了多种意外，却都被他好巧不巧地躲了过去，运到这石金人。但除此外，并未发现前世那些稀奇之物。如今他也不想再探，准备将人解决，因为现在他有了更重要的事要做。”想到此面上划过一抹柔色，左一想到方才传来的消息，接着道：“据暗卫来报，陈新月在府上被一女子打伤，如今陈恒景调动了所有的护卫，正前去拿人。名爵来了兴致，何人所为？”左一知王爷会问，早已打听清楚，道：“此女子名为苏锦，是被陈府大公子带入府内的。这女子名字怎么感觉有些耳熟？”还不待他想，耳边传来重物倒地声，砰！名爵面色瞬间沉了下来，厉声道：“你说他叫什么？”左翼神色一惊，躬身回：“王爷，陈家大公子唤他苏锦，武力极高，一袭月白色衣裙，带人给我将陈府围了。”名爵脸色一变，眼中带着狠厉，疾步向着外间走去。是。左翼擦了擦额角的冷汗，从没见过他家王爷这般愤怒。那女子，忽地想到一种可能，他好像从没问过女主子的名讳，莫非？左翼不敢耽搁，脚下生风，前去调人。这陈府怕是要完。苏锦还不知他家夫郎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他这会正叉腰笑得开怀，看着脚下倒了一片的护卫，朝着唯一站立的人招了招手。那护卫见此，面色惊惧，抖着腿，砰的一下丢下刀，连滚带爬逃得飞快。苏锦嗤笑一声，带着闪着星星眼的严氏和目光已然呆滞的陈北清，朝着陈父所在的院子而去。此刻陈家2房、3房的人均已得到了消息，心下惊怒，一贯养尊处优的众人心里带着恐慌。这护卫都被收拾了，谁来保护他们？有人甚至想偷溜出去报官，却被门外一地的护卫吓得退回了院落，龟缩了起来。他们这大哥怎么招惹了这般厉害的人？这要如何是好？苏锦推开了陈新月的小院，
大摇大摆走了进去。见到还在互相安慰的两人，突然从门外窜了进去，高昂着头大声道：“我又来了，就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陈父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魂都飞了，陈新月也顾不得敷脸上的伤，猛地站起身，连连后退了几步。一侧的婢女赶忙过去扶他。苏锦不顾二人的恐慌，站在一边叉着腰放声大笑。只要仇人不爽，嘿，那他就开心了。看着陈父抖着手指着他，苏锦收敛笑意，转了转手腕，淡淡道：“怎么没想到是吗？你是想问那群护卫？哦，他们累了，都在院外休息呢。你要不要去瞧瞧？”他没想等他回答什么，自顾自向着陈新月方向走去。女人显然还记得脸上的疼痛，死死地抠住婢女的手。苏锦见他这副怂样，故意顿了顿，见人抖了两下，嗤笑着径直绕过了他，拿起后方桌上的笔墨，啪一声重重拍在陈父面前，冷漠道：“写。”何离说。陈父被气得已经说不出话了，脑子快要充血。此时听他这般说，攥着手就要打上去。苏锦一把将他挥开，厉声重复道：“写。”何离说。陈父撞在门框，颤身站立起来，心中自认是他父亲，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敢动手。顺了顺气，按下心中的怒火：“你可知你在做什么？严氏离了陈府，他什么也不是。将军府早已败落无主了。你就算不为你母亲想，你也要想想你自己。陈府能给你的远视，你身在乡野所不能想的，尤其是亲事。”陈复原以为他提到这些，苏锦会有所动，毕竟一个女子一生最重要的便是有门好亲事。心里刚缓了口气，便见他走向了院。苏锦饶有意味地看了他一眼，摸了摸下巴。他这人最讨厌听不懂人话的。瞅了眼院子里开得正盛的花朵，那花在阳光的照射下别样娇艳，枝干上带着倒刺。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带着些可惜，就要将牛粪插在鲜花上，还挺对不起这些花的。狞笑一声，丢开婢女，忍着刺耳的惊叫，犹如拖死狗般拖着陈新月来到花丛里，按住她的头悬在空中，只一点便要接触到那细细密密的刺。陈新月是真的怕了，抖着身子，面色惨白，来回挣扎着想起身，却怎么也挣不脱苏锦的手。不要，父亲，快救我！面对女儿的呼救，陈父脑子一片空白，他竟然油盐不进，面色涨红，吼道：“你到底要怎么样？”苏锦瞥了他一眼，一副你明知故问的样子。陈父怎么肯写这些？和离书对于他来说，那是犹如耻辱般的存在。紧握着手，神情带着狰狞。苏锦可没耐心这般等他，想也不想抬头望向天空，手下一个用力，将人扎进了花丛里。瞬间，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天际。陈新月身体抽搐着，惨叫一声高过一声。苏锦厌恶地将人整个丢了进去，没再理会，转身目光悠悠地望着陈父。陈父一惊，这次终于学乖了，什么也没说，抖着手拿起笔墨写了起来。苏锦满意的点了点头，双手环抱在心里，叫着系统：“童子，舒服一点没？”系统眼中泛着光，站起身，啪啪啪在他脑中鼓起了掌。系统舒服，随即双手捧心，彩虹屁张口就来：“宿主，你好帅呀！我要是男子，我就嫁给你。”苏锦脸皮抽了抽，悠悠地望着他，他怀疑这童子是在恩将仇报，嫌弃道：“你休想！”系统故作傲娇，嚣张大笑着：“哈哈哈哈！我就缠着你，略。宿主遇见你真好。”苏锦没理会这小蠢蛋，摇了摇头，听着他的笑声，忍不住自己也笑了起来。第72章拿嫁妆去。苏锦吹了吹到手的贺离书，漫不经心道：“老夫人今日在府上吧？”陈恒景瘫坐在椅上，望着被下人搀扶着还在惨叫的女儿，再看看另一边嚣张的苏锦，只觉胸口钝痛，一阵无力。本以为此事到此就算完了，日后他有的是法子让他们后悔，只想现在赶紧将人送走。哪料他竟提到了老夫人。陈恒景猛地抬起头，犹如在看魔鬼一般，他竟如此丧心病狂，连祖母都不放过，粗声咆哮道：“你给我滚出去！”苏锦翻了个白眼，他是那么听话的人吗？他不是啊。苏锦走至跟前，微垂眼睑俯视着他，拍了拍他的面颊，道：“你除了无能狂怒，还会什么？你没叫够我都听烦了，有本事的人那叫发脾气，你有资格吗？”说完，不顾脸色涨红的陈父，大步朝着外面走去。严氏不愿再见到陈父，故陈北清陪他在凉亭里等待。见他面色有些发白，苏锦叹了口气，没说什么，将和离书往他手中递去，安抚道：“都结束了。”严氏微颤着手，定定地望着，瞬间红了眼眶。他抬头看看天空，深吸了口气：“是啊，都结束了。走，带你拿回自己的东西。”严氏有些愣神，他的东西？嫁妆吗？好笑地望着女儿，原来他还记着呢。他虽不在乎，
却也心感慰藉，自不会扫了女儿的兴致。陈北清抿了抿唇，眼里带着些骄傲。小景比他这个哥哥称职。一处雅室，丝竹之声缓缓响起，精美的垂帘被人轻轻挑开，入目便是一衣饰华丽的老妇人侧卧在软榻上，半眯着眼睑，身前的婢女正一点点帮她按着身子。此人便是陈府老夫人。方嬷嬷心急火燎地喘着粗气来到身前，道：“老夫人不好了，大老爷出事了。”陈老夫人苍老的面容带着不悦，微侧起身，神色威严道：“胡说什么？”方嬷嬷心下焦急，府上的护卫都被来人打伤了，大老爷这会也被堵在了宅院里。老夫人面色一惊，仿佛听见了什么天方夜谭一般，竟有人敢来陈府闹事。陈氏一族声势显赫，跻身顶级氏族之列，虽如今世家远不比以往，但也不是什么人都敢欺的。这人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老夫人一生被人追捧惯了，在外谁人不给他2分薄面，哪里能容忍有人在府上闹事，使人去一趟官府，定要让那贼人伏法。方嬷嬷面色犹豫，想着外面躺了一地的护卫，颤着身子应是。陈老夫人显然没将这事放在心上，端起一旁的极品血宴，轻抿几口，觉得没甚滋味，摆手让人撤下。刚想让婢女接着按，便听砰的一声响动，吓人的惊叫声瞬间响起。陈老夫人猝然色变，带着几分惊惧，指挥着婢女就要出去瞧瞧。就在此时，苏锦拍了拍手，一把扯掉珠帘。他没让陈北清过来，故意将人使唤了出去，自己拉着严氏走了进来。婢女咽了咽口水，挡在身前呵斥道：“你是何人？竟敢乱闯老夫人的寝院！”苏锦可没工夫跟他费口舌，将人猛地推至一旁，厉声道：“她的嫁妆在何处？”陈老夫人吓得面容失色，喘着气。当她看见苏锦身后的严氏时，双眼一眯，胆子瞬间就大了起来。严氏成何体统？你这是反了天了！他以为面前的严氏还是当初那个任他拿捏、不敢还手的女人，瞬间摆起了婆母的架势。定眼一瞧，面前的女子也很是眼熟。这二人，你是当初丢了那个孩子？他神色傲然，上下打量着苏锦，很是瞧不上。心下有了计较，扶着婢女的手缓缓地坐下，眼角下垂，带着几分刻薄。刚归府就这般没规矩、没父母教养的东西，见了自己的祖母这般放肆，陈府可容不下你这般嫡女。听他提到父母，苏锦眼中闪过一道寒光，啪！他想也不想，一巴掌将这嘴贱的老货抽翻了过去。本想好好和他说话的，毕竟他不喜欢对老人动手。既然他不领情，苏锦有时真的特别好奇，这些人的脑子是不是都被狗吃了？那股子自以为是的恶心样，真是一脉相传。当然到他这代是断了的。看着软榻上杀猪般鬼叫的人，沉声道：“嫁妆。”陈老夫人发丝凌乱，面色惨白地望着他，脸上带着一股难以言表的盛怒。余光扫到跌坐一旁的下人，他猛喘着气，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从没人敢动手打过他。在苏锦森冷的目光下，他咽下堵在喉咙的心意，抖着手指着贴身婢女道：“去库房拿给他。”这事一般是方嬷嬷在负责，如今方嬷嬷不在，婢女惊得起身，有些欲言又止，还是唯唯诺诺低头去办。苏锦拉着严氏坐下，目光在华丽的内室瞧了几圈，眼中突然闪过一抹坏笑。不久，下人抬着几个大箱子走了进来，婢女悄悄看了严老夫人，不知要如何开口。按着账册上记载的，严氏的嫁妆早已所剩不多。苏锦饶有兴趣地围着打量，看看可有少的。严氏将嫁妆单子递给他，扫了一眼道：“少了9成。”老夫人犀利的目光猛地射向他，刚想怒骂，却死死地忍了下来，转头询问下人。婢女低垂着头，颤音道：“余下的都赏了出去。”第73章，王爷来了。老夫人平日奢靡惯了，吃穿用度一律精细着来，对府中儿孙看得上眼的也是相当大方。他掠过苏锦，眼睛扫向严氏，希望他能使点抬举。苏锦端起桌上的茶盏，重重地砸在地上：“那就去要回来，不问自取，便为贼。这点道理不懂吗？”陈老夫人先是被打，如今又被这般羞辱，面色铁青，虚抚着额头，倒在了软榻上。啊！老夫人晕倒了，快叫大夫！婢女慌了神，朝着外间大叫着。苏锦面含讥诮，望着这一幕，手一摸，悄咪咪掏出一根绣花针，狰狞一笑，朝着他的虎口猛地扎去。老夫人一个抽搐，在疼痛中醒来，睁眼见到的便是苏锦英恻恻的笑脸，一哆嗦跌坐了回去。人老了，花样还挺多，想赖掉嫁妆，门楣都没有。老夫人差点吐出一口血，松垮的面皮抖动着，恨恨地瞪着他。去将2老爷、3老爷都请来。众人来得很快，陈家2房3房的人很快都出现在了此。老夫人一生育有2子1女，其中大老爷陈恒景与3老爷陈恒川是他嫡出，其余庶出也只留下了2老爷陈恒敏，
可见老夫人年轻时后宅手段的很辣。众人见老夫人面色铁青，发丝凌乱，再联想到来时下人透露的消息，看着苏锦的目光有些吃惊。就是这个女子将他们臣服搅和成这样。苏锦淡淡的扫了一圈人，本是慵懒的眼眸陡然瞪大，像是见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在那二人身上流转了片刻，才移开了视线。他丝毫不给众人开口的机会道：这张单子上的东西，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半炷香内我要看见一个不少，否则……说罢他一个抬腿，砰一个雕花凳，整个变成了碎渣。严氏也不说话，就这么端坐着，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的女儿，眼里再也容不下他人。而其余的人却吓得抖了两下，本还想上前找严氏攀谈的陈二夫人，慢慢地缩回了脚。众人脸上都有些讪讪，互相对视一眼，没吭声。只有陈二夫人脸色泛红，低声说了句：我们这就回去找来。苏锦头也不抬，掂着腿，百无聊赖地等着，心里已经暗搓搓计划着今晚和系统来此干票大的，也算是收点利息了。就在此时，方嬷嬷面带惊喜的小跑着进来：老夫人，大喜事，这次那贼人定跑不了了。老夫人抚着额头，下意识看了眼苏锦，随即眼露期盼地盯着方嬷嬷。苏锦嗤笑一声，来之前早已交代好了料瓶，他倒要看看能说出什么花来。方嬷嬷还不知那所谓的贼人就坐在他面前，扬声道：老夫人，大喜事，贵人进府了。厉王殿下不知哪里得了消息，带着侍卫已经将府上围了起来，那可恶的贼人这次怕是插翅难逃了。陈老夫人颤着手抓着他，激动的连连叫好，定是厉王看中他家恒景才会这般出手。老夫人理了理凌乱的发丝，摆出了大家夫人的气势，阴狠地看了眼苏锦道：但愿一会你还能继续嚣张。严氏柳眉轻蹙，有些担忧，抓住女儿的手微颤：王爷。苏锦掏了掏耳朵，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们，刚才像是听见了他家夫郎的名号。老夫人见他如此，冷冷地看着他，唇边溢出一丝沈笑：小畜生，我弟让你不得好死。厉王？他挑眉疑问。方嬷嬷不悦地看了他一眼，得意道：那是，我们家老爷可是朝中重臣，得厉王殿下赏识是再寻常不过了。苏锦，你怕在想屁吃？嘲讽地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会。苏锦面上扬起了笑意，故意和系统炫耀道：这男人就是粘人，才一日未见，这就追来了。哎，真是拿他没办法。系统盯着这份强塞过来的狗粮，一脚将之踹翻。宿主我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苏锦给系统喂完了狗粮，很是满意。见严氏神色不对，凑到耳边安抚道：放心，自家人。严氏眼中带着不可置信，小锦在说什么？这王爷都能成自家人？嘴唇动了动，见女儿心中有数，还是忍下了疑惑，没多问。陈恒景这边也得了消息，他没有陈老夫人那般乐观，心中有些惶恐。这厉王殿下怎么会来他府上，还带了这般多人？厉王虽因子嗣无法登顶皇位，却还是圣上最为宠爱的皇子，掌管大元朝半数兵马，权势惊人。陈恒景擦了擦额角的汗水，快速换了身衣服前去迎接。半道便见厉王带着侍卫，气势逼人，一身威严的阔步而来。陈恒景心头猛跳，连忙跪下行礼，心里直打鼓，这架势怕不是？连忙定了定神，俯身道：厉王殿下，您这是？名爵冷漠地看了他一眼，沉声道：苏锦呢？陈恒景反应一瞬，才想起这正是那个逆女的名讳，心中一惊，厉王不会是来捉拿他的吧？在他心里早已将苏锦打上了惹祸精的名号，乔厉王脸色便知，找他不会有什么好事。真是祸害，如今还要连累陈府。第74章，王爷对着陈父就是一脚。陈恒紧定了定神，义正言辞的道：殿下，那逆女与府上绝无关系，您要杀要剐请随意，我这就带您去找她。身后的左一瞪大了双眼，看这位陈大人像是在看什么稀有物种，当着王爷面骂他媳妇，好胆色！名爵的面色犹如镀上了寒霜，凌厉的目光直直盯着他，见他要起身，抬起一脚将人踹翻了过去。辱他，你也配？陈恒景连滚两番，捂着胸口一阵咳，他喘着气，顾不得疼痛，待想亲厉王所说的话，心头巨震，冷汗瞬间湿了后背。怎么会？那个逆女怎么会有如此运道？不敢置信的抬眼望去，当对上厉王那森寒的目光时，心下一抖，晃了晃身子，重重的跌坐下去。完了！正当苏锦等得不耐烦时，陈家几房的人慢吞吞的将东西凑了出来，一番核对，还是少了。嘿，真是不打到位，不知道老实。他袖子一提，正想上去揍人，忽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耳朵动了动，听人数还不少。转身看去，男人一身黑色祥云锦袍，身子挺拔，透着破损的珠帘，正定定地望着他。苏锦赶紧捋平袖口，脚步轻快地朝他走去。
明觉视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松了口气。你可有？你怎么？二人同时出口，又同时顿住。苏锦见此，瞬间笑弯了眼。他见这帘子后无人，悄悄挪到身前，长长的袖摆块儿广，靠着遮挡，一点点勾起了他的手指。明觉一僵，下意识缩了缩，微微一咳，带着些不自然，心下无奈，却慢慢的软了下来，任他拉着。你担心我呀？苏锦明媚的笑脸，仰头看着。明觉这次没有避开视线，认真的望着他，轻轻的嗯了一声。见他回应，苏锦忍住大笑出声的冲动，心底的小人连翻几个跟头，眼眸闪着星光，挺胸故作骄傲道：放心吧，还没有我虐不了的渣。男人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摇了摇头，他好像随时随地都想在自己面前表现一下。他堵住笑，正色道：还有什么要解决的吗？大宝他们该醒了。苏锦也没客气，将事情转述了一番，道：拿了东西便走。男人向着帘子内看了一眼，我让人去办。佐伊。佐伊站在外间候着，闻声赶了过来。明觉指了指里间，带人将东西找齐，只可多不能少。佐伊暗搓搓瞥了眼苏锦，赶忙低下头应是。他看到那个神仙女主子了。嘿嘿，般配。严氏这会也走了过来，苏锦连忙放开手，正经道：让大哥先带您回将军府，东西我让人送去。明觉朝着严氏微微颔首，严氏猜到来人，瞪大了双眼，就要俯身行礼，却闻夫人不必多礼。苏锦扶着他笑了笑，没有要解释的意思。这一边的陈老夫人见到苏锦站在一气度非凡的男子身旁时，就已经呆住了，她心底带着些侥幸，却被随后而来的侍卫打得粉碎。颤抖着面皮，目光惊惧地望着来来回回的侍卫，终于认清了现实，他们陈府竟得罪了厉王。想到此，老夫人再也受不住打击，一个心梗昏厥了过去。一群侍卫浩浩荡荡抬着箱子往外走。陈北清处理完事情赶来时，认出竟是厉王殿下，也是一惊，忙行了礼，心头却泛起了疑惑。他妹妹竟然认识厉王殿下，眼中带着犹疑，来回打量着二人，越看越觉得关系不简单。厉王的目光自始至终就没怎么离开过妹妹。他们？小景知道厉王的情况吗？陈北清心头有些凝重，也知现在不是询问的时候。一群人在经过一处小院时，苏锦的脚步突然顿住，深深地望了一眼。怎么了？明觉见他停下来望着远处，抬眼顺着看了过去。没什么，就是在想什么时候将人弄死。明觉没因他话里的冷酷而惊奇，面色平淡道：谁？啊，就是这府上的一女子陈新月。男人脸上带着些起伏，咬牙道：他欺负你了？倒也不算，我和他的恩怨比较复杂，本想着再折腾折腾，有些腻味了。可惜为他准备的捉奸戏码都用不上了，系统最近也恢复了精神气。明觉看了他一眼，沉声道：我来解决。这个女人运道极强，不是那么容易杀死的。他派出试探的人手，几番都被他好巧不巧躲开了。虽不像前世那般精准，却也总能误打误撞避过去。这女人还是带着些诡异，他不想让苏锦受伤。苏锦一愣，你确定她运道强？像大宝那样吗？他觉得这菜鸡挺好捉的呀，一虐一个准。他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苏锦像是反应过来什么，神色一冷，凝眉道：你怎么知道他不好宰？他招惹你了？哎呀，这小菜鸡还挺能惹事，这他可就忍不了。苏锦莫等明觉回答，脚步一个转弯，撸起袖子就是干。他娘的，今天非宰了他不可。明觉看着手中划过的袖摆，有些愣，转身望着女人气势冲冲的背影，他摸了摸胸口，有什么仿佛要溢出来一般。他是去帮他报仇？男人的眼睛像藏了星光，嘴角再也控制不住，疯狂向上翘起，阔步跟了上去。第75章陈新月下线。苏锦面色带着寒霜，一步步朝着陈新月的小院走去，脚步越来越快。这狗东西是净逮着他在乎的人欺负呢。小姐，宁宁忍着点婢女忍住颤意，一点点帮他拔着倒刺，本就红肿的面容现在更是密密麻麻渗着血珠，已没一块好皮，外露的肌肤也再无一丝白净，定眼看去很是瘆人。然而此时的陈新月却格外安静，仿佛感觉不到疼痛般一动不动。可他那双满含血丝的眼睛却直直地盯着婢女，阴森的目光如地狱恶鬼一般令人胆寒。婢女被吓得面色惨白，不敢再看，抖着身子帮他处理伤势。女子沙哑的嗓音在耳边响起：为什么不敢看我？我问你为什么不看？不等人回答，神色癫狂地拿起一旁的剪刀，向着婢女白皙面庞狠狠扎去。他惊恐地险险避开，却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血液顺着脸颊滑落。啊！不要！婢女摇头惊叫，跌坐在地，哆嗦着往一旁缩去。
眼看小姐就要再度扑上前，他吓得闭上了双眼。就在此时，一枚银子猛地射向了女子的手腕，东剪刀应声坠地。陈星月闷哼一声，赤红的双眼看向门外，看见来人，他身体下意识哆嗦两下，却没有避开视线，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那一步步走向他的女人，眼中带着彻骨的恨意，咬牙道：“为什么？”苏锦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可他又凭什么要回？深知反派死于话多的真理，布满杀意的眼眸毫不掩饰。咔咔两声，折断了女人的手，掐着她的脖颈，一点点将人提了起来。陈星月的痛呼戛然而止，开始拼命挣扎着，面色越长越红，猩红的恨意直直地望着苏锦。他不甘心，他好恨。她是穿越女主，她还有好多事没有实现，可自从这个女人出现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命运像是同她开了巨大的玩笑，给了她家世、容貌、运气，一路顺风顺水，如今却生生被人掐断。为什么要这么对她？他好恨。明觉站在门外，薄唇紧抿，怔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前世不可一世，犹如天柱的女人，此时被掐着脖颈，没半点反抗的机会。他的目光半点没有分给那个女人，一动不动盯着苏锦的背影，怎么也移不开视线。他像是自带光芒，护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他。明觉摸了摸胸口，如此直白而热烈的感情，他知道自己沦陷了。苏锦掐住女人的手越缩越紧，他要让她一点点感受死亡的恐惧，在挣扎中死去。他的夫郎无人能欺。陈星月看见门外突然出现的男人，还没想着求救，意识便开始涣散。死亡的瞬间，他脑子里闪过很多陌生的画面。画面中的他如愿登顶后位，出道便绑定了一个系统。他从没见过那么蠢的系统，被忽悠威胁几句便帮他换来了很多外来之物，只是可惜最后在一阵滴滴警报声中消散了。门外的那个男人也死了，他是最后的赢家。陈星月已经分不清虚幻与现实，眼角滑下一滴泪，陷入了黑暗。苏锦冰冷的目光划过他瘫软的身体，厌恶地甩了下去。抬眼看向门口的男人，忽然想起他曾说过的话，这女人的运气很是诡异。苏锦眼中划过思索，瞥向一旁的剪刀，抬起手利落地给他胸口补上了一刀。一旁目睹这一切的婢女早已经吓傻了，抱着身体不住地颤抖。苏锦俯视着她，淡漠道：“你看见了什么？”婢女惊恐地摇着头：“没，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说罢不再看他，扯过一条帕子擦了擦手，反正待会有人来处理。婢女见此腿脚发软，抱着身子缩在角落里不敢吭声。收拾好情绪，朝着男人挑了挑眉，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他以后再也害不了你，以后我罩着你啊。”明觉心神一动，女人的脸明媚自信，带着些张扬，却格外真诚。这次他没让苏锦主动，深邃的眼眸闪过柔情，上前牵住了他的手，轻轻地应了一声：“谢谢你走到我身边，赋予我所有的幸福。”苏锦悄咪咪地瞅了一眼两人交握的手，咧嘴一笑：“妥了，这次是飞不了了。系统，你看到没？他一定是被我虐渣的背影所迷住了。”嘿嘿。系统扯了扯帕子，阴阳怪气道：“宿主，男人不能惯着，会学坏的。他才不是嫉妒那个男人。”哼，你什么时候脱单了，再来和我说这个？系统气呼呼地背过身，这宿主就会戳他心窝子。明觉拉着他，眼神朝着暗处一个示意，很快有人引闪进了院落。苏锦感知到，抬眼看了一眼，笑了笑。本打算让廖青过来解决的，现下倒是省事了。第76章，准备聘礼的两人。陈府内，严氏和陈北清早已随着明觉安排的侍卫返回了将军府。此时左一站在原地等候着，见主子过来，想也不想疾步走去，却被两道锐利的视线吓得顿住了。明觉眉峰紧锁，瞪了他一眼。苏锦也暗搓搓地怒视着他。左一心里一慌，不明所以。待看到二人紧握的双手时，咽了咽口水：“我不该在这里，打扰了，告辞。”脚下生风，一溜烟便没了人影。苏锦咳了咳，假意道：“估计是肚子疼。”明觉扬起嘴角，紧跟着嗯了一声，拉着他慢慢地走在小道上。苏锦心里的小人抓耳挠腮，疯狂地叫着：“系统，系统，快帮我找找恋爱秘籍！我现在要说点什么？”系统还在生气，小身子一背，不理他。他童子可没那么好哄。可他等了半天没见宿主在说话，悄咪咪瞅了一眼，顿时傻眼了。只见他家宿主正给人表演武力，就差没来个胸口碎大石了。系统心头一梗，这怕是没救了。这边的苏锦问完系统没多久，便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遗憾地松开了明觉的手，朝着假山一掌劈了过去。完事，挺着胸，眼里闪烁着小星星，期待地看着明觉。瞧他这爆棚的安全感，跟着他妥妥的。明觉，他又在向自己展示能力。
男人眼神带着些无奈，忍住笑意。这爱炫的性子怎么就这么让人喜欢？明觉勾着嘴角帮他拍了拍手，像红仔仔们一样道：“很厉害，走吧，以后还想玩，便让府上多建几座假山。碎了就再见。”男人细碎的话语带着柔意，拉着女人走出了陈府。姑娘，这是刚开业的铺子，收益反响极好，比之丰源县时翻了数番。只是有不少在打探这酒水方子，怕是将要不太平。没事，但凡敢出手的，都给我剁了，来一个宰一个。是。鸣沙阁如今发展较稳，虽不再接受刺杀，却也培养了一批自己人。再依着姑娘的手段，护住产业不在话下。郊外的田地也已买下，包了一座山头，作物种子已经种下。苏锦摆了摆手，没再过问。这些人都是一路跟自己过来的，有些事根本无需交代。他现在只一心想把聘礼凑够。这些年倒是赚了不少，但对于天下之主的皇家来说，还是不够看。他得想想办法。这男人要早点划拉到碗里，他才能放心。书房的另一侧，主子，管事已经整理清楚，府上的产业都在此。您看。明觉低垂着眼眸翻了翻道：“除了宫中预留，将这些全部归置出来，整理成册。”想了想，又道：“再多去置办些田地庄子一起送来。”左一点头应是，见主子把家当都拿了出来，面色还泛着柔光，心头有些了然，难得八卦地问了一句：“您这是要迎娶女主子了？”明觉抬眼看了他一眼，敛住笑意，故作平淡道：“恭喜王爷，您放心，我这就带人去归置。”明觉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目光，起身走了出去。今日的故事还没讲，想必3个孩子都等着急了。想到此，他不由加快了步伐。而此时的崽崽们像往日一样乖乖等在院中。乖宝小手背在身后，迈着小步子来回转悠，不知想到什么，重重的叹了口气。他胖手戳了戳二宝：“你去和爹爹说。”二宝小眼神一瞥，不理他。乖宝见此，又悄悄移到大宝身前，眨巴着眼睛望着他。大宝小小的人儿盯着妹妹，咧嘴一笑，软糯糯的，就是不说话。就在此时，明觉走了进来，面色柔和的问道：“要和爹爹说什么？”3个崽崽互相对视一眼，小脑袋摇得飞快，齐声道：“想听爹爹讲故事了。”明觉看着他们期盼的小脸，扬起了嘴角，笑着应道：“好，既然孩子们爱听，那他就派人多找一些来。”3载是夜，苏锦换上夜衣，贼笑一声，刚踏出房门：“你要去哪？”苏锦哦吼，被带住漏系统幸灾乐祸的嘿嘿直笑。苏锦怀疑这童子是故意的，并且还有证据。他掩了掩面，企图蒙混过关。明觉他也不说话，就这么目光悠悠地望着。苏锦见此破罐子破摔，光棍道：“去当贼，怎么要一起啊？”男人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道：“走吧。咋地？当贼还带家属呢？”第77章，王爷给女主放风。他见男人面色坚决，想了想也没反对，算了算了，大不了分他一点。2人一路来到陈府院外，明觉并不意外，自己先起身跃了过去。苏锦紧跟其后，他直冲老夫人的院落，熟门熟路地朝着那方而去。库房的设计很是隐蔽，外间还有下人值夜，一般没有老夫人的吩咐，想靠近都难。苏锦手里捏住2块石头，一左一右飞射而出，只见那2人闷哼一声，软软倒地。明觉瞧他这熟练的架势，抿了抿嘴角，眼中有些复杂。苏锦本是得意，忽然想到什么，转身面色正经道：“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事，平日里从不偷鸡摸狗，像是怕男人误会，就差拍胸脯保证了。”明觉扶额上前捏了捏他的脸，笑得无奈：“知道了，快，看上什么尽管拿，就当是补偿他家王妃白日里受的惊吓了。就算不如此，陈家他也没想放过，能让他开心开心，也算物尽其用了。”苏锦暗搓搓看了他一眼，这男人怎么越来越喜欢动手了，显得他很不主动。“那你在外给我放风，我去就回，乖。”苏锦拍了拍男人的肩膀，莫等他回答，转身闪了进去。他可是要往系统空间里塞的，自然不能被看见。明觉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沦落到给人放风，罢了，他开心就好。苏锦这边收得欢快，一边拿还不忘先做个包袱，使劲往里面塞，总得做个样子。宿主差不多得了。苏锦双目一瞪，故作不悦道：“啥？你还要珠宝？要什么珠宝？你这童子人不大，还挺贪心。”说着顺手将远处的一箱子珠宝首饰收了起来。系统，他心累地卸下宿主刚甩来的锅，悠悠道：“宿主别秀了，空间不大，快满了。”苏锦闻言望着快空了的库房，也不留恋，挑起包袱，利落转身，扭头看着外间老实站着的男人，满意的点了点头：“真乖。”将手里的包袱往他怀里一塞道：“见者有份，以后再搭档啊。”明觉看了看他，
再瞅了眼怀里的包袱，面色有些僵，神色复杂，悠悠道：“谢谢。”苏锦潇洒的摆了摆手：“不用，不用，走，收工，回去休息。”二人悄无声息的来，又悄无声息的走了。第二日，陈府却在一声惊叫中热闹了起来。刚刚苏醒过来的陈老夫人被下人搀扶着，晃着身子，面色惨白的看着空荡的库房，两眼一翻，再次晕厥了过去。陈恒景闻讯而来，仅一日，男人已是面色憔悴，眼里充斥着血丝。刚因嫡女自杀的消息，悲愤万分，心中暗恨。这回又得知库房失窃，老夫人也不受打击，晕了过去。他望着惊慌失措的下人，瞧着远处破损的假山，陈恒景两眼无神，呆呆地坐着。造孽啊！男人捂住脸，头深深地垂了下去。陈府这边愁云惨淡，苏家那边却一片欢声笑语。苏锦和他娘秦氏提起了严氏所言，他娘很爽快地应了下来。这不，得了消息的陈北清一早便带着人赶了过来，身后随行的下人一箱箱的往里面搬着东西。秦氏理了理衣衫，深吸了口气，笑着走了出去，豪爽地拉着女人的手，叫着大妹子。严氏先是一愣，很快反应过来，眼眶带着失意，面色郑重地朝着秦氏俯身行了一礼。哎，大妹子，你这干啥子？秦氏慌忙将人扶起，有些无措地看向苏锦，朝他眨了眨眼。快救你娘我！他可受不起这么大的礼。苏锦适时出言道：“走走，坐下说。”说完，一手挽着秦氏，一手拉着严氏，将人按在软榻上，道：“你们好好聊，我去给你们倒茶水。”脚底一个打滑，向外溜得飞快。娘对不起了，您撑住。他也受不了这种温情。秦氏暗中瞪了他一眼，看着一旁擦着泪水的严氏，压低嗓音道：“大妹子，现在的日子好着呢，可别哭了呀。”严氏整理了面容，扬起笑意，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让您见笑了，我这是欣喜。小景遇上你是他的福气，也是我的福气。”秦氏咧着嘴，摆了摆手：“啥福气不福气的，我就当他是我自的孩子，也没给他啥好生活。小时候日子苦子里。”刚说完，秦氏就有些后悔，瞧他这嘴，暗中瞄了一眼对方，见没要哭的意思，松了口气，接着道：“来，我跟你说说小景小时候的事情，这丫头唬着呢。”严氏双眼一亮，坐直了身子，连连应好。苏锦在外躲了一会，再进来时，见两人手握着手，亲昵的不行。他娘秦氏说到兴起时，拍着大腿哈哈直笑，严氏却很有兴趣，听得认真，眼里闪着星光，目露崇拜地看着他娘。苏锦厉害了，我的娘爱！这才没多久，小粉丝都有了。苏锦将茶水递上，朝着他娘竖起了大拇指。秦氏得意地看了他一眼，挺了挺身子，接着和严氏说他们乡下的事。第78章，得知男人中毒。苏锦刚出来，便遇上了陈北清，见他一副神色严肃的样子，便知这人是有话要说。二人坐在凉亭下，苏锦缓缓为他沏上一杯茶水，道：“有事要同我说。”陈北清看了他一眼，想到来时的疑虑，还是问出了口：“你同厉王殿下是？你就是要问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事？”“对，我同他就是你想的那样。他家夫郎可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陈北清神色不仅没有减缓，还更为凝重。“那你知厉王的情况吗？”“他知妹妹有3个孩子，他已见过2个男娃娃，却从没见过孩子的爹。据当初打探来的消息，也只当妹妹有什么难言之隐，如今却不得不问出口了。毕竟厉王的身份非同一般，他不想妹妹受到伤害。”苏锦眨了眨眼，他家夫郎的情况不就是皇帝儿子，他没让人过多打探男人的事。只要他无家室，就算是乞丐那又怎样？他看中的就是他那个人。陈北清见此叹了口气，刚毅的面容带了抹担忧。厉王他在几年前身中奇毒，这辈子将无法生育。他甚至怀疑过厉王殿下是见他妹妹孩子多才会，可想到殿下的为人，这荒诞的想法也就一闪而过罢了。苏锦身子往前倾，瞪大眼睛看着他：“啥玩意？他家夫郎不能生育？那他这3个崽咋冒出来的？”见妹妹不愿相信，他接着道：“这在朝堂早已不是秘密，厉王因此也无缘皇位了，并且近来听闻他还有了一个女儿，已经被封为郡主了。这般情况，妹妹未来的日子必定不好过呀。”苏锦脸色有些复杂，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骄傲道：“他的女儿也是我女儿，我生的。”陈北清，他猛地抬起头，面色惊疑地望着他，目光带着不可置信。苏锦却是无暇顾及他，脑子里还在想着男人中毒的事，他得找那个男人聊聊了。这边说着，那边的秦氏已经拉着严氏往崽们的小院去了。“我跟你说啊，这3个孩子那是一个赛一个的聪明，机灵着呢。”严氏神色有些恍惚，自方才得知自己的女儿已有了孩子，并且还是3个。他惊得这会还没缓过神，呆呆的任由秦氏拉着走。3个？
他抬眼看了眼秦氏，不似在玩笑。直到来到院前，他方才定了定心神。严氏脚步顿住，紧张道：“秦姐姐，你帮我看看，我这可有什么不妥的？他理了理衣衫，心里有些忐忑。他不似秦姐姐那般为人豪爽，言辞有趣，他怕自己会不受孩子们喜欢。好着呢，3个孩子都很懂事，放心吧。”秦氏怕他再多想，直接将人拉进了院子里。二宝搁下手中特制的笔墨，端正的小身子抬眼望去，见来人是秦氏，很是规矩的走上前唤人：“姥姥。”随即他将视线转向另一人，包子脸带了丝疑惑。他虽不识来人，却下意识带了些好感，因为他的眼睛很像娘亲。哎，大宝和乖宝呢？秦氏书房看了一圈，怎么少了2个小家伙？二宝小眉毛瞬间打了结，悄咪咪朝着一旁的室外看了一眼。秦氏了然，这是又逃课业了。他拍了拍严氏的手，自己3两步朝着那边走去，也没出声。他倒要看看这2小家伙又在捣鼓什么。此时的2个小人一左一右拿着把特制弓箭，乖宝表情十分严肃的咻咻咻朝着大树射去。小奶鹰带着欢快：“嘿嘿，我这次射中了。”大宝咧着嘴：“小胖手，赶紧给妹妹鼓掌。”动作相当熟练，妹妹最棒了。乖宝骄傲的摆了摆手：“小意思。”很是爱炫的小家伙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拿着小弓箭咻咻又是2箭。他们手上的弓箭可是爹爹特意找人做来的，箭矢早已被包裹了起来，设计很是精妙。想到明日爹爹说要带他们去学习骑射，小小的人儿控制不住满心的期待。他一定让爹爹看看自己有多厉害。大宝迈着小胖腿，不厌其烦地帮着妹妹捡着箭矢，笑得软乎乎。大宝，你也来，我教你哦，明天爹爹一定会夸你的。乖宝拍了拍胸脯，小手有模有样的帮他握着弓箭。刚摆好架势，就在此时，秦氏从旁边走了出来，无奈道：“你们2个啊，课业没做吧？”乖宝小身子一僵，赶紧窜了上去，一把抱着他，甜甜道：“姥姥，是我拉着大宝出来的，你不要告诉娘亲好不好？娘亲要打屁股就打他好了，反正他皮实着呢。”第79章，王爷遛娃日常。秦氏笑得无奈，点了点他的额头，没说什么。在2人没注意到的地方，大宝趁着刚才的姿势，小手一松，咻的一声，箭飞了出去。好巧不巧，正中树心，又很快落了下来。小小的人儿弯着眼角，什么也没说，晃着身子上前将他捡了起来。秦氏很快将2个小家伙逮了回来。3个仔仔排排站，眨巴着眼看着面前面露震惊的女人。这是你们娘亲的亲生母亲，以后啊就叫外祖母。秦氏为人性子直，丝毫不含糊。他知道3个仔仔虽小，却都很聪慧，将事情大致说了一番。3个小家伙互相对视一眼，齐齐道：“外祖母好。”就凭这长得像娘亲的眼睛，就错不了。严氏已经呆住了，尤其是看向乖宝时，这个孩子，这都是他女儿和厉王的孩子。听见孩子的话音，严氏立即回神，双眼迸发惊人的亮光，道：“乖，好好好，他现在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他这女儿也太厉害了。”明觉刚从军营归来，卸下朝服，正准备出门，便被女人一个推力推回了室内。苏锦盯着他来回看着，眼看视线越来越往下，明觉额角轻跳，一把将人定住。“怎么了？据说你不能生育，这看着不像啊。”明觉得知是这事，复杂的看了他一眼，清冽的嗓音不急不缓将事情道来。苏锦，感情他还挺会卡点，这时间卡得真妙啊！但凡再晚一点，仔仔都没了。知道是谁做的吗？女人收起情绪，眼中带着正色。虞国之人已有眉目了。明觉望着神色专注的女人，没有隐瞒，说出了自己所查到的消息。想到前世的那场战争，已是早有征兆。这一世，他早早布了局。男人垂下眼睑，掩住眸中的厉色。苏锦脸色一暗，抿了抿唇，将此记在了心底。想起他的毒系统的解毒丹，应该能起些作用。若是不行，那只能等到系统升级再兑换更高级的了。要做到皇后是吗？苏锦眼中划过思索，手腕一翻，素手捏住一枚药丸送到他嘴边，没有说话，意味却很是明显。明觉低头一看，有些惊讶，滚圆的药丸泛着光泽，散着阵阵清香。男人没有犹豫，身子前倾，薄唇微动，就着他的手含在了嘴里。苏锦见此，眉眼立刻带上了笑意，轻声道：“这么信我啊？喂你毒药你也敢吃？”明觉面带正色的看着他，点了点头，道：“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苏锦见他这副认真的小模样，心底像是被挠了一样，痒痒的，怎么就这么招人稀罕？想也不想，踮起脚尖，朝着男人如玉的面颊轻啄了口。完事，偷瞄了一眼，趁人呆住，他脚步飞快地向着外间走去。“嘿，没白来。”
名爵。他看着撩完就走的女人，有些愣神，摸了摸脸颊，神色带着些无奈，嘴角却不自觉扬起了笑意。隔日，天气异常的晴朗，3个小崽崽早早便等在院中，换上了骑行装备，背着小弓箭，身板挺得直直的。名爵望着期待已久的小家伙，咧住嘴角，一声令下出发。3道小奶鹰齐声道：“是。”苏锦悄悄蹭到后面，跟着大声应和：“是。”名爵。他目光悠悠地望了他一眼。女人见此，笑得更灿烂了。名爵早在几日便将场地改成了小小的骑射场，为了能教崽崽们骑射，更是准备了几匹温顺的小马驹，箭矢都换成了特制的。他没指望孩子们能学会，只是想让他们多些乐趣罢了。这里的小马自己去选吧。他指了指身后的马场。3个崽崽一听，立马脚下生风，小短腿跑得飞快。苏锦对骑马没有兴趣，懒洋洋地靠在一旁的树下，随他们折腾。乖宝手当其冲选了皮枣红色的小马驹，胆子很大，小手不时地摸摸它。2宝则是要了一匹黑色小马，第一眼他就看中了，黑的真纯粹，背着小手越看越满意。大宝却很随意，摸了摸身边离得最近的棕色马驹，软软道：“爹爹，我就要这个。”名爵有些诧异，将他抱起，轻声道：“大宝为什么选这个？这个马场所有的小马驹都是他从上千匹千里良驹后代重选出来了的，唯独这一匹是特例，没有极好的血脉，却是一众马驹中速度最快的，性格也极其温顺，这才被他带到孩子们面前。”小胖仔咬了咬嘴唇，有些纠结，因为这个离他最近呀。见爹爹盯着他，大宝小脸一红，忽闪着大眼认真道：“我觉得他最棒了。”好，他家大宝的眼光真好。名爵带着崽崽各骑行了一圈，教他们如何照料马驹。孩子们都还小，他会多带他们见识不一样的事物，却不必样样精通，只愿他们每天都充满活力，这样便好。父子几人嬉笑着转到靶场。苏锦见换了阵地，打哈气的手一下子顿住，来了精神。嘿，这他可就来劲了。不仅他来劲了，乖宝也挺着身子不住的往名爵身前凑，小表情带着些骄傲：“爹爹，乖宝会哦，他可是练过很多次了。”说罢脚往后退了一步，手握住小弓箭，朝着不远处矮小的草靶咻的一下射了出去，虽没有正中红心，却也在靶子上了。他矜持的放下手，仰着头，深陷的小酒窝甜甜的看着名爵。男人夸赞的话越说越顺，现在已经能应对自如，认真道：“乖宝厉害。”小人儿如愿听见了夸奖，捂住小嘴，嘿嘿直笑：“是吧，他可厉害呢了。”第80章大皇子悲剧的起点。2宝见妹妹这样子就能被夸，小嘴一抿，悄咪咪凑了过去，回忆着妹妹方才的角度姿势，射出的位置不偏不倚，刚好在乖宝原先的位置。小家伙已经做好被夸的姿势，暗搓搓等待着。名爵惊赞地看着他，这些日子他早已发现小儿子不仅脾性像他，连这过目不忘的本领都一样。想必他父皇得知这孩子的存在，定是会欣喜若狂。男人撸崽的手法越发娴熟，毫不吝啬的一顿夸赞。然而当他转向大宝时，只见那胖乎乎的小崽崽半点没有要上前展示一番的意思，小脸笑得开怀，正在给他妹妹吹着彩虹屁。小奶鹰带着最真挚的夸赞，听得乖宝两眼晕乎乎的。名爵，大宝，来爹爹教你。握着的大宝的小手，男人低沉的嗓音带着无尽的耐心，一点点教他摆好姿势，随即往后退去，面带鼓励地望着他。就连一旁的2个崽崽都围了过来，拍着小手在替他加油。苏锦一步步走上前，面对无知的3人，摇头笑了笑。他家大宝怕是要惊人了。小胖仔有些害羞，肉嘟嘟的脸蛋红扑扑的，笑得人心头发软。只见他往前看了一眼，小手一松，箭矢如脱缰的野马窜了出去，咻的一声打在了草靶上，正中红心。名爵，2宝，乖宝。大宝见他们惊讶地看着自己，小身子一扭，躲在苏锦怀里，有些不好意思：“大宝你好厉害啊，像娘亲那么厉害。”乖宝立即摆出星星眼，2宝双眼也闪着光，包子脸带着欣喜，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他软包子似的被人欺负了。名爵上前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他这大儿子比乖宝更像是小姑娘，喜欢害羞，整只崽都软乎乎的，脾气极好，日常却很护着妹妹，是个一眼就让人心底发软的孩子。苏锦见男人眼中带着骄傲，悄咪咪的咳了咳，挑起男人放在一侧正常的弓箭，得意的看了他一眼，挺了挺身子，朝着远方的树木望去，很是随意的拉满弓，素手轻轻一放，只听咻的一声，不远处一枚果子坠落在地，发出闷响。崽崽们很是给面子，立即拍起了小手，吹嘘了起来。女人享受了一波，很是满意的理了理衣摆，眼神瞥向一旁的男人，疯狂暗示：“名爵。”他堵住嘴角，清冽的嗓音带着笑意：“你最厉害。”
看着一大三小如出一辙的笑脸，男人冷峻的面容跟着扬起了嘴角，笑得无所顾忌。这是他的4个宝贝，都需要哄着，他却甘之如饴。茶馆内，一则消息快速流传着：你们听说了吗？陈家嫡女，就是那个曾经的第一才女陈新月死了。啊！怎么会？兄台说道。附近的人也都支棱起耳朵听着。男人瞥了一眼四周，压低了声音道：我听陈府下人说是自杀呢，怕是因为抄袭他人，诗作无颜见人喽。可惜啊，可惜。邻座的一男子听完这些，若有所思，起身朝着楼上雅间走去。大皇子却如传言那般，这陈府的嫡女逝去了。大皇子手持玉扇敲打着桌沿，面色带着些惋惜。他早已看上这名动一时的陈府嫡女，只等纳了王妃，便将人接到府上做个侧妃。如今他一直拖着未娶正妃，为的就是那群老狐狸能早日看清局势，他要从众选一个最有利的罢了。这陈府自也在他的考虑范围，哪料还未等他提及，人已经不在了。算了，只当他没那个命。放下心中的杂念，正色道：这京城新开的百味坊打探出来没有？背后是何人？回大皇子，明面上是一位廖姓男子，至于后面有没有主子，属下还在探。哦。大皇子微抬眼睑，不甚在意道：将人给我请来。男人躬身：哪种方式请？那就看他时不识抬举了。大皇子傲然地看了他一眼。那个近日风头无两的百味坊，竟能拥有那等美酒秘方，若是对方识抬举也就罢了，若是不，那只能可惜了。是，属下明白。男子躬身就要退下。慢着，派去将军府的人先撤回，暂时不必再寻。严家的女儿竟和离了，不过也好，这唯一的嫡女应是知道那东西在哪。这些年他一直在寻严家虎符，那是严家祖上跟着先祖打江山所得来的恩赐。然而严家这一代却再无男儿，那枚虎符也随着老将军的逝去消失不见。第81章作死进行到底。廖平气喘吁吁的小跑进府，直朝苏锦而去。姑娘，归来路上受阻，怕是有人按耐不住要出手了。苏锦瞬间抬头望去，眼中带着寒意。何人所为？来人只说请百味坊东家一叙，我等还未反应，便要上前带人，举止很是无所顾忌。所幸他也不是吃素的，一番交手避了过去。走吧，既然人家来请了，我们也不好避而不见，会。苏锦掸了掸衣衫，神色淡漠地朝着外间走去。他倒要看看这哪个狗东西比他还嚣张。姑娘，您要亲自去？这厢收到消息的大皇子却没有亲自来，在他看来，这种商贾之人还不配得到他的重视。定安侯府二公子吕虔带人大摇大摆地进了雅间。他为人散漫，唯独对做生意有几分兴致，一向是帮着大皇子处理产业之事。刚踏入雅间，便见主位一看不清面容的女子正百无聊赖地盯着桌面，纤细的指尖敲着茶盏。见有人来，眼睑微抬，轻瞟了一眼，很快便移开了视线。而原先打过交道的廖平，此刻却站在这女子身后，一副守卫的架势。吕虔在女子抬头的瞬间，双目顿时一亮，朝着她白皙的面庞忍不住多看了2眼，带着几分打量。还未等他上前，苏锦猛地抬起头，凌厉的目光直视而来。吕虔心中一惊，脑子立刻清醒了过来，收回了心中的杂念。能在外帮着大皇子经营产业，本身便有几分本事，神色收敛自如，含笑抱拳道：在下吕虔，不知姑娘名讳。看着廖平的架势便知，这主事之人定是这位姑娘。大元朝民风开放，虽不常见女子经商，却不是没有，并无稀奇，只是难免心中带了些轻视。吕虔语气虽是客气，却含着明显的傲然，故作潇洒地理了衣袍，双手轻甩，昂首坐下，面上却始终带着笑意。啪！一周身镶满金丝的锦扇缓缓打开，做事潇洒地挥动2下，刚想出言，便见苏锦下意识挡了挡眼角。是谁在装逼？好刺眼！吕虔，他嘴角的笑意猛地僵住，眼中带着不可思议，手中的折扇再也挥不下去。他咬了咬牙，忍住眼中的怒意，默了耐心，直言道：这位姑娘，你此番既然过来，想必是有意合作，不知这酿酒秘方可否愿意出让？哦，那我倒是想知道，你们能出什么价作为交换？吕虔满意的笑了笑，手下意识想拿起折扇挥动2下，似是想到什么，脸色一黑，将之丢在了下人怀里。姑娘可知，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金银交换的，比如未来，比如家族前程。他高昂着头，等着苏锦的追问，哪知却收到一个满含鄙夷的视线。吕虔，这女子怎么这般不上道？苏锦双手环抱，上下打量一番，嗤笑着：我算是听明白了，合着就是想空手套白狼呗，不要脸就不要脸，还说的那么好听，但凡你直接上来抢，我都敬你是条汉子。说罢，看也不看他，语气森冷道：
明日午时让你的主子亲自来。智障玩意，浪费他时间。吕虔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暴躁惊得愣住，不仅不生气，盯着女子消失的背影，眼睛越来越亮。他府上的女人竟从没有这一款的，有意思。大皇子府内，吕虔俯身站在一男子身前，一一回禀着。他真这般说？大皇子面色带着不愉，一个女人竟敢这般大胆，派人将她绑了，这方子他是不交也得交。他头也没抬，说得很是随意。吕虔眼睛闪了闪，恭谨道：大皇子，要不明日属下再劝说一二，此女子性子很是刚烈。大皇子看了他一眼，意有所指道：哦，你这是看上了？也罢，明日我只要方子，人随你。他不甚在意的摆了摆手，定安侯府作为他的外祖家，自是一心向他，对于这个帮他经营产业的侯府二公子，这点脸面还是愿意给的。吕虔躬身谢过，脚步带着快意。第82章，再在他爹脸上也来了一口。隔日一早，苏锦看着院子里耍着木剑的一大三小，笑着摇了摇头。这几个小家伙以往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无，可自从男人教过以后，争着表现，那是一个比一个耍得带劲。爱这仔仔爱炫的性子，也不知是像了谁。系统，他家宿主这心里是真没避数。像谁？你不知道啊？嗨嗨，四双眼睛齐齐望着他。我就来看看，等下出去，今日你们去外祖母家可要乖哦，娘亲办完事就去接你们。三个小家伙站在爹爹身前，动作一致的看了他一眼，齐齐点头，我们乖。女人很是满意的俯下身子，朝着仔仔们小脸挨个亲了一口，一个个顺延过去，可能是亲顺嘴了。一个没刹住车，起身瞬间再在他爹脸上也来了一口。明觉，苏锦眨了眨眼，也有些懵。他说他不是故意的，有人信吗？三双大眼睛忽闪着看着娘亲，又亮晶晶的盯着爹爹的脸，小脸带着些跃跃欲试。苏锦抽了抽嘴角，板起身子，很有一家之主的威严，故作严肃道：这是意外，你们三不准学，听见没有？说完视线朝着他们的小屁股瞄了一眼，威胁之意很是明显。这男人只能他来亲，咱也不行。明觉嘴角含笑，就这么看着他，满脸的纵容。他悄悄给几个孩子递了个眼神，三个小家伙对视一眼，避开娘亲的威胁，捂住屁股，小短腿哒哒哒向外飞，只准自己亲爹爹，却不许他们亲。娘亲好霸道啊！明觉见他想追上去，赶忙将人拉住。好了，他们都很乖的。随即转移了话题，今日是有什么事吗？他知道苏锦有自己的产业，并且做得十分惊人，曾在丰原县喝过的那等佳酿也是出自他手。他虽没有明说，却也让手下之人多注意这些，并不会过多干涉。这个女人和他所知的所有人都不一样，自强自信，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依靠他人。他尊重他。近来盯上他方子的人何止明艳，一些世家都有悄悄探出手。苏锦挑眉看了一眼，今日啊，去会一个蠢货，总要杀只鸡给猴看看才行。昨天那只的主子就挺好的。明觉抿了抿唇，温声道：若是有事来寻我。苏锦点了点头，看着他笑得很开心。他知男人是在担心他，就算自信能解决，也不想拒绝他的好意。将军府内，严氏早已准备好点心，等着三个仔仔的到来，时不时的向外看去。陈北清领着众人刚进府，便听身边传来几道惊叹：哇，这里好多兵器呀！不同于寻常府邸的华丽富贵，将军府处处尽显习武之家的底蕴，远远望去便能见到几处练武场，没什么多余的假山树木，习武的木桩子倒是不少。严氏闻讯，在婢女的搀扶下，脚步轻快地赶了过来，挨个抱了抱，稀罕了好一会。见到这三个小家伙，他真是哪哪都舒畅了。望着孩子们亮晶晶的大眼，温柔道：随便玩去吧。说罢看了眼下人，让其注意着些。三个仔仔得了应允，撒欢的向外跑，就连一向小大人似的二宝都咧开了嘴角，小步子迈得很是欢快。严氏目光温和地笑着，见仔仔们走远，转过身子，神色欢喜地拉着秦氏就往屋子里去，脸上带着期待。秦姐姐上次说的他还没听完呢，让人备了茶水糕点，双眼晶亮地看着他。秦氏咳了咳嗓子，没让人失望，又聊起了上次说到的他们村王寡妇暴打地痞之事。这边的三个仔仔得了自由，犹如脱笼的鸟窜得飞快，从一个练武场窜到另一个练武场，仿佛有用不完的劲。身后的几个下人跟着跑得气喘吁吁，这会眼看小主子们总算安定了下来，不由得松了口气。乖宝玩累了，不顾形象瘫坐在一旁。二宝则小眉毛一拧，就算累了也不愿席地而坐。小人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气质拿捏得死死地。一旁的大宝早在跑完第一个练武场时就笑嘻嘻地坐下不动了，这会手里正拿着一枚枚十子不时的朝树上丢去。自从明觉发现这小胖仔的天赋后，
便给他备上了很多特制的小弓箭。大宝心里欢喜，却也有些发愁，那是爹爹送的，他很是爱惜，射出的箭时每次还要捡回来。小胖仔有些不愿意动，平日里都是拿着小石子往外丢。嘿，这样就可以不用捡了。大宝一手托着小肥腮，一手精准的往外丢着，自娱自乐，咧着小嘴，笑得软糯糯地。乖宝喘着气，拍了拍自己，看见一旁肉乎乎的大宝，眼珠子一转，懒洋洋的往旁边倒去。呀，乖宝要晕倒了。二宝看了他一眼，包子脸有些无奈，小身子却悄悄地往前靠了靠，正好堵在乖宝身前，不让他摔倒。大宝却想也没想，随手将石子向着前方丢了出去，转手接住了妹妹。三个崽崽瞬间挤作一团，小脑袋凑在一起傻笑了起来。第83章，猜他死了没？几人没注意到的是，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一男子砰的一声倒了下来，定眼一瞧，已经晕了过去。随行的下人显然注意到了，没有擅自上前，其中一人连忙跑去通报，剩下的护在了几个孩子身前，准备带他们离开。三个崽崽见此，没有再玩闹，眨巴着大眼，带着些懵，虽是好奇，却也乖乖跟着离开了。隐在暗处的贾一快速上前一步，朝着暗处的贾二、贾三点了点头，闪身上前将那人提了起来，快速搜寻一番，这才悄无声息地离去。严氏这边正听得兴起，却见下人神色慌乱地走了进来，他吓得立即站起身，还当是几个孩子出了什么事。什么事如此慌张？夫人，府内发现一昏倒的男子。严氏面色一惊，紧张道：几个孩子可有事？小主子都安好。他定了定神，随着秦氏一道往外走，这厢的陈北清也得了消息。母亲、青姨，你们在这，我去看看。说罢，面色冷凝的大步朝着那方而去。他倒要看看是何人派来的，竟如此明目张胆打探将军府。对于将军府的事，苏锦还一无所知。此时正临近午时，他侧卧在马车里，嗑着瓜子和系统瞎扯犊子，一边还想着待会要怎么将那吕钱的主子收拾掉。就在此时，苏锦像是发现什么，立即坐起来身，沉声道：小心！驾车的廖平闻言，瞬间面色警惕地看向四周。忽的，伴随咻的一声破空之音，一枚利箭直直地向他射来。已有准备的廖平唤了一声姑娘，自己一个闪身躲了过去。苏锦歪了歪头，心里有了猜测，看来是昨天那狗东西提前动手了。他转转手腕，跳下了马车，见一群黑衣人手持大刀就要冲上来，咧嘴一笑，来了兴致。岂料还未等他动手，一人引骑着马从远处冲了过来，只身挡在他面前，大叫着：姑娘，你快走！苏锦，他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系统，你说他这是侮辱谁呢？我看起来很蠢吗？这么狗血的救人剧情，明摆着设计好的，这个自称吕钱的男人是哪来的自信？认为他会信？系统伸长脖子看得起劲，随口敷衍道：小弱智的心思我们哪里猜得到？可能他这回还觉得自己风流倜傥，你已经被他迷住了呢。也确实如此，吕钱此刻心下正是得意。在他印象里，女人向来喜欢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饶是在心智坚硬的女子都逃不过英雄救美。吕钱挥舞着佩剑，打得专注，一副武艺非凡、势不可挡的样子，一群黑衣愣是没伤到他分毫，配合得很是卖力。苏锦朝着廖平打了个手势，他双手环抱点着腿，掏出一把瓜子，看得起劲。还别说，这家伙比戏房的台柱子演的都好。吕钱卖力的打了半天，余光扫了一眼苏锦，见他一副悠闲的模样，心头顿时一梗，眉头皱了皱，对着其中一黑衣人使了个眼色。那人会意，举着刀直直的向着苏锦冲了过来。吕钱双眼一瞪，故作惊慌，焦急大叫道：姑娘，小心，快走，我来断后。一个挺身挡在了他的身前，嘴里还不住的念叨着让他放心。苏锦神色淡漠的看着他，嘴角渐渐勾起一抹笑。既然这么喜欢演狗东西，我成全你啊。他不急不缓，脚步移到他身后，看准黑衣男子的方位，恶劣一笑，素手猛地一推，噗！吕钱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低着头不敢置信的看向腹部，只见那里赫然插着一把刀。黑衣人也愣住了，一个惊吓猛地收回了刀，噗！男人又一口血吐了出来，痛得脸色惨白，神色惊恐的捂住伤口，却怎么也捂不住，鲜血顿时流了一地。他面色狰狞，憎恨的回过头寻找那个推他出去挡刀的女人，可这身后早已没了人影，远远的只能看见一架马车渐渐消失在了视线中。人呢？吕钱已是出气多进气少，眼看就快不行的架势，赤红着双眼看着这一幕，身子一个抽动，晕了过去。苏锦躺在软榻上继续嗑着瓜子，吩咐廖平直接朝着将军府而去，心下甚是无趣。第84章，虎符到底在哪？此时的将军府内，严氏坐于上首，神情凛然，
面容再无一丝柔色，沉声道：“将人给我押上来。”是。只见不多时，两个下人一左一右绑着一男子走上了前，死死地将人按在地上。陈北清手持短笔架在他脖颈处，厉声道：“说何人所派，目的？”他母亲才刚归来，便有人如此肆无忌惮。将军府虽已衰败，却容不得这般欺辱。他怀疑过是父亲所为，但是下意识觉得他没这个胆量。陈父为人虽是诸多算计，却最是会看形势。只要厉王不失势，他便永远也无机会折腾。男子头部红肿，显然是被什么砸过的样子，面色泛着青。闻言只是抬头看了一眼，紧咬牙关，狠狠地别过头。他出任务这么多年，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人前。男子心中暗恨，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何时被偷袭的。那人武力定在他之上。苏锦刚到将军府，便见几个下人堵在侧厅，也没见这三孩子的身影，心下有些疑惑，探身上前。只听陈北清一声呵斥：“将人带下去，给我打！若是不说，原地打死！”苏锦瞧这情况，立即走了进来，眉头轻蹙：“这是？”陈北清缓了情绪，一一道来。听罢，他双手环抱，盯着面前的男人，嗤笑道：“这么头铁啊！”他上前一步，打量了一圈，绕到后方，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背上。男人被他拍的一个冲劲，咚一声，头重重磕了下去。本就红肿的额头顿时血流不止。“你偷袭！”他双目怒瞪，看着背后出手的女子，挣扎着想要起身。苏锦面露嘲讽道：“偷袭？打你就打你，还用得着偷袭？”没再多言，转身毫不费力地拎起男人的衣领，将人拽起，拖着就往外走去。绊住相后，原本还嚣张不已的男人，犹如破布娃娃般被人抬了回来，神情呆滞，一动不动，瘫软在地。陈北清面色有些复杂，悄悄看了一眼随后而来的苏锦，微一咳，盯着眼前分不清五官的男人，嫌弃地别开了视线，厉声道：“何人派来？所谓何？”见他沉默，苏锦吹了吹手指，状似无意地向前走了一圈。男子面皮瞬间抖了起来，沙哑着嗓音急诉道：“是大皇子，寻虎符，只求给个痛快。”男子目光无神，一心求死。就在此刻，坐在上位面无情绪的严氏猛地抬起了头，脸色瞬间变得凝重，目光紧紧盯着下方的人，捏着帕子的手渐渐收紧，指尖泛着白意。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放弃。苏锦挑眉一看，虎符？啥玩意？老将军都失去了，要那做甚？心中带着不解，转头望向严氏，却见他面色泛着白，整个人神色恍惚。苏锦上前一步，握住他得到手拍了拍：“您这是怎么了？”陈北清也发现母亲的不对劲，很是担心。他挥了挥手，让人都下去。轻唤一声“母亲”。严氏见儿女神色担忧，舒了口气，淡然一笑，缓缓道：“严氏一族是同皇家先祖打江山起始的。”严氏将虎符之事缓缓道来。苏锦拖着脸全当故事在听，听过也就罢了，随意道：“如今那枚虎符在何处？”严氏摇了摇头，他也不知，父亲从未交代过这些，但如今显然已有人盯上了他，还是皇家之人。想到此，面上又有些忧色。苏锦搓了搓指腹，心中带着思量：大皇子又是这个人，他得打听打听这个人能不能死。真是哪都有他。您觉得老将军会将虎符置于何处？苏锦抬头向着将军府四下望了望，显然那些人没有在将军府找到，不然也不会等到严氏归来再次出动。严氏认真地回忆起与父亲相处的一点一滴，眼中带着些酸涩，却丝毫无头绪，再次摇了摇头。苏锦耸了耸肩，不甚在意。陈北清只一心担心母亲，怕他一起先人，伤了心神，也没在意虎符之事。只要在将军府，总有一日会寻到。三人便一致略过了话题。金銮殿内，明元帝看着下方的儿子，威严的面容带着打量，怎么近日他这皇儿像是换了个人，一副很是滋润的样子，哪里还有往日事不关心的清冷模样？这是有喜事？近日你来宫里的次数越发少了，你母后也常常念叨乖宝，是出了何事？可还因上次明熙之事，我已罚了他，你只管带乖宝来，谁也动不了他。想到前2日罗贵妃的哭诉，明元帝眉峰紧皱，心下烦躁。他皇儿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竟有人敢去动他。这女儿平日骄纵些也就罢了，身为公主她有那个资本，却没想她竟有胆子去动乖宝。明觉出言打断了他的思绪，眼中的骄傲一闪而过，故作平淡道：没什么，儿臣近来又刚得了3宝贝，正是欢喜。说到此，眼中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第85章，竟有人向厉王告白。明元帝抬眼望去，来了兴致。哦，是何宝贝能让你如此欣喜？他这儿子眼光极高，寻常之物那都瞧不上眼。明觉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
勾着嘴角，傲然道：“您很快就会知道了。”明觉不似在他人面前的沉着内敛，此刻对着自己的父皇心绪外放，毫不掩饰。明元帝见他这藏不住的骄傲劲，双眼一眯，心中更是好奇，还是第一次见他这般多神态。老父亲有些欣慰，不管是何宝贝，只要他皇儿喜欢，他就找人多寻些来。二人言罢，明元帝微咳一声，面色忽然变得严肃，故作悲伤道：“过些日子便是朕之大寿，父皇还能有几个这样的寿辰？你该知父皇在等什么。”明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知他在演戏，却没像往日那般沉默，俯身郑重道：“儿臣愿意此生守护大元江山。”明元帝下意识，当他还像往日那般拒绝，深叹口气，继续念叨着：“父皇老了，你看看你那些个兄弟，哪有一人可担大任？子嗣之事无需担心，只要有乖宝在，这皇家血脉也算是保住了。你……”他话还没说话，猛地反应过来，抬头惊喜道：“你这是想通了？好好好！”似是怕他反悔，爽朗一笑，反应极快，拿出早已备好的圣旨，准备下诏。明觉被他父皇这速度弄得一愣，深邃的眼眸带着些无奈，出言打断：“父皇先不急，在您的寿辰当日再宣诏吧。到时他会为父皇备上一份大礼，他要全天下都看见他的4个宝贝。”明元帝微一思索，应下了，也快了。至于那些反对的大臣，自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他从始至终选中的继位之人，只明觉一人。这个儿子是他一手带大的，他的能耐再清楚不过。如今他也算是放心了。至于剩下那几个蠢蛋儿子，从不在他考虑之内。他们那些个手段，犹如眼皮下耍猴般，真是看着都糟心。明觉处理完要事，也没多留，出了金銮殿，丝毫不耽搁，疾步向着家中赶去。却不知此时某人已在宫门外候着了。苏瑾将仔仔们接回家，转身自己又回了车驾，朝着皇宫的方向而去。仔仔们都接了，这男人怎么能落下？接父郎去了。他嘴上哼着小调，很是惬意，却在看见宫门口的一幕时，双目瞬间瞪大，又渐渐眯了起来。厉王殿下安好。小女户部侍郎嫡次女叶瑶，女子眉眼娇俏，妆容精致，一副精心打扮的样子，微提裙摆，施施然向着前方走来的厉王扶了扶身，姿态仿佛练过上百次一般，笑容恰到好处。今日他本是借着花卉之名进宫求见皇后娘娘，哪想竟迎面遇上了厉王本尊。如此时机，他哪里肯放过，忍下心中的色意，屈身挡在了前方。厉王向来行踪难测，今日这是上天都在帮他，他要好好把握。明觉一心归家，见有人挡在身前，面色立即沉了下来，厉声道：“让开！”声音含着冰冷，不带一丝温度。叶瑶身子晃了晃，小脸顿时煞白，双手紧捏袖帕，深吸口气，柔柔道：“殿下可否给小女子些时间？小女一心仰慕殿下，只愿随侍殿下左右，待小郡主如。”苏瑾在远处见到有人挡在明觉身前时，就有些不高兴了。他见那人没有其他动作，原想会不会是误会，便没直接上前，哪料靠着系统的转播还听了一场告白。但凡换个人，他都能拿把瓜子瞧个热闹。可这他娘的竟然看上了他男人，这能忍？第86章，皇后要来了。他一拂袖摆，飞身下了车驾，直直地向着前方冲去，气势汹汹，面上带着寒光。明觉未听他说完，厉声喝道：“闭嘴！”凌厉的双眼直视而来，面色森寒，朝着不远处看了一眼，本想让暗卫将人解决，目光却忽然顿住，只见一熟悉的人影急速奔来，停顿瞬间，人已到了眼前。明觉见女人面色不佳，心中一紧，暗中往她身前靠了靠，没敢说话。苏瑾见他这么乖，眉眼带着笑，轻声哄道：“回马车上等我。”明觉抿了抿唇，什么也没问，掠过自己的车架，向远处的马车走去，脚步越走越快。叶瑶见这突然现身的女子，先是一愣，心中瞬间燃起怒火，这女子竟坏他好事。可随后却被二人的互动吓得呆在了原地。厉王殿下竟听他的，这女子是何人？叶瑶瞪大了瞳孔，满眼不可置信，还未等他回神，只感觉头皮一阵扯痛。苏瑾满脸含笑的扯着他精心编织的秀发，像是找到什么好玩的玩具，一点点向外拔着。叶瑶从没遇上过这样的人，惊得一时忘了呼救，直到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快被他扯掉，痛呼：“你放开我！”他本想单独与厉王说上些话，便没让下人靠近，此刻周身竟无人可助，心中暗恨，却也带着难以言说的惊慌。苏瑾哪管他如何想，突然一个用力拽过他的发髻，扯到自己面前，逼他直视，看着我。他指了指明觉消失的方向，双目一立，不容置疑道：“你看上他，说明你眼光好，但是那是我的男人，你最好记清楚了。若是日后你再敢出现他面前……”叶瑶看着面前的女人，气得面色涨红，
但是想到方才厉王对他的态度，他忍了下来，眼中泛着水色，柔声道：“姐姐，厉王殿下日后定不会只有你一人，我愿助姐姐一臂之力。”他紧了紧帕子，告诫自己不能急，他要先打听好这女子的情况，再想法子将人解决。素锦瞅了瞅这秒变绿茶的女人，已然没了耐心，猛地松开她，嗤笑一声：“看来这把几根头发没用，不长记性啊！”啪！反手一耳光抽了过去。若日后再纠缠，我定会大耳瓜子抽死你，听明白了吗？叶瑶顺势摔倒在地，发丝凌乱，满身狼狈，精心装点的妆容再无一丝风华，抖着身子，不敢置信地捂住脸，惊叫出声：“啊！这个女人敢打他！”面颊一阵剧痛，脑袋也嗡嗡作响。他挣扎几下也没有爬起身，胸口剧烈起伏着，憎恨地望着居高临下看着他的女人，他绝不会放过她。苏锦微垂眼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见他眼中带着恨，面色一沉，俯身拍了拍女人的脸，厉声道：“我这人向来不喜欢被人惦记，可你如今却这般看着我，哼，这是一心求死啊！”苏锦站起身，理了理衣摆，脚步向后退了几步，手一摸索，不知从何处摸出把匕首，朝着趴在地上的女人扬了扬。叶瑶呼吸急促，心中暗恨，却在抬头见到女人手中的东西时，面色猛地僵住，抖着身子，瞳孔剧烈收缩。这女人竟要杀了他！苏锦朝着匕首吹了口气，对他咧嘴一笑，手腕一转，随意射了出去。带着寒光的匕首直直地向着叶瑶飞来，他脑子顿时一片空白，恐惧占据了整个身体，眼泪瞬间落了下来。他不想死，他后悔了，谁来救救他？他不想死。叶瑶满心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却只听耳边咻的一声，身侧断发一点点飘散了下来。苏锦站在远处吹了声口哨，将他唤回了神。下一次，他阴恻恻地朝着女人脖子比了个手势，转身大笑着离去。叶瑶脸色煞白地正在原地，他从未想过自己会离死亡那般近，直到婢女寻来，他才松开了心神，抱着来人放声大哭：“什么男人，都去见鬼去吧！他再也不要见到那个女人，她就是魔鬼！”宫门的后方，一乔装打扮的女子慢慢地伸出了头，女子一双凤眼带着金光，忽闪着望着苏锦马车远去的方向，揉了揉眼睛：“嬷嬷，你也看见了对吗？”皇后叹了叹身，莫等嬷嬷回答，震惊道：“皇儿她竟与那女子同乘一驾车马。娘娘，这位会不会就是小郡主的母亲？”“对对对，我怎么就没想到？”皇后神色飞扬，嘴角一勾，笑得开怀：“走走走，我们去王府堵人去。我倒是要看看她最近在忙些什么，自己不进宫便罢了，竟不带乖宝来看我，我这个心啊！殿下定是有事耽误了，小郡主一定也想着您呢。”嬷嬷语气熟练地安抚着。皇后闻言心下好受不少，想到已经好些日子没见到她的小乖乖，她捂住胸口，心里想的不行。今日听闻皇儿入宫，她一阵好等，却还是没等到心里思念的那道小身影，再也忍不住，乔装一番，直冲厉王府。他们不来，那他就去，谁也阻止不了他看望乖孙的心。哼！第87章，王爷已许久未归了。马车里，苏锦暗搓搓瞅了一眼身旁的男人，他抓住男人的手，神色骄傲，安抚道：“以后外出再遇见这种奇奇怪怪的女人，你就来告诉我，我收拾他们。他们只是看中了你的美色。”说罢还挥了挥拳头。男人棱角分明的脸闪过无奈，见他一副你别怕，我护着你的架势。他低头抚了抚额，眼中含笑道：“那你呢？什么？你看中了我什么？”还在畅想如何收拾渣女的某人，脑子一顿，忽然愣住了。送命题。他朝着男人眨了眨眼睛，企图蒙混过关。明觉嘴角带着温暖的笑意，很是有耐心，就这么目光悠悠地盯着他。苏锦心里的小人疯狂挠着脑门，完了，他不会说情话，真是要了命了。看着男人专注的神色，他心一横，脱口而出：“我和其他女人都不一样，我不仅图你的美色，我还图你这个人。我比较贪心，我都想要。”苏锦手向后一推，将男人困在身侧，脖子一梗，嚣张的不行。明觉就这么静静地望着他，仿佛怎么也看不够，一把将人拉在怀里，没有说话。男人的气息带着暖意，脸颊轻轻蹭了蹭：“都给你，能让你贪图，是我的荣幸。”这边一片温情无限，定安侯府吕家却是狂风暴雨。吕前被人抬回来时早已气若悬丝，整个定安侯府瞬间炸开了锅。侯夫人见这浑身是血的儿子，一个惊叫晕了过去。定安侯青筋暴跳，双目充血，看着跪了一地的下人，怒叫着：“是谁伤了我儿？”他侯府的二公子都有人敢出手，这是没把他，更没把大皇子放在眼里啊！他定要将那个扒皮抽筋方能解恨。一群身穿黑衣的下人噤若寒蝉，死死地低着头。
这其中一人整个人抖成了筛子，惊惧一声，朝着定安侯砰砰砰磕着头，求侯爷饶命。他也没想到二公子会撞过来，等他发现时早已来不及了。说：“是公子让我等假扮刺客。”男人惊颤着将事情说了一遍，认命般的瘫下身子，他知自己在劫难逃。定安侯面色越来越沉，目光阴狠地看着他，猛地抽过护卫的佩剑，一剑刺了过去。既然护不住我儿，要你们还有何用？看着一地的鲜血，他厌恶地摆了摆手，很快便有人将之处理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还有那个他儿子想得到的女人，好，既然敢害他至此！定安侯怒火冲天，拳头越攥越紧。皇后刚出宫没多久，明元帝便得了消息，他摇了摇头，还有些羡慕，他也想去看看儿子的宝贝。听他说又有3个呢，但愿皇后回宫之后能跟他说道。明元帝拧了拧眉峰，看着御案上没完没了的奏章，朝着身侧的常德道：“你说朕这个皇帝做的是不是没意思？与其说坐拥天下，不如说是被困其中。”常德闻言，面色不变，上前一步，帮皇帝一点点的按着肩膀，恭顺道：“您是为了大元江山劳累，天下的百姓谁人不称您一句明君？”明元帝也没想要答复，摆了摆手，深叹口气。正被自家圣上羡慕的皇后娘娘，此刻已到厉王府门前。她微咳一声，礼了礼100，带着嬷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嬷嬷亮了亮腰牌，守门侍卫忙俯身跪拜，却被制止了。府上的护卫见此也不敢出声。皇后就这般不动声色地进了府。小乖乖，皇祖母来了。此时王府内，花管家正给院中的花草浇着水，看着空荡的王府，深深地叹了口气。今天又是想小郡主的一天。他们家王爷怕是已经忘了自己还有个家，就连这左仪自打去了也再没回来过。出门时都好好的，人怎么就回不来了？花管家面容带着些许沧桑，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你们家王爷呢？”皇后找了一圈没见着人，这会见花管家抬头看着天空，面色有些忧愁，开口打断道：“郡主呢？”花管家定眼一瞧，目光大惊，忙跪下行礼：“皇后娘娘怎么出宫了？”他摆了摆手，让嬷嬷将人扶起。花管家定了定神，忙道：“回娘娘的话，王爷带小郡主外出了。”“哦，没事，我等他们回来便是。”说罢朝着里间走去。管家面色有些犹豫，躬身道：“娘娘，您今日可能等不到。”“怎么？王爷他已许久未归了，小郡主也带走了。”想到此，花管家心里又是一闷。第88章，皇后上门了。皇后猛地转身，面露惊色：“什么？不住王府？那他在何处？”王爷派人将物件都收拾了出去，府上的护卫知道住址。皇后心下有些生气，她这皇儿什么时候这般不靠谱了？小乖乖也不知在外有没有受苦。她激动地心瞬间跌落，她就想见见孩子，就这么难？这儿子大了，还收拾不了他了。嬷嬷看着她家娘娘脸色越来越差，忙安抚道：“娘娘要不今日先回宫，您宣召小郡主进宫也是一样的。”皇后看了她一眼，有些胸闷。她当然知道可以宣乖宝进宫，但他不想对旁人那般冷冰冰一道旨意将人带来，那是他心肝啊，怎能一样？唉，皇后顺了顺气，走，今日不见这人，我绝不罢休。这儿子大了，我也是他母后。就是这里。他青葱如玉的指尖挑起帘子，向外看了一眼，只见那匾额上赫然写着苏宅2字，显然这里的主家姓苏。他皇儿住这，堂堂一朝王爷竟借住他处。皇后揉了揉眉心，越发揪心。嬷嬷起身将她扶下，轻声道：“娘娘，奴婢先去探门。”“不用，我自己去。”他倒要看看这里面有什么能把他迷成这般。萧管家闻讯而来，看着来人周身气度非凡，心下一惊，连忙躬身问道：“请问夫人来此事？”皇后微咳，咽下了到嘴的话，心思一转，温声道：“前来拜访你们府上的主人。”萧管家往他身后一扫，朝着不远处的车架看了一眼，垂下眼睑，将这主仆2人迎了进来。“您坐下稍等，我这就去通知主人前来。”说罢俯身退了出去，心里却泛着嘀咕，这一看便知身份不凡，那一身气度。想到此，不由加快了脚步。但愿不是来找茬的。苏锦来得很快，得知有位夫人上门拜访，想了一圈也没猜到是何人。他踏步走来，见前堂端坐的女人面容华贵，还有些熟悉的影子，心头有些疑惑。苏锦朝着他看来时，皇后也双眼泛光地盯着他看，这不就是他在宫门外见到的那个女子吗？疑似乖宝的母亲。他悄悄朝着身侧的嬷嬷对视了一眼，瞬间恍然，心中大喜。他皇儿那性子，他还当他会一辈子不娶妻呢，哪想这般开窍了，都住进家里了。您是？
苏瑾察觉他眼里的打量，并无恶意，也没在意。皇后一个回神，眼中带着笑意，努力找了个借口道：“我是住在这附近，前来府上拜访一番。”他没说出自己的身份，还想着暗中观察下他皇儿如何与女子相处的，哪料心里想的正美，下一秒就被拆穿了。母后！明觉阔步向着这方走来，开口便叫破了他的身份。皇后！男人得了暗卫传来的消息，放下手中的事物，便赶了过来，哪想静听他在找如此拙劣的借口，心里无奈叹气。皇后目光悠悠地望了他一眼，从没哪刻觉得他这儿子这般糟心，咳了咳嗓子，面色正经地看了眼苏瑾。这皇宫离此也不远，算是附近。苏瑾在二人之间流转片刻，他面上扬起笑意，朝着女人行礼道：“见过皇后娘娘，这是他家夫郎的母亲，日后他可是要将人儿子拐回家的。”皇后望着面前的女子，心下很有好感，没有那些小女儿的娇羞扭捏，整个人明艳大气，让人眼前一亮，真是与众不同。她眼中带着亮光，抓住苏瑾的手拍了拍：“能生下乖宝，那般可人的小乖乖，母亲怎么会差的了？”皇后心下满意极了，直接忽略了身旁的儿子，拉着苏瑾坐了下来。忽然想到来此的目的，转身暗暗瞪了一眼明觉，问道：“我乖宝呢？他来这会还没见到小乖乖呢。”听他提起乖宝，苏瑾挑眉朝着一旁的男人看了一眼，二人眼神交汇，瞬间明白了意思。明觉望着他母后，眉峰微蹙，带着些担忧，谨慎问道：“母后您近来身子如何？心口还会实感沉闷吗？”说罢将视线转向身旁的嬷嬷。嬷嬷会意，俯了俯身，恭谨道：“回殿下，娘娘近来身子大好，已无异样。”皇后虽是诧异他为何突然问这些，也只当是在关心自己，满意的瞥了他一眼。明觉点了点头，深深看了他一眼，大步朝着外间走去。但愿他母后待会挺得住。皇后对他的反应有些摸不着头脑，也没心思理会，握着苏瑾的手开始夸起了乖宝。两个女人，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孩子的祖母，话题瞬间达成了一致。苏瑾别看平日对女儿严格，在外吹捧起孩子来，那是词都不带重的。哪想还有比他更会吹的，望着面前说起他女儿便神采飞扬的人，苏瑾眼神逐渐恍惚。这说的是他家乖宝，他输了。第89章，这三个孩子都是儿臣的。皇后说的正兴起，端起茶水润了润嗓子，准备继续夸，忽然听见一声软糯糯的小奶音，双眼顿时一亮，他小乖乖来了。皇后给了苏瑾一个我们下次再接着说的眼神，脚步轻快地朝外走去。他还没来得及看，便见一小身影冲了过来。皇后想也没想，一把将孩子搂进了怀里，紧紧地抱住，心里还在欣慰，乖宝没瘦，瞧着肉乎乎的触感，显然还胖了不少。皇后忍不住捏了两下，胖了好啊，心里满意极了，柔声道：“乖宝，皇祖母来看你了。”大宝一阵懵，小胖脸带着纠结。就在此时，乖宝一阵风似的从前方跑了过来，小短腿哒哒哒跑得飞快，冲着前方的皇后欢呼道：“皇祖母，我来了！”二宝则是跟在他爹面前板着包子脸，走得一板一眼，目光却悄悄地打量不远处的女人。爹爹说这是皇祖母。皇后听着熟悉的小奶音，看着远处飞来的身影，心里一惊，赶紧低头将怀里的孩子抱了出来，看了看，弄错了。大宝眨巴着大眼与他四目相对，想起爹爹方才说的话，有些害羞，软软道：“皇祖母好。”皇后愣了愣，只当他再学乖宝叫人，没在意，笑着摸了摸他的肉脸，心里感叹这孩子看着就有福气，可真会长。心中一软，柔身将人放了下来。就在此时，乖宝飞身上前，皇后转身将人接住。久别重逢的祖孙俩一阵亲昵，脸贴脸黏糊的不行。明觉适时打断，骄傲道：“母后，这还有两个。”皇后满心满眼只有乖宝，哪还顾上其他的，理都没理他。乖宝眼珠子一转，笑着道：“皇祖母，你抱过乖宝了，现在抱哥哥们吧。”皇后对他的话自无所不应，连连应道：“好好好。”俯身将人放下，随后很快反应过来：“哥哥。”他低头看向身旁刚抱过的小胖仔，又看了眼明觉身旁板着小脸很是可爱的仔仔，疑惑道：“他们都是乖宝的哥哥，都是好孩子，看着就让人喜欢。”明觉没有给他误会的机会，毕竟常人也不会想到有三胞胎这事，眼中闪过骄傲，一字一句道：“母后，这都是儿臣的孩子，他们是三胞胎。”皇后像是听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就这么愣愣地看着他，他仿佛置身于梦境中，身子开始阵阵发飘。身后低头的嬷嬷闻言猛地抬头看了过来，瞪大了双眼，满脸不可置信。还莫等他回过神，只见身前的皇后娘娘软软的倒了下去。他一个俯身冲上去，哪知有人比他更快，
苏锦一个横抱将人抱起，这是刺激大了。快，寻太医来！明觉心下一紧，脚步匆匆地跟了上去。苏锦将人抱进卧间，仔仔也跟了进来，几张小脸紧紧地盯着榻上的人，很是担忧。皇祖母见到他们竟然晕倒了，二宝小眉毛皱得紧紧的，挤了上去，小心翼翼地拍了拍女人的手，带着安抚，这样她就能快点好起来了吧？爹爹，祖母不会有事的，对吗？三张小脸瞬间齐齐望着他。明觉看着孩子眼中的不安，俯下身温声道：“皇祖母是太高兴了，她很快便会醒来了。”他耐心地摸着崽崽们的头，安抚着。这边皇后的意识渐渐回笼，只觉浑身轻飘飘的，还莫等她睁开眼，便感觉有双小手在一下下地拍着她，轻轻的，软软地，软到了她心里。她能想到这双小手的主人是个多么心肠柔软的孩子。她慢慢睁开眼，与二宝略带担忧的大眼瞬间对上。皇后看着她紧绷的包子脸，带着些懵，这让她仿佛见到明觉儿时的模样，一样的小大人，一样的可爱。她擦了擦眼角，不顾形象的大笑了起来。两个崽崽闻声也凑了过来，三双水灵灵的大眼就这么忽闪着望着她。皇后捂了捂胸口，忍住再次晕倒的冲动，深吸了口。苏锦朝着男人对视一眼，很有默契的没有上前，估计这回皇后眼里已经看不见他人了。皇后几个呼吸努力的定了定神，眼中的光亮得惊人，像是怕吓着眼前的小人，轻声道：“你们谁是哥哥啊？”大宝红扑扑的小脸有些兴奋，快速举起胖手：“是我呀！”挺了挺小身子，带着些骄傲：“他是哥哥。”皇后一把握住他，目光灼灼，怎么看也看不够，这个长相犹如福娃娃般的孩子，竟是他家的。他家的，他亲孙孙。他双手合十，向着上方拜了拜，忍不住亲了亲大宝的肉脸。只见小家伙瞪大了双眼，立刻捂住了面颊，害羞的扭了扭。皇后瞬间笑弯了眼，整颗心都化了，这才拉过一旁的二宝，眸中泛着无尽的柔色，轻声道：“是乖宝二哥。”二宝挺直身子，乖乖的点了点头，很是有礼貌：“祖母好，我是二宝。”小家伙一板一眼的介绍自己，说完还暗中偷偷看他一眼。皇后瞬间变成了星星眼，她可太喜欢这傲娇的小家伙了，和他家皇儿小时候一模一样，想也不想将人抱上前亲了一大口，目光来回看着身前的三个孩子。皇后捂住心口，久久无言。她觉得自己此时的心都在飘着，怕是梦里都能笑醒了。第90章，皇后为何不归？皇后觉得她现在哪都好了，神清气爽，整个人像是吃了大补丸，一左一右抱着一个，她都不带眨眼的，不多时还能换一个崽，接着抱。谁能有她这福气，咧开的嘴角就没合上过。嬷嬷跟在身后，双手虚扶着，就怕一个没注意摔着了。他家娘娘平日走上几步便深感乏累，今日这体力着实惊人。眼看时辰不早了，嬷嬷小声在身后提醒道：“娘娘该回宫了。”皇后抱着乖孙的手一顿，身子往前侧了侧，仿若未闻，继续跟崽崽们聊天，理都没理他。回宫？回什么宫？临近傍晚，明元帝拧了拧眉心，一阵疲乏，刚想传膳，心思一转，朝着后宫而去。今日便在皇后那用膳吧，正好听听他皇儿在外到底得了什么宝贝。想到这，脚步不由加快了许多，常德一路小跑跟在身前。皇后宫殿的下人见时辰这般晚了，还不见娘娘归来，心里焦急，远远的便见一尊仪驾向着这方而来，心中一喜，定是娘娘回来了。而待他们看清前方的人时，宫人心中一惊，忙跪下行礼：“传膳吧。”明元帝扶了扶袖摆，大步朝着殿内走去。宫人们对视一眼，忙退至一旁。皇后呢？明元帝朝着殿内看一眼，随意道。身前的侍女一惊，低头回禀：“娘娘还未归。”明元帝静了静手，闻言一顿，他猛地转身，目光带着威压，沉声道：“还未归，可有消息送来？”就在此时，殿外传来消息：“皇上，厉王殿下御前侍卫左翼求见。”快宣！这般晚进宫，怕是和皇后有关。左翼被直接带到皇后宫殿内，刚一踏入，便见皇上坐于上位，面色威严地向他看来。左一跨步上前行礼，却被打断。皇后呢？他回禀道：“娘娘现与殿下一处，为何不归？”娘娘思孩子心切。明元帝心中本就有所猜测，能让他打破规矩，除了孩子也无旁人，心下多少有些失望。他还等着听他说道呢，摆了摆手：“行了，多派些人过去顾着些。”深叹了口气，这一个个都往外跑。他也无心用膳，直直地朝着寝宫走去。这边被人念叨的皇后哪还顾得上他人，此刻揉了揉早已笑僵的面颊，目光温柔地盯着榻上熟睡的小人，舍不得离去。“娘娘该休息了。”他朝着外面的天色看了看，
他真怕自己一夜醒来，发现这些皆是梦幻，他舍不得入睡。嬷嬷像是知他心中所想，安抚道：“娘娘，明日小主子们定还要您陪着，若是休息不够，怕是……”皇后眼眸忽闪，显然听见去了，不舍得望了几眼，交代一番侍女，这才慢慢离去。你明日回去将本宫那些宝贝都搬来，还有前阵子上贡的那套琉璃拿来，我瞧着小景带着正好。皇儿也不知走了什么大运，遇上了苏锦，这三胎是一般人能怀上的吗？可他皇儿那张嘴又不会哄人，性子沉闷，哎，真是愁死他了。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还要操心这事。皇后心里一阵发愁，她现在啊，只能自己多尽些心，帮人留住，只求他们和和美美，她的乖孙们都健健康康的。夜色刚暗下，一栋酒楼的西侧渐渐冒起火光，几道人影刷刷从远处闪现而出，火光刚起便被扑灭了，悄无声息，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莫多时，苏家书房内，姑娘，百味房失火，所幸早有防范，发现及时并无大碍。廖平神态平静，苏锦毫无疑惑，言辞肯定道：“吕虔是定安侯府的二公子，其家族背靠当今大皇子。”苏锦抬眼看了他一眼，眼中带着寒光：“既然这么喜欢玩火，今夜你便带人去将侯府给我点了，夜色黑，给他们打个光啊！想来那场面一定热闹。”廖平丝毫不诧异，笑着应是。他家姑娘向来不吃亏，礼尚往来该是如此。第91章，他要检查下男人的毒解了没。处理完事情，苏锦伸了个懒腰，心思一转，想到那个早已埋藏许久的念头，双眼一亮。说办就办，他脚步轻快地朝着男人的宅院而去。如今仔仔们都在皇后那里，怕是今晚也见不着人了。这个时机那可真是太好了。他只是去看看男人的毒解了没，查验下效果，没别的意思。此时的明觉靠在椅背上，眉峰紧蹙，心头思索着明年将来临的寒灾。还有1年时间，他虽是提前做了准备，在阴河之北多处设了暖室，做了储备，但仍觉不够。男人拧了拧眉心，这荣华至今也未寻到，当真是天命吗？就在此时，门外传来响动。进！明觉见来人，目光一暖，放下了手中的笔墨，温声道：“寻我有事？”他可是很少来书房。苏锦微咳一声，正色道：“想问问你这毒解了没？自上次服用过那枚药丸，隔日便让人过了脉，确实大好，他也没当回事。这毒只让他无法生育罢了，现今更是无关紧要了。怎么如今突然问这个？”明觉看了他一眼，直言：“脉象平稳，无大碍。”苏锦双目一亮，暗中瞥了他一眼，故作正经道：“据说这毒都是有后遗症的。”说着目光悠悠的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视线逐渐下移，意图相当明显。明觉，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个一而再再而三撩他的女人。他眼色越来越深，目光紧紧地盯着他，见他还是这般肆无忌惮，不知道怕，猛地将人一把拽了过来，扣住腰身，俯身亲了下去。过了良久，二人呼吸不畅地松开了彼此。苏锦轻喘了晦气，摸了摸嘴角，抬眼看向对方红肿的双唇，有些心虚。失策了，会不会觉得他技术很差？明觉扫过他红艳的唇瓣，没敢再看，垂下眼睑，掩住了眸中的幽深。苏锦见男人已在平复情绪，心里有些可惜。这就完了？明觉被他的话惊得愣住，刚平复的心绪被瞬间挑起，牙关紧咬，极力忍耐着，深邃的眼眸泛着幽光。继续。苏锦摇了摇头，没有说话，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嘴角逐渐勾起。男人见他摇头，也没再说话，松了口气，心中又带着些说不清的失落。苏锦没给他时间多想，上前拉着男人的手，面上丝毫没有羞意，直接将人带出了书房，边走还故作严肃地说道：“刚才有东西忘记给你看了。”明觉没做他想，冷峻的面容带了一丝疑惑，低沉的嗓音缓缓道：“什么东西？”苏锦侧身笑着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将人带进了房间。“给你看个大宝贝啊！”男人一听这熟悉的话，先是耳畔一热，随后很快定下心神，没再乱想。上次自己误会了他，差点错过了2个儿子。这般想着，他抛开杂念，心头燃起一丝期待，不知这次又是什么宝贝。毫无所知的男人就这般被带进了房间，门扉轻轻扣上，至此一夜也未能出来。隔日，苏锦悄悄睁开了眼，醒得特别早，没有一丝疲乏，微微侧身托着腮望着身旁的男人，就这般盯着看了许久。他的眼中带着笑意，悄悄探出手朝着男人的脸摸去。明觉没有睁开眼，手却十分精准地将他握住。“别闹！”男人低沉的嗓音带着些许沙哑，听在苏锦耳边却犹如最致命的吸引。他没有丝毫犹豫，捧着他的脸来回亲了2下，利落起身，挑起了散落的衣物，朝着下方走去。深吸了口气，食髓之味
他怕自己再不出去就要控制不住了。见男人也要起身，苏锦上前按住他，轻哄道：“乖，再睡会。”明觉，天还未大亮，房门从内被打开，一女子嘴角带着笑意走了出来。她看着天边朦胧的光色，伸张双手，顿时只觉神清气爽。走到院内，一套拳打得虎虎生威。刚被放出来的系统目光悠悠道：“大佬，来根烟吗？”苏锦礼貌地摆了摆手：“不了，谢谢。”系统也没在意，身子往下一躺，呈大字状，眼神飘忽：“我这该死的躺赢生活也太爽了吧！”苏锦仿佛只听到后一句，不知道想到什么，美滋滋接道：“是啊，好爽。”系统，他们说的是一个是吗？总觉得哪里不太对。第92章，被崽崽们嫉妒的名爵。苏家这一夜过得舒心，定安侯府却炸了锅。昨日深夜之际，侯府一切如往常那般陷入了沉寂。不知谁叫了一声走水了，顿时惊醒了整座府邸。慌乱的脚步声，此起彼伏的尖叫，再无一丝平静。一夜过去，曾经的侯府虽无伤亡，却处处可见烧焦的痕迹，显然并不是一处失火。定安侯双目泛着血丝，站在远处，阴沉地望着这一切，眼中的狠戾展露无遗，咬牙一字一句道：“百味房。”他很清楚这一切是百味房派人做的，毕竟昨夜他先派人去做了同样的事，当夜他的府邸便出了事。这是挑衅，也是报复。他恨得咬牙切齿，心中却是一沉，这百味房竟然敢这般肆无忌惮。他必须要查清这背后到底是谁，既然敢明摆着与大皇子作对，这身后之人怕是……定安侯心中一阵惊跳，但愿不是自己所想那般。侯爷，大皇子到了。定安侯忙收敛了心神，前去迎接。微臣见过殿下。太皇子面带不悦，随意的摆了摆手，免了，这府上出了何事？吕虔怎会？他刚得到消息，也是心中一惊，这好好的人怎么一日便不行了？若是旁人也就罢了，毕竟是他舅舅的嫡子，他需亲自走一趟，面上还是要过得去。听他提到儿子，定安侯心中一痛，双手紧握，颤声道：“前儿他还未清醒，殿下你要为他做主啊，都是那女人害的。”说罢，他将事情一一道来，言语中带着难掩的愤恨。大皇子脸色越听越沉，怒喝道：“都是废物吗？那百味房还能成神了不成？堂堂侯府却拿不住一个女子。”定安侯内心惊颤，忙跪下道：“殿下息怒，您听微臣一言。”说。他居高临下的望着，敛住了心中的怒火。殿下，微臣怀疑这百味房背后之人是厉王。他刚提到厉王，大皇子阴厉的目光猛地射向他，显然在他心中，这人便是犹如心头刺般的存在。他死死地盯着地下跪拜的人，阴森道：“确定？”定安侯跟在殿下身旁多年，自是知道他的禁忌，但凡提到厉王，他便犹如换了个人。他沉思片刻，谨慎道：“这百味房能在京城发展这般稳，若说背后无人怕，也无人会信。如今敢对侯府出手，还不惧殿下您的？除了厉王，微臣想不到他人。”大皇子握了握身侧的手，垂着眼睑，掩下了翻涌的情绪，突然道：“我不想再等，这次父皇大寿之日。”是。殿下放心，臣等已做好准备，定在当日拥您登上太子之位。定安侯躬身下拜，随后面色犹疑道：“那百味房那里？”大皇子看了他一眼：“我会派人去办，正好也想看看我那好皇帝会如何应对。”得了应承，定安侯面色一喜，扬声道：“谢殿下为小儿做主，只要殿下肯出手，那女人必死无疑。”大皇子本是没将百味房放在眼中，虽那方子着实让人眼馋，却也不至于出动自己手中的人。但是现今得知可能与厉王有关，他眼中再无一丝不屑，只有满满的杀意。苏家像往日一般围坐在桌前，只是今日多了一人。皇后热情地拉着秦氏一阵寒暄，她只要想夸谁，那是无有敌手，诚挚的目光不带一丝虚意。之前是夸乖宝，现在啊，全转嫁到苏锦身上了，夸的秦氏这个娘都替女儿脸红。苏锦却乐滋滋地听着，心里还挺美。趁着下人将饭食摆上，他悄悄地将一碗汤挪到了明爵身前，朝他眨了眨眼。男人挑眉看了他一眼，不明所以，却也没拒绝，含笑接了过来。两人之间的小动作显然引起了崽崽们的注意。崽崽们看了看娘亲，又看了看爹爹，再瞅瞅自己身前空荡荡的小碗，他们难道不是娘亲最爱的崽了吗？视线暗搓搓集中到那碗汤上，明爵察觉几道嫉妒的小眼神，轻轻地扫了一眼，白皙修长的手端起身前的汤，吹了吹，喝得很是缓慢。娘亲，乖宝有汤喝吗？大宝、二宝也齐齐望着他，大眼睛不灵不灵，闪着光。苏锦抬头看去，只当孩子们在撒娇，起身给他们一人添了一碗汤。
笑着道：“喝吧。”瞅着明显与爹爹身前不一样的汤，崽崽们悄悄看了一眼，乖乖的没有再问。他们还是失宠了。男人眼中的笑意越来越深，那碗汤硬是被他喝出了美味珍馐的架势。苏锦，他还当他会不喜欢呢，毕竟那味苦得很，不过却大补着呢。既然这样，下次他再多备着些，爱喝就多喝些。第93章夜探皇子府。苏锦心情很美，做事都带劲，巡查了几个铺子，又往郊外的庄子田地巡视了一番。他嘴里哼着小曲，悠闲道：“系统，你有什么梦想？”系统打游戏的手一顿，迷迷糊糊的抬起头看着他：“啥梦想不梦想的？现在不挺好呢吗？还要什么梦想？这么美滋滋的小日子，以前那些前辈系统也没说过，就挺突然。嘿，幸亏他适应的好。”苏锦实在看不下去这童子废材生活，想给他画个大饼，哪想这家伙咸鱼的彻底，这和他当初认识的小裤包不一样啊！就在这时，系统忽然坐起身，苏锦也面色凝重地望向四周。宿主，有人来了。我知道，来者不善啊。话音刚落，几把飞刀直直地朝着苏锦射来。今日跟在他身前的是廖青，反应极快，一套廖家刀法直逼来人。苏锦见来人不少，他可没工夫一个个收拾，决定速战速决。转身回到车架上，靠着掩饰从系统空间里取出弓箭，翻身一跃，跳上车顶，冲着四面八方涌上来的人邪笑一声，三箭齐发。素手来回翻转，对准后侧又是三箭，轻盈的100随风飞舞。女人面对围攻丝毫不惧，几个满弓，前方早已倒下一片。明觉得到消息赶来时，见到的便是这番场景，他心下松了口气，又带着难言的骄傲，朝着侍卫看了一眼。苏锦远远看见男人过来收场，也不恋战，他一个转身跳了下来，朝着他奔去。他咧了咧嘴角：“你怎么来了？不用担心，这些我能收拾。”男人没有说话，认真的帮他理了理吹乱的衣摆，温声道：“是明艳要对你出手。”说到此，男人的眼中闪过寒光。明艳，大皇子，他又找事。苏锦对这个人印象很不好，感觉哪哪都有他似的。他能死吗？面对女人的直言不讳，明觉丝毫不诧异，笑着道：“可以，只要你想。”他本就想等父皇寿辰之后将人解决，最多现今会多些麻烦，瞒着他父皇，他要出手遮掩一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苏锦看了眼回答利落的男人，扬着头笑得很是开心。他可真乖，我不杀他，至少现在不杀。他知道不久便是他父皇的寿辰，届时3个崽崽他会带去祝寿。若是这期间将人宰了，这男人定是得想法子善后。明觉闻言抬头看了他一眼，苏锦笑着与他对视，两人什么也没说，却明白了彼此的意思，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夜晚，一身夜衣的苏锦猫着身子再次遇见了男人，他也不挣扎了，自来熟地拉着人就走。都老熟人了，合作愉快啊。男人轻轻地看了他一眼，笑得无奈。这个女人吃什么都不会吃亏，就算不准备杀了对方，她也不会让人好过，心思简单明了。料定他今晚会出手，果真等到了。大皇子府守卫自是比陈府要森严得多，他没有妄动，靠着系统的侦测，刚选定一处准备翻越上去，哪料男人直接握住他的手，带着他从正门走了进去。苏锦，这么大胆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来做客的呢。门口的2个侍卫见来人像是早有准备，低垂着头，一声不吭，仿若未见。苏锦笑着看了他一眼，算准了今日他会来，就连太皇子府上都做好了布置。这个男人不爱说话，却对他对崽崽都十足的耐心，再小的事情都会放在心上。明觉见他笑得开心，低声道：“怎么了？”“没事，就是觉得你很招人喜欢。”面对突如其来的夸赞，男人忍住心头的热意，看了他一眼，嘴角轻抿，没有说话。“不需要谁喜欢，只想招你喜欢。”两人一路很顺畅，直直朝着大皇子所在而去。还未靠近，便闻内里一阵噼里啪啦打砸声，接着便是一阵怒吼：“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去的人竟一个都没回来，全都是废物！”明觉听着里面的咆哮，面色越发森寒，紧握着拳头，眼中的杀意一闪而逝。苏锦倒是不在意，他朝男人打了个手势，轻声道：“在这放风。”说罢一个跳跃窜了进去。第94章大皇子半条命先去了。明觉本想一同进去，现在又被留了下来，似是习惯了，他叹了口气：“罢了。”苏锦毫无遮挡，明目张胆地走进了书房，脚步极轻，屋内摔打的声音显然盖过了一切。他来的悄无声息，这么生气？女人的声音缓缓响起。大皇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不轻，一个转身连连后退几步，目露惊惧地看着来人。他何时出现在这里？
是人是鬼？厉声喝道：“你是何人？”苏锦笑容亲切地望着他，指了指自己，悠悠道：“我呀，就是你今日要抓的那女子呗，瞧我这不是送上门了吗？”大皇子一听，双目喷火的向他看来，竟是他皇子府都敢闯，好大的胆子！面色阴沉的看了一眼，手轻扣桌案，一把佩剑抽了出来，直直的朝着女子砍去。既然来了，那便留下吧。哪料他来得快，去得也快。苏锦轻笑一声，抬手捏住他握剑的手肘，一个扭转，顺势往下一击，左脚飞抬，狠狠地踹在他的右膝。大皇子只觉双腿一沉，砰的一声重重磕了下去。他何曾受过这等屈辱，双目瞬间赤红，恨得青筋暴起，深吸口气，手悄悄伸至后侧，对着苏锦狰狞一笑，朝着他猛地甩出一把匕首。匕首直视而来。苏锦，他都要被这蠢东西蠢哭了，偷袭前还要看对方一眼，他要躲不过去，都对不起这蠢东西的提醒。他想着等在外面的男人没有耐心和他废话，不待他反应，一个大步冲了上去。苏锦学着他的样子，狰狞一笑，也悄悄从身后摸出一把匕首，没有丝毫犹豫，避开致命位置，噗呲一声捅在了他肚子上。看着大皇子难以置信的眼神，苏锦笑容亲切道：“殿下，这个上门礼物您喜欢吗？”大皇子从未想到会有此变故，瞪大了瞳孔，猩红的目光紧紧盯着他，双唇惊颤，喉头腥甜，还未言，一口血便喷了出来。苏锦嫌弃的后退几步，你怎么跟个漏斗似的到处喷？大皇子捂着伤处，剧痛之下，面容整个扭曲了起来，惊怒道：“贱人，你敢伤我，找死！”苏锦一脚踹在他的身上，对着他的伤口处对了对，面色森寒，狞笑道：“蠢东西很会双标啊，你杀我就行，我宰你就是找死。”呵呵。说罢，他又加重了几分力道。大皇子惊叫一声，抖着唇说不出话，疼得脸色惨白，闷哼一声，险些晕死过去。等他捉到这女人，非将她折磨致死。苏锦见他一副恨不得活吃了他的样子，他笑嘻嘻地蹲下身子，猛地拍在他的肩上，手如巨石般，仿佛要将他整个人捏碎。只听噗呲一声，又一把刀捅了过去，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位置，两把匕首并驾齐驱，好不惹眼。你刚才那么看着我，定是觉得我送的礼物太轻了，这不给你补上了，好事成双啊！啊！大皇子狰狞着面色，痛呼出声，身体猛地抽搐，整个人倒在地上，虚弱到了极点。他艰难地抬眼看向面前笑得温和的女人，虽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心里却一阵阵发寒。这么大动静，却无一人过来，除非府上的侍卫。越想越怕，眼下阴鸷，已然没了方才的气势。苏锦望着他竭力忍受屈辱的样子，也不打算再折腾，半条命够了，另外半条先欠着。苏锦拍了拍手，居高临下的望着他，厉声道：“我劝你最近不要惹事，不然我怕等不到那时，便一个忍不住将你。”凌厉的目光带着杀意，紧紧地盯着地上的人看了几瞬，意味不言而喻。大皇子死死地捂住伤口，心头猛跳，心底的寒意越发浓郁。苏锦回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勾唇一笑。明觉在外耐心地候着，见他出来，什么也没问题，专心地给他擦了擦手。走吧。第95章，我喝的那碗汤到底是什么？苏锦走后没多久，大皇子忍着剧痛，拖着身子一点点向外挪去，想要求救，最终还是晕了过去。屋内留下长长血迹，犹如噩梦般提醒着曾经发生的一切。当人再度醒来，已过去6个时辰，腹部的伤口早已包扎好，他面无血色，阴沉地盯着跪在下方的守卫，眼底一片阴鸷。被人闯进府内，竟无一人察觉。好，哈哈！大皇子神色癫狂笑出了声，这么一动，瞬间牵动了身上伤处，脸皮随之一阵抽搐，显得越发狰狞起来。明觉看着身前与昨日一模一样的汤，目光悠悠地望了他一眼，见孩子们都在，便没有问出口。皇后倒是意味深长地盯着了一眼，那碗汤从他身前飘过，他闻出了七符的味道。他皇儿为何需要喝这个？难道……皇后敛下心神，朝着身后的嬷嬷看了一眼，视线转到那碗汤上。嬷嬷会意，没有等多久，很快便打听到了那汤的用途。毕竟苏锦当男人爱喝，备得很足。嬷嬷面色有些复杂，轻声附耳低语了几句。皇后面色惊惧地看着他，手抖得厉害。当真？他家皇儿？皇后摸了摸胸口，又想晕了。他皇儿竟有这般隐疾？那毒不是说已经解了吗？这可如何是好啊？娘娘别急，要不宣太医瞧瞧。皇后缓了缓，摆手道：“皇儿这般定是已经瞧过了，只是苦了小景了。多好的孩子就摊上他家明觉了。”他深深叹了口气，愁得不行。明觉在察觉皇后第3次打量时，眉眼轻挑。他虽不知母后在想什么，
却也绝不会是好事。那悲痛又带着些恨铁不成钢的眼神。明觉，他掸了掸衣袍，来到身前，母后，您有话就直言，不用这般看着他。皇后愣了一瞬，深深地望了他一眼，将人叫到一旁，安慰道：皇儿，你别怕，母后懂你，太医治不好，母后定会为你寻来有能耐的医者。他深叹了口气，拍了拍他。明觉见他这副忧心忡忡的样子，额角突突地跳着，总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事。果真如此，下一秒说出的话差点让他失了神色。你既有那般隐疾，平日里对小景要更好这些才行啊。明觉猛地抬头看着他，面色一黑，打断道：母后。皇后不悦地瞪了他一眼，还会及医？要不是他儿子，他才懒得管这破事，留不住儿媳妇。那他这乖孙孙，哎呦呦，不能想了。明觉忍下心绪，追问下，这才从皇后口中弄清了原委。他紧攥着手，一个字也不想说。漆黑的瞳孔越变越深，他紧紧地盯着那个还在说笑的女人。好，很好。苏锦感受到视线，抬眼望去，见他神色专注，自己悄悄地板正了身子，坐得更直了。又偷看他，真是拿他没办法。怎么突然感觉这心里凉凉的？是谁在惦记他？男人的目光追随了他一天，苏锦开始心里还挺美，渐渐地发觉有些不太对。明觉上前将他拦住，一点点将人逼到角落，目光沉沉地望着。我喝的那碗汤是什么？苏锦没有多想，目光紧紧地盯着他微动的唇瓣，直言道：大补汤啊，你不是很爱喝吗？明觉听他承认，男人不再犹豫，一把将人抱起，额角的青筋凸起。他咬牙道：我是哪里让你认为需要大补？这个女人。苏锦也没反抗，顺势环住他的脖子，笑着道：我不是为了以后着想吗？多补这些总是没错的。明觉看着怀里的女人，一副我是为你好的架势，呼吸都沉重了几分。见他还想再说什么，他怕自己会被气死，想也不想低头堵住了他的嘴。他会让他明白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他为他忍的辛苦，对他温柔，这个女人却觉得他不行。呵，苏锦趴在床沿，心神有些飘忽。男人眼中闪过傲然，含笑看了他一眼，悠悠道：那汤还需要喝吗？苏锦暗搓搓瞅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感叹道：没想到这汤效果这般好。明觉，皇宫内，皇上，娘娘今日还是未归，您看要不先回寝宫？明元帝不悦地看了他一眼，沉声道：明日你带人去将皇后接回来，一国皇后几日不归，成何体统？顺便看看他们在忙些什么，回来告诉朕。常德深知圣上的心思，忙笑着应是。第96章，来接皇后回宫。常德照例跑了一趟厉王府，显然一无所获。等他再来到苏宅时，迎面便遇上了归来的厉王殿下。常德忙跪下行礼，奴才参见厉王殿下，奉圣上命，请皇后娘娘回宫。明觉看了他一眼，没有意外，想来他父皇的忍耐极限已经到了。左一，带他去。是。常德连忙告退，跟在左一身后小心地打量着。他想到皇上之前的交代，眼神一闪，堆笑道：左侍卫平日也在此处啊。左一看着这位圣上面前的大总管，客气道：王爷在哪，属下就在哪。常德没得到想要的消息也不在意，笑得和善。他带着下人来到皇后之处，还未进便听见里面传来几道稚嫩的嗓音和皇后开怀的笑声。常德有些愣，他还从未见过这般开心的皇后娘娘，想来也只有小郡主能将人哄成这样。想到那个钟灵毓秀的小郡主，心下感叹，真是谁见了都喜欢。皇后娘娘，常德公公门外求见。让他进来。皇后头也没抬，将妻子轻轻放下，见几个小家伙都抬头望了过来，轻哄道：乖乖们，没事，咱们接着玩。二宝正了正小身子，乖巧道：皇祖母你有事，我们可以等你哦。大宝和乖宝也跟着点点头：是呀，我们可乖了，等你哦。皇后看着他心肝肝的3个小宝贝，心里既骄傲又暖心。好，你们乖。皇后转身端正神色，望向正准备行礼的常德，摆了摆手：何事？娘娘，皇上特命老奴来请娘娘回宫。说着顺势向着一侧的软榻看去，果真是小郡主，只是另外2个。他见皇后未有出言，小心翼翼地抬眼一瞧，见她神色不佳，赶忙劝道：娘娘，后日便是圣上大臣之日，届时还需您回宫掌局。皇后很是不悦地瞪着他，正因为说到正处，才更让人生气啊。知道了。他也知自己出宫几日已是极限，只是这心中还是不舒坦。宫里的生活他已经过够了，之前也就罢了，现在体会了3个乖孙环绕的快乐，他哪里还想回到以前那般？皇祖母，你要走了吗？皇祖母。常德心中一惊，这2男娃娃怎么也如此称呼皇后娘娘？他敛下心绪，
不住地朝着孩子看去。3个小崽崽听着对话，小腿一蹬，哒哒哒全围了过来。本还只是心中不舒坦的皇后，看着这3张小脸，眼眶瞬间红了。她舍不得她的乖孙啊！几个崽崽见祖母这般难过，都急了，一左一右的哄着。小胖手学着大人那般给他拍着背，中间的乖宝捧着胖脸，摇着身子一晃一晃，逗他开心。越是这般皇后，更是眼眶发红，再也没有比他家崽崽们更招人喜欢的孩子了。这要几日都见不到，让他如何舍得？二宝看着他，难过有些心急，背着小手来回走了一圈，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片刻，包子脸带着些严肃道：“那我们跟皇祖母一起进宫吧，别哭。”大宝、乖宝瞬间抬头看了过来，皇后也不难过了，双眼晶亮地盯着他们。大宝抠抠胖手，有些纠结，小声道：“要问过娘亲才行呀。”乖宝想到这几日的娘亲，深叹了口气。小奶鹰带着些嫉妒，娘亲最近心里只有爹爹呢。3个崽崽互看了一眼，齐齐地点了点头。娘亲最近不知为何经常拉着爹爹说悄悄话，看见他们过去，立即便不说了。他们终究是失宠了。就这样，崽崽们一致决定跟着皇后回宫，他们要让娘亲知道谁才是他心中最爱的崽。爹爹只是后来的，他们才是最重要的。若是他们不在，娘亲一定会想他们想得睡不着吧。3崽心里暗自偷笑，毫不犹豫地爬上了皇后的车架。皇后还能有这惊喜？她眼神飘忽地朝内看去，3个孩子排排坐，眨巴着大眼望着她。皇后心里一抖，竟是真的。虽然很想现在立刻马上回宫，但是她也知自己并不能这般做。小景摊上他儿子已是不容易了，再把孩子带走，哎，这虽然都是他孙儿，却是人母亲一手带大的，于情于理自己也不能这般将人带走。他按下心中的激动，将崽崽们抱下，安抚了几句，命人照看着，自己则朝着苏锦的院子而去。第97章，大皇子告状。小锦，您怎么来了？苏锦放下手中的物件，起身迎了上去。2人近来也熟络了，没整那些虚礼。苏锦笑着给他添了茶水。皇后拉着他，言辞亲切道：“小锦，辛苦你了。皇儿他性子沉闷，不会说话，你委屈了。”苏锦，他性子沉闷？不会啊，您放心，我会好好对他的，绝不让人受委屈。他最近将人哄得可好了呢。皇后双目泛红望着他，满是心疼。皇儿都那般了，你还能如此维护他，好孩子真是难为你了。明觉能遇上你是他的福气，这福气大的都让他心慌，总有些不真实。他回去定要多烧几炷香。苏锦有点懵，啥情况啊？这是？还莫等他想明白，皇后拉着他的手继续道：“我今日便要回宫了，崽崽们想跟着去，被我拦下了。圣上大寿后定要带他们来宫里看我呀。”皇后带着期盼，眼中闪着光，紧紧地盯着苏锦。苏锦，这光有些刺眼，他有些招架不住，快速地点了点头：“您放心，我一定带他们去。”不对，崽崽们竟然想跟着去？他们想跟着去？皇后见他应下，心里一喜，笑着道：“是呢。几个小家伙说要让你后悔，都在车架上等着呢。”皇后一提到那几个小乖乖，心里就一阵开心，将崽崽们的神态转述的活灵活现。苏锦，他嘴角抽了抽，不用想他也知他们为何这般。崽崽们就是见识太少。呵呵，他会后悔？笑死！和夫郎2人世界不香吗？苏锦想到此，眼睛一亮，看着皇后来了主意：“要不您今日将他们都带走吧。反正再过2日便是皇帝大寿，也不差这2天。他今晚可不想抱着软乎乎的崽崽睡觉。”皇后愣了一瞬，这才反应过来，眼含激动地看着他。小锦也太善解人意了，定是怕他回宫后适应不了，想也不想上前将人抱住。这媳妇比他家皇儿都贴心。皇后脚步轻快地走出宅院，步子越走越快，又拉着与秦氏说了会话，将苏锦一顿夸奖，这才朝着车架走去。然而一圈告别下来，却丝毫没有想跟明觉说一声的意思，显然已经把人忘了，快乐地带着他的孙孙们回宫了。明觉脚步匆匆赶来，本想嘱咐些话，看着空荡的门前，他愣了一瞬，抬头望着远去的车架，却隐隐只瞧见了个车尾。皇后开心的连眼角的细纹都笑了出来，带着孩子们直奔寝宫。身后的嬷嬷看着如此开怀的皇后，眼含欣慰，他家娘娘现在的身子，那真是比吃什么补药都强，瞧那气色是越发红润了。没了心病，又得了这么几个孙孙，皇后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一路跟随的常德却是已经呆住了，他一路无言，暗中打量着几个孩子，越瞧越觉得不简单。皇后只有厉王殿下一子，2个男娃娃却唤他皇祖母，那这孩子难不成也是殿下的？殿下中毒前到底在外留了几个孩子？常德心里有些幻灭，殿下看着不近女色，
怎知竟如此？不过圣上定是大喜，想到此，他连连告退，前去报喜。常德远远的见殿外跪了一地宫人，脚步一顿，没敢上前，弓着身子候在了殿外。明元帝黑沉着脸，看着脸色惨白、被人搀扶着而来的大儿子，心中怒火中烧。吕妃趴在一侧断断续续的抽泣，悲叫道：“皇上，您要为燕儿做主啊！同为兄弟，为何要这般置他于死地？燕儿他差一点就不活了，臣妾就这一个儿子，您让臣妾怎么活啊？”大皇子明艳喘着粗气，面色悲痛地看着他。他拖着伤来此，便是想要他父皇好好看看，他那好皇帝是如何出手狠辣的。这伤可做不得假，虽是那个女人伤的他，但这笔账定是要算在明爵头上。想到那个女人，大皇子心头猛地打了个寒战。他深吸了口气，努力稳下心神，虚弱地朝着上方看去。明元帝按了按眉心，脸下怒意沉声道：“你皇帝不会如此，这可不是明爵的行事手段。”大皇子见这般，他父皇都还在袒护明爵，心里越发的恨。同为皇子，他的待遇却处处不如明爵，凭什么？他死死地低下头：“父皇，儿臣这般虽不是皇帝直接出手，却是他的人所伤。那个女人叫苏锦，正是受了厉王的庇护，才敢如此行事。请父皇为儿臣做主啊！”他声音悲痛，掩住了眼底的愤恨，不顾伤口，朝着明元帝就是一拜。第98章，娘娘带了3个孩子回来。明元帝看着他渗血的伤口，叹了口气，虽觉得他这儿子糟心，可毕竟也是亲生的，摆手让人宣了太医过来。眉头越皱越紧，心下一阵烦躁。那叫苏锦的女子伤人，伤的还是当今皇子，若是平日，他定会派人捉拿审问个明白。但是依着明艳的意思，这是他皇儿的人，明元帝心底有些犯愁，决定先问个明白。正当太医帮着处理伤口之际，明元帝拧着眉心，忽地瞥见殿外一道身影，正是常德。他已立在殿外等候多时。明元帝沉声将人叫上前：“回来了，怎么不上前回禀？皇后呢？”他向四下看了看，皇后竟没来。这皇后是不是越发不将他放在眼里了？常德见皇上黑沉着脸，这次却丝毫不惧，脸上带着喜色。他暗中看了一眼一旁哭泣的吕妃娘娘，掩住神色，轻声附耳道：“皇上大喜啊！娘娘这次回来带了3个孩子。”明元帝不悦地看了他一眼，脾气急躁道：“这有什么可喜的？他现在心里烦着呢。皇上，那3个孩子，一个是小郡主，另外2个，据奴才猜测，也是厉王殿下的孩子。”常德一脸笑意，没有将话说得太满。尽管如此，明元帝还是惊得站了起来，双目大瞪，喝道：“你说的可是真？他皇儿怎么又多出2个孩子？他到底有多少个孩子？”常德面不改色，躬身道：“奴才见那2个孩子对皇后很是亲昵，都唤娘娘皇祖母。”明元帝双目大亮，正要问话，便听一旁的大皇子忽然插言道：“父皇，您要为儿臣做主啊！就算皇帝并不知情，也定要将那女子苏锦抄家灭族。他胆敢袭击皇子，本就是死罪。”明元帝现在哪还有心思管这些，心里火急火燎，难受的不行。见他不依不饶，也没了耐心，沉着脸招来侍卫，让他将厉王请来，再将那女子一并带来。他现在只想快点将人打发走。常德听大皇子提及的名字，猛地抬起头，双目微闪，大着胆子在一旁打断道：“皇上，且慢！”明元帝凌厉的目光扫向他，竟耽误事。常德心里一紧，他知皇上这是发怒的前兆，却也不得不打断。毕竟自己若是不说，这日后怕是要被处置了。他压低声音道：“皇上，那女子不可动啊！奴才听到娘娘和人交谈，唤过这个名字，言辞尽是夸赞。奴才斗胆猜测，她应就是其中一位小主子的母亲，是厉王殿下的女人啊！您现在一时冲动，日后怕是要无法收场啊！”明元帝握住玉案的手一紧，深深地望了他一眼，记你一功。他咳了咳嗓子，走到下方，拍了拍大儿子的肩膀，言辞很是关怀：“你和你母妃先回去，把伤养好了再说。至于其他的，朕定会调查清楚。回去吧。”大皇子见他父皇这般，当时应下了处理苏锦之事，忙谢恩，被下人搀扶着离开了。吕妃擦了擦眼角，关怀一番明元帝的身子也退下了。明元帝哄走了这2人，神情一震，拽过常德便道：“那孩子呢？孩子在哪？”常德：“皇后娘娘已经将人接进宫了。您……”他话还没说完，只见明元帝脚下生风，人已行至殿外。他哪里还有功夫听这些，只想去确认心中所想。若真是如此，那他这皇儿真是太惊人了。他定要问问他，这外面还有没有孩子，都带回来啊！明元帝没乘坐一驾，疾步向着皇后寝宫而去，后面的宫人小跑着，方才能勉强跟上。明元帝微喘着气，来到皇后的宫殿，一个示意，宫人跪倒一地，却没人出声。他步子放缓，一步步向着殿内走去，越走近，孩子声音越发清晰：“真的不止一个。”
明元帝双目大亮，理了理衣袍，深吸了口气，轻轻挑起珠帘走了进去。靠着屏风的遮挡，隐约可见皇后平日休息的软榻上，一大三小聚在一起，两两对弈正下着棋，氛围和乐，时不时还有几声软糯的嬉笑声。明元帝越靠越近，看见两个陌生的孩子，心中一阵颤抖。皇后和崽崽们显然玩得正兴起，只当又是添置茶水的工人，谁也没抬头去望。皇后陪着他们玩乐时，从不把自己当大人，出棋也不让着，就是这般，她还是一局未赢。只因和她对弈的是二宝，皇后也不觉得没面子，反而笑得更开心了。二宝却愁得小眉毛都打了结，他明明已经让了，怎么皇祖母还是输了呢？小小的人儿心下猛地叹了口气，鼓着包子脸，努力想着下一步该怎么才能输。乖宝轻轻地拽了拽二宝的衣袖，超小声地暗示道：“二宝，你乖，皇祖母会哭哭的。”在他们的印象里，这位皇祖母是个和娘亲完全不一样的人，会晕倒，还会哭。崽崽们显然被吓住了，不想他再难过。大宝也时不时地朝他叹口气，见他又赢了，小眼神便会暗搓搓地瞥着他。二宝，他可真是太难了。就在此时，侧方屏风后一人影走了出来，眼底含着笑，背着手扬声道：“小家伙很厉害啊，我来和你下怎么样？”皇后一惊，却也没意外，算着时间，皇帝也该来了，懒洋洋地行了个礼。皇帝瞪了他一眼，没理他，想他可是在这宫里等了他好几天。明元帝背着手盯着三个孩子，笑得开怀。他没直接开口问孩子的身世，心底却已有了答案。看着棋盘，一脸兴趣地坐了下去，望着对面的二宝，眼底泛着光。这个小家伙不简单啊！第99章，皇上，你怎么这般没见识？二宝抬头看了看他，腰背挺直没有动，很有礼貌的等他掀络子。明元帝爽朗一笑，没有拒绝小家伙的好意。一大一小就这么你来我往，两个人仿佛都找到了乐趣。明元帝从一开始的兴味随意，也渐渐坐直了身子，落子的速度越来越慢。他深深地看了眼对面的孩子，大宝胖脸左右摇摆，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很快两眼变得晕乎乎，点起了小脑袋。皇后见状，赶紧将人抱进怀里，小声道：“皇祖母送你去休息。”大宝埋进他怀里蹭了蹭，声音软糯糯，想等二宝。皇后见此也没勉强，将人往怀里又拢了拢。这小家伙性子有些懒洋洋，看似随意，却很固执。乖宝托着腮，见与二宝对弈的是皇祖父，小人松了口气，没了担忧。皇祖父输了，肯定不会哭哭。在他小小的心里，二宝是除了娘亲爹爹最厉害的人。明元帝仿佛已经忘记对面与自己博弈的只是个奶娃娃，他表情越发严肃，手里摩擦着棋子，沉思着。一时间，大殿内静默无言，只有棋子落座的声响。小家伙，你很厉害，能告诉我是谁教你下棋的吗？心思虽稍显稚嫩，却远超常人。教他下棋之人，显然有意在磨砺他的心性。二宝见他停下棋子，暗搓搓的怀疑他是不是想耍赖，小眼神有些复杂的瞄了他一眼。明元帝毫不在意的大笑出声。二宝小手摆正，乖乖回道：“是老先生教的。”明元帝见他这板正的小模样，眼底的笑意越发深，这绝对是他家皇儿的孩子。好好，你有个好先生啊，那位先生定是不普通，心智极深。二宝挺了挺胸，骄傲的嗯了一声。皇祖父，二宝很厉害的，他可爱读书了。乖宝掰着胖手，一点点的给明元帝吹嘘他家二宝有多厉害。在他看来，那么难的课业他都会，就是最牛的。二宝，他有些不自在的扭了扭身子，小手拽了拽妹妹，还是没拉住这爱吹嘘的小人。乖宝整个已经缩在明元帝的怀里，眼里带着骄傲，小嘴巴巴的夸个不停，一个爱夸，一个还十分爱听。明元帝越听，双目越发明亮。这个孩子，他抱住乖宝，整个人站了起来，手有些微颤，转头看着皇后怀里另一个孩子，激动道：“皇后啊，这几个孩子。”皇后拍了拍怀里的大宝，故作漫不经心：“是啊，都是皇儿的。想他当初可是下得不轻，这回也让你体会下。”他虽心里已确定这孩子是明觉的，但是听见皇后亲口说出，内心还是一阵激荡，难以平静，眼神不住流转在孩子之间。他皇儿的能力果然在各方面都如此出挑。明元帝敛下心神，看着皇后，认真道：“皇后啊，这三个孩子的母亲都是何人？他们怎像是一同长大一般？”明元帝心头泛着疑惑。皇后轻飘飘看了他一眼，不咸不淡道：“他们是三胞胎，你没看出来吗？”皇后一副你没见识的神情看了他一眼。明元帝，这皇后怎么出去一趟变得如此？他像是才反应过来，惊喝道：“三胞胎！”这一声声音极大，吓得大宝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大眼睛朝他看去。乖宝趴在他怀里，小手给他顺了顺。皇祖父不会也要像那般晕倒吧？这届的老人家也太不淡定了。皇后不悦地看了过来，都吓到他家乖孙孙了。
真是没见识。明元帝不敢置信的有些愣神，感觉自己的眼睛都看不过来了，突然大笑道：竟有这般奇事！他抱着乖宝来回踱步，情绪激动，猛地将怀里的小人高高举起，连连叫好。男人豪爽的笑声瞬间回荡在整个寝宫，外面的宫人听得面面相觑。皇上这是怎么了？怎么这般高兴？常德却心有所思的点了点头，面上带着了然的笑意。这份功劳他稳了。第100章，轩辕老先生来贺寿。明元帝乐的嘴角就没放下过，问问这个再瞅瞅那个，仔仔们很有耐心的一一回答。你们母亲着实非同一般啊，朕要记他一大功。皇后往乖孙孙嘴里塞着糕点，听他这话，头也没抬。小景自是非同一般。小景？难道他是叫苏景？明元帝双目一瞪，想起方才殿内常德提到的女子，猛地吸了口气。皇后与3个仔仔一同向他望去。明元帝看他们这神色，瞬间了然。他垂下眼眸，摸了摸额头，幸好这常德他定要重赏。明元帝微咳一声，似乎想到什么，突然道：皇儿他曾说又得了3个宝贝，你可曾见到？皇后一脸你明知故问的样子，点了点他身旁的仔仔们。那还少一个呢？难不成他还有个孩子？明元帝眼底的神色又亮了起来。他皇儿就算现在告诉他自己还有几个孩子，他也定会相信。曾以为他一生将会无子，哪想到这物极必反，竟这般让人吃惊。皇后凝眉想了会，也没想到所以然。还是一旁的仔仔们对视一眼，小奶鹰肯定道：爹爹现在的宝贝，那肯定是娘亲啊。明元帝临近圣上大寿，宫里早已忙了起来，宫外的人也在筹备着。京城开始热闹了，各国使臣早在前几日便已抵达，礼部之人亲自接见安置。只这一次大梁来的人较为特殊，由大梁赫赫有名的威宁将军亲自随护。座驾中人至今未曾露面，礼部官员不敢大意，忙不迭上报明元帝。明元帝收到消息，面容一沉，心头有了猜测。只是这大梁国君为何会突到大元？各国历来贺寿皆无国君亲至之礼，轩辕父此人可不好应付啊。明元帝沉思一番，决定将这事交与明爵，这个寿辰绝不能有误，他可是等着将皇孙们宣告天下呢。父皇，明元帝看着这匆匆而来的儿子，面色有些复杂，故作深沉。皇儿啊，你可真是让父皇刮目相看啊。明爵眼底闪过骄傲，状似平淡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明元帝抚了抚额头，有些眼疼，想到他那3个宝贝的言论，这次决心不给他显摆的机会。他微咳一声，转移了话题，将大梁国君之事交代了一番。父皇放心。明爵俯身应下，心底却有了猜测，这大梁国君与仔仔们口中的轩辕老先生怕是有很大的关系，或许就是同一人。虽这猜测委实奇异，却也并无可能。他没再多想，想必很快便会明了。儿臣告退。那孩子们？明元帝一听他提孩子，脸色瞬间一沉，赶忙挥手打断：什么孩子？你快回吧，他这皇孙孙还没焐热呢，就想带走。明爵，他就是想问问仔仔们乖不乖，住的习惯吗？可瞧他父皇这一副恨不得将他撵出去的架势，他嘴角抿了抿，算了，他也习惯了。母后如此，这父皇怕也是。苏景见他独自回来，毫不意外，却故作惊讶，怎么仔仔没跟着回来？哎，这还怪想他们呢。明爵见他嘴里叫着想念，眼角却带着飞扬的笑意。男人意味不明的看了他一眼，无奈的摇了摇头。那位轩辕老先生，你可知他的身份？苏景一愣，怎么突然转到这方面了？见男人盯着他，认真想了片刻。老先生来的突然，离去时也毫无踪迹，我曾当他是什么隐士高人，之后也没刻意打听。先生他文采非凡，只是性格颇为古怪，黑衣和白衣犹如2个人，若不是被人穿越，那只能是双重人格了。不过这话他没说，毕竟这是先生自己的隐私。明爵点了点头，直言道：先生父姓轩辕，其姓极其罕见，这同是大梁国君之姓。苏景抬眼望去，明白了他的未尽之言，虽有些诧异，却也没觉得不可以思议。现在想想，老爷子那一身气势，一国皇帝，可不是正好吗？2人一番商议，还是决定直接去见见人。第101章，皇帝大寿，仔仔出场。不管他身份如何，在苏景眼里，这就是一心教导仔仔的师傅。陛下，府外有人求见，来人自称苏景。一身月白色衣袍的轩辕纯盘腿坐于蒲团上，面色平静。闻言，缓缓睁开双目，让他进来。是。侍者很快将人带来。苏景见他一身白衣，双眼一亮。轩辕纯长吐一口气，从调息中站起身。苏景神色忽闪，有些怀念，他已是许久未见过先生这般休闲了，眼底顿时聚了笑意。您进来可好啊？轩辕纯笑着看了他一眼，开口道：孩子们呢？都在他祖父那呢。您呢？此番前来是苏景没有绕弯子，直接问。
轩辕纯双手一背，抬头看向外面，缓缓道：“见见孩子，考察一番课业，我这个师傅也算是有始有终了。”苏景望着老爷子的背影，看得出他心里有事，定还有其他原因。他敛了敛神：“那我将孩子带来。”“不必，明日便可见到了。”苏景向前一步，言辞带着郑重：“我能知晓怎么称呼您吗？”他知道面前这位不是轩辕父。老爷子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随即缓缓地笑了起来：“你是第一个这般问我的。”他一头白发随风飘散，大步朝着外间走去。“我名轩辕纯。”苏景嘴角带着笑，朝着他的背影叫道：“老爷子，我等您下次教我一道修仙啊。”轩辕纯脚步一顿，笑着摇了摇头：“是怕他不再出现了吗？”“不会的，他不会消失。”隔日一早，天空格外的晴朗。今是明元帝大寿之日，凡是有品阶的官员皆在受邀之列，随着宫侍从东门而入。女眷则是按照诰命品阶，随宫女分批进到西殿，只个别身份特殊会被直接请到皇后宫殿内候着。伴着一声声悦耳的丝竹，明元帝一身明黄色长袍携着皇后一步步走上高台，底下官员跪倒一片，齐声高呼：“臣等祝皇上圣体康泰，万寿无疆，祝大元国运昌盛。”切！明元帝沉目望着下方，手一挥，官员应声落座。随后而来便是宫人的高唱声：“大禹使臣觐见，大齐使臣觐见。”随着宫人一声声高唱贺礼，官员无不精神奕奕地看着来人。毕竟只有强国才能有如此牌面，那是身为大国的骄傲。可随后而来的一道高喝，却令众人都惊了神：“大梁国君来贺！”众人猛地抬起头看了过去，面露惊颤，大梁国君竟亲自前来。只见一头白发的轩辕纯带着人一步步向着高台走去。明元帝早已得了消息，知他来意，并无诧异。随着宫人踏步而下，两位帝王相对而立，气势凛然，目光瞬间对上。片刻，两人微微颔首行了一礼，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落座。众官员不明所以，见他们圣上与大梁国君对上，不免捏了一把汗，也不知这大梁陛下来此事何意。官员心中紧张，位于前列的太皇子心中更是紧张，今日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定安侯早已拉拢了朝堂上30%官员，做好了谋划，定要在今日助他登上太子之位。他抬眼看向前方的明爵，眸中闪过暗色，过了今日，一切皆是定局。明元帝见一切准备就绪，沉声咳了咳，眼中难掩喜色，扬声道：“借今日之大喜，朕要向着诸位宣布一件大事。”众人抬头望去，面带正色。大皇子不知为何心头猛跳，朝着侧方的定安侯看了一眼。官员面面相觑，皆在对方眼中看到惊愕，看来并无消息传出。今立储君，立王。皇上目光朝着明爵望去，话还没说完，几个大臣砰的一声跪倒在地。以定安侯为首的大臣们高呼：“圣上，储君之事非同小可，望皇上三思。”他心头猛跳，千算万算没有算到皇上会主动提及此事，怎会一点消息也没传出？大皇子紧紧攥着手，不住的发颤。他父皇竟还想着立明爵，他就这么不堪，竟比不上一个无法生育的废人。明元帝面色阴沉的看着下方跪着的几人，心中盛怒，喝道：“好，那你们倒是说说，这储君之位当由谁来做？”定安侯朝着后方的人看了一眼，那人深吸一口气，为了家族的前程，他不得不搏一把。回圣上，臣以为大皇子殿下能力出众，堪为储君。他说罢，朝着前方一拜，身侧的几位大臣纷纷附和，越来越多的大臣跪了下去。大皇子眼神发亮，低着头掩住了心中的得意。明元帝面色平静地看着，眼底的黑沉却越发浓郁。他一字一句道：“若我定要立王为储呢？”大臣大呼：“皇上三思啊！立王无子，大元将后继无人啊！求圣上三思！”明元帝忽然大笑起来，还不等他开言，却闻一女子的声音缓缓响起，言语带着难言的骄傲：“谁说立王无子？他不仅有，还有3个。”苏景带着3个崽崽一步步走上前来，3个小家伙胸膛挺得直直的，犹如在走军步一般，小短腿紧紧地跟在娘亲身侧。他们今天要给爹爹长脸，不能输。第102章，皆是厉王的孩子。明爵目光紧紧地盯着一步步走近的人儿，周围的一切都成了虚影，他的眼中只能看见他们满满的骄傲，犹如实质充斥整个心房。这是他的4个宝贝。朝臣闻声转身望去，倏然瞪大了双目。厉王殿下有个女儿，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另外2个是怎么回事？这女子说厉王有3个孩子。大皇子见那个伤了他的女人竟这般明目张胆地出现于此，身上的伤口顿时隐隐作痛。他怎么敢？可随着他的话，他再也无暇顾及其他，目光死死地盯在那3个孩子身上。
那女人的意思？不会的，明觉怎么还会有其他孩子？不会的，他不信。太皇子心口剧跳，盯着3个越走越近的孩子，心里的恐慌越来越大。素锦眼睛越过众人，直直地扫向他家夫郎，暗中朝着明觉眨了眨眼，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他本是带着仔仔准备最后出场为明元帝祝寿，哪想竟听见这帮子大臣一个个在拥护那个蠢皇子，欺负他夫郎，他1秒钟也等不下去。苏锦想也没想，带着仔仔走了出来。明元帝也不在意，脸上的笑意不断加深。他俯身一拜，扬声道：“祝圣上龙体安康。”好好好。明元帝打量了他一眼，满含赞叹，赶紧让人赐座。仔仔紧跟娘亲的脚步，小步子往前一踏，3个仔仔排排站，稚嫩的嗓音齐声道：“祝皇祖父健康长寿。我们有给您准备礼物哟。”明元帝脸上的笑止也止不住，朗声大喝：“哈哈哈！好，祖父有你们，便是这寿辰最好的礼物。”说罢，他招了招手，3个小家伙丝毫不惧，迈着小腿走到他身前，暗搓搓理了理自己的小衣衫，乖乖地站在祖父身前。这边温情一片，下方的朝臣却都惊得愣在了原地。定安侯朝父下的手攥得咯吱作响，3个孩子，怎么会？这天怎么会如此眷顾厉王？他心下一片慌乱，赶忙朝着大皇子看去。大皇子此刻早已顾不上其他，整个人面色狰狞，毫不掩饰，眼底已是一片赤红。定安侯见此吓得不轻，冷汗不住地往外冒，内心满是焦灼。明元帝可不管他们怎么想，朝着下方大笑道：“朕知喜事，愿与诸位同享。此3子皆为厉王所出，今立厉王为储，诸位可还有意？”一座接惊，朝臣被明元帝震得面色大颤。定安侯顿时方寸大乱，望着一切筹谋皆成了泡影，如何甘心？忍着惊惧咬牙道：“圣上皇嗣之事关乎大元社稷，小郡主孝嗣厉王殿下，但另外2个……”定安侯眼中闪着金光，有意没将话说完，留人遐想。随着他之言，朝臣不由将视线集中在了那2个男娃娃身上，仔细打量，却也看出了几分厉王的影子，只是没有小郡主那般像。众人心里忽闪，不敢断定。明觉腾然而起，凌厉的目光朝着定安侯看了一瞬，眸中满含杀意，厉声道：“本王的孩子也是你能忘意的？”定安侯身子一抖，咬紧牙关，垂着头没有回话。他知自己这番定是将厉王得罪的彻底，但若是今日不驳，日后将再无翻身的可能。明元帝见他皇儿就要出手，咳了咳嗓子，他早有应对，正准备出言：“若是你们大元不留这几个孩子，随我去大梁如何？毕竟这皇位可不仅大元有。”朝臣被这一出事情惊得险些忘了还有位大梁国君在此，此刻闻他之言，又是一道惊雷。仔仔们早在方才便看见了心心念念的先生，只是想到今日他们可是要给爹爹长脸的，忍住了上前的冲动，乖乖站好，只能暗搓搓的瞥着。如今听见先生说话，欢快的朝他行礼叫道：“先生。”轩辕纯没有出言，目光温柔的朝着他们点了点头。第103章，我大梁也有皇位可继承。明元帝早已从明觉口中得知，这位大梁国君正是教导孩子们的那位先生，他此次前来也是为了几个孩子。他无暇想更多，现在只觉得脑门一阵火烧，犹如被侵犯了领地的猛兽般，喝道：“轩辕父，朕劝你不要妄想，他们是我大元皇室子孙，怎可去你大梁？就算你是几个孩子的先生，也亦是如此。”哦，可瞧着你们大元这些朝臣并不想认啊，与其留此受气，不如随我去继承大梁，朝堂无人敢有异议。你们说呢？说罢，他回首看了眼跟随而来的几位大梁朝臣，几人缓了缓神，对视一眼，皆是不敢置信，猛地跪下惊喜道：“臣等无异议。还有这好事，他们大梁这是要有储君了。本以为是随着陛下四处游散，竟还能遇上这等大喜之事。”忙不迭地朝着上方的孩子看去，几人面露喜色，目光灼灼。3个呢？哪个都行，他们不挑。有位年纪稍长的大臣赶忙抬起袖摆擦了擦眼角，60年了，他们陛下想通了。明元帝脸色黑沉，吹胡子瞪眼，一副要吃了他的模样，眼看下一步就要冲出去。皇后翻了个白眼，做事将人紧紧拉着。朝臣感觉这一天过得格外刺激，脑子都转不过来了。还不等他们想明白，便迎来了他们圣上的怒火。一群丢人现眼的蠢货！我大元皇嗣，朕自己还能认不出？明元帝转身朝着下方怒喝。他敛着怒气，瞥了眼侧方的轩辕父，暗含自得。这3个孩子皆是厉王所出，且他们还是举世罕见的3胞胎。3胞胎？不知谁惊叫了一声，朝臣顿时一片沸腾。明元帝满意的望着下方，一片吃惊，抱起2宝，轻飘飘的接着道：“我皇孙孙更是遗传了太祖皇帝过目不忘的本领，同他父王一样，天赋出众。
他飞扬的神采满含骄傲，一席话又炸得朝臣心中巨震，惊愕的目光皆不由得汇聚到了厉王身上。大皇子死死地咽下喉咙的心意，抓着卓颜的手，不知疼痛般一瞬不瞬地看着。为什么又是名爵？为什么所有的好事都是他的？三胞胎，哈哈哈！竟然是三胞胎！这种眷顾，为什么又是名爵？他觉得自己就如同笑话一般蹦跶了那么久，名爵却能轻松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定安侯面如死灰，一动不动地垂下了手，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精神气。他知道都完了。相比较这些人的不甘愤怒，陈恒景自苏景出现后便像是被定在了原地，他内心的懊悔犹如巨石般压得他喘不过气。厉厉王为楚，尔等可有意？明元帝象征性地问上一问，挥手招来常德，准备宣诏。朝臣闻言不做他想，高呼皇上圣明。他们如今哪还敢有什么异议？这厉王殿下着实太过惊人。有的大臣暗中朝着苏景看去，这个女子，她定是3个孩子的母亲，也不知是和人家的女儿，一步登天也不为过了。明元帝神色满意地看着下方，宣诏。常德手拿圣旨，微微一展，扬声宣读。言罢，朝着厉王躬身一拜。明爵上前一步，郑重的俯身接过圣旨，高举在侧，下意识朝着苏景看了一眼。男人朝他微微一笑，眼中含着光。臣等参见太子殿下。苏景嘴角一勾，朝他竖起了大拇指。他望着那身姿挺拔、气势不凡的男人，心中充斥着骄傲。这个男人是他的。一切皆已定下，宴会方才开席。皇后亲昵地拉过苏景的手，带着3个孩子去了西殿。皇上显摆完了，该轮到他了。明元帝咳了咳嗓子，皇后理都没理，很是干脆地抱着仔仔就走人。西殿内，诰命夫人、家臣女眷皆候在此，身姿端正，举止得体。宫人穿行于此，时不时上些茶水吃食。3两围坐浅笑言兮，看似氛围很是和乐。罗贵妃一身翡翠罗衣，神色淡淡地看着那方笑容恣意、被人围在中间恭维的吕妃。她狠狠地扯了扯手中的帕子，不管心中如何嫉妒，她却不敢出言得罪，只因吕妃有个堪为储君的儿子。在这后宫之中，除了皇后，怕只有她过得最为顺心。第104章，皇后显拜。罗贵妃忍下心中的妒意，想到还在狱中的侄儿，她深吸口气，扬起嘴角，朝着吕妃走去。就在此时，殿外一道高喝：“皇后娘娘到！”众人神色一怔，参见皇后娘娘。皇后见他们都低着头，有些不满，免礼。她停下步子，等众人抬头。皇后如愿见到他们，眼露震惊，这才神色平淡地抱着仔仔，带着苏景向着上位走去。小景坐我身旁。她命人添置了位置，将仔仔们放下，大宝也从娘亲的怀里抬起了头。下方一片无声，不知娘娘为何带着3个孩子过来，且那个女子。皇后咳了咳嗓子，没有绕弯子，傲然道：“本宫这番是想为在位介绍我的3位皇孙。诸位侯于此，怕是还不知晓，前殿圣上已宣诏立厉王为储，此3个孩子皆为厉王所出，他们同出一母，是3胞胎。”皇后可不管下方之人如何想，半点不停顿，十分痛快地将话全说了出来。想他自得知有3个孙孙之后，便一直在等今日，果真畅快。众人被皇后一番话惊得不知如何反应。3个皇孙，立厉王为储，3胞胎，不管是哪一个都足够令人大惊失色。如今一股脑全砸了过来，还不等他们反应，一旁的吕妃在听到厉王为储时，面色刷得白了下来，身子一阵发软，捂住胸口颤得厉害。厉王为储，那他的皇儿呢？不，绝不是真的。厉王不能生育，怎么会？他猛地抬起头，像是才忆起皇后方才的话，盯着3个孩子，瞪大了双眼，朝着后方连踉跄几步，碰到脚凳，正愣地跌坐了下去。皇后轻轻地瞥了他一眼，便移开了视线，转而目光灼灼扫了一圈精壮的众人，有些不满。兵部左侍郎夫人极有眼色，眼睛一闪，往前踏了一步，高声喝道：“恭喜皇后娘娘，喜得皇孙！3胞胎实属祥瑞之兆，3位皇孙定是受天之庇佑。”皇后忍住笑意，心里顿时一阵舒坦，很是满意地看了他一眼，将人记下了。大都是宅斗争斗中过来的女人，有几个不是人精，见那姚夫人抢先一步，竟被皇后记在了眼里，心中一阵懊悔，顿时夸赞之言犹如过江之鲫，朝着皇后涌来。苏景，他默默地往后移了移，侧身看了看身旁的3个仔仔，顿时又是一阵无语。只见他们背着小手，身子前倾，一个比一个听得认真。小家伙还挺虚荣。就在此时，脑中传来一阵惊叫：“宿主，我涨积分了！”系统开心地转了个圈圈，见他家宿主这回正闲，赶忙分享好消息。苏景毫无波动，相当敷衍地夸赞道：“
那你好帮帮哦。系统眨巴着眼，不灵不灵地瞅着他，一副你快问的架势。苏锦伸手挡了挡眼角，如他所愿，那涨了多少啊？3个积分。对于常年鹅蛋的系统来说，猛地涨了3个积分，他已经开心的傻了。阿系统猛地打了个滚儿，道：“我好激动。”苏锦瞅着在他脑子里蹦迪的家伙，一阵头疼，赶紧将人拉回。这积分怎么来的？系统停下扭摆的身子，抓着脑门想了一会，道：“我也不知道呀，就是你夫郎接过那道圣旨，我的就多了3个积分了。可是系统任务最少都是10个积分起，这3个也不知从何而来，也许是鼓励我。”系统想不通，转眼抛在了脑后，不管了，反正积分已经进了他童子的口袋，就算弄错了，也休想再扣回去。苏锦见这家伙这么高兴，摇头笑了笑，看来日后要研究研究这积分如何赚取了。这边的皇后挨个将孩子抱在怀里，敛着笑意道：“哎呦，你们乔本宫这孩子多了，还忙不过来呢。”身前的秦老夫人笑了笑：“娘娘您看，我家中有几个伶俐的孙儿，若是小皇孙不嫌弃，可做个伴读啊。”皇后瞥了他一眼，漫不经心道：“哦，那孩子可有识字呢？书读到哪了？4亿又会几何？”秦老夫人一愣，如实道：“孩子方才4岁，已习得100字。”提到孙儿，言语难免带着些骄傲。皇后拍了拍怀里的乖宝，道：“那真是可惜，他们估计是玩不到一起了。我这乖孙孙自2岁起便开始习字，如今啊……”秦老夫人，她僵着脸笑了笑，不敢再提此事。众人围着皇后，自是不免朝着苏锦一阵打量，心里都有了猜测。只是这女子着实面生，不知是哪家之女，产下3胎，难怪皇后如此喜欢她，当真是厉害。他们心里泛着嘀咕，却无一人上前攀谈。皇后见此，亲昵地将人拉到身前，拍着她的手，笑道：“这是我们家小锦，是我儿未来的太子妃，孩子们的母亲，皇儿真是积了大福气，才遇上了她。”苏锦知皇后是有意帮她撑腰，微微一笑，清冽的目光朝着下方看去。第105章，名爵，你娶我？苏锦眼神清亮，眸中含着笑意，与人对上丝毫不避，对着下方点了点头，态度不咸不淡。这场宫宴一直持续到傍晚，朝臣今日被这一道道消息震得不轻，此刻聚在宫门外，仍不愿离去，3两交谈着。张大人，你消息最是灵通，可知这未来的太子妃是何人？男子摇了摇头，故作深沉道：“想来定非常人。”问话的人看了他一眼，一副你在说什么废话的样子。这生下3胞胎的女子能是常人吗？就是不知道太子妃家中可有待嫁女子，他们定要为子孙争取一番。那可是闻所未闻的3胞胎啊！陈恒景站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仿佛受虐一般，明知心里难受，还是忍不住留意。他很想告诉别人，苏锦是他亲生女儿，是他陈府嫡女，却怎么也开不了口。他早已将人彻底得罪了，厉王，如今的太子殿下更不是他能得罪起的。他满心疲惫的一步步朝着外面走去，同僚的呼唤也仿若未闻。这一夜难以入睡的人何其多，府上更是整夜灯火通明。厉王府，名爵已是许久未归，他带着苏锦下了车驾，一步步朝着府内走去。花管家有些不可置信，擦了擦眼睛，赶忙迎接：“参见王爷。”他们还不知殿下已被封为储君。花管家见已是傍晚，王爷竟带了个姑娘回来，他眼神忽闪，有了猜测，却还是躬身问道：“需要给这位姑娘准备个院子出来吗？”名爵抬头望了一眼，拉住苏锦的手，沉声道：“不用，她和我住一起。”苏锦似笑非笑地瞥着他：“嘿，现在已经不会别扭了。瞧这理直气壮的。”身后的管家眼睛一亮，笑呵呵的应是。苏锦也是第一次来王府，丝毫不客气，来回转悠着，随意道：“哎呀，这么大的王府，你一个人住的不寂寞吗？”名爵愣了愣，不知想到了何处，言辞郑重：“府中除了管家侍卫，没有别的，以后也不会有。”话题转得突然，苏锦有些没缓过来。啥？名爵却没有再说，抿了抿唇，神色认真地望着他。哈哈哈！女人笑得肆意，反应一瞬，算是知道他是何意了。好，放心，我也不会有，就娶你一个。名爵见他笑得厉害，无奈地扶着他，只是他说娶，他神色有些复杂。娶。苏锦见他这般吃惊，挑起男人的下巴，意味深长道：“怎么不愿意？”名爵眼色越来越深：“你是认真的？”“自然，早在丰原县我便打定主意将你娶到手，可惜啊，皇家的聘礼不好凑啊，除非把谁家国库打劫了，不然这聘礼短时间内怕是不好凑。”他不想委屈这个男人。苏锦还在犯愁，却不曾想到他一语中的，很快便会实现所愿。名爵像是被定住，揽着他的手紧了紧。
他虽是惊异，却深知不是在说笑，毕竟这像是他的风格。嗓音带着些低沉，若是我不愿，你当如何？他不知为何心里有些紧张，他想知道这个女人会怎么做。放弃他吗？苏锦看了他一瞬，眉眼含着笑意，轻声附在耳边缓缓道：曾经我是想过，若是你不愿意，便给仔仔们找个新店。不准！明觉脸色一沉，还没听他说完，便已经忍不住将人紧紧抱住。那不是之前想想吗？想也不行。明觉放开他，深邃的眼眸一动不动地看着苏锦，别开眼，咳了咳，那是之前，现在嘛，你若是不愿意，就将你打晕带走。就问你怕不怕？他故作凶狠地瞪着，男人却一点点勾起了嘴角，像是得到了什么满意的回答，将人扣在自己怀里，沉默半晌，轻声道：都随你。他给自己带来的已经够多了，若是这般能让他开心，谁娶谁嫁又有什么关系？男人紧了紧怀中人，眼中带着满足。苏锦一动不动，心却软了一块，心下叹了口气，佯装不满道：你是不是想省聘礼？男人挑眉看去，他抬起头得意地望了一眼，那我们就比一比谁的聘礼多，我娶你和你娶我，莫冲突，怎么样？明觉深深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知道他为何会突然转口，忍着心头的热意，直接拉着人进了寝殿，有些话不需要用说的。第106章，皇祖父和先生若是吵架，帮谁？苏锦在说出那番话后，心里的小人一阵哭唧唧，疯狂骚扰着系统。童子，我吹牛了，吹老大了，他的聘礼如何比得上皇家？若是再给他几年啊！系统正看着小电影，咔嚓一声又往嘴里丢了个薯片，面对宿主的哭诉，头也没抬，学着之前宿主安慰他的样子，乖，别哭了，努力，牛皮就赌上了。他眼睛都没移开过，不走心的给他家宿主打完鸡血，抱着薯片嘿嘿傻笑，显然被小电影逗得不行。苏锦，他就不该问，童子，你哪来这么多好吃的？系统随意的抬起手，这个呀，系统商城突然上新的新款呢。嘿，宿主你说巧不巧，正好3积分，但凡多1积分他都买不了。行吧，这商城还挺了解系统的，显然是盯上他了，一晚都没过，积分就没了。苏锦眼睛一转，瞅了瞅空间剩了不少的丹药，来了主意，他要将这些全换成银钱。那牛皮能赌上一点是一点。童子最近系统再有变动记得提醒我。他心有所感，觉得这系统任务最近像是活了。还好嘞。驿馆内，一看不清面容的男子双目微闭，一点点的敲击着桌面。3个孩子，呵呵，国师的秘药竟对他无用啊！男人语调缓慢，面无情绪，下面跪着的人却抖得厉害。你办砸了，主上饶命！您再给我一次机会。男子半掩着眼眸，无一丝波动，挥了挥手，很快地上跪着的人便被拖了下去，再无踪迹。他对着空荡的房间轻言道：我要大梁皇帝死在皇宫，你可能办到？似是有人回应，很快便没了动静。隔日一早，苏锦再次进了宫，今日他要将仔仔们都接回来，想想还怪不舍的。常德亲自来接，很是殷勤的将人领到侧殿，对笑道：您稍等，老奴这就去通传。此时的正殿，2位帝王一左一右，轩辕纯不顾身侧虎视眈眈的眼神，气定神闲的端坐着。3个仔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脑袋有些懵。先生和皇祖父吵架了，哎，可真愁人。他们要帮谁？轩辕纯没给他们小脑袋发散的机会，微咳一声，严肃道：近来课业可还顺利？二宝闻言，如同之前那般不慌不忙地站在前方，胸有成竹，乖乖地等先生考笑。乖宝有些心虚，包子脸瞬间变成苦瓜状，脚不自觉往后退了退，眼看就快缩到角落。二宝将他往前拽了拽，大宝却不知道是自信还是心大，只是先生笑得眼角弯弯，企图蒙混过关。轩辕纯扫了一眼，还没开问，心里便已经有了底。这次他反而没有再问课业之事，与他们说起了自己这一路的见闻。明元帝目光悠悠地盯着看了半天，坐在对面一动不动，就是不愿离去。殿外的常德已经状似无意地来过多次，欲言又止。明元帝理都没理，哪还有心思处理政务？他揉了揉眉心，想到大梁那几个大臣借口保护他们陛下，现在还赖在宫内，几次3番妄图来看他孙，他如何能忍？这个寿辰他过得甚是满意，但如果没有轩辕父就更好了。他乖孙还小，万不能被这人哄骗了去。就在此时，常德又走了过来。明元帝当他还是之前那般回禀政务，顿时双目喷火，看不到他的孙都要被人骗走了吗？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常德硬着头皮道：皇上，苏姑娘来了。皇帝反应了一瞬，这才想起这是他家皇儿的未来太子妃。他这皇儿也真是的，
都这般了，还不将人迎娶回去？他面色一正，看着对面还在畅言的人，故意提高了声音道：“苏锦来了，那还等什么？快快请进来！”仔仔的小眼神瞬间被吸引了过去。娘亲来了，娘亲说今日会带他们回家。嘿嘿，肯定是想他们了。轩辕纯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明元帝挑着眉与他对视。苏锦随着常德一步步走了进来，忽然脚步一顿，他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苏锦行了一礼。三个仔仔像是无所觉，看见娘亲，小短腿迈得飞快。娘亲，你是不是想宝宝了？苏锦低头一瞅，看着他们飞扬的小脸，心里一暖，还真有些想了。昨日事多，也没怎么好好抱抱他们。他弯下腰，挨个亲了一口，嬉笑道：“并不想呢。”三仔自动忽略了他的话，捂着胖脸笑得开心。娘亲就喜欢口是心非，亲得这么用力，明明想他们想的不行。轩辕纯见苏锦来了，轻笑一声，眼神却看着明元帝，道：“是来带孩子回府的，那便走吧。”明元帝神情一愣，这才想起貌似今日几个孩子便要回去了，他怎么记得是明天啊？难怪一早皇后眼眶都泛着红。明元帝此刻心里一阵后悔，早知就让常德将人多拦一会。第107章宫内遇袭。那个众人闻声看去，明元帝微咳一声：“以后多带孩子进宫啊，我让常德给你拿个牌子，什么时候想来都行，天天带来最好了。”说罢，他看了眼神册，常德反应极快，转身便去办，不多时捧着遗物走了过来，躬身向着苏锦递去。苏锦也没客气，朝着明元帝道谢，随手便将那巴掌大的烫金玉牌收了起来。明元帝很是满意，目露赞赏地看了他一眼：“不扭捏，极好。这边是了。”苏锦带着孩子告退。明元帝心有不舍，叹了口气，也没再留，垂着头摆手让人回去。轩辕纯路过他身侧，轻笑一声，大步向外跨去。明元帝脸色一沉，气得头痛，紧拧眉心瞪向他。常德见此没去送行，赶忙过来帮他按着。离去的几人跟着随侍的小太监一路朝着宫门而去。仔仔们不停地向娘亲诉说这些天在皇宫的生活，本是气氛和乐。然而毫无征兆，苏锦突然放缓了脚步，垂下眼睑，不动声色道：“这位公公是在哪个殿内伺候的？”轩辕纯看了他一眼，将几个孩子往身前揽了揽。一直态度谦卑的宫人心中一惊，不知他为何这般问，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他看着离目的地还有段距离，自认没有露出破绽，迅速稳下心神道：“奴才是常德公公手下随侍太监，伺候圣上起居。”他没说自己在哪个殿内，反而直接报出了常德的名字。苏锦轻笑一声，没说话，也不再继续走。小太监有些着急，却也不敢催，身体不住地冒着虚汗。苏锦没再看他，朝着空中拍了拍手。不多时，3名暗卫出现在侧。他看见来人，利落地将3个仔仔塞了过去，带孩子去见圣上。假意躬身，是。小太监被这一惊顾吓得不轻，转身便想逃。苏锦怎么会给他机会？身形极快，一拳将人砸翻在地，厉声道：“谁人指使？”小太监猛咳了一声，挣扎道：“求您放了我吧，奴才什么也不知道啊。”“哦，那我将你扔过去试试。”苏锦眼中带着寒光，指向了远处的花坛。小太监惊恐万分，也顾不得其他，身体不住的发颤：“饶命！那里去不得！奴才也是被他人所迫，奴才该死，奴才该死！”他不住的磕着头，苏锦却恍若未见，神情冷漠的将人踹翻了过去。早在方才，他便察觉到了这附近的异样，缓下了步子。系统扫描到了吗？是何？宿主是一种毒花，像是被什么浸泡过一样，可使人神经麻痹，却不致命。苏锦心思微转，深觉没这么简单，更像是个套。可这附近确实没人埋伏。宿主，我的积分又上涨了，就在方才。系统却已经没了最开始的激动。行，以后再说，线下多注意这些。好的。苏锦敛下心神，朝着身旁的先生看了一眼，笑道：“您老倒是淡定。”轩辕纯神色不变，习惯了。说话间，一群侍卫赶了过来，他没有废话，指了指前方的花坛，将系统的话重复一遍，凝视一圈，准备离去。就在此时，忽的一道袖箭自那群侍卫之中射了过来。宿主小心！苏锦自方才便没有卸下心神，早有防备，手中的金簪直直地甩了出去。叮，2道利器瞬间相碰，发出一道清脆的响声，应声落地。隐藏在侍卫中的那人见此，眼神一暗，闪身便走。侍卫队拔刀相向，速度极快地将人围了起来。那人丝毫不惧，脸上带着笑意，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锦，袖口甩出道道飞剑，身形极快，形如鬼魅般闪躲在侍卫之间，似是有意逗弄一般。苏锦眼色幽深，定定地望着他，长袖遮挡，
一把匕首倏然出现在手中。他这个人最是见不得狗东西嚣张，喜欢笑，我定让你笑得够。那人似是玩够了，回头望着他，眼中满含挑衅，大笑着转身几个虚影便要离去。苏锦双目一闭，再睁开眼已是另一番景象，泛着温润的光泽，不仔细看很难发觉。他紧紧地锁定那道背影，在他起跳的瞬间，素手一挥，手中的匕首犹如飞箭般射了出去。砰！男人的笑声戛然而止。第108章，你不敢杀我！那人不敢置信地捂住伤口，痛苦地闷哼一声，应声坠地。转瞬间，侍卫长提着刀架在了他脖颈上，挑了挑眉，继续跑啊！还不等他发话，便见苏锦缓缓走来，侍卫们神色一震，眼中带着崇敬。这未来的太子妃竟如此厉害，侍卫怕他再伤人，赶忙搜寻一番，将人死死压住。苏锦不急不缓，歪着头嗤笑着看了他一眼：“你笑得这么开心，有想过自己会躺在这吗？”他见男人一动不动，摇了摇头，看来是惊喜傻了。那人闻言，弓着身子，架在脖子上的刀像是无所觉，迎着鲜血，硬生生抬起了头，目光死死地盯在苏锦身上，似是要将人记住。他竟败在一个女人手里。他虽身受重伤，却是毫不畏惧，眼中充斥狂妄和清不可察的傲色。苏锦也没想现在就从这人身上问出什么，但见他如此头铁，眼神暗了暗。他没工夫知道他还有什么底牌，但若这个人一旦逃脱，苏锦勾了勾嘴角，靠人不如靠己。他这人向来不喜欢意外，不管你有何底气逃出去，若不给你机会，皆是妄想。尽管心下想认同这些侍卫的实力，但是意外谁又能说得准呢？他朝着一旁的侍卫长看了一眼，刀。侍卫长目露诧异，却不敢多言，身子一侧，将手里的刀柄递了过去。那人似乎知道自己不会现在被杀，直直地盯着他，丝毫不避。苏锦提着刀背拍了拍他的脸：“我不知你的自信从何而来，但是……”话还没说完，苏锦手中的刀刃快速一转，朝着他的面庞狠狠一划，深可见骨。顿时男人面庞血流如注，他却没停下手，刀刃渐渐下移。苏锦神情漠然地逆视着，淡声道：“你很清楚我想要你说什么，机会只有一次。”下一刀。他唇角微勾，笑得温和，视线一动不动地盯着刀刃。那人感受着血液汩汩流出，面皮痛得抽搐，却紧咬牙关，一声不吭，眼神阴鸷地看了过来：“你杀不得我。”他深知接下来的流程，未经审问，断不会就此被处决，尤其这还是皇宫。苏锦仿若看智障般，轻声道：“哦。”他冷笑一声，旋即抬起一脚，碾在了他脸上：“狗东西，还挺会想啊！”男人双目赤红，恨不能生是其肉，扭曲道：“你们大元的皇帝可不会有你如此，任你杀人灭口。等他逃出去，这个女人……”苏锦毫不在意他的攀扯，只是对于他的话有些意外：“你们大元？”难得正眼瞧了他，他轻笑一声，刀刃移至脖颈：“谢谢啊，好走不送。既然黄泉路都抢着走，那自然是祝你一路顺风啊。”说罢，他无一丝犹豫，没给男人反应的机会，侧过身，手狠狠一划。他丢下刀，看也没看，向着老爷子走了过来。侍卫长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面露难色，挣扎半晌，还是没有出声。苏锦解决完人，看着老爷子：“您觉得这是冲着谁来的？”他方才正好挡在老爷子身前，不确定这人是冲着谁。轩辕纯没有丝毫犹豫：“我。”苏锦眨了眨眼：“何人所为？大鱼或者大旗，为这儿来？”苏锦耸耸肩：“合着您心里清楚着呢。行吧，早知道这样，他方才第一刀就将人宰了。”系统见宿主忙完，悄悄地冒出了头，故作淡定道：“宿主，方才积分又涨了。”苏锦看了他一眼，心中若有所思。看来这宫斗竟成了宫斗，是在皇宫里斗争的意思。字面上的宫斗，他家这系统怕是不简单啊。正殿内，明元帝安慰了一番3个孩子，背过身，神情暴怒，在他宫内竟胆敢行刺。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有人要害他皇孙孙。不多时，侍卫前来回禀：“人拿住没有？定将人给我审问个清楚。”明元帝压低声音，面色沉得厉害，他要看看是何人这般放肆。脑子里一一划过几个蠢蛋儿子的身影，后又觉得不像，他们若是有这个能耐，也不会等到今日。侍卫长神色犹豫，躬身道：“皇上，人已拿住，只是他已经死了。”第109章，系统上头有人罩着，拿住就去给我审。什么？人死了？明元帝重重一拍桌案，刚想怒骂，似是才想齐仔仔们还在身侧。他深吸了口气，沉声道：“何原因？”侍卫长不敢隐瞒，151时将事情都说了。明元帝，他有些头痛的抚了抚额头，看了眼孩子，罢了，
死了就死了吧，将这宫内好给朕搜寻一番。他家皇儿这太子妃胆子也太大了，这是看准朕不会处罚他。唉，算了，日后让他皇儿头疼去吧。苏瑾丝毫不虚，领着孩子出了宫，贾谊躬身退下，继续隐在了暗处。宫门外早已等候的几位大梁朝臣对着轩辕纯行了一礼，目光却不时看向3个孩子。轩辕纯扫了一眼，吩咐道：“去将那于齐两国来此的人打探一番，前来报。”是几人带着些不舍，躬身应是。轩辕纯将人打发走，自己跟着苏瑾回了苏宅。再有几日，他便要离开了。在此之前，该交代的还是要交代清楚，不然下一次再来未必就是他了。京城中，仅1日，苏瑾便已成了传奇女子，不是她太子妃的名号，而是那3胞胎。朝堂上下一片轰动，民间方士也是无人不惊。打探消息的人越来越多，却也只是得知太子妃身后有些产业。作为唯一的突破口，百味坊自是跟着出了名。接触不到苏瑾本人，无数人蜂拥至酒楼，有前来打探消息的，也有暗中是好的，更多的是一些妇人来此沾喜气的。他们什么也不做，却能在酒楼一待便是半日，仿佛这般便能沾上3胞胎的福气。苏瑾收到消息时，先是一愣，随即大笑一声：“我要这京城处处可见我百味坊的身影。”廖青含笑应是：“他现在缺钱的紧，哎，都是为了曾经吹过的牛啊。”苏瑾心思一转，那些妇人如今聚集在酒楼，这时即可真是妙啊！他从一侧的书架上摸出锦盒，侧身将系统内的药丸一半都放了进去，提笔书写半晌，方才道：“这些按照用途，价高者的，记得先寻看得见效果的人试过，名气越大越好。”廖青头脑灵活，一听便明白了姑娘的意思，虽未见过这等药丸，却深信姑娘所言，利落转身去办。苏瑾伸了个懒腰，随口问道：“童子，积分还有哪些用途？”积分对他来说无用，却对系统大有用途，得来的苏瑾一概不问，都是让他自己处理。系统想也不想到：“升级啊，上次得了多少？”“宿主有15个。”系统语气淡淡，仿佛这积分不值一提，显然已经忘了当初为了3积分高兴打滚的事。“升一级需多少？”“第一次升级比较少啦，才花了10个积分，越往后越多呢。”系统正了正一前的领子，微咳一声：“宿主难道就没发现今天的他有什么不同？”苏瑾暗中瞥了他一眼，忍住了笑意。这童子明显是已经升级了，想跟他嘚瑟，有意逗他，就是不接话。系统暗搓搓等了半天，见他家宿主无动于衷，别扭道：“你看不出来我哪里不一样？不就是升级了吗？”系统心一梗，还能不能有点惊喜？苏瑾见他气呼呼的背过了身子，抿唇一笑：“好啦，别气了，恭喜我们童子荣升1级。”鼓掌。系统悄悄地挪了挪，回头看了他一眼，接着说：“苏瑾想也不想，一段彩虹屁便吹了出去，这个可难不倒他，毕竟家里3个仔仔就爱听这玩意，这业务他熟。”系统听得一脸陶醉，小眼神满意的看了他一眼，这宿主竟爱说实话。苏瑾抿了口茶水，这才道：“趁热打铁，这2日带你再升级去，这规则还挺松的，只要是在皇宫里应该都算。”他总觉得哪里不太对，怎么瞧着像是给他家系统开了后门似的。虽没见过其他系统是什么情况，但也知道不可能这般简单。苏瑾深深地看了一眼还在傻乐的系统，若是没猜错，他家这傻童子上头应是有人罩着呢。苏瑾抬眼看了看天空，挺好的，就算以后脱离了他，也不用担心这货被人欺负了。第110章，大鱼国库被盯上了。仔仔们回归了，最高兴的莫过于明觉，脸上的笑意都更深了。3个仔仔留在宫里的那几日，他虽没说什么，却常独自翻动那些早已刻在脑子里的故事册，眼中都带着柔光。然而如今的立太子没了空闲，明元帝毫不客气，直接将半数政务都塞了过去。下了朝，男人处理完事务，抿着眉心，看了看天色，可谓归心似箭。孩子们还等着听故事呢，定是等急了。此刻小院内，轩辕纯背着手，语气不急不缓，耐心地指点着3个仔仔作画。孩子的创想总是无穷无尽，他从不拘着，任他们挥洒，只在一些技法上提点1、2。明觉直奔仔仔的小院，脚步匆匆。待看清院中场景，他面上急切的神情忽然顿住，前来的步子也缓了下来，望着轩辕纯行了一礼，随苏瑾唤他先生。轩辕纯笑着点了点头，也没再看他。乖宝朝着爹爹眨了眨眼，有意炫耀的将自己的画往身前侧了侧，这可是他最拿手的课业。明觉早已将孩子们小心思摸得透透的，学着苏瑾那样给他竖起了大拇指，真厉害。夸了这个自然少不了另外2个，他一个个看了过去，都夸了一番，这才走出了院子，脚步却很慢。他下意识捏了捏手中的书册，嘴角抿了抿，
苏锦远远的便看见男人一脸兴致不高的样子，望着他过来的方向，微一思索便明白了缘由。这是满腔父爱无从释放，闷心里了。他无奈的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哄呗。他凑近一笑，这谁家郎君生得如此貌美？明觉看着忽然凑到身前的笑颜，嘴角一勾，不知为何跟着接了一句：你家。苏锦眼睛顿时一亮，没想到他会这般回，将人拉住，眼角弯了弯。那我今日有没有那个荣幸听我家郎君讲个故事？明觉愣了愣，有些不自然的微咳一声，见他执着的望着，半晌几不可闻的轻轻嗯了一声。苏锦耳力极好，见他应下，拉着人就走。哈哈哈，走走，崽崽们那是没耳福，以后啊你就说给我听。明觉看了他一瞬，突然没了方才的情绪，眼中含着笑，反手握住他，温声道：以后只说与你听。苏锦听得心里一乐，这男人可真好哄。男人的嗓音磁性温润，苏锦托着腮细细的听着，此刻不知为何竟有些羡慕每日听故事的崽崽。嘿，以后这福利就归他了。二人温情半会，苏锦这才意味未尽的说起了正事。我记得你曾说过，你那毒是大鱼之人所下。明觉虽没听他说完，却也知道他是何意。你是觉得这次袭击先生的是大鱼之人？苏锦点了点头，他从男人口中得知这事起，便一直记挂着。这次的事虽未证实，他也牢牢地把锅扣在了大鱼头上。大鱼野心极大，这次应是想要挑起两国之战。明觉看着女人眼中的兴趣，摇头笑了笑。你想如何？苏锦摆手假意道：没有，我没想。男人似笑非笑地盯着他，显然不信。苏锦微咳一声，可那个大鱼皇室富不富裕？他想干票大的。明觉，是他想多了吗？男人神色有些复杂，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苏锦忽闪着双眼盯着他，明觉弹了弹他的额头，满含无奈。大鱼身为一等大国之一，皇室自是不缺财富。苏锦莫等他说完，双手一拍，就他了。待系统升级去。他脚步向外迈去，转头看向明觉：你等着吧，我很快就能娶你了。明觉愣了一瞬，阻拦的话没再说出口，冷峻的面容带着一丝别捏，温声道：不要聘礼，只要是你就好。苏锦被他这小模样勾得不行，别开眼正经道：别人有的你都要有。他没再说，踏步离去，脑子里不住的在想积分要如何赚。依照前3次的经验，显然必须是在皇宫内。他心中有了想法。第111章送积分的人来了。苏锦第2日便随着明觉进了宫。男人坐在车架上，眼角带着笑，怎么想着进宫？苏锦当然不能说自己是去找事的，义正言辞道：当然是为了送你啊，就在宫内等你，之后再接你回去。明觉看了他一眼，没全信，却也弯起了嘴角。苏锦表情认真的目送他离开，看着男人渐行渐远，他神情一变，眼角划过一抹笑。他要找事了。他背着手犹如遛弯似的在皇宫内转悠了起来。宫人见此，纷纷行礼避让，巡逻侍卫低着头刚想离去，便被他拦了下来。今日这宫内可有什么事件发生？侍卫常显然对这位未来太子妃记忆犹深，虽不知他为何这般问，还是心头一紧，躬身回道：今日并无异常，您可放心。他当苏锦这事怕再出乱子，方才这般问，侍卫长表情一肃，就差没拍胸脯保证了，绝不会有之前那般事。苏锦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有些失望，转身便走，真是无趣。侍卫长微微松了口气，望着苏锦的背影，心头暗道：他定要再多巡查几遍，务必保证宫内无事可生，不能再让太子妃挂心。苏锦转了一圈，想来是之前的事，宫内的守卫更加森严了，可谓一点风浪都没有。他叹了口气，晃悠着朝着皇后的宫殿而去。另一侧，罗贵妃带着明熙正要前去求见明元帝，趁着近来圣上心情大好，他得去为女儿求求情。皇后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这都多久了，还拿着不放？一会见了你父皇，多哭，别说话，知道吗？他知道这个女儿被骄纵惯了，他平日也甚少管教。唉，怎么就不是个皇子？这一边，苏锦走得缓慢，一个转弯，两方迎面遇上。他有些愣，眨了眨眼，这是哪个妃子来着？当日见得太多，他只认得脸面，却没记住封号。罗贵妃也定神望去，第一眼便认了出来，竟是她，那个未来的太子妃，3胞胎的母亲。罗贵妃虽是看不上，却也不敢得罪。这女子身前的护身符一道比一道硬，与她过不去，除非自己的日子太好过了。但也自持身份，没有上前，别开了眼，准备绕过去。他虽这般想，但他女儿并不是啊。近来被皇后折腾的苦不堪言的明熙，一路老实的被罗贵妃带着，他说的话半点没听进去，
反而内心思量着待会要如何向他父皇哭诉。此刻见母妃脚步停住，他抬眼望去，女子面容陌生，身侧也没有任何随侍，不知其身份，却见她如此散漫，无半点恭敬。这个宫里除了皇后，难不成还有敢不敬之人？这些日子被压抑的情绪彻底爆发，似是在发泄般放肆。你是哪个宫中的？见了贵妃也不知行礼，将她给我拖下去罚跪。近来他宫内的下人早已被折腾了遍，他被皇后罚跪，心里满是怒火，却毫无办法。那些伺候的宫人便常常以各种理由被他罚跪在外。此刻想也不想，似是习惯了，顺嘴便说了出去。罗贵妃瞪大了双眼，上前一把将他拉住。忽然被打断的明熙皱了皱眉，正了正没有挣脱。母妃怎么了？你拉着我作甚？苏锦不仅没生气，反而双眼发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脸上扬着笑意。这不巧了吗？真是想什么来什么。他仿佛已经听到积分进账的声音。罗贵妃大惊失色，压着火气沉声道：走，还得去见圣上。平日娇弱的人竟不知从哪来的力气，死死地拽住女儿的手，拖着人就走，不给他半点说话的机会。第112章是宫外有人在等臣。明熙已经顾不上理会苏锦，他母妃太反常了。母妃，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罗贵妃手微松一些，看着女儿手腕红了一圈，一狠心，还是没有放开。她要赶紧走。她不是怕苏锦，但若是惹了他，这身后一串的人会让自己不安生。能一路爬上贵妃，这点东西若是看不明白，早就活不下去了。苏锦见着到手的积分就要跑了，哪里肯愿意，往前侧了一步，朝着罗贵妃礼貌性点了点头，转而看着明熙：能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次吗？我还想再听一遍。苏锦双眼含笑，语气轻缓。明熙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抖着手指着苏锦：你敢如此对本公主无礼？苏锦垂下眼睑，见快贴到他面前的手，想也不想，狠狠一巴掌挥开了，清脆的声响惊的宫人。先是倒退了一步，又赶忙上前扶住公主。明熙不敢置信地望着红肿的手背，抬眼看去，一副要吃了他的模样，惊叫着：将人拿下，快点！又是伤了手，上一次是那个3岁女娃，这一次一个陌生女子竟也敢伤他。罗贵妃按了按胸口，看了眼身旁的宫人：给我堵住他的嘴。宫人硬着头皮忙应是：苏姑娘，公主多有得罪，你也还回来了，但愿此事就此作罢。罗贵妃看了他一眼，转身带着明熙原路返回，也不再提面见圣上之事了。苏锦轻笑一声，却没有应下。他听着系统提示到账的积分数，双目顿时一亮，还挺多，就他了。望着被宫人拉着还不住回头怒瞪他的明熙，苏锦嘴角一勾，笑得意味深长。好不容易逮着一只羊，不薅秃怎么能够本？苏锦心情丝毫没受影响，甚至还挺美，陪着皇后聊了会，摸着被头喂满满的肚皮，转到回了宫门口，等着他家夫郎出来。明觉今日效率极高，一目十行，身前早已堆起了高高的奏章。明元帝瞅着他，微咳一声：怎么今日这般认真？他还未说完，明觉掸了掸袖袍，轻声道：父皇，儿臣这边已经处理妥当，就先退下了。明元帝皱了皱眉，接过奏章翻看起来，若是往日他定是放心，但是今日他这皇儿明显急着走，老父亲有些不高兴，有意放缓了速度，翻得极慢。明觉，明元帝瞥了他一眼，状似无意道：若是挂念孩子，就将孩子接入宫内，这样也能时常看到。待进宫啊，这样你就不用挂念了。那个轩辕复定是日日与他皇孙孙相处。明觉抬眼望去，面色平静地摇了摇头，温声道：不是孩子，是今日有人在外等着儿臣。何人？明元帝想也不想地问道，心思微转，刚问完他就后悔了。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明觉嘴角微勾，平淡道：是儿臣的太子妃，有些粘人。明元帝嘴角抽了抽，果然在他皇儿脸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笑脸，他就不该问。他抚了抚额头，一眼都不想再看，连连摆手：走走走，给朕走。此刻宫门外，苏锦盯着门口，第一眼便看见了那个自带光环的男人。他见有朝臣在他身前，没立即上前，远远地朝他眨了眨眼，也不管他能否看见，笑得很是开心。殿下，陈大人当时一时疏漏，还望殿下。明觉眼神一厉，摆手打断，他既知其漏洞，为何不改？此事不必在意。说罢没再理会他，大步朝着前方而去。待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顿时散去了一身的寒气。等久了？没有啊，我去皇后那混了顿吃食，你来的正好。明觉笑着握住他的手，将人带上车驾。第113章，爹爹，我陪你睡。还未散去的几个朝臣，远远瞧见这一幕，互相对视一眼。这就是那日大殿上的太子妃吧？
肯定是了，殿下还真是宠他，入宫还将人带着，想来是前来拜见皇后娘娘的吧？众人点了点头，觉得甚是有理。可随后几日，当他们日日见到苏景等在宫门外时，朝臣，殿下这是有多离不开？太子妃在家中还能丢了不成？自此流言一阵阵传了出去，太子殿下深爱太子妃，连上朝都要将人带着呢。苏景再次挥别男人，熟门熟路地朝着明熙公主的寝宫而去。公主，我又来了。他笑嘻嘻地朝着人打了个招呼，不知道的还当是关系有多好。明熙惊得瞬间起身，他立即拉过2个宫人挡在身前，死死地将手藏在了身后，咬牙道：你到底要怎样？这个女人在那天回来后，她母妃便把其身份说了个明白，未来太子妃还生下了3胞胎，父皇与皇后接护着她，还有如今被封为太子的皇兄，不管内心如何愤恨，却拿他毫无办法。自小到大，他从未这么憋屈过。他惹不起，躲还不行吗？但是这个女人自那以后，却日日来他宫中，逼着他说些恶毒的话，再将他手拍得通红，转身便走。明熙忍着眼中的泪，神情愤懑：我只得罪过你一次，你却连连寻我几日，我好歹也是公主，父皇就算再纵着你，你也不能这么放肆。苏景悠闲地靠在椅背上，工人连忙端来茶水、瓜子，小心地往他身前递去。苏景很是娴熟地抓来一把，挑眉道：好了好了，明日就不来，快都老熟人了，流程都清楚了吧？这几日收获还是挺丰富的，系统都升到3级了，前面需要的积分不多，下一次再升积分就要翻倍了。然而明熙这小羊眼看也快秃了，积分是越给越少，看来得换只羊了。明熙本是双目赤红，一听他明日不来了，有些不敢置信，神情一震，呼吸都顺畅了。看着对面盯着他的人，深吸了口气，如他所愿，涨红着脸骂出一段话，很富真情实感，都不带演的。苏景嗑着瓜子听得满意，抬着头示意他不要停，继续。半晌，明熙头昏脑胀，扶着宫女喘着气，一句话也不想再说，缓了缓神，很是自觉地将手伸了出来。他现在只想快点将人送走。苏景抿2口茶水，走上前笑了笑，沉声道：日后再想说难听的话，便想想今日。说罢毫不客气，熟练地朝着他的手背拍了下去，转身便走。明熙别开头，一声不吭，感受手背一痛，他这次没有难过，反而重重舒了口气。明觉这几日可谓是春风得意，他虽没问苏景为何日日都来宫内，也只当是为了接他。这般想着，心情越发好，冷峻的面容带着别样的光彩。然而等在家中的3个仔仔却是不太高兴了。乖宝鼓着脸对着铜镜照了半天，是宝宝不够可爱了吗？娘亲现在最爱爹爹，每日都要跟到宫里接爹爹下朝。二宝板着脸平淡地叙述着，眼神却暗搓搓看了眼铜镜中的自己，左右照了照。大宝来回摸了摸自己的胖脸，确认没有瘦，满意的点了点小脑袋，眼睛无意向门外一瞥，瞬间放光，小短腿跑得飞快。小胖仔没2下就落在了苏锦的怀里。娘亲，他拿着小脸蹭了蹭，大眼睛忽闪忽闪，像是在期待着什么。苏锦轻笑一声，朝着肉嘟嘟的脸蛋狠狠亲了一口。大宝捂住脸，瞬间笑弯了眼，小身子一扭缩在了苏锦怀里，乖得不得了。乖宝小奶音咳了咳，背着小手朝他走了一圈。苏锦将大宝放下，挨个抱了抱，怎么今日没跟在先生身前？老爷子将要离开，这几日都是将孩子带在身前教导。先生他有事离开了，明日便回。二宝乖乖地回答娘亲的问话。不多时，明觉走了进来，看着围着苏锦的仔仔们，眼神瞬间软了下来。仔仔们唤声爹爹，却没像往日那般凑过来。明觉摇头笑了笑，坐在了对面。乖宝暗搓搓看了他一眼，小表情有些得意。娘亲，今晚我们一起睡呀，乖宝喜香香。大宝二宝也忽闪着大眼望着他。苏锦被这些小眼神闪得有些受不住，瞥了眼对面的男人，咳了咳正经道：你爹爹他怕黑，需要人陪。瞬间3道幽怨的小眼神齐刷刷看向了明觉。仔仔们拧着小眉毛，朝着他重重的叹了口气。爹爹他可真愁人。明觉二宝来回迈着小步子，像是在做什么大决定，拍了拍明觉的手，别怕，以后我陪你睡。苏锦第114章，孩子爱多想，多半是课业不够多。明觉朝着他看了一眼，两人眼神瞬间交汇，一致决定将这话接过。苏锦抱着2个仔仔走在前头，明觉怀里塞了一个随后而来，很有默契的进了书房。孩子爱多想，多半是课业不够多。3个仔仔被带到书桌前，小脸带着懵，怎么好好的就转到这了？仔仔心里不服气，问出了思考许久的问题：娘亲，爹爹上朝为何还需要你接？宝宝在宫里，娘亲都没去看过，你是不是比较喜欢爹爹？3个仔仔仰着脑袋，一脸认真的望着他。
表情很是严肃。明觉临阵倒戈，也适时望了过来，一大三小齐齐的盯着苏锦，眨了眨眼，要命了，这是什么夺命问题？哈哈哈，都喜欢都喜欢，娘亲想起来还有事要做，你们和爹爹玩啊。说完步子一转，溜得飞快，还不等仔仔反应，已然没了人影。三仔，明觉瞥了眼他消失的方向，挑了挑眉，笑得意味不明。大皇子府，男人毫无形象地靠在榻上，脚边的酒壶七零八落，他拎起壶猛灌一口，嘴里呢喃着不知在说些什么。就在此时，有人推开了门，一道光直射了进来。大皇子眉头紧皱挡着光，眯起了眼，手中的酒壶猛地砸了过去，摇晃着身子暴喝：“都给我滚！”来人不敢避开，一个闷哼跪了下来，身子微颤，硬着头皮道：“殿下，有人求见。”他仿若未闻，踩着脚下的酒壶险些摔倒，晃了几下，重重地跌在榻上一动不动。他说：“可祝您达成所愿。”随侍忍着内心的惊颤，将那人的话重复了一遍。榻上的人微动，却没出声。就在他缓缓起身准备退出时，一道沙哑的嗓音响起：“何人？”随侍一惊，赶忙跪了回去。来人未说明，却言道：“您一定会见他。”久久无言，过了半晌，榻上的人翻了过来。大皇子在出现时已无方才的颓废，半垂着眼眸掩住了眼角的血丝。他轻轻扫了一眼对面坐着的人：“你是何人？”“我吗？自是可助你达成所愿之人，就是不知你敢与不敢了。”青衣男子颇有自信地望着他，一副笃定他会应下的架势。大皇子沉默半晌，起身朝着外面走去。青衣男子并不心急，轻笑一声：“看来你已是认命，毕竟你的对手可是曾经的厉王，输赢早已定下了。”“闭嘴！”大皇子猛地回头，目光阴狠地盯着他。就算他再如何不堪，也容不得他人放肆。他垂下的手死死攥住，一字一句道：“若是你所说不能让我满意，那便留下吧。”男子闻言，纹丝未动，朝他笑了笑。隔日，大皇子府内的门早早的便打开了，一驾车马朝着皇宫而去。苏景宪已是宫内的常客，跟皇后身前的嬷嬷打了声招呼，很是娴熟的坐了下来。皇后一身常服，未经装扮的面庞依旧不失光辉。她笑着望了一眼，今日没去找明熙玩。苏景微咳，笑得意味不明：“不玩了，缘分已尽，闹掰了。莫积分还有什么好玩的？”皇后也不问，当他是打发时间。苏景拉着他，眉眼弯了弯：“您觉得这宫内还有谁比较会找事？”皇后虽不知道他为何问这些，却也乐得有个人陪他说话。看了他一眼，想了好一会，最会找事的那位公主早已经嫁出去了，现在要说事多的，除了明熙，那要数大皇子的生母吕妃了。提到那个女人，皇后就是一脸嫌弃，眼泪说来就来，烦人的紧。她的事那是多到说不完。苏景一听，瞬间来了精神，很有耐心，拖着腮一点点的听他说宫内的往事，越听越来劲。吕妃这个人，他要去瞧瞧。皇后也不拦着，随他玩。望着苏景轻快的脚步，他笑着摇了摇头，心下叹了口气，定是他家皇儿太过无趣，瞧这把人闷的都来宫里找乐子了。皇儿不给力，还是得他出手。他得想想这宫内哪儿还有得去的地方。第115章，盘算薅下一个羊毛。苏景扬着嘴角，一路跟着领路嬷嬷，认了地方，挥别了他，自己左右打量了起来。他见这宫殿门紧闭，摸了摸下巴，正大光明的拜访，悄悄溜进去，要什么理由找事比较好？还不等他思索，耳朵微动，想也没想一个闪身躲了起来。童子是那个大皇子？是，话说宿主你为什么要躲起来？系统转了一圈，学着宿主的样子摸了摸下巴。苏景神色忽闪，认真道：“谁躲了？我觉得这里待着舒服，不可以吗？难道是他做坏人做得太顺手？”还没多想，便直接躲了起来。系统背着手，故作深沉：“你刚才肯定是在想做坏事，才会下意识躲起来。”童子嘿嘿直笑，一副我已经看穿你的样子。苏景望着天，丝毫不理他，等着大皇子走了进去，眼神一闪，悄摸摸翻了进去，提前一步窜进了吕妃的殿内。皇儿，怎么这时候过来了？吕妃见到儿子过来，还没说两句，眼眶便泛起了红意。他可怜的皇儿如此出众，为何圣上就是看不见？大皇子揉了揉眉心，一摆手将人都挥了下去。他忍着心底的烦躁，耐下性子安慰道：“母妃先别哭，儿子有事需要你帮忙。”吕妃擦了擦泪水，赶忙看向他：“皇儿，你说但凡母妃能办到，定会帮你。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不帮他还能帮谁？”大皇子紧了紧袖口，死死地捏住手中的东西，心里闪过挣扎。他微闭上眼，深吸口气，再睁开，已满是狠绝：“母妃，你将这东西给父皇服下。”吕妃身子一晃，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连连后退，眼中满是惊恐。大皇子面色一凝，上前一步，稳住他，沉声便道：“母妃，儿子已没有退路了，你帮帮我，这东西不会让父皇出事，他不会出事。”他不知是在安慰吕妃，还是在安慰自己，不断地重复着：“你帮帮我。”吕妃眼泪哗的一下就落了下来，她唇瓣发颤：“他是你父皇啊！”大皇子面色难堪，低吼着：“我知道。”可他心里只有明觉。想到那个人，他面色越发狰狞，更是坚定了心中所想：“母妃，父皇不会有事的，这东西不会让人死，你信我。”为什么要是你父皇？吕妃满眼痛色，神情满是绝望。儿臣更想除掉明觉，这个东西也是为明觉所备，但是儿臣没有机。是啊，你是没有机会，你他娘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谁？大皇子惊恐地望向一侧，他早已让人在外看守，怎么会有人在此？苏瑾故意压低声线，推开早已晕过去的工人，疾步从侧殿闪了出来，森寒的目光看着他，犹如在看一个死人一般。何人？吕妃本就满心惊慌，此刻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面色发白，还未转身去瞧，便被一个刀手打晕了过去。苏瑾毫不在意，将人丢在了一旁。大皇子双目充血，他感觉自己的腹部又开始阵阵抽痛，看着地上躺着的母妃，挣扎一瞬，一个转身便向着门外冲去，大叫道：“来人！”苏瑾一个跨步，捉小鸡似的将人逮了回来。然而此刻门外传来响动，眼看就要推门而入，一把样式熟悉的匕首横在了他的脖子上，冲着门口挑了挑眉，意思不言而喻。见他没有出声，手里的匕首紧了紧。大皇子只觉脖子的一痛，液体缓缓地流了下来。他深知这个女人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忍着惊颤朝着门外道：“不要进来，无事。”侍卫脚步一顿，推开的门又关了回去，应道：“是。”苏瑾满意的看了他一眼。大皇子见他神色缓了下来，心里微松，下一秒眼睛却猛地睁大。只见方才攥着的东西不知何时落在了他的手中。第116章大皇子之死。苏瑾盯着玉瓶看了看，漫不经心的将东西倒了出来，在他眼前晃了晃。他神色毫无波动，轻声道：“就是这个啊。”听他的意思，这本是为他家父郎准备的，真是煞费苦心了呢。苏瑾目光淡淡的打量着，脸色异常的平静。大皇子深喘着气：“你想怎样？”“没怎么样啊，你想如何我便想如何。你想让他死，我自然先让你死了。”他本想将那东西给他服下，转而一想，还是收了起来，毒药太慢了，他等不了。大皇子见他将东西收了起来，眼神一闪，心中松了口气，暗暗思索着逃脱的办法。下一次他定要多派些人守在身前。苏瑾像是知他心中所想，勾唇一笑，缓缓地站起了身，什么也没说，大步朝着侧方走去。按照来时的路，手微微一掷，打晕了几个工人，顺利离去。大皇子捂住伤口，不敢置信地站起了身，他就这么走了。那方才，看来这个女人也有怕的，她还没胆大到在宫内杀人。惊惧的心瞬间平缓了下来。来人！殿下！侍卫自方才便心感有异，一直候在门外，此刻来得极快。当他看见倒在地上的吕妃娘娘时，顿时大惊，难道方才真的出了事？工人连忙将人扶起。大皇子回头看了一眼，吩咐几句，便带着人离开了。想到被苏瑾拿走的那瓶东西，眼神暗了暗。这个女人待他是成，定要第一个解决。他沉着心，不住地盘算着之后的事，右脚朝着殿外迈去。然而就在此刻，一阵破空之音骤然响起，大皇子瞳孔巨缩，还不待反应，脸上的惊惧便永远地定格住了。砰！男人轰然倒下，胸前赫然插着3支飞剑，一个抽搐，瞬间没了声息。啊！有刺客！惊叫之声骤起，宫内顿时乱成了一片。大皇子遇刺了。远处的苏瑾眼神淡漠，不慌不忙地将弓箭收回了系统内，拍了拍衣袖，跳下了屋檐，仿佛从未来过。他不怕麻烦，却不想给那个男人找不必要的麻烦。有些人应当安静地死去。然而此时的明觉也在等着。自那个青衣男子踏入大皇子府，他便已得了消息，早已将明艳手中的药物换了。明觉眼中的狠戾越聚越深，他在等。果真如所料那般，他去见了吕妃。只要他今日踏出宫殿，左翼来得极快，见他家王爷面色沉得厉害，躬身道：“王爷，大皇子死了。”明觉毫不意外，淡淡的嗯了一声。他当是自己的手下提前动手了，没有多问。吕妃呢？左一心头泛着疑惑。陈言，吕妃未踏出宫殿，却已晕了过去。殿下，大皇子之死并非属下之人出手。明觉脸色一肃，何人？他早已吩咐了下去，只要证实所想，明艳他定不会留。竟有人在他之前动手，还未可知。现整个宫内已然戒严，传闻是有刺客，
大皇子乃身中3箭而亡。不知为何，提到剑，明觉忽的心头一跳，将尾扫干净，务必不能被人发现何人所为。左翼有些诧异，王爷为何？却也没问。他敛下思绪，躬身应道：是。明觉压住了心中的猜测，朝着正殿而去，望着上位有些恍神的父皇，嘴角抿了抿。他没说话，在一旁坐了下来，静静地陪着他。苏锦坐在车架上，脑子里和系统一遍遍地数着积分，够再升1级吗？系统揉了揉眼睛，还差一点点，4级的积分比较多。苏锦也没在意，但这皇宫短时间他不会再来，3级也行了。系统空间增了几倍，大不了到10多跑几次，说不定届时还能再升1升。赵丽在外等着他，见到男人过来，不自觉心情都开阔了许多。明觉看了他一眼，毫无征兆的将人拉进了怀里，什么也没问，温声道：走吧，回去给你讲故事，你最爱听的那种。苏锦先是有些懵，随即咧开了嘴角，原来我爱听什么你知道？那还等什么？赶紧的。第117章阴下去大梁之行。苏家小院内，仔仔们眼中闪着光，乖乖地坐着，望着身前的先生。先生，你要走了？轩辕纯笑了笑，是啊，我交代的那些可都记下了。3个孩子很是认真地点了点头，记下了。他目光一柔，也没再说什么，转身看着苏锦，递了块东西过去。苏锦低头一瞧，竟是块玉牌。这揽月商行我交到你手中，日后给孩子们练个手。轩辕纯没有多话，直接将牌子递了过去。苏锦神色不变，笑着接了下来。两人的性子都喜欢直来直去，给他，他就拿着。您什么时候再回来啊？轩辕纯看了他一眼，没有回。仔仔们眼睛闪着泪花，眼巴巴地望着，却也极懂规矩，没有开言阻拦先生离去。轩辕纯扫了一眼，转而道：无事可来大梁寻我。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大梁的皇宫比大元要有趣的多。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苏锦。老爷子双手一背，笑得淡然。苏锦眨了眨眼，老爷子是当他近来天天去宫内，是喜欢皇宫。转而一想，也没拒绝，又多了个升级的地方，挺好。好，届时带仔仔去找您啊。轩辕纯满意的点了点头，摆了摆手，大步走了出去。先生，我们会乖。仔仔小奶鹰带着哭腔看着他的背影，齐声道。轩辕纯脚步一顿，却没有回头，身影渐行渐远。老爷子离开了，家中孩子笑声都少了不少，苏家一切陷入了平静，京城却因百味坊又再次热闹了起来。近来京中夫人小姐对百味坊那是追捧至极，原先只是些求子妇人前来沾个喜气，现如今却是不分阶层，那些个不差钱的贵女们挥洒着银票，只为求得一粒药丸，更甚者有些都求到了皇后那里。宫里因大皇子之事戒严，整个皇宫气氛肃穆，苏锦也没再去。皇后心下正是无聊，想乖孙孙想得不行。就在此时，一叠叠拜帖递了上来，他侧躺着随意翻看2眼，越看越是不解，这些人怎么都赶着进宫？商量好的？可言何事？奴婢听闻是关于太子妃之事。皇后微抬眼睑，似是疑惑。那就明日宣他们过来。是。嬷嬷躬身回道：娘娘，吕妃那里找人看顾着，若是还继续胡言，就给他个痛快。皇后眼眸毫无波动，想到吕妃一直叫嚷着刺客是个女子，神色暗了暗。只因那日苏锦正好去了她宫殿，皇后掩住心中的思绪，这事不管是何人所为，也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牵扯上苏锦。嬷嬷点了点头，退了出去。隔日一早，几位夫人便被领进了殿内，他们互相对视一眼，有些诧异，又很快了然。参见皇后娘娘。你们这是有何事？还商量好一起前来？皇后放下茶盏，微微扫了一眼。姚夫人欠了欠身子，赶忙道：娘娘，此并非商议好。她家中的小姑子自小额角便留下了一块疤痕，百味坊那药丸方一开始无人信之，却在之后大悔不已，所求不到，无法只能求到皇后这里。没想到的是，竟还有人与自己想法一致，都想从皇后这边求情。皇后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位他有印象，兵部左侍郎的夫人，极有眼色的一位，朝他点了点头，身子微正，何事说来听听。其余几位夫人眼神不住地往那位姚夫人身上看去，心里后悔的紧，当时怎么就让他抢了先。姚夫人忍着激动，将百味坊之事一一道来。皇后，合着这是见不着苏锦，求到他这来了。那药丸小锦当初便送了些过来，哪个女子不爱美，皇后自是不例外，却因皇后本就保养得当，似那初级的药丸对她来说虽是稀奇，却也并没有太过留恋。这些来求之人皆是为疤痕所扰，难怪如此心急。你们回吧，小锦之事自是她自己做主，本宫来日替你们问上一问便是。谢皇后娘娘。虽皇后没有应下，却也比之前投问无门要好上太多。第118章，
系统3380可真是苦了他了。此时的苏锦虽早已收到那些官家夫人求见的拜帖，却一人未因，有那时间陪陪孩子夫郎不香吗？几个孩子近来情绪不高，载不高兴，载他爹也跟着发愁，一大三小还得靠他来哄。他忙着呢，哪有时间见这些人？直到皇后派人前来给几个孩子送东西，嬷嬷方才提到了此事。看来这需求甚多啊！心下一转，用极少的积分兑换了些祛疤痕的初级药丸挂了出去。也因此，不久的将来引来了一位远离京城许久之人。将军府，苏锦带着孩子晃悠了过来。他今日是来接他娘秦氏归家的。仔仔们迈着小腿自个玩去了。苏锦懒洋洋地喝着茶水，不时地向着门外瞅去。据下人说，他娘是和严氏小姐妹俩听戏去了，二人结伴常侍早出晚归，忙着呢。他等得无聊，晃荡着腿，敷衍地安慰着游戏打输的系统。人家3380排位第一，你这么菜，不是上赶着找虐吗？乖，下次咱找个小菜鸡欺负欺负，就那个倒数第一的5408就挺好。系统抽了抽鼻子，仔细地看了看，觉得他家宿主说的好像挺有道理。他可是差点就能赢了，下面的那些小菜鸡肯定不在话下。小表情有些得意，悄摸摸点开了5408的光圈，准备将它拿下，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系统，他就眨了眨眼，刚才发生了什么？开始了吗？怎么就输了？苏锦，合着这倒数第一的你都拿不下，这3380为了陪你玩，还真是苦了他了。他小心地瞅了一眼，这童子怕是要自闭了。就在此刻，门外传来动静，苏锦当是娘他们回来了，抬眼望去，只见一位下人来得匆忙，夫人不在，自是小姐做主，朝着苏锦道：小姐，府外有位老夫人要见主子，奴才回禀夫人外出，可她非是不信。此刻，苏锦摆了摆手，大步朝着外面走去。对于来人，他多少有些猜测，待见到那熟悉的面孔，他微微一笑，果真是他，陈府老夫人。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老夫人此刻正被陈家二房夫人扶着，面色很是难看，冲着阻拦的下人想要发怒，被陈二夫人微一提醒忍下了。苏锦跨出了府门迎面走来，嘴角的笑意让人倍感亲切，却令看见他的陈老夫人猛地打了个寒战。他状似不知其来此的意味，随口道：这是。陈老夫人面皮抽了抽，不自在地冲他一笑，扶着陈二夫人的手紧了紧，示意他说：陈二夫人微一欠身，我们是来看望大嫂的，想着陈府上下现在无时无刻不在悔恨，现京城谁人不想攀上未来太子妃，却求路无门。他们明明是最有资格的，却生生将人得罪的彻底。苏锦没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打断道：我不想知道你们想什么，但是请记住，她已经不是陈府的大夫人，和离之事我不想再重复。他微抬眼睑，看了眼笑得不自然的陈老夫人，往前走了一步。你们打的什么主意我很清楚，我这人不喜欢废话，以后不要再出现，能办到吗？他目光一扫，语气很是平缓。陈老夫人紧紧地攥着手，一家人为何要？苏锦又往前走了一步，眼神毫无波动，厉声道：以后不要再出现，能办到吗？他一个字也懒得多说。陈老夫人抚住胸口，生生往后退了一步。陈二夫人低着头，也不敢多言。她嘴角颤了颤，纵是万般不甘，却在苏锦的目光下，她的身子终是弯了下去。这一刻似是没了侥幸，认清了现实。现在的苏锦早已非陈府能得罪得起，一切都晚了。第119章，苏家三兄弟要来京城了。不多时，秦氏和严氏两个小姐妹挽着手回府了，脸上都带着笑意，嘴里不时还嘀咕些旁人听不懂的戏词。两人说的正是兴起，一道懒洋洋的女音打断道：您俩这小日子可以啊，怎么不将戏台请到府中，何必还跑一趟呢？秦氏神色一喜，笑着瞪了他一眼：你懂啥？这叫乐趣，在府上听雨在外那能一样吗？严氏看见女儿很是开心，笑着上前拍了拍她的手：小锦今日怎么过来了？孩子们呢？都在呢，近来先生刚离开，我带着他们四处溜达散心呢。他看着严氏认真道：方才陈府之人来过，我将人弄走了，以后也不会再来，您不要怪我自作主张啊。严氏摸了摸他的头，笑得温柔：母亲谢谢你，我现在的生活好着呢。现在他哪都顺心，怎么可能还会去惦记什么陈府？那里的人似乎都已变得模糊了。两人说了会话，苏锦这才望向秦氏：娘啊，您这是不准备回去了吗？秦氏瞅了他一眼，没说话。咋的？孩子都那么大了，还离不开你娘我了？苏锦微咳一声：是大哥他们快来了，廖松传了信，大哥他们近期便要到京城了。当初为了乖宝他们来京匆忙，苏家三兄弟一番思索，定下将家中安排妥善，晚些再进京。如今半年已过，科举在即，苏锦想来他们也快到了，这不今日便收到了廖松传来的信。秦氏愣了一瞬，
转头望了过去。苏锦见他娘这反应，怎么，您是将家里3个儿子忘了吗？他出来时最是担心的便是他娘秦氏，怕他不能适应，现在看来只能是想多了。秦氏故作不在意的摆手，来就来呗，那么大人了，还要老娘去接他们不成？目光却紧紧地盯着苏锦。苏锦心里一乐，知道他担心什么。您放心吧，这次有廖松他们随行，一路安全着呢。秦氏笑着睨了他一眼，也没再问。秦氏嘴上说着不在意，却还是乐呵呵的跟着苏锦回来了。刚到家便忙活了开。此时书房内，苏锦在外叩了叩门扉，进。他见有人在，微敛了嘴角。左义公深朝他行了一礼，转身看向他家主子。明觉拍了拍身前的椅背，他也没客气，直接坐了下来，抬眼看着左一，示意他继续。殿下，与大皇子接触的男子人已经抓到了。直接处理了，毕竟那是谁的人，他心里有数。苏锦来此找他，是为了说下大鱼之事，他要规划下路线，开干了。此刻托着腮听着他们的话，眼神无意的四处望着。他双眼一眯，男人桌案上这幅画作怎么瞧着这么眼熟，不自觉将其拿了起来。明觉望了他一眼，汇报的左翼也跟着看了过来，转而道：王爷这荣花属下已派人去各方搜寻。荣花？你在找这个？他定眼望着明觉。男人点了点头，还未开口问，便听他道：这个我知道啊，多的是，你要吗？左翼心下吃惊，抬眼看了过去，又赶忙低下头。明觉扫了他一眼，摆了摆手。等人退下，他将人拉到身前。你有？苏锦嘴角微扬，手一挥，有。刚中了几个山头，你想要都送你。明觉一愣，几个山头？那为何不曾寻到？他想了想，瞬间恍然。你画的这个是他成熟时，我春季刚种下，你自是寻不到。男人心中很是复杂，沉默了半晌。为何你总是将我想要的送来？他抿了抿唇，神色认真的看着。苏锦与他对视，理所当然道：这才哪到哪？你是我夫郎，想要什么就跟我说啊。不就是棉花吗？反正也是为了娶她采种的。明觉一瞬不瞬的盯着眼前的女人，他不知要如何说，只觉得整个心头都在发烫。这个女人的爱直白坦荡，从不遮掩，被他放在心上的人真的很暖很暖。他将人抱在怀里，用脸轻轻蹭了蹭他的发顶。苏锦忍住笑，心下有些得意。果然女子还是要财大气粗才最是迷人。瞧这把人哄的。对了，想到财，这正事还没说呢。他微咳一声，我准备去一趟大鱼，仔仔就交给你照顾了，在家等我回来娶你。明觉知他没打消主意，也没诧异。我同你一起。他阻拦不了，却也不能由他一人前往大鱼，他如何能放心？苏锦看了他一眼，得意中又带着些无奈。真愁人，这男人是有多离不开他，这般粘人又不是不回来了。苏锦挺了挺身，手一背，很有一家之主的气势，故作严肃地看了他一眼，听话，我是去办正事，很快就回。明觉第120章明觉的套路。苏锦一早便将人带到了郊外，微咳一声，站在高处很是淡定地从左至右指了指，你目之所及皆是我的田地。他见男人没有反应，眼神闪了闪，接着道：别的地方还有，秋季便能收获了，够吗？明觉微微一笑，够了，很厉害。苏锦咧着嘴没看他，抬头望望天，也就那样吧。明觉牵着他一点点的向前走去，见他心情甚好，随意道：我想要吉武阁所授的那把汉光匕首。好，买。我想要你今晚说故事与我听。好，说。我想同你一起去大鱼。好，去。苏锦面上的笑意猛地一抽，他说啥？刚才是不是应了什么？他眨眨眼，见他眉眼带着笑，心情有些复杂，暗中一瞥，抿了抿嘴角，没有说话。这个男人今日非得治之不可了。他故意沉着脸，刚想说话，明觉见状，一把将人揽住，深叹了口气：我会担心。苏锦静了静，看着他眼中的柔色，软了一瞬，却没有答话。毕竟届时需要用到系统，对他这是唯一不能说的事。他看了好一会，眼神一转，心中已然有了主意。一个晴朗的午后，苏家三兄弟来得比预想要快。苏锦早已安排了人在城门外候着，此时见了人，心里一阵高兴。秦氏没见着人时，嘴上念叨着不想，这回却已然上前将苏颜、妞妞两孩子抱在了怀里，搂了好一会。他擦了擦眼角，走走走，回家，一路都累了吧？苏锦也走上前，拍了拍面前的少年，壮实不少，不错。苏年望着姐姐，笑得腼腆，跟着廖大哥他们身后学了些。大哥大嫂走回家。卢氏忙应道：哎，好。
他刚来京城还有些不太习惯，眼睛都顾不上。苏大郎笑着点了点头，挠了挠脑门，没说话，眼神却不住地朝着秦氏看去，总觉得他娘好像不一样了。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秦氏稀罕完孩子，瞪了他一眼，怎么不认识你娘了？苏大郎连连摆手，就是瞧着娘气色好。苏年也跟着点头。秦氏瞥了他们一眼，算你们有眼光。就在此时，苏二郎苏策走了过来，他因是这次的赶考生，文书登记要慢上许多。秦氏朝着人又是一阵打量，见人齐了也没废话，手一挥，拉着两个孩子就上了车架。左一带着几个侍卫早早便等在了此处，见此赶紧上前帮着抬行李。这些本是由下人小厮负责，却被这些侍卫一马当先抢了活。这可是他们家主子今日上朝前特意吩咐的，这活谁也不能抢，他必须办得漂亮。苏锦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们一眼，摇了摇头。卢氏见有人抢过自己的包袱，有些不自在，挪到秦氏身旁：“娘啊，这些什么人啊？怎么瞧着像是官爷？”秦氏见几个儿子都侧过身在听，扫了一眼，淡定地拍了拍他的手：“放心，自家人，日后你们就习惯了。”他刚来那会整日和王爷碰上，纵然他是仔仔的爹，也多觉不自在。可瞧这才多久，现在啊，他可是连皇后娘娘都能唠上话的人。他理理衣衫，挺着胸走在了前头。人啊，还是要敢想。他也没想过有朝一日还能有这一天。苏锦好笑地看着，要论适应，那还真是没人比得上他。他抿唇笑着，不经意间眼神一转，瞬间带上了疑惑，想也不想，直接上前问道：“你这是怎么了？”苏家众人初到京城，大都四处望着，唯独苏策不时朝着后方看去，有些心神不宁。苏策先是一愣，看着他也没隐瞒，江晚跟着来京城了。苏锦眨了眨眼，有些反应不过来，啥？那个知县府的二小姐为何来京城先不说？你怎么知道的？这两人有交集吗？苏策看了看身侧，有些不自在。昨日在驿站收到了他的留信，竟比他还提早一步入京。他曾答应过要等他科举后便去提亲，为何这回却如此？是出了变故？想到此，苏策深吸了口气，心中满是担忧。苏锦瞅这神色，还有什么不明白？这是看对眼了。放心吧，人我会派人去接。江晚虽性子跳脱，却也不像是这般胆大之人，定是还有其他事。谢谢。苏锦状似不悦地瞥了他一眼。几人上了车架，整装待发，准备朝着苏宅而去。就在此时，一声高喝，城门猛地大开。第121章长公主之女。一架很是气派的马车急速驶了过来，身后一队护卫随行，马蹄声如惊雷，尘土瞬间飞扬。看见前方有人，丝毫没有停缓的意思，扬鞭挥舞，大喝道：“避让！”一摊贩惊叫一声，险险避过。苏家一众刚踏上车架，见着直面而来的人马，惊得瞪大了双目，马车却没有半点移开的意思。卢氏心里一紧，赶紧靠向秦氏，见他面色不变，顿生佩服，还是娘定力好。秦氏瞥了他一眼，揽着两个孩子动都没动。小场变，暗中却朝着女儿看了一眼。苏锦盯着越来越近的人马，双目一眯，他已多久没见过这般嚣张的人了，想也不想跳下了马车。还不等他行动，左一带着侍卫齐齐拔刀拦在了前方。来者何人？停下！来人猛地勒马停住，马蹄一抬，为首的骏马嘶叫一声。马车中的人可能没想过会突然停下，猛地朝着前方冲去。所幸婢女眼疾手快，一把将人扶住。郡主，您没事吧？和宁没有说话，喘了口气，看着掉落在侧的头饰，心中怒火顿起。他的车架也有人敢拦着？吩咐婢女将其带了回去，仔细整理一番，神色傲然地取出一枚烫金玉牌，丢在他手中。去看看是何人拦在此，快点将人打发了。他来京城可还有重要事要办，可没工夫应对这些。若是以往，怎么也要将人教训一番，现今只想快点。那百味坊的药丸不知能否治好母亲脸上的疤。这般想着，心中更是急切。婢女闻言下了车架，直奔左一。两方侍卫对峙，左一丝毫不犹豫，就要将人拿下。慢着婢女端着身子，将手中的玉牌向前扬了扬。此驾之中乃是郡主，速速离去，莫要拦路。说罢，他转身便走，丝毫没有给人开口的机会。毕竟提到郡主，这些人应当是识相。苏锦眨了眨眼，郡主？除了他家乖宝，这哪里冒出来的郡主？管他郡主傻猪！继续拦着，让他懂什么是先来后到。左一汉手应是，苏锦也没再看，有左一在，也省得他出手。转身向着家中的车夫吩咐道：“走吧。”不多时，几匹车马便没了踪影，而依旧留在原地的何宁却被气了个半死。怎么回事？他这才到京城，便遇上了不顺。侍卫在车架外回道：“郡主，
来人虽未说何人，却不似普通侍卫。您看要不等上一等？和您半晌无言，喘着气，压着怒火。他的母亲是长公主，他何曾退让过谁？就在他还准备说什么时，侍卫道：“郡主，来人已撤，给我将人记下，待我办完事再说。”是。左翼也不知是有意无意，他见女主子已经走了，愣是在原地停了一会，这才收起了刀。他暗中看了一眼，也将人记下了。这边的暗中交锋丝毫没有影响到苏家的热闹，三个崽崽惊喜地欢叫着：“舅舅，舅母，小妍哥哥，妞妞姐姐。”孩子的感情就是这般直白，几个重逢的小家伙抱在一起转了好几圈，这才罢休。妞妞忍着泪一直盯着乖宝，以后我们再也不玩捉迷藏了。藏了好久，我现在才找到。自打乖宝那次被掳走，妞妞虽是被苏锦安抚过，她自己也知乖宝是去找爹爹了，可还是暗中担心了好久。她以后再也不玩捉迷藏了。乖宝小脸一慌，见她要哭了，抓着脑门急得团团转。你别哭，我错了，乖宝以后再也不乱跑了。他举起手，踮起脚尖，一点点给他擦着泪。妞妞吸了吸鼻子，那你不能再不见了。好好好，姐姐，我乖。乖宝见人不哭了，小小的松了口气。两姐妹亲亲热热的缩在一旁，说起了悄悄话。乖宝像是想到什么，小脸一扬：“姐姐，我给你准备了好多漂亮的珠珠，都是乖宝挑的哦。”小短腿跑得飞快，开心的拉着她就往屋子里冲。第122章，女主朝着大鱼而去。大宝二宝拉着苏妍，早已围在几个舅舅身边，小家伙们情绪很高，仿佛有聊不完的话。就在此时，明觉下朝，直直的朝着这方而来。他听着院中的笑声，脚步顿了顿，微微掸了掸衣袍，走了进去。院中的人瞬间抬头望了过来，看这面相，尽管是初见，却无需询问，便知这是崽崽的爹。苏家三兄弟还不知其身份，客气的站起身打了个招呼。明觉心中一松，也平静的回应。大宝往前一冲，抱住了他的腿，软软道：“爹爹，这是舅舅。”明觉早已知晓，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二宝左右一看，见姥姥娘亲都不在此，深觉责任重大，他小身子挺得笔直，一板一眼道：“爹爹，这是大舅舅、二舅舅、小舅舅。”二宝慢慢介绍了过去，小表情很是认真。明觉一一看去，笑着点了点头。苏大郎有些紧张，可看了眼身旁的两个弟弟，见无人出言，他身为大哥，可不能让妹夫觉得受冷落，咧嘴一笑：“妹夫好，我是小景大哥，你随他唤我就成。”这妹夫瞧着比他还沉默。明觉先是一愣，随即面色端正道：“大哥。”苏大郎挠了挠头，憨憨一笑：“哎，以后都是一家人。”苏策定眼打量了一番，这男人一身贵气，身份定是不凡，他也没多问，这都不重要，只当他是小景的夫郎。在下苏策，苏景二哥，你唤我二郎便可。苏年看了他一眼，还不知这未来姐夫对姐姐如何，态度说不上热情，微微一笑道：“姐夫。”这边众人在熟悉着，那边的苏景也领着大嫂熟悉了一番住所。他早早的便将苏宅一旁的宅院都置办了下来，大哥他们住着会更自在些，日后孩子们进学也离得近。苏景带着秦氏过来时，便见到几个男人围坐一起，不知在聊些什么。还不等他凑近，便听明觉道：“大哥对种植作物颇有心得，不妨试试在郊外置上几块田地，我这有些大司农司的作物种子。”苏景站在后方，听他从苏大郎的农田说到了苏二郎的科举，又转到苏年的学业，款款而谈，无一不精。他愣了愣，竟不知这男人这般会说话。还不等他上前，这边的苏家三兄弟已是双目放光，从方才的客气变成了热情，一口一个妹夫、姐夫亲热的叫着。明觉嘴角含着笑，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状似无意朝着门口的苏景看了一眼。苏景、秦氏，苏家一群人很快的融入了京城，从最初的新鲜也慢慢变得适应了。苏景见都安顿妥当了，他也没了挂心之事。在一个宁静的清晨，他悄摸摸起了身，蹑手蹑脚地打开了房门。正准备出去之际，想着要有一阵子见不到他家夫郎，心里一阵叹息，缓缓地转过身，朝着床上熟睡的人看去。男人侧着身，深邃的眼眸一瞬不瞬，正悠悠地盯着他。苏景，这就尴尬了。他嘴角抽了抽，想了半天也没想到要如何解释。还不待他说什么，男人深叹了口气，拿他丝毫没有办法。这个女人是铁了心一人独行，他虽不知为何不愿同行，却也清楚这事，他不会松口。男人沉默了一瞬，低沉的嗓音缓缓道：“我派了几个暗卫在你身旁，有事就吩咐他们，我等着你的聘礼，所以你要好好的回来。”说完，男人目光定定地望着他。苏景默了默，上前几步，拍了拍他：“相信我，我很快就回。”苏景怕他再说要跟着，也没多言，一个转身，大步朝着外间走去。廖平、廖清早
已等在外面。姑娘，路线已规划好，回时也安排了人手接应。走吧。几人不再多言，跨身上了马，迎着清晨的露气向着大鱼而去。第123章，进了大鱼宫内。骏马脚程迅捷，苏景丝毫不耽搁。不过10日，一行人便到了两国交界滦州。他此行只带了廖清、廖平，届时接应在外。明爵安排的暗卫一路随行，并没有现身，苏景也没太在意。他带着他们，也只为安那个男人的心罢了。大鱼，鱼皇靠在女子身旁，美人柔弱无骨，掩面轻笑，端起酒杯往他身前送去。他轻饮一口，享受地眯起了双眼，看见踏入殿内的国师，眼睛微抬，神色微醺，缓缓地坐起身，挥了挥手。不过片刻，殿内已无旁人。鱼皇目光不明地朝他看去，脸上再无半点醉意。何事？国师眼神不变，似已见惯。君上，明爵未除。鱼皇看了他一眼，嗤笑一声。当初朕要除了他，你却提议下毒，令他无子。如今又急着将人除去，却也未能办到。国师啊，你让朕很是失望啊。圣上，此人变数极大，关乎大元国运。当初留下此人，方为大吉，于大禹有利。如今他想到近来的卦象，心头越发不安。到底哪里出了变故？他有必要去趟大元，有些人还需亲自看上一看。鱼皇不在意他如何想，神色不耐，挥手喝道：朕不信什么天命主相，只要结果，朕要的是这天下。你要知，是朕帮你逃离。国师神色一暗，半垂着眼睑，面无波动，默了默，也没再言，躬身退下。不久，宫内又恢复了一派歌舞升平。苏景刚到大鱼，依着当地的服饰换了身男装。他一路看似漫无目的，却慢慢的晃悠到了皇城之都，也大致了解些大鱼的情况。这个地方女子地位极低，出门皆是掩面，提及皇室，皆是一脸惊恐之相。苏景想到这一路而来所听闻的事，眼神暗了暗。是夜，宫内开始热闹了起来。大鱼皇宫的夜晚要比白日更加繁忙，一切的脏污皆被掩在了黑夜之下。苏景没急着行动，今晚先带着系统踩点。当然看到有麻烦之事，他也要好心帮上一帮。可真是太令人感动了，犹如勤劳的小蜜蜂，忙活了一夜，看着稳步上涨的积分，很是满意。这个皇宫有意思啊，夜里比白日要精彩得多。此时他停下了步伐，找了个视线绝佳的位置，和系统看得津津有味。童子，你说这妃子能不能发觉身旁的嬷嬷，受人指使？系统推了推镜框，丝毫没顾及上他家宿主。此刻正拿着个小本本记得认真，仿若一心学习的学霸，小表情严肃的不行，嘴里不停的念叨着，原来还可以这样。苏景，行吧，他这算是来到理想的国度了。他伸了个懒腰，看一会便觉得无趣了。童子，走了，明晚再来。说罢，利落的窜出皇宫，几个暗卫守候在此。他们也想要跟着，却每次都会被女主子发现，不管隐身何处，无一例外。几人眼神越加惊异，苏景没有理会，朝他们摆了摆手，向着宫外走去。第二天夜里，还是熟悉的地方，还是熟悉的人。童子，干活就看今晚这一票了。好嘞。系统升了几级，扫描范围更加广，他一路不带停歇，直奔鱼皇寝宫。远处的守卫能避则避，暗处的人不管隐在何处，皆被他一一放倒。鱼皇寝宫不知为何，宫人都跪在了外殿，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不过倒也方便了他，悄摸摸取出昨晚不知道哪个妃子那顺来的药粉，撒了过去。不过几瞬，人便倒了下去。嘿，还挺好用。他双眼一眯，爱惜的将余下都收了起来。依着系统的扫描，此刻里面只有3人。苏景取出早已备下的面具戴在了脸上，轻轻推开了门，手一挥，侧身接住侍女软下的身子。系统多注意外面，有人靠近，通知我。放心吧，侍卫巡逻要大半个时辰才会有人再来，现在外面没人。这里的变故，内里的人丝毫没有察觉。鱼皇搂着进来的宠妃，大许是心情好，一番密语连番轰击，哄得美人咯咯直笑。苏景眨了眨眼，走近的步伐随之缓了缓，他不自觉支棱起了耳朵，认真听了起来。嘿，这话他怎么没想到，他要记下来。片刻，二人兴起，鱼皇轻喝一声：“来人，拿酒。”就在此时，脚步声自身后而起，越走越近。他只当是拿酒的侍女，莫等留意，怀里的人轻柔唤道：“君上。”瞬间勾得他心中荡漾，再也顾不上其他，低下了头，准备一清方泽。苏景面无表情的自后方而来，将方才他灌了不知道什么水的酒壶放在他身前，并无掩饰，后退几步，靠在一侧，一动不动地看着。鱼皇亲了一口，见女人反应羞涩，顿时哈哈大笑，
豪迈的拿起酒便往嘴边送。第124章，他家夫郎这是早被盯上了。噗！毫无征兆，一口结结实实的喷在了他怀中人的面上。妃子大惊，却丝毫不敢动。于黄一把将面前的桌子掀翻，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狠狠地将怀里的女人推了出去，暴喝：“来人，将这里所有人全部处死！”还不等他回身，地上倒着的女人猛地尖叫了起来。他阴沉着脸朝人看去，却见女人抖着手指向一旁。于黄面色一变，猛地转过头，只见一戴着獠牙面具的黑衣人双手环抱，就这么歪着头看着。于黄被这突如其来的面具人吓得心脏骤停，连退几步。你是何人？装神弄鬼！来人！他双目大瞪，死死地扶住桌案，青筋暴起，大声呼叫。然而半晌也无人反应。苏锦见此，故意往前窜了一步，对他呲了呲牙。于黄还没如何，地上躺着的女人显然被吓得不轻，又是一声惊叫。系统小心脏一抖，眼疼的抬了抬手：“宿主，下次能换个吗？太吓人了。”“不换，我还有更吓人的，你要不要看？”系统深深地吸了口气，身子一背，不再看他，悠悠道：“君甚皮，乳母知否？”苏锦反应一瞬，猛地朝他翻了白眼。然而就是这个白眼，一旁的女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个惊惧晕了过去。“哦吼，瞧你把人吓的！”女人晕了过去，于黄却没了方才的惊惧，他看了看地上的倒影，眼神一闪。外面毫无动静，这人应还有帮手在外。他大于皇宫都敢闯！他紧了紧手，却没有妄动。苏锦耸耸肩，毫不在意，也不出声，手往后一摸，在出现时，一副结实的绳索赫然出现在手中。他狰狞一笑，掂了掂绳子，朝着于黄一步步逼近。系统简直没眼看，阴阳怪气道：“宿主，你不做坏人都可惜了，你懂什么？坏人的乐趣可多着呢。”此时于黄早已面色铁青，稳着心神，试探着道：“你要和朕都能给你。”苏锦眼睛一眯，猛地飞身上前，一拳重重砸在了他的腹部，似笑非笑的看着掉落在侧的东西，不老实啊！他抿了抿唇，什么也没说，将他绑了个结结实实。于黄蜷着身子，忍着剧痛，心里的嗜血直冲眼角，双目赤红的抬头看去，他要将这人碎尸万段。苏锦压低声线，想到这一路听到的那些情报，随口扯道：“齐国的库伦将军如何死的？”于黄大惊，肯定道：“你是库伦家的人？”苏锦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于黄却当他是默认了，心中猛地深吸了口气。库伦乃齐国猛将，他若想拿下大齐，这枚绊脚石不得不除。筹谋10载，才将其诬以叛国罪，只是终究还是有几个人逃了出去，却未闻有女子。他直问此事，是确定了此事他大于所为。他神色一暗，否认的话终是咽了下去，心中甚是恼怒，眼神闪了闪。库伦之死皆是丞相所谋，朕并无受益。苏锦挑眉，他认识什么库伦？依着一路听来的事迹，他随意瞎扯的呀，结果还真是他们做的。系统伸长了脖子，看得一脸懵。宿主，你何时成了库伦家的人？苏锦没有回他，目光盯着绑作一团的人，继续道：“大梁之君遇刺是你的安排，你到底是谁？”他猛地抬起头。苏锦毫无波动，接着道：“大元厉王所中之毒是谁下的？”这才是他要问的最重要的事。于黄面色大颤，这些他是如何得知？苏锦可没耐心跟他绕弯子，轻笑一声，啪啪，毫无征兆的朝他左右开弓，又快又狠，接连扇在脸上。于黄生来尊贵，长他人生死，何曾这般受辱？如今却生生挨了10几巴掌，面颊剧痛，脑袋嗡嗡作响。半晌，苏锦轻轻地擦了擦手，看着他嘴角的鲜血，温柔道：“现在可以好好回话了吗？”于黄恨得心里滴血，神色却越发安静，死死地垂着头，紧握的双拳抖得厉害。国师提议。苏锦又连问几个问题，语气很是平静，心中的暗色却越来越深。这是个野心极大、只玩阴谋的皇帝，挡路之人无论何人皆要死。偏偏他依靠那所谓的国师还都办成了，呵！而他家夫郎也是早早便被盯上了，下毒暗杀。好，太好了！苏锦猛地扯下了面具，丢在了地上。第125章3载的任务。他眼眸森寒，冷声道：“带我去国库，能不能换回你的命，全看你自己。”于黄心里一顿，求财？这样的人竟只是求财？就算整个国库放在他眼前，又能如何？他能搬得走？呵！于黄抬头看去，深深地将女子的脸记了下来。此地乃整个皇宫守卫最是森严之处，苏锦却知这里有直达的通道，毕竟地下的场景系统早已扫描过了。
余黄见他给自己的腿松了绑，眼色闪了闪。国库入口在正殿之中，朕待你。苏瑾见他看向外面，哪里不知道这狗东西在打什么主意，反手抽了过去，笑道：“你刚说什么？我没听清。国库入口在哪？”余黄感受着嘴角的心意，深吐了口气，闭目半晌，一字一句道：“在朕的寝宫。”苏瑾兀自掏出一把匕首，拔下他的一根头发，搁在刀刃上一吹：“你猜接下来我会捅在哪里？”凌厉的目光划过他的脸，下一次想清楚再说话哦，我的耐心啊不多了。余黄死死地按下心绪，你不能杀我，否则你也走不出这皇宫。苏瑾轻笑一声，敷衍道：“我还指望你带路呢，怎么会杀你呢？”国库的入口在皇宫正殿，并非瞎说，那里守卫森严，无人能进。但是却有一条直通国库的密道，唯皇帝一人可知。余黄一番复杂的操作，平静地将人带了过去，心里很是不屑，放在他面前又如何？苏瑾将他的动作暗暗记下。很快一条密道出现在眼前，越走越近，金光大盛。苏瑾放眼一扫，肆意地笑了起来：“系统能装下吗？勉勉强强吧。”苏瑾一听，手中的匕首一个翻转，扑哧一声，将身侧之人来了个透心凉。现在呢？够了！毫无征兆的变故，余黄面色大骇，一口血咳了出来。他死死地看着：“你说过不杀。”苏瑾眨了眨眼，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说过吗？”他认真地想了想：“哦，我骗你的呀。”就随口一说，你不会是信了吧？他故作吃惊地看了过来。苏瑾嘴角带着笑，眼中的杀意却毫不遮掩，自丢下面具的那一刻就没想过放过他。笑话，仇人近在眼前，他还能放走？行了行了，要咽气就快点，我忙着呢。说罢，手中的刀转了个弯。余黄还来不及说话，一个抽搐便重重地倒了下去。余黄死了，死在了自己寝宫的密道之中，无人发现。宿主，积分够了，升级了。行，那还等什么？赶紧的，都给我装起来。宫殿外守候的人来回踱着步，姑娘怎么去了这般长时间？就在此时，一道人影窜了出来。是我。见他们姑娘平安归来，皆是松了口气。廖平、廖青还未上前，便听他家姑娘道：“余黄死了，准备一下，今日便走。这个皇城怕是要热闹起来了，这种时候不走更待何时？”廖家兄弟放松的神情猛地僵住，心中一抖，目光惊愕地看了过来。他们听到了什么？大余的皇帝死了？姑娘你……苏瑾瞥了一眼，没有否认。廖青反应极快：“姑娘，我们需尽快离开。”至于那个据闻已经离去的国师，他得再做打算。能通过演算策的天机，若是为国为民还好。显然这个人将此用在了他处，断他夫君地狱。道家之法，他虽未遇过，也知并不简单。他没有贸然出手，这个人他要先查清楚。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位被他惦记上的国师，早已提前几日便离开了大余，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往大元的路。有些人他必须亲自去看上一看，方才能断定变故所在。哪怕那个地方有他这一生也不敢见之人。自苏瑾离开，苏家便沉闷了下来。崽崽们在很早之前便被娘亲告知要离开一段时间，虽是不舍，却也乖乖应下，还被娘亲安排了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哄爹爹。小家伙们挺了挺胸膛，自觉责任重大，蹲在角落嘀咕了许久。娘亲说爹爹很是粘人，肯定会想他想的不行，说不定爹爹还会偷偷哭乖宝，都不会。小人儿深叹了口气，抓着脑门想着如何哄人。二宝背着小手，眉头皱得紧紧地，一脸的不赞同。爹爹他可真不乖，真令人发愁。在娘亲心里还是我们比较厉害。三个小脑袋齐齐的点了点头，一脸深以为然。不多时，几个小身子自以为无人发觉，悄悄地溜进了明觉的书房。侍卫见状，忍着笑低头看向地面，假装什么也没看见。明觉似有所感，嘴角一勾，执笔却未停顿。第126章，爹爹你不能偷偷哭。崽崽们猫着身子靠着墙，悄摸摸靠近前排的书架，依着桌的遮挡，蹲了下去。明觉余光扫了一眼，没有抬头，似是无所察觉。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慢慢地探了出来，将一个木娃娃放在了明觉的案前。男人愣了愣，却见又一只小手伸了出来。不多时，他的桌案赫然摆放着一大三小四个小木人。明觉一瞬不瞬地看着，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几个小家伙缩着脑袋，悄悄起身瞅了他一眼。明觉忍着笑，微咳一声，故作不明道：“这是什么？”崽崽们小表情一猛，也顾不得给他惊喜了，赶紧站起身。小奶音有些急：“爹爹这是娘亲啊，你再看看，这还有宝宝呢。”小家伙们有些不好意思，本来就准备送他娘亲的，结果把自己的也送了出去。明觉看了他们一眼，将小木人拿在手上。
望着有几分萧似那女人的轮廓，眼神瞬间一柔。他拿在手中看了许久，为什么拿这个与我？爹爹你乖，娘亲很快就回来了，要是想的不行了，就看看她可像了。大宝不知何时已经爬到他腿上，搂着他的脖子轻哄道：爹爹你别怕，晚上我们陪你睡。他可是还记得娘亲说过爹爹怕黑呢。大宝有意安慰他，肉嘟嘟的脸贴着明觉来回蹭了蹭，咧开嘴笑得眼角弯弯。娘亲最喜欢这样蹭他了，爹爹应该也喜欢吧。明觉感受着脸上软软的触感，再看看身旁两个担心的小眼神，他不知道那个女人临走前到底对孩子说了什么，但是这一刻心里却软得无法言喻。乖，崽崽们见爹爹将小木人塞进了怀里，对视一眼，几个小人悄悄地松了口气，这是哄住了吧？娘亲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可真是太棒了，心下有些开心，小脸都扬着笑意。但当看见仍被留在桌案上的三个小人时，崽崽面上顿时一阵纠结，小表情有些扭捏。乖宝眼睛一亮，绕着爹爹飞了一圈，状似无意地碰倒了属于他的小木人。小奶鹰带着惊讶：哎呦爹爹你快收好，都被乖宝弄倒了，丝毫没给人拒绝的机会，拿着小人就往明觉怀里塞。说完，小手往后一展，一阵风似的向外跑了，小短腿溜得飞快。明觉，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小人，憋着笑，有意朝着大宝、二宝看了一眼。二宝小嘴抿得紧紧的，没有说话，眼神却不时地看向桌案。他轻轻地咳了咳，再向那瞅了一眼。爹爹该懂了吧？明觉抿着嘴与他对视，装作不知何意。大宝却没多少顾虑，直接递过自己的小人，身子晃了晃，有些不好意思，软软的叫了一声爹爹。明觉笑着摸了摸他，收下了。大宝捧着小脸，心满意足的追妹妹去了。二宝见桌上只剩自己的了，有些急了：爹爹，看多了娘亲，就看看别的啊！眼神疯狂暗示。明觉也不再逗他，将几个木人都收好，温声道：爹爹很喜欢，怎么想到送这个？他目光柔和的将他们一一拿起，笑意越来越深。二宝想到此，复杂的看了他一眼，手一背，语重心长道：爹爹，你要成熟起来，不可以偷偷哭，娘亲出门还要担心你，这样不好。明觉嘴角的笑猛地僵住，哭？小人儿可没给他机会辩解，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手，迈着小腿走了出去。明觉，那个女人到底要编排他多少次才罢手？他额角突跳，望着门外，眼眸越来越深。第127章，百味坊有人闹事。这一日，百味坊如往常那般，客似云来，热闹非凡。没多久，一女子带着群护卫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喝道：给我围起来！现场顿时一阵哗然，有怕侍者见状果断离去，而更多的是留下看戏的。这未来太子妃的酒楼他都敢闹事，诸位有见过这女子的吗？不曾。看这一身也不似普通人，莫不是哪家贵女？京城哪家有这胆量？那可是太子殿下之人。和您怎会理会这些人如何想？气势嚣张的带着人直接闯了进来。婢女忙用锦帕擦了擦椅子，她轻瞅一眼，这才坐下。她之前过来本以为轻易能到手的东西，哪想这酒楼这般不识抬举，给了他们时间准备，今日他定是要得到手。廖松闻讯而来，看来人抱了抱拳道：这位姑娘真是对不住，您之前来过，还是那句话，药丸已出，并无存留。和您看都没看他，端起婢女手中的茶水，轻轻放在嘴边，却猛地泼了过来。廖松险险避过，却还是湿了衣角。他面色不变，朝着来人看去。和您望着手中沾上的水渍，有些不悦，秀眉一拧，叫你们主子出来，你也配和我说话？廖松一听这话，双目一亮，不似方才，反而很是爽快的应下了。姑娘，您稍等。身旁的婢女给他擦了擦，望着廖松离去的身影，有些担心。郡主，这里可是未来太子妃的酒楼，您和您不耐打断，还没嫁入皇家，能算什么太子妃？就算真是他也不惧，他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这药丸还是给他母亲长公主所用，他若是识相，何须自己过来？婢女默了默，不敢再言。廖松这边却是直接转到去了苏宅，毫不犹豫求见太子殿下。他既然要见主子，男主子那也是主子。他家姑娘走之前可是说了，无论何事直接找他夫郎，自己人不用客气。殿下，太子妃手下的廖管事求见。明觉瞬间抬起了头，进。廖松见人行了一礼，直言道：见过太子殿下，百味坊有人要见主子。明觉赞赏的看了他一眼，点了点，我会派人去，你去忙吧。廖松闻言退下，还没走出书房，便听明觉接着道：日后若有事，直接来此。意有所指的看了他一眼，廖松也没多想，直接应下。然而此时等候的何宁
见这么长时间还不来人，已是越发的不耐烦。他刚想指派护卫出去寻人，便见一队身穿甲胄之人快速将百味房门前围了起来。左翼想到来之前，殿下的吩咐：“打扰各位，今在座皆由太子殿下请客。”他朝着人群微一颔首，转而面色严肃，向着和宁那群人沉声道：“何人在百味房闹事？太子殿下命我等前来捉拿。”何宁还不等他反应，他所带护卫便一个个被镇压住了。何宁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瞬间面色涨红。太子竟会直接来管一个酒楼之事？婢女大惊：“郡主，他就是当日挡路之人，这怎么会是太子殿下的人？”何宁闻声看去，压住内心的惊颤，指着左一：“你们放肆！我是郡主，谁敢动我？”女人扶着婢女走上前，颤着手指恨不得戳在她身上。左一没有看他，后退一步，客气道：“这位郡主，您放心，有准备。”说罢身子一侧，两个身材壮实的妇人走了过来，丝毫不给人说话的机会，架着何宁直地往外走。何宁哪里料到有这种变故，惊叫一声：“啊！你们放肆！”婢女留在原地早已吓懵，看着被人带走的郡主，一阵惧怕，咬牙追了上去。护卫见郡主都被绑走，更是不敢反抗。左一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见不少人望来，客气道：“诸位请放心，有太子殿下在，日后定不会再有此事。”说罢颔首离去，身后又是一片哗然。第128章，国师府烧了。我等这一趟值了，饭食竟是太子殿下所请。楼上雅间内，一直关注这方的几位夫人互相看了一眼，看来这传闻却是真的，殿下很是看重他。这何止看重，怕是爱进心坎了。瞧这来的速度！几位夫人若有所思，半晌，一位夫人面色犹疑道：“我瞧着那女子有些像当年的长公主。”在座瞬间恍然，对，我说怎么看着有些面熟，原来是那位何宁郡主。这么说，长公主回京了？你们怕是忘了我们来此的目的，长公主那脸上。闻言，众人倒吸一口气，眼神一闪，转移了话题。这边被带离的何宁模样狼狈，不管如何怒叫，架着他的嬷嬷丝毫不放手，仿若未闻，直到被架上车架，这才罢手。他看着眼前一群被押送而来的下人，面色发红，气得已是说不出话。左一招他抱了抱拳：“属下送郡主离开，殿下有谕，京城您不得再踏入半步。”笑了笑又道：“殿下还说了，长公主来了也是如此，请吧这位郡主。”他虽是言语客气，却丝毫没给人回绝的机会，转身对着手下之人吩咐道：“这一路不必停歇，务必将人尽快送回，一刻不得耽误。”是，见奴儿赶。我要进宫，我要见圣上，放开！随着一声声惊叫，几架车马扬长而去。左一拍了拍手，望着远去的车马轻笑一声，转身回去复命。殿下，人已经送走了。恩明觉细细擦拭着手上的小木人，并未回身，丝毫不在意。有消息传来吗？左一抬头看去，知道他家殿下是在问什么，并无。转而又道：“太子妃定是快回了。”明觉手一顿，抿了抿唇，看着手中的人，气息有些低沉，半晌无言。此时正被惦记着的人已然偷溜出了大鱼皇城，却没走远，显然还在等着什么。不多时，一暗卫闪现，属下已经打探清楚，国师确实不在皇城，几日前便已离开，无人知其去向。苏锦点了点头，看着远处，眼神暗了暗，他终究是有些不甘心。那个国师不除，难道日后还要再来一次大鱼？他搓了搓指腹，心情有些不爽，连到手的小钱都不香了。那个国师住所可知？暗卫看了一眼，躬身道：“属下曾去过，却不得入。据闻国师府并无下人。”苏锦似是来了兴致，来人给他安排的这几个暗卫身手都是一顶一的好，竟然进不去，里面有宝贝。你们在此等着，我去就回。姑娘，苏锦摆了摆手，打断道：“人多眼杂，现距于皇失踪已过去一夜，皇城正是戒严之时，他一个人反而容易些。好在现在过去不久，进城不难。”他一路朝着城西而去，来到暗卫所言的国师府，确实很好认，周围一片皆无人烟。宿主，这周围一人也没有，好吓人啊！苏锦闻言，围着整个国师府绕了一圈，他没妄动。这个地方有些不对劲啊，明明门就在前方，却推不动。系统，认真扫描，不管是何物都提醒我。好，宿主，府门前就是你脚下这一块地，分布有很多铜钱，这府内种了很多树，还有很多奇怪的罗盘。还不等他说完，苏锦手一伸，赫然多了一把锄头，动作相当熟练的开始刨坑。宿主，你什么时候能把它丢了呀？哎，苏锦丝毫没理他，爱惜的摸了摸自己心爱的小锄头，可算是有用上它的地方了。他嘴角一扬，很是卖力，没一块，只见原先平坦的国师府外，
已然变得坑坑洼洼。苏锦满意的收了手，瞅着身旁一堆的铜钱，这都什么毛病啊，埋这么多？他虽不知这些具体用途，却也能猜到是那国师异于常人的手段。他试着往府内上空抛了一枚石子，还是不得入。苏锦摸着下巴思索半晌，眼神忽地一转，道：系统，我闭目向前，你指挥着我走，知道吗？若这些都是障眼法，那自己所看见的府门未必就是真的。系统不解，却还是拍着胸脯道：这简单，宿主你放心。可没半会他就被啪啪打脸了。往前3步，再左边一点，爱偏了。系统本以为很是容易的事，现在却急得哇哇大叫，他家宿主怎么连直路都不会走了？可急死他了！来来回回折腾许久，只听当的一声，苏锦心中一喜，稳稳地抓住了手上的门环，素手猛地一推，成了。他睁开眼，却没有进去，就这么站在门前定定地看着，勾唇一笑，翻手一把弓箭在手，低下身一阵捣鼓，再抬起时，剑石已然变了模样。良久，苏锦利落转身，身后的火光在白日里显得格外不明显。他毫不在意，站在远处一瞬不瞬地看着，直到眼中有浓烟窜起，这才满意的离去。宿主，我还以为你会进去看看呢。乖，没事多吃核桃，游戏就别瞎玩了，伤脑。他是有多蠢，明知里面有异常，还非得进去，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瞎搞，那叫找死。换个方法照样能解决。瞧，这不是很完美？从始至终他就想将这人的府给烧了，能将府内设置成这般，谁人都不得入，里面定有那国师见不得人的东西，一把火烧了，省得他外出挂念。他可真是太善良了。第129章国师重伤。远在益州边界的国师神色不明地打量着近在眼前的城池，他面色冷凝，手中摩擦着罗盘，站在城门下闭目演算着什么，丝毫不在意周围人看他的眼神，手指翻动，正聚神之际，突然毫无征兆，一口血猛地喷了出来，身体跟着一阵抽搐。啊！周围不知谁惊叫一声，路过的行人大惊失色，纷纷避散。国师死死地按住胸口，心有所感，蜷缩着身子朝着来时的路望去，面色不住的扭曲，双目瞬间赤红。有人动了他的术。是谁？他神色痛苦地大叫着，像是在忍受什么巨大的痛楚，不顾伤势，抖着手反复演算，然而心神不稳，几次皆是无果。就在此时，又一口气血涌了上来，倒在地上晕了过去。这边的苏锦丝毫不知自己无意间已然重伤了某人，他办完事直奔城外，长舒了口气，心气瞬间通畅了不少。收工，回家。想到此行的目的，他掐了会腰，笑得好不得意，翻身上马，说走就走，归去的心一刻也等不了。他想孩子了，想夫郎了，想回家了。远方的人儿一心归来，此刻的苏家依旧平静。是夜，明觉处理完公务，正是回房休息的时刻，还未走近，便听见那本应安静的房间传来了孩子的笑声。他感觉到里面的动静，脚步一顿，想到白日里仔仔们所说的话，男人眼中瞬间充满了笑意。果然如所想那般，推开房门，面对的就是3双不灵不灵求夸奖的大眼。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仔仔们很是守信用的，早早便等在房内。见人过来，拍了拍小被子，意味很是明显。明觉叹了口气，最终还是解释道：爹爹不怕黑，那是你娘亲弄错了，乖，回去睡吧。然而他的话显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仔仔们当他在不好意思，小眼神带着些包容。乖宝上前拉过人，小声哄道：好，爹爹不怕，不羞羞，睡觉了。丝毫没给他拒绝的机会。几个孩子将他安排得明明白白，没几下人已经躺倒。二宝轻轻地拍着他，一下下的很是有耐心。大宝整个缩在他怀里，当好了抱枕，耳边还有乖宝轻轻哼的不知道什么调的小曲。明觉罢了，他认命地闭上了眼，直到身旁的人呼吸渐渐均匀，这才慢慢起身，掖了掖背角，轻轻地摸了摸他们的小脸，目光温柔地看了很久。何曾想有一天他会被几个小家伙哄着了，稚嫩的言语却带着这世上最真的心意。幸福莫过于此了。隔日，明觉早早便起身了，却没有离去。他坐在一旁，等着几个小家伙睡醒。爹爹早呀。男人点了点头，将孩子都收拾妥当，这才道：不是说要进宫吗？走吧。自觉昨夜已经哄好爹爹的仔仔们乐呵呵地应道：爹爹，我们去宫里找皇祖母哦。仔仔们已经有些日子没见着皇祖母了，宫内因大皇子之事沉寂了许久，他们今日想去，明觉自是不会拒绝，领着人一路向着皇后寝宫而去。爹爹，你快去上朝吧，我们认的路可熟了。明觉看了一眼暗处的人，笑着点了点头，下朝就来接你们。好的，
无需要人领，仔仔们熟门熟路，朝着皇后寝宫奔了过去。明熙进来刚从宫内出来，确定那个女人不会再来找自己，他还是在自己宫内憋了许久，这才刚出门，正带着几个宫人转悠几圈，眼睛一晃，几道小身影从一旁窜了出去。他揉了揉眼睛，确认没看错，是那3个孩子。瞬间一慌，他想也不想转身就走。苏锦是不是在后面？快快快，扶我回去关宫门！这孩子来了，那个女人岂不是也来了？公主，您慢点。慢什么慢？你们是不是又到嘴的怒骂猛地咽了回去？不知想到什么，他朝着身后看了看，跑得更快了。他们公主这是怎么了？怎么像是被何人追赶似的？二宝步子顿了顿，疑惑地瞅了一眼，怎么好像听到了娘亲的名字？这里有人认识娘亲吗？他也没多想，算了，一定又是崇拜娘亲之人。第130章，皇儿你不能太任性了。皇祖母，我们来了。皇后无精打采地拨弄着手中的珠子，忽然手下一顿，嬷嬷，方才是不是幻听了？就在此时，声音越来越清晰，皇后面色瞬间活了起来，双目大亮。哎呦，你听到没？我乖乖孙来了。嬷嬷笑呵着应是，她赶忙将手中之物丢下，理了理发饰，步子轻快地迎了出去。我的小乖乖们，可想死皇祖母了？哎呦呦，瘦了瘦了。她挨个抱抱，亲了好一会。乖宝早已习惯了，笑嘻嘻地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幸好方才他在家中没有吃多，他可真聪明。二宝板着小身子也不在意胖瘦，乖乖地问好。但是大宝已经懵了，被祖母抱过后就待在了原地。瘦了，他眨着眼，不敢置信地摸了摸自己的胖脸，包子脸瞬间皱成了苦瓜。怎么就瘦了？皇后此时还没注意到，她满腔的爱意顿时涌上，手一挥，嬷嬷立即意会。莫多时，工人陆续进来，皇后满意的点点头，宝宝们都瘦了，来来来，多吃点啊。她举着手挨个喂着，看着孩子们吃进嘴里，满足的舒了口气。大宝很是配合的一口接着一口，吃得认真，他要补回来。娘亲就快回来了，他不能瘦。皇后当他爱吃，看得满眼含笑，投喂的快乐简直让人上瘾。他又看了看2个吃饱了的小家伙，目光慈爱的问道：娘亲怎么没同你们一起来？娘亲外出了。皇后疑惑的看了一眼，却也没多问。哦，那你们要乖乖啊，多来陪陪皇祖母啊。我们可乖了，昨晚还哄爹爹睡绝觉了。皇后挑了挑眉，小乖乖说反了吗？还莫等他问，只听乖宝叹了口气，爹爹可粘人了，还怕黑。娘亲说了，宝宝在家要哄爹爹开心。皇后，这是他皇儿？皇后神色一顿，半天没缓过神。她心里有些复杂，瞅了瞅3个孩子，眉头越拧越紧。他儿子在家中竟是这般样子，简直不像话。皇后怜爱的摸了摸仔仔的头，唉，真是辛苦你们了。二宝淡定的拍了拍胸脯，给他一个放心的小眼神。别担心，他们会照顾好爹爹的。不管皇后心中如何多想，明觉早早的结束了公务，便赶来接孩子。皇后看着他沉默半晌，还是出言提醒道：你在家中也别太任性了。母后何出此言？明觉一愣，皇后看了他一眼，仔细打量着他这皇儿，怎么以前没发觉问题这般大？他得找时间同小景好好说道，这男人可不能惯着，连孩子都得哄他，瞧这都惯成什么样了。他这明明是儿子，怎么比嫁女儿还令人发愁？明觉抿了抿唇，似是习惯了皇后这般，犹豫一番，还是选择不问了。罢了，还是不给自己的添堵了。近来苏景不在，苏家几兄弟也没往这边多带，大许是不自在。他们猜想这孩子的爹身份不一般，但是哪里想到会是当朝太子殿下。妹妹这也太厉害了点。苏大郎当场就懵了，他是不是让人叫了大哥？他回忆半会，脚下一个打滑，卢氏赶紧扶住他，顺手捶了一拳，让你说话不注意，平日里闷不吭声，怎么关键时刻你比谁都厉害？让太子管你叫大哥，咋不上天？苏大郎被自己媳妇捶了2下也不吭声，抓着自己的脑袋愁得不行。他这人不会说话，哪想那次硬着头皮说的话竟然……秦氏看不下去，摆了摆手，好了好了，瞅你那没出息的样。他扫了一眼，该干嘛干嘛去，没事，你们就当他是仔仔的爹，别多想，日后习惯就好了。人家太子才不会在意这些小事，日常对他也是多有客气。一开始是哪一哪都不习惯，如今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些。他不敢说把人家当儿子，但也是看作一家人。多好一女婿，他女儿心大不着家，这回人都跑别国去了，想想也是愁人。人家太子却不在意，没事就在家带孩子，这男人哪里找？他们可不能拖后腿。秦氏想了想又道：以后见面客气些就行了，太子不爱说话，但性子极好，别吓得不敢说话，
让人不自在，听到没？几人默了默，见他娘瞪过来，赶紧点头。苏策近来常常外出，并不在此，倒是没甚影响。苏年也没在意这些，不管对方是谁，只要对姐姐好就行。娘，我先回书院了，姐姐回来你差人来换我。去吧去吧，好好学。这住的地方，当初还是小景特意为你进学方便选的呢。苏年点头笑了笑，没说什么，他心里清楚姐姐的好，比谁都清楚。苏家几人被秦氏这么一般教育，虽是没了惊吓，日常单独遇上还是有些局促，心里只盼着苏景快点回来。第131章苏景归来。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本是活泼欢乐的孩子们越发的低沉了，笑声都少了许多。他们想娘亲了，爹爹也不能引起孩子们的注意了。此刻3个小崽崽排排坐，拖着腮望着门口，齐齐的叹了口气。明觉抿了抿嘴角，刚想要如何安慰，只见孩子们抬头看了他一眼，往身侧拍了拍。爹爹，宝宝今天累了，你乖。明觉似乎已经习惯了，也没想着反驳，安静的陪着他们坐在了一旁。一大三小坐成了一排，不知想到什么，面容都带着些思绪。就在此时，门外传来响动，4双眼睛齐齐望去。秦氏吓了一跳，踏出的脚猛地收了回去。这是怎么了？为何都看着他？今日有哪里不对吗？低头看看，没问题啊。怎么了？明觉起身笑了笑，没事。崽崽们乖乖叫了人，又沉默了下来。秦氏看了一眼，心里便清楚了，是想娘亲了吧？乖啊，等他回来，我定要揍他一顿，怎么能去那般久？他故作生气的挥了挥手。3崽哪里还顾得上其他，瞬间转移了注意力，忙围上去安抚姥姥，娘亲是去办正事的，她很乖。对，乖，不打。大宝抱着秦氏不撒手，不打娘亲会痛，娘亲马上就回来了。话音刚落，一道熟悉的人影自门外窜了进来，掐着腰高喝道：嘿，我回来了，想我了没？众人一懵，明觉猛地转过头，眼中带着光朝他打量一番，见人无事，心里松了口气，似是想到什么，很快敛住了笑意，微咳一声，故意没再看他。半晌，目光却忍不住又朝人再次看去。崽崽们反应一瞬，早已惊了疯了，轻轻蹭蹭怎么也不够。娘亲，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宝宝都好想你呢，都想你想瘦了。乖宝努力吸了吸自己的小肚皮，娘亲你摸，都瘦了。苏景顺手揉了一把，轻笑一声，没有拆穿他。大宝哼哼唧唧往怀里钻，我们很乖，没有哭哭。对，乖，爹爹也乖。二宝还不忘给爹爹也求了个表扬。苏景享受了一波热情，笑得开怀。好，都乖。走上前不忘给秦氏也来了个拥抱，悄悄道：娘，这次我给你带了不少好东西哦。秦氏嗔了他一眼，笑骂道：去给老娘洗干净再来，一身的灰。崽崽们显然还记得方才姥姥说要揍娘亲，赶紧将人推走。对，娘亲你快去洗洗吧，这样姥姥就打不到你了。苏景大笑一声，二话没说，拉着一旁沉默的男人就走。明觉有些不自在，朝秦氏点了点头。崽崽猛了一会，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抬着小脸认真道：娘亲为什么洗澡早要拉着爹爹？秦氏，他应该知道吗？他微咳一声，乖，你娘她有事要交代你爹，走，姥姥带你们去看看饭食好了没，你娘肯定饿了。一听娘亲饿了，小脸一正，拉着人就走，瞬间顾不上纠结其他的了。此时的苏景将人一路带进房间，一个转身，手向后一撑，将男人堵了。微咳一声，面色正经道：说，想要什么牌面的聘礼？气势高昂，表情很是自信，一动不动地盯着男人看。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明觉刚回来就问这个，他心情有些复杂。自从遇上这个女人，他的世界太过精彩了。他叹了口气，都行。苏景当他是对自己没信心，不赞同的看了一眼，一生大事怎么能如此随便？尽管提。说完拍了拍胸脯补充道：咱不差钱。他的意思懂了吧？明觉看着身前飞扬的面容，再也忍不住思念，一把将人抱住。你回来就好，那些都是次要的。苏景心里一软，他可真会撒娇，想来这人在家中定是想他想的不行。罢了，这么乖就不让他费心了，他自己做主了。看来他明日得进宫与皇后商量一番，怎么说把人家儿子拐走前也要好好说上一说，给些保证什么的。将人交给他，尽管放心，他靠谱着呢。第132章夫妻之间的默契。苏景的回归点亮了整个苏家，再也没有往日的沉闷。崽崽们瞬间活跃了起来，围在身前哪也不肯去。娘亲，你多吃些，都瘦了。对，快再吃一口吧。乖宝想着皇祖母给他喂食的模样，端起了慈爱的笑颜，将皇后的样子学了个10成10。
小手稳稳地将吃食送到了娘亲嘴边。苏锦看着孩子期盼的小眼神，使劲地往下咽了咽，拒绝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3个孩子忙活的不行，动作还挺熟练，这都跟谁学的？还不等他多想，又一口送到了嘴边。苏锦，孩子太热情，老母亲有点吃不消啊。明觉看他暗中揉了揉肚子，有些好笑，还是出言道：乖，你娘她吃饱了，夜里积食物不好。孩子们一听赶忙放下，担心的帮娘亲揉肚子，小表情有些心疼。娘亲肯定是饿坏了，才会这般贪吃。苏锦目光悠悠的扫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认下了。他看了看天色，朝着男人笑了笑。明觉对视一眼，微咳一声，扫视了一圈3个孩子。苏锦秒懂，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立即故作疲惫的打了个哈欠，一脸昏昏欲睡的模样。仔仔摸了摸他的脸，很是心疼。娘亲，快去睡觉觉吧，都累坏了。几个小人扶着他就往房间走去。苏锦顺势弱弱的应了声：是啊，可累了。娘亲，宝宝帮你按摩，哄你睡绝觉。苏锦脸色一正，娘亲近来绝亲，常常夜里醒来想一个人睡呢。那我们不去，娘亲快睡吧。孩子们很是乖的应了下来，约好明天一早再来看他哦。苏锦扶着门框送别了孩子，虚弱的挥了挥手，看着仔仔越走越远，他身子一正，向着门外的男人得意一笑，眼底哪里还有什么疲惫之色。明觉也笑着望来，冷峻的面容泛着柔光，意味不明的朝他看了一眼，毫不墨迹拉着就走。带你消消食。好呀。明觉侧身细细的看着身旁之人，帮他理了理发丝。还是累了吧？见人睡得这么沉，他抿了抿唇，眼中满是心疼。这是为了赶路没有休息吗？明觉心中泛着思绪，就这么静静的看着，轻轻起身吻在了他的额头，将人往怀里拢了拢，满足的叹了口气。只要你回来就好。苏锦这一夜睡得很是安稳，却不知身旁的男人看着他一夜未眠，靠在他身旁伸了个懒腰。你醒这么早啊？你再多睡会。苏锦一听这话笑了，不睡了，今日要进宫，有事要办，以后再去也不迟，你好好休息。苏锦不赞同的看了他一眼，这种事当然要尽快了，怎么能往后推？明觉看着他利落起身，眼中带着些无奈，也不再言。他是拿这个女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总能将她堵得死死的，而他除了纵着也别无他法。皇宫内，皇后此刻盯着远方，神色有些发怔。半晌，她叹了口气，想着她的乖孙孙们，很是心疼孩子的懂事。前几日派了嬷嬷去给几个孩子送东西，正巧看见仔仔们迈着小腿，忙前忙后哄人的场景，回来一听，越发感慨。他想了又想，还是要跟小景好好说道说道。刚想派人去苏宅看看，这边人就来了。皇后神色一喜，我刚在念着你，就来了。他将人拉了过来。苏景不似往常那般随意，认真行了一礼，正经的理了礼100，这才坐下。皇后见他如此，笑着看了一眼，怎么出门一趟还跟我生疏了？他就欣赏他那骨干脆劲，今日这是怎么转性了？苏景认真的看了他一眼，心下有些小紧张。他想了想措辞，还未开口，便听皇后道：小景，你来了正好，有些话想同你说上一说。皇后想了想，还是提点着些。苏景思绪被打断，认真的望着他，您说，难道那个男人已经提前同皇后说了？第133章。皇后惊呆了。皇后拍了拍他的手，我知你对明觉好，但是这男人得有个度，不能纵着。我听闻孩子们在府内都要让着他，哄着他，这怎么行？太容易得到，往往都不会珍惜。本宫这一生早已满足了，现在就盼着你们能好好的，我几个乖孙能有父母常伴，没那些糟心事。你得硬气起来，这样软着惯着他可不行。他虽是对自己的皇儿有信心，但是也见惯了男人的多变，只有他自己硬气起来，孩子的未来才最有保障。苏锦眨了眨眼，脑子有些懵，他挺硬气的啊。那男人他说亲就亲，他都不敢反抗，这还不硬气？苏锦回忆了半会，像是在思考什么大问题。看来今晚还得再硬气些。至于皇后所言不要纵着他，苏锦是丝毫没听进去。他男人不自己宠着，还能等别人来宠不成？虽是这般想，却也没说，毕竟他知道身为皇后能说出这般话有多不容易。这样的善意他会珍惜。皇后不知他所想，见人这般思索，还当是将话都听进去了，欣慰的点了点头。不急，慢慢想，这一时一会也改不了。你只要知道，抓住一个男人的心，未必就要时刻对他好。他似是想到了自己，眼色带着些深沉。苏锦笑了笑，没有答话，转而想到来此的目的，一把反握住皇后的手，神色很是郑重。他这次没有给皇后说话的机会，正色道：我这次来是想同您商议件大事。
皇后看了他一眼，也跟着面色严肃起来。这是出了什么事？苏锦吸了口气，我想娶您儿子，不知道这聘礼有何要求，您尽管提。皇后眼睛越瞪越大，深色沏茶的嬷嬷也是脚下一滑。什么？他又幻听了？近来这听觉越发不好了，瞧他这离得这般近都能听错，难道是身体出了问题？他颤着手扶着一旁的嬷嬷，就要宣太医来瞧瞧。只见嬷嬷也愣住了。苏锦身子挺得直直的，耐心的等了一会，半晌也没等到皇后的回复，心里有些忐忑，这是不同意。他抓了抓脑门，心急保证道：您放心，我会好好对他，绝不让人受委屈。皇后，他没听错。皇后向前探了探身子，不确定道：你说的是我家皇儿？他又觉得这般问还不够明白，又道：是明爵。苏锦很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对，除了他我没有别人了。他可不是那种三心二意之人。皇后神色越来越恍惚，张了张嘴，竟不知道要如何说才好。他家的是儿子，没错吧？不是，小姐，你要娶皇儿，这你定是紧张说错了吧？是皇儿跟你求亲了。你放心，这聘礼定是按大了办。还不等他说完，苏锦掏出早已备下的聘礼册，郑重地递了过去。您没有听错，这是我准备的聘礼，您看看。皇后盯着他看了许久，面色复杂地接了过来。嬷嬷见他手有些发颤，赶忙帮着翻开。皇后微微一看，顿时瞪大了双眼，手下越翻越快，不时抬头看一眼苏锦。不多时，主仆二人皆是面色惊异，这都赶上一国之库了。他良久，皇后神色麻木，直到翻到最后一页，她惊吓的情绪方才缓了缓，还好最后只写了银两，却未填数目。苏锦端着身子，很是震惊。这会见人看向最后，怕他误会，连忙道：您放心，最后这空下来的是由他亲自定，要多少填多少，绝不让他输给别人。皇后，他摸了摸额头，一阵阵头疼。从他皇儿生下来，他也绝没想过会有这等事。身后的嬷嬷看着这未来的太子妃，也像是在看什么神人。第134章，我挑时间，你来下聘。苏锦眨巴着眼，很是有耐心地坐在一旁，一动不动。皇后糟心的不知道如何说起，缓了口气：你怎会有这般想法？皇儿他知道吗？苏锦认真的点了点头，他也有给我准备聘礼。皇后猛地抬起头：你俩这是在玩什么？你可知他是一朝太子，这出嫁之事可不是笑言，定会惹来争议。我娶她和他娶我没影响，他的聘礼我也收。他见苏锦不似玩笑，沉默半晌，这事都计划好了，难怪他连王府都不回了。他还当他是开窍了，合着这事倒贴上去了。拧了拧眉心，严肃道：这种事我闻所未闻。他盯着苏锦看了许久，激翻到嘴的话都咽了下去，良久，深叹了口气：只要面上过得去，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吧。这个糟心儿子他不要了，若是普通人家，只要丢给他3个乖孙孙，这儿子他定是给他打包送上去，绝不拦着。有人愿意宠着他儿子，他乐得自在，每天抱着乖孙，那日子神仙也不换。苏锦心里一松，赶紧道：您放心吧，我会好好对他。皇后心累的摆了摆手：随你们折腾，他不管了。现在再回想仔仔们说的那些话，他忽然能理解了，合着他这还真是嫁女儿了。最开始那番话也算是白说了，他皇儿这是被吃得死死的，人都跑别家去了。皇后心塞的捂了捂胸口，想到那3个可爱的孙孙，罢了，儿子换3孙孙也值了。这般想着，忽的他眼睛一亮，故作严肃道：这事你们有度就行，本宫可以同意，也可帮你向圣上说情，但是这以后啊，孩子是不是得经常带进宫？皇后特意在说到孩子时加重了语气，随后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两人眼神一个交汇，苏锦一个机灵，瞬间意会懂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就这样，谁也没有开口，却做下了一场不可言说的交易。明觉到底是不放心他一个人，毕竟这思想也不是何人都能接受的。他能接受是因为认定了这个女人，愿意纵着她，愿意让她开心。但是父皇母后可能不会答应。这般想着，已经在思量如何安抚皇后。宫人见太子到来，忙行礼。他摆了摆手，宫人躬身退下。然而还未踏入内殿，女人的说笑声便传了出来。明觉心头泛着疑惑，没有想象中僵持的景象，走近一看，2个人头凑在一起，围着一本书册，不知在讨论些什么。小姐，你这上面记载的麒麟玉，我记得它原是早已灭亡的大林朝国圣物，据闻夜里还会发光，怎么会在你手上？皇后眨着眼，有些期待。她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就是对这些传说趣闻感兴趣。苏锦故作认真的想了想，瞎扯道：这个呀，别人送的，那人太好客，非得带我去他的宝库。哎，
不好辜负他的好意啊，就全拿走了，毛都没剩下呢。皇后没听到有意思的，也不在意，低头又翻看起了其他的。现在没了最初看时的惊愕，反而带着些惬意好奇。他家皇儿这太子妃还真是财大气粗，他都有点羡慕了。这般被人宠着，他要是男人，他也愿意啊。就在此时，明觉出声道：“母后，你们。”皇后早就看到他过来了，此刻被打断，不悦地瞪了他一眼，眼神还带着些小嫉妒，理都没理他这不争气的儿子。苏锦乐呵呵地将人拽过来坐下，嘴角一笑，朝他眨了眨眼：“放心吧，都搞定了。”皇后看着两人眉来眼去，以前看到还挺高兴，为他们感情好暗自欣慰，这会子不知为何就是感觉很厌，哪都不顺眼，聘礼册子也不看了，站起身朝着二人摆了摆手：“走走走，回自己家去。”明觉不解，抬头瞬间对上的便是他母后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他默了默，转移了视线。那儿臣告退。苏锦也跟着欢快地走了出去。还没走几步，只听皇后道：“本宫找人算算日子，届时来下聘。不管你们自己如何胡闹，在外面终究要过得去，皇家的聘礼也会照旧送上门。”他说完叹了口气，心里一阵发愁，这得多大的嫁妆才能配得上啊？之前准备的那些都不够看了。罢了，这事还是让皇上头疼去吧。他闹心完，怎么也得让他尝尝滋味，一个都跑不了。他待会就去说。苏锦不知皇后想了这般多，回身朝他行了一礼，正色道：“您放心。”皇后想到待会的事，眼神一亮，还有几分期待，急急地将人赶了出去。第135章，大元的国库可要保护好。殿内，明元帝看着快马加鞭送来的密函，面色严肃地接了过来，竟是大鱼的情报。他也没多想，定眼望去，只见密函上赫然写着：“余皇失踪，国库失窃，大鱼将乱，疑似鬼怪作祟。”据昏迷醒来的灵妃所述，余皇是被鬼怪带走的。短短几行，明元帝愣是看了半晌。来人！门外侍卫躬身进入。明元帝面色威严，沉声道：“宫内守卫在加强，尤其是正殿之方，可疑之人一律拿下。”他背着手来回踱步，想着这事究竟是何人所为。至于上述之言的鬼怪论，他是不信的，就是不知是出自哪国之手，一国之库啊。倒是胃口不小，定是出动了不少人手。他们大元不得不防。明元帝想得出神色。就在此时，常德踏步而来，小声道：“圣上，皇后娘娘来了。”明元帝思绪被打断，抬头看了他一眼：“皇后怎么会来此？她很少会来寻自己，今日倒是稀奇。”“快请！”皇后来得极快，脚下都带着风。他匆匆行了一礼，丝毫没有废话，将手中厚重的聘礼册子递了上去，面无异色，就这么直直地盯着他，像是在期待着什么。明元帝微咳一声，笑着看去，心底却泛着古怪。皇后这表情，他上次见到还是在发现3个孩子之时，这会又有什么大事发生？看了他一眼，拿起册子翻了起来，只见这上面记录的都是些珍奇异宝，连他看了都忍不住双目大亮。直到翻到其中几页，这若是他没记错，这不正是大鱼圣宝吗？为何记录在此？这般想着，便问了出来：“皇后啊，这是为哪般？你是来让朕过过眼？”他神色平静，随意翻了几下，便没甚兴趣了。皇后像是在等着他问，平淡道：“这个呀，是聘礼册子，里面之物皆是聘礼。”明元帝见册子这般后，翻得极快，也不细看，过一眼罢了。此刻闻言，手突然顿住。什么？他往前探了探身子，大手一拍：“你说这是聘礼？这聘礼，皇家也及不上啊！谁家女儿如此贵重，这要娶的怕是天仙吧？”明元帝脑中过了一遍，近来谁家要娶亲？就算如此，他也确定无人能拿出这番重礼。皇后怕不是被人糊弄了。明元帝面色瞬间沉了下来，真是好大的胆子，皇后都敢戏弄。这边的皇后被他这一拍吓了一跳，暗暗嫌弃的瞥了一眼，真是没定力。这是苏锦准备的，给你儿子的聘礼。明元帝猛地看向皇后，摆手打断：“等会。”他有些晕，将皇后的话在脑中过了一遍，这话怎么听着哪都不对劲。他拧了拧眉心，严肃道：“常德，宣太医。”常德赶忙应是。皇后不用问都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心里翻了个白眼，这是当他糊涂了吗？不过宣来也好，当是给他自己提前备下了。明元帝叹了口气，难得温情了一把：“皇后啊，近来思虑不要太重，这身子要紧啊。”皇后笑着点了点头。不多时，太医疾步前来，候在了殿外。皇后瞥了一眼，安心了。还不等明元帝宣人进来，他笑着向前走了一步，道：“
圣上，这份册子您再细细看看，可是给你儿子的聘礼啊。四世知道他要说什么，紧接着一字一句道：苏瑾给明爵的聘礼。明元帝，他现在不怀疑皇后病了，他是疯了吗？他面色一沉，皇后，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皇后毫不在意，那个聘礼册子你是没仔细看吧？圣上看完再说。明元帝见他神色不似作假，面色复杂的再次拿起了面前的册子，这次的心情再也不似方才的随意。这些真是苏瑾的？臣妾也是被吓到了，但是那孩子绝不会拿此事瞎说。他清了清嗓子，便将方才苏瑾来提亲之事说了一遍。明元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他死死地盯着桌案上的册子，沉默了一瞬，转而沉下心，细细翻阅了起来，越看越精。若这些东西都在他手上，他猛地倒抽了口凉气，这等财力竟只当作聘礼。他现在已经无暇去想儿子出嫁之事，看着手中的东西，面色越来越凝重。第136章，皇儿，要不就嫁了吧。作为一朝帝王知道的自是比皇后要多，他确定这其中很多宝物皆是大于皇室所有，如今若真在苏瑾之手，联想方才的情报，他想到一种可能，应该说是肯定，他皇儿这太子妃好大的胆子。国库说到就到，关键他还办成了。他喘着粗气往桌案重重一拍，喝道：宣太子进宫。来人通报时，明爵并未走远。我去就回，你先回。苏瑾朝他看了一眼，来人立马改口道：等我。他笑着点了点头。明爵来得很快，心中清楚父皇传他所谓何事。苏瑾之事你可清楚？明元帝望着这一向出色的皇儿，忍着怒火：儿臣清楚。胡闹！朕不知他是如何想尽有那个胆子去说罢，他猛地停住，望了眼四周，将工人都挥了下去。殿内除了皇后再无他人。明元帝深吸了口气：你这太子妃胆子太大了，这要是出了事，我3个皇孙当要如何？皇儿你一向心有成算，为何会任由他如此胡闹？明爵没有反驳：是儿臣的错，是儿臣同意他去的。明元帝瞪着双目，他竟从不知他这皇儿这般不争气。你可知他将整个大禹国库都搬了回来，他是同大禹有仇？国库啊，这是一般人能办成的吗？得冒多大险？明爵低着头，眼神一闪，很快敛住了思绪，抬头看了一眼父皇母后，沉声道：是儿臣与大禹有仇，他去是为了我。皇后神情紧张地看了过来：皇儿，这是出了何事？明元帝神色一顿，似是想到了什么，面色发寒：你所中之毒是大禹所致。皇后闻声也看了过来。明爵神色不变，点了点头。他前世见过大禹那位神秘莫测的国师，心中便存了疑虑，多年前便派人潜入了大禹，只是国师府不得入，却也查到了些蛛丝马迹。明元帝双手死死压住桌案，神色难掩愤怒：好好好，大禹之手竟敢伸得这般长，他如何能咽下这口气？想到失踪不明的禹皇，明元帝眼神幽暗，此时不将他除去，更待何时？这苏瑾做得好。皇后可没那么多想法，她拉着明爵，表情很是严肃：皇儿，这样的女子不多得，你好好珍惜啊，尽管人家愿意宠着你，也不能太过任性了。皇后想了又想，努力回忆着她出嫁时母亲所嘱咐的那些话，拉着明爵说了好一会，直到实在想不出宽慰之言，这才罢休。她深叹了口气，若是能想到日后有这么一天，她那会定是耐心多听上一听。明爵，明元帝缓了缓神，盯着面前的聘礼册，越发复杂。你这太子妃不一般啊，既是为了皇儿前去，这般看来，那禹皇失踪也定是他所为了。一件事办成可能是意外，这件件都成，唯有实力如此。这女子，他盯着明爵瞅了半会，压低声音道：皇儿，你老实跟父皇说，你是不是会下蛊啊？怎么能把你那太子妃迷成这般，一国之库啊，只为娶你？朕都不敢想啊。说罢，他还向皇后看了一眼。明爵听着他父皇的话，眼睑微抬，神色带着傲然，语气淡淡道：他说儿臣哪都吸引他。明元帝明知他在炫耀，还是忍不住羡慕了一回。他儿子这从哪找来的一生就是举世罕见的3胞胎，能力出众，关键还有才啊，一国之库啊，要不就嫁了吧。明元帝眼神闪了闪，暗中看了他一眼，已经在思量如何让他皇儿接受。他身为男人自是理解，挺伤自尊的，他皇儿定是不甘愿，毕竟这是太过离谱，明爵又是那么骄傲的人。明元帝背着手来回踱步，试探道：其实也没甚区别，在外你还是太子，只是这家中你多让着些。皇后猛翻了个白眼，她原以为这人难以接受，没想到比她还适应呢。看来这儿子是嫁定了。明爵抿了抿唇，没有解释，低头道：父皇放心。明元帝见他如此，叹了口气：皇儿你多想想你母后方才的话，
朕觉得还挺有道理。不要太任性了，继续把人迷住啊。第137章，你杀他是为了我吗？明元帝没有再说，看着他一步步离去的背影，竟还有些羡慕。看了看一旁的皇后，目光很是复杂。罢了，他没那个命。皇后见他这眼神，很是不爽。他不痛快，自然让这人也不能舒服，悠悠道：“圣上，怕不是忘了，皇儿若是出嫁，这嫁妆。”明元帝身子晃了晃，这才想起，对了，嫁妆，这的多少？皇儿，你回来。此刻等在宫门外的苏锦可不知明元帝的焦虑，今日将自己的心头大事办妥了，他这心一阵激动。宿主，你怎么如此兴奋？第一次人生大事怎么能不激动？系统晃荡着小腿。话说宿主，你前2世真没成亲？咱都是自己人，你悄悄说，我绝不外传。苏锦不悦地瞪了他一眼。你之前若是提这事，我肯定跟你急。这不是戳他心窝子吗？单身2辈子很光荣吗？现在倒无所谓了，所有的等待都值得。他可是有夫郎的人了。想到上一世，他多数时间处于部落间的征战之中，等着一切安定下来时，他人就被送走了。至于在现代的第一世，就更不会有了。那些刻意淡忘的回忆，他也不愿再想。毕竟记忆太宝贵，他想要留住的美好太多太多，脑中容不下半点阴霾。苏锦眼中闪过一丝暗色，直到男人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眼底又重现了光彩。不快的情绪一扫而光，他的美好来了。男人眉眼含笑，上前将他面颊垂落的细发别在耳后，俯身贴在耳边，低沉的嗓音带着获意，薄唇轻启道：“父皇也同意了，回去准备聘礼吧，我的妻主大人。”苏锦感受着耳畔温热的气息，仿若被定住了一般。他从没想过男人叫妻主这般动听，这麻酥酥的触感是怎么回事？他深吸了口气，忍了忍，是算准了他在外拿他没办法是吧？苏锦忍着情绪，很有气势地瞪了他一眼，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喜欢叫定，让你多叫几声。明觉见他这般，低笑一声，心情极好地拉着人。不多时，他想到方才父皇所言的事，心下有些担心，还是出言问道：“余皇是被你杀了吗？有没有留下踪迹？”苏锦一愣，看来他是收到消息了，竟只比自己晚1日到达。他拍了拍男人：“放心吧，他死在了密道中，那里一时无人发现。你杀他是为了我吗？”苏锦坦然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否认，理所当然道：“当然，谁都不能害你。”明觉眼眸幽深，将人抱住，低沉道：“日后不要再冒险，不管为何，你才是最重要的。他不值得他去冒险，谁都没有资格让他去冒险，他只想他好好的。”若是这个女人出事，想到此，明觉呼吸一滞，将怀里的人抱得更紧，仿佛要嵌在怀里。苏锦看出他的不安，在马车中任他抱着，叹了口气，大不了日后去哪里都将他带着吧，真是没办法。苏锦刚到家便忙活了起来，一群下人在管家的带领下进进出出，将这些箱子都抬进后院。是，廖青，你前去厉王府，也就是如今的太子府附近买栋宅子，最大最好的。皇城之根的住宅大都是皇室为子孙备下的，并不对外出手，但是他家姑娘既然想要，自是有例外。苏锦看了他一眼，廖青意会，姑娘放心，早有留意，定当办妥。苏锦一件件事安排下去，他想得很细，盘算着大婚之日要用上的东西，现在都要提前备起来了，绝不能出一点点差错。下人们搬着物件来来往往，3个仔仔眨巴着大眼看得认真。为何娘亲要准备这么多大箱子？秦氏也不知道他家这女儿又在整哪出，这才刚回来就闲不住。苏锦踏步而来，仔细地清点着，这些肯定是装不下的，届时定是要准备些其他手段。小锦啊，你这是又在整什么？秦氏拉着他，面色愁得不行。心大不着家，爱折腾，也得亏人家太子不嫌弃。娘亲，你休息好了吧？仔仔们还记得昨日娘亲很是疲惫的样子，满是关心地拉着他。休息的可好了？娘亲给你们带了很多好东西，都在书房，自己挑。真的？仔仔们惊叫一声，眼中带着惊喜，小短腿嗖的一下便没了影。看着孩子离去的方向，苏锦无奈笑了笑，旋即面色认真道：“娘，我们准备成亲了，正在准备聘礼。”秦氏面色一喜：“成亲好，是该成亲了。我想着也差不多这个时候了。”欣慰地拍了拍他，言语难掩高兴。第138章，出手就是一箱宝石。秦氏想到女儿的婚事，神色激动，脑中已是在想成亲要准备的事宜，顿时觉得时间有些不够用，急切道：“有些细节，我要找你母亲商量商量，你就安心待嫁吧。”说罢，步子急急的就要朝外面走去。娘不用急，一起去，我要去看她，给母亲带了不少东西呢。秦氏一听，缓了缓，这才停下，将孩子们也带上，转而又道：“进来别跑了，你是不晓得，
你不在家中，太子话都少了，沉默得很。秦氏拉着苏景一阵絮叨，只盼着他能好好珍惜。多好的女婿，这么顾家可不多见。苏景耐心地听着，笑道：“放心啦，娘，以后出远门我都将人带上。”秦氏点了点他的额头，只当他再说俏皮话，也没在意。你心里有数就成。太子可说什么时候来下聘？娘，我们是互相下聘，是我把他娶回家了。啊！秦氏猛地拉住他：“景啊，你这瞎说啥呢？”苏景板正他，认真道：“是我娶她，不过皇家的聘礼咱也收。”秦氏越听越猛，摸了摸他的额头。苏景无奈地将人手放下，拉着坐在一旁，说起了方才进宫之事。秦氏，啥玩意？娶太子？他女儿不仅敢想，还做成了。秦氏离开的脚步都带着虚浮，他看看天，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娘嘞，是真的。苏景走上前，将人扶住。秦氏面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去忙吧，让你娘我缓一缓。”乖宝，帝星，皇宫，是夜，龙榻上，一人影来回辗转几番，还是毫无睡意。他猛地坐了起来，掌灯。明元帝静坐着一动不动，不知在思量何事。他拧了拧眉心，下了榻，挑灯去了自己的司库，沉下心数了半晌。良久，黑夜里一道长长的叹息骤然响起。隔日一早，明元帝眼下泛着青，上朝之时也是多有疲惫。朝臣见他们圣上如此，心里不由得泛着嘀咕，却也很是识趣，早早结束了朝议。明觉留在原地望了一眼，心中带着思量，父皇可是在为尔臣的事担忧。明元帝复杂地看了他一眼，张了张嘴。就在此时，来人通禀：“皇上，青云道长求见。”明元帝面色一肃，理了理情绪，道：“快宣。”一长须飘飘的白衣道长缓步走了进来，微欠身行了个道家之礼。明元帝踏步而下，扶住了他：“道长无需多礼，此番事……”明元帝面色郑重，看着他心下有些担心，毕竟道长一般无大事不会出关，上一次还是几年前天降一星之事，这一次难道又是什么大事发生？说到那3颗一星，他至今也未曾寻到。忽地，明元帝灵光一闪，像是抓住了什么，心中倒抽一口气，会是这般巧合吗？他不再多想，压下了心中的猜疑。青云道长俯身一拜，朗声道：“恭喜圣上，恭喜太子殿下。”明元帝见此，心中一松，赶忙道：“何事之喜？烦请道长细细说来。”青云道长认真地看了眼太子的面相，他捋了捋长须，心中更是肯定，满意的笑了：“老道来此是为殿下婚事，恭喜圣上，大吉之兆。”随即又道：“不知老道有没有那个荣幸为殿下测个吉时？”他想到昨夜的天象，此番前来就是为了确定太子命轨是否回归。果然如此。青云长叹一声，这事情的种种皆是他师弟的罪孽，他能做的便是提点一二，却不能强行破之。如今一切回归原位，他也算能放下心了。明元帝双目大亮：“好，大吉好啊！那就劳烦道长。3日之后可过聘，下月初10乃良辰吉日。”明元帝连声应下。他来回踱步，心下满意至极。皇儿这婚事果真是上签。不行，这嫁妆他要再想想办法。对了，3个孩子，明元帝想到方才的猜测，目光闪了闪，低声向着常德吩咐了几句。不多时，皇后带着孩子过来了。苏景很是守信，一早便将孩子送进了宫，他定是要让皇后看到自己的诚意。此刻3个崽崽便跟在皇后身边。圣上见过皇祖父。明元帝看见他们，神色瞬间软了下来，将孩子揽到身前，眼中带着骄傲：“道长还请帮朕这3个皇孙孙瞧上一瞧，求个平安卦。”青云道长自方才孩子们进来之时，便没有再移开过眼，面色大惊。他双目泛着光，一动不动地盯着3个孩子，嘴唇微动，却未出声。明觉见他如此眉宇微皱，上前一步出言道：“道长，可是有什么不妥？”青云道长深吐了口气，正色道：“殿下福泽深厚，至于其他的，不欲再说。有些话他只能点到为止，却不能多言。”明觉点了点头，很是明白与道长的相处之道，从不多问。他看了看3个孩子，嘴角微勾，是挺有福。明元帝见道长不多说，心里有些着急，想知是否如自己猜想那般，婉转道：“那3一星。”说罢，他看了眼3个孩子。青云道长轻轻点了点头，并未出言。明元帝精神一振，盯着3个孩子大笑出声：“哈哈哈哈！好！”3崽互相对视一眼，小表情有些猛，不自觉朝着爹爹看去。明觉正好也望了过来，他想到当初3个一星之象，2个地星，1福星，大宝很明显定是福星之象，那地星，2宝和乖宝。
明觉目光定定地望着女儿，心中的思量越来越深。乖宝见爹爹只望着自己，小脸憋着笑，悄悄理了理衣摆。今天的他定是又迷人了，爹爹怎么总盯着他瞧呀？明元帝显然还没想到这层，乐呵呵地向着青云道长说着3个孩子的事。朕这孙孙可是3胞胎，世间罕见。道长您看需不需要什么平安符？明元帝说的极慢，暗示意味很是明显。青云道长的符可不好求，那是真有大本事的，关键时刻保命之用。第140章3日后下聘。明元帝显然不想放过这般机会，为自己的孙孙们求上一道。青云道长摇头轻笑，过犹不及，这般正好，皇孙可用不上老道。说罢，他抬头看了一眼那个胖乎乎的男娃娃。明元帝闻言有些可惜，却也只好作罢。这次没要到，那他下次再问问。皇后见人都商议妥当，招来人吩咐了几句，不多时便将道长所册及时传至了苏宅。3日后下聘，下月初10成婚。苏锦心中反复默念，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深。他望着满院的聘礼，插着妖笑的豪气万千。萧管家踏步而来，面上带着喜色，道：“恭喜姑娘，人手皆已安排妥当。”好，3日后清晨出发，抬着聘礼给我绕城内1周。凡到喜之人，皆入百味房，我请客。萧管家见姑娘开心，笑着打趣道：“怕是要不少银子？”不怕，反正我有钱。苏锦无所谓道：“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是。明觉带着孩子从宫内回来之时，苏锦伏案正在不停地画着什么，神色很是认真。男人面色一柔，轻声道：“别太累了，还有1个月的时间慢慢准备。”苏锦抬头看了他一眼，将人拽到身旁，不容置疑地亲了一口，模样很是硬气。乖，我不累。明觉神色带着无奈，目光悠悠地望了一眼，坐在了身旁，与他说起了今日之事。苏锦手一顿，惊异道：“你是说乖宝是帝星之相？他那小学渣女儿？”帝星？他没有质疑男人的话，凝眉想了半会。明觉点了点头，青云道长所言皆已应验，这帝星应是错不了。系统也被惊住了，捂着脸，张大了嘴巴。天拉噜他童子是见证小女帝的成长了吗？乖宝出息了，宿主有时间给要签名呀，他定要好好收着。苏锦被他叫得脑瓜子嗡嗡的，白眼一翻，他那满是错题的册子你要吗？上面有名，要多少有多少。系统愣了一瞬，惊喜道：“也行，请务必都留给我。还有这好事，小女帝的渣渣学生史，他定要留好。”苏锦应了声，便没再理他，眼睛一瞥，朝着门外露着的3颗小脑袋招了招手。崽崽们被发现丝毫不尴尬，笑嘻嘻地跑了过去。娘亲，你还没有忙好吗？苏锦捏了捏崽崽的胖脸，挨个摸了摸。轮到乖宝时，他捧着女儿的小脸来回揉着，面色复杂地盯着看。乖宝心里一乐，爹爹今天也盯着他看，现在娘亲也是，他今日一定特别好看吧？小身子扭了扭，对着娘亲咧嘴一笑，笑得傻乎乎地。苏锦微咳一声，别开眼，目光悠悠地与明觉来了个对视。你确定就这个？明觉低头一笑，有些心疼女儿，将毫无所知还在那美滋滋的小人抱了起来。乖宝一懵，心底有些小无奈，今天的他也太让人着迷了，爹爹娘亲都抢着抱他呢。行吧，他拍了拍爹爹的肩膀，带着些小纵容，就给你抱一会会吧。他心里有点得意，暗自美了一会，想到来这里的目的，超小声道：“爹爹，我们出去吧，有给你准备礼物哦。”明觉抬头看了一眼又忙活起来的苏锦，也没多问，笑着应了。大宝二宝也跟着跑了出来，3个孩子很是激动，拉着他就往自己的小院子去，直到被带到一个箱子面前。明觉温声道：“这是什么？”崽崽怕他难过，有些犹豫，毕竟娘亲送的礼物他们都有，只有爹爹没有，他一定很难过吧？崽崽们眼睛一转，小表情很是真诚：“这是娘亲送你的礼物，我们只是帮你收起来了，所以你才没看到。”对，爹爹也有呢，不难过。明觉笑着打开了箱子，半晌他抿了抿嘴角，看着面前急着安慰他的孩子，心中有些复杂。苏家一切准备就绪，很快便到了下聘之日。吉日已定，宫内的御帖也一一分发了出去。届时太子大婚，自是要隆重非凡，整个京城又热闹了起来。而今正是太子下聘之日，众人都在翘首以盼，等着太子府的动静，想要看看这皇家的聘礼能有多盛大。府前围聚的人越来越多，直到临近午时都不见动静，周围之人面色各异。为何一台聘礼也未抬出？这太子殿下是对婚事。他还未说完，便被一旁之人打断：“慎言，定是有事耽误了。”众人等得心急之时，一男人跑了过来，大叫道：“别在这等着了，快去看呀！聘礼从苏家抬出来了，
数不清的聘礼。城西已经人满为患了。男子吆喝一声，拉着自己的好友急急地向着那方跑去。这等盛况怎能错过？他真是闻所未闻。话说这太子聘礼为何会从苏家抬出？第141章，聘礼抬进了太子府。城西此刻人潮涌动，太子早已吩咐下金兆尹出动官兵维持秩序。街道两侧站满了路人，顺着聘礼抬出的方向，苏家门前围聚之人越来越多。好在早有准备，皆被管家派人拦在了外侧，倒是没有阻碍抬聘队伍的出行。你们数清了没？已抬出多少台了？这也太惊人了！这后面还有多少？怎么像是没有尽头？身侧男子肯定道：已出220台。瞎说！我这明明瞧着有300台。诸位请看，我这刻画的还在呢。不对，我等来的最早，最是清楚。争论之声越来越大。萧管家凝眉看了过去，抬着头笑而不语。抬聘队伍宛若一条长龙，浩浩荡荡。直到午时，太子府的府门方才打开。左一一马当先，带着侍卫整装待发，抬着聘礼朝着苏宅前行。早在前日便已商量妥当，两方送聘队伍所行路线并不相同，自是不会撞上。他们刻意比苏家晚半日出行，这是太子定下的，这才是皇家的聘礼。若是以往，那也当得隆重，如今却显得不够看了。今日这聘礼也只是过个面子而已。然而此刻停留在太子府前还未散去的人又猛了。方才有人说聘礼从苏家抬出，那这太子府的又是什么？今日难不成苏家还有他人定亲？不管众人如何猜测，直到申时，百姓跟随苏家队伍一路从城西来到了太子府。当看着苏家第一台聘礼抬进了太子府时，顿时一片惊呼：这是不是弄反了？为何聘礼从苏家抬出入了太子府？那方才太子府抬出的聘礼又是何？他们只觉得脑子似是不够用了。就在此时，廖青踏步走了过来，长长的礼册展开一角，喝道：今大吉之日，廖某带主人苏景前来下聘，礼单如下：龙凤呈祥云纹环佩，玉器万件，云锦鼠缎千匹。礼单之上，凡是特征明显可知归处之物，皆是被隐去。府门前的人被这长长的礼单惊得傻眼了，直到最后，廖青高喝：金999万，白银不计。这话犹如一粒石子投入波澜不惊的湖面，激起层层浪花，人群顿时一片沸腾，惊呼之声此起彼伏。天哪！太子妃向太子下聘已是奇闻，现今这聘礼。廖青清了清嗓子，接着道：姑娘说了，凡到喜之人带上祝福，如若不嫌，今入百味房皆免。哇，有这等好事！太子妃高义，诸位还等什么？在下先走一步。相比方才天价聘礼的惊吓，这等实际的好处更是惹来阵阵惊赞，道贺之声不绝于耳，更有现场作诗一首高声大喝之人。京城一片沸腾，各府世家官员闻此消息，也是被吓得久久回不来神。原先得知这太子妃竟如此离经叛道，敢向皇家下聘，一个个面色潮红，愤慨不已。文官更是想好了明日的奏折，如此荒唐之事，定要参上一本。太子妃行事太过，这般女子怎能当得一国之后？而此刻，他瞪大了双目：你确定没有听错？是的，老爷，那聘礼之多，清晨便从苏家抬出，绕了整个内城，犹如长龙望不见尾。小厮越说越激动，满面红光来回比划着：这般重礼，这般重礼！若入了大员，快快备衣，本官要进宫一趟。怪不得圣上前几日满面愁容，原是为了此事纠结。太子妃真是秀外慧中，德才兼备，有大才啊！此事无独有偶，在不少官员家中皆有发生。一辆辆车马向着宫内驶去，反倒一些世家之人想得更多，今宜太子妃身后为何有这般财力，同时更是懊悔错过了这座金山。第142章，太子妃才华横溢。名爵负手而立，定定地望着一台台入府的聘礼，面色无异，眼中却始终含着笑。他看的不是聘礼之物，而是那个女人最直白的心。花管家脚步匆匆忙得不可开交，偶尔抬眼，神色复杂地看向名爵。谁能想到他们太子竟是收聘礼的那个，真是好福气啊！他望着这看不见尽头的队伍，躬身道：殿下，这聘礼数量太多，该当如何处理？直接入库吗？名爵看了他一眼：不必，归置好，大婚之日随我出府。花管家一惊，半晌又觉得意料之中，忙笑着应是。此刻皇宫内来往的工人不断来报，名媛地面带急色，见到又折返的工人，目光瞬间锁定：怎么样，太子的聘礼送出去没有？回圣上，5时左侍卫便带人送出了。接着回禀道：苏家的抬聘队已至太子府。名媛帝摆了摆手，来回踱步。
他这皇儿就是执拗，说了让他先出聘，非得推后半日，他都能想到明日早朝的情景。就在此时，来人通禀：圣上，秦大人、张大人、卢大人殿外求见。宣，哎，该来的还是来了。这些个文官竟连明日都等不及。明元帝故作不明地看着几人，沉声道：何事？一时间竟无人回话。就在此时，张大人被不知名的按手往前推了一步，他回头看了一眼，心下暗恨，只能硬着头皮道：圣上，臣等前来所谓殿下下聘一事，今日之事，圣上必有耳闻。太子妃虽不合常理，堪称荒谬，但……他话还没说完，便被一旁的2位大人连声打断：张大人，你怎会如此迂腐？太子妃怎么了？如此秀爱会中的女子，堪称太子良配，岂容你胡言？对，太子妃风华绝代，巾帼不让须眉，关键是才华横溢，乃当世不可多得的女子。臣等附议。张大人懵了一瞬，不敢置信地看着这几个方才还邀他吃酒的同僚，竟让他扮着黑脸。明元帝抚了抚额头，听着他们这一唱一和，摆手打断道：行了，有话就说。这群文官什么德行，他比谁都清楚。秦大人微咳一声，躬身道：圣上，太子殿下失驾。明元帝双目一瞪，死不承认，呵斥道：谁说我皇儿嫁人了？今日太子府有送出聘礼，都看不到吗？只要他不认，苏锦不说，就算都猜到了，又有谁敢乱说？几位大人对视一眼，连忙道：对，太子殿下有送聘礼，我等亲眼所见，臣也看见了。几位大人安抚完明元帝，心照不宣地松了口气，看来皇家是同意的，也没有将此事说破的打算，维持着表面，这便够了。圣上果真英明，人才兼得呀。朝臣心里有了底，来得快去得也快。然而几人并没有离去，此刻聚在了宫外，不似方才殿内的和气。卢大人，看来您这得失望了，家中小女还是早日嫁了吧。说罢意有所指的朝着其他几位大人看了过去，皆是心知肚明。太子，未来的储君，谁家不想攀附？太子妃之位那是争不过了，有3胞胎在前，这太子妃早已注定。众人退而求其次，盯上的是太子的侧妃之位，就算只能为妾，日后也能爬上后宫之妃。如何不想争一争自太子体内之毒的解？这大半年各府婚嫁都少了不少，抱有期盼之人不在少数。然而如今太子妃这一强势之举，犹如秋风扫落叶般，不给人留一丝希望。太子都嫁人了，再把女儿送过去，难不成是当婢女吗？第143章大欺主的气势。方才还在为大元国库将要丰盈，国力强盛自豪不已的几个朝臣，这惠子闻言，心下猛地一滞。卢大人被点名针对，面色不愉，轻笑一声，转而义正言辞道：小女之事就不劳秦大人费心，太子都能为大义屈身下嫁，我等这些又算得了何？他哼了一声，一甩袖摆，踏步离去，背脊前所未有的挺拔。几位大人眼神闪了闪，顺梯而下，连声附和：卢大人所言极是，我等怎能只顾自身，要像太子殿下那般舍己为国，实乃高义。说罢抱拳朝着太子府方向拜了拜。太子大婚将近，皇家派出的御帖接连抵达各处。滦州府内，一女子半面威严，看不清全貌，此时那双外露的眉眼带着难言的怒气，双目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御帖。她身为长公主，竟得不到一份皇家御帖，手中这份还需用手段才能得到，何其可笑！这么多年，该有的恩怨早已淡了，为何还有人死抓不放？想到之前自己女儿和您被强制送回的场面，旭阳长公主怒火顿时烧至心头。她摸了摸面颊，望着贴上的时日，喃喃自语：出时事吗？各地不同之人为着同一件事，皆向着京城赶来，而此时的苏家却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大问题。苏锦看着面前已经半日未同自己说话的仔仔们，朝着男人看了一眼，他挑了挑眉，眼神示意道：你去哄。明觉抿了抿嘴角，蹲下身，轻声道：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仔仔们气呼呼地背过了小身子，不理他，就连脾气软和的大宝都悄悄地看了他一眼，转过了头。仔仔们可伤心了，他们还在担心爹爹没有礼物，将自己的都送给了他，结果……苏锦连忙道：对，不是那样，你们听我狡辩不对，是解释。仔仔们身子晃了晃，没有转身，一副还在生气的模样，小耳朵却不由得侧了起来，说罢。苏锦偷笑一声，赶紧正经道：那些都是聘礼，不是礼物，我为了娶你爹爹进门才送他的。真的？对，他现在已经是咱家的人了。仔仔们身子一转，看着他，又想到自己的小礼物和爹爹的大礼物，还是气不过。小胖手紧紧拉住苏锦，齐齐道：那你最爱谁？问完眼神还向一旁看了一眼。
3个小人鼓着腮帮子，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绝不给他再次逃跑的机会，眨巴着大眼，不断地暗示：“快说呀！”“是啊，你最爱谁呢？”明觉见状，嘴角一勾，温声道：“苏锦，他真是太难了，这一家之主不好做呀。”他看着还在卖萌眨眼的孩子，再瞅瞅笑意盈盈的男人，倒抽了口气，朝着男人递了个眼神：“听话，先回去。”明觉也不再逗他，轻笑一声，朝着人意味不明的看了一眼，借口离开了。苏锦松了口气，见人离开，毫不心虚，朝着孩子真诚道：“娘亲当然最爱你们了。”他压低了嗓音，故作神秘，悄悄道：“你爹爹也得靠后呢。”三仔如愿听到自己想听的，小手满意的拍了拍。苏锦见状，眼神一闪，想了想，抓住机会彩虹屁又吹了几句，务必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爱意，这样下次就不会问了吧。仔仔被他哄得眉开眼笑，信以为真，心里都带着些小得意。爹爹真可怜，他们以后还是对他再好一点吧。苏锦不知他们所想，此时为表对仔仔的真心，果断留在了孩子的小院内，直到将人哄睡，这才悄悄地溜回房。男人的声音骤然响起：“哄好了。”他见人还未睡，眉眼弯了弯，刚哄睡了，神色一转，猛地朝他扑来：“现在该哄你了。”男人笑了，顺着他的话：“你要哄我什么？”目光悠悠地朝他看去，将人调换了位置。不知怎的，苏锦忽然想到皇后曾经的劝解，对，他要硬气些，一个转身将人又按了下去，故作威严道：“听话，别动。”明觉低低的笑了：“我不动。”说罢又凑近几分，低沉的嗓音带着热意：“妻主大人要如何哄我？”苏锦心中一酥，假装不受所惑，咳了一声，面色正经：“你再叫几声，我就告诉你。”“好，你靠近些。”苏锦心里嘿嘿一笑，面上却毫无异色，拿捏着大妻主的气势道：“说吧，我听着呢。”半晌见男人还不说话，他又俯身凑近了些。明觉见此，一个转身吻了下去：“你可要听好了，我的妻主大人。”第144章带孩子进宫。几日已过，京城仍旧为这场双向聘礼之事津津乐道，热度不减。太子妃这般奇女子再次走入众人视线，有因她离京叛道抨击的，也有大赞太子好福气的。此刻一茶馆内，因科举将近，京城学子涌动，文人之聚众多，谈论话题自是避不过太子婚事。太子妃这等离京叛道，实在是有辱皇家颜面。若他日为后，天下女子皆以他为范，那这世道……苏策默默地坐在一侧听着，抬头看了一眼，见人此刻情绪高昂，没有打断。片刻，那人缓了缓，周围学子不时点头称是，显然一副备受追捧的样子。苏策放下茶盏，悠悠道：“若是在下没记错，前几日这位兄台可是入了百味房，难不成百味房言而无信，收了你饭食银钱？所幸在下今日无事，去替你要上药。”他轻笑一声，眼看就要朝着外间走，那学子高昂的头瞬间僵住。见人就要离去，顾不得其他，赶忙拦住，面色尬然道：“这位兄台，万不可当真，万不可当真啊！”他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话，已然没了方才的气势。苏策毫无所动，笑着看了眼在座之人：“我方才听你们四世对太子妃颇有微词，我还当是那日都没去吃席呢，原来是在下误会了。”说罢他抱了抱拳，接着道：“现在看来，各位这是既得了好处，又管不住嘴，另在下长见识了。”你这方聚集的文人学子大多自诩清高，最是看重脸面，此刻被人这般直言，如何能受得了？一个个面色涨红。苏策似是无所觉，他朝着外侧拱了拱手：“太子殿下身为储君，又岂是他人可妄议的？苏某在此告诫各位，定要谨言慎行。”说罢利落转身，他扶了扶袖摆，朝着另一茶馆走去。书房内，殿下已经安排下去，民众的流言皆已有人引导，以太子妃之名开设的私塾医馆都已筹备妥当。京中近来学子众多，注意些。殿下放心，学子那方妄议之人乃是少数，苏家二公子出力颇多，如今之言多是羡慕。明觉抬头看了他一眼：“多是羡慕殿下您。”侍卫声音越来越小，暗中看了一眼，便低下了头。明觉嘴角微抬，眼中的骄傲一闪而过：“是吗？不必理会。”摆了摆手，让人退下。在空无一人的房间，男人眼中的傲然越来越明显，控制不住地翘起了嘴角。愉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他站起身，朝着仔仔的小院走去。想来他们应是做完了。孩子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会早已同爹爹和好如初了。爹爹，你快检查吧，乖宝今天有好好完成呀。明觉近来对乖宝的课业很是看重，经常私下里给人开小灶，企图让那些错题少一些。乖宝不明所以，却也乐得和爹爹相处。
他一定要在这次考校日超过大宝，当第二。至于二宝就算了，不想那不切实际的。小小的人儿心里抱着期盼，暗搓搓看了眼还在埋头书写的大宝，骄傲地将册子递到了爹爹身前。明觉见他如此信心满满，鼓励地摸了摸他头上的小揪揪，面容带着笑意，低头看去，就这般愣愣地看了半会，抿着眉抬头瞅了他一眼。这是怎么完美做到全错的？男人心里有些复杂，不善言辞的人此刻正努力回忆苏锦哄孩子的说辞，可能要用上了。不是女儿不努力，是题的错。不多时，大宝也抬起了脑袋，乐呵呵地扬着胖脸，将册子交给了爹爹，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明觉笑着接了过来，心里先是深吸了口气，定眼看去，倒是比他妹妹强那么一点，也就那么一点，差点就不分伯仲了。男人无奈一笑，罢了，下次交2个吧。二宝站在一旁微微动了动身子，不经意地将册子往前推了推。明觉顿时心情松快，接了过来，快速一扫，点了点头，避开2个仔仔，悄悄从身后给他竖起了拇指。这手势还是跟苏锦学的，倒也合适。二宝双眼一亮，咧着小嘴笑了起来。就在此时，苏锦踏步而来，他看着院中认真检查仔仔课业的男人，背着手满意的点点头，一副很是欣慰的模样。明觉朝他挑了挑眉。苏锦想到来此的事，微咳一声，待会带孩子进宫。仔仔们不约而同地看了过来，小脸带着些疑惑。他们很喜欢进宫找皇祖母玩，偶尔还能去皇祖父那里探探宝。皇宫那么大，够他们跑好久呢。可是近来娘亲似乎经常提醒，为什么呀？男人也看了过来。苏锦咳了咳，毫不心虚认真道：我们宝宝太可爱了，皇祖母近来心口烦闷，需要有可爱的人陪着她才能好。他面露不舍地看着他们。仔仔们拍了拍他的手，娘亲你放心吧，我们可会哄她开心了。苏锦笑着点了点头。明觉抬头多看了几眼，显然是不信的。女人面色真诚，什么也没说，朝他笑得意味不明，带着仔仔扬长而去。第145章，国师来了，大婚前将人解决。马车一路驶向皇宫，宫门外，他带着孩子下了车架。忽然，远处一身形佝偻、看不清面容之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此人仿若被定住一般，远远地看着皇宫的大门，像是透过他在看什么地方一般，身子不时的还微颤2下，因他所站之地距宫门稍远。守卫倒是没有将人驱赶，毕竟往日也有百姓前来宫门前瞻望，只要不过界不聚集，无甚影响。苏锦扫了2眼，这么明显的不同他怎么会看不出？望着身边的孩子们，他将思绪压了下去，大步朝着宫门走去，先将孩子们送进去再说。然而就在此时，大宝不知为何小声道：娘亲那个人是谁呀？他小手一指，好巧不巧指向的便是远处那个模糊的人影。苏锦脚步未停，心头却起了疑，大宝可不会这般突然询问他人，更不会用手指着对方，是提醒他要注意这个人。为何这般问？大宝小手搅了搅，胖脸有些茫然，就是想问。远处之人似有所感，猛地抬头看了过来。苏锦双眼一眯，视力极好的将人看了个清楚，竟是个模样普通的男子，看那身形，他还当是什么老者呢？着实违和。那人与他对视一眼，却直接越过视线，直直地看向他身旁的孩子。苏锦身形一闪，一个侧身将孩子挡住了，心中微凝，他很确定那人能看得清，他能看得这么远是因为双目有异，那他呢？苏锦心思辗转极快，动作也不耽搁，将3个孩子围在一起，合抱了起来，疾步朝着已是近在眼前的宫门而去。仔仔们见娘亲面色严肃，被抱得不舒服，也不吭声，乖乖地缩着身子，抿着小嘴，什么也不问。苏锦行至宫门守卫身前，眼神示意，低声道：将那个人看住，不要妄动。守卫自是认得他，神色一正，点头应是。苏锦目光深深地回看了一眼，视线下移，那人手中转动的罗盘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抿了抿嘴角，转头便走。他想他或许猜到那个人是谁了。苏锦不知道的是，他转身的瞬间，那人手中罗盘也停止了转动。是你！一声沙哑犹如破锣的嗓音缓缓响起。是你毁了我的心血！他喘着气，死死按住翻涌的气血，一动不动盯着宫门看去。苏锦动作很快，火速将孩子交给了皇后，一阵风似的闪了出去。皇后，他眨了眨眼，刚才是不是有人过去了？低着头和3个孩子面面相觑。二宝反应最快，道：皇祖母，娘亲她有急事呢，方才在宫外。他条理很是清楚的将宫外之事叙述了一遍。皇后心中一沉，那人是谁，竟让她如此紧张？望着人离去的方向，眼中带着些不安。苏锦脚步不打弯，直接来到正殿，求见明元帝。他没有10成把握将人拿下，
若是那个疑似国师之人整什么他没见过的幺蛾子，那他岂不是很吃亏？该借势之时必须借，比如那个男人口中的青云道长，可不是正好吗？圣上，太子妃求见。明元帝一愣，苏瑾怎么会来找自己？他瞬间想了很多可能，他不会是后悔了吧？快宣！明元帝看着来人，收起思绪，面色很是亲切。找朕何事？苏瑾深觉时间紧迫，直言道：皇上，宫外有一人疑似大虞国师，不知能否请青云道长出关将人拿下？明元帝脸色猛地一变，一拍桌案，喝道：好，竟还敢来我大元！他愤怒地往前走了几步，想到那个国师，明元帝怒火中烧，恨得咬牙切齿。他自是不怀疑苏瑾所言，毕竟能凭一己之力为皇儿报仇，搅动大虞，能力是毋庸置疑。不管那人是与不是，先将人拿下再说。不多时，几道谕令传了下去，御前侍卫带兵亲自前去围堵，青云道长也已派人去请。苏瑾看着这场景，松了口气，丝毫用不到他出手，也乐得轻松。系统，注意宫外。放心，关键时刻我还是很靠谱的。系统的胸膛拍得梆梆响。苏瑾没有反驳，那真是辛苦你了。系统挺了挺身子，很是严肃地观察着宫外的动静。而此刻宫外的侍卫已渐渐将人围了起来。那个人似是无所觉，佝偻的身形毫无反应，目光紧紧地盯着苏瑾方才离开的方向。双方僵持着，谁也没有动。良久，马蹄声由远及近，男人翻身下马。还悠闲晃荡在皇宫内的苏瑾忽然收到系统呼叫：宿主，你男人来了。在宫门外，苏瑾半垂的眼睑猛地睁大，将手中的鱼食向远处水面一抛，拍了拍手，二话不说，大步朝着宫外走去。他来作甚？若那人真是国师？这般想着，脚步越来越快。第146章，这太子妃惜命啊！明觉手握长剑，眼中的寒意犹如实质。看着远处身形与前世大不相同之人，还是断定这人便是大虞国师。他没有妄动，看了一眼周围没有那个女人的身影，松了口气。就在他想着如何将人解决之际，苏瑾身半背着弓箭，面色凝重地赶了过来，不放心的将男人又往后拉了几步，再离远些，这人诡异，等道长前来收了他。我们不去，乖。明觉周身的寒气瞬间消散，放心，我不去。他得了消息，想到如今正在宫中的母子4人，如何能放心？他怕苏瑾会吃亏，哪想这个女人比自己想的还要理智。男人轻笑一声，揉了揉他的脑门，毫不掩饰的夸赞：做得好。苏瑾敛住笑意，轻飘飘的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小事。这边被侍卫层层围住的国师见方才离去的女子再次折返，毫无波动的眼眸中是有了起伏。他目光锁定苏瑾，身形挪动了几步，侍卫紧跟着拔出了佩刀。就在此时，青云道长一声长叹，明明距离不近，却还是清晰的传了过来：师弟啊，该结束了。青云道长捋着长须，看着他如今的模样，深叹了口气。国师身形一顿，死死的低着头。苏瑾瞅见一白胡子道士模样的长者，双目一亮，拉着自家夫郎跑得贼快，一溜烟就窜到了道长身后，很是自来熟，低声谨慎道：道长，您的道法在他之上吗？青云道长虽是第一次见他，却无需介绍，看他一眼便也了然了。他点了点头：太子妃放心，他已身受反噬，如今使不得道术。苏瑾眨了眨眼，腰杆瞬间一正，不放心的还是将男人往青云道长身侧推了推，自己大步迈了出去。那还等什么呀？前辈让开！侍卫首领对太子妃印象深刻，此刻闻言反应迅速的带着人退开几步。太子妃容老道，他话还没说完，只见一支飞剑从身旁窜了出去，半点都等不得。国师未抬头，身子艰难地挪动了2下，避过了。苏瑾眉宇一凝，往后背一伸，手上又多了3道箭矢，毫不停顿射了出去。这一次行动艰难的国师险险避过其二，最后一箭稳稳射在了手臂之上。他猛地抬起头，无神的双眼死死地锁定苏瑾，身形颤抖，带着几分诡异。全都拜他所赐。苏瑾想也不想拉着男人躲在道长身后。笑话，你想看我就给你看吗？小声道：道长，你确定他不能用道术了吗？青云道长，他听着身后之话，半晌无言。这太子妃真是惜命啊！他咳了一声，一缕长须，面色泛起了疑惑。他时日无多了，已被道术反噬，只是不知何人将他伤至于此。这也是他正想问的事。苏瑾眨了眨眼，可不管是何人，明觉紧握他，不让他再出手，温声道：别去。转而向着侍卫厉声道：原地处决。是。苏瑾也不在意，他本就没想着靠近，谁知道会不会有意外，只要人死了就成。这人不死，他就难以心安，总觉得哪一日会突然冒出来，让他防不胜防。
若是在他大婚之日出现，闹出幺蛾子，他可能吃人的心都有了。思绪飘远，却听耳边砰的一声，几个侍卫倒飞了出去，重重的倒在地上，所幸伤得不重。还不等众人反应，只见那人气息一萎，看着青云道长的方向，面露不甘，慢慢闭上了双目。道长收回手中之物，长长的叹了口气，师弟他这是藏了一手啊。他什么也没说，上前将毫无声息之人抱了起来，准备离去。然而刚走几步，苏锦笑着挡在了身前，道长冒犯了，这人你不能带走。他嘴角带笑，语气轻缓，神色却很是坚定。青云道长看了他一眼，他已死。苏锦面容和缓，没有说话，动作却不变。他从不怀疑一个人的本事，自己无法做到之事，未必他人就不可。这个国师给他的感觉很是危险，他不能留下一丝一毫的隐患。这个人今日必须留下。青云道长沉默一瞬，见太子坚定地站在太子妃身侧，一副任由他做主的架势。刚想再说什么，只见太子幽暗的神色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罢了，师弟命该如此。他将人放下，深深地看了一眼，转身离去。早已注定是他强求了。目送道长离去，苏锦与明觉对视一眼，有了决定。二人站在远处，直到国师的身体渐渐被火光吞灭，这才彻底的安下了心。苏锦想到了当初在国师府放的那把火，在盯着眼前，不由感叹一声，这也算是有始有终了。明觉定定地望着那道火光，想起方才道长之言，师弟。男人心中思绪不断翻涌，眼中暗色一闪而过。有些事他要问上一问，想来这次道长不会再拒而不言。国师的事解决了，苏锦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沉下心，一心准备婚事，丝毫不让明觉劳心，只让他安心待嫁便可。大婚前一日，京城戒严，各个街道不时有侍卫巡逻，铺子门前皆挂上了喜帖，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喜气之中。第147章围聚京城。苏家。苏锦想着男人穿上的场景，心里美滋滋，脚步轻快的来寻人。你试试这个。他话还没说完，只见明觉一副要外出的模样。男人看了他一眼，轻笑道：你决定，都听你的。苏锦心中一乐，也没再纠结，转而道：你要出去啊？去一趟清平观，有些事他要在大婚前都随风氏去，早去早回。他也不多问，很是干脆的朝人挥了挥手。这个家中如今最是清闲的就要数他了，出去转转也好。清平观，观里烟气缭绕的香火，祥和而又安宁。青云道长静坐一侧，为空无一人的对坐添上了一盏茶水。不多时，脚步声由远及近。殿下请坐。明觉抬头一望，道长既知本殿要来，那就更应该知道我要问上什么。老道知殿下想问师弟之事，还望道长直言。明觉眼眸幽深，一瞬不瞬地望着他，带着不易察觉的暗色。师弟本名凌云，他为借你运势而来，不仅是你，4国皆在其列。他深叹一声，继续道：如此种种，只为转世重生之法。他想回到过去，就一人。师弟天赋极高，偷学禁术，叛出师门。等门人发现之时，世人皆已入局。虽知他所在，却不能出手干涉，唯有自破，皆可脱局。否则将是战火连天，一片生灵涂炭之象。说到此，青云道长顿了顿，盯着明觉。他其实已经做到了，只是……道长望着身前的人，看了一瞬，没有再言。明觉双拳紧握，忍下惊异，却也明白了他的未尽之言。看来他前世意识涣散之际，所听到的那声凄厉的怒吼，并不是错觉，他的重生是因国师而起，只是不知为何重生的会是他。明觉眼下心绪，直言道：他明知是死，为何还会来此？青云摇了摇头，凝思半晌，师弟他心思多变，非常人所思，老道本是猜他想放手一搏。说罢，抬头看了一眼，如今想来，他应是为太子妃而来。明觉猛地抬起头，双眸锐利直视而来。青云道长神态平静，接着道：殿下无需担心，您这太子妃寻常人伤不得，至于太子妃与他的恩怨无从得知，老道言尽于此。明觉看了他一瞬，沉默半晌，起身离去。越来越多的车马越过城门，身份贵重之人不知凡几，各国也皆派使臣前往，表了心意，就连刚换了新皇的大禹都派人前来。然而最特殊的要数大梁，此次前来并非特使，而是几位位分极高的当朝重臣，抬着贺礼，面容都带着喜色。这里会不会轻了？本官就说再多带上些，太傅非是不听。庸俗，怎能用这些外在之物表示诚意？我等应是用心。好了好了，这里不轻，比那些个国家强太多了。丞相鄙夷地朝着一侧扫了一眼，眼带嘲讽，真是寒酸。他国使臣，这群人什么毛病？
招他惹他了？凭什么鄙视他们的贺礼？几个脾气不好的特使撸起袖摆就要上去争论，大梁之人丝毫不惧，纷纷站在了太傅身侧。来啊！太傅扶了扶袖摆，冷哼一声，坐等他们上前。与此同时，趁着人群聚集，一架毫不起眼的马车驶了过来。旭阳长公主看着缩在自己怀里的人，很是心疼。女儿那次入京被强制送回后，一路上受惊，归府后便大病了一场，如何甘心她被如此对待？母亲，太子他下令不准女儿再入京。旭阳心下暗恨，拍了拍他的手，放心，有母亲在。太子大婚，他身为长公主来贺，借此入京，何人能说出不是？况且他还有先皇遗旨，谁也动不得他。第148章大婚之日。大婚前一夜，明觉赶回太子府内待嫁。此刻苏锦正被严氏、秦氏两个娘一左一右拉着，两人犹豫几番，不知如何开口。他们这也算是头一回遇上这种事。苏锦左看看右瞧瞧，笑道：“怎么了这是？明日我成亲，你们怎么这般表情？难道不应该高兴？乐起来啊！他们家可是要天人了。”秦氏暗中瞪了他一眼：“你明日去迎亲？小景这皇家……”苏锦见他们眼露忧色，安抚道：“放心吧，这我早已想好了，拜2次堂，你心里有底就成。哎，以后好好对人家。娶太子，他女儿也算是第一人了。这要不是真心，哪个男子愿意这般？”秦氏直到现在仍感不可思议。严氏倒是没说什么，在他眼里女儿就是厉害，这事虽是离奇，接受的倒也快。我对她可好了，崽崽们都靠后呢。他拍着胸脯，玩笑似的冲着他俩眨眨眼。就在此刻，一道小奶音带着疑惑：“娘亲，我们什么要靠后压？”三仔眨巴着大眼，冲他歪了歪头。他们得知娘亲在这里，小腿嗖嗖的往这边跑，还没进门，便听娘亲在说他们要靠后呢。为什么要靠后？苏锦大意了，哈哈哈哈！你们听错了。他双眼一转，赶紧转移了话题：“明日陪娘亲去迎亲啊，接你们爹爹回家。”仔仔一听这事，心里很是激动，瞬间忘了刚才的问题。他们可是期待很久了，早就准备好了。身子一正，齐声道好。大婚当日，苏景天未亮便起身了，无需他人提醒，心中早已演练数遍的利落收拾好自己。秦氏、严氏领着下人前来为他上妆。微仪拖地的金丝凤绣嫁衣，火红的得炙热，姣好的面容点缀着红妆，如花似月，芙蓉如面，近看婉约柔美，美人如画，不过如此。然而站起身的瞬间，女子飞扬的神采又添了一抹英气。随着一声高唱，及时到。苏锦迈出脚，跨过门槛，看着一旁随行的3个小家伙，面色一正：“都准备好了吗？”崽崽们表情严肃，身板直挺，小奶音很是坚定：“好了。”3个孩子气势高昂，紧紧地跟在娘亲身侧。府外的车马早已准备妥当，一架架华丽精致的大红车架犹如长长的红龙，一眼望去看不见尾。苏锦一甩嫁衣，踏步而上，孩子们踩着踏脚紧跟其后。女人坐定，面色肃穆，高喝一声：“出发！”是。长长的音和犹如回音般久久不停。马车行进，所到之处皆无阻碍，士兵围栏两侧，百姓阵阵高呼：“太子妃！啊，太子妃迎亲！娘亲，他们好热情啊！”崽崽们端着身子，忍住好奇，没有伸头去望。苏锦笑着点了点头，这可不是给自己面子，而是给皇家面子。太子府内，明觉早已等候在此，男人一袭大红婚袍，俊美的五官被衬得分外鲜明。静坐一方，宛如一块无瑕美玉雕琢而成的玉人，高贵清华。明元帝与皇后端坐于首，心情复杂。直到今日真正见到皇儿出嫁，那心中方感五味杂陈。明觉不知他父皇母后心中感慨，此刻眼神专注定定地看着府门，他要来了。就在此时，一阵喧哗声由远及近，马蹄声伴随着高喝，太子府府门大开。苏锦带着孩子一步步向着男人走来，走得极慢。女人一袭红色嫁衣伴她如花容颜，流盼之间闪烁着绚丽的光彩。明觉眼神专注，再也看不见其他，那道红红的身影似是印在了心上，一股难言的热意涌了上来，他的每一步都仿若踏进了心间。二人对视，苏锦看着男人，双目一亮，红色果真衬他。他深吸口气，神色郑重地向着皇上皇后行了一礼，站在男人面前，他咳了咳，繁重的嫁衣向后一甩。崽崽们很是机灵，悄悄帮娘清理了礼，又快速站回了原地。苏锦酝酿了会情绪，眼神专注道：“夫郎，我来接你回家，以后我会对你好，去哪里都将你带着，不离不弃。你愿意跟我走吗？”明觉眼里的光亮的惊人，他大笑一声，上前将人横抱起，
带我回家。妻主，你向我走来，接下的路我抱着你走便可。苏瑾心情激荡，也没拒绝，顺势环抱。一对新人上了车驾，太子府内的一台台嫁妆紧跟其后。明元帝现在再也无暇感慨儿子出嫁之事，他看着这一台台嫁妆，捂住胸口，艰难的别过脸，不忍再看。崽崽们刚想上前跟着，皇后见状，赶紧将人抱住。你们爹娘这回眼里估计看不到别人，乖乖们别去了，晚些他们就回来了。婚宴还是在太子府举办的，也算是尽力维持住了表面。第149章新婚夜天色尚早，不好吧？可能是见到过下聘之日的场景，如此盛大的嫁妆反而没有引起太大轰动。一些刚到京城之人连连惊呼，都在询问嫁妆为何从太子府抬出，还有这数量是不是太多了些？还莫等人叫完，很快被打断。沿街百姓皆是一副你没见过世面的模样，骄傲地向着外来之人描述着那场惊人的聘礼长龙，高呼之声此起彼伏，人群一片沸腾。长长的队伍一路停在了苏家门前。苏瑾下了车架，又被男人抱了下来，心里美滋滋，面上却故作疑惑道：今日这般喜欢抱我呀？明觉深深看了他一眼，轻声道：晚上会比较累，先休息好。苏瑾冲他挑眉，眼神很是挑衅。男人抿了抿唇，什么也没说，大步朝着苏家走去。在男人进门瞬间，系统瞅准时机，很是迅速地冒了出来，扯着嗓子大声道：恭喜宿主大婚，迎娶夫郎走上人生巅峰。说话间还模拟了几声咻嘣烟花特效之音，可以说是想得很全面了。苏瑾却被他吓了一个机灵，差点从男人怀里跳出来。他定了定神，长舒了口气：谢谢你。转而又觉得好笑，这家伙懂得还挺多。乖，我的喜宴你是吃不上了，去看看还有多少积分，给自己买点好吃的，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积分我们以后再赚。系统眨了眨眼：真的？对，大胆的花，积分嘛就是拿来用的，没了咱就再赚。系统猛地打了个滚，给大佬捏脚。苏瑾朝他翻了个白眼，随即不由笑了起来。开心就好。此刻高堂之上，秦氏坐得不安，严氏拍了拍他的手，自己也深吸了口气。两位新人过了几道繁杂的程序，终于走了过来，也不耽搁，直接进入正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明觉面上带着笑，朝他先弯下了身。二人深深一拜，礼成。苏瑾等到听了那句送入洞房，心中大定，满意的勾了勾嘴角，拉着男人朝着在座苏家众人道：婚宴在太子府，娘母亲你们早点过去。这边的太子府宾客已至，因皇上在此，一个个正襟危坐。直到太子太子妃到来，安静的氛围这才打破，一阵阵高喝颂唱。苏瑾很是耐心的拉着明觉再一次拜了天地。他是娶了这个男人，但也不会让别人有任何说辞。下方坐着的朝臣不由松了口气，太子妃果真样样出众，有才有貌，还这般识大体，太子真是让人眼红啊！他们家男儿怎么就没这运气？众人心思各异，苏瑾却没工夫理会，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已经娶到手的夫郎。婚宴还未结束，苏瑾便大步走进了婚房，推开门，背过身咧开嘴，无声笑了起来。容他先笑会。肩膀一颤一颤，明觉坐在榻上朝他看去，很开心。女人身子一顿，立刻敛住了嘴角，背着手走了过来，平淡道：还行，也就一般般开心吧。男人拍了拍床榻，苏瑾顿时眼睛一亮，他朝外看了一眼，故作正经道：不好吧，这天色尚早。明觉控制不住低笑出声，弹了弹他的脑门：你在想什么？苏瑾刚坐下的身子立刻站了起来：我没想。暗搓搓朝人看了一眼，转身便要走，等着看他今晚怎么收拾他。然而走了几步没有走动。苏瑾回头一看，男人修长的指尖捏着他的衣摆，深邃的眼眸定定地望着。要命了，这可就不能怪他辣手摧花了。他不再忍，将人往后一推，模样凶狠道：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明觉先是一愣，很快大笑一声，作势柔弱地倒了下去。这个女人又陷入了幻想。苏瑾丝毫不给他拒绝的机会，一手撑着床沿，单手挑起了男人的下巴，认真地打量片刻。很好，小模样甚得我心。妻主大人满意就好。男人低沉的嗓音缓缓道来，那双满含笑意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这能忍？这小眼神勾得他要命了。他看了看天色，很是不悦，这老天是忘记关灯了吗？明觉知他所想，笑意越来越深，人又往前凑了凑。婚宴父皇会安排妥，近来天色暗得晚，今日已是。他话还没说完，被人一把推下，长长的话语淹没在了气息之中。这可是你自找的呀。第150章，你是我用3个崽崽换来的。
隔日一早，作为一家之主的苏锦强迫自己醒来，明觉却早早起身，目光专注地看着他。你这么早吗？这他岂不是很？两人相处久了，不用问他都知道这个女人在想什么。刚醒，还未出门。苏锦小眼神一瞥，目光带着赞扬。他的小夫郎可真懂事。二人收拾妥当，苏锦带着男人前去给秦氏严氏敬茶。两个娘一大早便不停地打着腹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秦姐姐别紧张，昨日都过来了。我不紧张，不紧张。待会要说点啥好？两人一阵嘀咕。尤是如此，当人端着茶水来到身前时，再多的话都张不开嘴。秦氏感觉想了再多都记不清了，磕磕绊绊来了一句：“好好过日子。”严氏拍了拍他的手，紧跟着道：“愿你们以后都能互相守望，相伴到老。”明觉笑着应是。紧接着两个大红礼包递了过来，过了心意，众人皆是松了口气，总算过去了。一家人一起吃了顿饭时，明觉四下看了一圈，问道：“孩子们呢？”苏锦擦了擦手，被皇后带进宫里了，昨夜便留在宫中了。秦氏看了他一眼，苏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新婚夜哪还能想到其他的？有人帮忙带孩子，他当然乐得愿意了。明觉看了他一眼，苏锦见人已经娶回来了，也不隐瞒，挑了挑眉，很是嚣张的小声道：“其实你是我用3个仔仔和皇后娘娘换来的，如今你落我手里，就别想着回去了。他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明觉。而此刻宫内的仔仔们正四处晃荡着，各处皆有他们的身影。这时正蹲在角落不知在捣鼓什么，小背影很是忙活，不注意还发现不了。忽然一鬼鬼祟祟的背影凑了过来，站在外侧不住地向皇后殿内张望。几个小家伙想也没想，缩头缩脑跟了上去，同那人一起张望。他在看什么呀？有好瞧的？那宝宝也看看。一大三小动作出奇的一致，那人伸长脖子，他们也跟着往前伸。明熙狐疑地往里瞧了片刻，见没人出来，只能作罢。他应该是没看错，那个老妖妇长公主回来了。心里想着这事情，也没注意身后，站直了身子就要往回走，猛地一惊，待他看见身后的人，瞪大了双眼：“啊，你们怎么在这里？”三仔仔缓缓抬起了头看着他，小脸带着茫然：“他们本就在这里呀。”乖宝看见他的正脸，显然还记得他，迈着小步子走上前，挡在了最前方，向他扬了扬那满是肉窝的手。明熙记忆犹新，他只觉手腕一麻，往后背了背。苏锦母女真是他的克星，都喜欢打人手。他深吸了口气，扬着头：“这次可不是来找麻烦的，我就来看看。”仔仔小眼神一瞥，明熙看着对面3个不信任的目光，只觉心口一滞：“我是看见那个老妖妇回来了才。”“什么是老妖妇呀？”看着3双天真的大眼，一副想知道的模样。明熙转开脸，第一次后悔自己嘴快。他咳了咳：“把这个给我忘了，千万别跟你们娘亲提。”他不放心，连忙补充道：“提了我也不认。”仔仔们几个小人满含同情地望了他一眼，默默地走了。他好像不太聪明，还是不问了。明熙仰着头酝酿好一番，将那些骂人的话都改了改，这才又看了过来。他眨了眨眼：“人呢？”宫女赶紧上前指了指前方。明熙咬牙追了上去，他们不听，他非要说：“我跟你们说，那个女人很厉害的，她有保命符，父皇拿她都没办法，只能将人驱逐出京，说不定你们娘亲都得吃亏。”听到娘亲要吃亏，仔仔终于回过了身，仰头道：“那她是谁呀？”二宝板着脸问道：“为什么你说娘亲要吃亏？”明熙昂了昂头，一副看穿一切的模样：“那老妖，呸，是当朝长公主，她的脸毁了容。你娘亲的百味房不是有一味祛疤的药丸吗？她不可能放过的。”第151章，两人悠闲的婚后，想起那个老妖妇，他就恨得牙痒痒。遥记当年自己与他女儿和宁不对付，争抢遗物，丝毫不让。长公主上前便打了他一巴掌，风吹起面纱，那个满是坑洼的脸，加之当时看他的眼神，可是让他做了很久的噩梦。在他心里，这就是老妖妇，他是不会看错的，一定是那个女人，定是去找皇后了。明熙回想之际，一道软软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娘亲呀？”明熙一愣，看着这眨着大眼问话的小胖仔：“你可真会找问题。我这不是和你们闲聊吗？好了，走了。”找苏锦，笑话，他躲都来不及呢，丝毫没给仔仔反应的机会，昂着头溜得飞快。而那被谈论的人，此刻确实进了宫，一早便递上了宫帖。皇后看着手中的帖子，随意的笑了笑，还是见了他。旭阳长公主半遮面容，一袭宫装华丽隆重，步履极慢，
像是随时在宣示自己的身份。皇后轻飘飘看了一眼，便没再瞧，低着头把玩手中的珠子，身子未动。旭阳抬头一看，欠身行礼道：“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好像盯着手中之物看入了神，仿若未闻。旭阳深吸一口气，提声重复道：“旭阳参加皇后娘娘。”皇后似是才看到，语气很是随意：“是你啊，怎么无事会来京城？滦州离此不近吧？”旭阳虽知他是故意，却也只能忍下，身子弯了弯，道：“旭阳年轻时不懂事，多有得罪皇嫂，旭阳在此赔罪，还望。”皇后摆了摆手，打断道：“有事求本宫。”旭阳心口一滞，到嘴的话猛地咽了下去。是，旭阳想为这张脸向您求得药，还望皇嫂成全。他摸了摸面颊，死死地咬住牙关。皇后不敢意外，早已料到，却是诧异道：“本宫非医者，可帮不了你。”说罢起身就往外走。送客之意很是明显。旭阳虽知事情不会容易，哪想到会这般直接拒绝。太子妃有，只要皇嫂开口。皇后脚下一转，步步逼近，冷笑道：“太子妃有，那也是他自己之物，本宫为何要帮你去要？看来你这理所当然将他人之物据为己有之态，多年来丝毫未变啊！”哼！说罢，看也不看。徒留人愣在原地。旭阳双手发颤，面色不甘，低着头一言不发。宫内的事，苏锦二人丝毫不知。近来几日，名爵皆不用上朝，难得两人白天这么清闲自在。苏锦手里拿着管家送来的贺礼册，随意的翻动着。名爵不知从何处抱出一把琴，指尖轻轻一拨，一道清脆的弦音发了出去。苏锦闻声望来：“你还会琴？”男人勾唇一笑，没有答话，缓缓落座，修长的双手轻轻抚过琴弦，来回拨动。苏锦双目一亮，他的琴音不似女子的婉转，很具气势，听得他只想提剑舞上一段。说来就来，他起身走进房间，在出现时，一把长剑随行，女人一个翻身，手腕快速翻转。名爵抬头看去，眼中的笑意来越深，手下未停顿，似是配合女人的动作，曲风不断转换，一动一静，相得益彰。良久，苏锦一个横扫，顺势收剑，名爵指尖渐渐抬起，他冲着男人竖起了拇指：“真棒！”名爵低笑一声，学着他翘起了手：“你也棒。”苏锦哈哈一笑，毫不客气地认下了。之前从未听你弹过。名爵看了他一眼，缓缓起身：“喜欢吗？”“自然，以后再来啊。”“好，只弹给你听。”两人相视一笑，懒洋洋地坐在院中，悠闲自得，似是有说不完的话，一个愿意说，一个愿意听。不管他说到什么，男人仿佛都能接下去。第152章，大梁未来的储君定是好学之人。苏锦靠在他身侧，语气轻缓：“从生活到孩子，想到哪说到啊，毫无逻辑。你之前说的那集5个的汉光匕首，我全买回来了，都在你书房，以后还要什么就跟我说。”“好，我在太子府附近建了新宅，不久便能搬过去了，以后你上朝觐，我们可两边住啊。”“好，日后我早些归家。你会讲故事，会弹琴，还会什么？你喜欢什么我便去学。仔仔们课业最近有进步，辛苦你了。”“不辛苦，他们都聪明，像你。”女人的话音越来越小，直到一道均匀的呼吸声传来。名爵弯起了嘴角，将人又往怀里拢了拢，微一动身拿过披风，轻轻掖了掖。他望着天边即将落下的夕阳，伴随道道余晖，笑意温暖而满足。真好。然而宁静的时光很快过去，不多时，孩子们被皇后送了回来。仔仔们进门第一件事便问：“娘亲呢？”萧管家这会也正要去寻人，他笑着指了指。仔仔们一阵风似的窜了进去。“娘！”声音瞬间顿住。名爵轻轻摇了摇头。孩子们赶忙捂住小嘴，蹑手蹑脚地往这边挪动。苏锦却已醒了，打了个哈欠，坐起了身，稍微眯了一会，真是舒服。仔仔们却很是疑惑：“娘亲昨夜都没睡觉觉吗？”苏锦伸展的手猛地一顿：“自然是睡了，也可以说没睡，谁知道呢？”名爵用手堵了堵嘴角，帮他解围，转移了话题：“这么急事有何事？”孩子这才想起宫里的事，不慌不忙将明熙的话说了一遍。苏锦想了一会，也没想到这是何人。她是当朝唯一的长公主，你无需挂心，我会解决。名爵看着他解释了一句：“想来是为了那张脸。”“没事，不用你出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人来了不找麻烦也就罢了，若是找事那就更好了。现在整个皇宫一片宁静，他寂寞啊。这人来的正好，拿来刷刷分，太合适不过了，用着也不心疼，还能多给童子买些零食，完美。想想还有些小期待呢。”名爵看着女人双目发光，
他默了默，随即无奈一笑，随他玩吧。就在此刻，等候一侧的萧管家出声道：“太子妃，这封拜帖是方才送来府上的，言道等您和太子定下时日来府上拜访。”苏锦看了看，接了过来，展开一瞧，瞬间了然。他将帖子递给男人，道：“大梁的太傅，丞相这么闲吗？来这么多，这是做什么？”明觉却是抬眼看了3个孩子，心中有了思量，他们是为孩子而来。早在御史乖宝是帝辛那刻，他便想到了大梁，然而想到女儿日后会去他国，他如何也放心不下。这件事一直压在心底，没有再提。男人抿了抿嘴角，盯着帖子一动不动。良久，心中一叹，罢了，女儿还小，顺其自然吧。苏锦看他不对，怎么了？明觉缓了缓神，没事，要见吗？见，既然都来了，至少要问清缘由，毕竟还是轩辕老爷子家的大臣，也算半个熟人了。也不知老爷子近来可好，上次阴下去，大梁他可是还记得呢。苏锦定下时日，很快便有人传了过去。太傅起身一瞧，大笑道：“好，明日我们便上门拜访。”都提起精神线，大梁能不能有储君就看明日了。丞相来回踱步，细细思量，是啊，陛下好不容易松了口，这事可不能失败，不然日后再能不能遇上就难说了。那我去准备上门之礼。太傅瞅了一眼，对他们这些只谈黄白之物的人很是不屑，将我那些个书册都带上，这可是他毕生的心血。依上次见过孩子之人回来所述，3个孩子是一个比一个聪慧博学，夸赞之词多到溢出来。如此出色的孩子，那真是仿若下凡的仙童。想来他们未来的储君定是个勤奋好学的娃娃，他的这些心血对他将大有益处。大梁有望了。第153章，太子殿下教育有方，孩子课业定是出色。刚至4时，几位大梁朝臣阔步向着苏家走来，身后跟着小厮抬着重重的礼箱，面色带着郑重。府门前站定，掸了掸衣袍，几人整理了一番。很快有人前去通传，拜见大元太子、太子妃。众人行了一礼，坐。不知诸位前来所为何？明觉虽知来意，还是问了一句。苏锦坐在一侧，任由男人询问。他夫郎似是有些介意大梁这群人，他倒是无所谓。乖宝他本就没当作娇滴滴的小女娃来养，如今孩子还小，日后的路他自己选去吧。我等前来是为我朝陛下所言储君一事。明觉神色不变，眼眸毫无波动。几人对视一眼，接着道：“我朝陛下虽英明神武，博学广见，万民敬仰，堪称千古一帝。”御史长长一段话说的大气不带喘，像是从哪里背诵下的话语，很是娴熟，丝毫不带停顿。苏锦忍不住抬头朝人看去，这可真溜。丞相太傅之人皆是暗中看他一眼，点了点头。这史官在朝堂上最是无用，早已被陛下磨平了，贪生怕死，除了会吹捧，无半点用处。没想到这回竟意外的合适。接着说。半晌，御史顿了顿，话锋一转，带着些许凄凉，悲痛道：“但这般雄才大略的陛下竟已古，羲之年却无一子嗣，若乃日先去我大梁，将会大乱啊！”丞相默默朝他示意，再说点，将他带来真是太正确不过了。闻大元太子、太子妃文韬武略，见多识广，正气凛然，助人为乐。御史抱了抱拳，不知对大梁未来储君一事可愿？明觉面色紧绷，抚了抚额角，薄唇紧抿，不发一言。苏锦却是听得津津有味，这都是人才啊！老爷子每日听着这些吹嘘，还能那般气定神闲，也是好定力。太傅见事情差不多了，俯身道：“不知老朽可有缘见一见大元3位皇孙殿下？”几位大人面色一正，纷纷站了起来，目光灼灼，带着期盼。苏锦朝着男人看了一眼，挑了挑眉：“你决定？”明觉冷峻的面容不带一丝起伏，眉眼微抬：“你们既知他们都是大元皇族子嗣，这般行事，就不怕日后再无大梁？”几位大人凄凉一笑：“相比大梁吴楚，是何人又有什么关系？殿下可知每年为储君一事以死明谏之人有多少？如今陛下年事已高，若哪天突然，大梁已是无法。他们陛下手腕强硬，朝堂无人不惧。他们甚至想过，陛下是想结束大梁这一招待，故而不愿立储。”几位大人面色沉重：“大梁无储，朝堂不顾，民心不稳啊！他们就算都撞死在大殿之上，陛下也不会多看一眼，什么办法皆用过。他们已是认命，却没想一次大元皇帝寿辰竟得来了意外之喜，朝臣大喜过望。只要陛下松口了，什么都不是问题。”苏锦却觉得这些人应该是想多了，老爷子不立储君，他猜测除了无合适的，更多的是对自身的自信。老爷子虽年事已高，但那养生劲再活个几十年完全不是问题。
可能这一批朝臣都已经换了，他还在呢。就算有意外之故，依照白衣老爷子的性子，也会另有安排，大梁不会有事。但是这些朝臣却已经急了，犹如抓住救命稻草般盯上了他家孩子，那可就不能怪他了，毕竟乖宝。明觉看了一瞬，没有再说什么。孩子还小，一切皆无定论。孩子此刻正在做课业，不便打扰。众人闻言，心中一松。太傅更是大笑一声，连连夸赞：“好，太子殿下教育有方啊！皇孙这般小劲已如此优秀，课业定是极其出色。”明觉、苏锦也就1/3出色吧。那两个随缘。而此时的孩子们，小手都握着特制的笔杆，表情很是认真。大宝拖着肥腮，支撑着自己不要倒下的脑袋，手里的笔杆却握得紧紧的，是他最后的倔强。乖宝冥思苦想，直抓脑门，看着手中的册子，满脑子问号。这题爹爹说过，又好像没说。没关系，乖宝自己想，一定不会错。他抬眼看了看大宝，小眼神很是不赞同。乖宝都要超过他了，还不知道努力，真替他发愁。第154章，仔仔们学习一个比一个认真。二宝左右望了望，小小的叹了口气，真是辛苦爹爹了。他不动声色地挪了挪，小嗓音一咳，抿着嘴，学着先生的模样，点了点身前的册子。大宝猛地睁大了眼，胖胖的脸都被按出了印子，眼神还带着猛。小嗓音软糯糯的：“吃饭了吗？”二宝小眉毛一拧，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我们才刚进学。”乖宝也看了过来，眼神带着些发愁：“大宝，你乖，娘亲知道你又偷懒要生气的，你要跟乖宝学。”他骄傲地拍了拍胸脯，很是自豪。他现在可认真了，爹爹每次都会盯着他的册子看很久，然后想好多次夸他呢。他一定很厉害。嘻嘻，大宝朝着二人咧嘴笑了笑，埋头开始一通书写。就在此时，苏锦过来看了一眼，见状满意的点点头。今日竟然都这么乖，连大宝都没有打瞌睡，笑着道：“轩辕老爷子手下的几位大臣想要见见你们，可以吗？”仔仔们虽小，却早已明事，很多东西苏锦都会问过他们。他们本是想将孩子带过去，没想到那几人听闻孩子在做课业，皆是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尤其那位太傅激动的双目放光，但愿看了不会晕过去。仔仔们一听是老先生国家的人，很爽快地应了下来。好呀！不多时，几位大人跟随太子进了孩子的小院中，互相打量一番，都扬起了笑容，面容亲切的不得了，务必要给他们未来的储君留下好印象。感觉有人走近，仔仔们身板挺得更直了，姿势标准的不得了，神色专注，仿佛什么也吸引不了他们，一心课业。苏锦，这是他家仔吗？那认真的小模样看得他连连眨眼。要不每天都找一批人来参观？苏锦已在想这事的可行性，就是不知能维持多久。不明缘由的大梁众人满含赞扬地看着三个孩子，眼睛不住地瞧。他们的储君殿下也太好学了，不管是哪一个都错不了。瞧，他们走来都没丝毫察觉，这得多认真！这么大的孩子太是难得，少见啊！太傅激动地背过了身，缓了缓情绪，他这一生的心血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离他最近的是二宝，他脚步轻缓地探了过去，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这已经顾不得其他，惊讶道：“你能看懂？”二宝早已注意到这悄悄凑到身前的人，小身子动也不动，很是沉稳呢。他乖乖放下书册，一板一眼道：“懂，爹爹有教。”太傅随口便问了几句，双目大亮。几位大人皆被引了过来，还不等他们高兴，明觉淡淡道：“二宝早已被父皇看中，日后不用多说，众人皆是明白。”太傅目露可惜，不过想也是，这般好的皇孙怎么可能不好生培养？大元真是让人羡慕啊！不过还好，还有两个呢。这随意看的一孩子都这般厉害，那其他两个定是差不离。几人很快转换了心情，满心期待地看着另外两个孩子。两个仔仔在听见他们夸二宝时就已经坐不住了，身子都往那边侧了侧。乖宝故意咳了咳，很是自信地将册子往他们那边挪了挪。大宝也朝着人笑笑。几位大臣心里的夸赞都要溢出来了，孩子也太乖了，太子夫妇真会教，只愿他们大梁能有福得一储君。第155章，这和想的不太一样。太傅见人都望了过来，面色和缓，轻声问道：“你们长大以后有什么想要做的事吗？”大宝眨了眨大眼，显然早有答案。他小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见妹妹低着头想问题，扭了扭手，慢吞吞道：“大宝想每天都在躺着睡觉觉。”众人半天没人出言，都愣了，这是什么理想？苏锦也傻了，他只知这大儿子不爱动，性子绵软，哪想还有望成条咸鱼。他朝孩子爹看了一眼，这孩子可咋办？明觉抿了抿嘴角，面色严肃，
像是遇到了大难题。太傅想好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半想磕半道：“挺好，睡觉好啊。”丞相连忙附和：“对，多睡觉身体好。这胖乎乎的看着就养得很好，可真会睡。”大宝闻言也不害羞了，小手摸着胖脸，开心的笑了起来，小脑袋不住的点着：“对吧？他可爱睡觉觉了。”几个大臣笑得嘴角抽了抽，转而目光一致的看向乖宝。女娃娃也好，他们大梁好几代之前也是有过女帝的。乖宝显然还在想刚才的问题，小脑袋纠结的不行，他以后想做的可多了呢。要先说什么呀？他似是想到了什么，瞬间抬起了头，小奶音很是骄傲：“乖宝以后要成为娘亲那样的人。”曲夫郎几人一惊，曲怎么也没想到会得到这般答案。曲夫郎，女帝可不就是曲夫吗？这难不成是命中注定？对视一眼，几人眼中皆是惊喜，再看向乖宝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太傅大笑一声：“好想法，好想法呀，定能如愿，要几个都有，甚妙啊！曲夫郎好啊！”丞相也连连拍掌。乖宝左看看右瞧瞧，有些懵，他们在笑什么？瞅了半天也不明白。小表情很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苏锦乐呵呵的看着，却不知身旁的男人此刻内心甚是复杂。明觉微咳一声，沉声提醒道：“孩子还小，日后之事皆无定论，望诸位切勿太过期待。”“是，太子殿下所言极是，我等绝不强求。”太傅情绪高昂，面色发红，很是开心，朝着门外走去。不多时，搬了一大木箱走了过来，气都不带喘，直直走向乖宝。这些但愿能对您日后有所帮助。他总算是有了用武之地，对得起大梁江山了。明觉先一步挡在身前，正色道：“这是。”太傅缓了缓情绪，回道：“回太子殿下，这是我毕生心血，只愿他能助储君殿下有所获益。”明觉摆了摆手，刚想打断，只见太傅两眼泛光：“老臣只愿在有生之年能让自己发挥些许余热便可。”明觉看着他，再瞅了瞅女儿，竟不知要如何说起。他拧了拧眉，别过了脸，没再看。罢了，你去吧。太傅感慨地抱了抱拳，脚步轻快地走向乖宝。他没注意到的是，一旁的几位大臣早已愣住了，手中拿着他们未来小储君的课业册子，愣住了。这和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太傅笑容亲切地将木箱子放在他身旁，道：“这是老臣的宝贝，现在送您，愿您日后能用上。”宝贝？乖宝忍住笑，认真的道了谢。他们可真是客气，还送乖宝礼物呢。小手一点点的打开，太傅圆满了，长舒了口气，甚觉欣慰。转而见身旁无人出声，都盯着一物在看，有些疑惑。这是？身旁之人咽了咽口水，道：“这是小储君的课业册。”太傅一听，点了点头，满是期待的接了过来，定眼去瞧。太傅，而这边的乖宝喜滋滋的打开了箱子，幻想是盒宝贝，看见的却是满箱书册。乖宝，二人猛地抬起头，眼神瞬间对视，皆是一副不敢置信。早就做好看戏准备的苏锦见状，无声的笑了起来。等他笑够，见男人还在愣神，低声安抚道：“放心吧，女儿还小。”明觉低低应了一声，冲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看出这个男人不舍，但是孩子长大总有离开身边的一天，以后的路谁又能说得准，让他们自己选吧。他现在更头疼的是大宝，这小家伙软软的看似好说话，实则内心最是坚定。他真怕他以后会对什么都没兴趣，整日躺着，得想想办法给他找点目标。皇宫内，明元帝得知大梁那群大臣不仅没走，还去了苏家，他背着手来回踱步，很是焦虑。这是还没死心。正当他烦躁之际，殿外来人通禀：“皇上，旭阳长公主求见。”明元帝神色一晃：“谁？”反应一瞬，这才想起是他那个嚣张跋扈、被先皇宠坏的妹妹啊！他都快叫人，你看我像是缺钱？旭阳死死地瞪着苏锦，咬牙道：“你要多少才肯换与我？你说。”他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定。一个商贾之人，眼里无非就是钱，就算他狮子大开口，他也忍了。苏锦难得正色看了一眼，吹了吹指甲，慢悠悠道：“你看我像是缺钱？”他不经意朝着一旁的暗处躲着的人看了一眼，嘴角一勾，倒也没理会。他沉下心，左右看了看自己的手，似是不太满意。昨晚都给他家夫狼狈上划了一道印子，可心疼死他了。手往后一摸，一把短笔出现在手中，凑合用吧。慢条斯理地磨着指甲，很是认真。对面的旭阳长公主却是气得手下发抖，她从未见过这般油盐不进之人。若是父皇还在，谁敢这般对他？见他这会竟拿着把锋利的匕首在身前晃来晃去，似是抓住了什么，想也不想便道：“身为太子妃，
面圣之时怎能携带匕首？都无人教规矩吗？说罢，他状似得意地理了理宫装，傲然道：“太子妃若是不嫌弃，小女何宁可为你指点一二。她自小聪慧，学什么都。”何宁是那个曾来自己百味房闹事，被他家夫郎弄走之人。苏锦头也不抬，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指尖，工具不趁手，但这技术还不错。欣赏完后，敷衍地看了对面之人一眼，随意道：“你想法挺好的，屎壳郎也觉得他的孩子哪哪都香呢。”长公主反应一瞬，惊住了：“你简直……”面纱下的脸扭曲地抽动着，他何曾听过这般话，捂住心口气的话都说不全。苏锦一摆手：“走了，浪费我时间，你可真是无趣。拿出你长公主嚣张的气势，对我动动手啊！”童子，看来今天是薅不着了。宿主，这积分可真不好赚，委屈你了。说完，小鼻子还特意抽了抽，一副感慨的模样。苏锦要不是看他吃得欢快，他还真信了。旭阳长公主显然被气狠了，这会见人就要走，赶紧上前一步。苏锦面色一喜，是要开始了吗？他故意脚步缓了缓，给他追上的机会。旭阳喘了口气，颤抖着手，神情怨愤道：“我怎么说也是皇室长公主，看在皇家面上，你何必如此冷血无情？传出去倒显得小家子气，叫人看笑话。”他边说着，瞬间红了眼眶，满目责备地看着苏锦，仿佛他做了什么天怒人怨之事。若是这脸再无恢复的可能，倒不如一死了之。届时你太子妃逼死长公主，名声也定是不好听，有损皇家颜面。苏锦，系统，这算是道德绑架吧？系统躺在零食堆里，摊着身子正看得起劲，连声催促：“是的，宿主，不要犹豫，快兑回去，越扎嗨起来！”苏锦给了他一个欧可的手势，他仿佛听见了积分又要进账的声音。看着面前神情悲愤的女人，他笑容很是亲切：“看来你很在乎皇家颜面啊。那我有一事不知，想问上一问。”旭阳见人态度和缓，还当是自己的话起了作用，满意的看了苏锦一眼，示意他问。苏锦故作神秘的看了看旁边，好奇道：“你与人偷情，赤裸相见，被人捉奸在床时，是何感受？当日为何没想到皇家颜面？怎么现在想着捡起来了？”他眨巴着大眼，一副天真模样，双眼满是求知欲。旭阳脸色刷得白了下来，他眼中发红，气急败坏道：“你放肆！”苏锦翻了个白眼，语气不急不缓重复道：“你与人偷情，赤裸相见，被人捉奸在床时。”啊！你闭嘴！他宛若疯了般冲了上来，高高的扬起手，这一道声音像是魔咒，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初那般场景，将苏锦当做了那些嘲讽他之人，双目赤红，恨得失去了理智。一直躲在一旁的偷偷看着的明熙瞪大了双眼，女魔头都敢打，他可真可怜。他下意识捂住了眼，只听咔嚓一声，紧接而来的便是一声惨叫。明熙悄悄放开手，偷看了一眼，毫不意外地见到旭阳长公主倒在了地上，双目大亮。第158章，求皇兄为旭阳做主。明熙心里一个激动，不禁笑出了声：“老妖妇，他也有今天！”哈哈。苏锦，他要不要装没听见？他本是还想继续当没看见，却见那一旁之人反而自己走了过来，态度极其嚣张地站在旭阳长公主身前。如今他躺在地上，而自己是站着的，才不会怕他了。旭阳死死地按住自己手腕，牙关紧咬，忍着痛，半垂着眼眸，没有再出声。他气得几乎要吐出一口血来，狠狠剜了他一眼，艰难地起身，朝着明元帝大殿走去。明熙看着他离去的方向，了然地点了点头，他定是去找父皇告状了。哦，苏锦满不在乎地耸耸肩，真可怜，不知道父皇很嫌弃他吗？明熙眼中满是幸灾乐祸，嘴里不停地絮叨着，像是要把之前受的气都吐出来似的，边说着还转头问道：“你说他是不是活该？”他激动的情绪猛地顿住，看着苏锦的脸瞬间无声了，似是才想起这是那个折磨过他的女魔头。他刚才是魔怔了吗？提着裙摆转身便走，步子越来越快。苏锦，刚才不是聊得挺好的吗？怎么突然就走了？他有这么吓人吗？算了，积分到手了，这趟值了。看方才那情况，应该还能再薅一次。苏锦美滋滋的回家了，而宫内的旭阳忍着剧痛，拖着自己骨折的手，满心愤恨。他看着正殿内刚步入的几位大臣，瞅准时机，哭叫出声，求见皇上。侍卫见此，将人拦住。旭阳长公主大喝一声：“我乃长公主，求皇兄做主。”没走近步的几位大臣纷纷回首望去，众人面色一惊：“长公主，她如何又回来了？”秦大人猛地回过身，紧紧地盯着殿外，眼中愤恨毫不掩饰。
他竟还敢回来！几位大人知他所想，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秦大人，走吧，圣上还等着。”敛下心绪，几人踏步上前。明元帝坐于上首，看着手中的奏章，听他们一一回禀。半晌，事毕。工部侍郎秦大人自方才便一直忍着，终是按捺不住，上前一步道：“圣上，殿外长公主求见。”他说的极慢，垂着手看不清思绪。明元帝抬头看了他一眼，多年君臣，这点心思他如何不懂？他心下叹了口气，他是因太子大婚而回，那道先皇遗旨朕今日已收回，日后若是……秦大人双眼发红，明白了皇上的未尽之言，声音带着颤意，躬身道：“臣谢圣上。那道遗旨想来是圣上费了心力才将收回，那可是他儿子的一条命啊！只因他有先皇的这道护身符，害他而殒命，却无一丝惩戒，只能将人赶出京城。他儿子的命便被如此轻贱了，他如何不恨？无时无刻不想将人。”秦大人紧攥双拳，眼眸微闭：“我儿，你再等等。”明元帝见他不住地望向殿外，罢了。宣长公主觐见。几位大人互相对视一眼，秦大人死死地低下头，没有再看，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旭阳长公主痛得冷汗直流，双目赤红，声音沙哑道：“求皇兄为旭阳做主。”何事？明元帝似是没看见他拖着的手臂。太子妃，无视宫中规矩，私带戾气面圣，旭阳劝解无果，便将我伤至于此，求皇兄为旭阳做主。明元帝神色不耐的手一挥，还未言，便听一旁大臣道：“圣上，太子妃乃女子中的典范，如此深明大义、贤良淑德之人，怎会如长公主所言那般？定是公主看错了。”话落，几位大臣连连抱拳：“臣等附议。长公主妄议太子妃，实乃德行有亏，老臣在此参上一本。臣也是。长公主言行这般肆意，有如我大元皇室颜面。”大殿中讨伐之声瞬间四起，丝毫没有给明元帝发挥的机会。旭阳早已顾不得疼痛，面色涨红的看着这些人：“你们放肆！我是长公主，若父皇还在，怎会有人敢如此对他？这群人，该死！”明元帝见他被气得身子晃动，怕人真晕在这，徒增晦气，连声嗨了咳。好了，他面色一沉道：“先不论太子妃手中有无匕首，就算有，那也是朕御赐之物，准他防身之用。你那伤，朕瞧着也是自己摔的，日后切不可再妄言。没事就回滦州吧。”他连连摆了摆手。旭阳长公主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些人，张了张嘴，半晌无言。又是这样，他闭上双目，掩下了眼中的愤恨，垂着手像是没了痛觉，一步步走出宫殿。自方才便一直沉默不言的秦大人，此刻豁然抬起了头，幽暗的目光直直地望着离去的背影。第159章苏家会议。苏景不知旭阳在宫中又遭受了一波打击，对他已是满心愤恨。薅完羊毛，他哼着不知名的小调，美滋滋地回府了。如今苏家大梁几位朝臣也早已回去，走时步伐都带着飘忽，独留三个仔仔和仔爹大眼瞪小眼看着彼此，皆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苏景，怎么了这是？明觉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示意他坐下。苏景落座，此刻一家五口已是围坐一圈，显然一副要开会的模样。一大三小齐齐的向他看来，苏景先是有些懵，瞬间了然的点了点头。这是等一家之主的他发话呢。他挺直腰身，面色严肃的咳了咳嗓子：“大宝、二宝、乖宝，宰他爹！”深知流程的仔仔们小身板一正，应和着：“在呢。”明觉显然第一次经历，左右看了看，堵了堵嘴，脚应道：“在。”苏景走完仪式感，也不废话，摆了摆手：“好了，人都齐了，有话就说吧。”他看向男人，明觉点了点头。首先看向大宝，大宝可以告诉爹爹，身体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想到之前所提到的睡诀论，面容一肃，心中不断的思量着。孩子的睡眠时辰足够，却还会时常打瞌睡，原只当他性子如此，哪想竟把睡觉当成了理想，日常定是多有执念。明觉第一个担心的便是他的身体。太医也已去请了。大宝眨着大眼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他没试压，可好了，肉都没少呢。爹爹，大宝好着呢。他满意的摸了摸自己的胖脸，认真点点小脑袋。苏景心思一转，系统，我记得升级后有扫描身体状态的，如何才能让他人用上？他意有所指的看着男人和几个孩子。系统有些纠结，小声道：“这是为宿主提供的，所以他怕苏景失望，声音也是越来越低。”苏景不在意的摆了摆手，很是乐观：“事在人为嘛，连积分都能这么赚取，谁又能说得定以后会怎样？现在不行，肯定是等级不够高，积分不够多，这可难不倒他。搞事情，等这只羊薅完，他就去寻羊群。”
明觉将大宝抱起，四处捏了捏，轻揉2下。他仔细观察孩子的神色，可有不舒服？没有呢。见他并无异色，只一副昏昏欲睡、享受的模样，心里也是一松。罢了，等他一看过再说吧。目光瞬移，转瞬看向二宝，二人对话就要深奥了些许。明觉从平日的课业情况问到了日后想做之事，二宝回得认真。明觉听得仔细，不似平日的内敛，话多了不少，给他说起自己儿时进学的经历。他从不要求他要做什么，却也在慢慢引导，关注他心理变化。孩子天赋高，若是什么都学得快，随着了解越多，便会少有兴趣之物了，甚至可能会产生倦怠自满之情。对于二宝，虽最让他省心，却也是引导最多的。苏锦托着腮，目光含笑地听着。童子，我真羡慕我自己。系统一听这开场，一个翻身，脚步极快，鞋都跑飞了，迅速将自己藏了起来，不听。他仿佛已经看见宿主端着狗粮朝他走来了，只要他跑得快，狗粮就追不上他。他童子绝不再吃。苏锦怎么会给他机会？仿佛魔音贯耳，声音无孔不入，超大声道：啊，娶夫当娶贤啊！优秀的夫郎不仅稳得了朝堂，还交得了孩子，这么优秀的人竟跟了我，他定是爱惨了我。系统哥。苏锦看着空空的狗盆，满意的点了点头。不挑食，很好。明觉这边将二宝最近的问题一一解答，惯例的夸了夸，这才嗨嗨嗓子，抬眼看去，夫妻二人眼神交汇。苏锦向他挑了挑眉：你先说，我殿后。明觉面色严肃地转向女儿。此刻乖宝还在乐呵，托着腮听着爹爹说话，眼看轮到自己了，小手赶紧摆正，态度认真的不得了。说吧。明觉看着他，眉宇带着些愁绪，这才是今日的大问题。第160章，孩子们的问题。他这女儿心思灵活，也就是因为太活，导致那些课业早已飞出了天际，天马行空，看得他都时常怀疑自己的认知。但那些看似不对的，却又有一番道理，偶尔也能引他深思。不过他倒是在书画上很有天赋，想法甚多，从不局限于自己所见。他看着面前的小人，思考了半晌，轻声道：乖宝，课业上爹爹是不是说的不明白，所以听不懂？如今孩子还小，学的不多，前期有轩辕老先生的教导，如今明觉接手，并不需花费多少精力，他也乐得和孩子相处。乖宝眨了眨眼，爹爹为什么这么问，我都会呀。爹爹你每天还夸我呢，乖宝很厉害吧？他每次都写得满满的，可厉害了。明觉抿着薄唇，心中很是复杂。女儿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想着怎么说明白，又能不让小家伙丧失进学的心。苏锦实在看不下去了，显然两人不在一个调上，一个过于自信，一个过于担心。这男人对孩子心软的不行，舍不得一句重话，还得他来。苏锦微咳一声，背着手走了过来，直言道：乖宝，你上次的考校一个都没对，你知道吗？啊！乖宝捂住嘴，有些懵。来，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你爹爹那么辛苦的教你，完了还要再花功夫给你和大宝开小灶，你娘我都没这待遇。咳！明觉微咳一声。苏锦暗中看了一眼，继续道：以后啊，10数以上的东西娘都不会再给你，那些个美美的蝴蝶裙、小珠宝都没了。乖宝眼睛闪着泪花，还是倔强的问了一句：为什么不给乖宝了？我很乖。苏锦板着脸，10个数以上的东西给你了，你能数得明白吗？别人拿了你宝贝，归还时少了一半，你能知道吗？你不知道。格乖宝会数。他看着女儿，眼泪汪汪，狠了狠心，就因为你会，娘亲才更生气。明明会为什么写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当了小仙女就膨胀了，自己想的都是对的，就按照想法随便写？你要是这么厉害，你爹还教你做什么？明觉看了一眼，没有打断他，背过了身。半晌，苏锦见人都酝酿差不多了，缓了缓语调：娘知道你们聪明，你和大宝哪个都不是小笨蛋。你们若是告诉我就是不愿意进学，不想爹爹教了，你说出来，我立即答应。以后爱怎么玩怎么玩，爱怎么睡怎么睡，当个小傻子娘也养着你们。但是若是选择学了，就给我好好对待，不准再白白耗费你爹精力，听明白没有？话音落地，他眼神一扫，目光严厉地看着两个缩着脑袋的崽崽，也没再说，就这么看着，等着两个孩子反应。一旁的二宝同他爹一样，抿着嘴，背过了小身子，一大一小神情出奇的相似，对视一眼，齐齐叹了口气。大宝小小的挪了挪，大眼睛眨巴着，轻轻拉住苏锦的衣摆：娘亲，大宝以后乖，不偷懒了，不生气。苏锦神色一软，将人抱到怀里，轻声道：娘不指望大宝以后满腹经纶，成为像你爹那样出色的人，但要把这些该会的都学了，其余偷偷懒也是可以的，我们大宝开心就好。说罢，他故作神秘的眨了眨眼，超小声道：
娘亲也爱偷懒呢。大宝双目一亮，看了苏锦一眼，快速搂住脖子蹭了蹭，很认真的点了点头。好。苏锦忍着笑，拍了拍怀里的人，将人放下，转头看向还在那憋泪的小人，朝他招了招手，故意道：看来你是决定不再进学了，这样也好，你爹爹也能少花点心思。走吧，以后就不要来这里了。大宝他们进学，你就在外一个人玩吧。说着就要带人离开。第161章，一家五口进宫。回门，乖宝显然急了，小脑袋摇得飞快。娘亲，我没有。乖宝要学。苏锦认真的看着他，以后还会不会自己瞎写？娘亲，乖宝没有瞎写，只是想错了。苏锦也没难为他，行，认识到自己是错的就行。以后你爹爹教你的会不会认真记下？乖宝会认真记。苏锦满意的点了点头，将人捞了起来。这个女儿想法太发散，要是没个人收着她，能窜上天。不过也不能打击太过，小孩子的奇思妙想有时也是最可贵的，不怪那个男人怎么也开不了口。知错能改就是好宝宝。苏锦眉眼一弯，转而又道：乖宝现在的想法，娘亲觉得很棒呢。这是属于小仙女的法力，只不过要先收起来，需要长大些才能用。他看了一眼侧身注意听着这边动静的男人，低声道：现在咱家最厉害的是你爹，他可是娘亲特意寻回来的大仙男，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你多跟他学学，以后长成大仙女就厉害了，好吗？乖宝长大会很厉害吗？他张大了小嘴，惊喜地看着苏锦。那当然会厉害啊，不过还要看你跟爹爹学了多少，越多越厉害。好。小奶音激动的都破了音。苏锦满意的点了点头，咳了一声，朝着男人看了一眼。剩下的交给你了呀。背着手，拿捏着气质，表情严肃的走了出去。刚至门外，身子立即松懈了下来。艾玛，这真是养孩子真不容易啊。他家夫郎每天面对2个不爱学的崽崽，还能教下去，耐心真好。在外不苟言笑，板着个冷脸，哪想在家竟是这般温润无脾气之人。苏锦无处发泄着内心的骄傲，又想找系统聊一聊。来想这次童子学聪明了，他戴上耳塞，裹起了小被子，睡了。至于真睡假睡，就不得而知了。行吧，苏锦耸了耸肩，那就下次再找他聊吧。躲是躲不了的。是夜，万物寂静，夜色笼罩了一切。京城郊外，清平观，毫无征兆，一道火光直冲天际，熊熊大火瞬间照亮了整个黑夜。观内之人似是无所觉，竟无一丝响动。待人发现时，早已没了救助的可能，只能看着清平观一点点消失在火海中。金兆尹带着官兵赶到时，火势渐渐退去，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他擦了擦额角的汗水，急忙道：青云道长是否无恙？大人，道长至今也未寻到，观内道童无意逃出，可能都在里面。可还等什么？救火！进去找啊！他被呛得咳了咳，急得恨不得扑身上前。这道长若是出事了，可如何了得？不久，火势皆扑灭，已是满目疮痍，看不清原来的样子，入目一片焦黑。金兆尹带着人直往里冲。明元帝一早便得了消息，面色大惊，焦急道：道长呢？道长可有事？回圣上，道长未寻到。明元帝心下一沉，什么叫未寻到？给朕找！道长定不会有事。是。拧了拧眉，没找到也好，至少人是没事，也不知道长身在何处。苏家这边也得了消息，明爵吩咐人前去查探，便没再言。毕竟道长可不是寻常之人，他离去，除非是自愿的。只是不知这中间有何变故。苏锦一边听着，动作却不停，待他吃饱擦了擦手，道：放心吧，不会有事，道长那本事安全得很。先别想这事，待会进宫，你可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明爵。苏锦瞅了他一眼，暗示道：就平日那般状态就好，那种一看就过得很好，很滋润的样子。今是大婚的3日后，一家人收拾妥当，朝着皇宫驶去。苏锦郑重地挑选了礼物，将自己收拾得很是体面，仔细打量了一番身旁神采依旧的男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他将人养得不错，皇上皇后应该是能放心了，人交给他亏不了。明爵发现自一早，这女人便不停地打量他，还是问了一句：可是有何不妥？没，好着呢，走吧。第162章，崽崽们的小报复。孩子们见状也不甘示弱，整理着自己的衣服，让娘亲看看，我们今日好看吗？小身子一转，不经意从他眼前走过，见娘亲不开口，又晃荡了一圈。苏锦低头认真的和明爵说着话，头也不抬，敷衍道：你们好看，好看的很。崽崽。皇宫内，皇后早已做好了准备，今日可是她皇儿出嫁后第一次回来，自然是要郑重些。她也是头一回，不免思绪多了。嬷嬷，你说本宫今日装扮是不是太过隆重？会不会看着不好亲近？
嬷嬷看着精心装扮的皇后娘娘，笑着道：“娘娘无需担心，您这般，太子妃定是明白您的看重之心。”皇后似是被安抚住了，点了点头。若是娶媳妇，何须想这些？可如今也不知她皇儿习不习惯，心里会不会有落差？毕竟这成婚后可不比以往了。而正被她担心的明觉，此刻已经进宫了。男人轻笑出声，眼睛深处似是藏了星光，耀眼而夺目。身旁的女人凑了过来，不知又说了些什么。明觉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走在后面的三仔暗搓搓地盯着，哼，爹爹笑得可真开心呢。仔仔们小手一抱，对视一眼，不高兴了。爹爹可真会讨娘亲喜欢。他们加快脚步，小短腿往前凑了凑，踮起脚尖，想要听娘亲在说什么。宝宝也想听一听呀。苏锦超小声道：“你看我说的吧，他们一定会过来听。”你输了。他意味不明地挑了挑眉。男人没有反驳，笑着点了点头。直到踏入皇宫殿内，明觉眼中的笑意还没有收敛。皇后一眼便瞧见了，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婚后的男人都是这般模样的，瞧着容光焕发的，滋润的不得了，哪里还需要问什么？白替他担心了。苏锦满意看了一眼，没白费这一路的口舌。他敛住心中的得意，在皇后面前身板也越发的挺直了。还不待苏锦上前问候，仔仔们对视一眼，动作很是迅速的将皇后围了起来，叽叽喳喳，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丝毫不让爹爹有接触的机会。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缩在皇后怀里撒起了娇。皇后有些愣，乖乖们往日也多是喜欢亲近她，但从没像这般热情过。皇祖母，你是不是最爱宝宝呀？皇后已是两眼晕乎乎，心肝乱颤。爱，最爱我乖乖们了。那爹爹呢？皇后笑开了脸，想也不想的便道：皇祖母只爱你们，我的小乖乖。这会有了乖乖孙，哪里还顾得上看其他人？笑得眼角都多了道细纹，搂着怀里的小人亲香个不停。仔仔们嘿嘿直笑，小表情有些嚣张，不时回头看一眼爹爹，顺势爬上了皇后的腿，昂着头凑上前猛地亲了一口，眉毛一挑，盯着明觉，眼神带着小挑衅，很是得意呢。明觉，他轻笑一声，有意逗他们，故意向着苏锦靠近了些，抬眼看了过去。仔仔们一猛，毫不示弱，吧唧一口又亲在了皇后脸上，想着还不够，嚣张的嘛嘛，连亲好几下呢。苏锦叹了口气，看着越靠越近的男人，咳了一声，一副拿他没办法的样子。乖，在外呢。明觉，而这边完全不知自己被当作仔仔们报复他爹的工具人的皇后，此刻已经美上了天，什么儿子儿媳都看不见了，满心满眼只有孩子。殿内一派其乐融融，明元帝忙完政务也赶了过来，他面色一正，与皇后端坐上位。见这形势，孩子们很是机灵的乖乖坐好，没有再玩闹。苏锦带着男人连忙上前行礼：“父皇母后请喝茶。”随即拿出自己早已备好的礼物递了上去，面色很是恭敬。好。皇后也笑着收下。明元帝暗中朝他看了一眼，眼神带着暗示：“快说点什么。”第163章，宫中家宴。皇后心里直翻白眼，却还是想了想，对着苏锦道：“见你们过得好，母后就放心了。明觉他不善言辞，若是日后有什么不如意……”苏锦瞬间抬起了头，笑着接过了话：“母后，只要有他在，那就是万万的如意，怎会有不如意的？您放心，不需要他会说，生活只管笑就行。”他很是认真保证着。皇后眼角抽了抽，到嘴的话终是噎了下去。他为何又觉得撑得慌？明明也没有吃什么。明元帝闻言猛地一咳，他端起一旁的茶盏，润了润嗓子，掩住了情绪，暗中朝着明觉看了一眼。皇儿这迷人的本事着实厉害啊，看来是将皇后当初的话听进去了。很好。明觉抬头望去，似是知他父皇所想，神色傲然地冲着明元帝挑了挑眉。今日是宫中家宴，嫔妃皆是入席，几位皇子公主自是要出席。苏锦也是第一次见全了宫中的皇子们，大皇子早已驾鹤归去，自是不提。三位皇子性子各异，大元朝历代规矩，皇子的封号皆由新皇所定，除了明觉因命格之因被明元帝提前赐封为王，其余皇子皆是居于皇子府，并未有封。太子已是半君，几位皇子见之自是要行礼。苏锦也跟着受了一礼，他朝着身旁的侍者看了一眼，很快便有人将他所备之物送了上来。二皇子明产一双凤眼高高挑起，一袭白衣风度翩翩，为人生性风流，不受拘束，时常为以走商之名游走各国，近来因太子大婚方才归来。此刻他看着手中之物，愣了半晌，这才想起他这六皇帝婚事与他人不同，自是该太子妃备礼。似是想到什么，他哈哈一笑，眉眼飞扬，连声道谢：“明产谢过太子妃。”明觉看了一眼，状似无意上前一步，正好侧身挡住了苏锦的视线，看着明产语气淡淡道：“别笑，丑。”
明产闻言，笑意猛地僵住，不敢置信自己听见的。丑，竟会有人说他丑。他最是自豪的便是这张脸，虽不及他，也谈不上丑吧。苏锦倒是没有在意，将视线转向另外2位皇子。三皇子面色尴尬的笑了笑，反而是一旁那位引起了苏锦的注意。这是基因突变了吗？这么胖的皇子？只见四皇子明胜眯着眼睛向苏锦看来，并非不愿睁开，而是面部的肥肉早已将他的五官堆积了起来，行动都要比他人慢上许多。苏锦，皇家养的可真好，瞧这圆润的。他点了点头，也不再看，过个场面罢了。至于最后的明熙，收到礼早已懵了。他悄悄看向上位的父皇，扯了扯嘴角，低头瓮声道：“谢太子妃。”苏锦有意逗他，往前一步：“你说什么？”明熙猛地抬起头，看着近在眼前的脸，心下一惊，连忙往后退了一步。想着父皇在此，他也不会拿自己怎么样，大声道：“我说谢谢你。”一个没控制住音，众人闻声，目光皆移了过来。明熙，罗贵妃见此，暗中瞪了眼女儿，赶忙解围：“公主想来是见到太子妃太过激动了，平日在宫中也是时常与我提起太子妃，心中甚是崇拜呢。”明元帝大笑一声：“好，明熙，你日后便多向着太子妃学这些，哪怕学到一星半点也是够用了。”明熙张了张嘴，刚想反驳，却见他父皇满含赞扬地看着自己，愣了一瞬。罗贵妃心中被这女儿气得不行，却也不得不出言：“哈，公主定是欢喜极了，瞧这都愣了。”她暗中瞪了一眼，赶忙转移了话题：“皇后娘娘这手中的镯子甚是好看啊，臣妾瞧着衬得您肌肤越发白皙了，不知是何宝贝啊。”他早已注意到皇后时不时转动的手腕，哪里不明白其用意，本想就这般憋着不问，谁知自己的女儿这般不争气，要是传出与太子妃不和，怕是这日后更不受皇上待见了。你说这个啊？皇后做事诧异的抬起了手，来回晃了晃，转动下更显得流光溢彩。这乃太子妃孝敬本宫的。哎，你说这孩子有才也不是这般用的。上次啊，本宫随口提了句琉璃玉，哪想他竟记在了心里，这不派人去寻了来，直接打了几套首饰送了过来。你说这琉璃玉是那般寻常之物吗？还真被他找到了，真是。罗贵妃，他就知道，只恨他没有儿子。第164章，四皇子明胜。皇后这边说的畅快，心满意足地摸了摸手腕。明元帝也被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一切看似融洽，却在此时，烹茶盏落地的声响传来，众人视线全都集中在一处。只见四皇子明胜身旁的茶盏打翻在地，人还维持着动作，显然是体型太大，转动时撞翻了过去。明元帝此刻也看了过来，面色带着不愉：“老四，你竟然是怎么回事？越发不注意了。”本想给他留些面子，日后找机会再询问的明元帝，此刻再也忍不住，竟一日比一日胖，这副模样哪还有半点皇子的样？他平日从不拘着他们，对于这几个儿子，除了明爵，其他向来是放养状态。皇家不似普通人家，对于子嗣如何也不可做到一碗水端平。从一开始便定下了明爵，就万不会再给其他皇子任何一丝希望，这也是对他们最好的保全之法。他便是从众多兄弟中拼杀而出的，他的父皇看似对每一位皇子关怀备至，却也是最为残忍的。他们兄弟皆以为自己会有望登顶，自会拼个你死我活，既已入局便没了退路。那条路太过血腥，他不想自己的孩子再步后尘，唯有一开始便斩断妄念。明元帝想起以往，神色暗了暗。明胜起身便要行礼，明元帝看着他那艰难的动作，连连打断：“好了好了，坐着说。这儿子时常唯唯诺诺，性子温顺，却也长相颇佳，身姿挺拔，哪想短短1年竟成了这般模样，肉眼可见的胖了起来。”明元帝有些眼疼的挡了挡手，真是难以入目。明胜抖抖身子，做事被吓到了般，低声道：“回父皇，儿臣常常会感觉到饥饿，不吃便心中烦闷。”他声音虽低，明元帝却也听了清楚，挥了挥手，让人请太医前来。谢父皇。明胜自是看过太医，不管换了多少人，皆是束手无策，只言道让他控制住少吃便可。想到此，那双壮似无害的眼眸猛地阴沉了下来。他若是能控制，还会变成这副模样。也想过自己这般是不是中毒了，可是无论找来多少医者，回答皆是一样，无半点异状。他总觉得自己不该是这般时常心中空荡荡的，却又想不到哪里出了问题。明胜竭力握住手中的拳头，满是横肉的面颊掩住了情绪，无人知他在想些什么。太医来得很快，至四皇子身旁细细的过了脉，起身躬身道：“圣上，四皇子脉象无异，只需控制吃食便可。”明元帝闻言愣了一瞬，摆了摆手，有些失望的叹了口气：“堂堂皇子竟连口腹之欲都控制不了，实在是荒唐。你自己控制些。”
既身体无病，他也不愿再说。明胜低着头，诺诺地应了声是。明觉扫了一眼，神色毫无波动。苏锦挑眉看去，低声道：“他是不是欺负你了？”男人虽只是扫了一眼，但是苏锦确定他不喜欢这人。像是之前的二皇子，他虽是言辞不客气，可也能看出他们关系尚可。三皇子则被他忽略，表示这人无关紧要，不咸不淡。然而唯独这个胖子，他家夫郎不仅看了一眼，面上状似无意，但那嘴角的弧度却往下低了一分。明觉看着女人表情越来越严肃，不断打量着明胜，忽然就笑了。他将人拉着：“没有，他怎么会再给人机会？真的？有七主大人在，谁能伤我？”苏锦先是一愣，暗中瞅了他一眼，挺了挺身，表情故作严肃道：“还在外呢，别撒娇。”明觉：“行吧。”第165章，深夜的系统来劲了。宫宴散去，苏家五口却没有离开，言道要在这宫中住上一晚。此言一出，气氛更是高涨。皇上皇后抱着孩子乐呵呵的离开了，众人也一一散去，唯独四皇子明胜行动缓慢，这才被宫人扶了起来。待他再抬头，人早已离开。明胜面无异色，搭在宫人身上的手却在一点点用力。宫人低着头不敢吭声，直到将人送回皇子府，擦了擦额角的汗，这才松了口气。而此刻皇子府内，见四皇子归来，一女子微提裙摆，小跑着迎了上来，眼神满是爱慕之意。明胜看着眼前这张明艳的面庞，愣了一会，面容抖了抖，似是在笑，日后不须来此等。轻舞摇了摇头，媚眼流转娇嗔一笑：“殿下，妾想你第一眼便看见我。”他似是毫不在意明胜外形如何，半依在他身旁，时刻流露着爱意。明胜长长的舒了口气，也只有在轻舞身旁，他方能有片刻的欢愉。还不等他多想，身伴的女人眼眸带勾，轻声道：“殿下，妾有准备好膳食，您尝一尝合不合胃口？”他目光含羞，又带着些暗暗的期盼。明胜如何会拒绝？肥厚的掌心抓住美人的手，道：“这些事让下人去做，本殿会心疼。妾只想殿下开心。”明胜语气含笑，宠溺道：“那本殿倒要尝尝，今日又是何佳肴，劳我五费心。”女人闻言，面色泛红，在他肥实的胸口轻轻一捶，温声道：“那妾去准备。”明胜点了点头，看着女人离去的背影，面上的宠溺再也不似方才。他本就生性多疑，就算再怎么喜欢，也不会毫无防备。他自是怀疑过他的用意，可无论如何查验，找人试过，皆无不妥。而这个女人又实在很会讨他欢心，心思飞转，神色不由暗了下来。为何所有的事皆与自己所想不同？明明之前都很顺利，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不该是这样的。他的这些困惑自是无人解答。宫内夜半时分，大多数人已是进入了梦乡，系统却是精神一振，爬了起来。他可是第一次留宿大元的皇宫，作为正经的宫斗系统，怎么能错过夜晚的精彩？系统显然还当这与大鱼皇宫夜里一样别致呢。想着要偷师学艺的系统，硬生生忍住了睡意，眨巴着眼，一点点扫着夜色下的皇宫。不久，本是精神奕奕的双眼慢慢萎靡了下来，连着看了几出宫女之间的夺揽耍滑、小心计算计、太监夜间赌博，诸如此般，犹如菜鸡互啄似的过招。系统，这后宫的嫔妃竟都安分的出奇，这不合常理啊！都造起来啊！他不甘心的等了又等，童子的脑门渐渐垂了下去，双眼也没了光彩，真是没意思，睡了。长叹一声，正当他准备裹上被子睡觉时，小眼睛瞬间睁大，嘿，来了！皇天不负苦心统！几个黑衣人刷刷几下朝着皇宫最西侧奔去，童子立即直起了身。他记得那里是皇子府的地段，直到见人来回张望，都窜进了那个四皇子府内。系统一个机灵，二话不说开始呼叫自家宿主。记得白日里宿主打量过这人，宿主一定会感谢他的。今天的他依旧很贴心呢。苏锦正是睡得香甜之际，被一道超小声的叫唤惊醒了。他眼皮动了动，企图再睡过去。系统见人没吭声，很是贴心的又加大了音量，务必让他家宿主听清楚。苏锦，他倔强的没有睁开眼，心中抓狂。童子半夜不睡做什么？还能不能好了？这家伙但凡有个实体，他一定要揍上一顿。系统丝毫不惧，笑着摆了摆手：“嗨呀，不要介意这种小事嘛。”他两眼发光，一副很是八卦的样子，悄悄道：“四皇子夜半私会神秘人，这其中到底有何内幕？是阴谋还是另有隐情？宿主你就不想去看看？”他要去看现场版。苏锦，第166章，四皇子与黑衣人。他慢慢睁开了眼，也无了睡意。童子，你够狠，你给我等着。他记下了，定要在某日给他来个大惊喜。轻轻起身，动作轻缓，刚坐起，
本是熟睡的男人伸手一把将人捞了回来，声音带着些暗哑。苏锦拍了拍他的手，我去就回，乖。明觉当他起夜，低声道：披件衣衫。好。苏锦也没有多说，轻声走了出去。童子，指路。按好嘞，走着。系统一个掐腰，气势很是高昂。皇子府位于皇宫的最西侧，平日四世独立在外，除了皇帝召见，很少会来正宫。苏锦一路急速，要是平常之人，他定不会深夜来探，但是显然这个人白日引起了他夫郎的注意。罢了，被这童子一闹，也没了睡意，就去瞧瞧吧。而这边的黑衣人早已避开了府内的视线，见到了等候之人，连忙跪下，参加店主。来人恭敬上前，抱拳道：店主，属下已是探亲，五夫人在外并无亲人，平日同外人也无接触，他随身的婢子来报，一切无异。明胜看了过去，眼神不似往日的无害，带着不明的金光，脸上的横肉上下点了点，看来是他想多了。可他这心头总觉得哪里不对，细想下来，似乎在几年前明觉那次遇刺后，所有的事便像脱缰的野马，没了头绪。他那大哥明艳也是突然死去，这么好的踏板竟这般没了，可惜了那些筹划，皆已无用。想到此，明胜面色一晃，冷声道：有没有查清楚苏锦的来历？他的那些财富从何而来？这个女人财力惊人，那般钱财若是。店主，属下只探到她产业颇多，其他皆是无果。明胜本想冷冷一笑，面部却是一个抽动，他烦躁地挥了挥手，身上的肉也跟着晃动了两下。本店要的是结果，不是你这些废话，若再办不妥，自去领罚。来人不敢看他，立即跪下：属下办事不力，请店主息怒。本店身旁从不留无用之人。下方之人心下一抖，连忙道：有一事，属下深觉有异。苏锦曾离开过大元一段时日，去处未明，似是掩了踪迹。明胜眉头一拧，面上的肉瞬间聚拢，手向后一背，肥胖的身子挺得笔直，一甩袖，白冷酷道：查！苏梁上君子颈，肩膀抖了抖，死死地忍住笑。系统却早已笑翻了，捂着肚子直打滚。艾玛，童子，说真的，他这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若不是看这身形，我还当是什么霸总呢？哈哈哈！宿主，咱是不是来错剧场了？其实这应是废材皇子逆袭龙傲天剧组，我们走串场了。还不等他们笑完，只听下方又道：店主，近来春风楼生意已是不如以往，您看要不要？明胜逆视了一眼，吩咐道：不必，暂时不要妄动，让他们进来都注意着些。不知为何他总有种在他人视线下的错觉，那种若有似无的怪异感，却又找寻不到，让他心头越发烦躁。苏锦双目一亮，摸了摸下巴：春风楼，这名字一听就带感。看着下方之人已汇报完毕，将要离去。童子，快将我的那身行头给找出来。苏锦神情一震，眼中闪过一抹坏笑：积分啊，我来了。话音刚落，系统动作极快地递了出去，这业务他熟。又嗖的一声窜回原地，很是乖巧地坐了下来，相当熟练地撕开一包薯片，欢快道：宿主，我准备好了，开始吧。苏锦也没顾上理他，迅速换上夜行衣，挑了个满意的面具戴了上去。下方的黑衣人快速窜出，点位很是熟悉的避开了府内之人，心中不停思量着如何完成店主所吩咐之事。他似以往那般向皇子府右方而去，脚下急速，闷头扎进了夜色中，就再也没有出来。第167章，毛又薅秃了。苏锦双手环抱，满意的踢了踢脚下的人，很好。来人跪在地上挣扎了一瞬，惊惧道：是何人？我呀，你难道认不出吗？说罢，脸又往前凑了凑。夜晚微弱的月光下，那紧贴面部的大红獠牙越发狰狞。那人瞳孔发颤，抖着脸不住的想往后退，紧咬牙关，却仍旧没有叫出声。苏锦点了点头：不错，职业操守满分。别怕，我不是坏人，就想请你帮个小忙，完事后定将你送到该去之人的身旁。他咧着嘴笑得亲切，言语带着真诚。宿主，你戴面具说这话可真没说服力，倒像是诱骗小白兔的大灰狼。苏锦眨了眨眼，丝毫没理他，手向后一摸，没找到趁手的，似是想到什么，手一伸，一个核桃出现在掌心。凑合吧。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找到合适的，你先忍忍。话音刚落，反手一个核桃砸在了他的脑门上，那人猝不及防，就这么挨了一下，脑瓜子嗡嗡作响，差点当场去世。苏锦见他没晕，满意的点了点头道：系统几分？童子给他点了个赞，有6个积分，与方才差不太多。宿主真是人才啊。苏锦思绪转了转，再接再厉，在人没反应过来时，又一个核桃砸了过去。你小样头还挺铁，
竟还有力气说话。他挑人的眼光果然准，要是那个胖皇子，估计一个回合人就没了。宿主这次只有5积分，看来得换着花样来。懂了，小意思。良久，地下的人死死地瘫软在地，满头肿包，脸上也是一块青一块子，已然看不清原来的样貌，一动不动，仿佛遭受了莫大的蹂躏，眼神麻木地盯着天上的弯月，时不时抽动2下。宿主，再继续也没分了，毛薅秃了。系统沉下心，一点点地数着今晚到手的积分，连滚2圈，很是开心。果然将他宿主带出来是最正确的事了。苏锦闻言拍了拍手，没事，还有机会。那什么春风楼应该很多只羊吧？他再去逮。苏锦心中的小人掐着腰，笑得畅快。正在他得意之时，忽的神情一顿，有人来了。他猛地转身，目光犀利地看向某处。他戴着面具，倒是不怕，也没想着躲。瞅了眼还在傻乐呵的系统道：“有人。”系统头也不抬，不咸不淡地回道：“我知道呀，你男人吗？”苏锦，他脚下一滑，险些被气绝过去，顾不上骂系统，身子一转，只想赶紧溜，却见那人影在黑夜里越来越清晰。一道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响起：“你在做什么？”做好逃跑姿势的苏锦，完了，忘记时辰了。他僵硬的一点点转过头，脸上的獠牙面具还戴着，明觉却无所惧，目光悠悠地看着他，视线下移，看着地上躺着的黑衣人，眼神顿了顿。苏锦心中疯狂咆哮：“系统，你没了！”系统故作无辜，眨巴着大眼：“不是宿主你自己说的，你家男人来了，不用通知你吗？因为你们自带心电感应啊。”苏锦，那不是在吹牛吗？你怎么还当真了？苏锦嘴角抽了抽，无话可说，咽下了这自酿的苦果，悄悄地抬起头看了一眼，见他家男人直直地看向下方，顺势回头一看，身子更僵了，手中之物一个飞掷，稳稳地将地上之人打晕了过去。苏锦摘下面具，扬起了笑脸，面色真诚道：“你一定要听我解释。”明觉拉起他的手看了看，认真地擦拭着，没有说话，拉着人往回走。不多时，人影闪过，地上之人很快便被带了下去。苏锦乖乖地跟在身旁，暗中偷瞄了一眼，2眼3眼，见女人缩着脖子，不时地朝他看来。明觉叹了口气，回身点了点他的脑门。夜里寒气重，想完可白日里再继续。第168章，这是什么死法？胖死！苏锦歪着头好奇道：“你就不问问？”明觉脚步未停，什么也没问，似是没半点好奇。苏锦这比揍他还难受，方才是发现有不明之人，就好奇前去看了看。他往前凑了一步，解释道。明觉眼中的笑意一闪而过，抿了抿嘴角，没有说话。苏锦抓了抓脑门：“真的，我就去看了一眼，那个胖皇子可会折腾了。”不用男人问，他已经迫不及待将事全交代了，当然略过了系统的存在。苏锦一人说得起劲，描述的绘声绘色，边说还一边带着感慨：这么胖的人也是少见，也只有皇家能养得起了，得费多少粮食啊！这不仅胖，还挺能搞事。苏锦还在感叹，男人神色一顿，看了一眼，将人带回了房间。你好奇他为何那么胖？语气平淡道：他是中了毒。苏锦双目一亮，心思一转便道：你做的？男人面色不变，点了点头。苏锦，这是什么新奇的虐人手法，让人胖死？悄咪咪偷听的系统捂了捂嘴，精神一振，似是受到了启发，转身掏出个小本本，埋头写了起来。他学到了。苏锦眼角抽了抽，他家夫郎可真有想法，为什么不将人弄死？他夫郎费心思出手，那表示这仇还不小呢。那胖子有这么厉害？明觉淡笑一声，有些人直接死了反而成了幸事。他父皇才刚失去一个皇子，他不想让他短时间内再承受一次。前世明圣有陈星月相助，运气诡异，一次次暗算他，皆没得手。但同样，他也杀不死他们。两人仿佛做什么皆是顺风顺水，如有天助。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他害死了父皇母后。明觉神色一暗，他如何会让人轻松死去？不知谁人发出的叫喊。宫中侍卫对于刺客甚是敏感，闻讯飞速围了上去，身手敏捷。推开门，只见一黑衣男子满身是伤的被压在下，已是两眼直翻，一副将要不行的架势。而那上方之人正是四皇子殿下。众侍卫眼神一闪，带着不敢置信，赶紧上前将人扶起，一把刀架在了黑衣人身上。侍卫仔细辨认一番，很快别开了眼，简直不堪入目。只见那黑衣人衣着凌乱，一副被蹂躏的不行的模样，甚是凄惨。而身旁的四皇子则是满身酒气，双目紧闭，显然已醉得不行。侍卫，刺客行刺遇四皇子酒醉，反被压。侍卫不敢再想，
连连通禀了皇上。明元帝，他拧了拧眉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久久无言。他沉了沉心，深叹口气，心中的失望更重了。将人弄醒，审问清楚。很快结果便递了上去，巨人交代是为行刺四皇子而来，匪窝在一个叫春风楼的地方。明元帝先是一愣，猛拍玉案，大怒道：全给朕拿下！他甚是想不通，他这皇子已是这般无用，性子本就软弱，现今还胖成这样，行动都难。他这个父皇看了都要摇头的人，竟还有人想要行刺他。不过半日，春风楼便被人围了起来，以捉拿刺客之名，尽数拿下。苏景隐在暗处确保没有一个漏网之鱼，这才安心地窜了进去。宿主，这里有密室，不过里面只有些兵器。见多了大场面的系统，对这些个小兵器很是嫌弃，想来他家宿主也是看不上兵器啊。看来这四皇子野心真是不小啊，跟他体型倒是很配。苏景摸了摸下巴，下面除了兵器还有没有什么珍贵的？毕竟都是当店主的人，应该有些牌面吧。他搓了搓手，有些期待。没有呢，抠抠搜搜的，这胖皇子可真穷。系统嫌弃的摆了摆手。苏景表情一顿，不甘心的带着系统转了一圈，还真没找到什么稀罕的。那什么店主就这一堆兵器。然而这些对于苏景来说不够看，但对于他人却已是不多见。叹了口气，有些失望。算了，蚊子再小也是肉，浪费点空间，好心替他收起来吧。而此刻皇宫内，四皇子已然清醒。明元帝看着跪在眼前的人，面色严肃道：朕不管你是不是有那特殊癖好，都给我把心思收起来，再如何荒唐也该有个度。他看着低头沉默不言的四儿子，重重的叹了口气，接着道：下去吧，刺客已被拿下，他已招供，那春风楼镇定将他一网打尽。地下之人猛地抬起头，满是横肉的面颊来回抖动，瞳孔发颤。春风楼。明元帝见他这般害怕，还当是被刺客吓破了胆，恨铁不成钢的连连摆手：回去吧。话落，失望的转过身，不再看他，一句也不想多说。明胜见他父皇这般反应，更是一惊，紧紧地握住拳头，呼吸粗重了几分。父皇是知道了吗？冷汗瞬间落了下来。春风楼怎么会？到底是谁？他并没有见到那所谓的刺客恢复意识时早已不得问，到底是谁在针对他？自己的事他又知道多少？他脚步虚浮地踏出店内，心思不停地飞转，一个没注意，肥胖的身子重重地向着一侧歪去。工人忙不迭将人扶住，折腾几下也没将人扶起。明胜一把将人挥开，滚！他现在心中慌乱到了极致，总觉得暗处有人，他看向身边之人皆是可疑。到底是谁做的？太子、二皇子还是三皇子？不会，他们并无接触。明觉负手而立，眼神不似平日的温和，冷声道：很好，人不必再管，退下吧。一道清脆的女声俯身应是，很快便没了踪迹。男人看着窗外，他将消息掩住，没有暴露在父皇面前，便是不想他这般容易解脱，担惊受怕，日日惊惧，岂不更好？不多时，一道轻微的开门声传来，明觉一身寒气瞬间消散，眼中的神采渐渐聚拢，嘴角一勾，转身道：七主这是办完正事了。苏景轻轻嗯了一声，得意道：刚去别家做客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腰包，走，给你带了礼物。明觉也没多问，跟着他便走，直到来到一处空置的库房，苏景推开了门，道：喜欢吗？满满一室的兵器陈列得整整齐齐，脚下还有不少大箱子，轻轻一碰很是沉，显然也是满满当当。明觉抬头看了一眼，他是将明胜私造的那些兵器都弄回来了。男人脸住笑，轻咳一声，状似惊讶道：这般多，七主当真厉害。苏景不在意的摆了摆手，潇洒道：喜欢就好，小玩意，你拿去玩。说完悄悄看了一眼他，身板挺得更直了。第170章重生的。得知明觉是重生了，苏景见他低头一一看去，还当是对这些感兴趣，暗暗记在了心中，日后的留一些，给他打造一批更好的出来。这些个用料都差，样式也笨拙得很，心下有些嫌弃道：那些个兵器都不是多好，以后我给你弄更好的来。他说的随意，明觉却是抬头望了过来，这一批兵器可不好造啊。显然明胜费了不小的心思，半晌笑道：那我等着七主大人的惊喜。他深知与他的相处之道应得爽快。果然话音刚落，苏锦脸上立即扬起了笑意，满意的看了他一眼，心中有些骄傲。他拍了拍胸脯，包在我身上。他细细的打量着这些兵器，已经在想如何改造了。心思飞转，嘴边随意道：明胜的什么楼已经被封了，你知道他哪里还有产业吗？明觉见他还惦记着，轻笑：
都解决了。苏锦眨了眨眼，这么快？他想起了一直以来的疑惑，故作好奇道：“能告诉我那个胖子到底如何欺负你了的吗？他家夫郎这般强，显然那个名胜举动皆在他视线之下，不是对手。既然这般，为何？”苏锦抓了抓脑门，就觉得哪里不对，拧着眉想得入神。明觉抚平他的眉间，轻笑道：“想知道啊？”苏锦见他神色没有一丝勉强，面色轻松，果断往前凑了凑道：“就是好奇。还有当初的陈新月也是这般，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介于当时这男人还没到手，也就没问。”明觉将他发丝往后拢了拢，心中带着些复杂，定定地望着：“你会害怕我吗？死后又活过来的人？”苏锦瞬间一懵：“啥？这如何转到这方面的？他怎么会怕他？妖宠的新手段？”想也不想，很是硬气地捧着男人的脸，来回摸了2下。他脸色一板，严肃道：“够了没？是觉得我平日不够宠你，都会说反话来刺激他了？”明觉，他摇头一笑，气氛瞬间破了。这女人又想到了别的地方。好了好了，说吧，想听什么情话，我说给你听。明觉见他越想越远，赶紧将人拉住，正色道：“应该算是梦吧，一场没有断场的梦，在梦中遇见的。毕竟太过离奇，他未必会懂，就当做梦吧。”苏锦眨了眨眼，一听是梦，很是好奇的身子往前一倾：“梦里有我吗？是不是经常梦见我呀？”他故作轻松的冲着男人挑了挑眉。苏锦问的随意，明觉却是愣住了，定定地望着身前的女人，心口忽然一滞，毫无预兆将人抱进了怀里。他前世的梦没有他，也没有孩子，那是一场噩梦。苏锦面上带着笑，心中却猛地抽了一口气，不断地呼叫着系统：“童子，我家夫郎这意思，难不成是重生，还是预知梦？”系统也懵了，张大了嘴巴，仿佛失声了一般，没有回话。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何他似是想到什么，赶紧道：“宿主，你帮我问问梦中的陈新月如何了？”苏锦却没心思问这些了，男人抱得越来越紧，这般情绪无需再问，他家夫郎定是重生了，只是做预知梦是无法有这般强烈的情绪起伏，他早该想到的。心下有些心疼，想了片刻，轻轻拍了拍，哄道：“那些都是梦，现在的你才是真实的。悄悄告诉你，我也做了长长的梦呢，比你这还厉害，2个呢。”他语气带着些许骄傲，仿佛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苏锦故作玩笑的继续逗他：“梦里有部落，有猛禽巨兽，还有巫师，那巫师可厉害了，赐福都比别人牛，能穿时空的那种。女人的话光怪陆离，甚至很多让人摸不着头绪。”明觉却听得专注，他知道这是在哄他，费尽心思编一些未知的事哄他。现在的明觉还没当真，嘴角高高翘起，显然听得很享受。他不是因为前世的事分神，只是不知为何，他怕现在的一切才是梦。想到此，不自觉低头蹭了蹭怀中的人。若是世上无他，真就噩梦一场。第171章，准备芳华宴。系统心里抓心挠肝，好奇的不得了，不时伸头望过来，欲言又止。见他加速主瞪了过来，捂住了嘴没再说。苏锦没有刻意去问什么，但也从男人只言片语中明白了，前世他定是没有出现的。他家男人若是生活在小说中，那就妥妥的反派，男女主显然是那个胖皇子和陈新月。若不是那大鱼博士出手，想来他家夫郎能活到大结局吧。系统竖起耳朵听得认真，他前世竟然绑定那么个坏家伙。他抹了抹泪，在身上找了一圈，已经好久不哭了他的小手绢呢，放哪了？苏锦瞅了一眼，也没工夫理他，拉着明觉就是一阵温声细语，直到听见男人控制不住的低笑出声，这才满意的给自己点了个赞。明觉早已没了情绪，却抱着不撒手，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系统哭了一会，见他家宿主毫不关心，鼓着脸背过了身，又忍不住暗中瞄了一眼，很是坏心眼的道：“宿主，你家男人根本不需要哄，是装的，我看见他还在笑呢。”说完还抹了抹眼角，抽抽鼻子，暗示了一番自己。苏锦鄙夷的看了他一眼，一副你没见识的样子，单身桶就是没见识，这叫情趣。关键是这哄的过程，算了算了，说了你也不懂。说完又拍了拍明觉，凑上前亲了亲，说2句逗趣的话，惹得男人眼眸深处的光更亮了。系统不仅没得到安慰，还被猛地扎了一刀，一口老血险些喷出来，捂着胸口，气呼呼的来回走着。他要是再找宿主说话，他就是小猪佩奇。哼！苏家恢复了往日的繁忙，明觉也一早便去了军营。苏锦闲来无事，想起自己说过要送男人一批更好的兵器，开始忙活了起来。一家之主说话就是要算话，他开始埋案写画画，抓着脑门改了又改，显然还是不满意。伸了个懒腰，转转神，这才想起
还在赌气的系统清了清嗓子道：“童子，来聊一文钱的天。”系统冷酷的打出一行：“就是不吱声。”好了，我错了。苏锦忍着笑，严肃保证道：“我不该说实话，讽刺你是单身桶，是我没见识，应该保护物种的多样性。”系统身子晃了晃，总觉得哪里不对，为什么听着心里更堵了？剑宿主面色诚恳，超小声道：“你真知道错了？”苏锦真诚道：“对。”他眨巴着大眼，一副认错的模样。系统小表情有些得意，骄傲地坐了下来，道：“聊什么？”刚说完，他猛地捂住了嘴，似乎想到了什么，纠结了片刻，道：“对了，在这之前，有件事要告诉宿主你。”苏锦见他整了整衣领，顺势问道：“什么？”“我改名字了，现在的我不叫系统了，请叫我佩奇。”苏锦，什么毛病？这童子怕真是有大病吧？苏锦头疼的抚了抚额，一时不知要如何回，还不等他说什么，门外传来萧管家的声音：“进！太子妃，这是这一届芳华宴的帖子，您看有何不妥？”苏锦反应一瞬，这才想起这是皇后交给他的任务，每年都会举办的宴会，直白点也就是所谓的才艺大比，这也是各家小姐唯一能出名的机会。貌似上一届就是陈新月拔了头筹，令她在京中名声大噪，当时更是有了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号。但凡能拿到名次之人，在婚事上皆是锦上添花。往年都是皇后操持，这一次直接交给了苏锦。他倒是无所谓，随意的接过帖子，还没打开，眼睛便被晃了一下。要这么闪吗？眼角抽了抽，却见萧管家期待的看了过来。苏锦，好了，不用问了，他知道这帖子谁做的了。默了一瞬，清了清嗓子道：“稍微低调点，不用那么闪，其余皆可。制作好便派出去吧。”知会下去，这次规则改改，准备些有新意的，不限琴棋书画，只要出彩皆可，头筹就。苏锦拖着下巴想了想，望着那空间那一堆的宝石，来了想法。萧管家应声告退，下去准备了。第172章道德绑架。你找错人了。苏锦说的随意，但收到消息的各府中小姐都愣住了。新意，太子妃竟要看些不一样的，这可把人难住了。然而那些个往年只是陪衬的小姐们却是双目大亮，深觉机会来了。据闻太子妃武艺颇高，应是位不爱红妆爱武装之人，从这里下手定错不了。然而这般想的人还不在少数，一时之间京城中的女武师备受各府欢迎，可谓是应接不暇。自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本是暗中庆贺这次没了陈新月，自认可拔头筹之人，听闻此事差点咬碎了一牙，心有万般不甘，却又无计可施。苏锦吩咐下去便没再理会，此刻正从府外归来，坐在马车内悠闲地看着书。就在这时，马车猛地停了一下，接着便是一阵喧哗。苏锦快速稳住，道：“何事？”太子妃，有人拦了车驾。还不等他伸头去看，便听一道尖锐的叫声：“苏锦，你虽为太子妃，却冷血无情，与你不过是举手之劳。你为何不救我母亲？她已经活不下去了。”女子的惊叫声顿时引来了一片目光。太子妃？座驾中的是太子妃本人。苏锦觉得这话有些耳熟，轻笑一声，挑开帘子走下了马车。他掸了掸袖摆，望着眼前被侍卫挡住之人：“你是？”女子瞪大了双目，这才想起她不认识自己，昂着头大声道：“我乃长公主之女，和宁郡主。”苏锦面色恍然地看着他：“哦，不认识。”他耸耸肩，转身便走。和宁见两侧越来越多的人，一个咬牙跪了下去，大声道：“太子妃，您救救我母亲吧，她也是皇室之人，你不能见死不救。”他母亲前些日子不知听信了何人之言，请来了一位神医，本以为会有好转，满心期待，哪想一夜之间那脸竟变得红肿不堪，奇痒无比，如今早已被抓破了面，血流不止，问诊皆不得治，母亲已生死志，现为苏锦这里。苏锦笑着望着他，还没说话，系统却是气得不行了。这小娘们不愧是那什么老公主的孩子，瞧这语气，这神态，一个物种没跑了。他背着手，鼻孔都气大了，恨不得钻出来给他两下。苏锦忍不住笑了：“你怎么比我还生气？这女人显然就是故意挑地方，用流言逼迫你呢。你还笑？”系统恨铁不成钢，摆手道：“别在这瞎扯犊子了，收拾他。”苏锦冲他挑了挑眉，没有说话，看了一眼跪地之人，笑容亲切地走上前，就要扶起他，将碰到时，却忽然收回了手。“什么？你要继续跪着，不愿起来？”“唉。”他深叹了口气，一副无奈的样子。何宁先是一愣，他没说话呀，瞬间反应过来，双目大睁：“你？”苏锦摆了摆手：“不用客气，说说你母亲是何症状啊，我好给你请个太医。”何宁缓了缓，以为自己的办法奏效了，心中一笑，面上凄楚道：“母亲她面部奇痒难耐，
无法自控，现唯有太子妃可救一命。你若不救，他就会死。他后面一句说的极重，再次强调了之苏锦可救。他不信如此这般，他还能拒绝？苏锦笑着眨了眨眼，俯身轻言道：“这样，别担心，你要往好处想，万一得了不治之症，这会已经没救了呢。”何宁反应了一瞬，不敢置信地看着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贱人？他牙关紧咬，心中恨得滴血，深吸了口气，还不等说什么，苏锦笑盈盈地再次将他拉起，这次没给他拒绝的机会，擒着手将人拽了起来。何宁忍着情绪，不知他究竟要作何，顺势而起，他如何愿意一直跪着？两人长长的袖摆瞬间相连，苏锦满意地看了一眼，忽然一个冰凉的物件轻触手背，何宁一僵，苏锦眼中划过一抹笑，带着恶魔的低语：“来，送你的礼物，是你想要的那个哦。”握住。何宁没有多想，手掌翻转，准备摸索一下，苏锦却猛地后退一步，那本是掩在袖口下的匕首毫无遮挡地露了出来，手柄还握在已经愣住的何宁郡主手上。众人皆惊。第173章，刺杀太子妃可是死罪啊！侍卫反应最快，眼神一亮，有人行刺，保护太子妃！苏锦冲何宁挑了挑眉，故作不明的大声喝道：“你竟要行刺我！来人，给我拿下！”一群人冲了上去，将人围住。何宁已经吓傻了，这才反应过来，猛地放开匕首，惊得缩了回来。“不是，我没有，这不是我的！”他连连后退，面色发白地摇着头。众人只当他想逃，动作更快，毫不费力地将他拿下了。“放开我！”何宁惊叫出声，哪里还不明白这是被陷害了？苏锦冲他摇了摇头，满是不赞同，怎可拿长公主之名做掩护，做出这等事？何宁喘息着，目眦欲裂，面部长红气的开始口不择言，咆哮道：“贱人，你还敢惺惺作态？是你陷害我！”“啊，放开！”哪里还有人听他说什么？两侧路人议论声越来越大。光天化日之下行刺太子妃，好大的胆子！抓得好！这女子简直是疯魔了。身旁的人见何宁此刻面色狰狞，大喊大叫着，很是认同的点了点头。这可不是疯了吗？苏锦目光微动，淡定的摆了摆手：“行了行了，带下去吧，可别让他再伤了无辜之人。”话落，看也不看，一身轻松的踏上了车架。此刻坐在马车上，苏锦仍能听见那刺耳的叫声，心有感慨，好奇道：“童子，你说为什么总有人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就不能好好说？”童子显然还在看何宁被带走的画面，开心道：“谁知道呢？可能是脑子有坑吧。”“好了好了，别看了。”车驾离去，人群中一男子瞬间抬起了头，朝着马车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大步离去。男人一路来到秦府：“大人，属下已是看清，太子妃没有插手的意向，且和宁郡主已被抓了起来，想来他们之间应有嫌隙。”“好！”秦素满含恨意的大笑出声，并不在意和宁为何被抓，满心都是快意。这一次他定要将那女人留在京城，给他儿子陪葬。转而吩咐道：“将和宁被抓的消息通知长公主，务必让她听清楚。”“是。”刺杀太子妃可是死罪，和宁被带走，直接被送往府衙，但因其身份特殊，不过多久便有人进宫禀了明元帝。明元帝桌案一拍，对于长公主之事不愿意理会，摆了摆手，交给太子处置，郡主的封号先罢了，贬为庶民。人几经转手到了太子手中，明觉询问一番，面上瞬间带上了冷色。他不管他是否要行刺，但当众跪下求药，便是有意让太子妃难堪，他如何会让他好过？而这一边的旭阳长公主此刻被绑着双手，面色痛苦地倒在榻上。“公主，郡主被人抓走了。”她痛苦地抬起头，面色很是吓人，此刻也顾不上面部的痒意，尖声道：“说清楚。”片刻，听完下人的叙述，他怔了一瞬，本就不忍直视的面容变得更加狰狞，厉声叫道：“何宁怎么会去行刺苏锦那个女人？过来与我松绑！”他本是怕自己控制不住，命人绑住了手，如今为何所有人都与他作对？下人唯唯诺诺，有些犹豫。之前公主控制不住，也是命人松绑，如此下来，面上又多了几道血痕。几个松绑的下人早已被拖了下去。旭阳见人不动，目光一扫，眼神发狠道：“是不是都想去死？”仆人们不敢拒绝，哆嗦着手给他松了绑。可能是刺激过多，他拿起帷帽戴上，直接去了苏宅。以往是怕得罪太子不敢硬闯，如今他已是这副模样，还怕甚？然而如此这般，还是未能进入，不说明面上，就是暗中的人手也不会让他接近半分。明觉下了车架，见府门前被拦下的人眉峰一凝，将人拖下去。明觉面色森寒，丝毫没给人说话的机会，转而低声吩咐道：“去趟秦府，告诉秦素，他
他如何收拾人，本店不管，但若是他胆敢拿太子妃做法子。左一抬头小心地看了一眼，抱了抱拳，躬身离去，很快便消失在了原地。第174章物种不同，不恋爱。很快到了芳华宴当日，依旧在京郊的皇家庄园内举办。然而这一次的主事之人却不再是皇后娘娘，宫中的几位嬷嬷得吩咐前来协助太子妃，倒不是担心，而是皇后深知苏锦性子，若她觉得繁琐无趣，也可由嬷嬷代劳。庄园占地颇大，环境也是异常优美。苏锦带着随从穿过一座拱桥，入目便是一群佳人小姐，或坐或站，如一幅幅标准的仕女图，皆是一副精心装扮过的模样。苏锦站在桥上看去，眼睛不自觉转动。果然人都是视觉动物，这般多的美女佳人看得人心情都好了许多，眼睛得到了享受啊。系统伸长脖子也看得起劲，嘴里还在不停念叨着什么。苏锦故意打趣道：怎么想来段跨越种族的恋情？系统斜睨了一眼，我就不能是纯欣赏？物种都不同。苏锦摊了摊手，也就是随意逗他，并没有接话。系统显然不满意，觉得有必要澄清自己的恋爱取向，瞄了一眼桥下的水，道：你看那水中的鱼儿好看吗？苏锦没明白，顺势接道：好看啊，经纬鲤鱼很是少见。系统嘴角一勾，悠悠道：那你会想跟他们谈恋爱吗？苏锦：好的，他懂了。没想到这童子对待感情还挺认真，半点不容误会。两人闲聊之际，身后的嬷嬷提醒道：太子妃，时辰到了。苏锦点了点头，自桥上走了下来。众女眼前一亮，纷纷起身参见太子妃，一一行礼。苏锦面上挂着浅浅的笑意，扫了一圈，他仿佛感觉到了当皇帝的快乐。他微咳：臣女好羡慕太子殿下。杨小莲面色大喜，微微欠身道：臣女这就去准备。这一变故引得在座小姐心神一动，顾不得矜持，连连有人起身，臣女也略通一二。苏锦摆了摆手，随他们去。慢慢的，一场本是正经严肃的芳华宴顿时变了味，时刻注意仪态的小姐们一个个站了起来，谁也不愿意输。不知何人起头上前走了一步，其余之人皆是不甘示弱。太子妃，臣女近来学了一段剑舞。太子妃，臣女可左右执笔书画。我会投壶，次次都中。苏锦，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魂进来了？他看着一个个越靠越近，双目发光的看着自己，笑了起来。行吧，比之前端坐着看着可爱多了，动起来。系统见他家宿主一手拉着一个，拿起柠檬吃了一口，感慨道：有钱可真好啊。苏锦得意的看了他一眼，语气却满怀惆怅道：我虽是有了金钱，但我失去了烦恼啊。系统。苏锦见他不说话，故意问道：朋友，你怎么不说话了？系统冷冷一笑：哼，我吃柠檬呢。苏锦被他这语气逗乐了，转头看向身旁的家人们，眼中都带着笑，拍了拍他们的手，笑道：好，那就都看看，去准备吧。一旁静默不言，全程没有说话机会的诰命夫人们，好好的芳华宴竟成了这般，面上带着些犹豫。秦老夫人想起身提醒，皇后派来随侍的嬷嬷见此，悄声上前：老夫人不必多虑，皇后娘娘说了，只太子妃满意便可。老夫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叹了口气坐了下去。这场芳华宴比往年举办的都要久，直到结束，不论输赢，众人脸上都一直扬着笑意，没有往年那般心弦紧绷之感。各府的车驾早已等候在外，一位位小姐步伐缓慢地走了出来，就这般还不时回头望着。大多数之人手中皆抱着锦盒，爱惜地捧在怀里。要数杨家小姐怀中抱的最是多，一路不停地有人来搭话：杨二小姐，你这般手艺委实厉害，不知府上请的是哪位师傅？她笑的眼睛都眯了起来。你们看我体型便知，我这是自己爱琢磨，得亏太子妃不嫌弃臣女手艺。提到太子妃，周围应和之声更多了。太子妃方才还说我舞的剑很独一无二呢。太子妃夸了我的画作，她说着扬了扬手中的锦盒。啊！太子妃还手，把手教我射箭呢。那位投壶厉害的小姐捧着脸，一脸激动之色，目光瞬间集聚了过来。就在此时，不知何人感叹一声：哎，我好羡慕太子殿下。说完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赶紧捂住嘴，小心地看了看四周，松了口气。他以为没人听见，谁知几道柔柔的女声应道：我也是。不远处马车内带着孩子来接苏锦的名爵：爹爹，娘亲怎么还不出来呀？爹爹，你不是说娘亲要不了多久就会想回家吗？名爵看着他们，默了一瞬，竟不知道要如何回，撩开帘子向外看去。苏锦正巧出现在视线内，只不过却不是一人，一群女子围在身前，不知在说些什么，都笑得很开心。崽崽们伸着头凑了过来：娘亲笑得好开心，
他们在说什么呀？明觉抿唇看了一眼，他也想知道。这边被人围着的苏锦面色一正，道：人无完人，不必拿自己所短去对别人所长，将自己所长发挥至极致便是最好的。谨遵太子妃教诲。苏锦远远的便看见了他家男人，也不再多说，笑道：行了行了，都散了吧，我家太子和孩子来接我了。他挺了挺身，意有所指的看向远处的马车，眼中带着骄傲。第176章，妻主大人好像很受人喜欢啊。娘亲怎么那么久才出来呀？宝宝都等困了。苏锦看了看天色，这才恍然是晚了点。他还以为自己最多待1个时辰便能结束呢，只怪后面的还挺有意思。明觉没有说话，却也盯着他在看，几双眼睛齐刷刷看来。苏锦挠了挠头，哈哈，刚有位杨家小姐做的吃食很不错，就多吃了些。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笑得有些不好意思。看着表演吃着美食，可不就是忘了时辰吗？你很喜欢他们？明觉状似无意，语气平淡道。苏锦眨了眨眼，还行，看着赏心悦目啊。刚说完，苏锦敏锐的觉得不对，忍不住犯了嘀咕，他家夫郎可不会随意问什么。没想明白，但不管什么原因，赶紧补了一句，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你们了。他朝着明觉认真的看去，想到还有孩子在，顺带瞄了眼，都兼顾了。男人抿着嘴角，忍住笑意，还没给反应。而那边被顺带的仔仔们却都捧着小脸凑了过来，对于娘亲的表白那是百听不腻。小人轮流拱在怀里撒娇，娘亲。苏锦挨个亲了亲，再抬头看向明觉，身子向前凑了凑，意图明显，但终究是顾虑在孩子面前，缩回了身子，没有动嘴，冲他挑了挑眉道：走，回家再。明觉故作不明的看了他一眼，苏锦当他是不满意，被落下了，一路都记在了心里，回去定让他满意。刚到家便迅速支开孩子们，苏锦一把抓起男人的手，不容拒绝的轻身向前道：我现在就给你补上。明觉默默的承受了，完事笑着的摸了摸面颊，眉眼含笑，故意逗他：妻主大人好像很受人喜欢啊。苏锦下意识谦虚的摆了摆手，还好还好，随即反应过来这语气不太对啊，懵了一瞬，想也不想，求生欲极强的快速解释道：但我只喜欢你一个。脑中迅速过了一遍，没什么桃花呀，他这人可是很一心一意的，绝不会让他家男人伤心难过有误会。今日在座的都是小姑娘，那他家夫郎何出此言？抓了抓脑门算了，先哄了再说。苏锦清清嗓子，甜言蜜语都不带思索的，张口就来，眼睛直视对方，神色专注，感情充沛而真挚，听得着实令人眩晕。理智如明觉也没把持住，嘴角越翘越高。隔日正是每3年1度的科举，苏家很是重视，隔壁的大门早已打开，秦世天还未亮便起了，不知在忙活什么，仿佛有做不完的事。几个孩子也早早起来了，跑到隔壁给舅舅打气。京城的街道被管制着，一家子将苏策送到贡院门口便不得行进了。二舅舅，你要加油呀，东西都带妥了吗？好好打，大哥信你一定能高中。苏策重重的应了，带着一家子的期盼踏步走了下去。他看了看天空，长舒了口气。他似是想到了什么，向着一旁望了望，直到看见一架不起眼的马车上露出的那一抹红色的裙摆时，不自觉笑了起来。他还是来了。苏策直直的望了一瞬，也没再多看，眼神坚定地朝着贡院内走去。没到时辰，考生都在等待入场，排查很是严格，乌泱泱的人群一时看不见尾。40道，直到最后一位考生走了进去，守卫罗列两旁，将大门重重地关上了。马车内的秦氏忍不住朝着上方拜了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科举是3日，苏家人也就没再等，回去了。苏锦却留了下来，他看着前方那辆马车，直接走了过去。宿主，没错，那个爱吃辣条的江二小姐就在这马车内。苏锦点了点头，看来2个人进展不错。第177章，太傅求见，陛下昏迷。当初江婉来京城时，他立即派人去寻了，寻到后便通知二哥苏策，他自己却因大余之行没有得见，但也一直知道苏策有暗中照看着他。既然这次遇上了，怎么也要打个招呼吧。马车内的江婉还在透过微微掀起的帘子，朝着苏策离去的方向定定地望着，手里攥着一幅包，默默地祈祷着什么。小姐，你这绣好了，为何不送出去啊？江婉顺势看看自己手中之物，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苏锦就在这时走了过来，正巧听到这一句，笑着打趣道：是啊，为何绣好了却不愿意送了？我认识的江二小姐可没这般小气啊。江婉一惊，瞬间回神，她猛地掀开帘子，双目顿时大亮，面色惊喜道：是你？苏锦。刚叫完，似是想到什么，猛地顿住了。
他面色涨红，提了提裙摆下了马车，参见太子妃。苏瑾笑着看着他，好了好了，他也没说什么不用行礼的表面之话，快速转移了话题。有意逗他，来京城不找我，是怕我打扰你和二哥。江婉见他面色带笑，和之前在丰原县时无甚区别，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面对苏瑾，他一直有些怂，这般一问，慢慢低下了脑袋，超小声道：“我不想麻烦你。”他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当初因为母亲不看好苏策，嘴上应了等他科举完再议亲，私下却给他定了江府小少爷，两府交换更帖当日，他从家中跑了出来，茫茫人海无处可去，只能想到来京城找他。所幸一路有姐姐江如烟相助，这才顺利到了京城。苏瑾见人面色纠结，也不再提，八卦地问了一句：“你和我二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怎么不知道？”江婉眼神一个飘忽，有些心虚地看向四周。毕竟当初他是想留在苏家，为了苏瑾，为了更多的那条才想嫁给苏策的，如今却是为了他这个人，再无其他。就算知道苏家已不同以往，自己早已配不上，他也没想过退缩。这个男人是他主动追的，他如何在将人追到后，却因他日渐优秀而轻言放弃了？那样的自己就太可笑了。他鼓起勇气，望着苏瑾坦白道：“是我追的他，原先是我看上了你家中的幸福安逸，没有纷争，不用伪装，想在苏家赖一辈子。而如今我看上了他这个人，想和他过一辈子，去哪都行。”江婉面色涨红，捏着拳头像在给自己打气。苏瑾眨了眨眼，见他这副豁出去的架势，心中一乐，哈哈哈哈！好，你不用跟我保证了，等我二哥出来了，亲口说去。苏瑾感觉面前的人短短10日真是成熟了不少，知道去争取，不放弃，倒是挺好的。就该如此，若要两人一起走，合不合适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苏瑾慢慢将人送了回去，一路闲聊道，也没了生疏之感。他也没多问，有些事自己可以管，但感情的事还要他们自己解决才是最好的。3日后，正是考生出考场的日子，苏家一群人一早就等在了外面。苏瑾这次倒是没有再去，在家中等着人回来。然而他没等到苏策一行人，却等来了脚步匆匆的萧管家。太子、太子妃、大梁太傅求见。苏瑾挑眉，大梁的那些个朝晨早已回去了，唯独这位太傅留了下来，似乎是还没死心。往日也是常来拜访，却多是与仔仔们聊天，今日怎么？苏瑾朝男人对视一眼，也没多想，走了出去。太傅见人，起身行了一礼，面色有些凝重道：“特来向太子、太子妃辞行。”苏瑾见他面色不佳，问了一句：“出了何事？”太傅沉吟一瞬，看着面前二人，本是犹豫，心中忽地想起陛下临行前特意吩咐之事，最终还是实话道：“消息来报，我朝陛下现昏迷不醒。”第178章，准备前往大梁。太傅朝着二人看了一瞬，目光定在了苏瑾身上。陛下很信任他们，不，应该说是信任太子妃。苏瑾面色一变，急忙道：“什么时候的事？”太傅定了定心，算下来应有1月了。苏瑾的心瞬间沉了下来，1个月了，竟这般久，古代就是这点不好，一来一回消息都要很久。也不知道老先生如何了，他身体那么好，怎么会陷入昏迷？中毒？苏瑾心思飞转，不知怎么的，他忽然想到一种可能，若不是中毒的话，那很可能是先生的2种人格引起的，难不成是打起来了，争夺主权？苏瑾虽是猜测，却隐隐觉得这可能性极高。明觉见他面露忧色，温声道：“依照轩辕老先生的心智，不可能毫无准备，短时间应不用担心。上一世大梁虽是乱过，却也平息了，并无大事传出。这一世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变故。”他转身看向苏瑾的面色瞬间明了，还不等人说话，转而接着道：“你说过，以后去哪里都带着我。”男人目光坚定地望着，像是知道他待会要说什么。苏瑾张了张嘴，抬头看了一眼，最终什么也没说，只能笑着点了点头。行，都带你，去哪都带着你。二人无言的默契，却让一旁的太傅没甚明白。太傅也没多想，直言告辞，急着离去。苏瑾上前一步：“您稍等1日，我们一道吧。”他曾因过老先生会去看他，那便这一次吧，只希望他去时人已醒来了。太傅愣了一瞬，太子妃这意思是？随后他看向身旁的太子，明觉冲他点了点头，意思不言而喻。短短几句便这般定下了出行。虽说是容易，但是所要准备的可不少。尤其明觉，他身为当朝储君，按理是不可贸然前往他朝。明元帝听着他的话，拧着眉心，目光发愁的看着面前的人，半晌不知如何说。同意吧，不放心，也不合规矩。不同意吧，这儿子已经嫁人了，
是要跟在苏锦身旁才对。他满心复杂的看了一眼，你若是担心苏锦在外壳看上了别人，你可派个人跟着，没必要亲自去。若是记挂他安危，就更不用去了。他那身武艺不用担心，你倒是应该担心大梁那群人才对。明元帝拍了拍明觉的肩膀，给他分析了下，试图让他留下。明觉似乎只听见了前一句，眼眸幽深，很是认真反驳道：父皇，他看不上其他人。他……明元帝心中一抖，有了不好的预感，赶紧出言打断道：好，他看不上，后面就不用说了。转而快速道：那你就更不用去了，这次科举刚结束，下面还有事交于你。明元帝背着手顾，做严肃的说了一堆朝堂之事，企图让他明白还有多少事在等着。明觉声音平淡，不急不缓向他一一道来，显然都已做好了安排，应对的非常完美。明元帝铁了心是吧？嫁出去的儿子泼出去的水，一点也没错。明元帝老父亲弯下腰，犹如在看什么不孝子似的，最终深叹了口，连连摆手：去，你去吧。说完也不再看他，背过身，有些落寞。明觉知道他是装的，还是上前一步，躬身安抚道：父皇放心，儿臣很快就会回来。说完踏步而出，身后却传来明元帝叹息声：多带些人，别受伤。明觉转身，眉眼带笑，很是认真的回道：父皇无需担心，我家妻主会保护我的。明元帝，滚，给朕滚！他还是没躲过。相比明元帝，皇后就爽快多了，她也没什么依依不舍，就是拉着明觉说了会话：你去了大梁可得留意了，母后上次瞧着那位大梁陛下可是很看重苏锦的。明觉还没明白他的意思，皇后一副颇有经验的样子，接着道：你可得注意，据闻大梁出了名的盛产美男，母后可不想再见到你时身旁就多了几个兄弟。皇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目光盯着他皇儿的脸，仔细地打量着，半晌满意的点了点头。明觉，他抿了抿唇，有些复杂地走出了皇宫，回头看了一眼，轻轻叹了口气。第179章，3个仔仔都带上。苏锦所要安排之事并不多，已经准备妥当，在家中等他。这一次3个仔仔全部带上，男人都带上了，也不差3个仔了。他见人回来，迎上前去，却看他一直沉默不言，一副有心事的模样，还当是有什么为难之事的。怎么了？是还有未完之事？要不再迟1日走？明觉猛地抬起头，显然误会了，目光悠悠道：妻主这是想丢下我？苏锦，他板了板身子，严肃道：瞎说，丢下3个孩子也不会丢下你。明觉深情一望，冲他扬起了嘴角，故意问道：是吗？那孩子不带了？女人双目一亮，瞬间被男色所迷，显然已经忘了身旁正将行李搬上马车的仔仔们，想也不想便道：都随你。砰！高高兴兴背着自己的小包袱准备出门的孩子们，苏锦，他嘴角抽了抽，男色误人啊。唉，自此又是一场红仔之旅。苏锦长长的叹了口气，苏家一切安排妥当，也没再耽搁，整装待发，朝着大梁而去。快马加鞭，不停歇也要8、9天方可到，更何况还带着孩子的苏锦，虽是心急，却也没有勉强赶路。他还是相信老爷子的实力的，但愿再见时人已经醒了。一路都很顺利，直到路上的第5天出现了意外。宿主，前方山林有埋伏。我数数。系统掰着手指，认真的给他指出那些人所在方位。苏锦闻言，斜靠在软垫上的身子瞬间支棱了起来。明觉放下手中的书册，抬眼望去，怎么了？前方有人。明觉看了他一眼，也没问他如何得知的。他早已发现了，这个女人在某些感知上特别敏锐，甚至是无法解释的地步。他在自己面前也从没想过掩饰，他如何会发现不了？速战速决吧。若是平日定要好好玩玩，这会子还在赶路，也没时间理会。见车马停了下来，紧随其后的太傅疑惑了一瞬，还不等他询问，很快便有侍卫前来通传。太傅，这般远，是提前去探路了？太子殿下还真是谨慎啊。由于消息准确，描述详细，侍卫们气势高昂的前去拿人，仿佛事先知道有人藏在此处一般，一逮一个准，丝毫没有费什么功夫。被捉拿而来的那帮贼人，他们立即打量起身旁之人，竟一个都没少，眼中都带着怀疑。他们中是有人泄了密。一伙人佯装害怕，快速跪下求饶。一男子反应迅速，见马车内的人无人下来，想着自己是不是等错了人，高呼道：我等只求财，并无他意，还请贵人放条生路啊。其余之人顺势跟着呼喊。为首那人一边高呼，双眼还在不停转动，似是暗中打量着什么。系统很是尽职尽责地汇报着，他向着你所在的马车偷看了3次，
朝着后面的车架看了一次。苏锦轻笑一声，传声道：“处理了吧？既然不愿开口，那就没留的必要了。想来很快便能知道了。”就在此时，太傅探身望了一眼，想要问问情况，来想来人双目瞬间锁定，手中暗器飞来，不似方才的惊惧，不畏生死，直接抱起，冲向后方车架。苏锦丝毫未动，淡淡道：“看来他们是冲着太傅来的。”明觉，身手不似普通匪徒，应是得了死令。苏锦心里有底了，也没多问。既是祖太傅回朝，定是大梁出了事。他只要将人安全送回，自会有人跳出来。太傅被吓得惊了一瞬，倒也还算淡定，见人很快被拿下处理了。到嘴的话又咽了下去。他们这是想对自己出手啊！太傅心中一转，面色带着薄怒。想来陛下这次昏迷是没瞒住，才有人坐不住了。陛下在位这些年，虽常年外出，但哪怕人不在朝中，也无人敢动，政务也自是有人处理。那些早期动过心思之人，下场不太过惨烈。至今那些叛乱之人的名号还刻在柱上，像是在提醒着什么。几十年来，他们已是习惯陛下时常寻不见人，但他终究会回来。而今陛下不知为何昏迷不醒，随着一天天过去，醒来的可能越来越小，怕是都当人时日无多了。什么妖魔鬼怪全都冒了出来。这次前往大元，临行前接得了陛下吩咐，手中有道密旨，现正在他手上。不用想也知，那些人应是为了这个而来。第180章祖太傅回朝。不过此刻他倒是不担心陛下安危了，若是他们找到对付陛下的办法，就不会想着来劫他了。太傅老神在的往后一靠，长长的舒了口气，还是他有先见之明，找了太子夫妇，他这一路稳了。而这边的插曲丝毫没有影响到车内的仔仔们。苏锦看了一眼，懒洋洋的搭在明觉肩上。我说你们差不多就行了，乖宝，听娘的，别太苦了自己啊。乖宝顺势抬起头，小嘴还在念念有词，身子一背，假装没有听见，小表情异样认真。近来他课业可优秀了呢，现在已经和大宝并列第2，就要见到先生了，他一定要让先生看到自己的厉害。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乖宝了。想到这，小眼神暗搓搓的向着自己的老对手大宝看了一眼，身子挪了挪，越靠越近，脖子一点点伸长，想知道他在看什么，但终究是被大宝胖乎乎的身子挡了个严严实实，什么也没让他见到呢。乖宝也不失望，小表情很是笃定，他肯定又在偷偷努力了。最近他答对了可多题，但每一次大宝都跟他一样，也对了可多。大宝一定是趁他睡觉时偷偷学习。小肥手举到身前，使劲的握了握，他不能输。苏锦见他说完，不仅没作用，这怎么反而更起劲了呢？难不成他上次教育的太过了？苏锦眼神示意身旁的男人看去，明觉给他正了正脖子，调整了姿势，让人靠着更舒服些，这才缓缓道：“没事，要见到老先生了，难免想要些肯定。”就连淡定的二宝都不时认真地整理着自己的课业。在这些小家伙的心里，老先生是他们的师傅，师傅的表扬自是最特殊的。苏锦了然地点了点头，也没再管，只是严格控制着时辰。他没告诉孩子们老先生已经陷入昏迷，说了也无用，只会徒增担心罢了。就这般一路虽是枯燥，却也各有各的事情可做。一行人速度不变，入了大梁的边界。此地名为岭州，入目却多是一片黄沙之地，人口不多，驿站倒是不少，多为走商来往此地。苏锦这一行队伍不小，虽是显眼，却也没惹来太大的关注，毕竟以往也不是没有见过，不足为奇。然而早已等候在此的人手看着这一队的车马，目光瞬间紧紧地盯上了。马车内是何人？未知，瞧着着装，不像是大梁之人。去查，不可放过一丝，确定人在不在此。他们埋伏在太傅周衍回城的路上，以防万一，分了2波。若是前面之人成功，自是用不上他们，可等了这么些日子，还未见有人回来，多半是凶多吉少了。这次行动绝不可失败。他们这些心思，苏锦一行人暂时还未可知，已是到了大梁，心中一阵松快，就快到了。这马车坐久了，人都没了精神，随意找了家驿站休息片刻。苏锦给孩子们擦了擦手，要了些吃食。然而众人刚坐定，一小厮模样的男子冲了上来，朝着太傅大叫道：“老爷！”情绪很是激动。也就是这么一声呼唤，原本静坐在驿站内的几人瞬间起身，直直地朝着太傅袭来。侍卫不需吩咐，已是飞身迎上，其余之人行动迅速，围在两侧层层防卫。苏锦瞅了眼身旁的孩子，见他们没有任何害怕之色，反而瞪大了眼睛，眼中带着光。是他白担心了，又是为了太傅。你说太傅身上到底有什么？明觉眼眸微起，果断道：“圣旨。”二人聊得随意，
但那群袭击之人却是懵了，怎么也没想明白周衍身旁为何有这般多的人护着，且个个身手不凡。可恶，到底哪里来的人？怎么会有如此严密的防护？第181章威宁将军。然而容不得他们多想，侍卫们都是风雨里杀出来的高手，否则也不会被明元帝派来保护太子。这些人对他们来说委实不够看。将人拿下，很快侍卫来报，禀殿下，这些人同半路中遇上的鹰氏同伙，他们嘴中皆藏了毒，不肯开口，您看要不要属下？明爵摆了摆手，罢了，处理了，不必再费事。是。苏瑾也没有异议，这些人显然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毕竟谋逆之罪可是沾之即死，背后之人如何会不谨慎？待一切平息，太傅定了定心，俯身上前抱拳道：谢太子，太子妃这一路的相护，若是没有你们，老朽怕是难以安然归来。他最是庆幸的便是与他们同行，不然自己就算能躲过，也定是不容易。这一身老骨头，怕都要被人折腾散架了。明爵闻言点了点头，苏瑾却是直言问道：不知是何人所为？太傅抬头看向他，眼中带着思索：太子妃，老朽目前难以定论，不过回去之日应是能看出些许，毕竟他手中还握着他们想要的东西。苏瑾也没在意，他现在只关心老先生何时能醒，大梁如何自是由他们自己解决。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来，大梁朝堂怕是不平静，今晚是不得休息了，还是早日去皇城吧。也正如他所想，大梁朝堂上争斗越发激烈，轩辕副是在大殿上毫无征兆的倒下的，自是瞒不住文武百官，急急宣来太医，然而如何诊断都未能知其原因。太医言，他们从未见过这个年岁比他们陛下脉象更强劲之人，昏迷不醒，实乃怪事。几位大臣联手封锁消息，百官皆惧陛下平日之威，虽是心中嘀咕，却都不敢乱说。直到一天天过去，人心越发浮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陛下是大限到了，这么久未醒，如何还能活？身上仿佛挪去了一座大山，那些往日谨小慎微之人，胆子日渐大了起来，是要再立新皇。魏相，下官敬你为人高风亮节，最是明辨是非，但如今怎可拿大梁前程当儿戏？对面之人一甩袖摆，气愤填膺的厉声指责着。丞相心中怒火中烧，深吸了口气，这是陛下亲自定下的，老臣曾见过陛下亲笔的密旨。魏相莫要胡言，你要知那还只是个孩子，陛下如何会将储君之位传与他朝皇孙？荒谬至极！他之言应和之人不在少数，立即便有人站了出来。依下官看来，孩子之论实属儿戏，为今大梁需要的是可顶江山之人，趁陛下还未应尽早另立储君才是。下官认为南宫家的……他还未说完，一道暴躁的怒喝声将人打住：放你娘的狗屁！南宫家那群狗东西给你多少好处？老子曾亲自护送陛下前去大元，亲耳听见陛下有意让那三孩子之一为储。怎么，你也想说本将军听错了吗？说罢，他掏出佩刀，瞪大双眼，目光扫着说话之人，来回晃荡着。那群本还义愤填膺之人瞬间哑火了，不管心中如何恼恨，却还是连忙安抚道：威宁将军息怒，万不可冲动啊！威宁嚣张地看了一眼，手一伸，耍了个花刀。他所到之处，人群立即退散。对，大殿之上不可动粗，放下刀，有话好好说。哼！威宁拍着刀身，冷喝一声，瞬间鸦雀无声，无人再出言。官员见此，互相对视一眼，心中懊恼，他们怎么把这疯子忘了？日后定要寻个他不在之日再来。威宁此人无人知其来路，据闻自小便跟在陛下身旁，一脸络腮胡，自带一身匪气，如今乃大梁第一悍将，除了陛下，那是谁的面子都不会给，被这疯子一刀砍了，都没处说理。不多时，人都散去，离去的步伐相当快，然而唯有丞相留了下来。他深叹了口气：威宁，这可打发一日，却也不是长久之计。你说陛下，他心中又何尝没有动摇？毕竟已经这般久了，醒来的希望越来越小了，日后可如何是好？威宁收起长刀，烦躁地挠了挠头：陛下不会有事，太医都说了，他脉象稳定，身体无碍。丞相看了他一眼，也不再说，这人向来一根筋，只要他认定的事，9头牛也拉不回来。想来太傅也快回了，指望这一路别有个意外。威宁，他随行带的人不少，且我也派人去接了。而他没预料到的是，太傅要比预计更早回大梁。两拨人几番错过，这才遇上了。苏瑾听闻他们是威宁将军之人，虽不识，但见太傅重重的松了口气，便也放心了，任其开路。一行人没多停歇，直奔皇城而去。第182章，大梁皇宫。
威宁将军很快便得了消息，看见眼前的一幕，愣了半晌，太傅怎么还带了这般多人？直到见到大元的太子、太子妃，他才反应过来。威宁上前见礼，目光忍不住朝着太傅看去。这老头平日磨磨唧唧，烦人的紧，莫想到这一次倒是聪明。他是如何将人劝来的？当在见到那3个孩子时，更是猛地抽了口气。这老头厉害了。太傅瞥了一眼，背着手什么也没说。城门前这一幕自是被有心之人尽收眼底。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大人，周衍回城了。男人侦查的手顿了顿，神情晦暗道：老东西还真是命大，这么多人竟然都没将他拿下。大人，周衍随身带了很多人，我们派出的人手无一人回来。男人眼底的阴鸷一闪即逝，狠声道：是威宁派去的人。虽是这般问，语气却带着肯定。除了他也不会有人这般碍事。大人，威宁将军手下之人只是随行在侧，瞧着倒像是与什么人同行而回的。他猛地抬起头，可看清是何人。回禀之人努力回忆着，主驾之上一男一女，还有孩子，面容属下倒是未曾看清。行了，查清楚，下去吧。他并没有放在心上，随意吩咐2句便将人挥退了。心中更是在意的是那道圣旨，这么好的机会就这般错过了，可恶！而这边的苏锦也从威宁将军这里得知了老爷子近况，心中不免忧心，也没耽搁，跟随着将军身后直奔皇宫。大梁的皇宫不似大元那般辉煌又富有朝气，这里远远看去很具气势，却多了丝冰冷之感。宫门守卫一动不动，如雕塑般定在那里。因是将军引路，并未阻拦，一行人很是顺利地进了皇宫。整个皇宫除了宫人及巡逻的侍卫，再见不到任何人，显得神秘而安静。系统对于皇宫那是相当敏感，身子一正，已经悄悄扫描了起来。半晌，他表情有些懵，这是皇宫？揉了揉眼睛，妃子呢？后宫佳丽3000在哪里？都出来啊！他不死心的又看看，最终慢慢垂下了脑门。宿主，我们看完老爷子就回去吧，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太让统失望了。这皇宫一点也不正经，刚到就要走，怎么？苏锦敷衍的应了一句，心里却在想待会要如何安慰仔仔们。孩子们还莫所觉，好奇的打量着先生的家，跟皇祖父家里一样大呢，肯定能逗他们玩很久呢。直到在一处寝殿跟前，这才停住了脚步。这里如今是整个宫中重地，威宁将军带兵亲自守卫，暗处更是有着禁卫军层层防护。威宁微咳一声，转身抱了抱拳，请留步，本将军只能带太子妃一人前去看上一眼。他没有拐弯，眼睛直直地看向明觉，意思不言而喻。明觉面色淡然地点了点头，将军无需多虑，理应如此。毕竟他的身份确实不合适出现在这里。威宁颔首，他之所以将人带来，也是因为陛下对这位大元太子妃的信任。以陛下的智慧，他所信之人定不会有错。苏锦也没说什么，低头瞧了一眼仔仔们，他们一路直奔这里，还没来及好好跟孩子们解释一番。此刻看他们眼巴巴的伸头向里面望着，却没有开口问先生，应是察觉出不同了。明觉如何不懂他在担心什么，上前一步，去吧，孩子有我。也不多言，转身踏进了殿内。内室除了隔绝在此的太医，谁人也是靠近不得。威宁带着他站在远处，看向龙榻上躺着的人，连声道：正如你所看见这般，陛下如今躺在榻上毫无知觉，脉象平缓，却始终不得醒来。苏锦没有说话，心中却是一沉。系统有办法吗？系统知道他家宿主在问什么，背着手不停地扫着床榻上的人，片刻遗憾地摇了摇头。身体扫描只能针对宿主使用，无法用在他人身上，所以并不知老爷子为何昏迷不醒，但他的心跳还是正常的。他也是有些着急，来回的翻着系统内部的公告，企图找到什么别的办法。苏锦闻言叹了口气，也只是顺势一问，并无太大失望。走吧。他见到了人，心里也有底了，老爷子虽是昏迷，至少还是安全的。他方才在踏入殿内的瞬间，就已被不知多少道视线给锁定了。这防护挺好。第183章，太子妃也一道听上一听。苏锦低着头，心里盘算着如何能将人唤醒，得找些双重人格的资料，好好研究研究。心中沉思，脚步却是未停，直到行至殿外。一道呵斥之声瞬间将他的思绪打断，他如何能进？吏部尚书姚文面色铁青，显然一副才受过气的模样。此刻见到苏锦从殿内走出，瞬间找到了发泄口，一甩袖袍，厉声质问道：威宁将军就是这般保护陛下的？闲杂人等便可进出，他若是意图不轨，陛下出事，你等当是同罪。他气得脸红脖子粗，
不知道还当是多为陛下担忧。太傅见他说不过自己，便将话头转向了太子妃，一挽袖摆，想要再跟他论上一论。苏锦神情凛然，冷冷打量了一眼，还不等他说话，明觉放下孩子，缓缓走上前，眼神凌厉地望向他。大元太子妃也是你能辱的？他朝着众人看了一眼，拿出早已备下的契书。大梁与大元已是有意缔结100年之约，本殿此次特带父皇出使大梁，一为重视，二为商议此事。现闻大梁陛下身体有恙，太子妃代为探望，却被如此污蔑，是对盟约之事有何不满？姚文在听闻大元太子妃时，便已是如遭雷击。此刻看着明觉手中的盟约契书，心中一抖，后背更是冷汗涔涔，整个人险些瘫软下来。大元太子，盟约！一旁的朝臣也是惊住了，丞相反应最是迅速，来人，还不将人拿下？等陛下日后发落，姚大人意图阻碍两朝盟约，这是大罪。不，误会都是误会，下官并不知道太子妃身份。他猛地跪了下来，看向一旁的几位同僚，示意他们救自己。几人对视，眼神闪躲的低下了头，竟无一人替他出言。这种事万万不能沾，两朝之事乃世国之大事，稍有差池，谁也担待不起。显然这位太子殿下是要为自己的太子妃出气，此时若是站出来怕事，都没好下场。因在场之人皆无异议，无需表决一致通过，很快人便被禁卫军压了下去。苏锦缓缓地挪到明觉身旁，好奇的小声问道：什么时候准备的？他怎么不知道还有什么盟约？明觉抿了抿嘴角，淡声道：方才。苏锦，行吧，你高兴就好。知其身份，这些个大臣态度瞬间变了，但是更多的却是看向二人身旁的孩子。陛下所言的孩子就是他们？见这些人看得认真，苏锦挑了挑眉，轻笑道：怎么，各位大人家中都没孩子吗？太子妃误会，我等只是好奇陛下所看中的储君到底是何样的。太傅见人道的差不多了，咳了咳，瞬间引来了所有人的注意。他正了正身子，道：去议事殿吧，正好老臣这里有一道陛下所书的密旨，想要各位看上一看。说到密旨，气氛瞬间一凝，朝臣心思各异，这才想起此番来此的正事。苏锦见人都朝着一处走去，也没跟上，准备带着孩子们转转皇宫。哪知他不去，却有人特意来请。太子妃，不知可否请您一道前去听上一听？太傅满脸堆笑，朝他抱了抱拳，抱着孩子正准备离去的苏锦，他左右看了看，没听错，你们开会怎么还带上我？这关他什么事？明觉眼眸一深，似是想到了什么，低声道：应是和那道密旨有关。苏锦也想到了，可他怎么想也没想通，会写什么？难道不应该是仔仔吗？他耸了耸肩，算了，那就听听吧。他朝着男人看了一眼，嘱咐了几句，孩子们跟着太傅离去了。此刻议事殿内已是坐满了文武百官，有人心情焦躁不停地到向外看去，也有人事不关己，低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只听哐当一声，威宁将军拖着大刀，脚步沉沉地踏进殿内。随后而来的是太傅，只是他身旁怎么会还有个女子？大元太子妃，她为何来此？众人落座，一时间气氛很是诡异，竟无一人开口，大殿内鸦雀无声。威宁性子急，朝着太傅重重地咳了一声：这老头就喜欢故弄玄虚，你倒是快说啊！太傅也没理他，不急不缓地掏出一道明晃晃玉旨，面色郑重地举过头顶。瞬间所有人的目光紧紧地定在了那里。第184章，这皇宫我便住下了。太傅沉声道：此乃陛下亲书密旨，在几位大人见证下，交于老臣之手，现今公诸。立大元太子妃苏锦之子为储，如有不从，当斩。太傅长舒了口气，可算是完成了。记得临行前的一日，陛下身穿一身白衣，圣旨上就这短短几行字，却是写了很久，面色惨白，像是在忍耐着什么。他们被召见的几人虽是担心，却无人敢问，当时正深感诧异。如今再看，只叹陛下心智果真非同常人，像是能预判未来之事，早已想到了一切可能。若是他没猜错，苏锦来此，怕也在陛下预料之中。太傅心思翻转，而在座的大臣却是久久没有反应，一时间大殿上静的可怕。就在此时，不知何人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像是一道影子，百官瞬间沸腾。陛下如何会下的这般旨意？下官不信。说着，他便上前一步，想要看一看那圣旨。苏锦之子，陛下怎会如此定储君？诸位皆知，大元太子妃有3个孩子，这要如何算？陛下向来心思缜密，如何也不会出这般疏漏。我等怀疑这圣旨有异。说罢，他站起身，满目怀疑地打量着太傅。起身之人不在少数，
太傅不惧，面容带笑，利落地将圣旨朝着威宁将军手上一塞，道：“诸位请一一过目。”威宁打了个哈欠，本是无趣的听着，毕竟早已知道之事，也没甚好奇的，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此刻手中却猛地被塞了一道圣旨，四周目光瞬间集聚在他身上。威宁，他娘的，就知道这老头不安好心，凶狠地瞪了一眼。他将刀往桌案上一拍，喝道：“给老子排队去！”苏锦没去注意身旁动静，脑中还在想着圣旨之事。他能肯定下这道圣旨的是白衣老爷子，他将决定权交到了自己手中。三个孩子最合适的莫过于二宝，但是二宝只有一个，且注定留在大元，所以才会有这么一道旨意。若是他不愿意，也是有漏洞可钻，并不勉强，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若是黑衣老爷子，怕是在下旨时便会定下二宝。咦，他们不会就为了这事吵起来的吧？应该不至于吧？苏锦心思飞转环，在想着如何应对，缓缓抬起头，却见一条长长的队伍，猛了一瞬。很快在弄清状况后，差点没笑出声。他是不是得接过圣旨，收点门票啥的？然而还不等他多想，一道满含杀意的目光朝他看来，苏锦猛地抬起头，目光穿过人群，很是精准地与人来了个对视。那人惊了一瞬，哪里想过会有这种情况，会被人逮了正着。他快速低下了头，还来不及掩饰的面容因为惊惧变得越发扭曲。苏锦轻笑一声，站起身，扶了扶裙摆，缓步走了过去。想当没发生？呵，他毫不避讳地走到那人身前，笑着道：“不知这位大人贵姓？”于峰心中还在懊恼自己怎么会这般不小心，被人看见了，却也没太放在心上。他低着头想得入神，忽然耳边一道女音，他猛地后退一步，看着来人，面色很是僵硬。见过大元太子妃，他怎么会过来？苏锦目光一凝，再次问道：“名字？”于峰见他这般不客气，心中直打鼓，尬笑道：“在下户部左侍郎于峰，见过大元太子妃。”这般动静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注视，毕竟方才是圣旨提到就是这位，暗中打量之人不在少数，此刻顺势都正大光明地看了过来。苏锦不管别人怎么看，听着他的话，状似仔细地想了想，于峰不认识，但你方才那般看我，我还当是什么老仇人呢？怎么，你想杀了我？苏锦歪了歪头，丝毫不避讳，言语很是直白。于峰如何也没想到会有人这般直接地问出来，心头一阵猛跳，吓得连连后退。没有，太子妃您看错了，下官怎会有这般想法？周围之人也是被他的话惊住了，又回头看了看于峰。苏锦见他不认，也不在意，嘴角一勾：“是吗？你叫于峰啊，名字倒是好记。”他毫不掩饰眼中的恶意，向他看了一眼，语气带着长长的尾音，转身朝着众人扫视了一圈。既然我家孩子得力处君，那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能不为他把关？说来也是巧，陛下曾允诺这皇宫我想住多久都成，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住下了。欢迎都来找我啊！说罢，他状似无意地掏出一枚玉牌，在手中掂了掂，一道道不敢置信的目光瞬间看了过去。第185章，铁打的令牌，流水的主人。一圈人全都围了过来，双目大瞪。这令牌怎么会在他手上？别说他人想不明白，就连寸步不离的系统都是懵的，不明白他家宿主这是做什么。苏锦扫视一圈，看他们表情，便知自己是猜对了，了然的点了点头。他慢悠悠地拿起了玉牌，犹如慢动作般在空中划过。果不其然，众人视线都定在了他手中之物上，一点点移动。就这般愣了半晌，确保他们看得明明白白，这才收了起来。他真是太善解人意了。系统抓着脑门，深觉没面子，先是自己想了会，最终还是苦着脸出言问道：“宿主这牌子是？他错过了什么？”苏锦：“我也不知道啊。”他没半点犹豫，说得到很是理直气壮：“系统，你拿着它装腔作势这么久，你会不知道？”苏锦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语气欠欠的：“我就是试试啊，谁知道这玩意还真有用。”他是看那些禁卫军身前都挂着类似的牌子，只是图样有些许区别，瞧着眼熟，心里便有了猜测。想起老爷子曾经在大元时送过他一枚，当时是说将揽月商行交于他，顺手兑来了这牌子。他只当是那商行的主事牌，也没多想，爽快地接下了。如今再看，老爷子这是有意模糊说辞，给他的这个根本不是普通的牌子，与商行之事也完全是两码事。他真就是心血来潮，也不费事，掏出来试试啊，哪知还真猜对了。不知大元太子妃手中这令牌从何而来？来人俯了俯身，目光紧紧盯着他，带着些许咄咄逼人的意味。苏锦挑眉，慢吞吞理了下袖摆，恍然道：“你说那个啊，你们陛下送的，我说是不要，这玩意多占地方啊，他非是不听，
这老人家呀，哎，就是固执。他眼角一弯，一副没办法的模样，险些将面前的人气倒撅过去。苏锦见此，笑得更开心了，做事谦虚地问道：“咦，对了，请教各位，这牌子究竟是何用途啊？”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凝重，没人回答。堂堂皇城禁卫军令牌，又被陛下送人了，还是他国之人，这如何说得出口？不知为何，竟不觉得离奇。他们陛下肆意惯了，这牌子常年托管在外，这事还真能做得出。他们不敢指责陛下行为不当，但是这太子妃……来人深喘了几口气，眉头蹙起，隐约带着点责备。太子妃不知这是何物，竟还敢收下，就不怕拿了烫手？苏锦眨了眨眼，取出玉牌，来回摸了摸，面色鄙夷的朝人看去：“你是不是脑花都下锅了？所以脑子空荡荡的？这玩意一看就是个冰冷之物，你让他烫一个我瞧瞧。”说罢，他手指微微一屈，抛了出去，准确地落在那人手中。南宫前吓得手一个不稳，差点没接住。他微掂了两下，这才将玉牌拿稳，抬头语气一致：“你。”苏锦冷笑一声，森冷的目光上下打量一眼：“你什么你？话都说不利索还当什么官？养猪去吧，记住一头就行，多了你这个脑子也是数不过来。”他丝毫没给人说话的机会，指着他手中的玉牌：“这玩意，你今日要是弄不烫喝，我便拿你试试这玉牌的用处。”荒唐，荒唐！南宫前晃了晃身子，被气得额角青筋暴起。何时有人敢这么骂过他？他面色铁青，却紧紧捏住手中的玉牌。太傅看够了戏，笑着走上前解释道：“太子妃，这玉牌您有所不知，此乃皇城禁军调令之用，平日是在陛下手中，陛下不在宫中，便由大将军掌管。臣也有幸被陛下交托过一段时日。”一旁的两位大臣也跟着应和，他们也有过。威宁上前一步，拿起一看，朝众人点了点头，随即又塞到南宫前手中，让他继续发力。苏锦，合着是铁打的令牌，流水的主人呗？那他就没负担了，不客气的收下了。第186章，南宫家杨群。苏锦双手环抱，挑眉问道：“这位不知名的大人，来，你告诉我这令牌能不能发烫？”南宫前一脸愤慨之色，咬牙道：“太子妃何必咄咄逼人，明知故问？”苏锦逼近一步，寒声道：“我只问你能不能？太子妃当知，这是大梁，不是你大元，这里还容不得你放肆。”他丝毫不惧，沉着脸呵斥道：“笑话，此乃大梁，他南宫家还怕一个他朝太子妃？”他抬着头，气势丝毫不弱的与苏锦对视，身旁之人皆向后退了退。苏锦闻言，面上没有不愉，他拍了拍手，反而笑了起来。旁人只当是他被气笑了，殊不知苏锦是真的高兴，猛地抬手将那玉牌抽了回来，仔细的擦拭了一番。南宫前手中一空，牙关紧咬，暗中向着玉牌多看了几眼。苏锦挑了挑眉，高举令牌，扬声道：“禁卫军何在？”不多时，一人影不知从何处闪现而出，禁卫军首领莫言听令。苏锦毫不意外地看了一眼，指着南宫前，淡漠道：“拖下去50大板，留一口气就行。”莫言颔首，眼眸毫无波动，挥手招来人手，准备将人拖下去。南宫前，荒唐！我是朝中命官，你无权处置于我。放开本官，我南宫家绝不会善罢甘休。苏锦双目一亮，瞬间来了精神，故意叫道：“我留在宫中不出去了，不信你们南宫家还能拿我怎样？”他状似嚣张地掐起腰，见人越拖越远，他还不死心的手做括弧状，轻身上前重复道：“我就在皇宫啊，等你。”南宫前也不再挣扎，回首死死地看向他。苏锦冲着系统比了个手势，欧了，这小羊妥了。南宫前都被弄了下去，剩下的人更是没有再出头的。暗中一个对视，心领神会，到嘴的副稿全都咽了下去，纷纷告辞。有些事看来得好好商讨一番。他们本以为一个女子甚是好应付，哪料这太子妃与他们见过的那些闺中女子都不一样。丞相临行前犹豫一番，小声提醒道：“太子妃，这南宫家不好惹，你近来多注意。”他本是准备离去，想了想，回身又提了句：“皇城4大世家，除这南宫家，还有钱家、夏家、陶家，皆是才是惊人。这些中为南宫家有在朝中为官的，小心便是。”丞相也不再多说，点到即止，想来太子妃会更加小心提防。苏锦眨了眨眼，确认自己没听错，这是什么惊天好消息？心里猛地吹了个口哨：“童子，咱找着羊群了！这哪是一只小羊啊，这是整个羊村啊！”发了。系统还在翻看资料，很是刻苦地为宿主找关于双重人格的医学问题。此刻闻言，心里也是一个高兴，但想到刚才的事，赶紧敛住了笑脸，故作老成的推了推眼镜：“宿主，你成熟点，这点小事你自己决定，没看见我忙正事呢吗？”
说完，悄悄斜看了一眼，扶了扶眼镜，身子板得更直了。今天的他可是学术筒。苏锦忍住笑，赶忙伏低作小，是，给桶大爷捏肩，辛苦了。系统摆了摆手，小表情严肃地将他打发了。苏锦，行吧，可算是让他扳回了一局。这边是完了，他也没多留，依着工人的引路与明爵会合。一家子随意找了处偏店住下了。娘亲，我们以后要住在这里吗？仔仔们仰着头，已然没了之前刚进宫时的欢喜之色。苏锦蹲下身，挨个摸了摸，认真道：暂时住在这里，我们等老先生醒来好不好？仔仔们听到此，方才缓过的情绪瞬间又低落了，垂着脑袋小声问着：娘亲，先生他什么时候可以醒？孩子们一个个眼眶泛红，努力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苏锦心疼的抱了抱：好了，他就是太累了，睡着了而已，等先生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太医都说了，他身体特别棒呢，我们就在他家中住下了，等他醒来。仔仔们还是很相信娘亲说的话的，点了点头。第187章，今夜是大好的时机，宫斗准备。大宝听娘亲说先生无事，只是睡了，深信娘亲话的仔仔小表情懵了一瞬，他愣愣地站在原地，很是认真地想了想，抽了抽鼻子，扭捏地走向苏锦，软软道：娘亲，那个。苏锦还当他是怎么了，连忙将人抱了起来看了看。怎么了大宝？哪里不舒服？脑袋快速摇了摇，小脸有些发红，纠结一会会，还是问了出来道：大宝也可以学先生吗？当然，你们要知道他做你们的先生是多难得的事，定要好好珍惜。苏锦抱着孩子认真地感叹了一番，然而听在大宝心中却是另一番肯定。他双目一亮，捧着脸笑得眼角弯弯，开心道：那大宝以后也要睡这么久？苏锦，啥玩意？他扯了扯这胖儿子的脸蛋子，简直哭笑不得。江仔提溜到角落里，深吸了口气，将话掰碎了，说了又说，务必让他打消这可怕的念头。睡那么久，这已经不是咸鱼了，这是咸鱼干，都臭了。二宝正大光明地听着娘亲教训大宝，待他转过身，满是不赞同地看了一眼，手一背，一副我已经都知道了的模样，低声道：娘亲，所以说先生不是睡着了。苏锦知道他没那么容易糊弄，也没想编其他的，认真道：放心吧，娘亲保证，老先生没事，信我，好吗？苏锦面容带笑，目光定定地与他对视，拉着小手悄悄盖了个章。小人重重地点了点头。娘亲还在笑，先生肯定是没事的，已经安抚好2个小崽崽，本想顺着流程再搞定最后一个就完事了，心里很是轻松，但见到缩在一旁背着人不知道在做什么的乖宝时，苏锦双眉一凝。孩子静悄悄，多办事。他脚步轻缓，探身向前一望，嘴角猛地抽了抽。只见小家伙缩在一处，小胖手不停地翻转着，表情认真的不行。苏锦，这练功呢？现在的孩子是不是会的太多了点？那个打扰一下。苏锦小声的咳了咳，先让他把哄孩子的流程走完，你再接着练。乖宝听见是娘亲，身子一转，神秘兮兮的左右看了看，拉着苏锦坐下，趴在耳边超小声道：娘亲，我是不是学会了仙女的法术，就可以将先生唤醒了？乖宝有很努力，可以给先生施法吗？就是这样。他眨着大眼，满含期盼，小手快速翻了翻，朝着苏锦暗示。苏锦，这手翻的都啥玩意啊？你娘我为了维持你这仙女梦，难不成还得去学些法术？唉，他想了半天，望着面前天真的大眼，还是选择继续编了下去。娘不是说了吗？小仙女的法术要你长大才能用。乖，以后你就明白了，以后你就明白你娘我的用心良苦了。乖宝小小的叹了口气，好想快点长大。他会很厉害，会保护所有人，会将先生唤醒，就不会难过了。小人托着腮，想得入神，但是很快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猛地抬起头，眼珠子一转，跳了起来。他不行，但是爹爹可以呀，娘亲说爹爹是大仙男，一定行。哎呀，娘亲定是忘记了，幸亏乖宝记性好。他鼓着小脸，满是期待地朝着门外看去。此刻的明觉还不知有人正等他回去施法，手中之事将忙完。刚至大梁，很多事还需安置，事情都吩咐了下去，收集来的情报一一看过，这才往回走。苏锦在皇宫里安定了下来，宫外的人却因今日之事难以平静。那些大臣离开皇宫，更是数人聚在一起，讨论之事莫过于苏锦与那3个孩子。至于明觉所言的盟约，倒是没那么重要了。现在连南宫前都被他拿来开刀了，一时间倒是无人异动。然而表面如此，私下里主子已经准备妥当，只是一宫中守卫怕是很难得手。男人挥手打断，笑道：
我本就没想着得手，今夜若是能将那女人和3个孩子处理了，此为最好；若是不能，自有更精彩的等着。哼，今晚这时机实在是妙啊！那女人刚得罪了南宫家，当夜便遇刺，如何不令人深思？想必明日一早，定是一场大戏。南宫家，苏锦哈哈哈，他执起手中的棋子，抬手看了看，笑得意味不明。是，主子放心。第188章，妻主还会看其他仙男吗？明觉看着扑到身前的女儿，笑着将人抱了起来，轻哄道：“怎么了？”乖宝满眼亮晶晶地看着他，爹爹这么好看，肯定是大仙男。小人的心中再次肯定了娘亲的说法。爹爹你的事，乖宝都知道了呀，放心，我会给你保密哦。他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眨了眨眼，认真地保证着。明觉虽不知女儿在说什么，但以他对孩子的了解，心中有些不好的预感。接下来的话应该不是他想听的。男人定了定神，转言道：“乖宝，你不是给先生准备了礼物？那……”然而他话还没说完，乖宝抬起头，小眼神满含无奈地瞅了他一眼。看来爹爹还没有相信他呢，他得再努努力。他竖起3根短胖的手指，小嗓音咳了咳，郑重道：“爹爹，你放心了，乖宝绝对不告诉其他人，只会告诉娘亲、大宝、二宝、皇祖母。”明觉认命地将人放下，男人拧了拧眉心，道：“好，你说吧，想让爹爹做什么？”看着小家伙这期盼的神情，明觉深吸了口气，他不想让孩子失望，无论再难他都会试试。爹爹，你那里有救先生的法术吗？就是这样2下，他就会醒了。他很是低调的小心朝四周看了看，坚决替爹爹保守秘密。明觉，算了，孩子该失望的时候就是的失望，可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心里倒是没有太大起伏。理了理女儿的小裙子，耐心解释道：“爹爹不会施什么法术，有太医在，先生会好起来的。”乖宝眉毛一皱，小声叹了口气：“好好好，爹爹你不会，乖宝不说了。”明觉显然已经习惯了，温声道：“你娘亲又和你说了什么？”乖宝小嘴微张，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他没说是娘亲告诉他的，爹爹就知道了，法术好厉害。忽然他想到答应娘亲的事，眼神飘忽地看向一旁。爹爹是大仙男的事，不是娘亲告诉乖宝的。明觉，大仙男，目光有些复杂的朝着内室望去。孩子们路上折腾这么些天，早已疲乏。明觉耐心地将崽们哄着睡了午觉，这才起身前去寻人。苏锦这次身旁只带了廖青和萧管家，此刻正在安排事情。此次来大梁，我就没想着空手而归。大梁，我也要各处可见我百味房的身影。是，他不缺钱，有配方，有人手，做起来自是容易。现在的酒楼早已不是为了盈利钱财而去，毕竟那玩意真不缺。他要的是酒楼背后隐藏的价值，长长的产业链，一个可以成为他耳目的庞然大物。毕竟这古代传递消息实在太过滞后，他要早做准备。这边交代妥当，心里还在仔细盘算着，忽然一道无法忽视的目光定定地望了过来。苏锦顺着视线看去，不妙啊，这眼神不太妙啊。他默了默，看着方才走出去的萧管家2人，猛地抬起身，准备追上去。对，他还有事没有交代。然而他的企图被男人一眼看破，他也没阻拦，语气不紧不慢道：“你去吧，我可以等你回来。”苏锦顿了顿，猛地一个转身，很是正经地说道：“我不去，我哪也不去。你这么好看，我怎么舍得出去？”明觉显然没有理会他的吹捧，挑了挑眉，像大仙男那般好看吗？苏锦眨了眨眼，却又瞬间松了口气，原来这是啊，他还以为是跟崽们吹的牛，又被他知道了呢。他满眼真诚地看了过去，在我心里你就是大仙男，你这般美貌，妥妥的仙男。说罢，他拉起男人的手就往里间走，脑子快速转着，想到了一堆夸赞之词。明觉跟在他身侧，半晌，状似无意地笑着问道：“是吗？那妻主大人以后还会看到其他仙男吗？据闻大梁有容貌更为出众的公子堪称。”他话还没说完，苏锦一个转身将人嘴堵上了。完事，面色故作凶狠：“你这话我不爱听，快收回去。最好的已经在我身旁，没有更好的了。男人爱乱想，多半是欠收拾了。”他毫不客气地将人拽进房，狠狠地将门焊死了。我看你往哪跑！顺势跌坐下的明觉。第189章，夜半来袭，等的就是你。天空渐渐吞噬着仅剩的光亮。是夜，孩子们早已入睡，苏锦却是换了一身劲装，翘腿坐在了椅上，身子放松，微微向后靠去，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乖，进去吧，很快便能解决，不用等我，带着孩子先睡。他拍了拍男人的手，神情严肃，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明觉定定地望着，半晌，薄唇轻启，注意安全，也没阻止。
他能感觉到他的兴奋。两人现在越发默契，他没解释，他也不问原因，只因相信这个女人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既然他想玩，便随他吧。苏锦目光一柔，望着男人起身离开的背影，眼角弯了弯，他可真乖。他们之间无需太多的言语，系统之事他没办法解释，也不能说出去，但更舍不得说一些谎言搪塞于他。苏锦想得入神，系统却是等得不耐烦了，忍不住出声道：宿主，你确定今夜一定会有人来吗？童子看了一天的资料，小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缝，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但想到积分，眼睛又努力地睁了睁。会来，只是不知今夜来的会是谁，运气好，说不定苏锦搓了搓指腹，眼中的光亮得惊人。这么好的机会，就算南宫家不出手，也定会有人浑水摸鱼，总不会让他白等便是。他可是特意同宫内的禁卫军打好了招呼，可别让他失望啊。话落，他等了半会也不见系统出声，凝神望了一眼，只见这家伙两手撑着眼皮，眼睛瞪得大大的。苏锦，他咳了咳，精神一振道：想想积分，想想你的老对手，想想你那堆成山的零食，还困吗？系统，他一个翻身坐了起来，似是想到什么，暗中瞅了瞅为数不多的零食，身子仿佛过电了般，瞬间没了困意。苏锦瞥了一眼，满意的点了点头。就在此时，系统身子向前探了探，猛地严肃了起来：宿主，你猜对了，果真有人来，你怎么人又走了？苏锦听得面色一变，身子往后靠去，一个借力站起身。他快速打开门，伸头望了望，怎么回事？人呢？宿主别看了，他们刚往另一边去了。苏锦，他在这座偏殿前方竖了那么大一块牌子，都看不见吗？瞎了不成？而被他埋怨的那一伙刚刚路过的人，此刻也在暗中商量着。看来消息有误，大元那一家子并未住在这一片。你说会不会就是方才经过的那一处？暗银甲眼神闪过睿智的光芒，声东击西之法早已无用。你见过谁人会将自己的住所标注那般清楚的？何况那里连个守卫都没有，定是有诈。对，只能再寻了，皇宫这般的大，抓个人问问。说罢，他闪身离去，剩余之人配合有序，四散开来，躲在了附近，静候消息。不过说来也怪，今夜的行动似乎太过容易了些。不管他们作何感想，苏锦这边却是急了。童子，快，导航！可不能让人跑了。他一路疾步，朝着那群人躲藏的地方而去，很快脚步猛地一个顿住。他看似无意的一个低头，正好躲过了来人的袭击。暗影心中一惊，本是想将人拿下问些消息，此刻面上一怔。他不知方才这女子是有意还是无意躲开了攻击，但都引起了他的重视。夜色下，女子微垂着头，看不清面容。让他更是在意的是，这人既不害怕，也不逃跑，难不成也是同道中人？他手中拿着武器，思量着要不要继续出手，届时动静太大，怕是于他们不利。他看了一眼，转身便想走。苏锦哪里会让他如意？我让你走了吗？暗影眼神一狠，一把弯刀抽了出来。找死！苏锦轻笑，手向着身后一摸，迎了上去。当，兵器相触，暗影手中一麻，生生往后退了一步，猛地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女人，瞬间认了出来。她，苏锦。出手前自是看过任务目标的画像，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般情况下遇上。他也顾不得震惊，冲了上去，眼中的狠厉越发明显。第190章，帮他们找回家的路啊！只可惜苏锦还惦记着那一群的小羊，没工夫与他耗下去。抬手挑起弯刀，顺势向着后方倒去，猛地一个飞抬，踹在他右膝。暗影还没反应，便倒飞了出去，直到撞到墙外的柱子，一声闷响，重重落地。他浑身的骨头瞬间似是散了架，只感觉喉头一阵腥甜，终是没忍住一口血吐了出来。苏锦也不留恋，见他目光恨恨，也不挣扎，闭上双目，嘴角微张。这动作，苏锦眼神闪了闪，看来与半路前来劫持太傅之人是同一伙，崖后藏毒，皆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心下这般想，手中反应却是极快，寒光一闪，亲自将人送走了。哼，想服毒自杀，他这人头谁也抢不走。宿主，积分到了，快，冲呀！系统看到明晃晃的15积分，差点笑歪了嘴。更有干劲了。苏锦也不耽搁，选了一棵树跃了上去。他站在树端，望着躲藏在各处的杀手，笑得温柔。他取出弓箭，犹如玩闹般，手下随意射出。但那看似随意的每一次满弓放开，都是一人影的倒下。一道道闷哼响声，瞬间惊动周围暗藏的人。剩余之人一个个站起了身，目光如炬，瞬间锁定箭矢射来的方向。
想也不想冲了过去。苏锦又射了几箭，这才跳了下去。他稳稳站定，看着越来越近的人，忍不住放声大笑。女人美丽的皮囊之下，那隐藏着的大魔王渐渐张开了翅膀。他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把大刀，眼中带着奇异的亮光，一个跨步冲了上去。毫无疑问，一场单方面的碾压，来得快，去得也快。森冷的目光不看来人，手下却是狠狠一划，伴随着最后一声倒地声，他转了转手腕，站定。月光下，女人的背影犹如杀神般令人心悸。系统咽了咽口水，这才弱弱的出声：“那个……”苏锦缓缓地擦拭着刀，抬步往回走去。系统，没什么，就是觉得大佬很棒。他很是狗腿的，连忙竖起了拇指，有感觉不诚心，双手比心，连连发了一串的爱心过去。挺了挺身，显然还想再抒发些什么。苏锦，他想也不想将他闭麦了。他可不想再听见什么自己比金箍棒还棒的话了。苏锦也没问得了多少积分，但依着系统的反应，应是不少。若是可以，他想看看系统升到满级到底有什么变化。想来那个体检应该是能争取到了。心思飞转，脚下却不耽误，直到将自己收拾干净，散去一身冷气，这才走进了室内。苏锦看着榻上的人影，面容立即柔和了下来，轻手轻脚的靠近。明觉显然没有入睡，抬眼看了过来，将人上下打量一番，也没多问，起身上前给他去了外衣，轻声道：“睡吧。”苏锦想也不想扒上去亲了一口，这才满足的躺了下来。他转身看着一旁睡得昏天暗地的仔仔们，顿时也来了困意，眼睑一点点垂了下去，直到身旁传来均匀的呼吸声，明觉这才侧起身，深深的松了口气。隔日一早，朝堂议会上，一众大臣仗着没有苏锦在场，肆无忌惮的讨论着，险些要打起来。威宁将军，你要想想办法，将那令牌收回来才是。陛下往日交托在你之手，臣等自是放心。但是那个大元的太子妃，这又算怎么回事？对啊，我等怎么能让这么重要之物质于他朝之手？威宁看着面前这一张张说个不停的大嘴巴子，恨不得将人全都抽飞过去，情绪积攒到了顶点，还不等他发飙，砰！殿内的大门被人从外推开，力气很是不小。苏锦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禁卫军随其后鱼贯而入，手里都抬着些什么？苏锦眉眼带笑，扫视一圈，目光在几人身上定了定，眼眸一暗，拍了拍手，这才道：“不好意思啊，各位，打扰一下，我这里有些人需要各位认领一下。来，都别客气，谁家的谁带走。可怜见的，乔治死的也太惨了，我能为他们做的就是给他们找到家啊。”他状似同情的抹了抹眼角，随着话音落下，道道遮盖物被掀了起来，一具具死相凄惨的尸体瞬间横躺在了众人面前。朝臣，第191章，好人做到底，都送你家中去。太傅暗中看了一眼苏锦，拍拍胸脯，往后退了一步，他老人家还是不要掺和为好。苏锦环视一圈，见人都瞪大双眼，却无人应话，他有些不高兴。怎么，自己家的人都认不出来了？退什么退？上前瞧瞧啊！见他步步紧逼，终是有人忍不住出言：“岂有此理！朝堂之上怎可将这些放置于此？大元太子妃，你这般行事，属实。”他虽是梗着脖子叫嚣着，却是不敢上前一步，磕磕绊绊，一句话也没说完整。苏锦上下打量一眼，随意朝着下方一指：“我瞧着这人同这位大人长得颇为相似，想来定是错不了。来啊，收拾起来，临行前让他带上。”孙大人双目瞪圆，顺势朝着下方看了一眼，瞥见那面目全非之人，险些没有出血来。他深吸口气，嘴角动了动，半天也没憋出一句，一副秀摆，面色铁青的退至一旁，别开脸不再看。见这架势都吓懵了，一步步的向后缩去。而那曾经最是头铁的头铁之王南宫乾，因昨日受伤颇重，今日朝堂便没有出现，自是没机会表现。苏锦见没人上前，这才慢悠悠道：“对了，我方才似乎在门外听见有人说要将令牌收回去。”他拿着玉牌向上抛了抛：“这令牌陛下所赐，收回也自当是大梁国君收回，难不成短短1日，这大梁易主了？”向前站出一步：“我认啊，令牌自当双手奉还。”他面容客气的冲着四周抱拳，做事要来参见新主。本就离他不近的大臣们，此刻听闻此话，哪里还敢出声？面色一惧，又连连向后退了几步。霎时间，苏锦周围空荡荡，再无一人靠近。他轻笑一声，这群人他算是看明白了，就是闲出屁来了，胆子又小又怂，还暗搓搓想搞事，在作死的边缘来回试探。可能是被常年压制久了，以为老爷子醒不来了，老虎不在家，猴子称霸王，一点点试探，学着人家开始往外伸手了。想到此，
他面色一寒，弹了弹指甲，嗤笑道：“我呢，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提醒各位，在你们陛下未清醒之前，都给我安分些。若是实在闲不住想搞事情，务必第一个想到我，随时恭候大驾。”说罢，利落转身，挥手便准备离去。然而脚下的人却挡住了去路。他面色嫌弃的瞅了一眼，似是想到什么，差点忘了，说了给他们找架，他得说话算话，那就找个顺眼的委以重任吧。苏瑾打定主意，毫无预兆，猛地转身。本以为他要离去，松了口气的大臣们，刚踏出去的脚齐齐定住，面上又扬起了警惕之色。苏瑾像是不知他们所想，朝着神态各异的大臣认真看了一圈，直到瞧见那曾对他眼露杀意的户部左侍郎于峰，便再移不开眼。行了，就他了。哼，别以为藏角落里他就认不出来了。他义正言辞地将人点了出来。这位于峰大人，您记得多买些棺材，这么些人集体送葬确实不易，但也要办隆重些才行。于峰僵了一瞬，已经顾不得缩在角落，此刻一个跨步，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咬牙道：“太子妃是何意？”苏瑾一副你明知故问的样子，解释道：“这些人不都是于大人派来的吗？”他说是就是，他才没那个心思去找什么幕后之人。这人他瞧着最顺眼，可惜那个什么南宫大人不在，算了，退而求其次吧。苏瑾说的斩钉截铁，见他面如猪肝色，还想再说什么，他赶紧摆了摆手，丝毫没给人解释的机会。好了好了，别废话了，人把你找回来了，谢就免了，我好人做到底，派人送你家中去。说完，脚步一个转弯，没了踪影。于峰，他有种被当众打了一耳光的感觉，抖着手指着苏瑾离去的方向，恨得脑中充血，头向后一仰，险些栽倒过去。几位大人险险将他扶住，面色同情又带着些幸灾乐祸。于大人，我听闻城东有家铺子定制的棺材最是便宜，要不帮你？于大人，你就认了吧。第192章，他的命究竟有多硬？下了朝堂等消息之人不在少数。此刻，一栋宅院内，男人面容不似往日，挥笔写下一元字，又狠狠地抓起，垂着头，双手重重拍在桌案，如何也静不下心来。竟无一人回来。就在此时，听见门外响动，他猛地抬起头，没等人行礼，面色狠厉，开口便道：“说。”来人头低得更厉害，颤声回禀：“主子，无意活口，且尸体都被苏瑾搬于朝堂之上，被……”男人面色阴沉的向他看了他一眼，被送于了户部左侍郎于峰家中，丝毫没有提及南宫前。砰！手中之物砸了下去，半晌他才缓过气来，背着身看向窗外。苏瑾声色阴沉，机不可闻，身后的手却是越攥越紧。吩咐下去，我要这个女人全部情报。大元太子妃，好，他倒要看看他的命有多硬。眼中的暗色越来越深。南宫前那个废物被人折磨成那般，竟不知还手，真是小看他了。而正被他惦记的南宫前，此刻面色惨白的趴在榻上，一屋子人哭得他心中烦躁。他额角隐隐作痛，刚想出口呵斥，一个侧身，死！老爷，你怎么样？大夫呢？女子轻轻擦拭着泪水，哭得抽抽噎噎。此刻见人出声，忙站起身大叫着，眼眶微红，妆容却是半点未花。他还没说完，又一女人瞅准机会，掩面上前，身子一扭，作势无意地将人挤了出去，顺利坐在床沿，握住了南宫前的手，哭叫着：“老爷，妾身好生担心。”说着就要似往常那般依偎上前。南宫前面色大惊，身子不由抖动起来，忍着剧痛，怒叫：“都给我滚！”他是第一次后悔找女人只看了外貌，他没被苏瑾弄死，却差点要死在这些女人手中。平日里争风吃醋，他也乐得享受，这般时刻竟然没一个有脑子的。女人们面色委屈，幽怨地看了一眼，连番回首，却见无人挽留，跺跺脚，这才不甘地离去。而这不久，一道修长的身影走了过来，男人面容俊秀，一身白衣，端地是仙仙公子，陌上如玉之态。他低了低身子道：“父亲，您好些了吗？”南宫前听到儿子的声音，这才心中宽慰些许。没事，可是外面发生了什么？南宫长也不隐瞒：“父亲，昨日大元一行人在宫中遇刺，死了没？”他想也没想，便问出了声，后又很快察觉不对，心中一紧，不顾疼痛，猛地支起手臂，咬牙道：“何人所为？”这个时机，若是那女人遇刺，他南宫家便第一个逃不了嫌疑。他就算再狠，也没想到这关头出手，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南宫前眼中倏地一沉：“父亲，大元那些人没事，只是去行刺之人都死了，无意活口。”南宫前努力抬头望了一眼，心中不知是失望还是松了口气，竟没事，算他命大。然而想到背后之人打的盘算，越想越气，真当他南宫家谁人都可欺吗？半晌，低声吩咐道：“
魏父有事需你去办。是。不管他人如何反应，苏锦却是闲了下来。他看似在发呆，却是将所有的心思沉浸在了系统中，看着一篇篇系统翻译过来的资料，揉了揉眉心。明觉见他一直盯着不触，动也不动，便知道是在想事情。现今之事也唯有。他上前一步，温声道：“是在想先生之事。”苏锦点了点头。梦中的大梁并未传出异主。苏锦自是明白他的意思，早在一开始他便说了，但他所担心的却是自己的到来会不会发生难以预料的改变。他不敢将事情都想得太过美好，只能多做些准备，找找办法。苏锦就这般一边忙碌，一边也在期待着有人来找他玩耍。然而大梁那些个朝臣仿佛被抽去了活力般，竟无人来寻麻烦。他心中是有些失望的，只希望这些人最后能给他憋个大的，例如谋朝篡位、逼宫什么的，就太完美了。光是这般想着，他就忍不住笑出了声。第193章挑事，他喜欢。心中无限畅想着，日子却是毫无起伏。直到几日后，禀太子妃，南宫家来人想要见您。苏锦心中一转，挑了挑眉，近来不管何人有事，都是直接找他家夫郎，竟还有人敢找上他。随意问道：态度怎样？侍者并未见到人，只是前来通传，但想到外界南宫公子传言，还是多说了一句，道：是南宫家的公子南宫昶，待人温和，应不会是来寻麻烦的。苏锦想也不想，连连摆手：不见，不是来找事的，见什么见，浪费时间。侍者心中诧异的看了一眼，连忙低下头，却也不敢多话，退了下去。而这边等候在宫门外的南宫昶整理过仪态，暗自想着那大元太子妃的喜好，面上做事一派温和有礼，心下大定。他此次是以同百味坊合作行商之名前来拜见，想来不会拒绝。他正这般想着，很快传讯工人快步走来，面露难色的行至身前。来人躬了躬身子，有事南宫公子所托。他神色带着些许为难，将手中的拜帖递了回去，犹豫片刻，从袖中掏出了打赏之物还了回去。南宫昶愣了一瞬，这才接过手中的帖子，却只捏住了一角，那打赏的银钱是看也没看，一句未言，转身离去，面色无状，无人知他在想什么。等他坐上车驾中，这才沉下了面孔，如玉的面容也失了几分颜色，不似平日的温文尔雅。果真如父亲所说那般不识抬举。苏锦这边却早已将事抛在了脑后，几日过去，他连人都没想起是谁。然而此刻听着耳边萧管家的话，想了好一会，谁？南宫昶？那是何人？太子妃，此人乃南宫家公子，在皇城甚是出名，有如玉公子的美誉。他给百味坊下了邀帖，神情虽是客气，却言道您若是不去，这百味坊的货源。南宫家在大梁才是不小，前些年还与陶家小女儿定了亲，这四家向来同气连枝，若是接掺上一手，我们虽是不惧，但这酒楼必定要亏上不少。萧管家面容带笑，一五一十地说着，心上却是丝毫不担心。苏锦眨了眨眼，挑事，我没理解错吧？那还等什么？走着！真是财运来了，挡也挡不住。想送钱，满足你。手中的书册一拍，大步流星地朝着外间走去。迎面便遇上抱着孩子归来的明觉，他心中一转，想到之前男人问的话，有了想法，脚步定住，朝人眨了眨眼。明觉立即接收到了信号，看向怀中的孩子，他不自在地微咳了一声，先是看了看天边的艳阳，摇了摇头，无奈地朝着苏锦望去。苏锦，这次他真不是那意思，纯纯的小夫郎没了，他就想带他出门转转，就他们俩，这能当孩子面说吗？明觉见他面色复杂的朝外看，心中一个恍然，反应了过来，抿了抿唇，强装淡定地抱着孩子进了内室。片刻，不知他如何交代仔仔们，独身走了出来。行至身前咳了咳，面色故作平淡，道：走吧。男人脚步有些快，显然一副不欲多言的样子。苏锦却不如他的意，坏笑一声，往前凑了凑，故意提起方才的事。你刚才在想什么？他歪了歪头，一副天真好奇的模样。明觉面色不变，定力十足，语气悠悠道：想知道。他深邃的目光上下扫了一眼。苏锦身子一怔，不，我不想知道了。他抬头看看天，就是不看他的眼睛。神色一转，想起方才的事，赶紧转移道：南宫家的人邀请了我，我想着你不是对皇城的公子好奇吗？带你瞧瞧去。见他上次说的那么起劲，一定是调查过的。唉，没想到男人之间也有这般强的攀比之心，他待会一定得好好表现。不管问谁最美，都是他最美，这回答准错不了。苏锦心思跑得飞快，明觉却是脚下一顿。那人是谁？叫什么南宫昶？而此刻正被苏锦提到的某人，也早已等候多时，嘴角噙着一丝微笑，像是演练过数百遍，刻在了骨子里。然而
当他见到携手走来的两人时，那丝笑意再也维持不住。看来父亲的任务是难以完成了。第194章，人长得糊弄，想的还挺美。苏瑾跟着名爵身侧，目不斜视。南宫场见到二人，很快敛住心绪，上前一步，笑道：“见过大元太子、太子妃，在下南宫场。听闻二位感情甚笃，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着实令人羡慕。”他看似无意的朝着苏瑾淡然一笑。苏瑾像是没有听见，抓着名爵的手，认真的搓了搓，不满道：“手心怎么这般冰凉？萧管家，去取剑披风来。”南宫场不禁抬头看了一眼，想到这女人的那些情报，心下嗤笑。有才，他南宫家最是不缺的便是才。心里虽是这般想，面上却是一派温和，道：“在下家中近来得了一块极其难得的赤色暖玉，据闻玉暖身养人，常愿意割爱，若是不嫌弃，我让人送到宫中。”神色虽是客气，语气却带着一丝难察的傲色。苏瑾这才正眼看了过来，故作惊讶道：“不是吧，不是吧，不是真有人将这种当成宝贝吧？”面色毫不掩饰的嫌弃。苏瑾手向后随意一摸，不知从何处摸出几块赤红色的东西，递到名爵手中：“乖，拿去砸着玩，没事听个响。”南宫场面上的温和犹如裂开了般，心头一滞，笑意僵在了嘴角，凝眉望去，确定没有看错，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名爵手中的东西。名爵似是未察觉，眼眸微抬，捏着玉来回把玩着，手中的热意瞬间传至四肢，直达心窝，嘴角弯了弯。苏瑾见南宫场还在盯着瞧，有些不太高兴：“怎么我家太子平日的小玩具你也想要？看什么看？真是没见识。”南宫场一个回神，定了定心，神色转换极快，态度仍旧谦逊有度，抱拳道：“太子妃误会了，只是常很是羡慕罢了，从未见过像太子殿下这般好福气的。”他适时流露一丝羡慕之色，眼眸闪动，看向了苏瑾，迎上的却是苏瑾同情的目光。南宫场，然而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心口一痛：“啧，那你也真够可怜的。”苏瑾鄙夷道：“你是因为没见识，才会净盯着别人的东西看吧？这回又看着我，看我做甚？怎么，眼角抽抽的，想暗示我送你几个？人长得糊弄就算了，这想的还挺美。”别说南宫场，就是名爵听了这话，都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见女人面色严肃的不行，他堆了堆嘴角，别开了脸。南宫场，苏瑾也不想再听他废话，见他家男人嘴角扬起的弧度越来越高，满意的点了点头，拿他哄一哄自家夫郎，也算是物尽其用了。见人又要说话，苏瑾烦躁的挥了挥手，道：“好了，这次来此是听说你对我百味坊很有想法，要见我。”南宫场满身的血液都在沸腾，死死压下心中的怒火，道：“不知为何，太子妃对在下有这般多误会，但南宫家在大梁还是能说上些话的。太子妃的百味坊若是有需要……”然而他话还没说完，苏瑾嗤笑一声：“你这意思是跟我谈合作，来此就为这事？”南宫场眼角一跳，还是强装镇定，嘴角扬起了一抹傲色，道：“太子妃怕还不知我南宫家在皇城行商中的地位，在下此次前来也只为求合作。”苏瑾面色一个恍然，语带讥诮：“南宫场是吧？家中可有铜镜？若是没有，麻烦你去烧壶开水，摁进去照照，到底哪来的脸，让你觉得有资格同我谈合作？”名爵看了看天空，觉得今日的艳阳甚美。南宫场却再也忍不住，怎么也没到等了半天，等来了这么一句话。他胸口起伏的厉害，完全将父亲交代的话抛在了脑后，脸色霎时间变了，额头上青筋绷起，不顾维持形象，狠声道：“朝堂人人惧你，但这是商场，我南宫家有100种方法让你开不下去。”苏瑾挑了挑眉还未言，名爵猛地抬起头，眼中迸出冷光，眸光骇人，厉声道：“你大可试试！”南宫前本是没有太在意这位一直默不作声的大元太子，此刻闻言抬眼望去，却猛地打了个寒战。第195章，他竟将魔手伸向了南宫公子。他眼神闪了闪，不愿露怯，面色却有些僵硬，道：“太子殿下何必动怒？这大梁与大元还是有些区别，你说是吗？”他意有所指地望了过去，名爵却是看也不看，直直地移开了视线，神色冷凝，仿若未闻，坐在了苏瑾身旁。南宫场看着他眼中的无视，心中瞬间一阵翻涌，这比苏瑾骂他还要难忍。这两人，他双手渐渐握紧，很快垂下了眼睑。苏瑾已经是很久没见他家男人生气了，真是该死的迷人。他一边心里惦记着男人，一边大步跨了出去，毫无预兆，抬手便是一拳，狞笑道：“我等着你让我的铺子开不下去，不过在此之前，我会先让你过不下去。”他这一拳没准备将人打死，却远非普通的花拳绣腿可以比的。南宫场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动手，后退一步，口中已经尝到了血腥味，却死死地咽下了。
连番打击，他早已忘记来此的目的，神情阴鸷，一字一句道：“苏锦，我记住你了，咱们就走着瞧，日后这皇城商铺，你的话我没兴趣听。”苏锦摆摆手，轻蔑一笑，转身对着一旁的萧管家做事板起了脸，道：“看清楚没？这种日后不能学，我丢不起这人，只会唧唧歪歪的，都是用叫嚣来掩饰心中的怂。就比如眼前这样的。”是。太子妃提点的是，属下定铭记于心。萧管家多打量了几眼南宫场，摸着下巴，认真的点了点头，很是积极的应和着。听着两人一唱一和，南宫场牙关紧咬，这一次什么也没说，脸阴的能滴出水来，回首看他一眼，转身离去。他脚下的步子越来越快，直到远去，这才面色难堪的按住腹部，疼得冷汗直流，心中的恨意疯胀。他从未像今日这般屈辱过，从未有过。小厮很是不安的想上前扶人，却被他一把挥开。此刻男人再也没有往日的温文尔雅，半弓着身子，腹部一阵痉挛。南宫场艰难的一步步走向车架，刚靠近便被一女子轻声叫住了。他听着熟悉的话音，眼中闪过一丝不耐，却也忍痛直了直身子。南宫公子，没事吧？女子容貌秀丽，此刻拧着帕子，眼眸似水，暗含紧张的抬头看了他一眼，又快速低了下去。他方才远远的便瞧见他微弓着身子，脚步极快，与平日大不相同的模样，心下担忧，也不顾得其他，还是上前询问出声。南宫场本不想转身，此般狼狈他不愿他人见到，然而心中忽的一闪，不知为何改变了主意，身子更是弯了几分，毫不掩饰自己的虚弱，面色惨白的转过身，冲人勉强一笑，没事。然而他越是这般，女子越是揪心，眼泪险些落了下来。南宫公子怎么会这样？你哪里不舒服？他眼眶泛红，满目心疼之色。南宫场像是在等他问似的，神色苍白，缓缓道：“大元太子妃。”他语气停顿半响，像是在犹豫什么。然而无需他再说，陶云兰面色恨恨地跺了跺脚，他怎么能这样？这位大元太子妃如今在皇城很是出名，他在家中自是听过，闻其行事决绝，手段狠辣，也只当趣闻，没在意。哪想有一日他会将魔手伸向南宫公子，简直太过分了。这么美好的人，若是被那太子妃……光是这般想着，他便忍不住捂了捂胸口，眼眶越来越红。陶云兰心中实在气不过，看着面前脆弱的南宫公子，再想想那个嚣张跋扈的太子妃，咬了咬牙，心中充满了斗志。他定要为南宫公子讨个公道，助他逃离魔手。第196章，苏锦，天凉了。大魔王苏锦此刻还不知自己已经被小白兔惦记上了，拉着自家的夫郎逛起了皇城。正站在一家服饰铺中，苏锦带他逛得随意。平日两人的衣饰皆由府上专人打点，很少会亲自挑选，也算是难得的体验。他毫无目的，明觉也是一副由他做主的架势。萧管家带着几个侍卫跟在身后，随意转了一圈，片刻，明觉倒是在几个绣了蝴蝶样式的精致小荷包上多看了几眼，心中想到那个等在家中的女儿，嘴角微动。然而还不等他开口，苏锦心领神会，手从左至右一挥，眼睛看向萧管家。好的。管家从善如流的点了点头，转身对着柜台道：“这些全包起来。”掌柜一听这话，双目大亮，立即挥开身旁的小二，躬身上前，微笑道：“您要这些？”萧管家无需主子开口，笑容完美道：“是全部。”哎，好嘞，您稍等，为您送到府上。系统眼睛都看直了，他擦了擦嘴角，扯着嗓子嚎叫了起来：“我也想有人为我挥金如土啊！”苏锦掏了掏耳朵，敷衍道：“接着吃你的柠檬去。”他不提还好，一提到这个，系统抱着不知从哪弄来的树干，汪的一下哭出了声。吃完了，我就差把柠檬树吃了。苏锦，他看着光秃秃的树干，默了默，单方面挂机，不想再听他嗷叫，将心思转到了身旁的男人身上。他挺了挺身，悄悄看了一眼，咳了咳，见人望了过来，他顺势豪气的手一挥，掷地有声道：“还看上什么？尽管说，都给你买。”然而这话被正迈入铺子的几位夫人听了个正着，几人瞪大了眼睛，神色复杂的一致朝着明觉脸上望去，心中瞬间了然。就凭这俊美的容貌，比那个南宫公子还要绝色，要是他们也愿意啊，就是不知在哪能找到这般男子。几人对视一眼，踌躇片刻，正准备上前问上一问，却被苏锦一个做事凶恶的眼神吓得后退了一步。他迅速挡在明觉身前，1对3，气势丝毫不弱。看什么看？这男人他家的。他挽了挽袖子，嘿，还专盯着脸瞧，是不是想打架？明觉甚是无奈地将人拉了回来，生怕他一个不注意冲了出去。而那3个女子他看也没看，拉着苏锦便往外走。好了，去下个铺子看看吧。苏锦自是不会对他家夫郎的话有异议，
看似乖乖的跟人走了出去，却心有不甘，猛地拉过明觉的手，向后扬了扬，暗搓搓回头，眼神得意的看了一眼那三人。三个家中颇有资产，平日在皇城中瞎晃荡的夫人们，这女子好生小气啊！他们有些失望，转身想要买些东西顺顺气，像往日那般朝着掌柜的扬声道：“将刚才那公子看上的都给我来上一遍。”掌柜懵了一瞬，确认没听错。他自方才的惊喜中还没缓过神，又再次被砸中，激动的连连应是：“几位夫人放心，我这就去库房为你们取来。”几人也没在意，直到看着一箱箱东西从里间搬了出来，眼睛越瞪越大，身子猛地晃了晃。算了，美男还是看看就好了，这也太费钱了。苏锦不知他们所想，此刻快乐地带着男人扫荡了起来。但凡明觉多瞄了一眼，他二话不说便让萧管家全部带回去，一路引来越来越多的注意。各铺子掌柜很快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街道有一位大豪主，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似的卖力吆喝着。如此下来，苏锦一行刚靠近，掌柜的便跳上前主动地介绍起来，都不用他示意萧管家前去询问，一个个恨不得将家底都交代了个清楚。苏锦瞥了一眼，看似逛的随意，私下里却让人将这些铺子查了个滴，连台面上积压了多少货都一清二楚。办完事的萧管家上前低语道：“都妥了。”苏锦灿然一笑，长叹一声：“天凉了。”第197章，这位客官要求可真奇怪。苏锦对于这种主动挑事的最是喜欢不过了，收拾起来毫无负担。他没有避讳，站在明觉身前同萧管家吩咐了下去：“太子妃放心，我这就去安排，定不会让对方察觉异样。”苏锦满意的挥了挥手。想来要不了多久，他以新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南宫家定会惊喜坏了的。明觉看了他一眼，很是赞同的肯定道：“世家的倾覆虽是不易，但断其才却为最快的办法。南宫家不仅在大梁产业极大，与各大国也是有行商往来。”男人眼中寒光微闪，各国商路，那便帮他断了吧。两人为了同一事，各自一番心思飞转，却谁也没有说出口。待事情都吩咐好，很是默契的不再提，将人抛在了脑后。苏锦带着明觉逛累了，来到自家新开的酒楼坐了一会。然而他们进去不久，便有一人暗中跟了进去。刚踏进酒楼，男子不经意的四下看了一圈，酒楼小二立即迎身上前。那人瞥了一眼，手中捏着银钱塞了过去，暗中压低声音道：“不要雅间，在此找一处视线开阔又可遮挡隐蔽的位置。”他意有所指的递过赏银，也没再看他。小二，他有些复杂的看了一眼这位客官，眼睛四下转动，心里纠结的不行，面露难色道：“客官莫不是在说我们柜台吧？视线最好的莫过于掌柜收银的柜台了，而且一楼除了柜台也没有可遮挡的地方。这位客官要求可真奇怪。”他踌躇片刻，还是没有接过手中的银钱，毕竟这他也做不了主啊。正当准备去询问一番掌柜之时，面前的男人猛地转过头，眼中有些怔愣，一副看傻子似的望向他。这一切无人可知，却被爱看热闹的系统瞅在了眼里。此刻正抱着肚子翻滚着，嘎嘎嘎笑得犹如犯病了一般。宿主，下面有两小傻子，哥。听他断断续续也说不清，苏锦拧了拧眉心，明觉还当他不舒服，温声道：“怎么？”苏锦没法解释，只能道：“有个远方的朋友犯了大病，在想着如何医治他。”明觉见他说的煞有其事，凝眉想了片刻，也没问是何人，严肃道：“我派人去寻医者，可有症状？想来是对他很重要的人。”苏锦被系统震得到脑瓜子嗡嗡的，本是随意一说，此刻看着男人认真的表情，他难得沉默了片刻，昧着良心顺着话说了下去，作势正经道：“不用了，他已经晚期了，没救了。”明觉抿了抿唇，也没再说，只是抓起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似在安慰。系统还在偷听下面那两人的对话，笑得差点断气，此刻无意听了一耳，随意道：“宿主，你哪个朋友生病了？我怎么不知道？”他也没在意，一心二用，问得很不走心。苏锦瞥了他一眼，慢悠悠道：“嗨，朋友。”系统像往常那般顺嘴接道：“在呢，啥事？”片刻手里的瓜猛地掉了下来，他像是才反应过来，不敢置信地张大了嘴巴。苏锦听见脑中疯魔的笑声，瞬间停住，满意的点了点头。苏锦，朋友，现在可以说说什么事了吗？你已经失去我了。苏锦想着刚才他断断续续的话，眼神顺着二楼朝下看了一眼。那男子显然已经被掌柜的缠上了，拉着他非要问个明白。苏锦眼中闪过了然，丝毫不给他拿桥的机会。你是要说那个人吧？早已安排人盯上了，你继续玩去吧。系统刚准备开口，这话猛地咽了下去，有些心虚的看了看，气势瞬间淹了。第198章，给太子妃送礼。不过几日，一则消息席卷了整个皇城，
大元太子妃对南宫公子意图不明的流言，不知从何处传了出去，已是越传越夸张。南宫公子不从，便将人打成了重伤。本还有些疑惑之声，然而就在这关头，南宫家陆陆续续找来了多名医者上门，皆言道南宫公子伤势颇重，更是证实了此番传言。南宫昶虽是没被苏锦看在眼里，但他良好的外貌在随着家世光环的加持，爱慕者众多。这一传言无疑是捅了马蜂窝。皇城贵女圈那是对苏锦恨得咬牙切齿，脑中仿佛已经预见了南宫公子饱受摧残的模样。他们也不管大元太子妃如何不好惹，只知道自己的意中人被欺负了，越吵越凶，讨伐之声刚刚渐起，却被各家长辈毫不留情地摁了下去。表面上一点水花都没有翻起，由此这般还是被苏锦知道了，他整个人都懵了一瞬。羞辱，这是对他赤裸裸的羞辱。他气得在院中打了一套拳，暗搓搓地计划着将人整一顿，心下不爽，此刻却打不到人，不得不强行转移了注意，问起了正事。系统，还差多少积分满级了？系统猛地抬起头，像往日那般给他打了波鸡血。2万多，胜利就在前方，宿主加油。然而嘴上说的激愤，心里却是没有起伏。此刻的系统关掉了视频，想起一件不愿去想的事，难得的安静了下来。是啊，快满级了，那么以后呢？在系统界从没有过一门课提到过满级以后的事，他曾好奇问过前辈，都摸着他的脑瓜子，沉默不言，让他自己去体会。系统抓了抓脑门，至今也不明白前辈们为何如此。那时想着这种事离他还很遥远，就抛在了脑后。而如今，苏锦还没察觉系统的异样，心里正在认真的盘算着，他和童子努力了这么久，升到了8级，可这越到后面需要的越来越多。积分除了些零碎小头给童子买了零食，剩下的都存了起来。他想一步到位，以后换个大奖励。毫无疑问，积分是系统界的流通货币，在那个虚无缥缈的世界，他使不上劲。但无论在哪里有钱好办事，这一点准不会错，以后也能给他家蠢系统留个路。苏锦收回了思绪，想着如何尽快升级，嘴边不住喃喃道：“2万啊，也不知道那背后行刺之人能不能给力些，让我一步到位啊！老爷子还未醒，这不是最好的时机吗？那人还等什么呢？他都给了那么多次空子，真替他着急。”他深吸了口气，压下心绪，再等等，若是还不动手，他定要想法子帮他加上把火才行。无论如何，大梁这一行他不能白来，天时地利人和，再也没有比这里更适合的地方了。苏锦沉了沉心，这才道：“童子，你记得帮我提交下申请，我要那个全身扫描，不限制使用对象，问下多少积分可以换，没有什么是积分砸不开的，如果有定是给的不够多。”系统还在想方才的事，反应了一瞬，难得乖巧的点了点脑袋。想什么呢？刚开始不是做梦都想着升级，这会怎么还不高兴了？系统板了板身子，低着脑袋没有看他。我没有不高兴，只是觉得升级慢一点也挺好。苏锦，要不是看他语气不对，他还当这家伙在炫耀欠揍呢。怎么了？你老对手3380以后可都是要仰望你的存在，还有什么不高兴？系统抬头专注地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但也没再沉默，爬了起来，做事开心地冲着苏锦点点头。苏锦心里有些异样，正准备再问问时，被人小声打断：“太子妃，宫外有几位夫人，小姐求见，言道是来给太子妃送礼的。”说着，他将帖子递了上去。苏锦暗暗将系统的事记在了心里，准备日后再问。此刻看着来人给我送礼，那传吧。来大梁还是第一次有人给他送礼，他倒是要看看能给他送什么。宫外候着的几位夫人小姐得了信，对视一眼，想到那位传闻中的太子妃，深吸了口气，抱着手中之物踏了进去。苏锦单手支撑着下巴，等着人来。不多时，几位抱着礼盒的女子随着宫人出现在眼前。苏锦看着他们手中的东西，挑了挑眉，啥玩意，还一人抱一个。见苏锦看了过来，来人微微欠身行了一礼。打头年岁稍长些的夫人向前踏出一步，开口笑道：“见过大元太子妃，臣妇们来晚了。我朝屋后按礼部之法，凡来往大梁女眷，皆由朝中诰命之妇接见。然您身份特殊，臣妇们不敢多有打扰。”苏锦点了点头，受了一礼。既然人家愿意好好说话，他自不会找不痛快。几人见苏锦没有开口刁难，松了口气，胆子大上了些许，看着手中之物更是鼓起了勇气。苏锦也没在意，随道：“无需客气，此番前来所为何事？”他打量了一圈，重点看向身后的2个年轻女子，这可不像是什么诰命夫人。他冲人挑了挑眉，询问意味明显。尚书夫人怕人误会，连忙道：“太子妃见谅，小女听闻前来送礼，也想表一份自己的心意，才会跟随前来。”2个年轻女子听闻提到自己，
上前一步，低着头把怀中的东西抱得更紧了，连连应道：“对，我们都有准备。”苏锦正了正身子，瞬间引起了他的好奇。话说，你们为何要与我送礼？有事求我？这些人是不是太热情了些？他这么坏一人，还有想凑上来的？没有，太子妃误会了。您要不看看再说，定能如你意。几人眼中带着光，诚意满满的走到苏锦身旁。那便看看吧。他说的不咸不淡。然而话音刚落，几人迅速打开面前的礼盒。尚书夫人首当其冲道：“太子妃，您看看，若是不满意，还有。”他笑得意味深长，言语带着暗示。传闻太子妃好美色，想来送这些是错不了。苏锦，他也没再看这些人，拿起的身前类似画轴之物，心里有些嫌弃。他可不喜欢这东西，除非是他家夫郎画的。尤是这般，还是耐心的将画舒展了开来。这都什么玩意？别说是他，就连系统都忘记了刚才的情绪，盯着画都看愣了。这画中既不写实又不抽象的男人是什么鬼？苏锦猛地将画轴卷了起来，面色复杂的看了过去。何意？几人还当他不满意，那两位年轻的女子更是积极，急忙道：“太子妃，您再看看，这些公子是皇城出了名的俊美，不比那南宫公子差。”声音越说越小，带着些紧张。身旁之人连忙帮他补充：“对，南宫公子连这里的10分都不及。”说完，他忍不住捂住胸口，按住心中愧疚。南宫公子，你可要理解，这般做都是为你好。苏锦，这他娘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他看也没看，指了指门口，送客的意思很是明显。趁他现在还能好好说话，赶紧的。显然他的好意没有人理解，几位夫人也就罢了，就是顺势送上一送，那两位被推举出来完成此事的小姐却是不愿就此罢休，一咬牙道：“太子妃，您想要如何模样的？”苏锦一摆手：“给我停！谁给你们的脑子，认为我看上了南宫永日那头野猪？太子妃，你怎可这般说南宫公子？他叫南宫昶。”女子涨红着脸，拼命想要维护那如玉般的男人，还是只憋出了这一句：“我管他叫什么玩意，你们只要记住，我看不上那野猪，明白了没？还有皇城之中那些传言，若是再让我听见，命人给他来个鸡飞蛋打，帮你们彻底断了念想，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几位夫人闻此话，瞬间抬起了头，面色都带着些怪异。然而两位小姐还没听明白，此刻心里正难受的不行。本来还因为担心南宫公子被太子妃祸害，心中忧愁，这回不仅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更堵了。他们眼中的宝贝，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贬低至此，如何能不难受？几位夫人也算是明白了，他们这是误会了，可为何皇城竟传得有模有样？面色僵硬的朝人笑了笑，准备告辞。然而尚书夫人拉过女儿，准备走人时，哪料这看似乖巧的女儿此刻正憋着话，心有不甘的回头道：“太子妃，南宫公子不是野猪，他是世上最完美的人，你不能骂他。”苏锦认真的望了他一眼，难得说了一句：“若是他真如你所说的那般完美，你们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一个躲在他人背后享受成果的家伙，外面再如何的光鲜，也掩饰不住内心的阴暗。”他不欲多说，摆了摆手。第199章，三官跟着五官走。苏锦见他们一脸不赞同，磨磨唧唧，还想再说什么，有些不耐烦了。本想给他们来点狠的，就在此时，不远处的动静瞬间吸引了他全部注意力。对，这时辰是该回来了。也不准备再说什么了，神色立即严肃了起来，上前2步亲自赶人：“好了，你家南宫永日最好了，别废话了，赶紧走吧。”他挥了挥手，丝毫不给他们拒绝的机会。就凭他们这三官跟着五官走的架势，见到他家夫郎还不得两眼发飘。不行！想到那画面，他就想揍人了。在大元，那是没人敢窥视太子，感情多是内敛。大梁民风奔放，尤其女子，因是之前出过女帝的关系，女性思想要比大元开放得多。见苏锦此刻一副恨不得他们快点消失的架势，几人懵了一瞬，心下不明所以，却也识相的连连告退。人刚走出去，明觉手里提着什么，自殿外走了过来。他还没有开口，苏锦转身挡住了，催他进去。明觉，怎么了？还没走远的几人闻声，下意识看了过来，却只瞥见一道背影和急匆匆的步伐。女子边走边小声嘀咕道：“那是何人？”想也知道，能这般光明正大出现的，定是大元的太子殿下。这般挺拔的身姿，面容想来也不差，竟没能入了那太子妃的心。我看未必，这外界的传言还真是不可靠。你瞅这位太子妃的架势，不像是假的，谁会将喜欢之人比作野猪？女子跺了跺脚，有些不快：“母亲，你怎么可以这般说？
南宫公子怎么会是野猪？若不是威逼，他为何要出手这般重？尚书夫人不知要如何安慰，看着这一心扑在南宫昶身上的女儿，心思不由转了转。南宫家属大梁顶级门楣，若是将女儿嫁进去，是再好不过了。然而这般想的不在少数，多数打着同等心思之人也是放任如此。而此时的明觉进入殿内，一手提溜了一个小脏仔，身后还跟着一个。苏锦这才有心思看去，大宝适时给他露出标准的笑脸，丝毫没有感到被爹爹拎在手里丢人。脏兮兮的小脸笑得面上的泥土刷刷的往下掉，另一侧的乖宝却很要面色的捂起了脸。出门时绑得美美的小揪揪此刻也都打了结，勉强能看的二宝那挺直的小身板也没了气势，缩头缩脑的藏着，脏兮兮的小手还抓着明觉衣袍，躲在了身后不敢见人。苏锦，他看着男人身上一片片脏污，脑门突突的深深叹了口气，真是难为他了，这么爱干净一人被仔仔折磨成这样了。苏锦什么也没问，叫人备了水。他是知道这几日孩子们喜欢在皇宫里到处跑，除了一些有人看守之处，哪哪都溜了个遍。他从不阻着他们去玩，每日宰他爹都要追出去逮人，哪想今日成了这样。皇宫里还有这种地方？童子，仔仔们每日在哪里玩？没有危险，放心吧，今日是在一处叫义祥宫的殿内挖宝呢。不知道是哪一代的妃子住的，私下埋了不少东西，要是别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不是有大宝吗？魏晋之言不用说，苏锦也瞬间懂了，这是挖宝吗？就差将自己埋了。他倒是觉得无所谓，洗一洗又是一枚新仔，但是想到他夫郎被弄得那一身脏，还是决定拿出个态度敲打敲打。他故意板着脸走了进去，明觉已经抱着一个孩子在擦拭，神色耐心又专注。他见人进来，不动声色地推了推二宝，二宝瞬间意会，抿着小嘴，大眼盯着苏锦，开口认真保证道：宝宝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弄那么脏了。苏锦咳了咳，暗中瞥了眼明觉，做事严肃道：以后不许再玩这么脏，还让你们爹去找人，知道吗？好。见孩子乖乖应下，他满意的点点头，转身去寻另两个仔仔，准备过下流程，让男人看到他的态度。然而苏锦刚一转身，身后的父子两瞬间对视一眼，二宝超小声道：爹爹，你说的对，只要主动认错，娘亲就不生气了。明觉眉眼带笑，低头看了一眼，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目光。第200章鸡飞蛋打是何意？苏锦处理完孩子的事，这才想起了系统的问题，道：童子，你之前在担心什么？系统愣了一瞬，没有。行了行了，赶紧说，别磨磨唧唧。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找别的宿主了？苏锦本是有意逗他，哪知系统一听这话跳了起来，严肃大叫道：我只有你一个宿主，不会去找别人，我不会离开的。苏锦就随口一说，他摸了摸下巴，由此反向一想，心里倒是有了猜测，你是怕满级以后完成任务就要离开了？系统不知道他家宿主怎么猜出来的，却也没否认，语气有些丧丧的：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没统跟他说过，但是他看过其他系统出任务后很快就会回来了。系统挠了挠脑门，不愿意再想。苏锦，凡事往好处想，说不定是有更大的惊喜呢。好了好了，别想了，带你去看看热闹去。什么热闹？系统抬头看了他一眼，还能是什么？当然是南宫永日那野猪家的热闹，他都安排好了。而这边南宫家的几位嫡出小姐也得到了有人前来拜访的消息，不用问便知是那些为何而来，每次都假借拜访他们的名义，实则都是为了来探寻三哥的消息，一个个做梦都想嫁给三哥。眼中带着高傲，丝毫没有要去赢的意思，轻笑道：那便请几位姐姐过来吧。不多时，几位小姐身姿款款地走了过来，模样一个赛一个的精致，妆容找寻不到半丝瑕疵，互相对视一眼，笑容完美，暗地里却在打量着对方的衣料首饰。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子坐在室内，下人们端上茶水，这才说起了正事。宣荣妹妹，几日前你不是说那宝月楼的细粉胭脂难抢吗？这不巧了，正好我这有多的，特来送与你。只是不知这南宫公子的伤势如何了？女子猛地将话从胭脂上转到了南宫昶身上，却无一人惊讶，似是习惯的都一一接过了话。一番吹捧寒暄下来，南宫宣荣这才慢慢道：哥哥他需要静养，此番伤得极重，前些天方才吐过血。在座之人一个个捂住了嘴，眼露心疼之色，一定很痛吧？那般洁身自好、风光奇悦之人，为何要受到这般多的磨难？那大元太子妃，她真是太坏了。对，好在南宫公子洁身自好，不然……宿主，他们在说你呢，不生气。趴在房顶看风景的苏锦，手里捧着一把瓜子，悠闲道：生什么气？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
就在此时，只听下方尚书府家的小姐疑惑道：“对了，我前去宫中送话之时，听那太子妃的话语，像是真的对南宫公子无意啊。吃，女人的话怎可相信？可是她说，若是再听见这番话，便让南宫公子鸡飞蛋打。话说这是何意？他只听过鸡飞狗跳之说。”噗！苏锦已经笑出了声，但是与此同时，下方一女子一口茶水喷了出来，正好掩住了苏锦的笑声。无人察觉房顶的异动。木姐姐，你怎么了？女子猛地咳了几声，身旁之人连忙递来帕子。没事，没事。慕柔拍了拍胸口，脸色微微泛红。鸡飞蛋打，定是他想错了。他猛地摇了摇头，抛出了心中的杂念。一阵忙乱，婢女收拾妥当，这才重新聊了起来。刚才说对，太子妃这是何意？各位姐姐有知道吗？在座纷纷摇了摇头，不知，他硬是随意说来吓唬你们的。至于慕柔，面色纠结了片刻，拧了拧手中的帕子，最终选择了沉默。罢了，想来是自己想差了。对，听他的作甚，他能做得出，还不敢让人说了不成？不问其他，南宫公子的伤势做不得假，大元的太子妃来大梁作威作福，着实可恶。可是家中常被特意警示过，你说我们要怎么帮南宫公子报仇？听闻那太子妃在皇城开了几家酒楼，我们可以这样，此法可行。一群女子顿时抛却了平日里的小恩怨，一致对外，你一个提议，我一个补充，情绪激动，眼中都带着光。不知谁突然说了一声：“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众女停下话语，朝他看去，也跟着仔细听了听。没有吧？第201章，想不想看点刺激的？话音刚落，只听那道咔嚓咔嚓的响声越来越大，下意识四处寻找了起来。就在此时，一道无法忽视的响声自头顶传来。头顶，他们心中一惊，猛地抬起头。与此同时，苏锦挪开屋顶的障碍，头从上方露了出来，语气带着些嗔怪，怕人听不见，超大声道：“继续啊！我听得正起劲，怎么就停下来了？再接着说啊！”他丝毫没有身为偷听者的觉悟，不仅听见人停下来，他还催上了。苏锦有些不满地叹了口气，而至下方望去，只见一人头垂了下来。这能不吓人啊！众女吓得魂都要飞了出去，惊叫之声顿时骤起。系统背着手摇了摇头，哎，可怜见的，这些人遇上他家宿主也算是命运多舛了。他嘴上虽是同情，脖子却伸得老长，看得比谁都起劲。苏锦听着刺耳的叫声，顺势又露出一只手，手一甩，一把瓜子皮抛了下去，道：“鬼叫什么呢？刚才的劲头哪去了？”下方女子现在不仅叫了，还四处跳着，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瓜子壳，一边急着向外跑。来人倒挂着，他们已经顾不得去看这是何人。惊叫声此起彼伏，慌乱中不仅没跑远，还都撞在了一起。苏锦皱着眉，深觉无趣，从上方跳了下去。他窜出一步，拦着想跑的几位，道：“别呀，别走啊，人都在呢，也省得我去找了。”下人们想拦着，不知其身份，终是做做样子，没敢上手。众人听着熟悉的话音，惊吓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这才正眼看了过去，见过太子妃本人的尚书之女何莹。他瞪大了眼睛，猛地向后退了一步，面带惊状，言语磕绊着叫道：“太子妃！”声音不小，身旁之人自是听见了，瞬间都望了过来。她就是大元太子妃。苏锦挑了挑眉，拍着胸脯大笑一声：“对，就是我。走走走，咱们进去接着说。”他伸来了个懒腰，跨步朝着里面走去，回头见人还愣着，轻笑道：“愣着作甚？还要我去请你们不成？”众女定了定心，互相看了一眼，整理一番仪态，跟了上去。他们这么多人，还能怕了他不成？苏锦寻了个舒适的位置坐了下来，很是自来熟的吩咐道：“上些茶水来，再来些点心。”南宫家的下人们，他们看了一眼小姐，见她没有反对，低声应是，面色复杂的退了下去。苏锦满意的点点头，手一挥：“好了，开始吧。就在这讨论，接着说要怎么对付我来着。哦，对了，找人去百味房闹试试吧。还有什么来着？”苏锦语气不紧不慢，将他们的方才商议的话都点了出来，面容带笑，语气很是和善。然而刚刚落座的小姐们却是惊得想要再次起身。他竟然都听了去，一时间无人应答。还有什么是比背后说人却被正主听了个正着更为尴尬的？有面皮薄的当场就红了脸。南宫宣荣却丝毫不惧，不客气反问道：“太子妃，先不论我们在谈论何事，话说这是南宫家，你又是如何进来的？”苏锦咧嘴一笑，毫不在意的摆了摆手：“不要在意这种小事，这不重要。”你……他深吸了口气，道：“既如此，那我便要问上一问，我三哥那伤是不是你下的手？”苏锦毫不犹豫的点点头，骄傲道：“对，我打的。”
那野猪皮糙肉厚，打的手可疼了呢。大元太子妃，你别太过分了。一女子猛地站起身，望着他，气愤地叫着。苏锦掏了掏耳朵，需不需要我给你找个唢呐，出去熬？他看着这一个个义愤填膺的小样，扫了一眼，嗤笑道：我看你们一个个是被胭脂水粉腌入味了，渗进脑子里，摇一摇，这都成了江湖。在这位野猪打抱不平，没想到吧？呵，你们的小猪猪正抱着人暖场呢，想不想来点刺激的？众女，第202章，这种福利错过了要毁终身的。苏锦的话听愣了一众之人，都有些反应不来。你这是什么意思？苏锦笑道：我能有什么意思？我这么热心一人，当然是带你们去见见世面去啊。南宫宣荣见他如此，心头有些不好的预感，站起身，想也不想的便阻止道：不劳太子妃好心，我南宫家之事还轮不上外人插手。苏锦嗔了他一眼：你在这般见外，我可就要生气了。南宫宣荣，其他女子神色各异，心中惊疑不定。太子妃，你不要乱说。苏锦耸耸肩，也不在意，别装了，知道你们想看，来来来，一起去看看你们的永日在干啥呢。他挺了挺身，也不再说，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在了前头，做事朝着身后大手一挥：跟我走着。他见人不动，嗤笑一声：怎么，是怕了？谁怕了？南宫公子才不会如此。对，你休想污蔑他，我跟你去看。一女子扯了扯手中的帕子，鼓起气势跟了上去。见有人踏出一步，剩余之人除了南宫宣荣面色难堪的站在原地外，都不甘落后，追了上去。他们虽是不幸，但如此可以近距离接触心上人的机会，怎么能放过？如今可不是他们想去，是有人邀请。苏锦昂首挺胸走在前端，才不管他们怎么想，这会像是背后有眼睛似的，扬声道：那位南宫小姐，你现在想叫人去传话，已经晚了，就别挣扎了。南宫宣荣正在吩咐下人的话音，猛地一顿，见此客人都走了，一咬牙追了上去。看着他们走的路，心中嗤笑，没人指路，这群人想找到三哥的住所，定要绕上一圈，届时他已让人去通报，不管有没有什么事情，都将烟消云散。然而他想得甚美，却见苏锦带着人左拐右拐，畅通无阻地接近一处阁楼。南宫宣荣看着前方熟悉的楼阁，愣了片刻，惊疑质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三哥住在何处？还有这小道，不是熟知南宫家布局的，是如何也找寻不到的。这种小路他都没有走过。苏锦看了他一眼，有些不高兴，板起脸严肃道：你怎么总关心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你这样问，我会很为难的，知道吗？真是一点都不懂事。南宫宣荣，这算哪门子小事？他气得捂着头，发饰上的步摇都跟着晃了两下。生平从未遇过这种理直气壮不讲理之人。你一个大元太子妃，这般了解我南宫家，不是该好好解释一下吗？他面色愤怒，还想再追问什么，苏锦身子一转，只留给他一个拽拽的后脑勺，理都不理。不多时，一行人来到楼阁前，众女子大都是第一次来此，打量一卷舍不得眨眼，想着这里是南宫公子所居之所，更是带着难言的激动，仿佛自己离心上人更近了些。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接近意中人，苏锦却不是啊，他体内的好人之魂不允许自己这般。眼看这群人三两结伴，像是观光旅游一样四处打量。苏锦双腿一跨，堵在门外，歪头笑道：来，想要进去参观的，先把费用交一下。众女，别说这些外来女子懵了，就连南宫宣荣都不敢置信地望了过来。他把南宫家当成什么了？收费？苏锦，他现在已经顾不上称谓了，气得面色铁青，怒叫着：女孩子家家就知道教，不能跟我学学，该动手时就动手。你再嚎一个，信不信我抽你啊？他扬了扬手，面色凶狠地挥动了两下。南宫宣荣退了一步，想着方才已经知会了下人去通报，应该很快就有人来了。他忍了忍，没再开口反驳，眼神不住地向后方看去。苏锦瞥一眼，嘴角一勾，什么也没说。等吧等吧，有人来，算他输。磨磨唧唧干啥呢？快点着，就说想不想进去看吧。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苏锦这般毫无顾忌的行为，多少都看出了事情不对。有人想离去，也有胆大的上前问道：太子妃，这里面究竟有何？南宫公子他在内，那为何不见伺候的下人？他们走的小路，没遇见下人也不多怪，但是这堂堂南宫家公子住的地能没有个伺候之人？为何什么也没见着？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排队去看就交钱，不看就离远些。提前说啊，这种福利错过可是要毁终身的。这是南宫家。南宫宣荣再次叫道。苏锦这次没再说话，反身一拳砸在院墙之上，漫不经心地收回手，对着拳头吹了吹，挑眉看着他。第203章，全场为听，
贵宾席。看着墙上一道道裂缝，一个个吓得面色巨变，往后退了退。不用苏锦再说什么，神情呆滞，安安分分地排起了队。然而等他们排好了，这才想到他们并没有说想进去看呀。连方才想要离去的人都有些进退两难，看了看苏锦的拳头，最终也没把话说出来。苏锦点了点头，很识相嘛。他搓了搓手，对着排在第一的慕柔热情道：“想看哪个档位，价格不同。”慕柔看了他一眼，似是想到什么，坚定道：“就最好的。”然而刚一说完，面色一变，犹豫道：“可我身上也没带银钱，不知这价格。”“对，我们身上都没带银钱。太子妃要不下次吧。”见人递来说辞，那些本还犹豫怎么拒绝的人立刻打起了精神，连连道：“太子妃真是不好意思，我也没有带。”说着便想向着来时的方向离去。苏锦摆了摆手，灿然一笑，悄咪咪从身后掏出了一叠东西，扬了扬嘴角，超大声道：“放心，有准备，来按个手印。”众女系统扑哧一声喷了出来，哈哈哈哈！宿主，你这操作太骚了！这些女人日后见到他家宿主，估计都要绕道走。苏锦准备的妥妥的，在人还没反应过来时，拉着便按了下去。大门敞开，将人推了进去。其他女子见势躲不了，认命的叹了口气，紧随其后按下了手印。除了不敢吭声的南宫宣荣留在了原地，其余都跟了进去。苏锦笑得见牙不见眼，斜靠着墙，数着手里的欠条，钱不钱的无所谓，这过程是真爽。系统猛翻了个白眼，这能不爽吗？拿别人的身体赚自己的钱，也就他家宿主能干得出来了。苏锦将人都带了进去，本是根据价位分了好几个席位，但是后来之人皆是学着那位穆小姐要了贵宾席，倒也省事了。苏锦带着人绕过阁楼，脚步不打弯，一路来到一处假山环抱的亭台之上，这才道：“诸位请坐，这里视野极好，绝对值你那银票价。这处高地简直是绝佳之所，前方有假山遮挡，站起身又不影响视线，绝！”众人面色僵硬的英士老实的坐了下来，不明白他到底要做何把戏。就在快要失去耐心之际，下方来了一女子，她四处张望着，手里还捏着什么信件，目光游移片刻，在见到来人时，终是松了口气，面色微红，言语带着娇嗔：“少爷，你怎么来了？好了，不是让你没事不要到此吗？”女人一听这话，伤心的轻啜几声：“不是少爷让奴家来的吗？我太想你了。”她哭得梨花带雨，轻轻靠在男人身旁，粉面含春，仰头暗示道：“少爷，老爷出门了，今日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奴家虽是老爷的妾，但爱的是少爷你啊。”男人只当这女人又在耍手段，也没把她的话当一回事，面色有些不悦，但见到这张花容月貌之色，不知为何体内竟有些躁意。还不等他压制，女子大胆的踮起脚尖凑了上去。南宫昶不知为何冲动之感越来越强，胸膛剧烈起伏着。他环顾一周，想到这是自己的地盘，哪里还能忍下去，咬着牙将人狠狠地扣在了怀里。“少爷，你爱奴家吗？”他青筋直爆，手下动作不停，想也不想便道：“哎，你快点。”不多时，下方一阵阵娇喘之音由急到缓，渐渐传来高处假山遮挡下的亭台中，就算无人伸头往下看，也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位置像是被人精妙设计过一般，不远不近，听感极好。一众女子自方才南宫昶出生之时，便听出了声音的主人是谁，此刻皆是神情呆愣。“老爷，姨娘，少爷！”他们不敢置信的死死捂住了嘴，害怕自己会发出声响。苏景深藏功与名，拿下耳内塞着的东西，轻声笑道：“各位慢慢听，我就不奉陪了。若是不过瘾，可上前站起身，这是身为贵宾席最好的福利哟，想来定能如你们所愿。对了，这债务可别忘了呀。”他不怀好意的眨眨眼，暗示意味明显，也没再理会这群人如何惊惧。第204章，老爷子是要醒了吗？苏锦一个闪身消失在了原地，丝毫没有留恋。哼，野猪的繁衍有什么好看的？他还嫌弃辣眼睛呢。他悠哉悠哉地晃回了皇宫。然而自他离开以后，几道人影也闪出了南宫家，那里似乎解除了某种禁锢一般，人员都活动了起来。没多久，南宫宣荣便义愤填膺地带着下人冲了进来，是要堵住苏锦问个明白。可想而知，啊！一道惊叫声响起。然而诡异的是，假山后竟传来了更为剧烈的回音。众女子皆以为自己被发现了，互相尖叫着跑了出来，一个接着一个，人数还不在少数。南宫昶只觉血液直冲脑门，身体猛地颤抖了起来，不多时便彻底瘫了下去。对于这些早有猜测的苏锦，丝毫没问后续情况，乐颠颠地带着系统回宫了。这戏如何？就问你过不过瘾？系统咂巴两下嘴，做事不在意道：“还行吧，大场面见多了，这都小意思了。”
然而这般说着，他踮起脚尖，小声问道：“宿主，你就不想知道后续的？”引诱意味明显，显然还想去看现场版。苏锦瞥了他一眼，想也知道的结局有什么好看的。说完也不再理他，乐呵呵的去找他家夫郎。此时的明觉正看着面前厚厚的一叠信件，面容闪过无奈。他没像之前那般翻到最后看起，而是很是耐心的从头一点点看了下来，不时摇了摇头。父皇这信中虽是在说朝堂之事，却并无大事及其琐碎，归结下来都是在不停的暗示他们要早些回去。他细细翻阅完毕，这才将信放置在了一旁的盒中，收了起来。他都能想到父皇是如何一边咒骂轩辕老爷子，一边又暗自祈祷他快点醒来，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此时门外传来响动，男人瞬间敛了思绪。进来人匆匆躬身道：“殿下，吩咐之事已是办妥，南宫家在外的几条商路皆已截断，给殿下引荐之人甚是欣喜。南宫家暂时还没闻此消息，您看。”“将消息传出去，后面无需再管，自会有人想要踏上一脚。”明觉思量片刻，又吩咐了几句，然而话音未落，仔仔们一声惊呼声打断了思绪。他也不再多说，一个示意，来人退下，起身大步朝外走去。还莫等他询问，只见孩子们拉着苏锦，一副很兴奋的样子。“娘亲，先生动了！大宝看到先生动了，他是不是要醒来了？”乖宝惊喜地捧着脸，围着娘亲转了一圈。苏锦将视线看向另外两个孩子，见他们小脸红扑扑，一副兴奋的模样，便知道是没看错，这是个好兆头。他细细研究过系统给的那些资料，排除一些古代无法用到的，最为直白的便是激发他的意识，同正常人一般与他说上些话。平日他也会带着孩子前去转上一圈，今日他没有陪同，仔仔们去照例去了，哪想还有这收获。明觉转向孩子，正色道：“太医如何说？”然而一提到这个，仔仔们方才兴奋的情绪瞬间消失了，垂着小脑袋，有些不高兴。大宝鼓着包子脸，神色带着些委屈，小声道：“他不信大宝说的，大宝没有说谎，先生有动。”明觉一把将人抱了起来，盯着他的眼睛，坚定道：“爹爹相信大宝说的，娘亲也相信，大宝这么厉害，怎么会看错？走，娘带你们去看看。”苏锦将另外两个仔仔抱在怀里，大步朝着守卫最是森严的正殿而去。威宁见三个孩子去而复返，连大元的太子、太子妃都跟了过来，想到太医方才提到的事情，眼睛不由亮了亮。难道真的是？苏锦知道他要问什么，他向四周看了看，打断道：“先进去再说。”几人走了进去，苏锦没有开口，他上前细细打量了一番，虽毫无异动，但那面色看着像更有血气了，不似往日的苍白。三个孩子也围了上前，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不动，想要确定没有看错。直到眼睛酸涩，他们也没等来奇迹。孩子们有些失落，垂着脑袋走了下来。然而就在转身的瞬间，老爷子不知为何手只颤了两下，一直注视着的威宁神情激动地跨步上前，挥手便想要唤来太医。苏锦却一个眼神示意，将他打断，暗自摇了摇头。第205章，陛下病重。威宁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朝他看去，见苏锦摇头，不欲多言，他暗下心思，没有再问。他上前两步，盯着人静静看了良久，然而老爷子却没有再动过。苏锦也不气馁，至少是个好预兆。几人出了正殿，威宁这才问出了声：“太子妃方才是何意？难不成太医有何不对？”他性子急，语速极快，连声问道。太医院的这些人自陛下昏迷便一直隔绝在此，何人都不得见。每每上前诊脉，都是几人一同，暗处也有人盯着，但凡有任何异样，都唯有死路一条。这般情况下，竟还有人敢？想到此，威宁神色一暗，心中已经在想可疑之人，眼神都带着些狠厉。还没确定，苏锦打断他的思绪，直言道：“但是太医院那些人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系统曾同他说过，每隔几日，老爷子所在的殿外便会有一宫人看似无意的打量着，也不靠近，就是盯着某处在看。”他心中就有了猜测。他派人留意了此人，却一直没寻到接头之人，仿佛是自己猜错了一般。但是苏锦却相信自己的直觉。这里除了威宁将军带人守卫，最多的便是暗处的禁卫军，还有一方便是太医院的那群太医。然而等了这么些日子，一直没有异动，他却也没放松警惕。太子妃从何得知？苏锦看了他一眼，敷衍道：“猜的。”威宁想知道是不是有鬼，很简单，待会在那群太医面前只需。威宁神色一肃，却也没有反对。然而确实如苏锦所料那般，很快便有人忍不住动了起来。一则陛下病重的消息顺利传了出去，消息可靠，主子放心，宫内的那位太医递来的消息，想来不会有错。男人面容瞬间大喜，仰头便是一阵狂笑。
他这么长时间没有动作，等的便是这个。对于薛元父，他终是不放心，他要的是一个肯定的消息。只要薛元父一死，其余又有何惧？那人占据大梁江山几十载，残暴不仁，是该换个人做了。通知临江太守可以行动了，兵马分散，切不可打草惊蛇。是。大元那帮人无需在理，总要个名正言顺，这些人是再好不过了。来人计划的好，苏锦这边也顺势抓到了人，有系统盯着，不放过一丝意外。谁也没料到，那平日为人和善的刘太医，在太医们围聚一起讨论陛下病情时，他状似无意的被人绊倒在地，重重磕在了椅子上，瞬间血流不止，椅子顺势也被人抬了出去。刘太医像是完成了某种暗号一般，本是暗自松下的心弦，还没反应之际，便被禁卫军猛地拖了下去，丝毫没给他开口说话的机会。威宁这次也不问他是如何得知的了，对于这位大元太子妃，他是头疼的。然而百般逼问，却只是问出些无关紧要之人。威宁心中愤怒，挥着大刀亲自走下了地牢，目光狠厉，气势汹汹，定要将他嘴巴撬开。苏锦可不管他如何做，大步离去，心中却是没有意外，这位背后隐藏之人是他至今见过最为谨慎的。他目光连番闪烁，不仅不生气，心中还带着难言的激动。照这情况，他是要给自己憋个大的呢。心中大喜，脚步都轻快了许多。然而直到推开门，女人笑容瞬间凝固，只见男人拿着桌案上的一叠东西朝他扬了扬，一道低沉的男音缓缓道来：坐可闻其声，站可观其人。你想要的姿势他都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视线绝佳，贵宾席，欠款人。苏锦，他微一转身，闭上眼，暗中拍了拍自己的脑门。他一路拿着这玩意，只顾和系统吹牛，竟然忘记收起来了。之前因为仔仔们的呼叫，他一个分心，便顺手放在了桌案上。完了，大意了。系统却是瞬间精神了起来，冷笑一声，带着些幸灾乐祸，小腰一扭，学着苏锦之前炫耀的模样，阴阳怪气重复道：哎，我这该死的财运，系统瞅见没？这些个巨额欠款，我就问你羡不羡慕？哈哈，说着还伴随着几声怪笑，学得有模有样。苏锦，他之前有这么嚣张的吗？这难不成是报应？第206章，你想引那人出手？明觉见他这反应，眼睛一眯，本是随意的神情立即正色了起来。他盯着打量了许久，淡声道：这是。苏锦下意识想心虚，转而一想，他也没做什么呀，他可没有看，耳朵都堵上了呢。微咳了一声，故作不在意道：那个呀，是别人欠我的，现在的人啊，就是喜欢提前消费，就帮帮忙呗。明觉不知道是信还是没信，闻声道：这座可闻其声，这般多人宁可欠下巨债也要瞧的，想来定是什么有意思的戏曲，不知我有没有荣幸随期主一道去看上一看？苏锦眼神一闪，张了张嘴，认真道：那个呀，散场了散场了，下次我定叫上你。他神色专注地点着头，说的像是真有那么一回事一般。明觉淡然一笑，没有再说，转而道：期主大人今日还真是辛苦了呢。苏锦见这话题过去了，顿时松了口气，摆了摆手：不辛苦不辛苦，哈哈哈哈。系统背着手，很是小心眼的等着看宿主被收拾的场面，暗搓搓祈祷着：收拾他，赶紧收拾他。然而他的期盼没人听见，没几句话就这般轻松的避过了。他有些失望的转过身，宿主家的男人真是太不给力了。苏锦可不知道他这些小心思，乐呵呵的陪仔仔玩了一会。娘亲，这都是我们从皇宫里找到的宝贝哦。孩子们神采奕奕，很是开心的拿出来同苏锦分享，身板挺得直直的，小手一挥，带着豪气道：娘亲，你想要什么自己拿呀。现在的他们可是富有仔。苏锦瞅了一眼，毫不客气的拿走一个流光溢彩的酒樽，打量道：你们这一天天的都快赶上你娘我的收益了，这拾荒仔还挺有前途，估计老爷子都没想到他这皇宫还暗藏了这么多宝贝。大宝见娘亲只拿了一个，暗中将自己的小盒子递了过去，笑容憨憨的：娘亲，都给你。哎呀，我们大宝的小宝箱那一定有很多惊喜。苏锦做事惊喜的叫出声，仔仔们全都看了过来，就连明觉都坐在了一旁，眼眸含着笑意。大宝冲进苏锦怀中拱了拱，有些不好意思，都是大宝挖出来的，不好看。的确如此，苏锦打开小盒子，只见里面都是些或是暗淡无光，或是残缺之物。然而就算如此，他还是认真的拿在手中仔细看了看，企图看出什么不同来。大宝的宝贝，那能是一般的东西吗？明觉却是目光定在了那个方方正正顶部缺了一角的玉石之上，缓声道：这应是某一朝代玉章之物，虽是有破损，却不难看出底部浅浅印记，唯有君主可用。想来轩辕老爷子会知道这用途。苏锦也不管这何价值，故作夸张的鼓起掌：哇哦，大宝真厉害！
说着，他朝着四周眨了眨眼。他可是还记得白日里大宝委屈的小模样，这时候当然要补回来。崽崽们经验丰富，迅速接收到信号，很是机灵的吹捧道：“对，没有大宝，乖宝都找不到呢。你要比我厉害一点点了。”二宝转过头，说的超小声。大宝悄悄从苏锦怀中探出一只耳朵，将这话听了个正着，怀中的小脸憋得红扑扑的，笑得见牙不见眼，显然也是个喜欢听吹捧的崽呢。深知家庭流程的明觉，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不懂状况之人，很是自然的接道：“爹爹以后也很需要大宝帮忙呢。”全家合力一番夸赞之下，大宝完全忘记了白天失落的小事，整只崽都飘忽了起来，直至睡梦中，嘴角都是带着笑的。苏锦将孩子们哄去睡觉，这才悠闲地坐在床沿，擦拭着头发。想到今天的事，随意道：“想来宫里很快便能热闹起来了。你想引那人出手？”明觉顺势接过，细细地帮他擦拭着。苏锦身子向前一倾，歪了歪头，让他帮忙切一刀。是啊，不想再等了，早点解决，早点升级吧。明觉看了他一眼，他知道他这般做可不是单纯的想帮轩辕老爷子排除隐患，引蛇出洞应是另有原因。男人笑着摇了摇头，并不在意，也没多问。第207章，南宫前想要报复。明觉心思一转，似是想到什么，忽然道：“宫里将要热闹了，想必宫外也是不差。”苏锦打着哈欠，眯着眼睛回着：“是啊，都热闹着呢。”眼看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明觉瞥了一眼，随意道：“那南宫家今日的热闹好不好看？”苏锦半垂着眼，想也不想的便道：“好看呀。”苏锦，他刚才问啥？似是才发现自己说了什么，猛地睁开了眼，再无半点困意。苏锦慢慢抬起头，看向了身旁的男人。明觉也目光定定地望着他，深邃的眼眸泛着幽光。两人对视，谁也没有开口，系统却是一个翻身坐了起来，叉着腰放声大笑。哈哈哈哈！没想到吧？他搁这等着呢，宿主你终究是没躲过啊！苏锦现在已经没工夫理会这幸灾乐祸的系统，眨了眨眼，小声道：“我说今天只是路过，你信吗？”明觉淡然一笑，望着他什么也没说。我发誓，我没有看，也没听，不信你看，我都准备了这东西。说着，他不知从哪摸出了一对软软的东西，示范着塞进了耳朵里。上前抱住人，很是真诚地举起手，绝不再犯。他仰着头，眨巴着眼，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明觉看着他塞进耳朵内的东西，眼中闪过一丝兴味，故意没去看他，语气平淡道：“若是妻主大人以后想看，也不是不可以。”苏锦快速摇了摇头。男人板正他，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诱惑，俯身轻语了几句：“外面之人有我好看吗？不仅可以看，还可一一试试。”苏锦佯装镇定，没有说话，却在心中大声叫道：“系统下线！”系统翻了个白眼，小眼睛看着明觉，就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就这，你倒是收拾他啊！真是白期待了，太不争气了。他很是无趣的自己拉了灯，重新裹上了小被子。哼！苏锦这边过得美滋滋，南宫家却是炸开了锅。白日里的一阵鸡飞狗跳，直至夜晚也没有平息。南宫宣荣抽抽噎噎，哭得眼眶红肿。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三哥在里面。他带人冲进去，只是想堵住苏锦将他带走，哪里知道南宫前颤抖着身子，想着还在昏迷的儿子，再看看这个跪在外的女儿。他还未恢复的身体，伤口一阵阵抽痛，满目阴沉的将面前的东西扫落在地，狠声道：“那个贱女人呢？趁他受伤之际和他儿子搞在了一起，这若是平日他会愤怒教训一顿，将人处置了便是，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事竟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那么多人，请来那么多人围观，他怎么敢？老爷，连夫人还在院中跪着。”下人噤若寒蝉，低身上前一步，他拳头握得咯吱作响，厉声咆哮着：“将这贱人给我弄死！”南宫宣荣缩着身子，生怕父亲会注意到自己，然而他如何躲还是避不过。说：“苏锦是如何进来的？为何没有一人阻拦？”南宫宣荣微抬起头，对上的便是南宫前盛怒的眼眸，身子颤了颤。父亲，苏锦她不是女儿邀请来的，她是自房顶出现的，对我南宫家很是熟悉。女儿有去吩咐人来，却不知为何迟迟不见人来。南宫前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面色带着狰狞，一拍桌子，狠声咆哮着：“苏锦，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这个女人先是伤了他，如今又在他南宫家搅和一通。”心中一阵急喘，他猛地站起身，想到前几日收到的信函，眼中的狠戾定了定，拿笔墨来。不多时，他看也没看跪在下方之人，将几封书信交给来人，沉声道：“亲自交到陶家家主手中，不得有误。”老爷放心。转身看向身后的管家，按计划行事，
皇城中我要那百味方销声匿迹。朝堂他争论不过，但这商场是他南宫家的地盘，一道道吩咐下去，男人这才觉得心口的那股戾气消散了些许。然而没多久，一道经文却打得他措手不及，愣愣地定在了原地。第208章苏锦的野心。南宫前扶住朱安的手有些发白，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混账东西，岂容你乱说！老爷，奴才不敢。张管事、王长士已经在外等着了。等什么等？让他们给我滚进来！南宫前脑子发晕，厉声呵斥着。几个管事火急火燎，一路小跑着进来。南宫前眼神一厉，还不等来人开口，喝道：怎么回事？老爷，我们南宫家在外的几条商路都被人截胡了，原先同我们合作的都避而不见。老爷您快想想办法呀，我们这货送不出去，可就要砸手里了，这可如何是好？一个个面色焦急，一窝蜂地涌了上来。南宫前按住脑门，还没听完，面色阴的像是能滴出水来，暴喝道：都给我闭嘴！他南宫家的商路是那么好拿的？何人有这能力出手？脑中划过一张张面孔，狠声道：何人所为？老爷还未查明，我等是刚被拦截而回。废什么话，还不滚去查！南宫前双目喷火，脑中也像是被人敲打似的胀痛难忍，所有的事都赶在了一起，像是有人特意同他南宫家作对一般。作对？忽然间他想到一个人，苏锦。这商路可不单单有些钱财便能到手的，还是这般短的时日内。心中存了疑，他招了招手，对着下人吩咐了几句，扶着酸痛的身子按了按眉心，这才重重地坐了下去。南宫家这一晚过得甚是精彩，却不是个理。薛元父病重一事不知从哪里传了出去，好巧不巧，一夜之间朝臣全都得知了此消息，像是有人特意把话送到了耳旁一般。隔日一早，天还未大亮，便有多人候在了宫门外，一个个神色焦急，宫门未开，下了车驾便围在了一起，忍不住讨论了起来。魏相，您瞧这可如何是好？陛下他真的消息是否属实？臣说句大不敬之言，若是陛下大限已到，诸位想想，那小儿如此智龄，如何能登大位？对，我等不能再任由那大元太子妃肆意妄为。丞相看也没看这几人，虽不知陛下现今如何，但这储君又岂是妄想改变便能更改的？一个个背后有些什么人？这点心思谁看不明白？那与谋逆有何区别？丞相冷眼旁观，丝毫没有接话的意思。一群大臣争论不休，气势高昂，但是等宫门大开，在议事殿内见到等候在此的苏锦时，一个个比谁都老实，同之前忧国忧民之状判若两人。苏锦放下茶盏，扫了一眼，也不废话，直明来意，故作忧伤地叹了口气：陛下重病垂危，我心甚痛，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趁着陛下还能再坚持，就10日后改立新君，诸位没意见吧？苏锦笑容客气，却不给他们一丝一毫拒绝的机会，扬了扬手中的令牌，面容和善地等他们回话。然而这一次惊雷过大，令牌已是镇不住了。大元太子妃，你放肆！陛下还在，你如何敢说出这等话？苏锦做事嚣张地站起身，我就是这么说了，你又能奈我何？他叉着腰放声大笑，像是终于不再掩饰了一般，露出了真满目，步子迈得大大的，眼睛一瞪，眉毛一挑，双手环抱模样嚣张的不行。系统，我这个表情怎么样？是不是很像反拍？系统简直没眼看，真心道：宿主自信点，把那个像字去掉。不用演，已经很像了。一群朝臣见他这反应，脑门充血，激愤道：原来你从一开始便打的这等目的，另立新君，陛下还为你如何敢？苏锦嗤笑一声：我这不是跟你们学的，诸位莫不是忘记了，在最初是你们自个嘴上叫着另立新君，怎么我说出来就不行？还是说诸位有更满意的人选，说出来大家讨论讨论啊？他这一番话瞬间堵得一众人心头梗塞，憋红了面孔，怒视而来。然而纵使心思各异，也无人挑破。苏锦无趣地耸耸肩：没那个胆子就少废话，我不是同你们商量，而是通知10日后。记住了。他也不管这些人面色如何，满含得意地挑了挑眉，大笑离去。直至很远，仍能听见那放肆嚣张的笑声久久回荡。于峰见人远去，想起自己在他手中吃的那些亏，心中暗恨，神色不明地摇了摇头道：野心不小，豺狼虎豹也不过如此了。他看似无意的嘀咕，然而声音却不小，周围之人皆是听了个清楚，仿佛说中了心声，皆是认同的点了点头。第209章乖宝施法。苏锦靠着系统将那些人的反应看了个清楚，眼睛亮了亮。时间给他定下了，连这造反的名义都给他想好了，让那人师出有名，再也没有比他更善良的人了。暗处那位想来也会感激他吧。这场朝堂议事
看似没起波澜，却也预示着一场大风浪的到来，有想浑水摸鱼的，中立旁观的。然而无论何时，自是不缺那些聪明机警之人。太傅直至人都散去，这才慢悠悠地站起身，朝着一旁的老伙计道：“这年纪大了，身子就不听使唤，想来该是要病上一场了。”他做事捶了捶腿，走得很是缓慢，嘴里还在不住地喃喃自语：“要变天喽，这腿就格外的酸疼。”丞相沉默不言，神色带着愁绪，终是道：“你觉得这大元太子妃是何意？陛下难不成？还有为何今日没能见到威宁？他为官多载，什么样的人没见过？那太子妃虽心思难以琢磨，行为更是让人猜测不透，但在他眼中，他从不曾见过一丝野心。陛下已经定下储君，名正言顺也是早晚的事。苏景又为何在这关头着急的让他孩子登位？就算是想早日隔空把持朝政，也显得太过急切了些。如此这般留人口舌、引人争议之事，他为何要做？丞相如何也想不通，本是希望太傅给些启发，岂料太傅像是未听见般，朝他摆了摆手，转身之际，眼中带着笑意。苏景今日这般行为，更是让他确定了陛下无事。既如此，那10日后不管发生何，都与他这老家伙无关。不听不看不问，方为最好。暗处的波涛来势汹汹，然而却丝毫影响不了仔仔们的兴致。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四模四样的定下了今日要讲的课。小家伙们收拾好小背包，熟门熟路，迈着小短腿，欢快地朝着正殿冲去。小腿窜得飞快，四处洋溢着孩子的笑声。但在靠近殿前，却立即停下了脚步，理了理自己的小衣衫，规规矩矩地跟着威宁将军身后走了进去。来到床榻旁，3个孩子如往常那般，先是认真地问好：“先生好，我们又来看你了。”各自上前说了会话，随即开始了每日的教学。二宝掏了掏早已准备好的书册，小手捧着，神情很是严肃地挺了挺身，稚嫩的嗓音微微咳了咳，这才道：“今日我们来说第2回目牛二娃的故事。”一切准备就绪，二宝单手背后，学着先生的模样，很有为人师表的范，迈着小步子道：“小时候的牛二娃很是淘气，为了躲懒，学邻村孩子装病一睡不起，可吓坏了他的娘亲，最后被拖回家打屁股了，可惨了。”二宝停顿了片刻，大眼睛悄咪咪朝着床上看了一眼，表情带着些小严肃：“先生，你要好好听，不要走神。”老爷子听没听无人可知，孩子们还是有模有样的读了下去。二宝摇头晃脑，念了许久，小小的缓了口气，这才郑重地将书册交给了大宝，让他继续念，犹如给学生上课般。3个孩子轮流当起了老师，一板一眼地传授起了知识，直到结束了每天的授课，这才收拾起自己的小东西，准备离去。转身认真道：“先生，你乖，明天我们再来教你呀。”说完也不多留，迈着小短腿，意气风发地朝外走去。然而就在此时，乖宝像是想到什么一般：“哎呀，乖宝忘记了很重要的事，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小步子一转，噔噔噔冲到床榻前，深吸了口气，小手一翻，闭上眼开始念起了什么。薛元富一时渐渐聚拢之际，只觉耳边嗡嗡嗡，昏沉的头脑犹如被人敲打着一般，令人烦不胜烦。眼皮轻颤，眼睑微微抬起，一丝白光袭来，带着阵阵眩晕。薛元富眉头紧皱，快速合上了眼，适应片刻，又再次缓缓睁开。只见一个女娃娃闭着双目，嘴里念念有词，说个不停，却未听清一句。薛元富脑中闪过一些片段，黑沉的眼眸紧紧盯着乖宝，也不出声。就在此时，乖宝施法完毕。他现在虽然不厉害，但是爹爹说过，再小的能力，若是长期坚持，也会变得很厉害。他每天施法一点点，先生一定会好起来的。乖宝自信满满的睁开眼，瞬间与一道幽暗的眸光对上。他愣了一瞬，乖宝揉了揉眼睛，不敢置信的张大嘴，小心的伸出一只手上前戳了戳，确定没有错，惊喜的跳了起来。第210章，不知整个南宫家够不够赔。然而还莫等他叫出声，暗中的守卫早已前去通报，殿外的威宁将军带着人走了进来。来人激动的想上前行礼，哪知话音刚起，便见榻上之人面色一拧，缓缓闭上了双目，在睁开时，眼中已是再无半点暗色。薛元淳嗓音带着沙哑道：“可有事？”威宁激动的跪了下去，知道他在问什么，连忙道：“回陛下，一切如常，密旨已宣，大元太子妃。”威宁语速极快的简单交代了一番，还不等他再继续说，榻上之人剧烈的喘息了起来，面色扭动着，咬牙道：“你们下去吧，配合苏景便是。”威宁张了张嘴，想要再说什么，但见陛下这般神色，终是咽了下去。临走前望向趴在床沿的孩子，眼神一转也没多话。想来陛下是有事交代这3个孩子。等人离去，薛元淳这才看向仔仔们，
勉强露出一丝笑意，艰难道：“别担心，无事。”短短几个字已是用尽全力，话语还未尽，眼神却倏地转变，像是换了个人一般，带着说不清的暗沉之色。轩辕父一动不动，盯着面前的3个孩子。二宝歪了歪头，看着先生，眼中有些疑惑，小眉毛拧得紧紧的。大宝和乖宝像是无所察觉，笑容满面的冲上去，接着先生方才的话回道：“我们可担心了，先生你不乖。”“对，大宝都瘦了，可想你了。”轩辕父定定地看着，乖宝见他不再开口，小表情有些无奈，抓起先生的手，悄悄凑近，暗中朝他眨了眨眼。“先生，你要替乖宝保密哦。”他上前小手拍了拍，超小声道：“乖宝以后再给你施法呀。”轩辕父看着这个趴在身前还抓着他的手胡言乱语的女娃娃，紧皱的眉宇更显锋锐。然而自信满满的乖宝丝毫没多想，还当他是在想事情。见先生没开口，自顾自地拉着他的手悄悄盖了个章：“以后我会保护你的。”他法术可厉害了。轩辕父面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却也没收回手，另只手费力地掀开被角，准备起身，嗓音沙哑道：“谢。”“哎呀，不用谢了。”乖宝挺了挺胸，做事豪气地摆了摆手，说着话不忘给他重新盖上了被子，小手还摁冷。轩辕父额角跳动，深吸了口气，艰难道：“来。”乖宝眨了眨眼：“我在呢。”“什么事呀？”轩辕父狠狠闭了闭眼，喘着气看了他一眼，意识一沉，再次陷入了黑暗中。三仔仔见此，小声地叫了几声，却不见人醒来，对视一眼，有些失落。可能是因为方才老爷子的安抚，孩子们没有害怕，安静地坐在一旁，期盼了许久。苏锦来接孩子时，也是听闻了此事，越发确定老爷子是转好了。但是紧接着二宝的一番话，却又让他陷入了沉思。“娘亲，先生有些奇怪。”听他说完这话，别人可能不知，但苏锦却知道，这是老爷子的2种人格在交替转换。这般短的时间，人格转换几次，他不知这是好是坏。但既然人醒了，有一就会有二，单论此也算是极好的消息了。其余的也只能等老爷子清醒之后再问了。一切如常，苏锦每天数着日子，等人出手。然而他还没等到宫中的异动，宫外的百味房却如意料中那般出了事。南宫前实施的一番报复，终是有了行动。苏锦很快也得了消息，太子妃今日百味房采买之际，无一家愿意出货，仅剩的库存怕是难以维持多久，来大梁时日尚短，庄子上种植之物还未成熟。萧管家笑着汇报着，知道苏锦接下来的计划，自是不担心。苏锦头也未抬，神情更是毫不在意，被人找是什么的，是他最喜欢的事了。轻笑道：“既然人家已经出手了，那还等什么？给他收个尾巴。”萧管家双目一亮：“是。”苏锦起身舒展腰身，缓步朝着门外走去，语气带着些漫不经心：“明日多安排些人随我去要债，以钱压他。呵，但愿整个南宫家能赔得起。”第211章，望诸位助我一臂之力。隔日一早，苏锦意气风发地打理好自己，一个转身堵在了门前，朝着男人眨了眨眼，炫耀道：“走，带你去看看我将要得手的地盘。”明觉无奈一笑，也没问，随他走。而此时的南宫家，皇城4大世家的家主皆坐于此。南宫前起身拜了拜：“我南宫前在此有礼了，这次请诸位前来，便是有要事相求。4大世家向来齐心协力，共同进退，在此后言请各位助我南宫家一臂之力。那大元。”前家主听到大元，眼睛闪过一道金光，大笑一声，看似无意的将他话打断。肥厚的掌心拍了拍肚皮，豪爽道：“好说好说，你需要多少尽管开口，我老钱别的也帮不上忙，只能出些银钱表表心意。”南宫前到嘴的话猛地咽了下去，看了他一眼，心头带着些不愉，假笑道：“前家主还是这般爽快，但今日之事与银子无关，自然也不会让诸位白帮忙。大齐林家的那条商线，便是在下的诚意，事成之后自当拱手送上。可我怎么听说南宫家几条商路都出了问题，莫不是夏某人听差了？”夏风语气带着些调笑，轻轻抿了口茶水，抬头一望，连忙打趣道：“瞧南宫兄这模样，难不成传言是真的？究竟是谁有这胆子？”他做事愤怒地拍了拍桌子。南宫前倏地站起身，笑容险些维持不住。虽知这些人平日里老奸巨猾，但该给的面子是从来不会少。南宫家向来以第一世家自居，平日高高在上惯了，这唯一一次的放低姿态，还碰上了如此的软刀子。南宫前心气如何能顺？他深吸了口气，敛住了心绪，道：“诸位莫要听那一时传言，这商线是我南宫家几代打下的基石，又岂是他人几句话便能拿走的？不管是何人拿去，吃了的终究是要吐出来。我南宫家这些年也不是白混的。”见他一副气愤填膺之色，
一直沉默不言的陶家家主陶顺笑着起身拍了拍他的肩，叹息一声，郑重道：“南宫兄，你的为人我自是清楚，如此我陶家爱，就舍命陪君子。你尽管开口便是，想来下兄、前兄也定不会坐视不理。”男人一身儒雅之气，眼中带着些为难，深深叹了口气，看着南宫前像是做了什么大决定一般，满目真诚。乾坤、夏风对视一眼，也不再说话，默默地坐了下来。南宫前心中满意，面上扬起一抹感慨：“陶兄仗义，我四大世家是该如此互相帮扶。”说着，眼角带过其余二人，接着道：“各位也是听闻了，那大元太子妃所行之事，我南宫家便是受害者之一，指望诸位助我一臂之力，给此女做下一局。”他像是铁了心将这三人绑在自己船上，一番利诱说得情真意切。南宫前滔滔不绝，言辞自信，将计划大致说了一遍。此刻四人正畅谈着事成之后如何分配之事，然而就在此时，几个下人慌乱地跑了进来，丝毫没顾及有人在场，开口便要说话。南宫前话语猛地僵住，瞬间大怒。他南宫家下人何时这般没有规矩？还不待他训斥，小厮已经急得快哭了，连声道：“老爷，府门外来了好多人，将整个南宫家都围了起来。不说是他，另外三位世家之主也是神情一怔，像是听了什么惊奇之事，都有些反应不来。何人会如此大胆？”三人连连催促：“南宫兄，你快去看看。”南宫前气息一沉，面带狠色，一拂袖摆，大步离去。身后那几人嘴上关心，眼中却都带着些兴味，一副想看戏的模样，悠闲地跟了上去。南宫前带着下人赶到时，见到的便是一群身板直挺、手持佩刀之人，将府门外围了个严严实实。而南宫家的护卫虽是挡在前方，但人数上就岔开了一大截，气势弱了很多。陆陆续续，各院落的主子们都收到消息，赶了过来，质问、呵斥之声不绝于耳。然而侍卫只是堵着，却不开言，不管这群人如何叫嚣，回应的皆是那冷冰冰的目光。第212章，别乱给自己加戏。而制造这一切的正主，此刻还在车架上悠闲的下桌棋，一男一女相对坐，盯着面前的棋盘，两人惬意的你来我往。明觉暗暗放水，苏锦装作不知，直到系统提醒他人都到了，苏锦这才假装谦虚道：“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又赢了，今晚我要听大灰狼吃小白兔的故事。”他朝着人眨了眨眼，语态俨然，却满含暗示。明觉别开脸，眼中的笑意一闪而过，却也轻轻嗯了一声。苏锦满意了，志得意满地拉着人下了车架，气势十足地朝着南宫家而去。萧管家见人过来，一挥手，侍卫立即分散开来，齐刷刷让出一条路，视线瞬间聚集而来。南宫家一众人看着他，眼睛越瞪越大，仿佛要生食其血肉般，恨意难忍地朝他望来。苏锦，你还敢来？南宫宣荣本是躲在人后，但见到苏锦那一刻，他像是爆发了所有情绪，不顾一切地冲到前方。就是他害得三哥名声扫地，受人耻笑，如今因影疾躺在了榻上，也是他害得自己被父亲责罚，连带着母亲都遭受了冷遇。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三哥只是想要同他合作而已，却这般不识抬举。虽是出手针对于他，但他不是没事吗？既然无事，为何要搅得南宫家不得安宁？这般心肠歹毒之人，凭什么活得这么恣意？尤其将目光转向他身旁的男人时，更是意难平。苏锦看了他一眼，嗤笑一声：“谁呀你？别乱给自己加戏，一边去！”说完看也不看他，转向眼神仿佛想要吃人一般的南宫前，亲切道：“南宫大人今日在家呢？哟，身后这几位，这是在商量大事呢？那还真是不好意打扰了。”他扫了一眼陶顺几人，意味不明的笑了笑。南宫前知他来者不善，想到自己的计划，一句话也不想同他多说。他定要这个女人付出代价。牙关紧咬，忍着恨意一字一句道：“我南宫家不欢迎你，带着你的人离开。”苏锦板着脸，一副看傻子似的，瞧了他一眼，嗤笑着：“你欢不欢迎不重要，我难不成不会自己进去吗？”你南宫前说着便想冲上前，陶顺做事老好人，上前拦住打了圆场。见过大元太子、太子妃，陶某此次应邀前来做客，哪知还能遇上两位贵人，有何话我们坐下来好好说。南宫兄并无恶意，太子妃想来也不是有意伤他，各退一步，勿再伤了和气。他笑得和善，看似两方都不帮，细品之下又是另一番意味。明觉眼眸微抬，朝他看了一眼。陶顺似是察觉，极其敏锐地望了过来，却未找寻到任何一道目光。他心下一顿，倒也没太在意。苏锦还没说话，似笑非笑地盯着人。系统倒是憋不住了，又来个加戏的，这瞧着就不是个好的。
你倒是聪明了一回。说完也不再理他，朝着萧管家方向手一伸。萧管家反应极快，踏步上前，无需多话，直接将厚厚一沓册子交到了苏锦手中。苏锦朝着面色铁青的南宫前挥了挥手，道：“我呀，今日可不是来看你这张老脸的，瞧见没？我是来要债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休要胡言，我南宫家如何会欠你钱？无理取闹也要有个限度。”南宫前本是想破口大骂，不知为何视线对上苏锦身后站着的男人，他下意识转了口。行了，别气了，现在就这样，待会你还不得死过去。他也懒得再费口舌，一把将册子抛了过去，瞪大眼睛看清楚上面那些货主都是谁。南宫前见他眼中带着嘲讽，不知为何心中倏然一紧。他接过那本沉甸甸的册子，指尖有些发白，一定是自己想多了。苏锦百无聊赖，转向明觉，毫无顾忌的笑道：“乖，等会带你进去，看中什么就拿。”似是想到什么，转而又道：“不过想来这家也没有好东西，那等赤色暖玉都当宝贝的，也不知这世家的名号是不是乞讨来的。是，现在的世家实力参差不齐，在外风光无限，内里多是强称荣光罢了。例如……”明觉淡淡扫了一眼，看似谁也没说，却令在场之人神色都变了变。第213章，南宫家。不，这将是我的地盘。苏锦似是认同的点了点头。看南宫前面色越来越难堪，难得的心善了一会，笑道：“你慢慢看，等你便是。”话音刚落，萧管家一个隔空意会，转身片刻功夫，刷刷几下，带着手下不知从哪里搬来了桌椅，动作相当麻利。苏锦也不意外，同男人低于几句的功夫，连茶水都已经备好。管家躬身退至一旁，苏锦神情自然的同明觉坐下，轻抿了口茶水，润了润唇，这方悠闲。然而南宫前却是盯着手中的东西，冷汗直流，惊愣中带着难以置信的崩溃。这不是真的，他哪来的钱可以买下这般多的产业？还有这墨石矿山，揽月商行如何都会在他手上？想到前段时日揽月商行找到他定下的合作，那笔欠款，他现今如何会不明白？这是给自己下的套，再堵住他所有的商路。好歹毒的心思。见他面色不对，周围渐渐围聚了过来，几个世家之主都探出头想要一探究竟。不多时，面色一个比一个怪异。陶家主盯着这一份账目册，眼睛眯了眯，下意识朝着苏锦看去，岂料像是在等着他一般，明觉凌厉的眸光不闪不避，将他看了个正着。陶顺先是一愣，神态变化极快的朝着人点了点头，也不尴尬，笑容恰到好处。苏锦没有抬头，却将一切看在心里，浅笑一声：“怎么，你怀疑他？”明觉面色不变，轻声道：“查查便知。”苏锦也没多问，暗自将人记下了。就在此时，只听砰的一声，重重的账册被摔在地上。南宫前面色狰狞，怒火倏然间爆发，恨得目光充血。苏锦，你好歹毒的心！气怒交加，加之伤势未愈，南宫前终是忍不住身体摇晃了几下，靠着下人身旁捂住了心口。一道道担忧之声响起：“父亲，老爷，你怎么样？大元太子妃得饶人处且饶人，南宫家固然有错，又何至于爱？前兄就是太过冲动些罢了，他没有坏心的。”陶顺儒雅的面容带着些担忧。苏锦听着这话，挑了挑眉，端起热茶捧在了手心，吹了吹，眼睑微抬，毫无预兆，一个暗劲，手中的茶盏连着滚烫的热水砸了出去。危机当前，陶顺眼神一厉，脚步微动，下意识想要躲开，心思电转，不知为何却又生生的忍了下来。砰！滚烫的茶水顺着肩膀流下，脖颈处更是一片通红。啊！四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轻。陶顺一个闷哼，死死的受下了，袖摆下的手越攥越紧，不住的颤抖。他闭了闭眼，掩住了心中的情绪，语气毫无起伏，质问道：“大元太子妃，你是何意？我陶某人可不曾得罪于你。”呵，我看你方才说了那般多的话，想必定是口渴了。怎么，送你盏茶水，你接不住，还怪我了？苏锦耸了耸肩，嗤笑一声，神色不明的将人打量了一番。老狐狸深藏不露啊，他父郎的感觉没有错，这人不仅有问题，还是大问题，心思深沉，武艺还不低。他也不再看，摆了摆手，丝毫不想再听废话。好了，前戏就到这里吧，该看的都看了，还有那些个欠款，你也抵赖不得，这是你同揽月商行签下的，真是不好意思。现在这商行归我，如今我来要债，有何不对？南宫前哪里还顾得上陶顺如何？想到那巨额的银两，抖着手：“苏锦，你做局害我。他南宫家与揽月商行合作多年，竟不知这背后之人会是苏锦，怎么可能？他才多大，简直荒谬！”
苏景才不管他如何咆哮，满是嘲讽地看了一眼。这人啊，就是奇怪，只许你害别人，但凡有人反击，那就是心思歹毒。礼尚往来，不应就是如此吗？苏景不再理会，拉着自家夫郎义正言辞道：“带你去看看我未来的地盘。”他一个眼神示意，侍卫们立即上前开路。南宫前想去阻拦，但终究是他女儿快了一步。苏锦，你休想再进我南宫家！他显然是被上次的事吓住了，不顾形象，死死地拦着前方。苏锦一个白眼，不，你说错了，现在他是我的地盘。说完看都不看，猛地一推，女人便脚下不稳，连退几步，被婢女险险扶住，这才站定。对这种小菜鸡，他是丝毫提不起兴致。一群侍卫呼啦啦地冲了进去，没几下便将南宫家的守卫全部拿下了。苏锦打量一圈，手一挥，给我搬，但凡值钱的都带走。第214章，掐指一算，那处有宝。南宫家一众人何曾见过这等阵仗，目光都带着些惶恐，退至一旁连声道：“老爷，这可如何是好？快报官，这同劫匪有何区别？老爷，你想想办法呀！”看着一群凶神恶煞模样之人穿梭在南宫家，一个个早已慌了神。南宫前脑子胀痛难忍，此刻盯着这些个不成器的儿子在听耳旁只会哭啼的女人们，他南宫家竟无一人顶用，所有的怒火都仿佛有了宣泄口一般。抬手一挥，狠狠打在最近一女子面上，咆哮道：“哭哭哭！就知道哭，莫不是你招来的晦气？”啊！女子惊叫一声，顺势倒地，嘴角渗出一丝血丝，面颊瞬间肿胀了起来。她不敢置信地看着平日对自己疼爱有加的老爷，如今目光狰狞地望向他，吓得连哭声都忘了。苏锦轻轻扫了一眼，面露鄙夷，将男人侧过身，轻声道：“别看，这种没用的人才会拿自己的家人撒气。放心，以后我定不会让你受气。”明觉嘴角一勾，眉眼温和，做事顺从地应下：“嗯。”苏锦拍了拍他的手，两人一番低语，然而话音还未尽，一道突如其来的声音将之打断：“大元太子殿下，您身为储君，定是有违一国之君的胸怀。太子妃如此行事，您真的不顾及名声，要任其妄为？”南宫前努力按下情绪，上前一步，这一次没有再面对苏锦，反而朝着明觉行了一礼。明觉仿若未闻，丝毫不在乎他说什么，淡漠的眼神轻轻划过，却是一句未言，安静地向着苏锦身后侧了侧。苏锦拍了拍他的手，目光一转，面色带着不愉：“呵，你还敢告状？看把你厉害的！”他一不高兴，又怎么会让别人轻松？来啊，去将那处院落靠近西侧小书房内的一堵书架砸开，我掐指一算，里面有宝。他随手一指，冲着南宫前挑了挑眉，眼中的恶意毫不掩饰。南宫前悚然一惊，身子颤颤巍巍，像是看怪物般盯着他。他这反应，旁人一看便知是有问题，都望了过来。不过也并不奇怪，想也知家中有密室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关键却在于这大元太子妃是如何得知的。他想起女儿曾说过的，言道苏锦对南宫家了解甚是清楚，那时他还没当回事，如今这般再看，简直令他心神俱震。这何止是清楚，简直……萧管家却是双目一亮，带着人气势冲冲直奔苏锦所述之地。南宫前现在也顾不得想他为何知道，大叫道：“住手！停下来！给我拦住他们！太子妃，你给我些时日，钱我会还。你给我些时日。”他抖着手不断地重复着，显然是被刺激的不行，额头青筋直跳，终是软了下来。“你到底要怎么样？我南宫家虽是与你有过节，但你也并未吃亏不是？这些银子虽是你坑。”苏锦听着他的话，挑了挑眉。南宫前忍了忍，改口道：“是我贪心欠下的，但我南宫家也不是还不起，只是近来出了些事，你给我些时日。”这些银钱他南宫家并不是拿不出，但必定会伤筋动骨，届时那几条出事的商路将再无挽回的可能。他在衡量得失。想到此，南宫前心下越发愤恨，这个女人不仅心思诡异，还相当狠毒。他像是算准了自己不会拿出这笔钱，又堵住了他所有退路。苏锦瞧着他这一闪而过的恨意，漫不经心道：“你觉得我缺银子吗？你难道现在还没看出来？”啧啧，他状似摇了摇头，带着几分怜悯：“我呀，就是单纯的想修理你，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看不清。”苏锦，你非要鱼死网破？苏锦嗤笑一声：“你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我这网他是破不了。说来你也是可怜，至今还没弄清状况。上次被打的怕不是身子，是脑子吧？”话语未停，他踏步上前，眼中带着寒光，厉声道：“你出手对付我之时，有想过同我商量一下吗？那又凭什么要我对你网开一面？南宫大人，
拿圣人的德性苛求别人，拿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你这双标玩得很溜啊！气氛瞬间凝滞。第215章，南宫家都搜刮了一遍。南宫前死死咬住牙关，也不再说，手掌无力的垂下，脑中一片混乱。忽然似是想到什么，他转头看向陶顺、夏风三人原先所在的位置，想求些帮助。岂料那里早已没了几人的身影，连方才扬言会对自己鼎力相助的陶家家主陶顺都没了人影。可恶！心中挣扎片刻，朝着苏锦张了张嘴。然而还不待他反应，只听一阵阵脚步声呼喝而来，一个个训练有素的侍卫搬着沉重的箱子走了过来。萧管家神采飞扬，连忙道：“太子妃已经都收拾出来了，一个不少。”苏锦满意的点了点头，人多就是好，行动快的不可思议。别说他，南宫前都愣住了，这才多久？神色激动的大声吼道：“东西放下，银钱我现在就给，放下！”他猛地扑上去，也不再试图拖延。这女人是铁了心不让他好过，说再多都是无用。但这些密室内的东西，可是他们南宫家几代积累下的宝物，并不是有银钱便能买到的。苏锦眨了眨眼，瞅他这焦急的神色，他本是没什么兴趣的，然而现在还非得将他们带走不可。嘿，进了他的口袋，还妄想要回去做梦呢。苏锦朝着萧管家使了个眼色，拉着自家男人走在前头，装作没听见，踏步便想离去，边走还边说着：“我这人就是善良，算了算了，就先收点利息吧。”他丝毫不闻耳边的咆哮，转头看向明觉，也不知道东城那家点心铺子关门没有，上次没吃够，今日定是没关。明觉嘴角带着浅笑，温声回着，目光却朝暗处的人看了一眼。苏锦，你这是强！不仅是南宫前脑门充血，各院的主子看着被抬出来的一个个熟悉之物，都一副想要上前拼命的架势。可能密库被搬，还没有什么太大感触，心中虽是气愤，却也没勇气出头。但是此刻见到自己院中的东西被搬出来时，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一个个犹如疯魔了一般，歇斯底里的冲上前去。啊！你们给我放下！这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然而一群养尊处优之人，如何能撼动了一批武艺精锐的侍卫？一女子不顾阻拦，看准时机，尖叫道：“苏锦，你为何非要闹成这样？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堂堂大元太子妃，如此行事，你丢的是大元太子的颜面。”说着，他还朝着明觉看了一眼。苏锦，他本是不想理会的，这他娘又来个瞅他男人的，看什么看？他步子一个转弯，拍了拍男人的手：“你在看什么？”南宫宣荣后退一步，憋红着脸，气得快要失去了理智，想着自己的那些宝贝，更是恨意难忍。啪！苏锦抬手一巴掌抽了过去。我说过你再唧唧歪歪，抽死你！看来是脑子不好，记不住啊！一直只会哭泣的南宫夫人也不顾哭了，赶忙上前拉住女儿：“你这个恶毒的贱人，你会不得好！”明觉猛地转过身，凌厉的目光直射而来，带着阵阵寒意。女子视线猛地对上，骂人的话陡然顿住，心中更是一紧，死死地藏在了南宫夫人身后。苏锦歪着头转了转手腕，南宫夫人面色僵硬，看着此刻躲在身后的女儿，咬牙挺身道：“太子妃，她年岁尚小，不懂事，你想说我不要介意是吗？哼，他是管我叫爹还是管我叫娘，惯得他！”苏锦推开他，在南宫宣荣还没反应之前，左右开弓10几个巴掌抽了过去，丝毫不带停顿，擦了擦手，犹如甩破布般将人丢开，扫视一圈，厉声道：“今日我把话放在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些东西我定是要带走的，谁来了也没用。”第216章，苏锦，你挡住孩子了。他冷笑一声，指着南宫前，语气带着些嘲讽：“说起这一招啊，我可是跟你南宫前学的，这皇城有多少货商被你设计陷害，赔尽家财，抄家这一套你玩得很顺啊！如今风水轮流转，我技高一筹，学你所为，在此要多谢南宫大人赐教了。此法甚好！”说完大笑一声，不顾身后之人面色如何灰败，拉起明觉便走。南宫前也不再叫了，挥开仆人的手，跌坐在地。他目光怔愣地看着一箱箱东西抬离府内，连日来的打击加之伤势未愈，他终是忍不住一口血咳了出来，倒了下去。昏迷之际，他心中猛地冒出一个念头来：若是陛下没有出事该多好，若是陛下无事，他自不会打那位置的主意，更不会与苏锦对上。陛下，陛下，这都是报应啊！然而此刻被他在心中深切呼唤的轩辕父正瞪大了双目，一副生气的模样。他看着面前每日前来报道的女娃娃，呼吸都要比平日急促些。他原先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如今抿着唇，一字也不想再说。
乖宝大眼睛眨了眨，模样认真的拉着他手，叹了口气，带着些小责备：“先生，你乖，学习要认真，不可偷懒。”他说完，四下看了眼等在一旁的大宝、二宝，趴上前，小手快速翻了翻，神秘道：“学会了吗？”乖宝见他沉默不语，学着爹爹平日鼓励他的模样，拍了拍他的手：“没关系，慢慢学，乖宝不会嫌弃你的。他一定要教会先生，以后他就能不生病了。”小小的人儿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握着手，目光坚定的给自己打了打气。轩辕父眼睛一动不动的盯着自己的手，额角跳了跳：“回去。”乖宝小脸一喜，立即跳了起来：“先生，你会了？真的？那你做给我看看呀！”他开心的转了一圈，两手攥紧抱在胸前，看着踏上之人，目光带着鼓励。轩辕父，他狠狠的闭上了双眼，拧着眉，沉默半晌，第一次主动将身体让了出来。大宝、二宝在不远不近的座椅上乖乖的等着妹妹，时不时伸头瞅一眼，却没有上前。大宝坐在高高的椅子上晃荡着小腿，像是找到什么好玩的，自顾自玩的起劲。二宝则是想到先生近来的变化，小眉毛一拧，眼中带着疑惑，有些不放心，悄悄离开椅子，弓着身子往一侧倾斜，耳朵竖起，企图听见些什么。大宝见他如此，小嘴一咧，也悄悄凑了过来，两个小脑袋瞬间挤在了一起，伸头伸脑，却只见妹妹开心地转了几圈，小表情一猛，更加好奇妹妹在说什么。苏锦到来时，第一眼见到就是两个小家伙圆滚滚的小屁股，贼兮兮地伸着头。他想也不想，上前就是一拍，呀！崽崽们立即身子一正，慌乱地坐回椅子上。见到是娘亲，这才小小的松了口气。然而他们这小小的呼喊，还是惊动了不远处的两人。乖宝噔噔噔跑了过来，开心道：“娘亲，先生好厉害，他也会学会了。”他神秘兮兮地朝着苏锦眨了眨眼。苏锦秒懂，摸了摸他的小揪揪，大步走向床前，入目一双温润的双眸，平淡无波，他便知这是何人了。老爷子感觉如何？轩辕纯点了点头，无碍，语速极慢，却能表达清楚。苏锦笑着点头：“您得快点好起来，否则大梁这朝堂估计留不下多少人了。”他丝毫没避讳折腾的意味，满眼含笑。轩辕纯看了他一眼，神色毫无起伏，艰难道：“随你。”他像是丝毫不关心苏锦如何折腾，不曾过问一句：“苏锦，那我就不客气了，很快就收网了，届时捞条大鱼仔了，给您去晦气。”苏锦不紧不慢将自己的计划一一道来。老爷子上下磕了磕眼，似在点头般，很是敷衍，没再看他，目光努力向他身后探去，却什么也没见着，眼神不悦地朝他移了移，未说一句，但那意思很明显，让他移开，挡住崽崽了。苏锦，他心情复杂地侧了侧身，崽崽们顺势凑上前。轩辕纯看向三个孩子，眉眼都揉了几分。第217章，苏锦，我不应该在这里。崽崽们还没注意到娘亲的表情，欢快地凑上前。二宝小身板挺得直直的，眼中却带着些紧张，小声问道：“先生，你有听见我们每天说的话吗？”小人暗中捏了捏衣角，再也没了之前为人师表的骄傲劲，手中的书册往后背了背。轩辕纯眼中闪过笑意，嘴角微动，嗓音沙哑道：“无。”还莫等二宝小小的松口气，善解人意的大宝一脸认真的挤上前：“先生，大宝也有教你读书呀，你没有听见，没关系，我再给你念念。”二宝，小胖仔拍了拍他，说着话，动作迅速地掏出之前背下的小册子，晃着脑袋读得一本正经。看着封面上的几个大字，二宝眼睛闪了闪，小脸看向了其他地方。轩辕纯却像是没看见般，眼眸毫无波动。大宝咧了咧嘴，轻哄道：“先生，你要认真听呀。”轩辕纯跟着点了点头。如此这般，他还不忘时不时跟着乖宝翻一翻手，他也不问原因，不说话，却每个孩子都能顾及到，耐心十足。苏锦坐在不远处，眼神呆滞，望着这一派和乐之象，挑了挑眉。或许他不应该在这里，耸耸肩，果断离去。哼，他也是有人疼的。然而当苏锦推开房门，男人低沉的嗓音传了过来，开口便问：“孩子们呢？怎么这般早便回了？”明觉见他独自而回，放下笔，顺势站起身。苏锦抱人的手顿了顿，抬头瞥了一眼，语气状似无意：“孩子不在，失望了。”明觉敏锐地感觉到不对，将人揽住，轻声道：“怎么了？”身为一家之主的苏锦怎么能说自己刚才输给了崽崽？这么幼稚的话，果断转移话题，反手扣住男人的腰身，认真道：“心冷，需要暖。”他眨了眨眼。明觉做事将人抱紧，眸色一深，嗓音暗哑道：“如何暖？你说。”苏锦坏笑一声，俯身上前。两人正柔情蜜意之际，却猛地被人打断。
相视一眼都带着些不悦。苏锦忍着火气，安抚了男人：“乖，等我回来继续。”在转身时，温柔不在，气势匆匆地走了出去。何事？太子妃、穆家、姚家之女都在宫门外候着，言道要来还债。苏锦愣了一下，这才记起这是去南宫家看戏，那些女子按下的欠条，因此他还被男人收拾了一顿呢。一时间他吓得没敢再提那欠条的事。今日怎么这般乖觉？带他们进来吧。不多时，一众女子规规矩矩走了进来，全然没了当初的气势。魏一倩深柔柔道：“见过大元太子妃。”显然当初的事阴影太过，众人看着苏锦都有些不敢开口。不是来还钱的吗？愣着干嘛？净耽误事。苏锦看着这些个人，目光悠悠，心中有些复杂。这来的时机可真好。对，太子妃，你看看，数目绝对不少。一叠叠银票呈了上来，语气带着些急切，恨不得苏锦赶紧收下，拿回欠条。昨日南宫家那事可是震惊了整个皇城，一想到他们还欠着苏锦的债务，一个个吓得夜不能寐，恨不得当晚便将银子送来。要是之前，他们定是不愿意还，毕竟那等丑闻自是没人想要提起。众女心中带着怨，一致同的全当是忘了，将这事略过，反正也不是他们愿意按下的。然而昨日当得知南宫家现状时，心中一紧，真是悔不当初。他们可不想被抄家。女子们面色僵硬，语气带着热切，目光闪动，连连道：“太子妃，请您务必快收下。”对，看看少了没。苏锦对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有些懵，心思一转，很快想到了缘由，嘴角勾了勾。他也没废话，看了一眼，假装去取东西，实则从系统那里拿出被他抛到角落里的一叠东西，也没看那些银票，随意接过，往身后一放，急切道：“还有事吗？没事就走吧，赶紧的。”显然这群人也是想尽快离开的，看着手中的东西松了口气，连连摇头：“没有，没有。”转身便要告退。第218章，那东西他收下没？然而却有一女子例外，她似是犹豫一番，想起父亲的鼓励，还是向前踏出一步道：“太子妃，云兰不知事情始末，上次之事误会了您，不知能否给云兰一个赎罪的机会？”她秀丽的面容泛着红色，望着苏锦的满含歉意，眼神楚楚可怜，目光真诚而专注。苏锦，他摸了摸手臂，抖了抖，这种小白兔似的人最是应付不来，只想将人打发走。行了，原谅原谅，都回去吧。最近天气转凉了，不回家暖被窝，还来耽误他。一个个都是单身狗，但他不是啊，真没眼力见。苏锦心里吐槽着，起身准备离开，但是面前之人却没这打算。他面容真诚地将3个精致小物递了过去，道：“小女听闻太子妃家中3个孩子甚是聪慧，小女资质平平，唯独这一手绣活能拿得出手，还望太子妃不弃。”女子语带诚意，目光殷切地将一个个活灵活现、锦缎缝制而成的小动物拿了出来。苏锦挑眉看了一眼，既没有说话，也没有接过来查看。远远看去确实讨喜，若是3个孩子见了，不说旁人，乖宝定第一眼便会喜欢那只老虎。这3个像是完全迎合他家孩子的喜好般，如此巧。不用吩咐，系统早已将面前之物一一排查，并未有任何异样。尽管如此，苏锦也没有去触碰的意思，不似方才的随意，面上虽带着笑，笑意却不达眼底，语气淡淡道：“这看着倒是精巧，想来费了不少心思吧。”陶云兰见他满意，更是心中一喜，柔声道：“小女从小便爱这些小物件，每晚抱着才能入睡，太子妃不嫌弃便好。这可是父亲建议她送的，本是想着会不会太过寒酸，总觉得送这些不太好，还是父亲劝她，心意最是重要，这才下了决心。”苏锦暗中扫了一眼，这女子似是真的开心，眼中也没有恶意。天生如此，还是……但不管为何，他都不打算再问。话音一转：“不知你是哪位府上的千金，届时也好感谢一番。”陶云兰也没多想，微提裙摆，欠身回道：“小女乃是陶家女，复名陶顺。”苏锦，好了，无需问了。他的头号嫌疑人。他摆了摆手，深深看了一眼面前的人，转身便走。东西留下，都回吧。一众女子如释重负，陶云兰也弯了弯眼角，告辞离去。苏锦看也没看，待人走远，手一挥，几名暗卫俯身向前。苏锦面容再无一丝笑意，只向那几个模样甚是精致的小玩意啊，将他们给我弄下去，尽量不要触碰，远离皇宫，好好查验。不论如何，拆了也好，我要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找寻几位太医协同。系统虽是未检测到毒，但他不会就此掉以轻心，何况送来的人是陶家陶顺，呵，他不信会这般简单。
若是直接拒绝或者丢弃，自是可以，但那般心中总是不安宁。若真有问题，那下一次可真就防不胜防了。苏锦心思越陷越深，思绪快速转动，想着可能出现的问题。明觉到来时，人还陷在自己的想法中，他也没打扰，静静的陪着。苏锦转了转脖子道：“上次的那人，今日令其女儿送来了几个东西。”明觉不需问，便知他在说谁，自然接道：“我派人探了，此人确实会武，截获一封密函，看似好友间的慰问，但其尾字皆有他意，最后更是附上了一句未尽之言，便戛然而止，再无下文。应是暗语。”苏锦瞅了他一眼，手指点了点下巴，看来多半是他了，既不是也应是重要之人，盯着吧。其他的他并不打算再做，免得打草惊蛇，若是将人吓跑了，之前那些布置岂不是白费？他还要靠这人生最后一集呢。场地都备好了，这主角怎么能不来？第219章，你是不是会读心术？而正被他惦记着的主角陶顺，此刻坐在正堂，等来了宫中归来的女儿，面容慈爱，语气带着些责备：“为父给你准备的披肩，为何不穿？”陶云兰赶紧上前讨好的笑笑：“父亲，我不冷。”陶顺无奈的点了点他的额头，也没再说，又随口问了几句，这才状似无意的问道：“东西送出去了吗？”说到这个，陶云兰一阵激动：“父亲，你说的太对了，只要女儿诚心道歉，再送上代表心意之物，她肯定不会拒绝。”话还没说完，陶顺不似方才的慈眉善目，一个激动，紧紧抓住他的手臂道：“他收下了。”可有说些什么？司陶云兰下一时退了一步，只觉手臂有些疼，秀眉紧皱道：“父亲，你怎么了？放手！”陶顺猛地反应过来，眼神闪了闪，连忙轻红几句，神色却带着些不耐，忍着心中的急切道：“云兰，你还没告诉为父，太子妃收下了，可有说些什么？”陶云兰有些委屈，觉得父亲哪里怪怪的，心里有些不高兴，嘟着嘴随口道：“太子妃很喜欢女儿送的东西，夸赞了女儿，都收下了，并没有说其他的。”哈哈，好好好，喜欢就好，真是父亲的好女儿。陶顺心中大喜，也顾不得身后的女儿，连连朝着书房前去。本是等着父亲安慰自己的陶云兰，瞬间愣在原地，不知为何这一次被父亲夸奖，他并没有开心，反而带着难言的怪异，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陶顺来到书房，再也无需掩饰，大笑几声。他还当苏锦不会收下，这事他本没放在心上，只当是碰碰运气，谁知还有这般惊喜，真是犹如天助。他背着手连连踱步，果然那人说的没错，他是天生的帝王命，定会一帆风顺。想到此，大步上前，手在桌案下方一阵摸索，不知案在何处。随着一道咔咔的响声，原本砚台的位置猛地移开，下方的东西露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拿起里面的匣子，看着静置其中的东西，笑了起来。皇宫内，苏锦这方也得到了暗卫带来的消息，启禀太子、太子妃，那物属下试过100种方法，皆无处得知其用途，看似如正常的精美秀物一般，内里也未验出毒物。无法，属下斗胆取其一，将其火烧之后，这才发现了一些气味难忍、不似锦缎的残灰。说罢，他退后一步，双手托着一物捧至前方。苏锦下意识拦住明觉，自己身子一轻，无需靠近，便能将此物看得一清二楚。他虽不知这是何东西，但是这气味他熟啊。方才这人一进入，他便闻到一股淡淡的腥意，夹杂着莫名的臭味。那大虞国师府内种的一棵棵古怪的树，燃烧后就是这个味。若不是确定那国师死的不能再死，他还当人又出现了呢。他当时毁掉了那般多的树，难不成其他地方还有人种？他目光一转，看着被自己紧紧拉住的男人，手一松，正要开口，便听男人道：“道长曾在大齐边境出现过，我会再派人去寻。”苏锦，系统，我刚才有说话吗？他不确定地眨了眨眼，为何他想什么这男人都知道。系统睨了一眼，语气带着些敷衍道：“心电感应，你忘了呀？”轻飘飘一句，便将他的问话堵了回去。苏锦，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他以后再也不瞎吹牛了。苏锦神色一怔，对着暗卫道：“你先下去吧，那些东西全都烧毁处理了。”是。待人一走，他一个侧身猛地凑到明觉身前，将男人下巴挑起，冷酷道：“说，你是不是会读心术？”明觉没有反抗，任他作为，一脸惬意地搭在女人的指尖，疑惑道：“读心术？”苏锦左右看了看，真诚道：“放心，这里没有别人，我不告诉其他人。”他猛地一拍脑门，像是想到什么，往他耳边凑了凑：“嘘，是不是不能说出来？那你有就眨眨眼。”他一个重生的，有个金手指，不是再正常不过吗？他之前怎么没想到？明觉，他瞳孔逐渐增大，盯着苏锦一动不动，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第220章，他系统也不是白混的。
明觉直到眼睛酸涩，这才无奈地闭上双眸。他常常因他脑中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感到哭笑不得。之前以预知梦的说法告知了他前世之事，他也很淡定地接受了，没有半点怪异。自己所有的担心都成了空，他的内心要比自己强大得多。苏锦见他双目紧闭，上前戳了戳，他这是为了不眨眼吗？见人如此，也不再逗他，在男人如玉的面容轻啄了一口。好了，知道你没有，怎么还怕我失望啊？睁开吧。明觉仿若未闻，动也不动，仍旧像是睡美男般磕着双眸。苏锦叹了口气，一副拿他没办法的样子，板着脸上前按住，就是几个么吗？明觉这才悠悠转醒。苏锦，这男人啊，就是被宠坏了，现在套路越来越多了。他眼中含着笑，朝着系统连声感叹：你说这样的男人要怎么办？唉，真愁人。系统，低系统不在服务区。一道似模似样的机械音重复播放，直到苏锦被烦得不行，主动切断了联系，他这才停了下来。系统冷酷地翻身而起，得意一笑：哼，他童子也不是白混的，只要他比宿主狗，宿主就追不上他。皇宫内，暴雨来临前的平静，苏锦毫不隐瞒自己的计划，轩辕老爷子也甩手不管，任其折腾，就连威宁将军都在老爷子的吩咐下听从调令。他身体恢复很快，说话也利索了，但不知道为何就是不愿意多说。每次仔仔们过来之际，都是白衣老爷子轩辕纯出现颇多。他还像每日那般虚弱的躺在床榻上，听着孩子给他读故事，学些小法术。白衣老爷子似是对乖宝的法术入了迷，不仅学，还给出建议，探讨了一番，以至于乖宝每次来都一副兴致冲冲的模样，拉着先生说个没完。至此，黑衣老爷子轩辕副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苏锦倒是问过原因，毕竟他是知道他们每天都会交替几次，只是近来为何这般稳定了？轩辕纯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那目光却直直地转向还在研究神秘学的乖宝，笑得一脸高深。苏锦顺势瞅了瞅女儿，有些莫名，虽是没明白，却也没多问。见他身体恢复得不错，既然您这身体恢复了，等这一次的事情结束，我们也该告辞了。轩辕纯目光猛地顿住，他看向一旁的孩子，不知想到什么，猛地一阵咳嗽，做事虚弱静静地躺了下来，侧过身，一句话也不说。苏锦，他张了张嘴，刚准备再说些什么，然而孩子们听闻先生咳嗽，都急切地围了过来，顺利将他挤到了一旁。老爷子这才侧过身，目光慈爱，与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聊了起来，暗中瞥了他一眼，丝毫没给他再开口说话的机会。苏锦，算了，你不听，那我就改日再说。您啊，躲是躲不了的。如此这般，时日划过，终是到了苏锦在朝堂上定下的储君登位之日。他做事准备得很是充分，整个皇宫都活了起来，工人们忙前忙后，已是几十年未变样的皇宫，这一次前所未有的隆重。前戏氛围直接拉满，礼部的官员早早到位，一道道流程皆要记录，其余大臣也皆是就位，虽是不敢不来，但都是一副绝不认同的架势，等在了议事殿，心下焦灼难耐，又带着几分认命的口吻。今日我等就这么看着大梁易主，那你想怎样？如今连掌管兵权的威宁将军都不再出面，他手中又有陛下的密旨和禁卫军的令牌，我们如何反抗？爱下官现在唯一期盼的是陛下身上能有奇迹出现，愿我大梁能安然度过劫难。这一声长长的叹息，道出了多少人的心中所想。最初之际，得知陛下无望醒来，他们还会起一些别样的心思。被南宫前收买之人不在少数，皆是一副拥护之状。然而现今，南宫家的事犹如当头棒喝般，砸得众人心神俱荡，哪敢还有半丝妄念，恨不得躲得远远的，也不再妄想什么从龙之宫加官进爵了。现他们只想祈求陛下无事。比起脾气反复无常、手腕强硬的陛下，那总是满脸笑意却杀人不见血的大元太子妃才更为可怕。没有对比不知珍惜，他们以前真是太过幸福了。只愿陛下能醒来，只愿陛下早日归来。但如今这阵势，显然这期盼已是无望。今日过后，他们大梁将前途未卜，他们这些官员。就在这时，不知何人问道：太傅为何没来？第221章，宫内最后一道防线靠你了。朝臣打量一圈，确实未见太傅身影。魏丞相背了背手，眉宇还泛着愁思，随意道：太傅病了。他心中杂乱，也没多做解释。但就是这般随意的说辞，大臣们一致同的脑补了起来。于峰见势，心中一转，面色黑沉的拍着桌案，做事气愤道：可恶，太傅那等修养都被太子妃气病了，真是。
他像是为人打抱不平，又像是在担忧日后的大梁，猛地叹了口气，面色带着无尽的愁苦。太傅在文人心中地位颇高，这一声呼喝顿时又激起了一阵阵的讨伐之声。于峰一番话说完，便重重地坐在一旁，双手抵住额头，不住地叹气。然而谁也没注意到他眼角下那一闪而逝的金光。他掩住情绪，细细地听着耳边一声声的不满。一位曾是太傅门下学子的年轻官员，更是解下官袍，准备为恩师讨个公道。于峰满意地笑了笑，看着这些人的情绪终是到达了顶点，他这才状似无意地起身，抹了一把脸，义愤填膺道：未能护住陛下，保住大梁，是为人臣子的无能。过了今日，我大梁便可能成为大元的附属，更是那妖女的天下。依其行事手段，在座各位处境可想而知。他话语一收，猛然道：若是今日能有贤能之士站出来，于某定当配合。于某之愿，为我大梁不依附于他国之下，仅此而已。他的一番话端的是忧国忧民，激愤人心。附和之人不少，但那清醒的人更是不缺。丞相面色铁青地看着，好一个定当配合，原来是在打这主意。将谋逆说的这般义正言辞的，他倒要看看今日是何人站出来。于峰又是在为何人做铺垫？丞相面色沉沉，心头划过一个个嫌疑之人。猛然似是想到什么，看着那空置的位置，不知为何忽然笑了起来。是他输了，太傅才是那从始至终最为清醒之人。同僚多年，终是他不及啊。这边一切准备就绪，苏瑾激动的忍不住搓手。他今日特意让工人给他画了一个霸气的妆容，那种一眼看去就贼坏的妆容，势必要将这反派进行到底，等着正义的主角出手对付他。他忍不住多看了自己几眼，瞅着乌漆嘛黑的眼妆，可真带感。明觉不知他是何意，仔细给他理了理发时，忍着嘴角的笑，别开了脸。苏瑾得意的眼神顿了顿，眼睛一眯，故意凑近：你为什么不看我？明觉一听这话，很是乖觉的直视了过来。对视瞬间，眼神闪了闪，很快又定了下来，深邃的眼眸满含深情。苏瑾满意的点了点头：男人，你果然是看中了我的内在美，小样，眼光还挺高。对着这双迷幻的眼睛，他都能满含深情，定是爱他这个人的灵魂。明觉默了默，随即坚定的正色道：外在也美。女人眼角一弯，板了板身子，故作谦虚的朝着男人胸口捶了一拳。哪有？明觉眉眼带笑，做事受力不住，虚弱的咳嗽一声，身子向后倒去。苏瑾心中一紧，赶紧踏步上前，一个回手掏，将人腰部搂住，身子带了回来。他看了看自己的手，他平日很注意力气，应该没伤到才是，也顾不得多想，顺势按了按男人的胸口，轻声道：疼吗？语带怜惜，心疼的揉了好一会，想着日后定要好好收着点力气，这才抬起头看去，却只见男人半眯着眼，很是享受，哪还有方才难受模样。苏瑾，他叹了口气，眼中带着些责备，严肃道：不可如此胡闹，今日还要办大事呢。乖。系统今日早早起床，一阵捣鼓，给自己戴上了小领结，将程亮的脑门抛了抛光，精神抖擞，收拾得相当体面，这才神情专注地等待着苏瑾出发。我说差不多就行了，男儿啊，只会影响你出刀的速度，赶紧的放下他。说完，他还暗搓搓瞪了一眼明觉，一天天竟会迷惑他家宿主。哼！苏瑾慢条斯理地整了整衣服，急什么？总要给他们溜进皇宫的机会啊！他将整个皇宫的守卫都做了安排，必定让那群人体会什么叫做宾至如归。苏瑾也不再看他，转头认真道：皇宫最后一道防线就靠你守卫了。明觉抬眼望去，定定地点了点头，半晌道：一切小心。苏瑾没有回他，将人抱住附在耳畔轻言几句，又快速放开，这才转身离去。第222章，今日我要登位做女帝。明觉看着远去的人影，眼眸闪动，手一挥，招来人。人有消息吗？回殿下，暂无，大齐那方已传了消息过去，若是见到道长，必定将话带到。不单单是大齐，尤是河岭道家盛行之地，重点寻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人找到。是。苏瑾到来之时，本是哄闹的大殿瞬间鸦雀无声，仿佛被人按下了静音般，方才说话的表情还维持着，却无一人出声。禁卫军开道，宫人侍卫随行，阵势极大。长长的裙摆拖拽在地，他面色冷凝，目不斜视，昂首阔步，一步步走上高位，宽大的袖摆向后一甩，犹如女王般坐在了首位，俯视着下方一众朝臣。高挑的眼角线伴随不屑的眼神，满含挑衅。系统鼓着小手，不住地给他喝彩。不看他家宿主这妆容，就这挑事的犯他给满分，妥妥的欠揍。下方的朝臣看着这野心都写满整张脸的苏瑾，加之方才于峰的一番言论，此刻望向他，真是恨得咬牙切齿，犹如在看什么恶人一般，瞳孔大瞪。
一个个眼刀子直视而来。苏锦逆视着这些个老熟人，深知他们怂货心理，懒得搭理，直奔主题。好了，人都到了，仪式开始吧，咱们就一切从简，一丝一丝，反正过了今日，你们都要听我的，可是听我家仔仔的。他状似说错话一般，捂住嘴，不好意思地笑了几声，显得虚耳又做作。朝臣见他如此模样，怒道：大元太子妃，我朝陛下定下的储君是你那3个孩子，却不是你，为何只你一人前来？储君何在？苏锦面色一板，高昂着脑袋不悦道：有没有点眼力见？我都这身打扮了，你还看不出来啊？你是何意？大臣抖着手，不敢置信地看着他。岂容你再次胡闹，不见储君，你莫不是？对，就是你想的那样，孩子只是我用来做掩护的，没想到吧？哈哈哈哈！他从烫金高椅上站起身，手指着下方众人，抬头大笑了起来。系统学着他的模样，也跟着掐起了腰，小肚子一顶，哈哈哈！要多猖狂有多猖狂，学得简直一模一样。苏锦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乘机瞥一眼，嘴角抽了抽，差点破功。他努力地咳了咳，这才找回状态，按照心里设想的人设，他满含激动地大声道：今日便是我登位之日，来人，宣召！下方一片哗然，有官员更是脱去了官服，一副要拼命的架势。禁卫军早已得了吩咐，此刻见人想要闹事，上前一步，一道寒光闪现，长剑便架在了脖颈处，只需分毫便能将人血溅当场。躁动的朝臣们，他们默默收回踏出的脚，往后退了退，一副愤慨之相，却无人再敢上前。于峰也没了方才口若悬河鼓动他人之色，此刻安静的出奇，只是目光却不时地朝着殿外看去，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与此同时，苏锦也穿过众人，眼神瞬间锁定了他，目光微闪，带着一丝期盼。工人准备完毕，他慢吞吞的起身，动作很是缓慢，眼看就要宣召。苏锦怒气不争地朝着殿外瞅了一眼，可真慢，造个反都磨磨唧唧。就在他不爽之际，系统一个惊呼：啊！宿主来了！无需询问，也知道这童子是在叫什么。要不是看着氛围不对，他都要高歌一曲。苏锦有意放慢动作，心中算着时间，暗中倒数，在人临近门前一刻，大声道：大梁将是我的了，谁来了也阻止不了。3、2、1，到你了，打脸的时刻到了。慢着！只听一声高喝，大殿的正门重重的打开，一男子带着人踏步而来，气势十足，眼中带着坚定的神色。大元太子妃，这是大梁，你想做女帝，只能是妄想。国之难，匹夫有责，我陶顺定不会让你如愿。苏锦目光定定地看着来人，除了系统，无人知道他心中的激动，嘴唇颤了颤，眼中的光亮得惊人。第223章生死之际的选择。陶顺，你为何会在此？皇城4大世家之一陶家家主，为人一向低调宽和，是出了名的乐善好施之辈。陶顺朝着众人客气一笑，谦逊道：陶某人听闻宫中巨变，特请来有人相助。陶某虽是一介商贾，但祖上也曾是深受皇家赞誉的有功之臣，作为其后辈，如何能坐视不理？他虽是说的大义凛然，然而在朝为官的又有几个真正愚钝？再见他身后这一群武装整齐之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于峰掸了掸衣袍，阔步上前，拱手一拜，应和道：于某素来听闻陶家主大义，临危之际前来救驾，免我大梁附庸他国之下，此为义举，想来百姓也会理解，请受于某一拜。陶顺感慨一番，上前将他托起：于大人言重，受不得，国之难，陶某定当义不容辞。两人一番往来，唯有2位官员上前附和，其余皆是静默不言，一脸复杂的看着，这般情况如何不明白？披着救国外衣下的谋逆罢了，甚至此般行径还不如一恶到底的苏锦来的坦荡。丞相目光沉沉的上前一步：陶家主，你可真是让本官大开眼界。他意有旨的看了一眼，眼中的嘲讽毫不掩饰。陶顺也不在意，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只要是成，自是无人敢说一句。苏锦眨了眨眼，无聊的和童子说着话。你说他说这么多累不累？什么时候能想到我？他是不是太没排面了？系统翘着脚打了个哈欠，他这呀就是又当又立的典型，多好的教材啊！瞌睡会传染，苏锦也跟着打了个哈欠。也是，人生的尽头总要尽情抒发一下，不然怕是没机会了。他托着腮，眼睛一会看看这边，一会瞧瞧那边，一群人来来回回，就那几句装腔作势的话。他掏了掏耳朵，扬声道：我说，你们在这你一句我一句，烦不烦？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砍对方几刀吗？一点也不会解决问题。众人瞬间鸦雀无声。陶顺面色一正，视线向他扫来。他将精力多是放在了这群朝臣身上，他若是要登位，这群人无论如何也要先按住，
哪怕是用强的也在所不惜。对于这位大元太子妃，注定要死之人，他无暇顾及。苏锦，行了，别唧唧歪歪的一堆废话，造个反还整得像英勇就义一般，又当又立装给谁看呢？你自己瞅瞅，在座哪个不是心知肚明？就你那几个狗腿子配合你，还真把自己当大英雄了。陶顺被他戳破那层遮羞布，面色一凝，狠狠地望了过来。苏锦，牙尖嘴利也终是要付出代价的，来跟我学学，大喝一声我要造反，我还能敬你是条汉子。陶顺压了压气血，端着身子朝着于峰看了一眼。于峰上前一步，大元太子妃，你休得再胡言。陶家主此番不管为何，都是在救大梁于水火，至少比落入你之手要强。诸位。然而话音未落，声音却戛然而止，一个闷哼，鲜血顺着嘴角流出，砰！男人重重倒地，胸口赫然插着一把飞刀，格外显目，吓得周围一圈人连连后退，惊恐地朝着一个方向看去。苏锦慢悠悠地收回手，假意笑了笑，瞧我这手啊，他听不得狗吠，挨一个没忍住。他耸了耸肩，面色带着些歉意，眼中的恶意却一点也不掩饰，盯着陶顺上下打量了一番，摇了摇头，嗤笑道：你这个主人也真是的，让狗腿子帮你出声算怎么回事？大家都是要造反的人，能不能有点排面？来，有什么话自己跟我说。陶顺眼中闪烁着无法遏制的怒火，他手中的剑紧了紧，将他给我拿下。他也不再多话，退至一旁，身后之人听令冲了上去。苏锦身前的禁卫军反应迅速，立即挡身向前，拔刀相向。他站在后方，还不忘冲人赞扬道：这就对了，不服就干！来啊，都动起来！兵戎相见，两方人马显然要打起来的架势。此刻被挤在中间的朝臣，他们左右看了看，已是无路可退。陶顺、苏锦一人占据一方。大臣们见那散着寒光的兵器离得如此近，多数人已是上下哆嗦，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觉腿下发软。丞相想也没想，朝着苏锦那方走去，行了一礼，寻求庇护。有眼亮的赶紧跟在丞相身后，但更多的是左右摇摆不定之人，谁也不想选。这与赌生死有何区别？这一刻，由衷羡慕生病在家中的太傅。生死瞬间，一番挣扎，一扭头，全冲向了一方。第224章，全力击杀苏锦。苏锦目光淡淡，对于他们的到来，既不反对，也不出声。陶顺眼中的傲然，在见到这些人一个个走向苏锦之时，一点点皲裂。这比苏锦方才骂他还要令他愤怒，面色瞬间铁青。他狠狠一扫，也顾不得再伪装，看着身旁仅有的2个朝中大臣，指着对面道：好好好，既然都想去死，定成全你们。苏锦却甚是嫌弃，瞅着这一群平日只会叫嚣的怂货，此刻蜷缩在了他身后，乖得不得了。他向着角落指了指：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过来碍事啊。他们也不敢反驳，互相推搡，朝着那处走去。几人小声嘀咕道：许大人，你怎么也过来了？我记得你最是痛恨那太子妃，我还当你会选择。许伯冷哼一声，面色闪了闪，直言道：哼，大丈夫能屈能伸，这点面子算得了何？命都要没了，谁还在乎那些？也不知为何，两相对比，他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女魔头苏锦。男人朝着四周的同僚看了一眼，那些个曾经嘴上叫嚣厉害的人，此刻全都在此，一个个面色不自然地低着头。他又向着苏锦方向看了看，见他一脸淡然，终是松了口气。不管这女人举止如何嚣张，但毋庸置疑，在他身后竟感觉很安全呢。苏锦可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他看着已经冲杀上前的禁卫军，冷笑一声，从座位下不知什么地方抽出一把大刀，扛在了身上，长舒了口气，狞笑道：哈哈哈，我来了。他一个跨步就要往前冲去，却被叫声打断：太子妃，你还是留下来比较好，那个禁卫军武艺高强，非其他士兵可以比拟的，不用担心。对。苏锦眉毛一皱，回头瞥了一眼，扛着大刀，气势冲冲，脚下躁动，哪里听得进去？给我待着去，今日谁打扰我，我跟他急。说罢，再也不理会这群人，脚向着后方一蹬，跨步冲了出去。整个大殿瞬间成了战场，很快战局扩充至了外部，兵器交融之声当当作响。皇宫陷入了混战，苏锦一方看似被动防守，却未见一丝急色。陶顺眼底的阴鸷越来越深，他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心头的不安越来越大。但不论如何，这一次他只能成功。这次混入皇宫的只是他一部分人手，城外还有临江太守带兵把守，确保整个皇城犹如铁桶般无处求援。威宁的兵马也被他困在了皇城之外，如今这里所有的威胁，只有大元那一群侍卫和皇城的禁卫军。按照预计，早该解决才对。陶顺看着眼前依旧活蹦乱跳、出手狠绝、不时大笑出声的苏锦，
暴怒的情绪油然而起。这和他所预想的相差甚远。既然一切皆因这女人而起，那……男人怒喝一声，全力击杀苏锦。苏锦抽空向他看了一眼，差点没把他乐坏了，朝着陶顺方向抱了抱拳：“谢了，这种热心肠的好人不多见了。宿主别乐了，省点劲，一大波积分即将袭来。”他正了正自己的领结，不知从哪找了一截枯掉的树枝，拿在手中向前一劈，冲压。陶顺只当他是挑衅，咬了咬牙，心中的怒火更盛。他死死忍住了想要亲自动手的冲动，深吸了口气，告诫自己不能心急，已是这般关头，绝不能有一丝差错。此刻被10多个护卫护在一侧，缩着的大臣们也不住地伸头观望，看这场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悄声道：“其实这位太子妃对我们算是客气的了。”顺着视线望去，只见苏锦手起刀落，动作行云流水，脚下已是倒下一片。是我等命大。第225章，我若死，你那3个孩子也活不成。这边的混乱继续，一场硝烟还在蔓延，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轩辕老爷子和孩子们。明觉自苏锦离去，便带着孩子来到老爷子身旁，哪怕早已知晓无需自己出手，也按照苏锦的嘱咐，安静地守在了最后一道防线上。轩辕父望着明明不到时辰，却突然来此的孩子们，起身活动的身子瞬间僵了僵。轩辕纯那蠢货明明身体恢复的不错，硬是装成虚弱，还不让他暴露半分。哼，今日可不能怪他。还不等他反应，大宝一个冲刺扑了上去，眼中带着惊喜：“先生，你会走路了？”轩辕父没有说话，淡淡的点了点头。崽崽们全都拥了上来，围着先生就是一顿夸奖：“先生，你好厉害呀，可棒了呢！”轩辕父微咳了一声，有些许不自在，本是想将手背在身后，却猛地被人拉住，他脸黑的抽了抽，愣是没抽动。他顺势望去，只见那唯一的女娃娃弯着眼角，不知在乐呵什么，手紧紧的拉着他。乖宝一副与有容焉的朝他眨眨眼，骄傲的不行。他超厉害！轩辕父额角跳了跳，在他开口之前，立即将视线转向了明觉，道：“怎么这时候过来了？”明觉微一颔首回道：“得我家太子妃吩咐，前来守这皇宫最后一道防线。”轩辕父拧了拧眉心，这才想起苏景增同他说过的事，他当时也没放在心上，听过也就抛在了脑后，左右不过是些找死之人罢了，杀了便是，还不值得他记挂。然而此刻，他看着挂在他身上的小胖仔，还有一直悄摸摸打量他的二宝，最是关键的他又试图抽了抽手，深吸了口气，果断咬牙道：“既然人都打进宫了，那还等什么？朕要亲自去看上一看，现在就走。”崽崽们一愣，听闻这话，也知先生要出门了，乖乖的放开了手，移到了一旁。轩辕父朝着乖宝瞥了一眼，心一松，果断离去，脚步越走越快。明觉注视着他离开，却没半点跟去的意思。他说过，让他留在最后一道防线，就绝不会食言。而他们最后一道的防线，唯有孩子。皇宫正殿前方，苏锦也到了尾声，他越战越勇，丝毫不带停歇。系统从开始的兴奋，也开始麻木了，呈大字状躺平在地，一点点的等待那最后一刻的来临。除了激动，还有难言的忐忑。他双目愣愣地望着上方的虚拟空间，时间一分一分地划过。这不可能，不可能！陶顺愤怒的直发颤，手指着倒了一地的人，看着自己身后的人手越来越少，他再也没了方才的胸有成竹。宫外那群人为何还未出动？他的人呢？他行事向来小心，自不会将事交付于一人。这次随他入宫的是先锋军，兵分两路，宫里宫外早已是他的天下。更有临江太守驻兵皇城之外，他手中的信号不知发出了多少道，为何一人未见？他的人呢？苏锦像是能知他所想一般，滴血的刀刃划过地面，一步步向他走近。怎么陶家主还在等人呢？他目光森冷，一拍脑门，似是忘了什么。瞧我这记性，我是不是忘了告诉你了？你的人马，我好心派人帮你收留了，就在你进宫后，宫门关上的那一刻，惊喜吗？陶顺如何会信？狠声道：“苏锦，你当我会信？今日我未成事，但你也休想好过。皇城外早已被大军包围。”苏锦一挥手打断，笑道：“你说那什么临江驻地的太守？哦，那人我说，来啊，让他见见家人。临江太守，这可是威宁将军亲自前去擒拿的人，当天便处死了。而此时他所谓的临江太守早已换了人。”陶顺还未明，却见几个侍卫抬着一具尸体走了过来，他瞳孔瞬间一缩，豆大的汗珠从面庞滑了下来，攥紧的手忍不住的发颤，面色发白，不敢置信的抬起了头。你早已知晓？你说什么事？是你刺杀太傅之事？入宫行刺？还是谋逆之事？他歪了歪头，说的随意。陶顺
却听得连连后退几步。为何？为何现在才动手？苏锦转了转手腕，没有回话，冷笑一声，迎身上前。陶顺自是知道他武力，却丝毫不惧，癫狂大笑道：“你杀不得我，我若死，你那3个孩子也定活不成，都要给我陪葬。”薛元富带着威宁赶到之时，第一句听到的便是此话，面色一沉，心底的暗色瞬间翻涌。看着陶顺，眼中的暴力止也止不住。第226章，死也要拉他一起找死！一道暴喝穿透人群，直直的袭了过来。一瞬间，视线汇聚，苏锦眨了眨眼，老爷子怎么会来？他不是懒得理会吗？然而此刻更为惊惧的是陶顺，瞳孔一点点放大，薛元富竟醒来了。他不是气息微弱，命不久矣吗？不是形如骷髅，四肢僵硬了吗？为何一切都不对？全都错了。不，那人道术高强，怎么会说错？他是有帝王命的，不会有错。陶顺整个人两眼都发了直，死死地盯着薛元富。不可能！他被惊吓得不行。然而另一边暗中打量这方的大臣们却是惊喜的连连起身，跌撞着往这边冲来。薛元富指着陶顺，神色狠厉道：“那人是谁？”威宁俯下身刚想答话，却听一阵高呼传了过来：“陛下！”一群人眼中闪着光，朝着薛元富扑了过来，扑通一声，全都跪倒在地，面带狂喜，大叫着：“陛下！陛下醒了！”更有甚者当场飙泪，仿佛找到了归宿一般，激动的不行。薛元富一甩袖摆，将人都挥了过去，甚是嫌弃，神色黑沉道：“叫什么叫？滚！”哎，臣这就滚，陛下莫气，保重身体啊！朝臣们这一刻听他说滚也能满含热泪，激动的难以复加。能从那滚字中看见温柔似水的3点水，那是骂他们吗？不，那是陛下对他们的一片关心啊，担心他们不知道怎么离开，给出了建议。大臣们不住的回头看一眼，确定不是错觉，他们陛下真的醒来了，他们有救了。威宁见无人打断，这才接着道：“陛下，此人乃皇城4大世家陶家家主陶顺，其父陶寻您是见过的，祖上。”薛元富烦躁的摆了摆手：“朕管他什么出身，给我拿下，凌迟处死！”话音刚落，想到他刚才说的让3个孩子陪葬的言论，顿了一瞬，转口道：“生擒，仔细盘问，将陶家给我查清楚，凡是有过接触的，全都给我抓起来。”是。陶顺看着已至身前的苏锦，左侧带人冲来的威宁，他大笑2声。薛元富已醒，全都无望了，他也不再反抗，心中难得的平静。苏锦，我陶某人入了你的局，此番败北无话可说，但你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费尽心机做的这一切终究是无用。薛元富毫不费力便将你我2人一网打尽，哈哈哈哈！你也逃不了。苏锦，他看着已经陷入癫狂之人，趁他仰头长啸之际，想也不想上前便是一刀，也没想着将人一刀毙命，他就是试试，这人绝对还有底牌。想到上次送来的那3个小玩意，至今还不知道他何处得来，他不得不防。陶顺脚下一转，伸手极快地拉过一旁的手下，挡了过去。他没料到苏锦丝毫不在乎他那3个孩子的命，那一刀是想杀了他。你倒是狠心，那3个孩子怕是不知自己有这般狠毒的母亲吧？苏锦丝毫不想跟他废话，转手再次袭来。陶顺身前仅剩的护持之人皆是死士，这回齐齐迎了上去。威宁刚想上前帮忙，苏锦哪里会愿意，大叫道：“将军且慢，这些人请务必留给我，谁也不得插手。”快了，就快了。威宁闻言，脚步一顿，手一挥，身后之人都停了下来。他面色泛难地朝着薛元富看去。薛元富眉宇一凝，心中有些不耐，却也没说什么，背着手默认了。将陶家给我处理了，日后这般事直接弄死。他看了眼莫名兴奋的苏锦，也没再管，大步朝着正殿走去。徒留威宁在此等着善后。你真不在乎那3个孩子的生死？陶顺抹了把脸上的血迹，神色狠厉，脚步顿住，也不再后退。挡在他身前的人一个个倒下。苏锦手下一动，刀刃狠狠插入地下，微微调整了气息，冷声道：“其实你自己心中明白，我能知道你的事，又怎么会留下你女儿送来的东西？垂死挣扎又有何用？现在可没人救你了。”既如此，那陶顺眼中闪过一丝决绝，袖摆下的手缩了缩，却也没露出痕迹。他一动不动，似是在等着苏锦上前，毕竟按照这个女人之前的行径，定会亲自出手解决她。他在等，既然他活不了，苏锦又凭什么活着？哈哈，要死他也要拉他垫背。陶顺心中一阵狰狞，面上丝毫未变，似是被吓住一般，定在了原地。第227章，那是朕教出来的孩子，你们有异议？苏锦目光一动，像是无所觉，笑着盯着插在地上的刀柄，丝毫没有再拿起的意思。
冲着陶顺挑了挑眉，似是嘲弄般，猛地高喝一声道：“动手！”话音刚落，刷刷几声，四下窜出一群人，装扮古怪，武装极其严密，手中不知拿着些什么。还不等人反应，10多个人身手极快，几人合力一展，数张类似渔网之物，四面围击，朝着陶顺袭来。陶顺捏着手中的东西，面色大惊，就连手在一旁负责善后的威宁都傻眼了。这……苏景笑而不语，歪着头远远看着，不时摸摸自己的大刀。这些选定的人手，个个都是大元宫中侍卫的佼佼者，合力拿下一人，自是不在话下。他们依照苏景的吩咐，武装的严严实实，速战速决，绝不靠近此人，不问缘由，听令便是。手下不松，步伐交错，几个方位转换，网中之人便已被裹成了粽子，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人拿下了。苏锦！陶顺恨声大叫，挣扎扭动着，叫就知道叫，就算你现在叫爹，我也不会放了你。他无趣的摆摆手，转身吩咐道：“将他给我弄晕，拖下去，搜身，刑讯流程都过一遍，我要知道他与何人接触过。”是。直到人被拖了下去，威宁这才面色复杂的走上前：“太子妃，剩余之事，陛下已是吩咐本将军来就好，那就有劳威宁将军了。”苏景客气一笑，转身之际，似是想到什么，忽然道：“宫中前门还有些叛军，威宁将军拿下后请通知我，我想与他们切磋一番。”也不知为何，明明积分够了，却迟迟不见升级提示，难道还要再多些分？然而不知他目的的威宁听闻此话，惊得大刀都差点没拿稳。他看着已是遍地横躺的叛军，咽了咽口水，就这他还要再来，这是什么大魔头？上瘾了？苏锦也没看他，说完点了点头，转身便离去，舒展了会筋骨，看着自己这一身的狼狈，还是收拾一番再说吧。此刻大殿内，轩辕父按着突突的太阳穴，手下狠狠一拍，还不等他出言，朝臣们又扑通一声跪下了，紧张的连声直呼：“陛下息怒！龙体重要啊！陛下保重身体啊！”那大元太子妃虽是大逆不道，意图篡位，但说话之人之前从没夸过苏锦，此刻想了好一会，也没想到要怎么形容他。许大人看了一眼，接过他的话，接着道：“但他这一次也算阴差阳错，阻止了陶顺的阴谋，求陛下看在两朝盟约的份上，对大元太子妃从轻处理。”他说着上前一跪，不少人顺势俯下身，求情意思明显。丞相看着脸色黑沉的陛下，想到一直以来的猜测，心思转了转，没有上前说话。如此种种，如今也只一条可解释得通，怕是所有人都被苏锦骗了过去。想到此，他忍不住摇了摇头，虽是不明白苏锦这么大费周折的意义在何，但毋庸置疑陛下应是知情的。正当他这般想着，一道怒喝传了过来：“你们是把朕看得同你们一样蠢？苏锦之事，我从始至终便知，倒是你们想好怎么死吧。”众人一愣，随即立即反应过来：“陛下饶命！臣不敢了，臣再也不敢了。”方才还想着为苏锦求情的大臣们，一个个吓得肝胆俱裂。陛下都知道了，那他们被南宫家收买之事，不用他问，一个个跪倒在地，全都交代了。臣以为陛下已经才会去选择拥护南宫家的，求陛下饶臣一命。陛下饶命！轩辕父扫了一眼，神情冷漠。下方之人见他不言，头重重一磕道：“陛下虽是定下储君，但那只是个孩子啊！陛下不在，大梁托付于一个孩子，臣心甚痛啊！”呼喊之人当场痛哭，一个个面色惨淡。今日陛下穿的是黑衣，他们怕是在劫难逃了。轩辕父神情漠然地听着，心中丝毫未动。然而此刻听他们提到孩子，目光一扫，难忍心中暴戾，手一拍：“孩子，那是朕教出来的，你们有异议？”他双目一立，幽暗的眼眸定定地望着下方跪着的人：“你们好大的胆子！朕决定的事还无人能反。”第228章系统静止了。轩辕父眼中的暗色越来越深，以为我醒不来便能做主，既这般，大梁还要我这个皇帝做什么？全都给我去死！下方跪倒一片，一个个面如死灰，浑身不住的颤抖，嘴唇哆嗦着，连求饶都忘了。然而就在此时，轩辕父刚说完话，猛地按住胸口，他面色不甘的一阵抽动，又很快安定了下来。在抬起头时，仿若换了一人，眼眸无波，神色淡淡的扫视一圈，道：“都起来吧。”大臣们一惊，也不再抖了，猛地抬起头：“黑衣陛下什么时候这般温和过？”他们不敢不听，连忙站起身。轩辕纯看着自己一身黑色长袍，眉宇一皱，带着些不适，转身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为恒此事交于你，依罪论处。”丞相向前一步，躬身应是，
臣遵旨。下方一众人虽是不知陛下为何突然转口，但这对他们来说莫过于捡回一条命。连连谢恩，谢陛下不杀之恩。轩辕纯也不再理会，大步朝着殿外走去。想到孩子们都已知晓他身体恢复，心下不禁一拧，重重的叹了口气。一场混乱很快便平息了。威宁带人善后，明觉这边也得了消息。他看似陪着孩子做课业，目光却不时朝着外面看去。此刻听闻一切平息，心中一定，直奔苏锦而去。太子殿下，你下去吧，这里不用伺候。婢女应声退下，明觉手下微动，推开了御房的门。苏锦也不意外，没有出声，身子浸在水中，脖梗后仰，很是惬意。明觉绕到后方，手在水中润了润，按住女人的肩膀，一点点的揉了起来。他轻轻的按着，直到抬起他的手，见那虎口处一道血痕。男人眉峰紧了紧，转身走了出去。再回来时，手中提了东西，托起他的手，动作轻缓的倒上了药膏，温声道：“下次不要这么拼了。”苏锦知道他在说什么，眼睛一睁，带着些疲惫，努力笑了笑，只此一次，再也不拼了。系统积分够了，他日后也不必如此。只是不知为何，明明积分够了，系统还是没有升级，到底差了什么？明觉不知他的担心，但见他此刻疲惫的模样，眉间还带着愁色，他伸出手将他秀眉抚平，轻言哄道：“没事，有我在。”苏锦依着他的手蹭了蹭，别担心，我只是在想些事情。明觉也没再问，浸湿了手中的帕子给他擦了擦，小心的拖着那只上了药的手，以免触碰到水。苏锦乐得享受，慢慢闭上了双眼，心思却沉浸在了系统中。童子，别哭了，这可能只是延迟了。隔系统从最初的兴奋再到忐忑，现在见积分够了却迟迟没有升级，心里是越来越慌。不是，宿主，不是这个问题，我好像联系不上主系统了。苏锦听得愣住，脑中一阵风暴，道：“那你试试联系几个小伙伴。”我试过了，所有的联系都断了。宿主，我可能回不去了，我怕。系统抽抽噎噎，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没统跟他说过。苏锦心中一紧，深吸了口气，努力安抚道：“别怕，没事的，我不是在呢。我的命还有大几十年，一定给你找到回去的办法。为了给你找家，他也会努力多活些年。何况情况未必到了最差的时候，可能系统只是出了小意外，卡住了而已。”苏锦见他垂着头，想了想，接着道：“往好了想，说不定明天就可以了。”然而就在此时，苏锦话音刚落，脑中虚幻的世界猛地大亮。刚才还与他说话的系统像是被定住了一般，一切静止了下来。第229章系统升级解绑。一道除了苏锦无人听见的声音在脑中响起：“检测到系统可升至满级，请宫斗系统2250号宿主做好准备。时空商城开启，积分兑换中，时限10天，请尽快换取。”苏锦没去看那闪亮亮的商城，急切道：“系统升级后会怎样？”冷冰冰的机械音不带丝毫起伏：“星级上升，任务期满，解除绑定。若我想留下他呢？”一阵长长的沉默，在苏锦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处光猛地闪了闪。长长的等待之后，机械音再次响起：“接收到绑定者请求，请确定是否留下系统。1是，2否。”系统声明：本次时空通道关闭后将不再开启，滞留系统将继续为宿主服务，直至宿主身死，随之消散。苏锦听闻此，突然站起身，显然已经忘了他现在身处何处。哗啦啦一阵水声，女人猛地跃出水面。明觉抬起的手顿了顿，飞溅而出的水打湿了衣衫，他也无暇顾及，目光陡然一热。他深吸了口气，飞速取来衣袍披在苏锦身上，紧张道：“怎么了？”苏锦紧了紧身上的衣服，这才反应过来。他朝着男人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心情带着几分沉重。是他将事情想得太好了。片刻，冷静下的苏锦沉下心，回想一番，总觉得哪里不对。绑定者拥有的权利是不是太过高了？如何能仅凭一个决定就能留下一个系统？若他贪心一点，选择将系统留下，那么他死后，系统也会随着他消散。这条件明显太过苛刻，对系统很不公平。苏锦眼睛眯了眯，这反倒更像是一个考验。但无论真与假，他都没时间去计较。脑中的机械音再次响起：“请绑定者做出选择，是否留下系统？1是，2否。”苏锦目光沉了沉，听着耳边的计时，他吸了口气，用意识点了否。不管这是不是一场考验，他都赌不起。他可以接受系统离开，却接受不了他消散于天地间。在苏锦点下的瞬间，脑中猛地一暗，唯有一块商城面板还在亮着。他心中一揪，深吸了口气，呼唤道：“童子。”回应他的是
长长的静默和那一闪一闪的商城，显然在提示他去选择。苏瑾怔怔地低下头，目光一动不动，无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商城面板又闪了闪，他缓缓抬起头，向着面板扫了一眼，对了一把弓箭，随意换了几颗高阶解毒丹，10多张金光闪闪的护身符。全世界这个时空已出现过的东西，只是做了升级。那些超过科技范围的，例如热武器，就算积分再多也是换不了的。看着上方显示的10天时间倒数，苏瑾没有再动，他现在也没心思再去兑换。苏瑾捏了捏指尖，又试着叫了几声系统，心中带着一丝期望。童子，这次可以给你买很多零食了。然而这一次，脑海中再也没了那一道惊喜的尖叫声，止于一片暗色。苏瑾只觉手脚一阵凉意，是他猜错了吗？系统给了他升级的漏洞去钻，让他这么快升至满级。有的必有失，他早该想到，又怎么会事事如他意？他不该把事情想得那么美好，不该升得那么快。待他回过神，现实中早已穿戴整齐，明觉帮他收拾妥当，也没问原因。苏瑾转过头，目光愣了愣，轻声说着，只是没想到他会离开，像是在自语，又像是在说给谁听。眉头末尾来了这么一句，明觉抿了抿唇，看向了四周，是他那个自己见不到的朋友。他知道苏瑾有一个朋友，只是从未见过。苏瑾也没有再说什么，独自走了出去。他抬头看向天空，若你真的离去了，无声的祝福，我的朋友，愿你往后一切都好。明觉从未见过他如此模样，却不知要从何安慰。苏瑾长舒了口气，看着身旁眼露担心的男人，努力扬起了笑脸。他们都会好的，没事。走，看孩子去。第230章，明元帝急诏，审问的如何了？回太子妃，陶顺不惧酷刑，不愿开口，存了死志。但据其女儿交代，府上曾来过一位道士模样的长者，陶顺甚是重视，还拿过他的八字。苏瑾磕了磕茶盏，摆了摆手，消息换他女儿一条命，让他自己选。是。苏瑾也不再理会，看着明觉转道，咱们该回去了。两人商量妥当，也没再拖，行程直接吩咐了下去。事情解决了，老爷子也恢复了，是该启程回大园了。还不知苏瑾他们即将回城的轩辕纯，此刻正给孩子们指点着课业。见苏瑾二人前来，轩辕纯淡淡的瞅了一眼，便转移了视线。然而接下来的话让他立即转过了身。老爷子，我们是来向您辞行的，明日启程回大园。轩辕纯背着的手顿时一紧，没有应声，静静地看了他一眼。孩子们也放下了笔，转头望了过来。娘亲，我们要回去了吗？仔仔们见苏瑾点头，有些小纠结，舍不得先生，可他们也好想姥姥，想皇祖母，想好多人。仔仔们小眉毛都打了结。苏瑾没有过多的安慰，盯着他们道：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以后我们会再来。今日好好同先生告别。人生总要有分别，不是什么事都能如自己所愿，一如他，一如系统。苏瑾愣神之际，轩辕纯左右看了看，暗中一瞪，毫无征兆，猛地倒了下去。眼看就要摔，苏瑾脚下一踢，椅子稳稳地将人接住。他心中有些猜测，但是孩子们却不知晓，小脸急得不行，一声声地叫唤着：娘亲，先生怎么了？嗓音都带上了些哭腔。轩辕纯只好无奈地睁开了眼，只是模样显得虚弱了几分。没事，你们回去吧，不用管我。短短一句话，愣是喘了好几口气。明觉收回准备扶人的手，无奈一笑，意味不明地瞅了一眼苏瑾，身子往后退了退，眼神示意：你想办法吧。苏瑾，仔仔们一下下的帮他顺气。先生，你是不是还没有好呀？轩辕纯眼眸磕了磕，似在回答一般。对，没好，他好不了了。乖宝愁的不行，仔细的拉着他的手，看了又看，像是遇上了什么大难题。他法术失效了。孩子们一阵嘀嘀咕咕，哄着先生。苏瑾却是心知肚明，摇了摇头。就在他准备上前好好跟人说上一说时，门外侍卫通禀：启禀陛下，殿外有急报，求见大元太子殿下。明觉神色一脸，朝着轩辕纯一拜，脚步急转便出了正殿。苏瑾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眉间一沉，也顾不上老爷子之事，心思翻转。大元出了事，这般情况只能是明元帝发了急诏。莫等他多想，明觉很快便回了，只是归来的脚步要比平日快上了许多，面上也带了正色。苏瑾起身迎上前：出了何事？明觉定了定，朝他道：大元急报，边境有异，父皇宣旨速归。本还虚弱的轩辕纯听闻此话，立即起身拍了拍几个孩子的小手，面色再无一丝异样，严肃道：回吧，明日一早朕派人送你们回去。神色转变之快，看得几个孩子都傻眼了，眨巴着大眼凑到了先生面前。先生，
又好了，这么快吗？乖宝愣愣地盯着自己的手，眼中尽是迷茫。轩辕纯也不尴尬，淡定地点点头。好了，今日孩子就留在我这，有些课业我要交代一番。苏锦心中有疑，也不多待，笑着应下，拉着夫郎便走。似是想到什么，他又折了回去。先生，这个你收好，不可离身。一个毫不起眼的锦囊递到了轩辕纯手中，丝毫没给他拒绝的机会，又塞了色。这个锦囊之中被他叠放了系统兑换出的金色平安符。第231章，系统0522来了。这幅他虽未用过，但冲着散着淡淡金光的模样，也知不是普通之物。符是这个时空已出现之物，系统给的是加强版，他也没说什么用处，只愿他永远也用不上。苏锦眼神固执地望了过去，直到轩辕纯将他收到怀中，这才罢休，也不再寒暄，转身便走。父皇有没有说其他的？并无，近来几国都不太安宁，怕是有人生事，大梁便是很好的例子。既是急兆，便不得耽误，你带人先回，我随孩子稍后一些，毕竟带着崽崽们如何赶路也快不了。明觉脚下顿住，他眉宇一凝，还未言。苏锦看了他一眼，正色道：听话，这不是小事，大元需你回去，今日便走。明觉看了一瞬，苏锦踮起脚尖，将一枚护身符挂在了他身上，挑起里衣掩在了里面。不要拿出来，不可离身，在家中等着我。明觉摸了摸胸前，什么也没问，认真的点了点头。苏锦将他送至城外，已至未时，见时辰不早了，也没再耽搁，嘱咐一番，亲自送他上了马。明觉扶着马鞍翻身而上，两人对视一眼，没再说话。见男人迟迟没有动身，只目光定定地看着，苏锦无奈叹了口气，走上前拉过人，附耳低语了几句，这才听见男人一声令下，出发。苏锦站在原地待了许久，直到再也看不见，才作罢。书房内，苏锦正交代萧管家百味房之事，事情刚吩咐下去，他话音还未落，就在此时，一道消息将他打断，禀太子妃陶顺死了。苏锦目光一转，猛地朝着来人看去，沉声道：说清楚。太子妃，属下将您的话带到，陶顺已是动摇，但不知为何突然暴毙，七窍流血而亡，可查到死因。太医确诊不是死于毒杀，属下曾在他身上搜寻到的那几张纸，现也凌空自燃了。苏锦紧了紧手，将这幅画拿给陶顺之女看，让她认一认是不是此人，若是没见过面容，只认身形也可。侍卫没有多问，低头应是，上前将画轴拿了起来，转身离去。他挥了挥手，萧管家也跟着退下。苏锦托着腮，想着方才的事，盯着外面吹落的枝叶，眼眸一动不动，似是在发呆。如往日那般唤了几声：童子，你说。话音猛地顿住，愣了愣，他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直至笑容越来越淡。看来他还是没习惯，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他闭目摇了摇头，正准备站起身之际，一道粗犷的男音在脑海中响起：苏锦你好，我是系统0522专员，针对之前的系统现有些问题，向你做出暗访。苏锦像是被定住了一般，心一阵跳动，半晌没有说话。那道声音再次重复道：苏锦你好，我是系统0522专员。音色比之前更显粗犷。他重重的咳了咳。苏锦快速低下头，掩住了眼中的情绪，紧握的双手带着些颤意。他不动声色道：你问，请问若是要你对上个系统打分的话，10分满分，你会打几分？请用简短的一句话评价一下他。他虽然不聪明，爱偷懒，胆小，聒噪，长长一串。苏锦还没说完，那一头已是忍不住打断，急道：他就没优点吗？苏锦憋着笑意，话音一转：会吃，会睡，会吹牛算吗？系统尖叫一声，声音都顾不得伪装了：我什么时候吹牛了？你说我坏话？苏锦再也控制不住笑出了声，眼眶微热，心底一片柔软。童子，欢迎回来。哼！系统身子一背，嗓音又恢复了之前的粗声粗气。你认错统了。苏锦眉眼含笑，也不反驳。你还没问我打几分呢？那你打了几分？他身子侧了侧，黑暗中悄咪咪地伸了个脑门。马马虎虎就打个10分吧。既然你不是他，那请你帮我转告他，我还有好多积分等着他回来画，要是再不回来，他以后的小零食就全没了。系统听到10分之时，早已控制不住地咧开了嘴角，想了想自己现在的样子，他还是往后缩了缩，小声道：那他回来后，你不可以嫌他丑。苏锦看着自己脑中黑黑的一片，有了猜测，不嫌弃。我有积分，我给他买最好的皮肤，只要你回来。第232章，系统，我选错了奖励。系统见他这样说，从一旁挪了出来，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
苏锦看着脑中一片黑，叹了口气，故作生气道：“系统，我知道是你，再不出来，我可要生气了。”系统扭动的身子顿了顿，超大声道：“我出来了，哥这呢？”他说着还挥了挥手，模样有些着急。这里，我在这里呢。苏锦眨了眨眼，沉下心闻声看了过去，只在他说话瞬间，一道白色反光闪过，但也没看出一点人形。难不成这次的系统已经不是人形了？苏锦，你把系统设置的虚拟空间点亮再说话，这黑乎乎，谁能看清？这虚幻的空间中一切场景布置都是根据系统想法调换的。系统一听这话，有些急了，磕绊道：“不能点亮，就这样停。”好。苏锦挑了挑眉，放心，我不介意你变成什么样，出来吧。我变色了，这样看着就黑得不明显。他越说声音越小，你是黑得不明显了，但我也找不着你了呀。苏锦扶了扶额头，这升级了，难不成只变了个肤色不成？你再不将视线调亮，我可不再管你了。苏锦也没再惯着他，故意板起了脸，心中在倒数着。果不其然，在他数到2的时候，脑中那曾经熟悉的场景再度具象了起来。苏锦沉下心盯着看了一瞬，那童子熟悉的小床，那散落一地的零食，还一如往常，什么都没变。他心中不禁一热，不自觉弯起了眼角，直到在角落里看到一团黑不溜秋的东西。苏锦，是挺显眼的，你转过来，我看看。我记得商城有售几款仿生皮肤，应该是给你们系统特意定制的，转过来，我给你买。你什么熊样，我没见过。苏锦故意板着个脸，死死忍住了笑。系统侧了侧身，这才慢慢的转了过来。他有些紧张，朝苏锦方向对视一眼，苏锦跟着眨了眨眼。一时间谁也没说话。一个名副其实的小黑人，乌漆嘛黑，要不是那仅剩的眼白，他差点没找着五官。就连那身上的衣服也是黑的。苏锦，他忍了又忍，倒抽一口气，开始睁着眼说瞎话，其实还挺好看的。系统眼睛一翻，白了他一眼，他有那么好骗吗？苏锦心虚的移了移视线，道：“为何将自己弄成了这副模样？”哎，这话说来就长了。想当初我……苏锦一句话交代了。系统也不挣扎了，手一摊，坐在了地上，眼泪哗哗的往下落。我就是选错了，他选错奖励了。这个奖励高高挂在首位，他还有个很响亮的名字——黑钢不坏之身，听着就特厉害。满级的童子正晕乎之际，在3381阵吹捧下，他看也没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排第一的那一个。3380说这个是最特殊的，一直没捅能换走他，因为还没捅这么短时间升到过满级，自是没资格去换，便久久地挂在了那里。系统一听这话，还得了，挂在第一位的肯定是最厉害的啊，他当然要最好的。结果，哇！系统回想到此，一阵嚎啕大哭。3380骗他，这一点也不厉害，他好黑，他的奖励就这么用掉了。系统哭得忘我，现在他的模样也不过是8、9岁孩子大小，黑乎乎的小手一阵捶地。苏锦看了一会，心神退了出去，身子往后一靠，揉了揉眉心，就是这么静静地听着他哭，也没像之前那般将他屏蔽。苏锦看着桌案上的账册翻了起来，另一只手也不闲着，拿过一旁的糕点小口的吃着，悠闲的不行。系统哭着哭着，越哭越小声，他抽了抽鼻子，悄悄向外看了一眼。苏锦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嘴里的糕点还没咽下，含糊道：“看见你哭，我这心里不好受啊。不过现在没事了，你继续哭，我吃了东西，心里就舒服了。”系统，苏锦，你用力哭，我用力心疼。说着，他又拿起一块糕点往嘴里塞去，吃得喷香。系统一抹眼角，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外面的糕点，脑中猛地划过一丝想吃的念头。念头刚起，砰！啪！第233章，系统的奖励不简单啊！一黑漆漆的人形重物凭空而降，重重地砸在了原先放置糕点的桌案上。苏锦猛地站起身，惊得撞翻了椅子。还没等他回过神，那道身影首先尖叫了起来。啊！苏锦呆了，他不敢置信地望了一瞬，直到上前将人提溜了起来。他摸着手中的触感，目光定了定。系统，他转过头看着桌案凹陷的地方，又伸手捏了捏手下的人，竟温热的。这就是防生皮肤。系统也不叫了，黑黝黝的脸上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上下眨了眨。宿主，我在哪？苏锦忍着惊诧，一把将他扶正，严肃道：“站好。”是。系统还有些懵，却下意识挺直了胸。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能出来了？系统猛地摇头：“我不知道，我就回去升了个级，领了奖励，再睁眼就回来了，就这样了。”
当时看见那黑黑的自己，他只顾着哭了，后面好像有桶跟他说什么，都忘了。让他记住什么来着？苏锦意有所思，瞅他这副一脸懵的模样，也没再问。看来这是因跟他那个奖励有关系。满级的奖励吗？苏锦现在顾不得再想，算是意外的惊喜了，日后慢慢再问吧。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你在这等我。他看了一眼这黑乎乎的小矮人，身高也只比乖宝他们大上一些，要是这样跑出去，晚上他都找不见他。系统伸出黑手，连忙拉住他，有些不安。你去哪？苏锦，去给你找身合适的行头，好好待着。他转了转眼，有些眼晕，这黑家伙他一时还没看顺眼。系统听这话，手一松，也没再说。见苏锦出门了，他四下转了转，这个碰碰那个摸摸，这和他从里面看见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都是真的。他喜欢这个奖励。隔日一早，宫门外的车架早已候着，随行之人除了先前带来的人马，更多的是轩辕纯派出的护卫。苏锦也没拒绝。轩辕纯领着仔仔们走了过来，一路还在低语交代着什么。苏锦迎了上去，老爷子这才停下。记住为师同你们说的。话落，朝着孩子们摆了摆手。仔仔们点了点头，欢快地冲着先生挥了挥，谁也没有哭。一人背着个满满当当的小背包，颠颠地朝着马车跑去，丝毫没有难过不舍的模样。苏锦倒是有些诧异，转言笑道：“您二位多保重啊。”他意有所指，轩辕纯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储君之事，君无戏言。苏锦微微一笑，孩子的未来由他们自己定，我不干涉。老爷子似在等他这话一般，深深地看他一眼，什么也没说，目光朝向正踩着脚踏上马车的乖宝看去，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这个您收回去吧。苏锦掏出当初老爷子送的禁卫军令牌，递了过去。轩辕纯看也不看，不必，此物只因是我给出的，他才会有用，留着吧，日后来大梁，拿着它方便。苏锦闻言也不客气，冲着身后的威宁将军、太傅丞相等人抱了抱拳，转身告辞。然而马车中，在苏锦交谈之际，仔仔们却是惊住了。小家伙们一个个微张着嘴，三个仔仔瞬间挤作一团，大眼睛眨巴着朝着里面的人看去。好黑啊！二宝小嗓音微咳，将乖宝往后挪了挪，努力板起小脸，冲着角落那人问道：“你是谁啊？”乖宝从哥哥身后露出一个脑袋，大眼睛一闪一闪，显然对这个戴着奇怪帽子、侧脸黑黑的人很是好奇。“你为什么也在这里啊？”比起他们，系统更是紧张，他低着头不敢抬起。这些仔仔是他童子看着长大的，每一个都是他的小宝贝，他怕他们会不喜欢他。系统不自觉又缩了缩，大宝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不知为何就觉得好喜欢。他眨了眨眼，没说话，却越靠越近，小身子趁他们说话之际，已经挪到了系统身旁。那满是肉窝的手悄悄探了过去。第234章，令你带兵前往，即日启程。小胖仔眼角弯了弯，快速摸了下系统藏在袖子里的手，小心地戳了戳，又抽了回来。大宝眼中的光越来越亮，反复几次试探，见他没有拒绝，笑得更开心了。软乎乎的小手紧紧握住对方，再也不松开。歪着头冲着帽子遮挡下的系统甜甜一笑：“你别怕，我们可好了，不会欺负你的。”仔仔们齐齐点了点头。“对，你叫什么名字呀？”仔仔们没等他开口，一个个自我介绍了起来。说完期盼地盯着他。系统心里的小人急得抓耳挠腮，他要叫什么？完了，嗝屁了！他要叫什么名字？他憋了半晌，道：“我叫系。”正在此时，苏锦撩开帘子，笑着接过了话：“他叫黑宝，以后就是你们的小哥哥了。”系统一听这话，猛地抬起身，也顾不得伪装，不是小哥哥，他都很大了。苏锦眼睛眯了眯，朝他小身板上下打量了一眼，意思不言而喻。系统瞪来的瞬间，孩子们也顺利见到了他完整的面容。仔仔们，黑宝，小哥哥一定是晒太阳晒太多了吧？孩子们愣了半晌，苏锦朝着他们眨了眨眼。仔仔们瞬间意会，这个意思他们懂，有经验。乖宝第一个冲了上去，娘亲说黑黑的很健康，小哥哥你一定超健康的，乖宝可羡慕了。我们以后一起玩呀，捉迷藏，藏到黑黑的角落，都没人能找到你，特别棒呢。苏锦，这是安慰吗？虽然他没觉得是，但系统显然很受用，眼睛一亮，他呲了一口白牙，瞬间打起了精神。那以后我们一起玩，我很厉害的。说着，眼珠子一转，手背在身后不知捣鼓着什么，在出现时多了几枚似是透明的千纸鹤，模样甚是精致，递了出去，送给你们。现在的他虽然黑了点，那也算是王者统了。他有了更多的能量，虽是受这个时空的限制，很多不能用，但是做些小东西还是可以的。
系统见他们盯着看，骄傲地挺了挺胸，一个用力，向着手中的千纸喝过了能量。他们似是活了一般，竟扑闪扑闪着飞了起来。哇！崽崽们瞪大了双眼，哪里见过这样的，一个个小脸泛红，惊叫了起来。娘亲，他会动！孩子们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胆子也大，并不觉得害怕。小手一个劲地指着，让苏锦看。苏锦朝着系统挑了挑眉，童子却看也没看他，一脸姨母笑地盯着崽崽们，咧着大白牙，享受着崽崽们的彩虹屁。黑宝小哥哥，你好厉害，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了。为什么以前都没见过你呀？大宝好喜欢你的。苏锦静静地坐在一旁，托着腮随他们去玩。系统混在崽崽中，竟毫无违和感，心智最多5岁，不能再多了。这一路有了系统的加入，路程似乎缩短了一般，一路上欢乐不断。距离大园越来越近，大园宫中，明元帝看着面前独身而回的皇儿，他忍不住向后望了望。我皇孙孙呢？苏锦呢？不会被轩辕父那老家伙扣在了大梁了吧？越想脸色越沉。明觉见他父皇如此，安抚道：父皇不用担心，孩子随我家太子妃一道返程，太子妃闻讯急召，令儿臣先行一步。明元帝暗中看他一眼，短短几句话，左一句太子妃，右一句太子妃，是在大梁憋狠了，没人可炫。这刚回又想来找他倾诉，哼！行了，孩子们跟着苏锦，朕自是放心。明元帝迅速话头一转，也不再提，转而将玉折放在明觉身前，面色带着些凝重。这些你先看过，滦州边境，这一次朕令你亲自带兵前往，即日启程。第235章，我们家要有新哥哥了。明觉神色一怔，抬头望去，顺势接过玉章，细细翻阅了起来。滦州乃大禹与大元交界之地，如今边境出事，唯有大禹有所异动。一目十行，不需片刻，明觉刻上玉章，目光沉了沉，无语多言，站起身，朝着明元帝拱手。而臣愿领兵前往，定不负父皇所托。明元帝郑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苏锦那里，你记得让人传个信过去。父皇放心，他让他在家中等他，如今怕是要失言了。形势紧急，明觉也不耽搁，他回了一趟苏家，交代一番，便连夜带兵前往了滦州边境。明觉去往滦州的第7日，苏锦一行也到了大园，城门大开，马车缓缓驶来。马车刚入京城，系统满眼好奇地挑开一道小缝，朝外看去，他自是见过，却仍觉得好奇，这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忍不住咧了咧嘴。孩子们一路早与童子混熟了，都以为他是第一次来京城。小家伙们很是贴心地拍了拍他：小哥哥，快到了，家里有好多人，他们都会喜欢你的，爹爹也会喜欢你的。他又多了一个宝宝，一定高兴坏了。一路相处，系统早已成为孩子们心中仅次于爹爹娘亲最厉害的人，迫不及待地想将他介绍给亲人。黑宝哥哥那么厉害，没人会不喜欢他的。孩子们离家越近，越是兴奋，他们想姥姥，想皇祖母，想可多人了，欢快地向着童子介绍起自己的家人。还未到，已是在马车上躁动不安了。没多久便笑闹在了一团，衣衫也是乱糟糟的。此时的苏家，秦氏每天数着日子过，像往日那般，嘴上不时的碎碎念。算算日子，这几日也该回来了。这一路这么远，几个孩子如何受得了哦？这番话他往日也是常常念叨，如今越发频繁。严氏安静地坐在一旁，笑着拉过他的手，安慰着：秦姐姐，小景行事向来周全，她能照顾好几个孩子的。秦氏自是知道，只是没这么长时间离开过孩子，心里惦记，嘴上难免唠叨了些。此时见还要人家亲娘来安慰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连连摆手：没事，不讲了，走，咱俩看戏去。今日那年家戏班据说来了出新戏，哎呀，差点要错过了，咱得快点。他拉着严氏边走边说，情绪转换极快，迅速将刚才的念叨抛在了脑后。哎，我正要同秦姐姐你说呢，据说这次可是……两人还在说话，门外的下人一阵快步，惊喜道：老夫人回来了，太子妃的车驾已经快到门前了。啥？两人反应一瞬，神色大喜。秦氏戏也不听了，脚步嗖嗖的向外窜，就这还不忘拉着严氏。人还未到门前，话便传了出来：回来了，人呢？在哪呢？越来越近的马车内，一道稚嫩的小嗓音高声应着：姥姥，外祖母，我们在这呢。话音刚落，马车也停了下来。苏锦转身将他们一一抱下，孩子们刚落地，小腿咻的一声窜了出去。轮到最后一个，他顿了顿，而那另一边早已是一派祖孙情深的场面，几个人抱在一起，清香的不行。哎呀，宝宝可想你们了。想，我的乖乖啊，咋憔悴了呢？瞅这头发乱的，瘦了，跟你娘亲吃苦了吧？
要说还是得你们爹爹在，我才能放心。你娘她一人如何能照顾好你们？瞅瞅这爹爹带的和娘亲带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明觉不在，都成了小野娃了。仔仔没说是一路上跟着小哥哥疯玩导致，傻呵呵只顾着笑。对了，小哥哥，姥姥，外祖母，我们家要有新哥哥了，他可厉害了。说着就朝向马车挥了挥手。苏锦瞥了一眼，朝着马车内笑道：怎么还舍不得出来呢？秦氏心直口快，连忙道：我的乖乖，别是说错了吧？你娘她不会是又有了吧？严氏也是面带喜色，朝着苏锦肚子看去。苏锦第236章，皇祖母，他也是爹爹娘亲的孩子。他眉眼跳了挑，也不再墨迹，伸手一捞，丝毫没给人再酝酿的机会，一个突袭将人家抱在了怀里，带了出来。秦氏、严氏，他们险些没被自己呛住，这是啥呀？严氏性子含蓄，虽是诧异，也没问出声。倒是秦氏，他揉了揉眼，几个跨步凑了上去，手一拍，惊呼：我弟乖乖，锦啊，这谁家孩子啊？可真别致。苏锦还没答话，仔仔们已经急得不行。我家的，我家的，谁也不能抢走小哥哥。对，我家的，以后就跟我们一同生活。娘，母亲，你们叫他黑宝就行。苏锦瞅了眼系统，将人摆正。秦氏一听这话，暗中朝着苏锦看了一眼，似在询问。见他点头，脸色严肃了许多。再看看躲在苏锦身后的孩子，这副模样，怕是被丢弃的，还是个孩子呢，也是可怜。秦氏心瞬间就软了。唉，命苦啊！既被他们家遇上了，也算是缘分。想到此，他叹了口气，豪爽地将人拉了过来，丝毫不见外，低下头摸了摸黑乎乎的脑袋，眨了眨眼，努力找到他的眼睛，直视道：行，以后你就是我们家孩子了，就跟着乖宝他们叫。你喜欢吃什么，跟姥姥说。系统反应不来，愣愣地跟着他走，只会点头。秦氏怕他害怕，一直也没松手，拉着人就往里面带，连3个仔仔都没再去抱了。仔仔们也不在意，双目放光地看着小哥哥被姥姥一步步拉进家门，手一拍，进家门了。嘿嘿，以后就是他们家的人了。大宝最是开心，双眼不灵不灵地眨着，像是得到了什么宝物一般，盯着系统的背影，开心地拍了拍胸脯，小模样满足得不得了，腿一转跟了上去。严氏没急着进去，走在后头，盯着苏锦就是一阵打量，细细关怀了一番女儿，这才问道：那孩子是病了？不然如何能长成那般模样？他是见也未见过。苏锦挽着他的手笑道：没病，他呀就是长得特殊，日后相处久了您就知道了。他家童子不会有人不喜欢的。严氏点了点头，也没再问这事，转而道：宫中这几日都有来人候着，今日天色不晚，你虽是刚回，还是走一趟为好。他摸了摸女儿的面颊，看得出神，细声细语同他说起了进来的事。苏锦知道他是为自己着想，往人身旁贴了贴，连声应下。皇宫是肯定要去的，他也有些事要问上一问。毕竟他家夫郎带兵外出，传信而来的话说的不多，他虽是不会阻止，但也要心中有数才行。宫中，苏锦刚入城门，便有人来回禀了。皇后早早得了消息，如何能耐得住性子，自己收拾一番，熟门熟路地溜出了皇宫。嬷嬷如何劝说都不得听。娘娘，说不定太子妃很快便会带孩子入宫了，您这出去别再错过了。皇后哪里听得进去？她的乖孙孙有多久没见到了？她今日一定要见到。皇后这边刚出了宫，一架马车也向着皇宫驶来。舟车劳顿，苏锦也没再带着孩子来回折腾，明日休整好再送他们过来。圣上，太子妃殿外求见。明元帝手下动作一顿，正色道：传。没想到他来的这般快。参见父皇。苏锦行了一礼。明元帝见只他一人前来，虽是有些失望，却也没多问。免礼，坐。苏锦像是知道他所想，解释道：孩子们，我明日便将他们送进宫来。明元帝眼睛一亮，忙敛住神态，摆了摆手：孩子还小，等他们休息好了再说。苏锦点头，上前一步，刚想说话，明元帝似是早有所料，将备下的玉章往前推了推：拿去看吧，滦州此次形势严峻，朕已令明爵前往。苏锦话语一收，上前接过。大禹半月之前换了新君，上一任是大禹前3皇子，登位不到1年，遭人行刺，死在了围猎场。新任的禹皇现对周边几国皆是一副挑衅之态，这一次更是直击大元，与大禹交界之地滦州首当其冲。苏锦眉间一凝，出言问道：只是针对大元？明元帝摇了摇头：非，大禹倒是其次，4国皆有祸乱发生，
与你们此番所遇的大梁谋逆一事手段极其相似。苏瑾猛地抬起头，连声道：“父皇是怀疑有人意图搅动四国，引发战乱。同一种手段在四国接连使用，虽只成功其一，但也可见其所图不小。与陶顺背后之人是同一人。他曾拿与陶顺之女所看的画像，也得了否认。虽没证实他心中所想，却也没打消他的怀疑。那人在图什么？难不成就图个天下大乱？”苏瑾这边还在与明渊帝细说大梁一事，那人的行事手段，企图找到些端倪。另一边的皇后也已到了苏家，下人连忙行礼，她一个示意，无需人通传，一路脚步极快的直奔仔仔的院子。嬷嬷小跑着才勉强跟上她。娘娘，您慢点。直到站在了院前，这才缓了口气，面上扬起了笑意。也不知道他的小乖乖有没有想他。推开院门，他还未说话，一阵嬉笑的争论声便传了出来。小哥哥今天跟我们一起睡，可是姥姥已经给小哥哥收拾了院子。哎呀，姥姥没有说让黑宝哥哥什么时候住，今晚就留在这里吧。反正晚上姥姥也看不见小哥哥。对，黑宝哥哥，你不要出声哦，姥姥找不见你的。大宝紧紧地拉着他，小脑袋点得极快。系统哪里享受过这么多的热情，整个桶还是晕乎乎的，咧着嘴，不管仔仔们说什么，他都应下。几个仔仔嘀嘀咕咕，就这么愉快地定下了。现在又面临跟谁一起睡的问题。他们都有自己的小床，三个仔仔各不相让，小脑袋顶在一起，正准备猜拳时，皇后的一声呼喊打断了他们：“我的小乖乖，皇祖母来了！”乖宝先是一愣，随即惊叫一声，首先跳了下来，一阵风似的飞了出去，背着小手冲向了那个满眼柔色的女子。祖孙俩相拥瞬间，动作一致，左脸贴完贴右脸，来回蹭了很久，眼中都闪着泪光。乖宝好想你哦，皇祖母也想我家乖乖。两人对视一眼，泪眼朦胧，说完又抱在了一起。嬷嬷，真不愧是亲祖孙。大宝二宝紧跟其后也冲了出来，皇后这才松开怀里的小人，猛亲了一口，转向了另外两个仔仔。还不等他扑上去一阵稀罕，门口一道黑乎乎的影子晃了晃眼，引起了他的注意。系统趴在门边没露头，只侧了小半点身子，打眼一看还以为是什么影子呢。嬷嬷也跟着望去，眯了眯眼，带着些警惕。仔仔们顺着皇后的视线一看，顿时兴奋了起来，道：“皇祖母，这是小哥哥。”乖宝见皇后瞪大眼睛来回瞅着，就是不说话，怕新来的小哥哥受忽略，还特意加了一句：“是爹爹娘亲的孩子，以后也是我们哥哥了。他们叫他小哥哥，那肯定算是娘亲的孩子。对，他以后就这么介绍，就没人敢欺负小哥哥了。”说着，他还冲皇后眨了眨眼。然而这次皇后显然没有接收到他的信号，整个人都愣了，眼睛越瞪越大。啥？又有个孩子？他回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嬷嬷，带着些询问：“他没听错吧？”嬷嬷也是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上前一步，伸头往里多看了两眼。然而就是这两眼，系统乖乖的冲他咧了咧嘴。嬷嬷面色一惊，赶紧退后几步。他捂住胸口，一脸呆滞的冲着皇后点了点，正准备再说些什么之时，只见皇后以面带喜色的冲了上去。可能有了之前三个仔仔的经历，这一次他没有怀疑乖宝的话，心里虽是有些疑惑，但一时也没顾着去深思。三个都经历过了，再多一个没什么奇怪的，只是他这皇儿是要好好盘问一番了。怎么现在才找回来？瞧这露出一角的高度，显然比乖宝他们大上一些，倒也说得通。心中这般想着，然而当他走近之际，脸上的笑瞬间僵住，只觉脑子嗡的一声，思绪瞬间消散。系统透过门缝看人走了过来，努力挺了挺身子，将脸露了出来，眨了眨眼，友好的冲他挥了挥手：“你好呀，皇后。”他愣了愣神：“黑的小黑娃，他家皇儿的孩子。”皇后狠狠地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只见那对白牙亮的黄眼，他身子也跟着晃了晃，抖着手向后摸索了两下。嬷嬷见势，一个跨步上前，熟练地将他接住了。第237章苏家遇袭。娘娘，您没事吧？嬷嬷早已预料到他会这般，也没意外，给他顺了顺心口。皇后扶着他，不确定地回头看向几个孩子，又看了看趴在门边的黑娃，只觉脑中一团乱麻。这世上竟有这般黑的孩子，难道这就是他们不敢将孩子带给自己看的原因？简直荒唐！这孩子至今都不敢走出来，平日该受了多少歧视？他怎么也不信他皇儿会是这种顾及外在之人。皇后越想越不对，她定了定心：“孩子别怕，你过来。”皇后冲着系统招了招手，童子倒是不害怕，只是还没习惯这副模样，怕猛地出去吓到人。这会一见皇后如此，他也没了顾虑，挺了挺身子，一个跨步走了过去。皇后见到他一步步走来，
瞅着他外露的手，呼吸更是重了几分，竟全身都是黑的。扶着嬷嬷的手紧了紧，努力堆起一抹笑，道：“孩子，别怕，你爹娘是谁？这些年过得好吗？”系统小脑袋瓜子转了转，半天也没想明白自己有没有爹娘，只回了最后一句，认真的点了点头。他过得可好了，跟他家宿主这几年过得可精彩了。皇后见他不言也不勉强，摸了摸他的脑门，凑得更近了。这回倒也能看出些五官，越瞧着心底的疑惑越深。他张了张嘴，当着孩子的面还是没问出口，准备私下再好好寻苏锦问上一问。皇后盯着他的脸看得出神，系统时刻记着苏锦所言，见人多笑笑，一定要把牙露出来。这回就呲着一口整齐的白牙，对着皇后嘴角就没合上过，还特意向前呲了呲。皇后，他细细的看了一会，终是别开脸，暗中擦了擦眼角的。这孩子是在讨好他吗？唉，孩子心思如此敏感，怕是没少受苦。他努力想了想平日夸仔仔们的用词，有些犯难。自认夸人从无敌手的皇后，此刻却被难住了，思量半晌，还没等他说出口，系统猛地站起身，吓得皇后差点没稳住身子，连忙问道：“怎么了？”系统一个摇头，黑黑的小脸看不清表情，不住地向着一个方向看去，语气带着急道：“有人来了，好多人，宿主不在，快快，他们要动手了，快去找秦姥姥。”皇后都听懵了，谁来了？宿主又是谁？系统看见那群人已经和府外的侍卫对上，急得不行。他要怎么做？就在此时，暗处保护的几名暗卫也发现了异常，立即现身道：“皇后娘娘，府外有异，您带着小主子快进房间，不要出来。”说完，贾谊还暗中看了一眼系统，显然也听见了系统方才的呼喊，只是不知这黑孩子是如何得知的，竟比他们暗卫还要敏锐。他也不再多想，几个闪身前去查探，余下几名暗卫皆护持在了院中。系统扫视一圈，准确地找到了秦氏的方位。他挣开了皇后的手，转身严肃道：“你们在这里不要出去，我去接姥姥。”皇后什么风浪没见过，神色丝毫不变，将他拦了下来：“孩子，你好好待着，别去，我会派人去接的。”说罢，他朝着暗处一个示意，就算他不吩咐，秦氏身旁也定有人护着，倒是不用担心。他不知这孩子如何得知外面的动静，但就冲他这关键时刻还想着救人的模样，人就差不了。多好的孩子，竟受了这大罪！仔仔们不明情况，乖乖缩着脑袋待在皇后身旁。不多时，贾谊归来，还带来了秦氏和管家。如今苏家苏大郎夫妇往来于京郊的庄子，苏二郎科举之后也被派去了地方上任，苏家小弟苏年则是住在了书院里。整个苏家除了此刻已在院中的人，也唯有秦氏和萧管家以及些下人罢了。如今人都聚在了一起，倒是没了顾虑。皇后这才面色一正，问道：“来人可知其来路？”回禀皇后娘娘，来人似是不惧生死，人手众多，属下已派人前通报。那些人因是知道时间紧急，拖不得，都犹如不要命了一般，向着苏家冲来。一批人倒下，另一批又扑了上来。侍卫话音未落，只听轰的一声，紧接着一阵兵器交融碰撞之声越来越近，显然有人闯进来了。院中的侍卫立即紧绷了起来，拔出佩刀，守在了四周。第238章，他童子忍不了了。系统时刻关注着外面的动静，此刻见有人冲进了苏家，抓耳挠腮，急得不行。他要怎么做？宿主怎么还不回来？系统双手握拳，内心呼喊着苏锦。滴，一道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系统脑中响起：“叫我。”系统愣了一下，紧接着一个跳跃，站起身，哇哇大叫：“阿宿主，你快回来！苏家出事了，来了一群好厉害的人！”好多好多。皇宫之中，正向着明元帝了解道长消息的苏锦，说着说着，猛地站起身，神情一肃，突然道：“父皇，家中出事了！”说着便往外奔去。什么？明元帝没缓过神来，这好好的怎么突然说到这个？苏锦没有停下，话音传了过来：“父皇，我先回去，您派人支援。”明元帝望着已是消失的背影，惊异的心绪沉了下来，心中一紧，也没再去想苏锦是如何得知的，显然是信他所言。来人！招手准备派人前去，恰在此时，暗处身影一闪，有人带来了消息：圣上，苏家遇袭，皇后娘娘也在其中，属下来前已调令御林军前去护驾。明元帝心中一阵猛跳，快，再多带些人，快去！苏家守卫极严，不说一层层的侍卫把守，就连暗处他都不知安排了多少人去保护，防守可谓丝毫不弱于皇宫。就这般还需调动御林军，可见此次来袭之凶，何人这般大胆？他不知怎么突然想到方才同苏锦所说的四国祸乱之事，难道这是
明元帝眼眸一暗，心思瞬间沉了下来。苏瑾冲出皇宫，翻身上马，直奔苏家，心中也没停下与系统的联系。童子，你带着仔仔们躲好就行。宿主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仔仔的。系统郑重地拍了拍胸脯，自从同宿主联系上后，他便安心了许多，将孩子们往自己的身后塞了塞，认真地看着周围的动静。仔仔们坐在软榻上，奇怪地盯着小哥哥在看。小哥哥好像在同谁说话呀？一个个满脸好奇地盯着他瞧。系统却没在意，扫视着闯进苏家的这一群人。来袭之人皆是一副农户扮相，衣着很是低调，平日若是在路上遇见，也只会当是普通百姓。然而此刻，这群人面色一变，再无一丝农家汉气息，个个身手矫健，手中动作一个比一个狠厉，前仆后继，踩着同伴们的尸体踏进了苏家。只听一人喝道：“在前方挡住，不要倒下太快，拖住他们。时辰不多了，你们随我冲进去。”是。气势一震，一群人扑了上去，像是不惧生死一般，死死堵住侍卫的去路，只为让同伴冲进去。这一幕看得屋内的系统一阵阵心颤。这群人显然是算好了时机，为了达成目的，连命都不要了。童子背了背手，来回走了几步，也不敢再催苏瑾快点，想必这时候宿主定比他还着急。皇后坐在主座，听着侍卫不断来报。拖住！他心下算着时辰，估算着不需一盏茶的时辰，人手就应到了。现在双方争的就是时间。砰！一声巨响，彻底打破了院中的平静。皇后心中一跳，忍下情绪，冷静地将孩子揽了过来，厉声道：“挡下他们！”秦氏和管家也只身挡在了孩子身前，就连系统都被人紧紧攥住了手腕，按在了身后。暗卫听令接冲了上去，出手果断，刀刀见血。皇后侧身挡住孩子们的视线，努力安抚着：“乖，别看。”她手心有些发颤，面上却不见一丝惧意。“快拿下那3个孩子，死活不论！”皇后身子一颤，猛地抬起头，目光恨恨地看着呼叫之人，揽住孩子的手又紧了紧。系统此刻也不叫苏瑾了，他知道宿主就要到了，但现在看着这伙人这么嚣张，他童子忍不了。他转了转手腕，拉着他的秦氏，只觉手下一麻，便放开了手，再去抓时已摸不到人了。秦氏本是紧张地看着四周，此刻手下一摸索，顿时心中一凉，猛地转过身，只见原地哪里还有那小黑娃的影子。第239章被火烧的系统。他连忙一圈打量，那么显眼的人，这又不是晚上，怎么突然不见了？吓得惊呼一声，秦氏瞬间慌得不行。同身旁的皇后道：“看见黑宝了吗？”皇后本就绷着的心神更是一紧，看了看秦氏身后，人呢？他们都站在一处，就算是被掳走，也会看见才是。仔仔们一听这话，也顾不得皇后的吩咐，抬起头就要跟着找人。就在此时，不知从何而来一阵嗡嗡声，一群蜜蜂密密麻麻地聚集了过来。离得近的几个侍卫连忙拿刀去砍，却发现这些蜜蜂似乎跟平日见到的有些不一样，像是认人一般，远远地避开了他们，直奔那群来袭之人。尾部尖尖的毒针闪着寒光，像是发现了目标，咻的一声全都涌了上去。啊！惨叫声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皇后几人还在为黑宝不见之事惊慌失措，这会见一群乌压压的蜜蜂袭来，更是一阵胆寒。仔仔们盯着空中，刚才因小哥哥失踪的情绪瞬间消散。他们不仅不怕，看着这群蜜蜂，眼睛还越瞪越大。大宝咧着嘴，首先伸出了手，想去触碰那些蜜蜂。是黑宝，一定是黑宝！皇后没听明白，赶紧将仔仔的手拉了回来，紧张道：“别动，都躲在我怀里，快！祖母会去找黑宝的，你们听话。”秦氏也是动作极快，解下外衣盖在了孩子头上。仔仔们想解释，还没开口就被按了下去。就在此时，御林军已到府外，统领范离擦了擦额角的汗，手下一挥，整个苏家犹如铁桶般被围堵了起来。御林军鱼贯而入，系统躲在角落里，看见有人来了，小小的松了口气，却也没让那群蜜蜂撤离。当见到自家宿主也跃身下马，跨进府门时，身子瞬间一怔，理了理袖子，小眼神恶，狠狠地盯着里面的贼人。宿主来了，你们就等死吧。可能有了底气，他胆子也大了，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出来。那些被折得满脸剧痛之人，大多口吐白沫倒了下去。赶来的御林军火速将人拿下，唯一人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身法极快，手中不知捏着什么，直奔3个孩子而去。身前抵挡之人皆被一道道不明气体震开，速度极快，眼看就要靠近孩子。苏瑾踏步而来，人还未止，手中的箭先射了过来，正中那人后心。
却见他一口血喷了出去，手还固执地往前掷去，心中像是有一道魔咒，时刻提醒着他，就算死也要完成命令。男人手中的符透了出去，却没有接近到他所想之人。他面色一个狰狞，垂眼之际，一道黑漆漆的身子挡在了前方，而那符也好巧不巧的正贴在了他身上。苏锦大叫一声：“童子，躲开！”系统还没应声，只听轰的一声，整个身子迅速燃了起来，瞬间犹如一个火人一般，吓呆了众人。不远处的皇后秦氏吓得惊叫出声，想也不想的冲了过来，却被快一步的御林军抢先一步。范蠡拿起一旁的东西就往他身上扑，苏锦端着一盆水也冲到了身前，看着系统这般样子，他心中的火也在燃烧。哗啦啦，水浇下之处，火焰丝毫不减。门外的御林军行动迅速，一桶桶水提了过来了，全部泼了上去。童子，你忍住！苏锦忍着颤意，大声叫着。另一边的仔仔们也都吓住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掉，憋红了脸，硬是没出声。就在大家惊惧之际，一道丝毫不显气弱的声音响起：“宿主，你快点压，这火咋还没灭？”说完他还蹦了蹦。众人，苏锦重重的拍了拍脑门，他倒是忘了，这货不是人，这皮肤叫什么黑刚不坏之身来着。苏锦摆了摆手，也不让他们浇水了，估计待会自己就灭了。果不其然，思绪刚落，火势就小了下来，渐渐的露出了人形。一群人围了上去，还不等他们开口，只见系统像是撑住了一般，打了个嗝，嘴里还带着黑烟，整个人从黝黑变成了雾面黑，还冒着热气。系统见他们都盯着自己，迅速咧开了嘴，露出自己标准的大白牙。他只觉身子一凉，也没多想，依旧傻乎乎的笑着。苏锦嘴角一抽，冲他眨了眨眼，视线一点点往下，重重的咳了咳。第240章，烧得焦黑，还能活着。系统闻声，骄傲的挺了挺胸膛，有些自豪，还当苏锦是在担心他。小眼神一瞥，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他厉害着呢，没事。苏锦抚着额头，沉了沉心，给他发了条语音：“别笑了，蹲下，遮着点，我给你找衣服。”说完，他四下望了望，准备找东西给他披上。系统先是懵了一瞬：“啥？衣服？”他神情一僵，似是想到什么，迅速低下头，又抬了起来，对上众人的目光。这一看，再也笑不起来了。啊！没了，他人没了，他不纯洁了。系统嗖的一声就往外冲，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手往前方一舞，啊！一道还带着烟火气的小黑人尖叫着跑出了门，在白日里犹如一道黑光闪过，一溜烟便没了影子。徒留身后，众人惊得回不来神。苏锦举着衣服，恨铁不成钢的在身后喊着：“你给我回来！你一个系统害什么羞？这跑出去还想全京城都来瞻仰你不成？”秦氏见此，接过衣服，朝着苏锦道：“你留着，我去。”说完，动作麻利的追了上去。秦氏倒是觉得没什么，屁大点孩子懂啥，不从侧面瞧都看不出来，黑乎乎谁瞧得见？他呀，只想着别把孩子冻着了，这也算是大难不死，可别再出其他岔子。秦氏离去，几个侍卫也跟了上去，众人缓了缓神，都朝着苏锦看了过去，面上都有些惊异。被火烧还死不了的孩子，这……苏锦知道他们的疑惑，都这样了，他也破罐子破摔了，随意扯道：“黑宝生来异于常人，为了自保，多学了些功夫，黑色的皮，厚实耐热，没事，不用担心他。”他说完扫了一眼，有意转移了话题，不管信不信，也都没有再问。仔仔们也不哭了，此刻目光紧紧地盯着门外，几个小家伙对视一眼，瞬间都成了星星眼。孩子们对系统的崇拜又深了许多。小哥哥好厉害，是不是黑黑的就会很厉害？仔仔们握了握拳头，心头萌生了一个想法，他们也要学。娘娘，贼人已全部拿下，微臣救驾来迟，请娘娘恕罪。御林军统领范蠡俯身跪了下去，此番凶险已是惊得他一身冷汗。何人如此手笔，一次能出动这般多的人？从这些人的装扮看来，应是日常混在了百姓之中，掩人耳目。幸得苏家无人出事，不然自己这个统领怕是做到头了。皇后凤眼一扫，紧绷的心绪这才定了定，想到那些想要他孙命的人，眼中闪过阵阵寒光，厉声道：“留活口，给本宫查。”是。此刻地上躺着的，除了被那群蜜蜂折中而昏迷的人，其余皆已死去。这些人显然没准备活着离开，却因蜜蜂的突袭，倒也因此留下些活口。苏锦面色无波，站在一旁听着，什么也没有问。自那人拿出符纸的那一刻，他便知这是佟大梁所欲，在背后支持陶顺的是同一人。那燃烧后留下的泛着臭味，
令人作呕的气息，不会有错。想要他孩子的命？苏瑾手下的拳紧了紧，眼底的暗色越来越深。此刻皇宫内，明元帝眉峰紧锁，来回踱步，也在等着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焦灼。圣上莫担心，御林军想必此刻已将人拿下了。明元帝叹了口气，定了定神，一甩袖摆，坐了下来。想起之前苏瑾所提到的事，心下思量一番，提笔书写了起来。他刚将信函封上，殿外传来通禀，范蠡前来复命。明元帝动作一停，上前一步，急道：“如何？人有没有事？”回圣上，苏家无人出事，皇后娘娘及3位皇孙无恙，只1位。明元帝听见前半句，本是放下的心，此刻又提了起来：“谁出事了？传太医过去。”既然皇后和孩子没出事，苏瑾那本事他也不用担心，想必是苏家其他的人出了事。他连连指了指身边的常德，吩咐他去安排。范蠡赶忙解释道：“圣上是一位比皇孙稍长一些的孩子。”他上前描述了一番当时的场景：火烧，还烧得焦黑，那还能活？听完他的叙述，明元帝如何也不信会有这般人，瞪着双目，满是怀疑地看着他。第241章，太医，给孩子看看。圣上，臣也不知缘由，但据闻太子妃所言，此子生来便有异于常人，身上学了些本事。明元帝抬头看了他一眼，也没说信与不信，摆了摆手，吩咐道：“他能这般护着朕的皇孙，不管孩子烧成什么样，朕都不会让他出事。常德，你带几名太医过去。”是，奴才这就去。常德躬身离去。明元帝也不再问，神色一正，询问起了此次的事件。范蠡一一回禀。明元帝越听面色越沉，怒喝道：“可留下活口！圣上放心，微臣带人前去之时，已保住了10多名活口。”范蠡低了低头，没敢直视。好，给朕审，不管用何手段，都要给朕问出谁人所为。说罢，他猛地一拍桌案，额间的青筋直爆，显然怒到了极致。范蠡应声退下。明元帝手一挥，喝道：“来人！”眼中的怒火还未散去，将方才备下的信函掷在了桌案上。将信送往河岭的华云山上，明元帝眼中闪过一丝沉思，凝了凝神，继续吩咐道：“加派人手再去寻道长的下落。”是。苏家。此时常德带着几名太医也到了，行了礼，躬身道：“奴才奉圣上之命，特带太医前来为一位小公子看看伤势，不知小公子何在？”苏瑾自是知道他说的是谁。没事，他不用看，好着呢，你们回吧。常德犹豫一瞬，就在此时，远远的2个人影走近。秦氏将人收拾好，带了回来，一路还在哄着：“你个娃娃，没人会笑你的。你姥姥我多大的人了，什么事没见过？这在我们老家，几岁孩子光着腚到处跑得多的是，听母的，头抬起来。谁要是笑你，看我不捶他。”系统也不哭了，眨了眨眼：“真的。”秦氏朝着他黑黑的脑门就是一拍：“咋，还不信姥姥的话了？”拍完又给他揉了揉。系统被他这一打岔，瞬间舒服多了，咧着嘴又笑了起来。秦氏左右看了看，悄悄凑近道：“姥姥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孩子，日后在外可不能再这样了，外面坏人多着呢，会被人抓去的。”秦氏有意说的严重，他怕孩子小，不懂外面的险恶，故意说重了些，让他知道怕。这孩子今日这表现，只要是有眼睛的，都能看出这孩子不同常人。唉，也不知他女儿哪里找到的。秦氏心奉神佛，却也没把他往那些脏污之物上想，就冲他这般冲上去，护着他家崽崽的劲。日后不说旁人，他定会拿他当自家孩子看。秦氏说完，见他歪着头，就是不说话，眯了眯眼，往前凑了凑，这才瞅准了五官，捧起脸蛋，轻声安抚了片刻，也没再吓他。系统没有害怕，只是有些不解，他也没问，冲人傻笑了2下。2人离近，常德第一眼就确定是这位小公子，毕竟这模样着实惹眼。太子妃，依奴才所见，还是给这位小公子看看为好。这都烧成这般了，怎么还同无事人一样？他也不敢多问，只是不停地瞧着。这怎么没瞧见外伤？苏瑾咳了咳，还想拒绝，哪料秦氏一个快步将系统拽了过来，道：“看，怎么不看？来给孩子瞧瞧。”他看这孩子只会笑，话也不多，怕有哪里痛了，也不晓得说出口，还是让太医看看为好。苏瑾耸了耸肩膀，在心中同系统道：“你收着点，别把人吓到哪里。”苏瑾现在对系统的这身肤色也算是看顺眼了，绝对是这全天下最暗的崽。经这段时间摸索，这奖励除了肤色上堪称完美，不仅能让系统拥有一副仿真的身体，防御能力也一级棒，这世上应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的。很符合那名字，果真是不坏之身。这家伙还能制造出很多微小的仿真能量体，像是那些陪崽崽玩的会飞的千纸鹤，
昆虫、蚂蚁、蜇人的毒蜂等等，伤害性都不大，但关键时刻还挺有用。受这个时空限制，再大一些的个体就不行了。在他思绪发散之际，系统已经被几个太医团团围住，轮流一番把脉下来，一个个就差脑门挂问号了。第242章发天下悬赏令，我只要人。一白胡子老者疑惑的上手又探了探，完事还轻轻捏了一把，指尖细细的搓了搓，再抬起手看看，竟无半点颜色，这更像是天生肤色如此，怎会这般？太医心中惊疑，几个人汇聚一起讨论半晌道：太子妃，请恕臣无能，并无看出小公子身体异状。苏瑾淡定的点了点头，毫不意外，当然是看不出了，系统出品怎么会随便让人看出漏洞？那位年长太医犹豫片刻，上前行礼道：请恕老臣无状，敢问这位小公子确实是被火焰吞噬过吗？老臣行医多年，再也未遇过这般脉象强劲康健之人了。小公子实属厉害。他目光灼灼地盯着系统一阵打量，不住地同身旁之人点头称赞。系统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也没那么厉害。嘿嘿。太医看着一旁的太子妃，按下了想询问的心。至于这烧焦的肤色，太医咳了咳，有些违心道：想来过段时间会好一些，无碍无碍的。当着孩子的面，终是将话收了收，没有食言。这也算是怪事一件，怎么会一点外伤也无？还有斑黑，瞧着也不对啊。敢问小公子这伤可是服用了什么？苏瑾神色一转，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瞧。太医话语一收，低着头也不敢再问，又细细交代了一番，这才起身离去。窄窄的小院内，皇后安抚完受了惊吓的孩子们，此时坐在床沿，挨个摸了摸，直到熟睡都不敢离去，细细地盯着孩子的小脸瞧，似是在确定他们有没有做噩梦。半晌，扶着一旁的嬷嬷站起了身，她小声地叹了口气：娘娘，扶您去休息吧，今一日受惊了，老奴寻人来给您瞧瞧。不必，我还没那般脆弱，去看看黑宝。那孩子明明不大，却关键时刻挡在了所有人之前，他救的不是3个孩子，是他的命啊！皇后到前厅之时，太医已是离去。他见人都在，直直地冲向系统，拉过他往怀里抱了抱，当场落泪。好孩子，谢谢你。他不知当时若是没这孩子冲出来，自己能不能挡下那张诡异的符纸。那般火势，若不幸在伤及身后的孩子，光是想想仍心有余悸。系统今天已经被抱习惯了，心里有些小无奈。他原来这么受欢迎啊！第一次做人就还挺好的。皇后擦了擦眼角，这才看着苏瑾道：小瑾，这孩子的父母……苏瑾早已想好了说辞，面不改色道：并不知他父母是何人，我和他有缘，以后就跟我一起生活。皇后连连点头，也不多问。好，以后本宫就多个孙子了。这孩子面色是黑，但这心他瞧着比谁都亮堂，能来此是他们家的福气。入夜，苏家一切平静了下来，连系统都被秦氏带去早早睡了。精神还亢奋的童子心里哭唧唧地朝着苏瑾求救，他还想再玩会，他不困。秦氏，不，你困！丝毫没有反抗的机会，就被拖回了房间，盖上了被子。苏瑾除了微笑，也是爱莫能助，幸灾乐祸地切断了脑中的联系。没了系统的呼叫，片刻，在空无一人的书房，苏瑾再也不需掩饰，面色一点点沉了下来。他脑中不断想着今日之事，眼中的冷意越来越盛。萧管家敲了敲房门，进。苏瑾敛了思绪，冷声道：将这人给我找到，发4国悬赏令，谁能将这人带到我身前，或提供准确消息，黄金万两，或可解天下之毒的解毒丹1枚，酬劳不满者可再提。我只要人。说罢，他将一画像拍在了桌前，气息沉了沉。黄金只是其次，关键在于这解毒丹，定会有人为了他不惜一切代价，毕竟这可不是金钱能买到的。萧管家抬头看了一眼，重重的应是。您放心。他神色一正，没有多话，拿着画轴转身便走。此刻书房徒留苏瑾一人，他独自坐着，看着天边的弯月，丝毫没有入睡的意思。心绪繁杂，想今日之事，想那人的目的，想孩子们日后的防护，想他家夫郎。他想他了，想知道他的情况。然而滦州离此这般远，消息一来一回都要很久。忽然他似是想到什么，眼中猛地一亮。对了，系统。第243章蝴蝶帮他送信。此时被苏瑾惦记上的系统正躺在床上，屏住呼吸，动也不敢动，假装睡得很熟，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哎。秦氏坐在一旁，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掖了掖被子，再次摸了摸他的额头，没有发热就好，心里算是松了口气。正准备离去之时，不知怎的，秦氏像是想到什么，忽然将手伸向系统，在他鼻子下探了探。他也是突发奇想，
毕竟白日经历那般凶险，心里总有些不踏实。岂料这一探差点没给他吓出个好歹。没呼吸，秦氏心如肋骨，抖着手，不敢置信的再次摸了过去。系统感受到那就差对进他鼻孔的手，心里纠结的不行。这是发现了他装睡，那他要不要醒来？他童子为什么要经历这些？还不等想好，秦氏已猛地扑了上来，摇着他的身子哭叫着：“孩子，你醒醒啊！”他就知道被烧了，怎么会没事？系统，刚才不还让他睡吗？唉，真难懂。系统听话的睁开了眼，别哭，我不睡了。秦氏哭声一顿，猛了一瞬，接着大大的松了口气，摸索着他的脸，紧张道：“孩子，你可吓死我了，我当你……”他说到这，猛地拍了拍自己的嘴，呸！将不吉利的话又咽了下去，按了按自己的心口，重新给系统盖上了被子。没事，是姥姥年纪大了，弄错了，你再睡，再睡啊！说着还给他拍了拍，又重复了一番刚才哄他睡觉的流程，嘴边哼着近来京城流行的小曲。系统，他想他的小床，他想躲被子里打游戏。宿主救命！这爱也太沉重了，他不懂，这和他想的不太一样。系统本以为苏锦已断了联系，不会理他，自顾自哭哭唧唧说了一大堆。谁知话音刚落，脑中传来一道懒洋洋的回应：“放平呼吸，不要说话。”宿主，你还在啊？有事想请你帮忙，没睡。苏锦托着腮，想到方才念头，身子正了正。系统一边吸气吐气，寻找着节奏，一边回道：“啥事啊？你尽管说，我跟你说哦，现在我的大腿可粗了，给你，尽管抱。”苏锦敷衍的点头，嗯了一声。你做的那些能量体能不能传递信息？系统一听这个，心里一阵骄傲，他再也不是只会帮宿主喊加油的小废物了，他也很厉害的，可以的。他难得聪明一回，猜测道：“宿主，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送信给太子？”没问题，我可以。他一个激动，差点睁开眼，好在光线暗，秦氏也没注意到，这会正站起身盯着他打量，显然准备要离去了。好，那就拜托我家童子了。系统在心里咧了咧嘴，急着想表现一番：“宿主，我这就给你做几个。你想要蜜蜂、苍蝇、蚊子还是？”苏锦瞅他这兴奋劲，赶紧打断：“随你，能飞过去带信就行。放心，交给我。”系统说的信心满满，苏锦也没再问。然而当第二日看见那花里胡哨的花蝴蝶之时，苏锦，这玩意这么亮眼干啥？选美吗？他是越来越搞不懂这童子的审美了。别开了眼，道：“可能承受重量。可以的，我这次就做了一个，属于精品哦。它飞得很快。这蝴蝶体型虽然小，但也不是真的活体，所有的活动指令都是源于系统赋予的能量。”有意炫耀的系统见苏锦不说话，小眼神一瞥，暗搓搓的将蝴蝶放了出去。手刚松开，一眨眼功夫便没了影。苏锦双眼一眯，朝着前方蝴蝶离去的方向看去，却只瞥见一个花色的影子渐渐消失。很厉害！苏锦伸出手给他鼓了鼓掌，狠狠地说了一段彩虹屁。系统一脸满足，看似谦虚的摆了摆手，也还好，这古代时空限制很多，不然我会更厉害的。说完紧张地看了一眼苏锦，现在就很厉害了，这样就够了。他摸了摸童子的脑门，将他召回吧，帮我送个信。话音刚落，只见那色彩斑斓的花蝴蝶又飞到了眼前，停在了苏锦面前，像是在等他吩咐一般。他很聪明，手指轻轻触摸了两下，不知是什么材质制成，带着一丝冰凉感。他不聪明，是我给他编了程序，他才会只认你和太子。系统一听这话，黑黑的小脸有些不高兴，暗搓搓瞪了一眼落在苏锦手心的蝴蝶。哼，花里胡哨的可真丑。第244章，什么东西从他眼前闪过了？苏锦很是敷衍的点了点头，是，你最聪明。说罢，他掏出一封昨夜写好的信件，对着蝴蝶身形比了比。你绑在他身上就好了，他不是活物，坏不了，可以沉重的。苏锦想了想，找来一节竹筒，刻上了名字，又将信塞了进去，两端封上，试着用东西绑在了蝴蝶身上，垂了下去。他拍了拍，去吧。话音刚落，蝴蝶扑棱两下，看似不可承受的重量，对于他来说毫不费力，带着比自己体型大上好多倍的重物越飞越高，迅速消失在了眼前。滦州沙岩城外军营内，殿下又抓住几个企图混进城的探子。左翼拱了拱手，名爵观摩着手下的沙盘，似在思考，随声应着：“大禹可有消息来报？”回殿下，边境暂无异动，大禹此次是祁连带兵驻扎在沙岩城外，至今未有发兵迹象。说完，左移上前一步，看着摆弄沙盘的太子，继续道：“大禹境内征兵年岁，现下调至14，此告示一贴，
已是民怨四起，新任余皇在朝堂上现身不多，据传是身体不好，属下还未得证实。明觉眼睑一垂，放下手中的东西，吩咐道：“注意滦州粮价起伏。”说着便向外走去，待滦州境内黄字号粮商来此见我。左翼跟随在侧，是。二人朝着练武场走去。然而就在此时，明觉敏锐地抬起头，远远的他只觉一道光闪过，再去望，却什么也没寻到。左翼手中的佩剑紧了紧，也向着四周望去。殿下，明觉未出声，冷峻的面容带着些许寒意。他不认为是自己的错觉，确实有什么东西从他面前闪过了。正当他凝神之际，一只竹筒漂浮在空中，猛地出现在视线内，此刻正慢悠悠地靠近他。什么东西？左一面色一惊，护在身前。殿下，您后退。他手下一个用力，取出剑就要砍过去。明觉手一挥，目光定定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竹筒，只觉上面有什么光在闪动。越来越近，明觉还未出声，左一叫了起来：“殿下，这是蝴蝶！”蝴蝶小小的身子上绑这么个庞然大物，它竟还能飞起来，这是什么？左一瞬间提高了警惕，手中的剑随时准备着。却见那蝴蝶忽然在明觉正前方停了下来，抖着翅膀来回盘旋着。明觉眉宇紧锁，心中疑惑更甚。这一幕实在怪异，还有那竹筒上似乎刻着什么字。就在他凝目望去之际，不知怎么的，蝴蝶的翅膀犹如过了电一般，一阵颤抖，绑在身上的竹筒像是被什么割断了，自上方掉了下来。竹筒外刻着硕大的苏锦二字，瞬间映入眼帘。明觉双目一亮，似是想到什么，来人拿起剑轻轻一划，果不其然，在内发现了一封书信。那封面上的字迹再熟悉不过了。他嘴角一弯，俯下身，正要拿起时，左翼抢先一步：“殿下，小心，让属下查验一番。”“不必，这是太子妃送来的，是给我的。”说完，面色淡淡的抽回了他手中的信件，挑了挑眉。左一，明觉拿过信，也没再理他，练武场也不去了，转身便往回走去，脚步越来越快。未到营帐，便已忍不住拆开了信件。他定眼望去，嘴角慢慢勾了起来，不知信中说了什么。男人眼中的光越来越亮，耳边都带着些热意。短短一夜，愣是看了许久，这才坐下开始书写了起来。蝴蝶忽闪忽闪着跟了过来，静静地停在了明觉的肩膀上，不再动了。明觉侧头一看，眼中带着些打量。信中有提到会有一只会飞的小东西帮他传信，应是这一只。虽然心中很多不解，不知他如何找到自己，又如何回去，但这些对于现在的他而言都不再重要。他知道苏锦有秘密，他从不刻意隐瞒，他也不去问，都不重要了，这样就好。第245章，即将迎接来自老母亲爱的关怀。明觉将信折了折，找来东西挂在了蝴蝶身上，超重的负荷，像是下一秒就能将它的翅膀折断。他看了一瞬，才道：“去吧。”话音落下，色彩斑斓的小东西扑棱两下，一道光似的闪没了影。明觉眸光一闪，目光定定地看着离去的方向，眼中带着惊异，这般速度定不是寻常之物。收回心绪，他又将视线定格在了那信件上，指腹磨了磨，不自觉笑了起来。“我等着你的大礼。”苏家，苏锦还在跟系统念叨着：“你不是说1日便能回来了，这怎么还没回来？童子，你是不是吹牛了？”系统被他气得跳脚：“我没有，他定是识别人像识慢了点，第一次吗？下一次肯定会快的。”“好了好了，那么激动作甚？瞅这小黑脸都气变形了。大宝他们去皇宫，你怎么不跟着去瞧瞧？以前你不是最爱去的吗？”苏锦随意的摆了摆手，岔开了话题：“我那是见多了，就不想再去了。”苏锦瞥了他一眼，还没适应做人。“我说你在这别别扭扭什么呢？以前的嚣张劲哪去了？小屁孩，就给我好好玩去。”他算是看出来了，这家伙嘴里叫嚣的比谁都厉害，内心却是个死宅的性子。只要给他备好了吃的，能一天不出门。我不知道玩什么。系统对了对手指，他不知道人类的乐趣有什么。以前自己在一旁看着，旁观别人的生活，每天乐呵呵的。现在要他自己去经历，就不由得缩了缩脑袋。以后仔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懂，我教你。他看了看面部皱在一起的系统，心里带着思量。就在此时，一阵哄笑声由远及近。哈哈哈，我最好看，黑宝哥哥和我最像。乖宝掐着腰，扬着小脸，有些得意。哼！二宝背着手，迈着小步子，脑袋一歪，才不理他，昂首挺胸走在了前方。秦氏看着他们，这会已经被打击的说不出话了，盯着3个孩子张了张嘴，只觉阵阵头疼。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回来全变了色？崽崽们个个不服输，雄赳赳气昂昂，离很远便开始叫道：“小哥哥，你快出来！”系统早已看到他们，此刻有些愣，朝着身旁的苏锦谨慎道：“宿主，
你觉得家里再有几个像我这样的黑孩子，能不能接受？苏锦翻了个白眼，怎么，晚上找你一个还不够，还想多几个？系统也没再说话，看着仔仔越走越近，小心道：宿主，我觉得那花蝴蝶快回来了，要不你去那边看看。他特意指了个和孩子来此相反的方向。苏锦眯了眯眼，没有动，狐疑地盯着他打量了一眼。系统见仔仔们跨进了院中，也不挣扎了。我们回来了，小哥哥你看，我们是不是也会很厉害？说完，满是墨汁的小脸上，一双大眼闪闪发光，期盼地看着系统。苏锦身子往前倾了倾，眯着眼看了一会，死死地按住跳动的额角，深吸了口气。他什么也没说，站起身四下看了看，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顺手的。仔仔们还不知危险的来临，此刻盯着系统，笑得见牙不见眼。大宝还用手抹了抹脸，企图让自己黑得更匀称一些，得意地挺着小胸脯，上前一步大声道：小哥哥，大宝以后改名字了，叫大黑。说完，他咧着嘴离系统更近了一步，学着他露出了自己的小白牙。二宝眼睛闪了闪，不服输，赶紧跟上，我二黑。小步子一迈也凑了过去，学着童子的站姿同他排排站。至于乖宝迷茫地指了指自己，乖，他要叫什么？小人急得挠了挠脑门，忽然他不知想到什么，眼睛一亮，指了指自己试探道：我小黑。苏锦拿着找到的藤条越走越近，此刻听到这话，手下的藤条又狠狠地对折了2下。第246章名爵来信。哥哥，你看看我们长得是不是很像？大宝连小哥哥都不叫了，直接叫哥。黑包子脸笑得软乎乎的，直往系统身旁凑。他可喜欢黑宝哥哥了，是他见过最大的宝贝。系统笑容僵硬地应和着，像。二宝见这两人黏糊，背着手在系统身前晃荡了2个来回，就是没引来关注。小眉毛一皱，他朝着一旁的大宝偷偷看去，又摸了摸脸，是他不够黑吗？黑宝哥哥一定更喜欢黑的那一个。系统看着几张黑乎乎的小脸，愣了好一会，磕磕绊绊应和着，不知要怎么回答，完全笑不出来了。是不是他带坏了仔仔们？这可咋办？他盯着凑在身旁的仔仔，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预感。啪！苏锦朝着地面猛地一挥，以黑为荣，模仿童子的仔仔还在缠着系统，想要得到夸奖。此刻被这一声巨响吓得立即正了正身子，朝着苏锦的方向看去。仔仔们，娘亲！孩子们眼睛瞬间瞪大，看着那粗粗的藤条，小脸再也没了笑意，心感不妙，火速捂住了自己的屁股，也没问原因，窜得飞快，老了。想也不想，立即缩在了秦氏身后。秦氏按住还没缓过劲的心口，看着一个个脏兮兮的模样，重重的叹了口气，瞅着苏锦到嘴的话还是收了回去，狠狠的心道：我记得我还有些事没做。说完没理会身后的仔仔如何猛，转身走出了院子，步子又停了停，终是忍住了回去的念头。唉，这孩子啊，该揍的时候还是得揍。他脚步还没走远，一道响亮的哭叫声瞬间划过了整个苏家。哇！娘亲，宝宝屁股没有犯错，你为什么要打他？哇！娘亲！哼，不是喜欢黑吗？来，我叫你们今天黑个够。宿主，差不多就算了吧，宝宝不敢了。一阵嚎啕大哭，鸡飞都跳之后，仔仔们趴在一起，眼泪哗哗的往下落，哭得好不可怜，脸上的墨汁犹如化开了一般，斑驳一片。苏锦将藤条一扔，板着脸扫了一圈，丝毫没有心软，冷酷道：日后还要不要变黑了？仔仔们摸着火辣辣的屁股，仰着花脸，就是没吭声。看着一旁的疯狂暗示的系统，这才齐齐的摇了摇头。小哭腔言不由心道：不要了。苏锦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目光若有似无的划过一个个屁股蛋，冷哼了一声。仔仔们身子瞬间一紧，手捂得更严实了，抽抽噎噎不敢靠近。娘亲好可怕，他们想爹爹了。爹爹你快回来！就在这时，带着名爵信件的花蝴蝶飞了回来，瞬间吸引了苏锦的全部注意。他双目一亮，立即站起了身，也没再理会一旁的孩子，手向着蝴蝶伸去。片刻，他拿着手中的信件，弯了弯眼角，看着几个犹如挖没回来的仔，也顺眼了许多，嫌弃的摆了摆手：去，回去给我洗干净了再来。他说着，捏着信便走，步子一停，似是想到什么，又转身吩咐了一句：每人给你们爹爹写封信，信中该说什么都知道吧。苏锦扫了一眼，带着些暗示。仔仔们立即点了点小脑袋，懂，这个他们最会了，将爹爹哄开心，娘亲就不会再生气了吧。小眼神不住地朝着苏锦看去，打着嗝，朝他努力地笑了笑。苏锦遮了遮嘴角，故作严肃道：好了，今日的事就算了，下不为例。你们想学黑宝，我不反对，但不可只看到他的外在，要学他的。系统瞬间精神一振，整了整衣领，身板挺得直直的。
期待地看了过来。苏锦顿了一会，脑子快速转了转，毫不走心道：“学他的临危不惧，善良勇敢。”他说完转身便走，显然心中急得不行。坐在桌前，立即展开了信件。男人苍劲有力，行云流水般的字迹跃然纸上，长长一段都在说滦州境内形势。苏锦看过，便一张张放置在身旁，直到最后一页，字迹忽变，格外袖珍，密密麻麻，犹如男人的窃窃私语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我心思你心，妻主大人，绝关城外野花盛开，多是婀娜，不知妻主心中可有中意的？看得苏锦笑出了声，嘴角越扯越大。半晌，他将那页纸看了又看，细细的收了起来，这才道：“来人。”不多时，有人推门而入，俯身道：“属下在。我说的东西可准备妥当？”“已妥，太子妃放心。”廖青扬声道：“即刻启程，前往滦州，东西送到即可。”“是。”廖青笑着退下。第247章，必定让大师得偿所愿。大禹，一座密林之地，大师派去的人无一人回。我早已知，若是这般简单，老道何须等到现在？他转过身，面容平和，带着淡淡的笑意。男子重重的咳了咳，面色泛起一丝白意，缓了缓，感慨道：“我这病能拖到今日，得幸大师相救，莫不敢忘，也必会让大师您得偿所愿。”他郑重的拜了拜，出言保证着，说完低着头，又重重的咳了咳。大师笑而不语，眉眼的宁静丝毫未破，仿若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他动一丝情绪的。男子等了半晌，也没等到他想要的话，顺了顺心口，继续道：“我这就再派人去。将这个埋在沙岩城内。”说完，他递了个盒子过去。男子垂了垂眼，小心接过，他忍着喉咙的痒意，也没敢去问。“是，您放心，这次我会派另一批人过去。只是那3个孩子。”“孩子？”“呵呵，不必了，我要的人已经等到了。”男子没明白他的意思，抬头望去，却发现人早已离去了。据苏锦下发悬赏，另已有些时日，偏远些国家还未有动静。然而大原境内却早已贴满了悬赏告示，大到城门之外，街道饭馆，小到各村庄院落，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原上下一片轰动，就连滦州边境各城之内都满是讨论之声。百姓们看着告示上的画像，犹如在看什么金山宝库似的，双眼都泛着光，一个个趴在告示前看得认真，那架势似要死死的将人刻在心里一般。黄金万两，这哪里是找人啊，这是在找金沙啊！我二嫂家的舅老爷长得同这画像上很是神似，你说会不会？呸！胡说，我倒是觉得像我远方一位叔伯。2位挎着竹篮的妇人高挑着眉眼，粗亮的嗓门争论不休，明眼人都知这是玩笑，在一旁不时的起哄，却也被不少人记在了心中，显然不愿放过一丝可能。哎，你们就没看到这解毒丹？这是何物？一小眼睛汉子叼着个草，冲着众人努了努嘴。管他是啥，能和金挂在一起的，怎么也差不了。多数百姓是不在乎，但那些不缺银钱的大家族，遇见这可解百毒的药，谁人愿意放弃？一时间，百姓情绪高涨，走在路边，凡是陌生人，他们都要盯着多看2眼。就在这一日，刚得了命令，混进大原边城的探子们，一入城便觉得有数道目光朝自己看来。男人对了对身边的同伴：“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我等的装扮没有问题，难不成有人漏了踪迹？他们特意做了伪装，这般扮相应不会引起人注意才对。快走，不必理会，先完成皇的命令要紧。”说罢，他摸了摸怀里的锦盒，时刻记着要将它埋在城内西北方位树木繁茂之地。几人脚步匆匆就要离去。“啊，当家的，快来，金山在这！”不知何人的一声叫唤，像是一道信号，人群瞬间轰动。那些本还有些怀疑，琢磨着这人除了装扮，这长得不太像啊。然而此刻看有人冲了过去，也顾不得是与不是了，都随着人群冲了上去。谁也不愿意落后，管这人是不是，人先寻到再说。一时间犹如饿狼扑食一般蜂拥而上，尖叫声四起：“这个人是我的！”说着他一个跳跃，准备扑上去。几名大禹顶尖探子先是一惊，看着来势汹汹的人群，翻身就要逃离，却被不知何处冒出来的大娘一把抓住裤脚，死死的不愿放开，险些要扯掉裤子。“放手！”男子面色铁青，看着周围的同伴都被困住，他快速思量着要不要再次动手。男人脸色越来越沉，不断忍着，若是现在出手，必定会引来官兵，那么之后定是麻烦不断，他们行动也将会受限。第248章，掉落的锦盒。“我找到你了，别想跑！”大娘不紧不松，还顺势站了起来，一把将人抱住，那架势比亲儿子还亲。“你们认错人了！”这一声呼喊丝毫无用，一个个情绪激动，
哪里会听？你休想骗我老婆子！说着，将人抱得更紧了。男子挣扎，手中的暗器紧了又紧，不断的权衡利弊。就在此，又一汉子冲出重围，抱了上来，三个人瞬间堆在了一起。瘪犊子，给老娘滚！这人是我找到的。汉子哪里肯听，两人扭打在了一起。就这，还不忘拉扯着身旁的男人，谁也不愿意松手。一番撕扯下，没人注意到易景和从男子凌乱的怀中滚落了下去。几人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心中也了没耐心，如何也想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此守着，将他们认成了他人。看着拼命冲上来的人，几人面色一厉，不再想着掩饰，就要拿出凶器大开杀戒之际，左一带着一队士兵赶来了。他看着一片的混乱，一挥手大喝道：都住手，别动，违令者杖责摆。一群百姓蠢蠢欲动，看着即将到手的金山就要离去，如何甘心？一小眼睛男子试图慢慢靠近中间围聚的人，正当伸手之际，立即被一士兵拿下，当场拉了下去。砰砰砰，板子声和男人的惨叫声瞬间惊醒了迷怔的众人。看着围在外围的士兵，一时间无人再动。中间那几人对视一眼，心中大惊，正想着逃离之法，努力镇定了片刻。老翁扮相的男人朝着身后一个暗示，弯了弯腰身，可道：这位官爷，不知我们可否离去？小老儿几人只是普通木匠，此番应主家要求前来做工，不知为何遭逢此难，被这群人拦截在此，还望官爷明察。左一什么也没说，盯着几人打量了片刻，眼睛闪了闪，他算是知道这群人为何被拦在此了。不说像，只能说敢，这般装扮的已是不多了。太子妃那天价悬赏告示一出，留着胡须，一身素色长衣扮相的人早已被百姓寻了个遍，这位一现身怎会不引起注意？左一打量一番，没有立即放人，近来探子颇多，还得再谨慎一些。带下去问清楚，若身份属实，自当放你们离去。他转身吩咐几句，也没再管。几名男子对视一眼，见他这般态度，忍了忍中是没有选择动手。再等等，他们因事没有被识破，如此这般，夜里再行动也是可行。左翼没有再关注那群人，从人群中退了出来，目光四处打转。就在此时，接到旁一孩童举着一锦盒，嬉笑着抛在空中，喜滋滋的拿给身后的妇人：娘，你快看！左翼闻言望去，双目顿时一眯，他不确定的上前一步：你过来。男童一惊，发觉是在叫自己，有些怕，却被身后的妇人抱了过去：官爷，孩子不懂事，您……他面色发白，只当是自家儿子惹出了什么乱子，连声道歉：别怕，这东西你何处得来？男童磕磕绊绊说不清，就他手指了指刚才那群人围聚之地。妇人擦了擦额头，连忙将东西拿给左一：官爷，这是您的。孩子不懂事，对不起，这就还您。左一拿起看了看，摩擦着盒子表面，像是在确定着什么，心底的疑惑越来越盛，手腕一翻收下了。这锦盒可不是普通百姓能用得起的，非皇室不可得。为何出现在这里？他盯着人群看了一瞬，准备拿去找殿下看看再说。此刻敛住面上的严肃，朝着妇人轻声道：多谢。他见周围人多眼杂，没当众说什么补偿的话，低头朝着手下的士兵吩咐了几句，转身离去，捏了捏手中的东西，大步朝着营帐走去。第249章滦州黄字号梁商。营帐内，明觉不知在看着什么，眸中泛着温润的光泽，时不时摇摇头。男人望着信上稚嫩的笔迹，眼角的笑意又深了深。爹爹，宝宝想你了，在家有乖，娘亲也乖，他可好了，都不会打宝宝，宝宝屁股没有痛，每天可开心了。明觉手握拳，堵了堵嘴角，忍着笑，他仿佛看到了某个强颜欢笑的小家伙。他看了一瞬，拿起放在一旁，准备看向下一封之时，眼睛一扫，只觉信件的一角有些异样，墨迹重了许多。他猛地翻向背面，只见背面的右下角赫然画着一个勉强能认出的小人，长长的手绕过身子，像是在捂自己的屁股一般。脸庞的周围还散落着雨水般的点点，似在哭泣，没有任何一个字，却暗搓搓地向他传达着什么。明觉，他抿了抿嘴角，半晌，他将信塞了回去，别开了眼，假装没有看见。为父身在远方，也无能为力啊。他果断将窄窄的信件压在了最下方，拿起那最后一封，珍而重之地展开来，目光一扫。然而还没等他看完，左一走了进来，拿着一物，急忙道：殿下，您看看这是何物？明觉暗中扫了他一眼，嘴角笑意一收，将手中的信又放了回去，这才接了过来。垂眸一看，男人神色瞬间一凝，何处得来？左一看他家殿下这般，便知自己没有认错，赶忙将方才的闹剧说了一番。属下试着用手打开，不知何故，像是毫无开口一般，
寻不到一丝缝隙。明觉眸色一深，摸着手中的锦盒，似在回想。盒子不大，底部却是用最好的紫杉木制成，上方包裹的锦缎更是皇室专供。似是想到什么，明觉看着他腰间的佩剑，转视岸上的锦盒，厉声道：“将它给我劈开。”左一点头，也不多问，拿起便向外走去，将东西放置在一块石块之上，手下一个抽动，一道寒光朝着地面劈去。咔！盒子应声而裂，一小截树枝映入眼帘，伴随着一股淡淡的腥意飘散而来。左一皱了皱眉，向后退了一步。这气味，他不知，但明觉却是熟悉。明觉眼中一道寒光闪过，烧了！那刚入城的几人全部拿下，严刑拷问，不可放过一丝踪迹。他自是猜到这是什么，苏锦不止一次同他描述过，大于前国师府内栽种的树木。明觉思绪转了转，坐在案前挥笔而下。几日后，沙岩城百姓见城内还张贴着告示，并没有被撤下的痕迹，一颗心中是安定了下来，又投入到了找人的热情中，无人再提那日被拦下的一行人，仿佛从没来过一般，没了踪迹。这一日，滦州几大粮商应邀而来，参见太子殿下。赐座。明觉示意他们坐下，此番让你们来是为了粮食一事。哪料此话一出，本要行礼落座的男子猛地站起身。太子殿下，草民一街白衣，靠着微薄的铺子谋些营生，实在是有苦难言啊。杜甫还满是为难的哭诉一通，说着便要向着明觉跪下。男子垂下的眼中闪过一道金光，嘴里不断的叫着，远远看去，犹如迫于权势不得不低头的平民百姓一般，面带愁苦。与此同时，一旁几位也跟着跪下。太子殿下，为了大元，为了这滦州百姓，草民愿意捐出1000担粮草。草民也愿意。明觉坐在主位，淡淡的看着跪在下方的几人。是当本殿想要抢占你们的粮库？草民不敢几个身形一顿，身子低得更厉害。他们来此之前便做好了打算，不知这位太子殿下为人，但行军在外，最是重要的莫过于粮草。朝廷这是拿他们当冤大头呢。呵，作为这滦州最大的黄字号粮商，这般情况下找到他们，不用想也知是何事。几人心中想着各种应对之法，他们背后家族虽是势大，也只是对于这滦州而言，想要同一国太子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只能先把话抢在了前面。第250章，仔仔们最后的倔强。明觉手一挥，坐。他没有废话，语气却带着不容置疑。本殿此番让你们前来，是为了粮食定价一事。近来滦州受战事影响，粮价起伏较大。杜甫海诧异一瞬，朝着一旁几位看了一眼，出言堆笑道：“太子殿下，您说笑了，这粮价可不是我等能定下的。”他眼神闪了闪，暗自拉了下旁边的男子。他们的身后可不止自己，此事绝不能轻易应下。太子殿下，这等关头，我等自是要做些贡献，但现今边城粮食吃紧，各大粮商手上的余粮都不多，这价自是降不了，草民全家靠此为生，甚是为难啊。几人打着马虎眼，死死咬着牙没有应，面上都扬起了愁容。明觉私下早已将这些人查得一清二楚，此刻神色未动，就这定定地看着他们。几人哭诉半晌，也不见他出声，眼神转了转，吱声道：“太子殿下，草民知您意，愿再加上1000担粮草，只愿我大元此番得胜。”他说的大义凛然，话语带着一丝豪气。不就是想要粮食吗？何必谈什么粮价之言？草民同道。本殿知诸位在战事出现端倪之际，便大肆收购他，眼眸一扫，带着冷色，话音极慢。还未说完，几人便砰的一声跪了下去，大喊冤枉。明觉神色漠然，只听他继续道：“还有，谁告诉你们本殿缺粮？”话音落下，侍卫从外而入，报：“太子殿下，城门外有大批粮草押送进城。”明觉似有所想，还是问道：“何人带队？”回殿下，是太子妃手下主事廖清。明觉早有预料，转转眼，眸光微抬，看着跪着的几人，傲然道：“本殿的太子妃不缺粮。”他也没有理会几人作何感受，厉声道：“粮价一事，不是同你们商量，明日我要看到滦州的粮价恢复正常。”说完转身离去，没有再看身后之人。几人见他离去，重重跌坐而下，道：“杜兄，你看这……先回去，回去再说。这位太子殿下可不是之前的冷大将军，那般好糊弄，还得小心应付这些。”他拍了拍衣袍，再也没了之前的愁容。想到方才的事，终是不甘心。这位太子妃，你们可清楚？远在边城，对于这位名满大员的太子妃，他也只知其才是惊人，其余知道的倒是不多。几人对视，均有一丝凝重，怕是要白忙活一场了。廖清见太子亲至，躬身道：“殿下，这是太子妃让属下送来的粮草，只其一部分。”特交代道：“
比邻滦州两地的晋州、丰州、粮道均已打通，您只管派人通传，2日内自会有人押送粮草而来，管够。还有，这是太子妃让属下送来的兵器，说您看了自会明白。他转身又指了指另一车队，长长的队伍排在城门外，远远看不见尾。明觉目光闪了闪，虽是淡淡嗯了一声，但任谁看着都知道他们殿下此刻心情极好，面上都泛着光。左翼偷偷瞅了一眼右一眼，啧啧称奇，心里直发酸，忍不住朝着明觉身上看去，又低头看了下自身。他长得也不丑啊，怎么就遇不上呢？来个人把他也娶了吧。苏家仔仔们自那日收到爹爹的来信，整个仔都有些恍惚，好几天都没精神劲。此刻垂着小脑袋坐在太阳下，仰面晒着小脸，这是他们对于变黑最后的倔强。见阳光不烈，家中也没人管他们，只要不折腾，老老实实待着也挺好。黑宝哥哥，你说爹爹是不是没看见我们画的小人？3个仔仔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爹爹不安慰他们，还狠狠地教训了一通，一直说娘亲做的对，是他们不乖，惹娘亲生气了，要再打屁股。信里说的可凶可凶了，这和平时的爹爹不一样。可是不知为何，娘亲读完后却很开心，瞬间就不生气了，还转过来安慰他们。仔仔小脸一皱，满脑子问号，怎么也想不明白。第251章送系统去旅行。系统将自制的面膜取了下来，拍了拍自己娇嫩的小脸蛋，他坐起身，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道：你们还小，我们大人的世界啊，它复杂着呢。最近很是听系统话的仔仔们认真点了点头，小哥哥一定是懂很多，才那么厉害。几双大眼崇拜地看着童子那水光嫩滑的黑脸，小手一握，互相鼓了鼓气，转身朝着太阳方向，将脸又抬高了几分。几个小家伙坐在院中，两手做开花状，托着下巴，使劲仰着头，企图离太阳更近一点。苏锦傻的都不忍直视，算了，也不能丢了。他重重的咳了咳，系统瞥了他一眼，3个仔仔也是敷衍的转了转身，丝毫没耽误自己的正事。小孩子晒晒太阳是不错，但你们这差不多就行了呀，不然我可要告诉你们爹，你们又不听话了。苏锦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打小报告感到羞愧，双手环抱，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他夫郎可是站在他这边的。仔仔们拖着脸，暗搓搓瞅了他一眼，小表情有些无奈。自从那个花蝴蝶每天往家里飞，娘亲他就变了，变成了告状精。哼，他可真愁人。3个仔仔心不甘情不愿，故意冲他扭了扭小屁股，完事撒腿就跑，快速躲进了屋内。苏锦做事挥了挥拳头，见孩子都走了，这才收起了笑，看了系统一眼，道：童子最近在家中无聊吗？系统正做着最后的护肤工作，含糊道：还好吧，感觉自己最近又白了一些呢。苏锦看他那娴熟的动作，抽了抽嘴角，这家伙不知何时对那些美白护肤上了心，瓶瓶罐罐比他用的还精细呢，这就是闲出屁来了。今日收到他夫郎的来信，说到了锦和的事，他这心头总觉得有些不安。他给明觉带了护身符，还是系统出品最厉害的那种，这个时空可容纳的最高版，不会出事，但他总觉得不安心。可能是自己关心则乱，想多了，但他宁愿想多些，也不愿有一丝一毫的意外。他输不起。思绪一收，看着精致的小童子，苏锦笑得越发谄媚，讨好的搓了搓手：童子，你说这第一次做人，如何也要出去看看才行，不说走遍大江南北，但这边城难得的风景也要去多看看啊。系统愣了一瞬，他纠结地问了一句：你为什么对着我的后脑勺说话？说着他还伸手挠了挠苏锦。他讨好的笑脸猛地僵住，上前凑近一看，尴尬地咳了嗨，他哪里敢说自己认错了。他佯装淡定，迅速转移了话题，神色认真道：那不重要。说完他掰过系统的脑袋，深深地对视一眼，道：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那朋友有个小忙想要你帮一下下，你会答应吗？他双目泛着真诚的光，一闪一闪地望着系统。系统咽了咽口水，有些紧张：真的就小忙？那我可以，我还是很厉害的。宿主这表情他有些怕怕的，应该不会很难吧？苏锦一听这话，大笑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哈哈哈，我就知道童子你最仗义了。走，我帮你收拾收拾，都安排好了，保管桶爷你这趟旅行舒舒服服的。旅行？系统似是听到了什么可怕的，尖叫一声。他一个系统放眼一扫就能看见事物，他为什么要旅行？对，走吧，我家夫郎会照顾好你的，你可是他名义上的好蛋儿。你夫郎？系统听完这话更是惊叫一声，还有什么不明白？他家宿主这是要将自己送到滦州边城去。哇，宿主你没有心。他紧紧地扒着门框不松手，小黑脸皱在一起，大叫着：就这一次，你想买什么护肤品我都给你买，就你之前说的最贵的那一套，
美白嫩肤的怎么样？利诱完，他又正色道：我家名爵在外，我总有种危机感，放心不下。童子你这么厉害，如果你出马，不管是谁想要伤害他，都是不行的。我只信你。系统扒着门框的手松了松，悄悄挺了挺身。苏锦做事没有看见，继续道：你作为咱们家智商最高的人，一切阴谋诡计在你面前都无所遁形，说不定还能在大元留下一段佳话，做个黑将军什么的。我这么厉害？当然。他很是肯定的点了点头。童子挺了挺身，将自己的衣衫自上而下扫了扫，小表情严肃的不行。既然这样，那我就去看看吧。第252章，是名爵害我。皇子府，明元帝阔步而来，瞬间一声声咆哮冲入耳中，同时便随着吓人的求饶声。明元帝皱了皱眉，指着内侍厉声喝道：怎么回事？圣上，四皇子殿下自昨日起便魔怔了，奴才们实在劝不住。明胜看着一步步走来的明元帝，满是横肉的身体已是行动艰难，痛苦不堪。就算这般，他忍着痛意，仍旧不死心地向他缓步走来，边走边叫道：父皇，是名爵害了臣，是名爵。他语气带着难言的愤恨，面庞的肉晃动着，极尽扭曲。明元帝闭了闭双目，对于这个儿子，他不知寻过多少太医，但每一次得到的回复都表明只是四皇子吃多了而已。他心底的失望越发深，一个连自己食欲都管不住的皇子，实在糟心。此刻听闻他这话，明元帝目光一沉，气得想上前踹他两脚。混账东西，明爵为什么要害你？常德很有眼色的赶紧拉住他，安抚道：圣上，您消消气。明元帝顺势没有再上前，眼神狠狠地瞪着他：你倒是说说，太子如何害你？若是说不出个所以，朕今日定不饶你。哈哈，父皇你还是这般偏心，什么都是名爵，你眼里只有名爵。你可知他所拥有的这一切本该是我的，是我的。男人踉跄几步，走得极慢，下人们跪倒在地，无人敢来扶他。他不顾明元帝黑沉的面容，狰狞道：名爵他是嫉妒，他嫉妒而臣将会得到一切，才会先下手为强，一切都是他从我这抢去的。他叫完，扶着桌子急速喘了几口，短短几步路已是满头大汗。明元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怔了一瞬，脸色越来越黑，太阳穴突突的跳着，抖着手指着他，显然是气狠了。名爵是嫉妒你比他胖，比他能吃，还是你这得了癔症的脑子？你这个混账东西，简直是一派胡言。但凡说点有新意的，他说不定还能听一听。瞧瞧这话，名爵嫉妒他，呵，简直是一派胡言。明胜一听这话，被肉堆积的面容更显扭曲，一双凤眼闪过浓浓的恨意。他会这么胖，一切皆拜名爵所赐，一定是他，不会再有别人了。那工人说的没错，是他害了自己。几日前，一工人撞在他身上，之后对着他便是一阵胡言乱语，说他是天命帝王，他该是这大元之主，是有人篡改了他的命轨，更是提到了很多他登基之日的情形，像是亲眼见过一般。他心中虽是动摇，却也控制着理智没有去信。然而那工人的话却犹如魔咒般令他挥之不去，一直在脑中回荡。你是大元下一任帝王，名爵将死于你手。当晚便梦到了那人所说的场景，接连几日，日日如此，同一个梦境。他登基为皇，名爵被他斩于剑下，如此反复，只有名爵和他，梦中再无其他人。他已分不清虚幻还是现实，看着自己越来越胖的身子，神情越来越恍惚，直至昨日醒来，他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工人的话像是在他心中生了根，开始冒土发芽。自此他口中便开始不断喃喃自语，是名爵抢走了他的一切。心里想着，嘴上也这般叫了出来：父皇，是名爵害我，他害我，疯了，疯了！来人，将他给我关起来！哈哈哈！明胜大笑一声，丝毫不反抗。他就知道会如此，他的父皇啊，从没给过他一丝的希望。几个工人躬身应是，合力才将他架起。待人离去，明元帝转身问道：四皇子近来可是受了什么刺激？启禀圣上，四殿下近来未出行，一切如常，只是不肯再吃太医所配的药膳，直言有人要害他，夜间却是睡得很沉。明元帝眼神定了一瞬，心中虽是气愤难忍，却更多的是头疼，也不能不管。他重重叹了口气，无力摆手道：下去吧，好好照看着，身旁不可离人，除了药膳，不可再给他任何食物。是。常德想上前扶住他，明元帝挥了挥手，弯了弯腰，独自走了出去。他望了望天色，无人知他在想些什么。第253章，娘亲是大老虎。嗷呜！苏家一队车马等候在外。府门外，秦氏抱着黑宝就是一阵抹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去边关？孩子生来坎坷，
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就要去受那罪，我可怜的崽啊！严氏也在一旁劝着：小景啊，为何要孩子送去滦州？那里竟然要打仗，如何去得了？娘，母亲，你们别担心了。黑宝有个小心愿，天下这么大，他就想去看看，咱也不能阻止不是？说着冲着系统眨了眨眼。童子还因苏景画下的大饼，畅想自己以后如何风光，这回更是连忙点头应和。对，我想去看看外面的风景。两人将系统围在中间，连番劝说，时不时还要瞪一眼苏景，都当是他挑唆的。陈北清带着护卫队跨坐马上，如今已是右翼前锋营统领的他，此番正得了谕旨，前往边关。男人身穿甲胄，勃然英姿，硬朗的面容，此刻看着下方众人，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青衣，母亲，你们不用担心，这一路我会照顾好黑宝的。两人顺势望去，秦氏心知黑宝这次出门肯定是有事，不然小景怎么会放任一个孩子前往边关？再想到黑宝的那些本事，他心中也是有些猜测，终是叹了口气。北清啊，你这一路多看顾着些，有什么不是，你就将人再带回来啊。好。陈北清早已和妹妹苏景聊过，自是知道黑宝此番去滦州为何，为了让两人放心，还是笑着应下了。系统昂首挺胸的上了马车，看着马车内的情景，眼神闪了闪，也没出声。陈北清向着众人告辞，苏景却上前一步，不紧不慢道：大哥，稍等。说着面容冷酷地撩开车帘，将一个超大的木箱搬了下来。沉重的木箱对他而言丝毫不费力，他面不改色，动作极轻地放下，朝着周围一个示意，谁也没有出声，这才冲着陈北清挥了挥，一路顺风。车架越走越远，原地一道闷闷的小奶音忽然响起：我们是不是走了？紧接着又一道故作严肃的声音一本正经分析道：刚才有一阵晃动，应该是马车出发了。乌大宝想出来，再等等了，我们再走远一些，嘿嘿，娘亲就找不到我们了。他们可真是太聪明了，既能不和黑宝哥哥分开，还能去找爹爹。嘻嘻，好开心啊！爹爹见到我们一定高兴坏了，这一次一定要告诉他娘亲有多坏坏。哼，他打宝宝屁股还爱告状，他是大老虎阿乌。几个小家伙缩在一起，悄悄透了一条缝，一人一句，说得很是欢快。就在这时，二宝疑惑道：那个为什么都没有声音了？他坐过马车，知道车会晃动，车辕压过会有声音，但是现在小人像是遇到了什么难题，抿着嘴，悄悄又把缝开大了一些，企图向外看一看。一束色衣摆瞬间映入眼帘，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眼睛越瞪越大。此刻木箱周围站满了人，苏景双手环抱，面色冷酷地看着木箱一点点打开。秦氏和严氏已是捂住了脸，不敢再看，周围下人也是憋着笑侧过了身。苏景弯了弯腰，三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瞬间与他对上，都愣住了。苏景张开了嘴，双手放在脸庞，做了个老虎吃人的表情。嗷呜，说他是老虎，好啊，定如你们所愿。崽崽们，哇！第254章，太子殿下，你儿子来了。系统一路都在担心那几个崽的情况，一直没敢问他家宿主。哎，小可怜遇上了他家大魔王，注定要屁股开花了。他也就是感慨一瞬，很快便咸鱼般的躺了下去，在柔软的垫子上打了个滚，伸手抓了几颗梅子就往嘴里塞，幸福的直冒泡。他想一直待在这里，然而时光短暂，马车外一声叫喊声预示着到了目的地。黑宝到沙岩城了，需要登记一番。系统应声擦了擦嘴角，仔细的理了理自己的衣衫，目光不闭，大摇大摆的下了车。一道纯粹的黑瞬间引起城门外一众目光，更是有人惊叫出声：啊，黑人！像是在看什么稀有之物似的，一个个目不转睛盯着系统就是打量。童子也算习惯了，早已放开了心，随他们看，他童子以后可是要做黑将军的人，这点小场面他才不怕。系统强装镇定，还冲着周围咧嘴笑了笑。我滴乖乖，他还会笑。系统，他快速收回了笑脸，板着小脸变得格外冷酷。城门守卫认真的核实片刻，恭敬的将文帖交给陈北清道：陈统领，您带队直接入城便可，只是这位。他犹豫半晌，说着看向了一旁的系统，微笑道：陈统领，您别误会，只是近来边关戒严，无论何人都要细细盘查清楚，这位容貌实属特别，属下不得不问，还望您海涵。陈北清点了点头，正要解释，童子立即挺身向前道：我是来找明爹的。他昂着小脑袋，生怕别人听不见，说得超大声。守卫顺势问道：你爹是？好家伙，这么黑，这爹得黑成啥样？别说他们沙岩城，就算整个滦州也没听说有这号人物啊。作为名爵名义上的好蛋儿，他时刻谨记宿主交代的身份，骄傲道：我爹叫名爵，是太子。谁？别说守卫，连一旁城门外的人都愣住了。系统嫌弃的瞥了一眼，
年纪轻轻，耳朵就不好使了。系统黑黑的小脸有些无奈，看着周围一片人，认真重复道：“是太子。”阿可、明觉同2名副将正在商讨着什么，此刻像是被什么呛住了一般，无故咳了一声：“殿下，您没事吧？”2人放下手中的图纸，连忙朝他看去。明觉摆了摆手，眉峰一紧，没感觉哪里出了问题，便也没在意，继续同2人商讨起防线一事。这一带的防御稍显薄弱，若敌人从此峡谷，报！明觉抬眼望去，启禀殿下，陈统领奉命前来，属下已经将人带到副营外候着。此外，随行而来的还有您的儿子。明觉猛地站起身：“你说谁？”守卫科办道：“自称您儿子就最显眼的那一位。”其实他心中也是纳闷，太子殿下有3个孩子，人尽皆知，但这位怎么看也同传闻中不相符啊。说完，他悄悄看了一眼明觉，太子也不黑呀，难不成是太子妃？见那孩子与陈统领一道前来，他也不敢阻拦，只能前来回禀。明觉看了他一眼，也没再说，大步朝着营帐外走去。他前几日才收到孩子们的信件，一片欢乐中暗藏些许哭诉，提到有个小哥哥会来找他，苏锦也只道他有个朋友要留在他身边一段时间，其余便没再说。如今他儿子，他阔步而去，而此时的一处副营内，一群士兵围着系统，眼珠子险些都要瞪出来了，悄声道：“这是太子殿下的孩子。”我的娘爱，俺们在外可长见识了，是不是都没事做了？都散开，看什么看？左一重重地敲了敲，人群瞬间轰散，视线顿时开阔。系统坐在椅子上，看见他，黑黑的脸上扬起笑：“你好呀，左一。”看清他原貌的左一，他重复了刚才士兵们的表情，双眼大瞪，狠狠地眨了眨。刚才那群人说什么？殿下的孩子？他家殿下在外还有这么个儿子？他以为生出3胞胎已是世间少有，哪知一山更有一山高啊！太子妃真乃神人，这生的孩子还有带色的。明觉到时，2人已是大眼对小眼，脸贴得极近，左一就差没把眼珠子落在系统身上了，企图找到一丝白净的地方。咳！明觉重重一咳，左一立即闪身退开。系统第一次正式见到明觉，站起身，整了整衣衫，黑黑的小手向前一伸：“你好，明觉，我是黑宝，苏锦的好朋友，最好最好的那种，很高兴认识你。”宿主的男人。明觉愣了一瞬，面上也没惊异，向前一步，郑重道：“你好，我家妻主提到过你，很高兴认识你。”童子。他没因他人小而忽视，目光直视他，抿着唇，神情很是重视。他知道这位就是被苏锦提到过多次，名叫童子，自己却从没见过的朋友，是他在乎的人。明觉学着他的样子也伸出了手，一大一小对视一眼，双手轻轻一握，笑了起来：“很高兴见到你。”第255章，叫我黑将军。系统偷偷踮起脚尖，头昂得高高的，小表情很是严肃，气势不能输，一本正经道：“以后我就在这里住下了，会好好保护你的。”他松开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认真的保证着。明觉心中有些复杂，他摇头笑了笑，也没说什么，转而看着还在愣神的左一，吩咐道：“给他安排一下。军营不似平日家中所居，自是比不上。”明觉怕他不习惯，特意向左一吩咐了一番。系统听他安排，连忙摆手，爽快道：“不用准备，在你的营帐里给我加个床位就行。费那是干啥？自从升级了，他现在晚上都不用睡了。”他一副不拘小节的模样。左一脚步顿了顿，抬头看向明觉：“殿下，这……”明觉扶了扶额头，有些无奈：“你先下去吧。”罢了，只当他不习惯一人，毕竟也还是个孩子，轻声道：“你先住几日，若是不习惯，我派人送你回去。”苏锦没说他为何而来，他也没想到会是这么小的孩子。系统一听这话，暗搓搓瞥了他一眼，小瞧他了不是？他既然来了，怎么会轻易离开？我可以到处看看吗？他对这古代的军营甚是好奇，尽管一扫便能看完，但他现在更享受自己去看的乐趣。背着小手，很是礼貌地问了一声：“我让人带你去，除一些有士兵看守的，其他你都可去。”明觉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伸手递给他一个令牌。这副小大人的模样，倒是像他家二宝。想到此，男人目光更加柔和了。“不用，我就随便看看，你忙去吧。”童子点了点头，迈着小步子，老大爷遛弯似的走了出去。明觉：“殿下，这位真不是您儿子？”明觉挑眉，冷冷地扫了他一眼。左一立马闭嘴，转而道：“殿下，我去帮您看着。”他没耽搁，随后跟了出去。可他刚出营帐，已是寻不见系统的身影了。左一懵了一瞬，那孩子走得这么快？他折腾一圈，才得知他的去向，知他是朝着练武场方向去了。然而此时的练武场
已是围满了人。还没走近，便传来一声声高喝。系统本就是随便转转，他这个未来的黑将军得来认认自己的小兵，命冷将军带兵出行。这一变故，周围的人也惊住了。喂，这我说你放水也不是这么放的。牛大壮，你不行，你下来。小公子，我与你对上2招如何？系统满是骄傲地看了他一眼，尽管来，输了可不能耍赖就行。他不会什么招式花样，就往那一站，小身板很是自信地挺得笔直，谁也伤不了他。本来这些人还会顾及他的身份，士兵多是对他面色感兴趣，想陪他玩闹。小公子，你注意些，我可要出手了。砰！这一次系统没有用手去接，那人脚下一个横扫，只觉碰到硬石一般，被震得猛地收回了腿。系统身子却没半点晃动，他正了正神色，又挥出一拳，来势要猛了许多，毫不意外的犹如方才一般被震了回去。他以为牛大壮士因其身份让着他，心里还有些看不上眼。此刻他盯着人打量一瞬，诚心拱了拱手，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在下心服口服。这哪是一般孩子能拥有的体魄，坚硬如石啊！也不知太子平日如何训练的。人群安静了一瞬，猛地躁动了起来。小公子厉害啊，我也要讨教一番。还有我，系统一应下，心里嘿嘿直笑，玩得不亦乐乎。不多时，一道道喝彩声此起彼伏。好，好，以后别叫什么小公子，叫小黑将军。他们如约叫了他一声小黑将军，虽知是玩笑，也带了几分认同。系统昂首挺胸，故作谦虚的连连摆手。有人趁势上前一步，不知小黑将军平日练的什么功夫，可否讨教1、2？小黑将军这么厉害，一定从小就学了吧？系统眨了眨眼，骄傲的情绪瞬间一顿，半天没有出声，赶忙从系统内找了一套拳法出来，脑中过了一遍，故作淡定道：“你们要学，我教你们。”士兵们情绪更加高涨，连声应道：“好！”哦，小黑将军大气。左一来了，左一又走了，神情麻木的从一圈圈士兵中退了出去。他想，这位小黑将军是不用他多加看顾了，他可能排不上了。转身看着那被士兵大笑着高高抛起的孩子，一时有些无言。这孩子这么厉害，他家殿下知道吗？营帐内，一群将士围坐着，似在商讨着什么，气氛严肃。一人开口道：“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如此下去，边城不稳，百姓不安。现今准备已妥，末将愿意打响这第一战。”冷将军所言虽是有理，但依末将看，可再等等，兵戎相见，两国征战，终是大事。倘若那时他国发动突袭，我大元怕是要腹背受敌。据消息来报，近来大齐朝政动荡，几位皇子斗得你死我活，因是无暇顾及其他。大梁也与我朝签订了2朝盟约，末将同意冷将军所言，出兵直上。明觉坐在上首，静静地听着，对此心中早有决断。他拿出防御图，指尖点了点，冷将军带兵，子时从巫峡一带穿行。系统眨巴着眼，乖乖坐在一旁，听得相当认真，不时还点点头，一副很懂的模样。几位将士很难忽略他，时不时看上一眼，虽是第一次见到这传说中太子的孩子，却并不陌生。不单单是他奇特的肤色，这位近几日靠着一套龙虎拳在军营很是出名，外号小黑将军，真是军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小小年纪厉害着呢。商议完毕，众将士起身，谨遵太子殿下令。几人转身离开，一只比蚊子还小的飞虫自系统手中飞了出去，稳稳地落在了那位被明觉点名带兵出行的冷将军头上。明觉眼中一闪，猛地看向他。近来二人虽夜间同营，但他军务繁忙，相处时间并不长。此刻明觉心中有疑，直接开口道：“那飞出去的是？”第257章，让这个世界恢复原样。是我做的小飞虫，可以定位。他做出来的飞虫都是傻瓜式的，只能完成单一指令，并不具备智慧，不能实时同他反馈信息。这也是最大的缺陷。这个世界的规则还是很严厉的，他可不敢以身犯险，要是被一道雷劈没了，就完蛋了。明觉默了一瞬，定位。他似是想到什么，忽然道：“那只花蝴蝶也是你做的？”“对呀。”系统骄傲地挺了挺身，反正他家宿主从没想过要隐瞒他，很是果断地认下了。明觉定定地看着他，忍着惊异，也没再问，心里却多了些猜测。苏锦的秘密就是这个孩子。此时的苏家，苏锦刚听完童子的汇报，好一顿夸奖之后，这才断了联系。何事？太子妃、四皇子失踪了，皇宫已经戒严，圣上已命御林军全城寻人。何时发生的？就在今早，据宫中消息，夜间还在，早上醒来便没了人影。苏锦眉间一凝，思量着，他不可能自己出去。他夫郎给他下的那毒早已深入骨髓，让人痛不欲生。那人已经时日无多了，
每日活行动都困难的人，如何能自己离开？他不知想到什么，忽然道：“带人沿着大齐、大禹2个官道上去找，务必将人找到。”萧管家神色一转，想到刚才收到的消息，激动道：“太子妃，悬赏一事有消息了，是自义武林世家传来，其家中独子自娘胎中便身中鬼毒，此番出动了整个江湖侠士全力寻人，以带来消息。那人现身，大禹皇陵，却无能将人拿下。将这个给他们。”萧管家拿着手中玉瓶，询问道：“需不需要再确认一番，再将这个？毕竟是这般珍贵的药。”“不用，这个消息就够了。接下来我亲自去。”在此之前，他要准备一番。多日后，大元如何也搜寻不到的人，此刻犹如死人般躺在棺材里。顺利吗？人在棺材中顺着河道出了大元，棺材已到。好！男人大手一拍，急忙沿着小路来到一处密林之地，轻声唤道：“大师，人到了。”大师抬眼望去，自蒲团上站起身，眼神闪了闪。男人弯了弯腰身，苍白的面容泛着激动的红光，道：“大师料事如神，这次信不如使命。”好说罢，他手中一抛：“这个你拿去，每日服用，与你有益。”谢大师。他将玉瓶死死地握在手中，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般，心口带着颤意。激动过后，他似是想到什么，继续道：“大师，人虽是到了，但那人情况极差，神医诊断都说10日无多了，随时会没命。您看。”大师眼眸一暗，似是没听见，突然道：“大齐的国君定下了吗？”男人一听这话，垂下头，心口紧了紧。他深吸了口气，道：“按大师您的吩咐，派人前去暗中注意的三皇子，一切顺利，不出所料，这场功便应是可成。”“是吗？3个了，那就差大师喃喃2句，话语随风逝去，谁也没有听见。此次攻打大元，切记只可败不可胜。”男人猛地抬起头：“为何？”大师平淡无波的眼眸瞬间一厉，再也没有往日的平和。“大军败退至平崖关，命星自会送上门来。”“是。”新任余皇死死握住拳头，虽是不明，却也不敢违背他的意思，点头应是。他不知那所谓的命星是何人，但多少有些猜测。他不知道这人到底要做什么，也不想知道，他只想保命。那些士兵于他而言，自是没有自己的命重要，他虽觉可惜，也并不会去阻止。“大师，据报，明觉的孩子来了边关。”您看他心中有些诧异，忍着期待。看着大师的作为，他渐渐也反应过来，他们这些被他选中的帝王都有大作用。他一直不敢深想他到底有什么用，但他知道明觉那3个孩子关系到自己的生死，一直不曾放弃将人捉来的打算，只要捉到其中之一，都能代替自己。大师像是不知他的心思，轻轻的扫视一眼：“这个只可用一次，我要那个孩子无论死活。”将一张暗淡无光的符纸递给了他。那3个孩子可抵4国任意一位国君，有了那孩子就不差了，待命星归位，一切都齐了。世间将重置，毕竟他们本就不该存在，他只是让这世界恢复原样罢了。是。第258章，冷将军心中有疑。咚咚咚，一道道沉闷的鼓击声震入人心。大禹退兵了！大禹退兵了！赢了！赢了！沙岩城百姓犹如狂欢一般，站满了街道两侧，城门大开，迎接归来的英雄。冷将军首战大捷，将士们士气高振，高举长枪呼喝着。然而将军冷闯，面上却无半点打了胜仗的兴奋之色。他半生征战沙场，这一次是赢得最快，也最让他心感怪异的。他虽是带兵突袭，却不至于赢得这般轻松。余兵似是无还手之力，一路被他乘胜追击，逼退至平崖关。大禹战将祁连，精于骑射，在战场上也是个威风凛凛的悍将，如今却被他一枪挑于马下，撞似伤得不轻。他至今脑海中都是祁连捂住伤口，策马离去时回头看他的那一幕，那个眼神。冷闯按下心头的异样，不顾左臂伤势，单膝下跪，抱拳道：“末将不辱使命。”明觉带着一众将领前来迎接，双手将他托起。冷将军辛苦，此番逼退余兵，得胜归来，冷将军功不可没。冷闯张了张嘴，似是想说什么，然而听着耳旁一声声高呼，看着气势高涨的士兵们，他终是沉默了下来。明觉见他这反应，眼中带着若有所思。大军得胜归来，却把系统忙得团团转。他主动给伤兵熬起了药，刚开始大夫见孩子积极，只是给他个小炉子看着罢了，如今却成了他们营中主力，一个人兼顾10多个炉子，一心10多用，丝毫没出差错。他抓过的药材都不用过称，精准到一众大夫都有些傻眼。他们这与药材打交道大半辈子的人，也堪堪有这手艺，何况这还是个孩子，难不成面色黑的就比他人要厉害？真不愧是太子殿下的孩子，哪哪都与众不同。小黑将军，快坐下歇歇。
系统咧咧嘴，一口白牙面对着众人，每次听他们叫自己将军，他就很高兴，小手一挥，欢快道：“不累。小黑将军，我跟你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可快了。”男子拖着受伤的手臂，闲来无事，往系统身边一坐，与他说起了这一次的战况。那大鱼士兵还未来得及出手，便被我一个横扫送回了老家。他用完好的那只手做着手势，咧着嘴，带着自得。要我说，男人这一生还是要上过战场才完整。他说的随意，但是还沉浸在黑将军梦里的童子小黑脸闪过一丝亮光，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大军安顿下来，此时的营帐内，几位将士还在针对此次战役讨论着。明觉转身看着面带素色、沉默不言的冷闯，问道：“冷将军有事，但说无妨。”太子殿下，末将只是觉得此次战役心有存疑。明觉眼角微抬，示意他继续说。此刻，那方讨论之声也停了下来，都向他望了过来。冷闯抱了抱拳，继续道：“但愿是末将多虑了。此番交战赢得实属过意，末将曾同那祁连交过手，此人身手不在末将之下。而这次……”明觉听着没有打断，思绪却越来越深。还不待他出言，一旁的秦副将抹了一把脸，大笑道：“我说冷大将军，你这打了胜仗，怎么还打出忧虑来了？他还能故意败给你不成？现在我们最该做的就是乘胜追击，趁他们没缓过劲，直接打到他大鱼城下。对了，殿下，冷将军有伤在身，这次换我老秦去保管打的那群孙子回老家。”冷闯看着自己被祁连那一刀划伤的手臂，皱了皱眉。只是简单包扎，如今还渗着血水，这对他而言不过小伤罢了，根本不值一提。他刚想回话，却被明觉打断：“行了，冷将军先去处理下伤口，至于你说的事，我会派人去查。”他自是信冷闯所言，既然心中有疑，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两军对弈战术颇多，若敌方故意败北，那此举目的在何？平牙关？明觉似是想到什么，眼眸深了深。第259章，他童子要去做卧底。夜间，明觉躺在榻上，思绪翻转。不远处的一张小床之上，系统假装睡得很熟，为此还打起了小呼噜。这可是他曾经用来应付秦氏的绝妙法子，只要呼噜一响起，秦氏就不会再盯着他睡了。ZZ， 明觉，他小声地叹了口气，努力让自己放平思绪。系统还为自己完美的伪装美滋滋，心里疯狂地呼叫着苏锦：“嗨，我远方的朋友。”他方正在赶路的苏锦猛地勒住缰绳，顿了顿道：“说，不要这么冷酷，对你未来的将军朋友客气些。”每日活在士兵吹捧下的童子显然已经飘了起来。苏锦缓了缓神，下马朝着身后一挥，也没再赶路，准备休息片刻。此刻靠在树下坐了下来。“将军？谁？”他拧了拧眉心。“我呀，我呀，现在可是很多人叫我小黑将军，等我长大以后，嘿嘿。”苏锦猛地灌了口水，听着脑中系统的畅想，想到这都是他亲手画下的大饼，现在除了后悔还是后悔。这家伙真是每日睡前都要找他炫耀一番，一天也不放过。他悄悄举起木棍，对着飘在天上的系统就是一挥：“我说你差不多就行了，人家逗你玩呢，还当真？话说你这身体能长大吗？你见过有孩子做将军的吗？”系统膨胀的心扑哧一声落了下来，愣了愣，显然被问住了。他捂了捂心口，有些小生气，却不知道怎么反驳。忽然看着那不远处榻上的人，冷笑一声，阴阳怪气道：“你想不想你家父郎呀？哎呀，我忘了，你看不到他，他就在我旁边，还说梦话呢。我听听他说什么。”还未说完，系统猛地切断了联系。“我就不告诉你。”心情畅快地翻了个身。哼，他家宿主最会戳他心窝子了。系统气呼呼地拉过被子盖住了脑袋，在被子里蹬了两下。他习惯性地扫视一圈，准备睡觉。下一秒却猛地睁开了双眼，只见两个黑衣男子来回躲闪，鬼鬼祟祟，一看就不是好人。只听一人道：“你速度快点，这个你拿着，如有人阻拦，实在无法将那孩子带走，拿着他自爆，弄死也行。这玩意天下也找不到第二个，珍贵着呢。今夜无论如何也要成功。”毫无人气的男子犹如木偶似的呆滞的点了点头，好像让他自爆，要死的不是他自己一般，丝毫没有反驳，一个闪身便没了影。系统，孩子？哪个孩子？除了他还有孩子？还没等他疑惑，只见那男子身法极快地穿梭在军营内，夜间看守的士兵都没有察觉，只觉一阵冷风飘过。那个人怎么那么快？别人都看不见吗？为什么？系统揉了揉眼睛，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他是怎么办到的？系统愣了一瞬，似是想到什么，猛地坐起身，脑子一转，朝着一旁快速道：“太子，有人来了，好像是为了孩子来的。”咦，对了，
整个军营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孩子了。那个孩子不就是他喽？明觉在他出生时便坐了起来，他没问他是如何得知的，似已习惯了一般。黑暗下，男人面容一肃道：“你睡下，我去解决。”系统看着他就要起身，脑子闪过一个念头：别去，那人有一张很厉害的符，你去了有危险的，他是要来将我带走。他答应了宿主要好好护着他夫郎的，反正他也死不了。明觉心中一惊，符？系统挡在他身前道：“你快出去，待会那个人来了，我跟他走，我死不了的。”他想到一个不错的想法，他要给他家宿主当卧底去。哼，关键时刻还得靠他童子。第260章，苏锦来滦州了。明觉没敢深想他那句不会死，皱了皱眉，严肃道：“不可。系统，你快点出去，我答应了苏锦要好好护着你的，快点，我死不了，我的身体就像花蝴蝶那样，不是人，没有生命，快点，来不及了。”说着他还示范一番，最后重重地加了一句：“苏锦同意的。”你妻主的意思总不会违背吧？这可以直接见到那背后想要伤害仔仔之人的机会，他不能放过。这一次他童子一定要去掀了他老窝，给仔仔们报仇。系统斗志昂扬，却忘了要同苏锦说上一句，此刻正劝着明觉：“你能联系上他？”“对，他同意我这么做的。你要听话。他来了，你从那跳出去，别出声，他目的在我，记住，我死不了。”明觉没有出去，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他。你忘了那人的本事，还想让3个仔仔去死？如果浪费了这机会，就再也抓不到他了。你再这样，我下次就偷偷溜去，不告诉你了。真是急死个桶了。明觉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抹厉色，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嗓音暗哑道：“你小心。”系统见明觉出去，他又拉过被子将自己裹了起来，躺下了，只露出半个脑门在外。营帐内似有一阵风刮过，那人扫视一圈，死气沉沉的眼眸对准了小床上隆起的人，手一伸，没有拽动。片刻，他就这般连人带被子扛了起来，转身消失在了眼前。明觉从一侧走出，看着空荡荡的床榻，对着暗处一个示意。半晌，他拧了拧眉心，心中有些复杂，他竟不是人，那是什么？此刻的系统正美滋滋的给自己点了个赞，还是他聪明。嘿嘿，被绑架还自带被子，就不怕被隔着了。宿主一定得夸他。对了，宿主，童子猛地想起，他还没跟苏锦说呢，等他解决了，再给他个惊喜。哈哈哈哈！不多时，他看见那死气沉沉的男人将肩上扛着的自己连着被子横在了马上。在城门外接应的黑衣人见此，激动道：“带出来了。”男人不会说话，只是呆愣的点了点头。黑衣人微微解开被子的一角，伸手摸了摸，黑夜下他也没细看，确定是孩子，神色大喜，见人一动不动，他也不在乎这孩子是生是死，毕竟上面交代了，死活不论，死了更好，不会出声。他翻身上马，一个挥鞭，策马离去。半道系统看见自己又被转手了几人，像是怕被追上，一路都没有停歇。终是在几日后，他被人扛进了一处幽深密林繁茂之地。系统放眼一扫，皇家陵墓，那鬼东西就住这。他见人将自己放下，小小的打了个哈欠，可算到了。鬼东西，他童子来了，等死吧。而此时的苏锦也忙着赶路，终在这一日赶到了大原与大鱼交界的滦州。这几日没联系系统，当他还在为上次的事生气，想着快要见到了，给他个突袭，故意忍着没多问。苏锦翻身下马，此行他是奔着大鱼前去。消息来报，找到了他悬赏要找的人，就在那大鱼皇陵之中。他必然要去，那人要杀的是他孩子，他如何能放过？此行路过滦州，正好见他家夫郎和系统。城门外，苏锦牵着马走在前方，身后随行的侍卫拿着身份文帖上前登记。只见守卫先是一惊，猛地抬起头，面露诧异，下意识朝着他的面色看去，不是黑的。苏锦不明所以，挑了挑眉。守卫这才反应过来，猛地回神，赶紧俯身行礼，参见太子妃。他这一声高呼，瞬间引来了不少人的注视，目光唰的一下集中了过来，张大了嘴，都带着些诧异。苏锦，什么情况？为何总觉得有些不好的预感？他对视一眼，人群瞬间低下了头，四散开来。这太子妃必定不是那孩子的生母，一看便知，没想这太子殿下也是个好美之人。小黑将军想来在太子府的日子也不好过。苏锦视线转了转，咳了咳嗓子，这滦州百姓怎么对他像是很感兴趣？盯着他瞧，他脸上是有花吗？他扫视一圈，收回了思绪，也没要求特殊，照例在外候着，等着守卫前去通传。眼中带着笑意，就要见到他家夫郎和童子了，一定高兴坏了吧？第261章，黑宝他人呢？去哪了？此刻营帐内，殿下，
这次出动不少人手跟了上去，黑宝那么厉害，会没事的。左一见他家殿下一直盯着手心，动也不动，还当他是在为黑宝担心。明觉闻言，眼眸微抬，什么也没说，转瞬目光又移至手心，神色专注地盯着手中的蝴蝶。半晌，男人修长的指尖轻轻捏起蝴蝶的翅膀，对着阳光凑近仔细看了看。这般灵动的生命竟不是活物，那它是如何活动的？傀儡？明觉眼中的疑惑越发深。报！太子殿下，太子妃已到城外。现还在想着系统事情的明觉，还没等他说完，猛地抬起头。太子妃。说完，没等人回复，神色一震，再也顾不得去想其他，起身便往外走。左一晃了晃眼，只觉身前一阵风带过，原地便没了人影。哼，男人，刚才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跑得比谁都快。此时等候的苏锦正低着头，无聊地蹭了蹭脚下的石子，看似什么都没关注，却暗搓搓听着他人的对话，听他们左一句小黑将军，右一句小黑将军。苏锦眼中闪过笑意，那家伙在这里混得很开啊，难怪最近这么膨胀，待会见到得好好夸夸他。就在这时，人群一静，苏锦似是想到什么，瞬间抬起头，只见男人脚步极快地朝他走来，墨色衣摆随风翻飞，眼中盛满了星光，再也见不到他人。你怎么来了？往日冷峻的面容瞬间一柔，虽是这般问，眉眼却带着笑意。明觉上前一步，牵起他的手，在掌心揉了揉，带着便往回走。苏锦低头望着被牵住的手，满意的点了点头，理所当然道：想你了，就来了。明觉眼色一深，侧头看了他一眼，交握的手紧了紧，抿着唇什么也没说，脚步更快了几分，一路将人带回了营帐。左一看着两人进去，正了正胸前的衣领。作为一个合格的侍卫，十分有眼色的站在营帐前当起了守卫，谁来了都不能打扰。营帐内，明觉一个转身，刚想将人抱住，突然想到什么，手顿了顿，面色一正，想起了黑宝的事情。有件事。苏锦哪里知道他的想法，半眯着眼，双手微张，正美滋滋的准备迎接美人入怀。此刻他一个停顿，瞬间噎得他不上不下。这能忍？苏锦想也不想便接过了他的话，一脸不赞同道：什么事都不重要，现在你就该好好的给我抱抱过来。他努力挺直身子，抬着头冲他张开了双手，眼神带着示意：抱我。明觉。他眼角划过一丝无奈，一把将女人狠狠抱在了怀里。想到心中的担忧，很快便放开了。苏锦。明觉唇角微动，嘿，刚开口，长长的话语尽数吞灭。苏锦面色凶狠，重重的吻了上去，这男人就是欠收拾。明觉很快沉浸在了两人交织的气息之中。良久，两人微微喘息。明觉这次坚定地按住他的肩膀道：快速道，你能联系上黑宝，他现在有没有事？我知黑宝不是人类，那他是？男人目光定定地望着他。苏锦先是一懵，这才多久，那家伙底都露没了，小马甲全被扒了。他眨了眨眼，细细一品，又觉得这话有些不对，追问道：他有什么事？对了，黑宝人呢？说完，在心中叫了几句：童子，你人呢？我到滦州了。这家伙不会还在生气呢吧？此时的明觉也怔了一瞬，看他一副什么都不知的样子，神色瞬间严肃了起来，语速极快的将系统的事说了一番。方才心中好声好气呼喊系统的苏锦，只觉脑瓜子嗡的一下，呼喊的语气瞬间一变，咬牙咆哮道：系统。第262章，是哪个孙子耽误爷爷睡觉？大鱼皇陵。被人放在一棺材身旁的系统，缩在被子里打了不知道第多少个哈欠，一点也没有身为被绑架者的觉悟，悠闲的不行。他看着身旁的棺材，忍着嫌弃，小心翼翼地往里面扫了一眼，双眼立即睁大。咦，这位邻居，他童子认识，不就是那个大圆胖皇子吗？他怎么在这里？睡棺材里，这竟然还有呼吸呢！还不等他多想，一群下人簇拥着一位头戴紫玉皇冠、面色苍白的男子走了过来。下人们俯身指着下方道：皇，这被子里面就是那孩子。好，重赏！鱼皇大笑着，激动的双目泛红，紧紧盯着那一团被子，眼中带着一丝解脱。有了这个孩子，他再也无需担心了。解开！下人面露为难道：皇，我们试着解过，可怎么也打不开。鱼皇激动的心绪瞬间一顿，有些疯狂地冲了上去，急切道：确认这里面是明觉那孩子。黑衣男子瞬间跪下：皇，是属下亲自接应的，木甲自大元军营中爆出，属下摸过，确定是个孩子，只是这孩子似乎没了气息。鱼皇一听这话，心中稍定，转而厉声道：愣着干嘛？给我拿刀划开！终究没见到人，心中有些不安。下人们听令，举着刀冲着被子划了下去。
只听撕拉一声，同时伴随着一道稚嫩的叫骂声：“是哪个孙子耽误你爷爷我睡觉，狗东西！等爷爷出来，非敲断你的狗腿！”系统努力回想以前听过的脏话，扯着嗓子，语气生硬地喊了出来。气势上，他不能输。下人们举着刀的手顿了顿，回头看向余黄。余黄皱皱眉，面色一狠，却很快又笑了起来。至少确定是孩子，没想到这大元的太子殿下是这般教导自己孩子的。然而一旁跪着的黑衣男子却不淡定了，这孩子还活着，那这几日他不吃不喝，如何挺过来的？男子在看向那团被子时，心中只觉一阵诡异。就在下人们再次举起刀接着下手时，余黄却是惊了一瞬，他看着不知何时站在自己身旁的人，赶忙道：“见过大师。”系统看着外面的人，狠狠地眨了眨眼，果然是他，他家宿主第一次就猜对了。他猛地翻了身，来活了。大师扫了一眼，平和道：“孩子带来了。”“是，这一次很顺利，那里便是。”“很好。”大师看着他，第一次露出欣慰的模样，将他带过来。余黄一个示意，然而这一次却不用别人动手，系统顿觉精神一振。只听一阵撕拉声响，被子从中间突然破开，一个完整的人形瞬间呈现在众人眼前。他一个鲤鱼打滚站了起来，单手掐着腰，指着那大师大声道：“嘿，那孙子，爷爷我出来了！”他这一露面，把人都吓住了，瞬间响起一阵倒吸声。那亲自带他回来的黑衣男子，此刻更是心脏骤缩，盯着他，如何也不敢相信。“嘿，孩子！”余黄更是被吓得倒退2步，死死地看着那犹如被浸满墨汁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当初听闻栾州传来的情报，只知明觉得孩子肤色有异，他也没放在心上，哪知会是这般有异。这世上竟有这样的人！他连忙侧身解释道：“大师，我不知他是这般模样，可能抓错人了。这般怪异的孩子。”系统一听这话，拳头一紧，顿时气得不行。“踢，狗东西！你说小爷坏话？我哪里怪了？我这是健康美。”说完，他撸起袖子，腿向着后面蹬了2下，做事就要冲上去干架。他今天非得将他们揍成猪头不可。然而一旁的大师却纹丝不动，额角沁满了汗水，面色越来越白，目光死死地定在了系统的身上。第263章名诀，他到底是什么？他不敢置信地闭了闭眼，再次凝目望去，嘴角不停地翻动着，脸色又白了一分。怎么会？怎么会什么也看不到？不可能！他不信命地再次去看，系统却已经犹如小牛犊子般冲了过来。几个下人忙去拦着，也没太重视，毕竟还是孩子，就是这长得怪了些。然而接触瞬间，一个个猛地被顶飞了出去。系统的举起手，顺了把程亮的脑门，鼻孔重重地呼了呼气，拦住他。眼看他就要冲过来，余黄大惊，这黑孩子怎么这么大的劲？下人听令一涌而上，进来再军营也不是白混的系统，双手握拳，没有招式，就是冲，见人就一顿乱砸，双拳带着电流，但凡碰上之人都是一阵颤抖。一路不带停的冲到了余黄和大师面前，冲得太起劲，没刹住车，直接越过了2人。他又往后退了2步，这才扬着黑脸狠狠地瞪了他们2眼。他吹了吹拳头：“狗东西，想害我家仔仔，别以为你换了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还大师，不就是那狗屁道长吗？你统爷，我今天就送你去见阎王。”余黄犹如看怪物一般盯着他，连连往后退。大师仿佛没有听见，没有动作，仍旧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睛都不曾闪动一下，像是想通过他看见些什么。童子嘿嘿一笑，刚伸出手，只见方才那还不曾动作的大师猛地打出一道虚影。系统没有丝毫感觉，然而此时脑中一声咆哮，瞬间吓得他一个机灵，身子僵了僵。大师见他这反应，满意的点了点头，再如何奇特也终究是人。看似被制服的系统，此刻脑中却是另一番场景。系统，听我说，现在不论你在哪，不要让别人发现你的异样。那人不简单，你虽有本事，却治不及他。若没有一击将人杀死的把握，就不要冲动。要是这次让他逃了，他会更警惕。系统顿了顿，没敢接话。他现在是暴露了，还是没暴露？宿主，我要怎么做？系统声音有些弱。素锦等到了他的回复，长长的舒了口气，安抚道：“没事，你就待在那，我很快就来。多余的话都不要说，多说多错。沉默。”系统得到指令，眼睛一转，瞬间有了主意，双目一闭，晃晃悠悠的倒了下去。大师皱了皱眉，看着地上的人，若有所思，转身吩咐道：“将人看守起来，不可让人跑了。这孩子我有用。”“是，还是大师您厉害，一出手就解决了这怪孩子。”余黄唇色发白，努力扬起一抹笑意，恭敬道。大师淡淡一扫，盯着那张黑黑的面容，目光闪了闪，燃起了兴致。从他刚才的话中，
可知这孩子清楚他是谁，并且知道的还不少，与苏锦有关的孩子，这是他唯一看不透的人。若不是方才那副对他有用，他还当这是个妖物。他将手中的罗盘收了收，又放回了原位。就算妖又如何，万物相克，人有人的手段，那对付妖自有对付妖的方法。想到此，再次回首看了眼，步伐虚晃，很快便消失在了原地。交代完系统的苏锦拧了拧眉心，他现在不担心系统的安全，倒是担心他一个抖机灵，什么话都往外冒。若是那人被他弄死了也就罢了，若是没死，想到此，苏锦心沉了沉，也不再同明觉温情了，侧身道：他没事，我现在去找他。乖，你放心，不会有事的。苏锦自信地拍了拍胸脯，保证着，笑容带着一丝安抚。明觉神色复杂地看着他，深邃的眼眸划过一抹深意。他想他知道他们是如何联系的了，那么以前他经常独自发呆也是如此了。两个人竟能在心中对话，随时随地都可。他们之间是……他拉了拉苏锦的手，忍着心中的异样，认真道：他是什么？不知为何，他现在很想知道这个答案。苏锦脚步一顿，直视他的眼睛，半晌，他叹了口气：他不是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想了想，不知道要怎么解释系统这个名词，脑子一转，拿起一旁的刀具道：他就像铁器、金银这一类的成了精，有了人类的身体。明觉看着他拿起的刀具，眼神闪了闪。刀精。第264章，呸，狗东西想睡觉做梦。苏锦看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只当他是明白了，点头欣慰地笑了笑。他家夫郎果真聪明，交代了几句，心中有忧虑，他也没多待，抱了抱男人，转身便走。片刻，他想到男人那一闪而过的异样，终是不放心，又倒转了回来，看着明觉认真道：在我心里，你才是与我心意相通的那个人，无论何人都不及。明觉抿了抿唇，幽深的眼眸定定地望着他，半晌，眉眼舒展，轻声应道：是他想多了。男人因他一句话，心中的思绪瞬间消散，嘴角跟着弯了弯。夜幕降临，系统用他炉火纯青的昏睡技能骗过了所有人，在黑暗中咧了咧嘴，手掌一阵摸索，一群小东西飞了出去，身上的绳索骤然断开。很快又听咔嚓一声，牢门大开。他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看着门外还有几个看守之人。系统摸了摸自己的小黑脸，很是满意地打量着这一身黑色的衣衫，得意一笑。一黑到底，他就是这么纯粹一统，自己和夜晚果然更搭呢。背着小手，正大光明顺着暗处角落溜了出去。一守卫搓了搓手，疑惑道：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说着，他向着四周看了看，却什么也没发现。呵，能有什么动静？你惯会大惊小怪。一旁的人打了个哈欠，不耐烦地冲他歪了歪嘴。那应该是我听错了吧？守卫声音弱了些，也没再纠结。系统听两人这话，心中哼了一声，拐出了牢门，漫无目的，到处瞎转悠了起来。他扫视一圈，还不等他想要去的地方，两个侍者的声音传了过来：黄金叶咳血了，这一夜又要折腾了。前几日眼见都快好了，这又他想了想，低声道：要我说，就是这皇陵阴气太重，也不知皇怎么这般想不开，好好的皇宫不住，却在这里住下了。你可闭嘴吧，要是被听见了，我们俩都得倒霉。你瞧我这嘴，不说了不说，走走走，皇还等着呢。两人也没再说话，提着灯，脚步极快地向前走去。系统站在转角，看着路过自己身边的人，一脸兴致地跟了上去。他要去看看。嗨嗨，皇，要奴才去传神医过来吗？余皇摆了摆手，不必。他面色苍白，深喘了口气。他如今这模样，除了大师的药，谁也治不了他。就在这时，下人们端着汤药走了过来，恭敬地放置一旁，低头往后退去。皇，药好了。余皇按着他的手，顺势起身，喉咙滚动，一碗药下去，面不改变色，似是习惯了一般。他定了一瞬，正准备躺下之际，突然道：大齐之事进展如何了？皇，一切顺利，大齐三皇子手段不差，为人也够狠，很快应能听到好消息。嗨嗨，还有那黑孩子的事，派人去滦州探清明觉的孩子是否在滦州，孩子与我很重要，不可再抓错。是。系统蹲在角落里，同苏锦重复了一遍，自个却没想明白，道：宿主，他要干啥呀？苏锦快马加鞭正在赶路，看着远方，双目盛满寒意。你多注意，他说的话都转给我。好，放心。系统虽然不明白这人说什么大齐三皇子，但是他听清楚了，这家伙要去抓仔仔。他看着那人喝了药，躺了下去，面色缓和，一副安然欲睡的模样。他童子如何能忍？呸！狗东西，想睡觉做梦。他坏笑一声，悄摸摸站起身，
顺着窗，全身使了使劲，一群蚊虫从他手中窜出，乌压压一小片，一股脑全扑向了床榻上的人。下人们听见响动，想要阻拦之时，已是来不及。黄，快躲开！啊！第265章，皇陵有鬼啊！系统满意的看着里面的混乱，掐了掐腰，笑得好不得意，一阵风似的窜了出去，整个桶犹如疯了一般，专往黑的地方跑，丝毫不顾忌的放声怪笑着，啊嘎嘎嘎！守卫闻声看去，连个人影也没见到，瞬间拔刀，大声喝道：“谁？”然而此刻声音已经跑远，还带着长长的回音。守卫们追了上去，一路狂奔，只闻声，却怎么也看不见人。一人抖着身子道：“这莫不是？”守卫强装镇定：“怕什么？就算真是什么鬼玩意，我们这么多人。”他虽是这般说，追人的步伐却慢了下来，谁也没有出言再去追。此刻，远处厨房守夜的下人们猛地听见一阵怪叫，吓得一个哆嗦。什么声音？他们向外四处望去，什么也见到，心中更是害怕。啊！声音越来越近了。下人提着灯笼往前探了探，就在此时，一道纯黑的影子猛地闪过，伴随着系统的怪笑声，啊嘎嘎嘎，吓得几人惊叫连连。系统却越跑越兴奋，感觉完全停不下来。他咻的一声，又从一排下人面前窜了过去。啊！有鬼啊！来人！有鬼！夜晚整个皇陵都躁动了起来，守卫们举着火把，大声喊着：“你们去那边看看！你们跟我来，都给我好好找！是何人胆敢在此装神弄鬼？找吧，找吧！要是能看到你统爷我，算你厉害！”童子十分满意的听着身后一阵阵敲打呐喊声，心里猛地吹了个口哨。刚休息下的苏锦揉了揉脑袋，咬牙道：“系统！”他怕这家伙出事，一直没切断联系，现在只想冲到他面前，给他脑瓜子狠狠来那么一下。啊，对不起，我忘了你是要睡觉的人。他毫没诚意的道了个歉，心中却在呐喊着：“睡啥睡，起来嗨！”他原地踏步两下，慢慢停了下来，兴奋道：“爱宿主，你尝试过夜跑没有？下次我带你啊！”贼带感，我还有配乐呢。嘿嘿，他明天还来。苏锦一听这话，黑着脸，啪的一下断了联系。系统，你给我等着！宿主。系统不死心的唤了两声，见没人理他，头一扭，昂首挺胸的走进了地下监牢，打开门走了进去，还贴心的给牢门锁上了，仿佛没有出去过一般。他这里过得惬意，外面的人却犹如疯了一般，找了一整夜，毫无发现。清晨，万籁俱寂，东边泛起一丝亮光，草木茂盛，环境清幽的皇陵伴随着一阵微风拂来，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然而此刻却无人欣赏，内心只觉阵阵寒意。守卫们手中的火把早已熄灭，余黄被人扶着坐在上位，面上密密麻麻尽是鼓包，整张脸肿如猪头，巨痒难耐。他死死抠着扶手，唇瓣没有一丝血色，深喘了口气，有查到是何物吗？黄，有人见到，说是一道影子，没有头。下人抖着身子，越说声音越小。不是，奴才看得很清楚，是一张嘴，没有身子。一群人哆哆嗦嗦回忆着昨夜恐怖的一幕，七嘴八舌越说越夸张。余黄喘了喘，扶着人站了起来：“给朕闭嘴，滚出去！”他气息上冲，重重的咳了起来，面色充血，整张脸更是痛痒难耐。他控制不住的用手去抓。黄，不可！您忍住啊，神医吩咐了不能抓。余黄手下一顿，死死的捂住脸忍下了，心口的火难以发泄。他推开侍者，拿起一旁的茶盏全砸了出去。砰！大师刚至，茶盏飞溅而来，他一甩袖摆，生生的打飞了出去。他什么也没说，看着座上的余黄，眼眸却更淡了几分。第266章，谁带兵去平衙关？余黄胸口起伏的厉害，此刻抬眼望去，更是惊得不行，连忙甩开侍者的手，走了下来解释道：“大师，我不是冲你，只是我这大师，你可要救救我！”说完他又重重的咳了起来，险些要将血咳出来。大师不动声色的后退一步，没有说话，只是又递来了一玉瓶，道：“带我去见那个孩子。”哎，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余黄也不顾脸如何难受，激动的亲自在前带路。系统眼珠子转了转，看着两个将要来找他的狗东西，果断翻了个身，重新闭上了眼。宿主，那两狗东西来找我了，他问你什么都不要说。放心，放心，我懂。不多时，余黄命人打开了牢房，道：“大师，人已是一夜未动，您放心。”大师上前看着双目紧闭的黑孩，手一动，打出了一道什么，完事背着手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毫无感觉的系统一脸懵：“宿主，
他好像给我施展了什么，现在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要怎么办？苏锦睁开眼，系统也不问，乖乖照做，似是刚清醒一般，眼皮颤了颤，慢慢悠悠地睁开了眼。显然有过其他经历的系统，为了表示他醒来了，还特意转了转眼珠子，冲人龇了龇牙。我醒了，都看清楚了吧？大师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心中疑虑又消减了些许。你和苏锦什么关系？系统翻了个白眼。你不说我也知，他与你关系极为亲密，你与世俗不相容，他为你掩人耳目，你告诉他，若我拿你换他一样东西，不知你值与不值？他面色温和，盯着系统的变化，目光一动不动。然而系统此刻却高高的仰着头，对他咧着嘴，笑得异常开心。苏锦，笑就对了。大师眼神暗了暗，似是不在意的笑笑。好孩子，我可助你脱离世人的眼光，换了这一身肤色，只是需要最亲密之人助你。系统笑容差点维持不住。狗东西，你知道这皮肤花了我多少任务点？你竟然想给我换了？他童子上下最贵的就是这一身皮，呸！缺德玩意！系统心里气呼呼，也不笑了，眼睛一闭，不看他了。大师连翻几句，却丝毫没有得来回应，盯着那张黑黑的面容，怔怔地看了半晌。无论他如何掐算，都是一无所获。既如此，将他一起带上。余皇自是知道他在说什么，立即道：“您放心。”大师摸着手中的罗盘，定了片刻，看着他，忽然道：“严寒。”他只说了一个名字，余皇却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严寒便是元大齐三皇子，或者说是现在的大齐皇帝。这是要他将严寒引来，要开始了吗？那谁来代替他？不知想到什么，余皇心中一个颤抖，死死咬住牙关，努力平缓道：“可那三个孩子还未捉到。”大师什么也没说，定定地看着他，目光无波无澜。大师，你会活着？余皇心中一惊，他知道，他还想着如何解释，原地却已经没了人影。苏锦听着系统脑中的转述，愣了一瞬，思绪快速翻转。我明日便到，找一找有没有我们之前烧过的那种树。苏锦一边同系统说着，一边将过往的一切都串联了一遍，思绪一闪，总觉得差了点什么。系统认真的点头，拍胸保证着：“好，我今晚还要去跑步，等着，我给你找去。”别太嘚瑟，谨慎些。系统也没反驳，暗搓搓的等着夜晚的到来。他童子是属于黑夜的。滦州军营，明觉看着手中的防护图，扫了一眼，提起笔，丝毫不差的绘制了下来，折作2份，装在了密函之内。刚盖上印章，就在这时，报！殿下，出事了。何事？明觉眉峰一立，抬眼看去。殿下，冷将军那受了刀伤的手臂，不知为何，今日一早疼痛难忍，如今已现溃烂之际，大夫言道必须要尽快截断，才可保命。左翼擦了擦额角的汗水，心中也是急得不行。冷将军一生戎马，如今受此重击，实在令人心痛，日后怕是。现正是攻打平崖关之际，本是冷将军领兵前往，然而如今关头却出此意外，那这一次谁人领兵出行？第267章太子妃的解毒丹。明觉撩开帘子，空气中弥漫着苦涩的汤药味，一声声痛苦的闷哼传了过来。末将参见太子殿下。冷闯额角的汗不断的往外冒，见明觉过来，连忙坐了起来。冷将军无需多礼。明觉细细的看了眼他黑紫色的伤口，眼中若有所思，正色道：“可知其因？”军中常大夫面带急色，俯身回道：“太子殿下，冷将军这手臂伤本是小伤，用的也是军中最常用的伤药，属下绝无用错的可能。”明觉看了他一眼，转而道：“你们可有解决之法？”殿下，属下无能。冷将军之状似是中毒所致，毒发前毫无迹象，现在再寻那解毒之法已是来不及。如今蔓延极快，过了今夜，若是再不动手截断，怕是性命难保。冷闯疼的身子直颤，死死地咬住牙关，粗声道：“殿下，我忍得住。常大夫，你来吧。”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别开了脸，往嘴中塞了块东西，死死地闭上了双目。将军，一旁的将士个个眼眶发红，明觉却毫无波动，看向常大夫，谨慎道：“确定是毒？解毒之后，你可能保住他的手臂？”常大夫面露痛色，羞愧难当，身子更低了低。毒解了自是可以，只是殿下此毒属下现今毫无头绪，冷将军怕是等不了。他心中也是万分难受，若是他能早日发现，若他再仔细一些，说不定还能保住冷将军一只手臂。如今是他愧对将军信任。明觉没有说话，自手中拿出一东西递了过去：“给他服下。”殿下，这个是？常大夫连忙接下，疑惑道：“出于医者本能。”他打开玉瓶嗅了嗅，明觉还未出言，
然而一旁的左仪却似想到了什么，激动道：“这莫不是太子妃悬赏令上的解毒丹？”方才还心中痛惜的左仪，此刻精神一振。对，他怎么忘了？太子妃这般宠爱殿下，这解毒丹怎会不给他备上？明觉淡淡的嗯了一声，朝着常大夫示意：“殿下！”一圈人通红着眼眶，全都盯了过来，看着常大夫手中的玉瓶，目不转睛。他们自是知道太子妃悬赏令之事，哪想还能亲眼见到。冷闯拿掉口中咬着的东西，有些发怔，抬眼看向太子，起身就要跪下：“末将谢殿下，但此物乃太子妃赠与殿下保命之用，如此珍贵，臣不能受之。”明觉上前一步，将双手将人拦住，严肃道：“冷将军为我大元镇守边关多年，劳苦功高，何物你都受的。”他缓了缓，接着道：“你无需多虑，这要太子妃为本殿备下甚多，本殿不缺。”明觉没有再说，眼神示意常大夫上前。常太夫连忙应是，忍着激动取来水，亲自为他服下。谁人也没离去，一动不动地盯着瞧。不多时，只见冷闯面容舒展，脸色也不似方才的苍白。不知谁叫了一声：“神了！”常大夫更是将脸都贴了上去，半晌大喜道：“殿下，冷将军伤口的黑紫之色消退了很多，待在下将那腐肉去除，上些伤药，再养些10日，这手应是保住了。”常大夫擦了擦眼角，一颗心终是放下了。将军无事，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消息。太子妃出手这等神药，竟真的可解百毒，如此珍贵，定是稀少。太子却舍得拿出，实乃……他长舒了口气，朝着明觉方向弯了弯腰：“末将谢太子殿下，谢太子妃恩赐。”冷闯更是心中一热，冲着明觉颤声道：“谢殿下，谢太子妃！”一旁将士情绪激昂，一个个像是自己服用了一般，高声呼喝，眼中都带着光。明觉点了点头道：“好好养伤，此次平崖关一战，本殿亲自领兵前往。”“殿下，末将可以，我老秦也可带兵。”明觉摆了摆手，止住了身后的话音，转身离去。左翼有些担心道：“殿下，冷将军虽是有伤，但秦勇秦将领也可带兵，您无需亲自前往。太子还是立王之时，自是上过战场，但如今殿下已是储君，更当以江山自身安危为重。”他还想再说什么，明觉步子缓了缓道：“秦勇实力尚可，但智谋欠缺，此战事关重大。大齐即将上位的王，同大虞国君私交甚笃，大元家于两国。”明觉话语一顿，看了他一眼，准备一番，明日启程，我自有打算。左翼沉了沉身：“是。”第268章，狗东西，你住这里啊？大禹左等右等，童子终于等到了夜色降临，他出场的时刻到了。他先是原地热了热身，一脸亢奋道：“宿主，我要出去跑步了，放心，我记得你说的。”走了。系统汇报完，嗖的一声窜了出去。这一夜，整个皇陵静得可怕，无人入睡，神情紧绷到了极致。就连于皇也睁着双目，似是在等什么消息。还没消息传来。皇暂无，您放心，今夜已做好准备，不管那是何物，只要出来，定将其拿下。于皇一脸疲色，揉了揉眉心，眼下的青黑尤其明显。时间一点点流逝，就在他以为今夜应是无事发生，稍稍磕了磕眼眸之时，远处像是有人时刻注视着他一般。他双目刚刚闭上，只听咚的一声巨响，一块巨石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在了床榻侧方。哐当一声，整张榻彻底散了架，于皇随着那惊叫声被埋在了废渣之中。系统从那破了大洞的屋顶上向下瞄了一眼，得意一笑，转身跳了下去。他看着漆黑的夜色，抖了抖腿：“我来了！”一声呐喊，开始了他的夜间活动，小腿越跑越快。呜哈哈哈！那个东西他又来了！啊！声音在这里，快出手！抓到没有？没有，这里什么也没有。一阵喧哗，整个皇陵再次热闹了起来。系统跑得带劲，却也没忘了苏锦交代的事，一边飞窜，一边细细的扫着，连木下都没放过，嘴里不停的念叨：“树，树，在哪呢？”他不知怎么的穿过了一条小道，越走越偏，耳边的声音也越来越少，像是与方才的喧哗之地隔绝开来，走入了另一个世界一般。他找了个小棍子，左戳戳右瞧瞧，也没看到什么有意思的，连棵长得相似的树都没找到。系统抓了抓脑门，有些不高兴。白天他可是同宿主拍胸脯保证了，找不到，宿主又得笑他吹牛了。哼！他深吸了口气，像是在全身发力，努力向更远处看去。咦，原来狗东西你住这啊！与此同时，高处的山崖边，蒲团上静坐的白须老者豁然睁开了眼，他双目一迷，环顾四周，却什么也没发现。神色一转，突然喝道：“
谁出来？然而回应他的只有空寂的回声，便随着几道昆虫的嘶鸣，再无其他。系统捂住小嘴，嘿嘿直笑，想找苏锦诉说一番，想到昨晚的事，终是忍下了。他家宿主赶路也辛苦，算了，不叫他了。那方的大师没得来回应，狐疑片刻，方才是错觉。他精修道家之法，直觉最是灵敏，那刚才的感觉，他也没再入座，背着手踏出竹屋，望着仿佛触手可得的星辰，手下翻转，几枚铜钱掷了出去。看着这一副凌乱的卦象，大师眉头狠狠一拧，他不死心的再次一抛。怎么会？系统看他一次次的抛着手中的东西，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站在山脚下犹豫片刻，磨磨蹭蹭，最终也没选择走上去。他早已看遍了，那狗东西住的山顶也没有那种树。难道他家宿主猜错了？夜色下便随着阵阵虫鸣，系统靠着大树，一脸的失望。明天宿主就来了，他童子却一件大事也没办成。唉，就在此时，他看见那大师速度极快，直奔山脚而来。系统表情丧丧的瞥了一眼，敷衍的往暗处藏了藏，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以为这人也像旁人一样看不见他，谁料忽来的一句话让他懵了一瞬。你是如何找到这的？系统眼珠子一转，继续沉浸在夜色中，还想炸他？哼！小嘴一抿，继续装没听见。大师直直的朝他走来，黑暗中像是能看见一般，道：说话。系统眨了眨眼，他真能看见自己啊！嘿！系统又冲他翻了个白眼，丝毫没有要理会的意思。你要我说，我偏不说。第269章，苏锦的火箭，这最后一箭。刚才是你在看我，你的本领很特别。他说完，轻轻一笑，迅速出手，捏住了系统的衣领，提着人便走。既如此，那便留下吧。也许这个孩子比任何一人都合适。系统蹬了蹬腿，随意道：你带我去哪里啊？喂，我说你温柔些，一把年纪还这么粗鲁，我这衣服很贵的，你赔得起吗？大师充耳不闻，提着他一路疾步来到一处八卦阵下，将人丢了进去，转身盘腿坐下，不知捣鼓了些什么，身旁静得可怕，却不时响起一阵沙沙作响声。系统看着他从身上拿出一节节树木，瞬间双目放光。哇哦，原来藏在身上了。嘿嘿，找到了。苏锦天微微亮，便起身开始赶路。今日便能到大鱼了，昨晚竟没听见童子叫他。他收拾妥当，伸了个懒腰，翻身上马，懒洋洋道：童子，昨晚跑得如何？半晌也没等来回应，他挑了挑眉，继续道：童子睡着了。就在此时，像是消息延迟了一般，一道哭唧唧的声音传了过来：宿主，他想将我做成傀儡，不过我装晕躲过去了。嘿嘿，他还以为成功了呢。苏锦神色一冷：你被他捉住了？对，我找到他老窝了，也找到那树了，不过都被他收在了身上，那东西好像没有多少了。苏锦伸出了口气，状似夸奖的咬牙道：很聪明，很棒棒。我很快就到，我也觉得自己很棒。苏锦也没再说话，手一挥，坐下的马飞速窜了出去。申时已过，天边的烈阳渐渐落下。大师看着枯枝一点点燃尽，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他将灰烬散落四周，转瞬看着依旧昏睡不醒的系统，神情一滞，眼中带着几分犹疑。打量片刻，似是想到什么，很快又释然了。这个孩子同他人是不一样的，这醒来的时间也定是不同。然而就在他伸出手，正要将人提起之际，咻的一声，一道闪着火花的剑矢猛地划过。大师一个闪身避过，脸庞却仍能感到那阵炙热。他目光一聚，立即侧身望向前方，而那被他避开的剑矢嗡的一下穿过远处的房屋，定在了柱子上。接触瞬间，那柱子四周一阵火花闪过，徒留一片焦黑。大师似有所感，抬头看了一眼，眼眸沉了沉，转瞬目光死死定在那远处半山腰的人影身上。此刻昏迷的系统兴高采烈地给他家宿主鼓起了掌。哈哈，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火箭走来了。他系统出品果真精品。哇哦，宿主换的这火箭厉害了。宿主再来。无需他多言，接二连三几道箭矢已是射了过来，丝毫没给那人反应的机会，渐渐瞄准，飞射而来。大师面无异样，似是不在意，侧身躲开一道道飞箭，嘴角还含着一丝笑意，看着远处，目光淡然。苏锦挑了挑眉，照例一箭箭射出，像是不知疲惫一般，片刻不停。这般过去良久，另一侧的大师却没了方才的耐心，他不再躲，目光深深地看了一眼，手腕翻转，箭矢在他身前猛地停了下来，刷刷几下，尽数掉落在地。
苏锦见这一幕，非但没有停下，反而勾唇一笑，手下不停，依次射出几箭，却在最后一支箭矢上多看了一眼，眼中带着阵阵寒意。满弓，素手轻轻一放，大师看着源源不断的箭飞来，面色越来越沉，就这么定定地站着，丝毫未动，手上一阵翻转，动作越来越快，飞剑同方才一般随着他的动作，一个个停在身前，掉落而下。就在此时，一道带着金光的箭矢混在其中，速度丝毫未减，穿破层层防御，直射而来。道术打出，二者接触瞬间，金光大盛，大师瞳孔骤缩，噗，捂住胸口，终是没忍住，一口血喷了出来。第270章，系统做人质。变故突然，他想避开之时已是来不及，就这般生生的受下了。大师不敢置信的抬头看去，然而此刻远处的半山腰早已没了人影。他捂着心口，艰难的站起身，快速看向四周。苏锦，我知是你，出来！无人回应，耳旁的风却更快了几分，一道道小小的光从眼前闪过，速度之快已非肉眼可捕捉。他闭目，压下喉咙的心意，努力平和道：苏锦，出来，无需装神弄鬼。大师凝目望去，看着越来越多的光点朝他涌来。这一次他没有出手，反而一个闪身，将地上躺着的人抓在了手中。大师面色惨白，嘴角的血迹不断溢出，他像是毫不在意，目光淡淡的看着手中的孩子道：出来！还在为宿主喝彩的系统，小黑脸一猛，他就一吃瓜群众，抓他干嘛？还能不能好好的看戏了？都说了不要提着他，这狗东西又拽他衣领，他童子不要面子的吗？眼睛一睁，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醒了？也好，你去将苏锦带来。他声音不似往日平淡，语气缓慢，带着阵阵回音。然而听在系统耳内，除了刺耳又难听，丝毫没有其他反应。宿主，那狗东西又提着我呢，他命令我要我将你带来。还莫等苏锦回答，他突然眼珠子一转，有了个想法。我要不要假装答应他？苏锦，不要动。话音刚落，下一刻苏锦已是出现在了眼前。他手中执着弓，昂首阔步一步步走来，待看见大师手中提着的人时，他瞪大了眼睛，脚步一顿，故作慌乱地看了一眼，似是不敢置信系统竟被他抓了一般，强装镇定，眼中的惊疑一闪而过，却还是被大师瞧了个正着。苏锦眼神继续闪了闪，状似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平淡道：青云道长，好久不见了，可让我好找啊。他像没看见系统一般避开了视线，然而他越是这般躲避，青云道长眼中的深意越发深。他淡淡的扫了一眼手中的孩子，心神一敛，他果然在意这个孩子。宿主，你为什么这么吃惊？系统只觉自己的小脑袋瓜子又不够用了，他家宿主不是早就知道自己在这里吗？为何还一副受惊的模样？没得来回应，他蹬了蹬腿，皱着黑脸冲他眨了眨眼。苏锦，别闹，好好做人质。哎，好嘞，告诉我，那剑上的东西你从何而来？大师也可说是曾经的青云道长，此刻看着苏锦，目光带着威慑，像是不担心他会不说，将手中的孩子往前提了提。他看似平和，面无异色，体内的气息却来回冲撞着，一阵阵心意又涌了上来，鲜血慢慢溢出了嘴角，仅一道金光便将他伤及至此。苏锦看着他嘴角的血迹，歪了歪头：哦，你说那个呀？他拖着长长的尾音，却什么也没说。青云已是忍到了极致，这个孩子你也不在乎？苏锦强装镇定，眼神飘忽道：什么孩子？我不认识。青云一捋长须，淡而一笑，轻声道：是吗？那我送他离开。说罢掌心伸展，就要向着系统袭去。住手！苏锦尖声一叫，神情慌乱，急切道：放了他！我说，你问我什么都说，不要伤害他，你没有和我说条件的资格。他朝着身体的某个穴位按了两下，气息不稳道：告诉我那是什么？第271章，命令系统去将苏锦杀了。苏锦眼中闪过愤怒，满是不甘，像是怕他出手，认命的长叹一声，坦白道：在那夜黑风高的某一天，我无意摔下山崖，本以为必死无疑，谁料得遇一老人，他见我冰雪聪明，天资过人，临终前非要收我为徒，传我武功，赠我武器，这东西便是在那处山洞里得来的，被我做成了剑士。长长的一段故事被他说的跌宕起伏，系统都听傻了。这种烂大街的剧情，他家宿主直接换了个人名套在了自己身上，这说出来谁会信？在侮辱谁呢？他猛地翻了个白眼，真是不走心，别人会信才有鬼呢。然而青云却是一脸若有所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苏锦咳了咳嗓子，再接再厉，故作紧张道：我说完了，你放了他，孩子是无辜的。
你不要伤害他。声音带着些许颤音，四世害怕极了。黑宝在你手中，这次是我输了，你放了他，我随你处置。他长叹了口气，双目一闭，带着股赴死的决心，只在死前想问道长你一个问题，不然我们便一起死吧。青云面无血色，紧了紧手中的孩子，盯着他没有说话。苏锦厉声质问道：我自认未得罪道长你，敢问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出手要我孩子性命，目的在何？他说到此，眼中的寒意再也不是伪装，目光凌厉直视而来。苏锦见他不答，惨然一笑，举起弓，一副要与他同归于尽的架势。就在此时，一道略带暗沉的嗓音缓缓道：你不该存在，你的孩子也不该存在，你们皆是异端。苏锦衣摆下的手死死攥住，垂着眼眸一动不动。青云目光直直地定在苏锦脸上，似是在看些什么，继续道：你与明觉皆是早亡之相，而那3个孩子更是不应存在于世，这个世界因你们而出了偏差，若是没有他们，一切都会顺利。师弟的转世众生之法已是成功，他们会回到过去，师父不会死于他手，师门不会被灭，他将洗清那满身血债。他看着师弟一步步谋划，他集齐了4国地运，他取得了明觉的命势，一切皆已齐全。然而在最后一刻，天降异象，命势逆转，重生的不是师弟，是明觉。他从不曾参与其中，只有这般置身事外，他方能在那时光倒转之际保住记忆，改变一切。他知道所有，却什么也不能做，直到师弟死去，而这所有的一切皆因他们而起。思及此，他将目光看向苏锦，这个世界一切祸乱皆因你们而起，便由你们终结吧。苏锦静静地听着，体内像是燃烧着什么，他闭了闭眼，咬住牙关，稳住情绪，低声道：那你呢？为何要这世界恢复正常？你想如何去做？他顿了顿，补充道：这是我临死前唯一想要的答案。他想知道这个人到底要什么。那犹如救世主般的言论，在他看来无异于放屁。青云似是定住了一般，一时间无人说话，空气静得可怕，就连他手下提着的系统都跟着屏住了呼吸。良久，他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道：我呀，想一切如常，想这世间再无异端，只要你们消失便可。他话音刚落，苏锦瞬间抬起头，眼中的寒意犹如实质，脚步一转，迎身而上，手中利刃翻转，旋身一踢。他知道这人不会再说，厉声道：这世间最该去死的是你。青云似是没想到他会突然出手，带着手中的人急速向着一旁掠去，一番施展，噗！心中气血瞬间又涌了上来。他避开身，捏住手中孩子，看着苏锦淡然道：你不在乎他，既如此。转而低头看向系统：好孩子，他既不在乎你的生死，你便去将他杀了吧。低沉的嗓音似有魔性一般，在系统耳边环绕不息。系统两眼发直，愣愣地点了点头。第272章大师的结局。青云满意的将人松开，直直地看向面色惊疑的苏锦，唇角带着一丝笑意。然而就在此刻，异变突起，他松手的瞬间，一只黑乎乎的拳头毫无预兆地砸了过来。青云嘴角的笑意猛地僵住，系统鼓着腮帮子，将全身能量集中在了手上，使出吃奶劲打出的这一拳。只听一阵噼里啪啦，青云整个人颤抖了起来，内伤未愈，又受此重击，身上的毛发直接炸开，抽搐着往一旁歪去。系统欣赏了一秒，笑嘻嘻地跑开了。狗东西，你统爷陪你玩玩罢了，你还当真了？哼，惊喜不？他窜得贼快，心中呐喊道：宿主到你了，快！在他转身瞬间，一群散着金光的飞虫蜂拥而至，瞬间将盘腿调息的老者包围了起来。只见那每一只飞虫身上都绑着一道金符，快速环绕，犹如一道道金光闪过。阿宿主，你这次下血本了！冲！弄死他！苏锦扫了他一眼，站在外围向着青云一剑飞了过去。青云虽是重伤，却也并非常人，哪怕他只欲下一口气，也有施展的手段。在他眼中，这些皆是凡人，此刻丝毫不惧。他手中的罗盘转动，一道符打了出去。与此同时，贴着金符的飞虫急速旋转，肉眼看去，犹如形成了一道光圈，将人围得密不透风。打出的符瞬间被挡了下来，寻不到一丝逃离的缝隙。然而苏锦特制的剑矢却毫无阻碍，在他还未反应之际穿了过去。这一剑为我家太子，我要你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道术无处可用。扑哧一道利刃穿透肉体的声音响起，在苏锦听来犹如最美妙的乐章。苏锦！一声痛苦的嘶鸣自那光圈中传来，他向来淡然的眼眸终是产生了变化，目光急速划过四周，凝目看了一瞬，待看清那金光是何物时，
瞳孔缩了缩，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精品道符？他忍着痛苦喘息惊喝道：“你这些东西从何而来？你是谁？不可能，这世上怎么会有人能治出？”苏景犹如看死人一般盯着他，他没有停手，一鼓作气盯着那浸满毒汁的箭头，阳光照射下散着阵阵寒光，眼中的笑意越来越深。这一剑，为了我家仔仔，我要你尝尝那万重噬心之痛。说完，手下一松，带着毒汁的利剑犹如脱缰的野马飞了出去，正中腹部。青云面部青筋瞬间暴起，他捂住心口，一道道暗含隐忍的惨叫断断续续，胸口不断起伏抽搐着，面容狰狞的可怕。啊！听着一声声惨叫，苏景面容无波，眼中的锐色丝毫不减，动作未停。这一剑，为我，为这天下，我要你死！话落，一道寒光直逼青云脑袋而去。他看着飞来的利刃，心中有一瞬间的解脱，眼角还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深深地看了一眼苏景，满是鲜血的嘴唇微微张开，上下动了动，似是说了两个字：砰！便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一幕再无声息。平崖关，于国大将祁连早已在此等候多时，连连几日不见援军前来，他站在营地前来回踱步，踌躇片刻道：“来人，将军有何吩咐？”来人俯下身回道：“今日前方可有动静？”他烦躁的一把扯开包扎好的伤口，细细一看，竟无半点受伤的痕迹。将军，并无。但据探子来报，近来大员对外出动了不少士兵巡查，依属下看，应是做了发兵准备。将士想了想，又道：“将军，可要再多做些准备，我们这一战赢面不大。”他声色低了低，心中带着疑惑，却不敢细问。之前那一战，大禹损失惨重，这般之下却得来了皇的嘉奖。他不知道将军到底要做什么，竟要拿将士的性命去做赌。祁连拧了拧眉，按计划行事，无需做其他的。他心中又何尝不痛？那些都是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但终是皇命难违。皇命令他拿几万将士性命作赔，仅仅只为让那大元太子步入平崖关。他不知道这里有什么能令皇信誓旦旦留下一国太子。现在整个大军士气低迷，已是无力抵挡大元再一次进攻。他们退不得，进不得。祁连看着帐外的士兵，目光正愣。是他对不起将士们。戎马半生的一代将领，似是被压弯了腰，双手掩面，慢慢垂下了头。这平崖关若是留不下明觉，那将是他们所有人的埋骨之地。第273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殿下，再有1日便到平崖关了，那里多是山岭，属下已命人前去探查。切勿打草惊蛇。明觉翻身下马，手一挥，原地扎营。登高远望，一片绿荫之下的山脉连绵起伏，放眼望去，犹如一片绿海。此刻临近傍晚，一丝余晖洒下，泛着淡淡金光，静谧而美好。然而这里的宁静终将不会长久。大禹退兵，冷闯受伤，再想到冷闯之前同他提过的疑虑，一切的一切全都指向了。明觉看着一望无际的山岭，眼眸深了深，无人知他在想什么。殿下，您吩咐的事已妥，大禹派出的探子，属下命人放行，未阻拦，想来也快将消息传回去了。左仪向他拱了拱手，抬眼看了一瞬，继续道：“秦将军已带兵出发。”他眼中带着敬意，他不明白殿下此般为何，但不得不说，此举甚为稳妥。左仪看着明觉面带寒色，默默退至一旁。明觉点了点头，负手而立，看着远方，眼中划过深意。若是之前心中有疑，他会派人查探，多做准备，但同样的，他也会一探到底。如今他心中回荡的唯有那人含笑的眼眸和最直白的话，只因他曾说过，若是明知山有虎，还偏向虎山行，那不是英勇，那是傻，是脑子有坑。不论前方敌人的手段有多深，只要你不去，不给他机会，他就打不着你，一切都是空谈。他说过，所以他记下了。男人似是想到什么，嘴角划过一丝笑意，面容跟着缓了缓，转身吩咐道：“在此多留几日，派人去寻些朝阳花子，太子妃喜欢。”说完也莫等他回复，转身离去。左一，这男人的情绪怎么比天色还无常？他挠了挠脑门，真是令人捉摸不透。左一看着他的背影，认命的带人去找那什么朝阳花。而这方的等候的余军也终是等来了消息。报，将军，平崖关外雁岭之地探得援军痕迹。祁连豁然起身，向前一步，连声问道：“谁人领兵？可知现今到了何地？”将军，这一次领头之人并非冷闯，也不是秦汉，虽是没看清，但是依身形看来像是大元太子。好，
祁连大手一拍，来回踱步，心绪有些复杂。他默了一瞬，挥手扬声道：“再探，务必确认无误。”是。大鱼皇陵解决完青云的苏锦没有立即离去，他心中总是惦记着那人临死之前的一幕和那未说出声的2个字。苏锦眉间一皱，有些不爽：“宿主，咋了？咱们不是应该庆祝吗？人都死了，你在愁什么？”系统带着苏锦来到那青云的老窝，犹如狂风过境，连门槛都被他拆了去。他之前都是看宿主动手，第一次自己扫荡，可真快乐啊！哈哈哈！虽没多少好东西，他仍收得起劲，这都是他的战利品。苏锦看了一眼，也没管他。他沉下心，脑中的事情一点点闪过，还不待他多想，系统哼哧哼哧背着个超大包袱走了过来。咚！他将包裹重重的往地上一放，擦了擦不存在的汗，嫌弃道：“就算你不将他杀了，他早晚也要被自己穷死。这狗东西犄角旮旯里倒是藏了不少破铜烂铁。”他说完，捶捶了自己的肩膀，一副累惨了的模样，随手一掏，道：“你瞅瞅这八卦盘，一个窝里找出好几10个，艾玛，可沉死我了。”苏锦没有去碰，只是定眼看去。那人的东西他都不会去接触，全由系统去搜罗。有发现什么怪异之物吗？苏锦扫了一圈，眉头越皱越紧。他这里都很奇怪啊，不过最是奇怪的，还要说是那些被他截断的树枝保存的可好了。那玩意一定是他最宝贝的，不过这个你刚才也看过了。至于其他的，系统摸了摸脑门，又回头扫了一圈，那门前的石阶都被他抠出来了呢。半晌，他摇了摇头。苏锦见此也不再耽搁，朝着他道：“走吧，下山，看下那个大鱼皇帝在何处。”第274章鱼皇的绝望。悠悠转醒的鱼皇，不知他的靠山已然倒下，此刻虚弱的躺在榻上，接连几日的折腾，让本就身患急症的鱼皇面上泛起一丝黑气。他看着自己骨折的手臂，嗓音沙哑阴沉道：“找到那东西了没有？”“皇，那东西昨夜出现后便再无动静，已从外调了御林卫前来捉拿，今晚定不会让他再逃了去。”鱼皇张了张嘴，想再说什么，喉咙发痒，猛地一阵咳嗽，下人连忙给他拍了拍，却如何也止不住。“快！”将要端来，去传神医。顿时又是一片慌乱。苏锦和系统躲在外间，听着里面一阵阵剧烈咳嗽，嗤笑道：“这还是个病秧子，被人折腾成这样，也是可怜啊。”系统眼睛闪了闪，没有接话，转而道：“宿主，咱们什么时候动手？”他搓了搓手，有些躁动。他可是想揍这家伙很久了，动什么手？苏锦明知故问，心里却在盘算着：“哎呀，当然是将他狠狠修理一顿，让他惦记我家仔仔。”哼！系统恨铁不成钢的瞥了他一眼，伸着脑袋就想往里面瞅。“别，这人死不得，你可别再折腾他，我要他活着。这人活着的价值要比死大多了，况且还有事想问问他。”苏锦思及此，也不耽搁，直言道：“童子，你去将人引开，越混乱越好。”还在往里面暗搓搓偷看的系统，先是愣了一瞬，随即迅速反应过来，只见他双目大亮，身子一转，嗖的一声就没了黑影。与此同时，苏锦的脑中立即传来了他兴奋的惊叫：“啊，宿主，我去也！”苏锦，这家伙是疯了吗？他无奈地摸了摸额头，一口气还未叹出，只听门外一声巨响，哐当，紧接着便是一阵刺耳的叫喊声：“来人啊！那鬼白天也出来了！”苏锦，这家伙每天就这样跑不的，难怪那人一副被折腾得快死了的模样。此时的鱼皇趴在床沿，咳得面色发紫，下人照顾于前，帮他顺着气。很快，一守卫急速而来，慌乱道：“启禀皇，东西出来了！”满面獠牙，通体漆黑，模样极其可怖。鱼皇重重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道：“去，多派人去抓住他。他是皇帝，龙运护身，就算是鬼是怪，他也不惧。”守卫面色发苦，沉了沉身。他欲言又止，看着双目发红朝他看来的鱼皇，终是没敢多言，躬身退了出去，站在门前叫道：“你们在此看守，其余都跟我来。”是。苏锦转了转手，对着系统吩咐2句，走了出来。他出手极快，将门前所剩不多的守卫一一放倒，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室内。“你是何人？大胆！”侍者尖锐的嗓音惊得鱼皇也抬起了头。“来人！”几个侍者迅速向他冲来。苏锦毫不费力将其摆平，冲着那面色发紫的人直明来意，冷声道：“大师的事你知道多少？”鱼皇像是被惊吓住了一般，没再咳，却憋得青筋直爆。苏锦，他自是认出了他，这个女人，她私下收集的情报多是关于他。
又怎会少了他的画像？苏锦没有否认，看着他挑了挑眉头，上前几步，神色淡漠俯视着他，道：“你的大师已死，无人能再保你。接下来。”苏锦眼中的恶意毫不掩饰，上下扫了他一眼。于皇像是听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瞳孔缩了缩，面容发颤道：“大师死了？”他似是想到什么，惊叫一声：“不会，大师不会死！你骗我！”砰！他想要站起，却忘了受伤的手臂，一个吃力不住，自床榻上翻滚而下。苏锦顺势踩在他那只受伤的手臂之上，冷声道：“要我送你去山顶看看他的骨灰吗？告诉我，那大师都曾交代了你什么？说，你便能活。”余黄似是感受不到疼痛，脸色更白了几分，大笑了起来：“大师死了，他死了，那我如何还能活？我如何能活？是你杀了他！”他满含恨意的目光直直地看向苏锦。第275章，明觉已死，留下援军。苏锦似笑非笑地俯视着，已然没了耐心，神色一狠，脚下又中了重道，说：“哈哈，大师死了，这世间还有何人能救我？”他忍着痛意，癫狂一笑，又重重地咳了起来，嘴角的血丝映在他苍白的面容上，尤为刺目。既如此，你们又凭什么活着？苏锦，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什么都告诉你。他双目发红，畅快道：“我要你听着，大师死了，我死了，你的男人，大元的太子殿下也会去死。”他看着神色大变的女人，癫狂大笑了起来。大师在平崖关为他设好了坟墓，只要他踏过，哪怕他什么都不做，也必死无疑。那里的一切都是为他而设。哈哈哈！我要你知道，我要你清楚的知道他如何死去，却无能为力。你救不了他，来不及了。苏锦死死地攥紧双拳头，眼中赤红一片。他猛地抬起一脚，朝人狠狠踢去。哐！男人倒飞出去，后背重重撞在柱子上，双目一闭，昏死过去。苏锦杀意大盛，手中的匕首直直甩出，却在最后一刻，仅剩的理智死死压住，手腕偏了偏。这个人还不能死！他闭了闭双目，深喘几息，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他不能慌。距平崖关不远处的山岭中，殿下，我们已经在此驻扎2日了，何时出发？左一不明白他家殿下究竟要做什么，眼看就要到平崖关，却带兵藏在了山岭之中。明觉似是没听见，反而道：“朝阳花子寻到了没？”左一面色复杂的看了他一眼，都什么关头了，怎么还想着他家太子妃的灵石呢？他心中吐槽，却不敢不答，抱拳道：“您放心，这里士兵无事便为您搜罗，保管太子妃日后随时吃得上。”呵，这成了亲的男人真是不松快，心里除了媳妇就是娃。明觉淡淡瞥了他一眼，看着远方，心中似在计算着什么，吩咐道：“明日出发。”哎，好，殿下，我这就去安排。左一立即精神一振，颔首告退，可算要告别这深山老林的生活了。是夜，一声声虫鸣划过寂静的夜。祁连背着手听着来人的汇报，面色一沉。已过2日，援军竟毫无动静，可有发现异样？接连探查，已是确定带兵之人正是明觉。他在等将军，援军确实向着平崖关而来，那般庞大的军队如何也掩饰不了。然而他话音未落，一道鼓声瞬间惊醒了沉睡的夜晚。敌袭！祁连气势一变，提起长枪跨了出去，目光如炬，厉声道：“何人来袭？”报将军，是援军。祁连愣了一瞬，随即喝道：“霍丘带兵迎战。”属下领命。明觉终是来了。不对，他走不到这里。皇说过，这人会死在平崖关地界。思及此，他似是想到什么，连声道：“可有领兵之人？”无。祁连眸光大亮，喝道：“好！大元太子已死，他们必定士气大减。众将士听令，这一战全力以赴，将援军留在平崖关。现在的他们需要的不是多强悍的武器，而是士气，必胜的士气。”遵将军令。祁连话音刚落，果不其然，士兵振奋而起，阴和之音久久回荡。于军往日颓然的面貌焕然一新。前方，秦汉带着士兵两面突围，打了于军一个措手不及，眼看一切顺利。却在此时，咚咚咚一阵击鼓声响彻云霄，伴随着对方士兵的高喝：“大元太子已死！众将听令，留下援军！”军心大振，一声声高亢的呐喊带着回音飘散很远。日夜不歇，策马而来的苏锦手中缰绳猛地收紧，那声音犹如一把利剑将他穿透。脑中嗡的一声，
世界都静了下来。他像是什么也听不见，双目赤红愣愣地看向远方。第276章，告诉我，明觉在哪？冲啊！杀！前方的拼杀还在继续。苏锦翻身下马，马上横着的人随着他的动作滑落而下。他站在原地，目光快速向四周望去，似在寻找着什么。他转了一圈又一圈，没有，蝴蝶还是没有回来。他捂住心口，正在原地，久久没有动作。半晌，他双目闭了闭，半垂的眼睑掩住了所有情绪，手中的鞭子一绕，拖着地上的男人一步步靠近战场。女人的面色前所未有的平静，远处跳动的火光犹如燎原的星火，一点点将她点燃。两军厮杀不断，秦汉对着来人就是一个横扫，刀刀见血。他摸了把脸，啐了一口，道：“他奶奶的，这群龟孙子今儿怎么这么不怕死了？”秦将军，他们说太子几个前锋心中有些忐忑。呸！听他们放屁，有本事就来啊！净整这些没用的，我们殿下好着呢。殿下能吩咐他前来，自己也定不会有事。肯定是那龟孙子想出的阴谋。战场之上瞬息万变，他们此番已占上风。明面上是太子殿下带兵出征，正面迎战，实则是他老秦带人从雁岭西侧突围，他们整整翻了2天的山才到此。若是以往，想要不被余军发现，很是不易。然而此次却出乎意料的顺利。那祁连心神不定，一门心思全都集中在了正方领兵的太子身上，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如此正给了他们可乘之机。殿下果真料事如神。咚咚，秦汉的思绪被一阵鼓声瞬间打断。听着耳旁的叫喝声，他有些烦躁。他娘的就喜欢整这些没用的。他正想着待会杀过去，第一个就要将击鼓之人打下时，念头刚起，鼓声猛地停了下来。砰！料台之上，一人骤然向后倒去，一路自上方翻滚而下。紧接着便是一阵惊叫：“来人！”秦汉顿了一瞬，他老秦还有这本事？还不等他多想，夜色下一女子忽然闯入了众人的视线。他手中的弓还未收回，眼神看向那翻滚而下之人，目光森然。哪来的女子？将他拿下！正在后方指挥作战的大鱼副将霍秋猛地大喝一声，他看着倒下的将士，目光如炬利箭，直指苏锦。苏锦丝毫不避，向着余兵踏步而来。你们说明觉怎么了？苏锦看着他，声音平淡，像是最平常的问话，不带情绪。他仿若听不见身旁的厮杀声，目光执拗地盯向指着他的霍秋，像在等一个答案。霍秋不知他是何人，却被他诡异的目光看得直皱眉，想也不想便呵斥出声，恶狠狠道：“滚！战场不是你个女人能来的，将他抓起来，随后处置。”刚说完，他猛地抬起头，像是才反应过来他说的话。明觉，大元太子，你是何人？苏锦紧了紧手中的剑矢，看着冲过来的士兵，细长的剑在他手中犹如最坚硬的武器，动作干脆，直击要害。这般，他的目光仍旧死死地定在首领霍秋身上，固执地等着他的答案。霍秋看着倒下的士兵，对上他的目光再没了方才的随意，心中一怔，好强的女人。是了，他若没本事，如何能走到这里？他脑中猛地一转，似是想到一人，将人上下打量一番，眼神闪了闪。他是来报仇的？只身一人倒是好大的胆！他猛地高喝一声，全力将此女拿下。她是大元太子妃苏锦，只要拿住这女人，前方战局将能迅速扭转。此番于他们不利，援军西侧突袭，粮草被烧，可谓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这个女人的出现，真是再好不过了。苏锦没等来回话，他淡淡的扫了一眼，看着冲上来的士兵，没有后退，手放在腰间，一条长长的鞭子瞬间甩出。他没有打向来人，反而对着一旁漆黑的草丛手下一绕，像是勾住了什么，动作缓慢的将一尸体拖了出来，手一翻，俯身将人提起，往火光下摁去，道：“看着他，告诉我明觉在哪？”第277章被挟持的余黄。霍秋面带惊疑定眼望去，火光的照射下，那人的脸忽明忽暗，却还是被冲上前的左前锋看了个明白。作为将军的左右手，他自是认得此人，猛地倒吸一口，惊叫出声：“黄！”霍秋也愣住了，随即呵斥道：“胡说什么？”苏锦脚下朝着一处重重一踢，那原先昏死的人一口血喷了出来，艰难地睁开了双目。他这一睁眼，左前锋更是目光惊恐地看向苏锦。霍秋提刀而来，待看清之时，砰！手中的刀应声落地。黄！他猛地跪了下去，周围士兵也跟着丢下兵器，俯身下跪。苏锦手中鞭子紧紧地勒住余黄的脖颈，冷然道：“明觉在哪？”这一次没人再敢忽视。
霍秋满面愤慨，看着苏锦的目光仿若要将他吃了，却又不敢不答，咬牙道：“明爵不在此。祁连大将军曾同他说过，大元太子这一战必死。今夜得闻消息，他没多问，只当将军得手了。如今他只盼将军没有得手。”他想了想，不知如何回答才能将苏锦稳住，低声道：“你放了皇，万事好商量。至于大元太子之事，是祁连将军下的令，我并不知具体，可能他没死。”他沉了沉声，没有看向苏锦。一时间谁也没有出声。霍秋被困于此，然而前方的厮杀还在继续。秦汉看着自那鼓声消失后，紧接着于军后方指挥作战的将士也没了踪影。他们像是突然转了方向。秦汉磕了磕自己的长枪，啐了一口：“他爷爷的，打个仗还不专心，瞧不起谁呢？”他撸了一把脑门，神色狠了狠：“给我杀！冲进敌营，给那些孙子点颜色瞧瞧。”与此同时，大于营地内，祁连还在同几人商议排兵之事。稳住！只要过了今夜，援军将不击而溃。那太子的死讯，报！祁连话语一收，看了过去。然而下一刻，士兵所说之言却犹如一道惊雷般砸了过来。他腾地一下站起身，砰！桌上的沙盘瞬间被他撞翻在地。你说什么？他目光大颤，如何也不敢相信。他听到了什么？皇被抓了。苏锦要见将军你，晚一刻便要皇一只手，直到……还不等他说完，祁连拿着佩剑便冲出了帐外。等他到来的苏锦定定地站着，他磕着双目，仿若周围都不存在般，不愿去看一眼。不多时，女人眼睛豁然睁开，视线扫向跪在身前的那人手上，指腹微动。还不待他出手，前方一声嘶吼传来：“苏锦！”来人显然用了最快速度，气息不稳，心中犹如肋骨般震荡。他深喘着气，指着苏锦厉声道：“放了皇，我什么都可答应你。”苏锦似是没有听见，他目光极其淡漠地看了过去，手向着身后一摸，夜色下不知他从哪里摸出一把长刃，面色毫无起伏，对着余黄右侧就是一挥。啊！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夜空，滚烫的血液喷洒而出，伴随着断手溅在了一众士兵身上，带着淡淡的余温。苏锦似无所觉，磕了磕眼睑，平静道：“你迟到了。”皇！阵阵高呼，一个个拿起兵器就想冲上前来。苏锦！祁连双目一红，面色狰狞，手中的剑重重地插在了地上。他如何也没想到他会这般狠。明爵在哪？苏锦看着他，嘴角轻启。祁连看着不断抽搐惨叫的余黄，他松开了手中剑，上前一步道：“明爵之事已无力挽回，我愿用我的性命换你手中之人，是我下的令。他可以死，但皇不行。他中的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大禹的皇者。若是皇死在了此地，他们乃至整个家族都将是大禹的罪人。”第278章。宿主，你家父郎没事？明爵在哪？苏锦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走来。祁连神色闪了闪，在平牙关地界有界碑的那一处，他看着那面色平淡、无悲无喜的女人，不知为何，却莫名让他心悸，喉咙有些发紧道：“这次是大元太子领兵出征，必是要过那地界，那处有什么我也不知。据闻那里对他人无用，只针对大元太子一人，他会死。”苏锦森寒的目光将人一一划过，既如此。忽然脑中一道熟悉的声音将他打断：“找到了，找到了！宿主别怕，你父王没事。新蝴蝶第一次出任务，找人慢了点，对不起，我以后会好好改进。”系统声音越说越小，带着难言的丧气。宿主这2日像是疯了一般往这边赶来，一路上因为没得来蝴蝶的回信，担惊受怕。他心里除了焦急难受，更多的是自责，是他不够好。系统黑黑的小脸重重地垂了下去，没再吭声。苏锦愣了一瞬，心中像是有什么涌了出来。他闭上双目，敛去了眼角的失意，在睁眼时，眸中的光骤然汇聚，重新亮了起来。童子，谢谢你。他长舒了口气，朝着周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再说，将手中的人拖行着，一步步离去。有人见他转身，本想乘机偷袭，岂料苏景像是能看见一般，歪了歪身子，没有还手，而是对着地下拖着的人甩出一刀，正中腿部。他侧头朝后看了一眼，没有说话，却让所有人都懂了他的意思，无人再敢跟上前。就这般，苏景一步步走向黑暗，消失在了众人眼前。祁连双目发红，如何会让他这样离去？他朝着一旁挥了挥手，看着有人跟了上去，他在原地站了半晌，脑中一片混乱。然而此刻，前方的战火声瞬间让他没了多想的机会。眼看援军已经快要打到营前，
祁连也顾不得多想于皇之事，厉声道：“快，霍丘，带人去增援。”苏瑾隐在暗处，双目淡淡的荧光在黑夜里尤为明显。一支支系统出品的剑矢拿在手中，他低头摩擦了一瞬，在抬起时已然换了姿势。夜空中一道道带着火光的利刃划破天际。祁连敏锐地察觉到空中异样，他身子转过，瞳孔骤然一缩，只听几道惨叫，抬头瞬间一道亮光在他眼中越放越大。他翻身一跃想要躲开，岂料身旁又移来一道，噗呲，剑矢的利刃穿过身体，轰的一声，火花瞬间点燃。而此时还在应战的秦汉抬头看着后方的于军大本营，一阵阵火花闪过，他挠了挠头，有些不解。虽是不明，他却很是兴奋。趁此机会，一鼓作气带着手下的兵直冲敌营，越战越勇。冲啊！打进去！将士们此番又胜，更是打进了于军营地，一个个士气高昂，大声高呼着。然而当秦汉意气风发，带着他们突出重围冲来之时，全都懵了。营地一片混乱，定眼望去，那被烧焦的尸体，祁连。此时天色已是大亮，苏瑾看着眼前平崖关的界碑，眼眸深了深。就是这里。系统在平崖关到处转转悠悠，可算是把他家宿主等来了。他看着苏瑾平静的面色，咽了咽口水。他童子不怕宿主笑，不怕他凶，就怕这个冷静的模样。宿主，那个你家父郎没事？系统小声地说道。苏瑾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摸了摸自己的心口，那种犹如被穿透般的疼痛，他忘不了。思及此，他将目光一点点划过地面，嗓音带着些许沙哑道：“那些东西在哪？”系统精神一振，立即道：“宿主，我仔细找过了，就在这个地方。沿着那界碑之下，自西南方有很多空坛子，里面有东西。”哇！苏瑾陆续掏出很多东西，两人就这般忙了起来。山岭深处，明觉已然带兵启程，他没有向着平崖关而去，而是回城。殿下，我们这就回去了。左翼昨日听闻殿下吩咐启程，他还当是要前往平崖关支援秦将军呢。秦汉成了，他没多说，带着人马走出深山。刚出山岭，明觉翻身上马。然而就在此时，一只不停打转的蝴蝶像是发现了什么，猛地向他扑来。周围的士兵一惊，明觉摆了摆手，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他看着一直停留在自己肩膀上的蝴蝶，再望向半空那只，来回看了两下，颜色有些不同。这是另外一只。他手微微一伸，将蝴蝶身下的小东西取下，慢慢展开来。没有多余的话，女人的字尽收眼底。平崖关有诈，勿去！你一步也不准踏入，等我回来。明觉神色一深，朝着后方的路看了一瞬，抿了抿嘴，不去，我等你回来。第279章望妻识明觉。这一战以主将祁连死去，于皇被擒，霍丘带领于军呈上了投降书而告终。接下来将交由朝廷处理。秦汉带着士兵返回，直直地来到明觉的身前，俯身道：“末将信不辱使命，然此番得胜，属太子妃居功至伟。”随即他将那一夜战事细细地说了一番。明觉听着他的回禀，瞳孔晃了晃，他定定地朝外看去，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殿下，末将回城时在平崖关地界见过了太子妃，他令末将转告您，不要去寻她。明觉瞬间将目光移了过来，语速极快道：“太子妃可有在说什么？她可有受伤？”秦汉看着太子这眼神，赶忙道：“太子妃衣衫带血，但面色无状。”他仔细回想片刻，恨不得敲敲脑门，太子妃好像没受伤吧？那时他身旁堆了一圈似是酒坛之类的物件，指挥着小黑将军一一过手，不知在做什么。他们想上前去帮忙，却被言辞拒绝了。秦汉想了想，将当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面带为难道：“末将想带兵留下守卫，可太子妃不愿，只吩咐我等将大禹皇帝的尸体带了回来。您看。”明觉没有再问，摆手道：“交由冷将军处置。”说完，他独自走了出去，遥望远方，像是在通过那无际的天色看向谁，目光带着热意，心中一阵翻滚，久久难以平复。他以为他已经死了，那他当时该多难过。想到此，明觉心中猛地一缩，心中泛起一阵密密麻麻的疼。时间一天天过去，苏瑾还未归来，军队已是整装待发。援军此番大胜，班师回朝，场面盛大而壮观，百姓夹道相迎。冷闯带兵回朝复命，然而最前方却无人得见太子身影，只左翼前来送行。左侍卫，您看要不要留下一营在此保护殿下？左翼回头望了望，摇头道：“殿下吩咐过，
无需他人在此候着。他家殿下啊，是在等人，等他的太子妃。殿下说他怕太子妃找不到他，他不回，他便一直等在这里，不会离去。于他家殿下而言，班师回朝这等荣光大盛的时刻，远不及给太子妃一个安心重要。左翼没有再说，待明觉向着将士们致辞一番，转身离去。如此这般又过了数日，滦州早已入冬，近来天气也是越来越冷，大雪也随着寒冬来了。雪花像是踏着舞步慢慢飘下，远处的天一片雾蒙蒙的，一片洁白的花瓣晃晃悠悠落在了男人的指尖。明觉眼眸微动，低头看去，冰凉的触感让他下意识蹙起了眉，看着远处更添了一抹忧色。殿下，天冷了，您穿上些，咱该回了。左翼拿着大氅给他披上。他看着每日在城外从天明等到日落的太子，深叹了口气。他不明白为何日日挂念，却不前去看上一眼，哪怕不凑上前，只是望一眼也好。难道只因太子妃说过让他留在此，殿下便要一步不出，每日都要来此候着？左翼摇了摇头，感情这事真是复杂。明觉收回目光，轻应一声转而道：太子妃的送去了吗？左翼自是知道他在问什么，赶忙道：您之前吩咐过，属下早已安排人送去了，营帐暖衣吃食都有。明觉点了点头，他拢了拢身上的披风，回头又看了一瞬，缓缓朝着城内走去。就在此时，朦胧的天色里，两个人影渐渐显现。回去后，我童子要下线闭关个3天3夜。黑色的披风下，一张黑乎乎的小脸半垂着，满是沧桑。他好不容易养嫩的皮肤都糙了，爱他不精致了。谁能想到那狗大师如此丧心病狂，地下埋的一坛坛用人血禁锢的枯枝，上面还贴着灰色的符纸，方位错落，形成了一个看似凌乱的阵型。东西南北四方各有一人的带血八字镇压，而那坛中之物也是极不易毁去，但凡有人拿起，都是必死无疑。幸亏他家宿主向来警惕，那大师的东西他从不触碰，挖出来都是指挥着他来动手处理。开始还会用金符抵挡1、2，后面就头铁的直接上手，反正他也死不了。系统被炸飞，火烧了不知多少次后，直到处理完最后一坛，毁了那压着明觉八字的血色界碑，已是20天后了。苏锦藏在斗篷下的脸看不清思绪，听闻这话，一声轻笑传出，伸手摸了摸他的脑门，没有说话。第280章，殿下，是太子妃回来了。明觉眼看已是跨入城内，不知为何，他忽然转身朝着后方又看了一眼，这一眼便再也没有收回。殿下，左一见他定住，愣了一瞬，跟着转身看去，眼睛越瞪越大，惊喜道：殿下是太子妃？那人影虽是离得远，他却十分肯定那便是太子妃。毕竟跟在太子妃身旁的那孩子，犹如白日里的一道黑光，耀眼夺目，想错都错不了。他精神一振，转头道：殿下，快！然而此刻他身旁哪还有什么人？一阵风吹过，几朵雪花冷冷地拍在了他的脸上。哦，是他多余了。寒风阵阵，犹如刀在刮，明觉像是感受不到，速度越来越快。苏锦看着向他奔来的男人，定在了原地，猛地笑了起来，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越来越近，双眼泛起一层润色。他缓缓张开双手，而这一次，明觉却没有如他所愿投入他的怀抱。男人喘着气来到身前，目光紧紧地盯着他，先是自上而下打量了一番，眉峰中势舒展了些许，一个横抱将人抱起，低下头，冰凉的唇瓣在女人的额头轻轻一触，来回蹭了蹭，带着无言的情愫。他手下发紧，将人往怀里拢了拢，什么也没说，大步朝着城内走去。左翼紧随而至，却十分识相的远远避开了，没有上前。目光一瞥，瞬间与被遗忘在原地的系统对上了。两人大眼瞪小眼，系统朝着远去的两人看了一眼，冷笑一声，也张开了双手，完事还朝着左翼咧了咧嘴，带着暗示。左一，行吧。他抱。就这般，左一一路将系统背回了城。他刚将人放下，心思一转，又拽回了自己屋内，如哄孩子般取来了食物，直往他手里塞。想了想道：那个太子殿下定是有事与太子妃说，你就留在这，咱们好吃好喝。他还没说完，系统叼着鸡腿，暗搓搓地瞥了他一眼，转过身子，没有搭话。小眼一翻，他童子啥牌子狗粮没吃过，这种事还用他说？没见识。此时房间内，明觉将人放下，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已然熟睡的人，温润的指腹一寸寸抚摸着女人的面颊。他看着她眼下淡淡的青色，愣了许久，一股难言的色意再次涌了上来。良久，他站起身，动作极轻地为她解下衣袍，擦拭一番，
取来药膏一点点的抹在手心处。那密密麻麻的小伤口，有新的也有旧的，每一道都犹如细细的刺，一点点扎进了心里。他垂了垂眼睑，闭目，按下心绪。他将包好的手慢慢放进被子里。一番下来，床上的人只是眉头微皱，英凝一句，却没有要醒的意思，依旧睡得很沉。明觉没有听清他说什么，上前拍了拍，轻哄道：“睡吧，我在这，哪也不去。”苏锦像是听见了一般，眉头渐渐舒展。当他再次醒来，已是隔日的傍晚，眼皮颤了颤。此时，明觉端着一碗粥，轻轻地放在桌上，眼神习惯性地朝着床榻上看去，瞬间与苏锦惺忪的目光对上。他愣了一下，随即大步迈了过来，将人扶起，连声道：“睡好了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苏锦略带沙哑的嗓音咳了咳，道：“没事，不用担心，睡得很饱。”说完，他视线移向明觉，望着眼前安然无恙的男人，就这么动也不动，看了好了一会。他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以为这世上不论何人离去，他都能慢慢释然，最终可以接受。终是他以为。良久，苏锦对着他展颜一笑，伸手就想将人抱住，却发现手有些不对。他抬起看了看，朝着男人望去，无奈摇了摇头，一点小伤口，愣是给他包成了木乃伊。过来。明觉没有思索，俯身上前。苏锦顺势凑上去，举着自己的手将人抱住。你很乖。明觉为了让他抱得舒服，又往前送了送，蹭了蹭女人的脖颈，嗡声应着，会一直乖，只要你在，我便一直乖。他有很多很多话想同他说，却终是会在了这一句承诺里。第281章，载载标后扛冻。行驶的马车上，经几日的休息，苏锦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气。此刻车厢内不时传来女人的大笑声，两人经历一番，看似没有变化，却还是与之前带着些不同，目光相处都带着黏意。这个有点酸，没有刚才的甜。苏锦靠在软榻上，咬了一口梅子，做事皱皱眉，往他身前递了递。明觉不明所以，看着同一盘取下的梅子，顺手换了一个，继续喂他。苏锦只是轻轻瞥了一眼，还没尝，便又皱起了眉，道：“这个也酸，我看着就酸，不信你尝尝。”明觉没有多想，见此，顺势放进了嘴里，尝了一口，细细品道：“不酸，试试。”然而这一次都不需他说，苏锦轻身上前，将他尝了一口的梅子含在了嘴里，笑道：“现在它是甜的，真甜。”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明觉看着温润的指尖，似是才反应过来，别开脸，低低地笑了起来，嘴边的笑意越来越大，又拿来一颗，在手中转了转，悠悠道：“这次你想要甜的还是酸的？你过来，我告诉你。”苏锦冲他勾了勾手。黑乎乎的系统此刻缩在车厢角落里，犹如一盏最暗的灯泡，被两人忘了个彻底。听着耳边一会酸一会甜的话，他神情越来越麻木，小腿一蹬，猛地拿起自己身旁的梅子，连盘一起，咕噜噜全倒进了嘴里。酸，酸死他得了。苏锦轻轻瞥了他一眼，很快便移开了视线，头轻轻搭在男人的肩上，继续刚才的话。系统见没人理他，咧着嘴跑到了车厢外，小脸鼓鼓的朝着赶车的左一道：“你说这成了亲的人天天黏在一起，他们就不腻吗？宿主都不怎么和他说话了。”哼，被男人的花言巧语迷晕了头，越想越气，他撩开车帘，顺着缝隙暗搓搓瞪了一眼正给苏锦说话本的明觉，100在手中来回拧了拧，差点没将自己酸死。左单身狗一淡淡的扫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系统也不看了，重重的出了口气，又对了对左一：“你怎么不理我？”还没等左一说话，他像是想到什么，快速道：“哦，我忘了，你没媳妇，当然不知道了。”左一，他只觉胸口中了一箭，咬牙道：“你先给我找个媳妇，我再告诉你。”他严重怀疑这黑仔就是故意来戳他心窝子的。系统上下看了他一眼，眼神闪了闪，立马别开了头：“算了，我还是找其他人问吧。”左一，你说你那眼神什么意思？别以为你长得黑，我就不敢打你。童子丝毫不惧，欠欠的又往他身边凑了凑。车厢外一大一小眼神交锋着，车厢内却是一派情意绵绵。明觉给他理了理发丝，摸着他略显凉意的手，眉头微蹙，快速塞到自己怀里，暖了暖。半晌，若有所思道：“京城冬日很冷，这次回去，我带你去黔南住上月余，那里暖。”苏锦自是没意见，微闭双目，惬意道：“好啊。”随即很快想到什么，直了直身子，小声问道：“带仔仔吗？”明觉拿手堵了堵唇，朝他对视一眼，缓缓摇了摇头。苏锦心中偷笑，却故作不赞同的朝他看去。男人面色一正，道：“京城的冬天也不是那么冷，
孩子扛冻。说完，他朝窗外看了一眼，目光闪了闪，没敢看他。苏锦憋着笑，一本正经的点了点头，神色很是认真。我觉得你说的对，咱家崽肥膘厚，应该挺扛冻的。两人瞬间对视一眼，谁也没再说，心照不宣的眨了眨眼。第282章，等父母归来的崽崽们。京城苏家，崽崽们迈着小步子，哒哒哒跑到门前，伸了伸头。小人一副愁得不行的模样，叹了口气，转身又慢慢跑了回来，仿佛不知疲倦一般，来来回回。秦氏看的眼睛都晕了，赶紧捞住一个抱在怀里道：外面冷，别出去看了，你爹娘他们快回来了，不信你们明天再看，说不定就回来了。崽崽们满是不赞同的看了他一眼，显然这话已经不能再忽悠他们了。姥姥，你昨天也是这么说的？二宝板着小脸，认真的想了想，这10天前姥姥就这么说了。坐在秦氏怀里的大宝拍了拍他的手，语重心长道：骗小孩不好。秦氏，现在的孩子啊，可真难哄。他女儿这一走读月余了，不光孩子惦记，他也惦记，愁得他夜里都不踏实，去边关得冒多大的险啊！就在此时，乖乖们门外一声呼唤传来，皇后迎着寒风笑着走来，身后还跟着一群宫人侍者。她没有立即去抱孩子，站在门前散了散寒气，缓了缓，这才道：今天有没有乖？她走进屋，同秦氏寒暄一番，将崽崽拉到身前挨个摸了摸。苏锦走之前将孩子送进了宫，然而随着一天天过去，崽崽们越来越沉默，整日垂着脑袋，没有精神气，就是想要回来等着娘亲。他看着心疼，无奈只能将孩子带出了宫。无论孩子平日里怎么粘着明觉，但他离开数月，崽崽们虽是想念，却不会闹。然而一旦苏锦离开，那真是数着日子惦记着，做什么都没精神。他想哄都无从下手，孩子想母亲乃是天性。好在回了苏家，有秦氏镇着，倒也拖了些日子，没有闹起来。皇祖母，我们有乖，可是娘亲不乖，她说很快就会回来，我们都等了好久好久了，他们是不是找不到家了？皇后眼神一闪，赶紧笑着哄道：你娘亲啊，此刻一定很想你们，急着往家中赶呢。皇后说完这话，心里重重的叹了口气，她也只愿苏锦早日回来。将军冷闯已班师回朝，明觉却没回，不久便收到了他皇儿派人送来的信，这才知苏锦为了他闯了敌营，此刻也正为他身处险境。他看完心中五味杂陈，和皇帝两人坐了下来，久久无言。这样的女子，他皇儿能遇到乃是吉幸，幸亏是将皇儿嫁过去了，要不然……皇后收回思绪，朝着几个无精打采的孩子看去，赶紧转移了话题道：这个寒冬比往年都要冷，你们还小，可不能生病了，要多穿一些。说罢，他转身取来嬷嬷手中的衣物，又往崽崽身上套了一层。看着已经快要走不动路的崽崽们，皇后和秦氏满意的点了点头，笑得更慈祥了。崽崽们，皇祖母、姥姥，宝宝不冷。小家伙们迈着短腿，微张着手，走起路来一摇一晃，行动很是艰难。包子脸都皱成了苦瓜。不，你冷。皇后和秦氏相当默契，异口同声。崽崽们小小的反驳被大大的镇压了，老实的坐了下来。看着孩子们乖乖坐下，不再去门口晃荡，秦氏松了口气。他看着天色，长叹一声，不住的嘀咕着：今年的冬日不知为何这般冷，也不知宿州那里会是什么情况。秦氏面带忧色，听着外面呜呜作响的寒风，心里有些发愁。他家二郎科举一朝中第，已被外放至阴河之北的宿州。他听闻那个地方常年寒冷，据说冻死过人，之前还没多少感慨，现在瞅这情况，今年怕是更不好过了。皇后对于苏家之事自是清楚，苏家大郎如今在郊外的庄子上一心种植，帮着大司农寺培育作物。苏家三郎还在进学，秦氏现在放心不下的，除了苏锦，也唯有那在外上任的苏家二郎苏策。当初要将苏策调往那么远的地方，他也朝着圣上暗示过，选个富庶之地。人心都有私，苏锦对他皇儿百般呵护，那他自是要多照顾这些苏家之人。岂料却得知这调任竟是他皇儿明觉离开大元之前提议的。不知明觉同苏策说了什么，苏策也是毅然决然，要去往宿州那等苦寒之地。这事便定下了。皇后想到此，她偏了偏头，没好意思去看秦氏，半晌拍了拍她的手，安慰道：小景今年将那绒花种了出来，我听圣上提过，绒花早已送至阴河以北地区，有此准备，定不会有事的。秦氏哪里能让皇后来安慰自己，连忙摆手，笑着应是，也不再多想。第283章回京，姥姥的爱。一驾马车迎着寒风驶向了京城，缓缓停在了苏家门前。厚重的帘子慢慢撩起，苏锦伸了个懒腰，
全身犹如没有骨头般，懒洋洋的被明觉伴抱着带下了马车，一副柔弱的模样。系统这一路对着两人，显然习以为常了，小头一扭，嗖的一声窜进了苏家，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明觉适时看了一眼，目光闪了闪。对于这个一路都在暗搓搓瞪着他，疑似刀精的孩子，他虽没在意，却也会不时注视两眼，暗中观察着系统的一举一动。可见他除了外表，这心智也全然属于孩童状态。明觉垂了垂眼睑，掩住了眸中笑意。既是孩子，便算了吧。系统全然不知，因他的长相完美的与一场小宫斗擦肩而过了。此刻正犹如窜天猴一般扑进了苏家。仔仔们，姥姥，我回来了！啊，是黑宝哥哥回来了。那娘亲，娘亲！孩子们扶着门槛跨了出来，小腿蹬蹬蹬，却怎么也跑不快。大宝尤其慢，本就胖乎乎的身子，如今被秦氏套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裹成一团，远远看去犹如胖球。看着比自己跑得快的二宝和妹妹，抠着小胖手，急得他跺了跺脚。忽然，小家伙眼睛一亮，他像是想到什么，身子一缩，一个使劲，咕噜噜滚了过去。好巧不巧，就停在苏锦刚迈进来的脚边。苏锦，这欢迎方式还挺特别。哪来的球？他死死控制着想踢一脚的冲动，将地下的球提了起来。别说，还挺沉，看样子又长膘了。大宝咧着嘴，看见苏锦笑得见牙不见眼，开心的蹬了蹬腿，软软的叫了一声：“娘亲，大宝好想你。”这一次，大宝又冲到了第一，另外两仔也不甘示弱，紧随其后，一左一右抱住了苏锦的大腿。娘亲，你不乖，怎么才回来啊？宝宝都好想你。说完，小声一哼，小手还轻轻拍了他一下，又立马将人抱住。三个仔在苏锦身上哼哼唧唧撒着娇，奶也不肯再去。秦氏远远看了看女儿，算是放下了心，他也没上去打断，转身瞅准了系统，眼睛上下一扫，眉头立即皱起。他瞪了一眼还在哄孩子的苏锦，赶忙将系统拉进了屋内。这小景怎么回事？怎么照顾孩子的？一个转身，再回来时手中多了好几件衣衫，有厚有薄，就连里衣都有好几件。系统黑脸一猛，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这种时候不要反抗，也不要说话。秦氏见他呆呆的摸着他的额头，叹了口气，这别是冻傻了，真是造孽啊。孩子，走，姥姥给你穿。秦氏不容拒绝的拉着系统便走。他看了一眼，不敢反抗。此时的系统还无所觉，乖乖的点头，跟着去了。明觉特意晚了片刻走进来，看着挤在苏锦身前三个孩子，眉眼揉了揉。苏锦轻声哄着仔仔们，视线一瞥，看见了他，身子一正，拍了拍仔仔的小屁股，道：“看谁回来了？我可是将你们爹爹带回来了，厉害吧？”他故意板了板腰身，语气带着些得意，冲着仔仔们眨了眨眼。已经在苏锦身旁抱了好一会的仔仔，也不再缠着娘亲，齐齐转身向着明觉冲了过来。爹爹，小奶鹰很是甜腻，我们可想你了，写了好多信呀。明觉看着仰头唤着他的孩子，心中犹如化了一般，软得一塌糊涂，弯下腰挨个抱住。我们想你有那么多的想哦。乖宝张开手臂，比划了一个个大大的动作。好，爹爹，娘亲说你要保家卫国，大宝觉得爹爹好厉害的。没有你娘亲厉害。明觉摸了摸他软乎乎的胖脸，揉了揉。苏锦听着父子几人一问一答说得起劲，他看了一眼，起身离开，准备去看看他娘秦氏。仔仔们见苏锦离开，也不再吹捧了，神神秘秘的往明觉身前凑了凑。第284章，系统的大花色冬衣。爹爹，宝宝给你寄的信有没有看见呀？就是那样的。乖宝眨着眼，小手一翻，做了个翻面的暗示。爹爹懂了吧？二宝想到那次被打，一时冲动画下的东西，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堵住了乖宝的话，绷着小脸超小声道：“没看见也没事了。”他画完就后悔了。明觉忍住笑意，装作可惜的摇了摇头。他看见了，也要当没看见。见他摇头，仔仔们有失落的，也有放下心的。还不等二宝小小的松口气，大宝像是想到什么，大眼睛一闪一闪的。爹爹，没关系的，我们有画了新的，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见了。说着，小胖仔一个转身冲向了里屋。这一刻，小腿溜得贼快，拦都拦不住。对我们画了好多的。乖宝点头应和，显然早有预谋。两个仔仔虽是想念娘亲，但还是记着2次被打屁股之仇。如今爹爹回来了，有了靠山小身板，瞬间硬了起来，暗搓搓的想要继续告状。大宝，你记错了。二宝不同于他俩，只觉小脸发红，在后面追着，心里急得不行。就这般，两个小家伙一摇一晃，消失在了眼前。明觉，他待会是看还是不看？
此时苏锦还不知他家父郎内心的复杂，他走进屋内，低声唤道：“娘啊，你在哪呢？”他左右看了看，见房门紧闭，正要去敲。就在这时，脑中传来一道呼救：“宿主，快救命！快来救桶啊！”桶声太难了。苏锦先是一惊，然而听着语气，又很快放下了心，语气缓缓道：“怎么了？”“我不冷。”系统呜呜咽咽，哭得好不可怜，半天也没有说清。苏锦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紧接着房门打开，他顺势望了过去，秦氏面容慈祥，满意的打量着身后的孩子，将人拉了出来，给他掸了掸身上的衣服，来回转转。黑宝的衣服是同仔仔们的一起，都是他一针一线早早就备下的，大小合适，很合身，小孩子就要穿鲜亮些的，那些黑的可衬不出你的面貌，挺老的，咱以后就这样，多精神啊，好看着。秦氏也是纳闷了，这小黑仔长得黑，怎么还喜欢穿黑的，整个人一缩都找不着他。苏锦，好了，他算是知道系统哭什么了，这一副包粽子的架势，还是大花色的粽子，再想想刚才看到的3个孩子，很好，这一看就是一家仔，谁也逃不了。系统感觉自己动作都慢了好多，这一点也不好看，哭唧唧的看向苏锦。苏锦张了张嘴，他还没有开口，秦氏转身取来帕子，对着系统就是一抹，给他擦了擦，完事还瞪了一眼苏锦，瞅你把孩子冻的都冻出鼻涕来了，真是不省心。系统，他猛地打了个嗝，不敢再哭了。苏锦被这一瞪，眼看火要烧到自己身上了，他缩缩脖子，瞬间怂了。甭管在外多不可一世，在家那只有认怂的份。他笑着挽住秦氏的手，瞅了一眼系统，面露真诚道：“娘，你说的对，我这人心粗，还是得娘您来才行，就该这么穿，瞧着就暖和。”他违心的瞥了一眼，继续道：“黑宝这样一弄，衬得小脸五官都清晰了，还是娘您厉害，瞧把孩子乐的都激动的流眼泪了。”说完竖起了大拇指，彩虹屁张口就来。秦氏拍着他笑骂一声，也没再叨叨了，拉着他的手好好问了一番，等着被解救的系统。屁，宿主，你没有心。他黑脸一抹，裹着自己大花色冬衣，摇摇晃晃朝着外面走去。等着吧，他要去找仔仔们打小报告。来啊，互相伤害啊！哼。第285章，仔仔们的小心思失败了。系统走得极慢，心暗搓搓的盘算着，待会要如何挑拨离间。他呲了呲牙，坏笑一声，不自觉的两手交握，慢慢揣进了袖笼。他低头一看，别说，还挺舒服。瞅着自己这一身如花的装扮，小手一揣，认命了，爱咋咋地吧。反正在这里，他看上去就是个孩子，也没有桶认识他，不丢人。这么想着，心里还美了起来，仰着小黑脸咧开了嘴。就在此时，一道强光闪过，系统黑脸一惊，仔细扫了一圈，却什么也没发现。算了，应该是错觉吧。他晃了晃身子，也没太在意，想来没什么能逃过他童子的双眼，肯定是看错了。与此同时，系统界广袤无垠的中心广场之上，一旋浮光柱骤然闪现，伴随着机械音自下而上，一个个系统编号亮了起来。第23000届优秀毕业生公示如下：系统2250赫然在列，高居榜首。为显区别，那第一的图像尤其的大，裹着大花色冬衣的系统，揣着手，黑黑的小脸望向天空，咧嘴大笑，在一众或是动物形态，或只是一团光点的系统毕业生中格外显眼，独领风骚。系统猛地打了个冷战，缩着脖子，手又往袖笼里揣了揣。那一闪而过的寒意是怎么回事？看来还是姥姥有先见之明，幸亏她穿得多，不怕冷呢。明觉这边也收到了仔仔们的画作，爹爹，你看，都是我们画的哦，这个大宝画的。大宝给他指了指，小胖脸有些泛红。二宝见爹爹没有注意他，趁此机会快速将自己画的藏在了身后，小小的松了口气。仔仔轮番示意，明觉含笑点头，却一字未言。爹爹，你再看看，就没有想问的？乖宝小手重点在那画上小人的屁股上点了点，大眼睛忽闪忽闪。快问呀！明觉看看3个孩子，认真点评道：画技尚可，有进步，尤其这一处刻画的很入神，却也有不足。随即他说了几处可提升的地方，这重点了点。他似是没看到孩子们发懵的表情，宛若正在讲课一般，言辞正色严谨。仔仔们慢慢走近的系统，听着耳边的画技探讨，头往前伸了伸。看什么呢？让我也瞧瞧。悄悄凑了过去，3个胖球中间瞬间又多了一只，一眼望去就是一家仔。明觉嘴角弯了弯，转开了视线。呀，黑宝哥哥，你也来了！仔仔们一阵欢呼，大宝最是激动，说着
就想往他身上抱。两胖仔勉强搂了搂对方。哎呀，黑宝哥哥，你快跟爹爹说说，就那天他小手挥了挥，朝着屁股拍拍。眼睛一眨，目光带着期盼。系统瞬间恍然，本来就是想要找他家宿主不痛快的，眼睛顿时一亮，心中嘿嘿直笑，添油加醋道：就那一天，仔仔就犯了那么一丁丁点小错，苏锦他就可凶了，趁你不在，将仔仔打到嗷嗷哭。啧，你是没瞧见，那叫一个可怜哦，小脸都哭花了。三仔齐齐点头，可怜兮兮的看着明觉。系统小眼睛一眯，暗搓搓的挑拨着：你就该好好的收拾他，正正夫刚。我这里有驯夫。说到此，他猛地拍了拍自己的嘴，呸，说错了，训妻指南，你要来一套吗？给你个优惠价。他小手往怀里掏了掏，一副随时要拿什么东西出来的架势。明觉复杂的看了他一眼，不必，我都听他的。系统有些失望，鼓了鼓腮，一副怒气不争的模样。没救了。仔仔却没听懂什么指南，此刻还在想着自己的小心思，连忙道：爹爹，以后娘亲再打宝宝屁股，你会拦着的，对吗？屁股可痛了。很痛，只要爹爹应下，就一定会做到的。明觉看着眼前几双不灵不灵的大眼，他终是不忍，心中一软，正要哄仔，耳边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传来，不用看，他便知是谁。男人面色冷峻，话锋猛地一转道：你们被打一定是犯了错，要好好反思，不可再犯，也不可在背后说娘亲，同我去书房思过。说罢，他神色严肃的一扫，背着手走在了前头。眼看就要成功的仔仔们，此刻小嘴微张，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身子晃了晃。明觉见身后没有动静，眼眸轻轻一瞥，三仔立即乖乖跟在了上去。黑宝，你也来。思过，既是名义上的父亲，那就该管管。早就感知到宿主到来的系统，自是知道他为什么转口。此刻心里正吐槽这男人没救了，却猛地听见他在叫自己。叫他干嘛？他为什么要思过？哼，他童子才不会去呢。他挣扎，他抗议，最终还是和三个仔仔排排站，被迫接受了明示教育。苏锦看着离去的几人，背着手满意的点了点头。多么和谐的一幕，果然家有贤妇很重要啊。第286章，皇后眼中的痴情女子苏锦。皇宫内，皇后盼来盼去，终是将人盼了回来。小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皇后拉着苏锦泪眼婆娑，一颗心算是放了下来。她侧身看向一旁的明觉，目光打量了片刻，更是一把将苏锦抱住了。好孩子，母后谢谢你。苏锦朝着明觉眨了眨眼。母后，是儿臣让你担心了，我们没事，您放心。明觉看了他一眼，瞬间一悔。明觉见皇后如此，思索一番，正要再宽慰她母后，他话还没说完，皇后理都没理他，带着苏锦就往里走，仿佛没有听见。明觉，小锦啊，在外受苦了，瞧这脸都瘦了。皇后拉过苏锦的手，一番感慨，却忽然觉得手下的触感有些不对，低头一看，眼睛瞬间泛了红，手怎么还有伤痕呢？皇后一把抓起他另一只手，又看了看，这得多疼啊！嬷嬷，去把我那个馥郁膏取来。皇后眼中的心疼毫不掩饰，这都是为了他皇儿。想到此，皇后以一种孩子不争气的目光暗中瞪了一眼明觉，他这皇儿也就是命好罢了。是。嬷嬷赶紧俯了俯身，转身去拿。苏锦一听这话都懵了，连声叫住：不用，母后不用，我这很快就好了。苏锦心虚的连连摆手，他这手只留下了淡淡印子，时间长了也就会消失了。哪里需要什么药膏，就算需要他也不想用啊。他自己便有那美白祛疤的药丸，想驱除简直不要太容易。每一次他家夫郎看着他这手上的小痕迹，都会抱着他心疼很久，温言软语别有一番情调。那黛玉心里窃喜，很是享受。为了留下这些小疤痕，他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就这一点小小的心愿，怎么就这么难？皇后哪里肯听，一脸不赞同。你看看这度留印子了，是不是明觉没照顾好你？说完眼睛一扫，明觉对皇后投来的视线目光闪了闪，沉默不言。他自是找来了药膏，每一天都为他涂抹，却见效很弱，后面还是黑宝一语道破才反应过来，除了无奈也没别的办法，便装作不知，每日继续抱着他哄上一哄。如今他也爱莫能助了。苏锦，他只能笑着收下了，乖乖表示好好涂抹，过阵子来给他看看效果。皇后闻言点了点头，这才作罢。你就是脾气太好了，这男人娇惯着你，瞧瞧都成什么样了。我跟你说啊。皇后眼神一转，到嘴的话收了回去，身子一正，对着明觉摆手道：我记得你父皇还在等着，你去吧。明觉看了一眼苏锦，
沉声道：“是，儿臣告退。”皇后见他离开，面容一转，语重心长道：“小景啊，我这做母后的看到你们和和美美，心里也是高兴。但这一次，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出事了，孩子要怎么办？作为明觉的母后，我自是希望你救他，但作为3个孩子的祖母，我也希望他们能有母亲。母后知道你有本事，只是希望以后你能多想想，有把握之事可做，没把握的一定不要。”此刻在皇后心里，苏锦俨然成了会陪着男人一起赴死的痴情女子，心中感慨万千。苏锦笑着道：“母后，我就是有把握才去做，心里清楚呢。您放心，我不会白白去送死的。”他知道皇后是怕他没有把握下，一时冲动，再将自己也搭进去了，连声宽慰几句，赶忙转移了话题：“母后，过些日子，明觉要带我去黔南宰宰舅。”说着朝着皇后眨了眨眼，带着暗示：“宰宰就拜托了。”他还没说完，皇后双目一亮，应道：“去，你们去。这京城的冬天冷，居住上月余也好。”皇后心里满意的点了点头，她这皇儿还是有救的嘛，知道疼惜人。她沉下心，已经在盘算着，倒是要给孩子们带上些什么过去为好。苏锦只当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也就没再说，兴致勃勃的给他说了些路上的趣事。第287章，明觉，我心悦你。大殿内，明元帝与明觉相对坐，手持棋子，你来我往。苏锦可还好？回父皇，他受了些伤，还需休养。严重吗？可有传太医看过？明元帝手中的棋子一顿，明觉想到他那些伤痕，眼眸暗了暗，道：“在儿臣心里，那便是严重的，已经上了药。你多照顾这些。”是。明元帝问完苏锦，目光定在明觉身上，就这般看了良久。父皇有那么一瞬，真以为自己又要失去一个儿子了。他声音极淡，语气带着随意，明觉却察觉到了那话中的沉重。他捏着手中的棋子，看着面前鬓角已现出几缕白色的父皇，目光正了正：“父皇，是儿臣让您担心了，怎可怪你？是父皇没有一双慧眼，差点让那道长害了你们。”想到此，他心中长叹一声，目光带着愤然。他如何能想到，那一心敬重的得道高人，竟是要害他皇儿的元凶？他皇儿的八字、心血都是他亲自送上的，是他亲手将自己皇儿的命送到了那人手中。明觉看着他眼中的愧色，转瞬一想，便知他为何如此，起身严肃道：“父皇，以他的手段想要儿臣的命，就算没有您，他也有万种方法，您怎可累及自身？”明元帝轻轻割下手中的棋子，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皇儿任人宰割，他却救不了。道家之术，他无从下手，那种无力之感，是身为帝王的明元帝前所未有的。明觉见他如此，不知如何安慰。半晌，他思绪一转，忽然道：“父皇，您是忘了儿臣是有妻主护着的人了吗？就算儿臣被人加害，又如何？我有太子妃，他会护着我。儿臣自从跟在他身旁，便再也没受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伤害。就算对方如何强大，他也不及我家太子妃分毫。”明觉语气前所未有的骄傲，毫不掩饰地展示在明元帝面前。明元帝就算看出皇儿是在宽慰自己，但他就不能换个方式。他默了默，这一次却没有打住他的话，拍了拍他的肩，感慨道：“苏锦很好，朕一直都知道，他救了你，也救了这天下呀。皇儿，莫要辜负了。父皇，我心悦他，心中唯有他，如何会舍得辜负？”明觉话一出，自己都愣了一下。他从不是一个善于抒情的人，也从未对苏锦说过这话，哪怕心中满的都要溢出，也从未。男人抿了抿唇，思绪飘向了殿外。怎么？明元帝见他恍神，还当出了什么事？没事，只是儿臣方才觉得有些话还是要说出口，让心中那人听见，方为最好。行了，回去说去。明元帝微一想，便知他是何意，顿时一阵牙酸。他摆了摆手就要赶人，突然转身又道：“对了，我派人给你送了些进贡之物，我听你母后说那东西用得好，记得用。”说着朝着他的脸多看了2眼。明觉心下不解，疑惑道：“何物？”明元帝没有回答，反而道：“人家都说男子不必太看重外貌，朕却不见得。你呀，可得好好谢谢你母后。”感慨一番，还不等他说话，直接摆了摆手：“行了，回去吧。”丝毫没给他说话的机会，转过了身。明觉这一幕为何这般熟悉？母后好像也是这么驱赶他的。明觉抿了抿唇，看着父皇的背影，有些复杂。罢了。明觉叹了口气，出了正殿，正要去接人。苏锦此刻也已从皇后宫殿走出，脚步轻快，嘴里还哼着小曲。见到前方迎面走来的男人，曲调一停，
赶忙上前道：“怎么了这是？”苏锦不需问，一眼便知这男人心中有事。父皇同你说了什么？还是……明觉听着耳边的话语，盯着他，缓缓地笑了起来，棱角分明的轮廓显得极其柔和。不论什么时候，他永远能看透他面上的情绪，无一例外。男人微微轻身，嗓音低沉而又撩人，缓缓道：“我只是在想，有些话永远放在心里，挺可惜。”什么话？明觉心中微微过了一遍，身子又往前凑了凑。苏锦见他不言，却离自己越来越近，眼看就快要贴到他脸庞了，有些无奈。他眨了眨眼，朝着附近扫了一眼，快速上前揪了一口：“行了吧？好了，别撒娇，走，我们回家说。”他摇了摇头，握住男人的手，拉着便走，却没有拉动。明觉抚住面颊，轻笑一声，揽过他的腰身，温热的气息喷洒而出：“我从未说过我心悦你，从第一眼见到开始，便唯有你。”苏锦感受着耳边的热意，愣了愣，真要命！他只觉浑身轻飘飘的，耳根有些发热，还不待他酝酿抒情一番，忽然一阵冷风吹过，瞬间让他一个哆嗦。他咬了咬牙，只恨现在不是在家里。苏锦心中抓狂，微咳一声，面色严肃道：“刚才风大，我没听见。现在立刻马上回家，给我再说一遍。”见明觉又要说话，他身子一挺，目光瞪圆，很是威严。明觉，男人抿了抿唇，没有再言，顺从的点了点头。苏锦暗搓搓瞥了他一眼，拉着人迎风朝家中奔去。第288章，寒冬里的一抹春色。仔啊，我跟你们说，那战场可不是谁都能去的，知道那些士兵都叫我什么吗？仔仔们将系统围在中间，排排坐，忽闪着大眼，一脸求知欲。什么呀？系统低头扫了扫自己的大花袄，大声介绍：“我小黑将军。”仔仔们先是一懵，随即三人对视一眼，经验丰富，捂着嘴表情夸张大叫：“哇哦，小哥哥你好厉害啊！一定很威风吧？”还好，还好，也没有那么厉害。系统摆了摆手，故作谦虚，心里小人却叉腰狂笑：“对，他童子就是这么厉害！”哈哈，小哥哥棒棒！三个仔仔一阵吹捧，小手都拍红了。那宝宝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厉害啊？哎呀，你们啊还小，长大就好了，要好好学习，知道吗？系统语重心长地摸着身前的三个小脑袋，目光带着慈爱：“我们不变黑黑也会厉害吗？”“当然可以，明天我教你们打拳。你娘亲不是说过吗？我呀，厉害的是内在，可不是外表。瞧剑墨，我这拳头牛都能打上天。”坐在一旁嗅着邪面的秦氏，他不禁抬头朝他拳头看了一眼，确定没看错。这小黑娃人不大，心还挺飘，瞧着吹的。牛能上天，你咋不上天呢？爱还记得当初刚来家中时，缩在小锦背后不敢见人，真是看了就让人心疼。如今这孩子倒是跟谁学的？他回头一定得好好问问，把好好的孩子教成了这样。夕阳西下，一辆马车踏着余晖驶来，苏锦拽着男人下了马车，他沉着脸，看上去很是严肃，大步走在前头，心里不住地盘算着，今天非要让这男人尝尝记性不可。砰！房门一关，苏锦扫了他一眼，面色威严道：“你是不是以为我在外拿你没办法？”他算是发现了，这男人每一次都尽挑在外面的时候撩人，有本事你在家试试啊！想到此，女人轻轻一推，将人堵在了角落。刚才想说什么？现在再说一遍。明觉不愿反抗，眼睛闪了闪，故意道：“什么？不知道是吧？”他捏了捏男人的下巴，将人送到自己身前，凑上去轻轻咬住，强势地撬开了他的唇瓣。柔软触感让男人下意识想要回应，还不等他汲取更多，苏锦果断撤离。见他有了反应，挑了挑眉，眼眸微眯着：“现在呢？知道了吗？”说着，他手指腹上慢慢游走在他红润的唇间，带起一丝丝缠绵的水色。明觉眼神一暗，紧紧盯着他，呼吸重了几分。突然他伸出一条有力的手臂，将女人调转个方向，抱了个满怀，大手在他腰间不断摩挲，头埋在颈窝，温热的气息喷洒至耳后。“我说我心悦你，我想。”男人满含情愫的声音越来越低。苏锦听得心里直乐，还想让他再说点时，耳垂瞬间一热，湿热的触感让苏锦猛地一软，一阵战栗传至全身。男人修长的指尖从腰身划过，女人早上被他穿上的外衣又亲自被他一件件脱下，他顺着肩颈一路亲吻至下。外面寒风凛冽，屋内的温度却越来高，伴随一阵阵细碎的喘息声，一抹春意消散在了夜色下。隔日一早，嘿哈，一道响亮的嗓音传来，系统有模有样的打了一套拳，虚胖的身子努力挺直，一副为人师表的模样。
背着手朝着3个仔仔道：“你们好好练。”嘿嗨，仔仔们软乎乎的小奶音高喝着，跟在小哥哥身后努力的抬腿伸拳，动作十分缓慢。抬腿，这怎么回事？抬起来！系统似模似样的指点。抬了。仔仔们忽闪着大眼，委屈巴巴的看着他。他们可努力了，就是抬不起来。大宝见小哥哥表情严肃，鼓着小脸，伸手拎起厚实的裤子，小短腿又努力的往上提了提，正要寻求表扬，吧唧一个不稳，摔了个屁股蹲。小胖仔愣愣的坐在地下，有些懵。第289章，他家夫郎昨夜是吃了大补药吗？明觉收了长剑，精神奕奕，阔步走来，顺势向着仔仔的院子扫了一眼，脚下一转，大步上前将人抱了起来，轻轻拍了拍。在做什么？谢谢爹爹。大宝扭了扭。二宝和乖宝见到明觉也跑了过来，小表情有些得意。爹爹，我们在同黑宝哥哥学拳法哦。说着他还挥了2下嘿哈。黑宝哥哥说，就是因为爹爹军营的士兵都跟他学，所以现在才会变得那么厉害。二宝看着明觉，眼睛闪闪发光，给自己鼓了鼓气，等他学会了，以后也会像爹爹这么厉害的。系统缩了缩脑袋，往旁边一点点挪去，企图降低存在感。明觉一眼便锁定了他，那大红花色尤其显眼，看着他似笑非笑道：“是吗？”嘘嘘嘘，系统眼神飘忽看向天空，吹起了口哨。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明觉挑了挑眉，还未开口，怀里传来一声哼唧。怎么了？小胖仔脸蛋涨红，扭捏道：“大宝想嘘嘘。”明觉等他抱着仔仔再回来之时，系统早就跑得没影了。爹爹，黑宝哥哥他有事要忙，就先走了。二宝若有所思，好像小哥哥不想看到爹爹呢。为什么呀？明觉没多问，点了点头，朝着一个方向看去，眼中划过一抹笑意，转而看向孩子，温声道：“这几日爹爹无事，都陪着你们。”仔仔们不知他为何这般说，却很是开心，小身子往前一蹦：“爹爹，那我们要去找庄子，找舅舅鸭，还有妞妞姐姐他们。”明觉将人接住，轻笑道：“可以。那我们可以学黑宝哥哥爬树吗？”男人到嘴的话一收，又向远处的一方看了一眼，叹声道：“可以，但要注意安全。”那我们……不管孩子们说什么，明觉都一一应下，眉眼温润。他挨个摸了摸仔仔的小手，果然都是热乎乎的。男人眼中的笑意更深了，看来这个天对他们来说不算冷。那我们现在去找娘亲，告诉她。仔仔话还没说完，开心的就想向外跑，明觉猛地将人拉住。他不自在的咳了一声：“你娘亲还在休息，不要叫醒她，晚点再去。”仔仔没有跑动，步子在原地踏了踏，听话的乖乖点头：“我们不去，娘亲一定是坐马车太累了。爹爹放心，宝宝不去，让娘亲多睡觉觉。”乖。明觉听得心中发软，温声道：“爹爹有给你们带礼物回来，要去看看吗？”好呀，宝宝要看，那还等什么啊？爹爹你走快一点呀！房间内，苏锦早已醒来，床上女人仰面躺着，目光悠悠地望着上方，一动不动，一副受打击的模样。他家夫郎昨日是吃了大补药了吗？比之前给他炖的汤效果还猛。苏锦脑子一甩，拉过被子盖住了自己的脸，重重地翻了个身。吱呀，门扉轻轻打开，男人进了净衣袍，散去一身寒气，这才接过下人手中的食盒，独自走了进来。室内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明觉嘴角弯了弯，嗓音轻缓：“饿了吗？娘今日亲自炖了汤，你要？”他还没说完，苏锦猛地坐起身：“都知道我起晚了吗？”明觉看着他瞪大的双目，忍着笑上前将人揽住，轻声哄道：“没有，没人知道你起晚了。我告诉娘，那汤是我要喝的。”苏锦瞥了他一眼，上下一扫：“以后不准再喝什么奇奇怪怪的补药，听话。”明明是要修理他，结果把自己放倒了，一定是这个男人背着他偷偷进补了。明觉无奈地摇了摇头，想要为自己解释一番：“我没。”“不，你有。”“好，我有。”男人认下了。第290章，妻主大人是喜欢温柔的还是？明觉看他没精神的模样，有些心疼。他不该那般不知节制。你……他微咳一声，止住了话音，闪过一丝犹豫。苏锦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声音带着一丝慵懒。男人眼眸深了深，凑上前，面容有些许不自在，问道：“妻主大人是喜欢温柔的，还是昨夜那般？”他随后轻轻低语了几句。苏锦，他愣了一瞬，对着明觉眨了眨眼。这什么羞耻的死亡问题，他竟然问得出来？这还是从前他那个撩拨几句就耳根泛红的夫郎吗？呵，男人，你变了。明觉似是没看出他眼中的意思，一动不动，眼眸深邃而专注，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他，等一个回答。
苏锦挡了挡眼角，半晌，他清清嗓子，暗中瞥了他一眼，含糊道：“偶尔换换感觉也还行。”说完，立即起身准备下床。他没看到的是，身旁的男人因他这一句话，眼眸闪了闪，带着一丝明悟。苏锦余光一扫，见他没有再追问，松了口气。他下床伸了个懒腰，转瞬间，明觉已将衣物给他配好了，递了过去。今日穿这一件吧，外面寒。苏锦点了点头，自是没意见，随他。明觉看了一圈，皱了皱眉，转身又拿了一件白色的球领给他围在了颈部，这才将人松开。苏锦歪头感受了下那柔软的触感，眼角弯了弯。他喜欢看他帮自己挑选衣饰的模样，他觉得这一刻比任何一句情话都要打动他。这个男人把自己的爱融进了生活，点点滴滴他都能感受得到。苏锦想到此，猛地转身点了点男人的下巴。其实你什么样的我都喜欢，但我更爱看你面带绯色，叫我妻主的模样，轻声低语道，特别诱人。说完，大笑着转身离去。明觉自我感觉找回主场的苏锦，心情极好的哼着调调，一路朝着书房走去。虚幽，突然一棵树上一声怪怪的口哨声传来，苏锦没有理他，继续哼着自己的调往前走。嗨，朋友，还记得你有个系统吗？苏锦脚下一定，自下而上看向他，怎么，地上的生活已经满足不了你，开始往上蹿了？他不知道外界的系统都是什么模样，但他这个绝对是最皮的那一只，比他家崽都要皮。给我下来！这要是被3个崽崽瞧见了，又得学，到时候找孩子还得往树上找。这里风景好，我喜欢这里。系统45度仰望天空，黑黑的小脸看不清思绪。最开始他是为了躲明觉窜上树，不想再去思过。他不就是吹了一点小牛吗？现在待久了，倒觉得这里挺适合他思考人生的，安静。苏锦见他不动，眯着眼，手向后摸了摸。忽然他心思一转，笑着道：“你不下来是吧？行，你待着吧。”他今天穿的这么好看，不适合动粗。目光悠悠看向蹲在树上做猴的系统，挑了挑眉：“呵，这可是你自找的呀。”没多久，秦氏举着小木棍走了过来。“哪呢？小野猴在哪呢？”他四处望了望。“没猴啊。”苏锦抬起手，轻飘飘道：“娘，他跑了，不过黑宝被吓住了。你瞧，在那哭，说想家呢。”随着他手一指，秦氏也转身看了过去，哭没哭他看不出，但树上那人一定是黑宝，身上还穿着他新做的冬袄，鲜亮着呢。他手下的小木棍一丢，连声叫着：“孩子，你别怕，姥姥这就让人来救你啊！”系统还没等他爬下来，秦氏动作很快的带着2个侍卫走了过来。“别怕，这就带你下来。”没2下，人就落了地。系统被人家抱着带下来时，整只桶都是木的。秦氏见此更心疼了，好一阵安慰：“想家了呀，傻孩子，这就是你家呀，有啥好哭的？那小野猴等我见到，我非揍他屁股。别怕，今晚姥姥带你睡。我看啊，还得再吃一副驱风寒的药才行，在上面吹了那么久的风，可别冻着了，咱多吃几天啊。”伴随着絮絮叨叨的话语，系统被半拖着离开。姥姥的宠爱再次袭来，苏锦满意的点了点头。一物降一物，说的就是这2人。他娘对上系统，那是奇效，那家伙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乖得不得了。他还在感慨，脑中传来一阵哭唧唧：“宿主，你不讲武德！”苏锦理都没理，继续哼起了他的小调，心情好的不得了。第291章，崽崽不挨揍，心里不踏实。苏家3个孩子的欢笑声飘散很远，上蹿下跳，活泼的不行。“大宝，你快来追我呀！”“二宝，到你了。”接着，一只蹴鞠在空中划过，哐当一声正中桌角。苏锦桌案震了震，手中的笔划过一条长长的墨迹。他按了按自己秃秃的脑门，深吸了口气。崽崽们见自己又闯祸了，缩了缩脑袋，赶紧过来道歉：“对不起，宝宝不是故意的。”苏锦微笑：“没事，正好娘亲要重新写，你们继续玩吧。”说着，他慢悠悠地换了一张纸，表情丝毫未变，和善的不得了。崽崽们眼神晃了晃，有些不习惯，3人对视一眼，跑开了。苏锦看着又从自己眼前晃过去的身影，挑了挑眉：“不生气，不生气。”门外3个小脑袋凑在一起，一阵嘀嘀咕咕：“娘亲最近好好哦，她都不会生气呢，为什么呀？昨日我们没有做课业，还弄碎了爹爹的玉佩，娘亲都没有说话。”二宝掰着手算着最近几天他们闯下的祸。小人皱着眉头，有些想不通。冬日天寒，他们经常在屋子里玩，再加上有了黑宝哥哥的指引，玩的花样更多了，因此也闯了不少小祸。然而娘亲一次都没有说他们，不知为何，几个小家伙心里都有些不踏实。
娘亲是被爹爹说教了吗？难道是因为爹爹在家中，所以娘亲就不敢了？想到自己是有靠山的仔仔，身板挺直了些，却还是有些心虚，感觉哪都不舒服。没多久，他们又窜了进去，歪着头冲着苏锦暗搓搓地打量着，小手在他身前左右挥了挥，企图引起他的注意。苏锦低着头看着手中的账册，动作不变，假装不受干扰。半晌，他抬起头正色道：“怎么，有事同我说？”“没有，只是宝宝觉得娘亲变了。”仔仔们暗中观察他，说的超小声：“变了？现在这样不好吗？”苏锦亲切地冲3个仔仔笑了笑。苏锦一笑，他们却往后退了退。大宝抠了抠小胖手，皱着包子脸，有些纠结：“娘亲，你还是打宝宝屁股吧。”他扭了扭身子，觉得哪里都不舒服，怪怪的。另外2只仔也赶紧点了点头。3个孩子都期盼地盯着他。苏锦，他眼角抽了抽，这就是皮痒了，欠揍。对他们好还不行，非得打着才舒服。啪嗒，苏锦手中的笔重重一个，如他们所愿，故意板起脸，凶巴巴道：“那都给我面壁去！”话音刚落，仔仔们应得非常快，还很开心。“爱娘亲，我们现在就去。”说完，3个小家伙欢快地向一旁站去，脸上都带着笑意。踏实多了呢。苏锦，是也。苏锦沐浴完，看着面前铜镜中的自己，理了理长发，一点点地梳着，想着白天仔仔的事情，忍不住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忽然他眼角扫到一物，妆帘上一小小的匣子，有些陌生。苏锦盯着看了一瞬，随即拿在手中，放在鼻尖嗅了嗅，闪过一丝了然。他取出一些，放在手心中，慢慢搓揉开来，一路从脸颊涂抹至身体，应该是母后又给他送的养肤之物。虽说他自己有，但也不会辜负一片好意，给他他就用。别说这气味还挺清新，没有那股胭脂水粉的味，淡淡的，像是……咦，这味有些熟悉啊。想到此，他凑上前又挖了一大坨放在手心，嗅了嗅，眼神闪了闪。明觉穿着一身礼衣走来，见他在发呆，轻言道：“该睡了。”苏锦身子转了个弯，视线看向妆帘，明觉跟着望去，桌上那被挖了一个大洞的养浴膏，看得男人愣了愣。苏锦拉过他，在他手腕处嗅嗅：“你是不是用这个？”“我说怎么闻着熟悉呢？不过这冬天是挺干的，润一润也好。母后为我准备的这一罐，正合适你用。”明觉看着父皇派人给他送来的很是难得的养浴膏，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他抿了抿双唇，没有说话。苏锦也是随口一问，也没再想，感觉这味道还真挺好闻。他又挖了一坨，将手臂也抹了抹，动作相当不拘小节。明觉摸了摸自己的脸，再看他这涂身体的架势，笑着摇了摇头，有些无奈。看来下次父皇再问他效果，他得想想怎么回话。第292章，狂补课业的仔仔们。就这般又过了数日，苏家每天充斥着3个孩子加1只桶的嬉闹声。孩子们慢慢发现娘亲是真的不再揍他们了，因此蹿得更高了。直到有一日，明觉将仔仔们叫到身前，温声道：“最近玩得开心吗？”“开心呀，爹爹，我们明天再去郊外啊。”几双大眼忽闪着望向他，仔仔们心里已经肯定爹爹一定会答应的，因为他们最近说什么，爹爹都会答应。可好了呢。然而这一次，明觉微咳一声，没有应声，反而道：“最近这段时间，你们的课业做了吗？”声音不紧不慢，目光朝着3个孩子淡淡扫去。仔仔小脸一猛：“好好的，爹爹提那干啥？”刚想再撒撒娇，明觉手一背，悠悠道：“你们这么乖，肯定早就做好了吧？”心玩野了，完全忘了课业的仔仔们。3个小家伙对视一眼，看着爹爹眼中的赞扬，齐齐的点了点头。小奶鹰磕磕巴巴：“我们当然乖，有做。”明觉忍着笑，看着3个强装镇定的小家伙，故意道：“哦，是吗？那我……”他语速极慢：“哎呀，爹爹宝宝好像有事要忙，就先走了。”一只粉色的小团子，话音未落，人就跑得没影了，窜得飞快。“爹爹，你以后找娘亲玩吧，我们最近会很忙。”二宝板着小脸，认真的看着他，想着近来一直同他们玩耍的爹爹。小家伙离去的脚步停了停，心里有些不放心，怕他一个人孤单，小声建议着：“爹爹你乖，可以去找黑宝哥哥带你玩，等我们不忙了再陪你哦。”说着他还顺手拉起赖在明觉身上的大宝，小表情不赞同的瞪了他一眼。明觉眼中含笑，嘴角勾了勾，故作遗憾的轻叹一声：“是吗？爹爹还想带你们一起外出的，既然你们都忙，那就可惜了。”“爹爹去哪里呀？”大宝想小胖仔大眼睛一亮。明觉似笑非笑看着他，不等他说话，二宝快速接过：“不，大宝，你不想，你比乖宝还要忙，可真愁人。”
二宝暗搓搓指了指他的屁股，小胖仔身子瞬间一紧。爹爹，你去吧，宝宝就不陪你了。说完，两个小家伙火急火燎追着乖宝的步伐也跑远了。明觉望向那渐渐消失的身影，嘴角弯了弯。男人眼中的笑意一直未散，回到房间便收拾起了自己的书籍。都准备好了？那崽崽们。苏锦见他将自己的书籍都收了起来，心中会意，便知这是要出发了。已将孩子们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明觉点了点头，道：我们明日便走，孩子也安排妥了，父皇母后那里我已说过。好。两人对视一眼，笑了起来。隔日，宫中的车驾向着苏家驶来，侍卫先行，嬷嬷随后而下，撩开厚重的帘子，将人扶了下来。皇后看了一眼，见苏家门前的车马还未离开，她来的不算晚，朝着嬷嬷示意。不多时，几个侍者手中搬着一箱箱东西，朝着苏家走去。明觉和苏锦闻声而来，母后，这是？您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出去不需要准备这些，路上。皇后扫了他们一眼，打断道：这是给我家乖孙孙准备的。哦，苏锦摸了摸鼻子。皇后说着，便指挥着人朝着仔仔的小院走去。他要好一阵子见不到了，得过去看看。等人离去，苏锦才反应过来，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啊，为什么要给仔仔们准备这些？明觉显然也想到了这点。男人若有所思道：你有跟母后说就我们两个人出去吗？苏锦眨眨眼，回想到：我说了吧，他怎么记得是同皇后说过了呢？两人对视一眼，赶忙跟了上去。此时的小院内，大宝，你快点写了。呜呜，课业好多。宝宝后悔了。小胖仔看着高高的册子，泪眼汪汪。哭有什么用？快点，你看这题不对。二宝一会去看看左边，一会看看右边，忙得不行。小人轻轻叹了口气，我们不该贪玩的。这些时日，爹爹宠着，娘亲纵着，还有黑宝哥哥陪着玩，整日上蹿下跳，他们早就将课业抛在了脑后。本是每天一点点的东西，如今堆在了一起。哇！乖宝一边抽着鼻子，手下书写的动作却丝毫不受影响。有人来了。二宝听见门外的动静，小声提醒了一句。一听这话，两个仔仔哭声立即停下，眼泪瞬间收了回去，挺直身子，表情认真的不行，丝毫看不出刚刚有哭过。第293章，祝你蜜月来大姨妈。皇后进门见到的便是三个孩子埋头刻苦的模样，甚是欣慰。哎呦，我的小乖乖可真认真，临出门前还在做课业呢。皇祖母要好久都见不到了，出去要听话知道吗？身边不可离人。皇后抱着仔仔好一顿亲香，指着下方的东西一一嘱咐着，这些啊都是给你们带的，路上可过得舒服些。正忙着疯狂补课业的仔仔们，二宝反应最快，疑惑道：皇祖母，我们要去哪里啊？皇后愣了一瞬，难不成他皇儿还没同孩子说去黔南？你爹娘还没说吗？这两人今日都要走了，怎么都这会还没提？忽然皇后似是想到什么，身子顿了顿。难道？此时三个仔仔听闻这话，全都凑了过来，一脸的兴致勃勃。皇祖母，黔南是哪里呀？是爹爹要带我们去黔南吗？去那里做什么啊？苏锦二人进来时，对上的便是仔仔的疑惑和皇后那略带复杂的眼神。无需问了，看两人这眼神，皇后也知是自己理解差了。仔仔们却被挑起了兴致，连连问道：爹爹娘亲，我们要出门吗？黔南在哪里啊？苏锦微微一笑，没有说话，朝着身旁的男人看了一眼。明觉神色淡定，不急不缓道：你们这么乖，肯定是要带你们去的。皇后抬头看了他一眼，难道自己又想错了？还莫等他多想，只听明觉语气轻缓，继续道：在这之前，爹爹先看一下前些日子的课业，你们昨日说都完成了，一定不会骗爹爹的，对吗？他目光柔和地看向三个孩子，早上爬起来还在狂补课业的仔仔们，他们也太难了。仔仔们假装不在意的连连摆手：不去不去，爹爹我们很忙的。对，爹爹你快去找其他人玩吧。明觉恍然，这样啊，那你们忙吧，今日就不看了。皇后，他一点点移到苏锦身旁，语气有些复杂，他平日就是这般带孩子的。心中还在偷笑的苏锦闻声顿了顿，赶忙解释道：我家太子很好的，很会教孩子，您放心吧。皇后，孩子都被忽悠懵了，还好。不管皇后如何无语，两人还是开开心心的告别了家人，踏上了马车，准备启程了。而此时的系统也是开心的收着小包袱，给自己准备了满满的仪式感。他即将又要踏上旅程了。嘿嘿，他扫了一眼，见宿主已经走到府外，赶紧拎起自己的小包包冲了出去。娘亲，你们要快点回来哦。爹爹，等你们回来了，宝宝就不忙了，可以陪爹爹玩了。
好。明觉耐心应着，俯身挨个摸了摸，等你们不忙，爹爹也就回来了。去吧去吧，孩子有我呢。皇后挥了挥手，开始赶人。现在她是看到这两人就头疼眼疼。一路注意安全。秦氏说的随意，显然已是习惯了他们经常往外跑，丝毫不担心。就在此时，系统也赶到了，他包袱往身后一甩，正想往前冲去，忽然他脚步一顿，转身对着崽崽们叮嘱道：别忘了练拳，等我回来再教你们新的招式，我会给你们带。他还在依依惜别，而门前的马车却慢慢行驶了出去。系统像是察觉到了，他一个转身，包袱猛地落地。苏锦靠在软垫上打了个哈欠，就在此时，脑中传来一道略显冷漠的声音：宿主，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什么？我呀？你忘了带上我？你的系统！系统！站在原地的系统跳脚咆哮着，他还记得自己有一只系统吗？苏锦按了按脑门，淡淡道：你已经是个成熟的系统了，该学会脱离宿主，自己玩去吧，别打扰我度蜜月。说完，他立即断了联系，丝毫没给他再说话的机会。系统！他气呼呼地背着手在原地转了一圈，心里暗搓搓地祝福着：宿主，我要祝福你，蜜月来大姨妈。哼！第294章，系统是仙童，不是刀精。系统气鼓鼓地揣着手，来回踱步，嘴里念念有词，小心眼的连番祝福了几遍。似是想到什么，他又自个偷笑了起来，笑容十分猥琐，看得崽崽们一脸懵。这不是平常的小哥哥，你怎么了？大姨妈是什么啊？崽崽疑惑地望了过来。系统笑容一顿，小黑脸闪过一抹心虚，他咳了一声，震惊道：那个呀，你们听错了，好了好了，跟我练拳去，我一定要把你们都培养成高手，让宿主瞧瞧他的厉害。他握了握拳，将视线转移到了崽崽身上，满意的点了点头，都是可塑之才。然而一向跟在系统身后的崽崽们第一次拒绝了小哥哥的邀请。不行呢，我们还有课业没有做，很忙的。崽崽们连连摆手。系统，大宝凑在他身旁对了对手指，有些不好意思，超小声道：我们不乖，撒谎了，骗了爹爹，其实还有好多课业没做。爹爹说是要带我们一起去的爱都怪宝宝贪玩了，爹爹一定很失望吧，我们都不能陪他玩了，就他和娘亲两个人，好孤单的。三个小人齐齐叹了口气。系统，这夫妻俩真不愧一家人，一样的狗。不仅系统无语，皇后听着也是一脸的复杂。黑宝哥哥，你自己玩吧，我们要去努力了。崽崽们握了握自己的拳头，充满干劲。等他们写完了，爹爹娘亲就回来了。说完，小步子一转，就想往里冲。哎，乖乖们，不急不急，别太苦了自己，慢慢做不着急啊。皇后赶紧跟了上去，她这皇儿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孩子都忽悠。远处行驶的马车内，宽敞舒适的车厢隔绝了寒意。明觉察觉他又在发呆，心有所感，做事随意问道：黑宝又说了什么吗？苏锦往他身旁靠去，黑宝说要祝我们一路顺风。明觉想到离去时瞥见的一幕，轻笑：那他还挺懂事的，我还以为他想跟着一起呢。刀精的孩子被教育得很好。是啊，他乖的时候很乖的。苏锦懒洋洋的应和着，突然他猛地直起腰身，险些没被呛到。啥？刀精？目光有些发懵。明觉见他如此，小心的拍了拍，解释道：在我看来，他与大宝他们无异。哈哈哈，怎么会觉得他是刀精？黑宝告诉你的吗？苏锦弓着身子，笑得花枝乱颤，绊倒在了男人身上。他家夫郎竟然会以为系统是刀成精了？黑刀吗？说那家伙是煤球成精，他还觉得有道理些。明觉，男人将他扶正，拧了拧眉，也只是自己想错了，正色道：你那日的意思是？指着刀给他看，难道不是这般？苏锦回想一番，重重拍了拍自己的脑门，怪他不该说的那么抽象含糊。还不等他开口，明觉无奈的摇了摇头，揽过人微凉的指尖给他揉了揉。这是你自己的头，轻点拍，不用为难。他是和我都不在乎了，以前在乎，因是知道他们可以心意相通，在心中通话，他自是免不了俗，会多想，会酸涩。如今想到那个比崽崽们还活泼好动，在家中整日上蹿下跳的黑娃，他轻笑一声，眼中的光带着一抹暖色。被他这一打岔，苏锦也不再笑了，摸了摸下巴道：他呀，比较不好形容，身世有些复杂。当初是怕你想不通，才指着那些刀具。你呀，就当是他天上掉下来的小仙童，也就容貌黑了些。那家伙虽然调皮傻乎乎的，还爱生气，但是啊，遇见他是我的幸运，这世上没有人会不喜欢他的。是。明觉嘴角含着一丝笑意，
毕竟是我们的大儿子。马车向着远方继续行驶着，两人一番交谈，却不知被有心人听了个正着。他浮在半空，像在思考一般，光点一闪一闪。望着渐行渐远的车架，他没有再跟上，而是朝着他们相反的方向闪去，速度越来越快。第295章天外来客，黑宝的家人。皇后领着3个孩子去写课业，秦氏也在厨房忙着炖汤。一家子此刻唯有系统无所事事。他撇了撇嘴，孤零零地晃荡在树梢上。宿主不让他上树，他偏要上去。有本事来打他呀！哼！临近午时，正是苏家准备用饭之时，一位无人认识的意外来客登门拜访了。门房见这眼熟的面色，愣了一瞬，周围的侍卫也将视线汇聚了过来，瞬间带着一丝了然，很快便有人进去通传。秦氏，谁？你说找谁？老夫人，那人是来找黑宝小少爷的。来人纠结一瞬，还是道：瞧着应该是小少爷的家人。家人？秦氏带着萧管家大步而来，脚步有些急切。只一面，他瞬间没了疑惑，确定了，这是黑宝的家人，比黑宝大上一些，少年版黑娃。这面色错不了，这家父母可真会生，这难不成是生了一窝黑崽吗？秦氏也是见惯了黑宝的模样，看着眼前的小少年没觉得怪异，只觉亲切，笑道：你应该是黑宝的哥哥吧？来，外面冷，孩子进来说。我是……他想了想，还是认下了哥哥的身份，是哥哥。秦氏一听这话更热情了，拉着人往里面进。哎，我就说错不了的，走，咱进家说。少年像是从没与人接触过，看着拉着自己的手，身子僵了僵，跟着他跨出了一步，目不斜视，却暗自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他控制着面部的表情，嘴角扯了扯，扬起的弧度像是刻画出来的，很是标准。谢谢。谢啥？你先坐着，萧管家已经去给你找黑宝了，他见到你肯定会高兴的。秦氏笑着打量了几眼，看他坐下的样子规规矩矩，身子板正的不得了，还当是紧张呢，赶忙道：孩子别紧张，你吃饭了吗？正好到了饭点，我先去给你拿下来啊。谢谢，我不需要吃饭。秦氏愣了愣，啥叫不需要吃饭？而那边还在树上发呆装深沉的系统也听见了萧管家的呼喊，拖着黑黑的小脸应了一声：我在这呢。萧管家抬头一看，哎，黑宝小少爷，你快下来吧，你的家人找来了，是你哥哥。系统。他托在下巴的手猛地一滑，差点没摔下来。啥玩意？他都不是人，哪来的哥哥？呸！他倒要看看哪个瘪犊子冒充他童子的家人，这么能咋不上天？小心！萧管家在下面看得心一抖一抖，伸手就想接住，系统手一撑，稳住了，灵活的犹如猴子般麻利的顺着树干爬了下来，瞪大双眼，目光向着整个苏家看了过去。与此同时，秦氏身旁的少年也渐渐抬起了头，两人视线一个交汇。你是谁？系统被吓得险些没跳起来。你干嘛学我？他再也不是独一无二的黑了，盗版抄袭，可耻！系统哇哇大叫，少年却丝毫未动。一串复杂的代码发了过去，原先还在跳脚的系统瞬间顿住，一阵风似的冲了过去。秦氏看到跑过来的系统，笑着打趣：瞧这急的，你们哥俩好好聊，姥姥去给你们拿点吃的。秦氏借口转身离去，留下两人大眼瞪小眼，谁也没有说话，脑中却在疯狂刷着代码。3380，你怎么会到这个世界？你来是做什么？我告诉你，这是我家。我家宿主只有我一个桶，就算你变得和我很像，他也不会喜欢你。系统犹如被侵犯领地的小兽，张牙舞爪。3380似是不在意，我是这一届毕业主审官，有来这个世界的资格。系统眨了眨眼，情绪缓了缓。咦，主审官？你评审？他们不是一起进的系统高校吗？为什么他都做主审官了？系统有些蒙圈，他一定又趁着自己不注意，偷偷努力了。心机桶，平时这家伙就经常神神秘秘的，他还听过有桶叫他主。呸！瞧这称呼，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桶。中二，去往的世界也都是他没听说过的，肯定是不知名的低位面，怕他嘲笑才不敢说。哼，还挺虚荣。这一次感觉自己又被比下去的系统暗搓搓地瞪了他一眼，故意忽略他说的话，大声道：一山不容二虎，一界不容二桶，你快走吧，才不管你是什么主审。哼，休想跟他争宠。第296章世界重生的真相。我不会留在这里，很快便要离开。3380同款黑脸看向他，他在此界停留了10多天，现已感受到了排斥。系统不知这些，听完心中一喜，故作大方了起来。这样啊，
还想带你出去玩呢。既然你要离开，那就……他捂着小嘴，嘿嘿假笑，丝毫没有诚意。可以，系统听不出来他就是说吗？客套话，就这智商还主审官，也不知道这一届哪个倒霉蛋被他选中了。他想着这家伙也快走了，眼睛一转，既然你这么可怜，就带你见见世面吧。说着自己转身跑了出去，回头道：跟上，带你看看我家。他说到我家时特意加重了声，暗搓搓地瞥了他一眼。3380点点头，跟在身后。系统得意地挑挑眉，指着远处的院子道：瞧见没，那是我住的地方，是姥姥给我布置的。有显得不够，还特意将他带了过去，推开院门。系统掸了掸灰，背着手先走了进去，摆出了主人家的模样。进来吧。3380板正的脸上微笑了一下。你很喜欢这里？这是我家，当然喜欢。哼，你没有。说完也不再理他，朝着一个房间冲了过去。他们两个都是系统，自是不需要人类的规矩，将他带进去，系统一溜烟就没了影子。3380打量片刻，视线所过之处皆组成一串串数据，存在了脑中。不多时，系统哼哧哼哧抱着一个超大的箱子走了出来。砰！他重重的放下，擦了擦不存在的汗，冲他抬了抬下巴，眼神带着暗示：快打开看看，给你羡慕羡慕。你都没有，哼！3380眼睛闪了闪，送我？系统？呸！就知道这家伙是来抢他东西的。自他有意识起，第一眼见到的就是他，也不知什么仇什么怨，这家伙天天敲他脑门，什么都要和他抢。这是我的，不过可以给你看看。说完，他伸手打开了箱子，一堆的零食、美白护肤品、珠宝，中间还混着不知名的玩具。系统满含得意，悄咪咪瞅了他一眼，都是宿主拿积分给他买的，还有一些姥姥、皇后、3个仔仔送他的，可多人了呢。3380一板一眼的念出来，我很羡慕。果然这话一出，系统叉着腰哈哈大笑，得意坏了，哈哈哈，羡慕吧。他将箱子内的东西一一扫过，系统见他一直盯着看，满含警惕的将箱子关上了，动作贼快的搬回了房间，藏了起来。半晌，想到那家伙的眼神，他像是犹豫了一会，又折返了回去，找了个小包袱，抠抠搜搜的挑选了几样他吃腻了的小零食和几个他不想玩的玩具放了进去，背在了身后，走了出去。给，送给你的，其他的你别惦记了，我没有了。来一趟，你就带点特产回去吧。3380眼睛闪烁着，也不客气，接下瞬间，包袱光速消失在了手中，被他收了起来。系统，给你了，我还能抢回去咋地？你就不掩饰掩饰？你很喜欢这个世界？系统一懵，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眨了眨眼，喜欢啊，他可喜欢了。有宿主，还有3个仔仔，还有姥姥、皇后，哦，还有名爵。尽管会有不好的人出现，但是他遇上的都是好人。咦，对了，想到一直以来的疑惑，抬头问道：既然你是主审，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多了重生的人？主系统为什么给我展示的世界背景不一样？还有那个道士竟然可以让世界重置，好奇怪啊。3380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半晌，缓缓地摇了摇头。啊，你也不知道啊？嘿，我还以为你很厉害呢，看来也就比我厉害一丢丢。哼！就在此时，仔仔们声音传了过来：黑宝哥哥，快来吃饭了。系统欢快地跑了过去：哎，我来了。3380看着他的背影，第一次人性化的扬起了一抹笑容，不再是之前的刻板模样。人类的能力如何能让时空倒转，时间重置？至少这个低位面是不可行的。那些重生之人是他的刻意为之，苏锦更是他从众多位面中挑选而来。你的第一个世界怎么能有遗憾呢？第297章吃回扣的3380。黑宝哥哥，姥姥说你家人来了，在哪里啊？仔仔们伸头往里面望着，一副好奇的模样。系统见他们对那个心机同感兴趣，往身后瞥了一眼，试图挡住。没什么好看的，他没我好看的。想到3380同他一样的黑，气得小脸鼓了鼓。就在此时，一少年缓缓走来。哇哦，大阪的黑宝哥哥，大哥哥，你也很厉害吧？好羡慕。仔仔们看着走过来的3380一阵惊呼，他们可真像。黑宝哥哥的家人果然也是黑的呢。3个仔瞬间将少年围在了中间，热情的不得了。3380对着他们轻轻点了点头，还不等他说话，系统悄悄挤了上去，小屁股一扭，将人挤到一边。哼，他也就一般般厉害，都是学我的。
他忽然像是想到什么，向着3380一脸狐疑的上下打量，小声道：“话说，你这黑皮哪里来的？这可是升级给的奖励，只有一个。你哪来的？”越想越觉得这家伙可疑，当初怂恿他兑换奖励的就是他。3380顿了顿，语气毫无起伏：“我这个是赠品，回扣。”系统，他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往后退了一步。赠品？我的奖励为什么要送你赠品？还有你既然吃回扣，还吃得理直气壮。系统被气得脑瓜子疼，这操作也太骚了，让他去选奖励，竟然是为了吃回扣，你太过分了。他重重一哼，鼓着腮背过了身，不想再同他说话。崽崽们歪了歪头，大眼睛一闪一闪：“大哥哥，那我们也可以变黑吗？”崽崽们虽是不明白他们后面在说什么，却也听清楚了，这大哥哥好像可以变黑黑。3380扫了一眼，点了点头：“可以，时间短，可护着你们一段时日，只是有些副作用。”他没有说的是，那东西不仅能改变肤色，还能强健他们的身体，但这过程会让他们格外兴奋，随之性格也会变化，要半月之余才会失效。毕竟人类的身体所能承受的能量还是太小。哇，我们要变！3个小家伙哪里听得进后半句，原地一跳，瞬间围了上去。大哥哥，你怎么这么厉害呀？是天上的仙男吗？我爹爹也是哦。对，大哥哥，你可真棒！你的眼睛也好亮，会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就很厉害。大宝不知何时已经挂在了3380的腿上，笑容软糯，姿势相当标准。3380，他低头看了看，又扫向另外2个还在继续夸他的孩子。从未遇过这般热情的他，嘴角微微扯了扯，身子一动不动，就这么听着，眼中的光闪闪发亮，心情很是不错。系统拧了拧身上的花袄，听着耳边曾经属于他的夸赞，如今都给了那个新机桶，内心的酸水咕噜噜直冒，比吃了一整棵柠檬树还要酸。他在心里龇牙咧嘴，左勾拳右勾拳，狠狠地暴打了3380，才觉得解气了一点。走过去，阴阳怪气道：“你不是要走了吗？天色也不早了，就不要耽误了。”说完，他一个快速拉起3个孩子，蹲在了墙角，压低了声音，指着3380一阵诋毁：“崽呀，别信他！我跟你们说，他最会忽悠了，可坏可坏了。他凶起来一拳一个小幼崽，还偷看过老奶奶洗澡。崽崽们！”3380一声叮咚，他悄咪咪地瞥了一眼，双目瞬间瞪大，哇哇哇！好多，开心地跳了起来，黑黑的小脸神采飞扬，重新扬起了笑意。他迅速跑回房间，找了个超大箱子，比之前还要大，将自己新到的宝贝都抱了进去。箱子重重一关，犹如守财奴般趴在上面，咧嘴大笑。哈哈，他又是富裕桶了！你在做什么？一道让他恨得牙痒痒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系统没有回头，推着箱子就往里面藏。没什么，没什么。他眼神闪了闪，企图转移话题，超大声质问道：“你到底什么时候走？你说，你是不是想要赖在这里？”3380扫了一眼他身后，瞬间了然，眼角微微一笑：“你知道的，我身上已经出现了排斥，随时会被这世界挤压出去。只是在离开前，想请秦姥姥帮我做一件衣服。”什么衣服？系统狐疑地望向他，显然有些不相信，怀疑这坏家伙在忽悠他。3380看向他身上的大花袄，笑了笑。系统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反应了一瞬，才想明白，双眼一下就瞪圆了。呸！你个臭桶，你怎么什么都要抢？咋？还看上我的衣服了？这个臭家伙，他喜欢什么他就抢什么，什么仇什么怨。哼！3380看了他一瞬，没有抢，只是觉得好看，特别好看。哼，特别。系统昂着头拍了拍自己花袄，瞥了他一眼，算你有眼光。正高兴时，系统快速摇了摇头，清醒了几分。他不能再被好话迷惑了，这家伙一定又想趁他放松警惕，暗中打他零食的主意。他都上了100多次当了，绝不会再信。小眼神暗搓搓地盯着他，将人推到了门外。快走吧！哼，他才不好骗。此时的苏家门外，秦氏冲着马车挥了挥手，将人送走了。他总算松了口气，想着刚才在家里上蹿下跳，又试图想出门打牛的崽崽们，只觉一阵头疼。他二话不说，全塞进了马车里，打包送到了皇宫。这几个黑娃他是管不了，让他们皇祖赴头疼去吧。一国皇帝还能管不住3个崽？听黑宝说，3崽只是吃了美黑丸，过阵子就恢复了。也幸好这段时间小景不在家，不然……他拍了拍胸口，想到刚才阴下的做花袄的事，手一拍，笑着
往自己屋里冲，开心极了。这黑宝的哥哥眼光可真好，跟他定了很多花袄，说什么条件任他提，唬得他一愣一愣的。这孩子和黑宝似的，都爱说大话，不愧是一家仔。就这嗨呀，能费啥事？他平时也闲着没事，家里还有下人一起做，快着呢。难得孩子喜欢，他高兴。想到这，情势干劲更足了。远在黔南的苏锦帮系统挑挑选选，买完东西，他只觉眼睛酸了酸，就眯了一会，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他醒来，已是入夜时分。明觉似在等他，见此立即放下手中的书，走了过来。我请了大夫过来，等下让他进来给你瞧瞧。苏锦刚醒还有点懵，反应迟钝了片刻。看什么？说完他揉了揉肚子，我好饿啊。好，先吃饱再说。不多时，下人端着食盒走来。苏锦深嗅了一口，一股淡淡的鱼腥味让他不上不下，皱了皱眉。明觉一直在看着他，见此快速问道：可是哪里不舒服？就是觉得这汤腥味有点重。他刚说完，明觉眼神一闪，双手紧了紧。而苏锦自己也察觉了不对，全身扫描。爹，请2250号宿主稍等。扫描中，一道机械音在苏锦脑中响起。半晌，苏锦听完脑中的播报，愣愣地眨了眨眼，望向了明觉。明觉想到近日的种种，思索片刻，有些紧张地向他看来。两个人同时开口：你可能有了。我又怀了。第300章神医诊脉。明觉只觉心中一紧，未出口的话渐渐吞了下去，眼中的光越来越亮。他努力敛了敛情绪，靠向苏锦，喉咙有些发紧，可有哪里不舒服？还不等苏锦回答，他转身就要离去。别起身，我让大夫过来。步伐越来越快。苏锦见他这样，轻声一笑，也没阻止。不多时，一位挎着药箱的老人家跟随明觉走了进来。老人也就是药竹先生，是民间有名的老神医。当年明觉被查出中毒之时，他被明元帝派人请到了宫中，道出了那毒誓无解的。明元帝悲愤大怒，也差点受了牵连，从此对皇家之人更是避而远之。如今几年过去了，他藏身在黔南一个小小村庄，与世隔绝，不问世事。他不信这样，皇家的人还能找到他。如今，药竹看见再次出现在他眼前的明觉，整个人都是木的。他是如何找到自己的？都说了，解不了他的毒，怎么又找来了？躲还是没躲掉？他深叹一口，老夫实在无法。药竹先生误会了，我是想请您给我家太子妃瞧上一瞧，开上些方子。明觉望着他，神色有些许急切，带着他便走。药竹愣了愣，直到见到苏锦，老人家还有些缓不过来神。见人准备行礼，苏锦赶紧打断：无需多礼，我这样没什么大问题，应是有孕了，就是让您确认确认，也好让他家太子放心。哎啊！药竹刚响应下，突然猛地抬起头，怀孕？似是想到什么，他朝着明觉复杂的看了一眼，赶紧垂下了头。打开药箱取脉案的手都有些颤抖，难怪会跑到这小地方来找他。苏锦将手放到脉案之上，疑惑这老人家的手怎么抖成了这样，还是问了一句：手没事吧？明觉正一瞬不顺盯着苏锦在瞧，此刻也望了过来。药主眼睛闭了闭，劳太子妃挂心，没事，年纪大了免不了这般。人啊，活得久也未必是好事，他就是知道了太多。时也，命也。苏锦可不知他心中这般复杂，也没再问，磕着眼等他诊脉。明觉呼吸都放轻了，目光紧紧地盯着，不愿错过一丝一毫。半晌，药主起身看向两人，道：确有滑脉之象，但时日尚短，过些日子再诊一次为佳。明觉心中翻涌，久久无法平复，眼中的喜色怎么也遮不住，握住苏锦的手攥在了手心，微一侧身，连声问道：太子妃身子如何？可需调养？老夫行医几十载，还未见过比太子妃身子更康健的妇人，殿下无需担心。说完，他垂下头，掩住了眼中的惊异。这位太子妃那脉象属实罕见，且她已不是第一次有孕。皇家呀，真是复杂。好，好！明觉心中控制不住的高兴，激动的来回走了几步。多谢先生，我送您出去。药竹看了他一眼，也知是有事要说，没有拒绝。明觉将人送到了门外，他微咳一声，低声细细问了几句。药竹诧异的向他看去，倒是深情，心里有些感慨，也愿意同他多说上些，连同妇人产后该注意的都说了不少。明觉听得认真，一一记在了心里。正准备离去之际，老人家心中一叹，这般男子着实可惜了。他想了想，忽然出声道：殿下不妨派人去海外寻上一寻，若是有毒药在手，老夫可试上一试。虽是不易，但总有个希望。依照这位殿下的为人，就算无果，他也不用担心没命。明觉还在想着他的话，
抬头看了他一瞬，笑容温和道：“忘记告诉耀竹先生了，那毒早已解去，我也有了3个孩子，是3胞胎。这如今已是我家太子妃第2次怀胎了。”他语气平和，眼中的笑意却是止也止不住。耀竹，告辞。先生若是不闲，可去京城住上些10日。我在郊外有一处药田，无人打理。近来寒冬，听闻田中的泽兰已是被冻伤无数，怕是……他还未说完，老人家眼睛陡然大瞪，已是顾不上身份，急忙道：“可有备御寒之法？他在寒冬若是无人细细照料，定是食不留衣，不，也许一株也留不下。他现在已无暇去想这位殿下如何得知自己在找泽兰草，只恨不得现在就飞到京城。”明觉淡然一笑：“近日我们便启程回京，不知先生可要同行？”冷静下来的耀竹看了他一瞬，明知他是有意，张了张嘴中是没有拒绝。老夫谢殿下不嫌弃。后言搭上一程，罢了，等他拿了泽兰草再回来。明觉眼中的金光一闪而逝，笑容温和的点了点头。有神医在，一路上他也可放心了些。第301章，浑身充满劲的仔仔们。皇宫，3个仔仔被秦氏塞进马车时，还是一脸懵。很快得知是去皇宫，眼睛一转，乖乖的坐了下来。此刻一下车架，直直的往里面冲。皇祖父、皇祖母，我们来了。往日都是畅通无阻，一路也是无人敢拦。然而这一次，宫中的侍卫看着冲来的3个小黑人，想也不想，立即将人拦了下来。仔细看看，神色都有些怪异。3位皇孙，直到看到身后的暗卫，这才确定就是3位皇孙。只是变化是不是太大了些？常德公公得了消息，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刚想像往日那般扬起笑脸，先夸赞一番，到嘴的话猛地一吞，目光都有些发颤。我的小祖宗爱，这怎么都变色了？仔仔们摸摸自己的脸，骄傲的不行。常德公公，你又来接我们了。有意炫耀的往他身前凑了凑，还吹了吹自己的拳头，眼神带着暗示。最会看人眼色的常德，如何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嘴角僵了僵，都很出色。只是这圣上怕是要受不了。此刻的明元帝得知他们要来，直接去了皇后宫中。2人一脸笑意，在殿内等着，不时向外望上一眼。皇后指挥着宫人，多备几个汤婆子过来。嬷嬷赶紧扶住她，娘娘，您放心，都准备妥着呢。皇后也不再说，看向明元帝，不是说到了吗？都这会了，怎么还没来？朕已让常德去接了。话音未落，一阵欢快的笑声冲入耳中。他冲皇后挑了挑眉，瞧，这不来了。殿外笑着跑来的孩子们，迎上宫人们惊异的目光，立即缓了下来，仰着小脑袋，身子挺得直直的，犹如在走正步，心里骄傲的不行。现在的他们可厉害了。常德也是无奈，思量一瞬，脚步加快，自己先走了进去。明元帝见人进来，面色一喜，忽然顿住：“孩子呢？怎么就你一人？”常德俯身：“圣上，皇后娘娘，您2位先别激动，小皇孙们这肤色变……”还莫等他说完，在外满足了虚荣心的仔仔们飞窜了过来，速度相当快。身子一正，小奶音很是欢快：“皇祖父、皇祖母，我们来了，有没有想宝宝呀？”明元帝、皇后。明元帝脸上的笑猛地僵住，他身子往前探了探，眼睛狠狠一闭。而另一旁的嬷嬷已经熟练的先上前一步扶住了皇后。仔仔们眨了眨眼，见他们不出声，眼睛一转，小拳头一握，嘿呀，出拳抬腿，一套拳打得有模有样，劲头十足。怎么样，厉害吧？上位的2人哪有心思看什么拳法，目光定在那黑乎乎的脸上，都有些呆。皇后一把将离得最近的2宝抱在怀里，目光有些不敢置信，伸手朝着他脸上摸了摸：“是真的？你们怎么会？”眼泪哗的一下就落了下来。皇祖母，别哭啊。2宝吓了一跳，不敢乱动，只是不停地给他抹着泪。仔仔们都涌了上来，心中急得不行。哄皇后的功夫，明元帝已招来了暗卫询问，面色威严，沉声道：“到底出了何事？”贾谊俯身如实道来：“小皇孙这般是因黑宝的家人，属下已是问过，这个半月有余便会恢复原样，据他言，对身体有益无害。”明元帝目光沉了沉，可问出那人来历？并无，其人不善言，也多是同黑宝少爷在一处。圣上，太医来了。传3个仔仔忽闪着大眼，乖乖给太医把脉，没有再乱动。江太医也是常常过来给几个孩子请平安脉，对他们的身体自是清楚。可这会越摸越觉得不对，他猛地抬起头，惊疑地看向孩子的面容，这同他们那日在苏家摸过的黑娃脉象相似，都是极其罕见的康健。这身体难不成肤色真能让人变得不同？他敛住心绪，
起身后退一步道：“圣上，实乃大喜。若说皇孙之前是9分康健，如今可说是10。敢问几位小殿下，可是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崽崽们对视一眼，异口同声道：“对，有劲，我们可以打牛，飞上天。”黑宝哥哥说：“牛能打上天呢，那他们也行。”第302章，苏锦将提前归来，给崽崽们惊喜。常德起身送走了太医，明元帝这才微松了口气。只要孩子身体无事便好。他背着手来回转了转。黑宝之事，明觉倒是同他提过一些。苏锦很看重那个孩子，他也不好插手。罢了，既然孩子没事，让那夫妇俩回来解决吧。这边听完崽崽们的叙述，皇后也不哭了，只是拿手点着他们的脑袋，故作生气道：“你们啊，胆子可真大，什么都敢尝试，也不怕这辈子就这样了，长大了就后悔去吧。”崽崽们心里有些不赞同，他们那么厉害，怎么会后悔？但也没有说出来，捧着黑脸，嘻嘻哈哈逗着他开心。皇后心累得别开了脸，丝毫笑不出来。皇祖母，我们可厉害了，你不要担心呀。皇后扶着额头，瞥了一眼，也没当一回事。就这般，崽崽们又在皇宫住了下来。3人在家中无处发泄的精力，全都找到了宣泄口，绕着皇宫到处跑，速度快到工人们没一个追得上，还要有功夫的侍卫们出手才行。这才刚停下，以为就要消停了，哪知闪神的功夫，人又没了影子。啊，小皇孙你下来，那里那么高，你们快点去叫人。小皇孙，这个不能动啊。没有，宫里没有牛牛也上不了天，奴才办不到啊。工人们擦了擦汗，以为陪着几位可爱的小皇孙玩是最轻松的事，以前也确实如此，如今只恨他们没有多长一双腿。皇后眼看天色晚了，3个孩子还没回来，无奈地叹了口气，连忙招来工人询问道：“孩子人呢？今日又跑哪里玩了？”工人垂着眼纠结道：“小皇孙在跟奴才们玩躲猫猫，天色太黑，奴才们还未找到人。”皇后，难怪今日穿了一身黑出门，在这等着呢。他算是明白崽崽所谓的厉害了，确实厉害，能不能打飞牛他不知道，但这精力真是无人能敌。短短几日，整个皇宫犹如炸开了锅，来跟他告状的嫔妃比往年加起来都要多，不是这个殿外的树倒了，就是那个殿内的屋顶被人爬了。就这般，明元帝那是丝毫不管，见他们如此有活力，每天乐呵呵的夸赞着，也就半月之余，让他们玩，如此越发助长了崽崽们的士气，真是无人能管。皇后长叹一声，自家孩子能怎么办？好在也就这3个。她朝着工人摆了摆手，多点些灯，朝着暗处去找，跟他们说再不回来就不给保守秘密了。几个崽崽十分机灵，早早的同他们撒娇要了承诺要给他们保守秘密，不会告诉苏锦他们变黑了。等苏锦回来，他们早就变回去了。完美错过，就不会挨揍了。娘娘放心，奴才现在就去找。工人双目一亮，赶紧应下，找人去了。皇后也没再管，她相信过不了多久3个小黑娃就能回来了，这招可是百试百灵。转而朝着一旁的嬷嬷看去，道：“你亲自去一趟，将今年进贡的云锦给每个宫中都送上一些。”是。话音刚落，果不其然，3个黑乎乎的崽崽咧着嘴冲了进来。皇祖母，我们回来了，可乖了，要保守秘密啊。崽崽忽闪着大眼凑上前，3张黑脸瞬间放大。皇后闪了闪眼，点着他们的额头哭笑不得。你们啊，也就得亏你娘亲不在，不然……崽崽们心虚的看向别处，故作骄傲道：“那娘亲没有看到宝宝的厉害，好可惜的。”皇后似笑非笑：“是吗？那我派人去将他们叫回来吧。”孩子们瞬间抱住他，小奶音有些发颤：“不要打扰爹爹娘亲了，宝宝长大了要学会独立。”皇后也没再逗他们：“好，放心吧，你娘他们暂时回不来，至少也要到下月中旬。”而此时的苏锦却早已经坐上了回京的车驾，随行的还有神医药烛。苏锦按下明觉，没让他派人传信，想着给他们个惊喜。他们走的时候是2人，这回来毕竟是2胎，也不知崽崽们是什么反应，应该会高兴吧。第303章3380给秦氏的酬劳。苏家，秦氏高兴的抖了抖手中的衣服，在少年身上比划了一下：“合适，好着呢，来换上我瞧瞧。这天那么冷，你们啊就是年轻，老了就知道了，那腿那身子寒着呢。谢谢。”3380一听这话，抬头看着他，自上而下扫视一番，若有所思：“你想远离病痛？”秦氏愣了一瞬，拍手大笑：“哈哈，孩子啊，这世上哪有想要生病的？这孩子可真逗。”他笑完也没再说，让他转了一圈，
拿针给他改了改袖口，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行了，你俩这回出去，一看就是一家仔。对了，你要这么多花我干啥啊？3380摇了摇没有说，却从手中拿出一物递到他身前。秦氏眨了眨眼，那一瞬间险些没被闪瞎。这啥玩意这么亮？等他再看之时，忽闪的亮光已经消失了，一枚白色的小石头出现在视线中，在他黑色的掌心尤其显眼。系统敲摸摸点起脚瞅了一眼，瞳孔瞬间放大。秦氏揉了下自己的眼睛，他怀疑刚才用眼太多，看错了。果然，瞧着哪里有光，就一个白色的小石头罢了。年纪大了，眼都花了。3380见他没动，又往前推了推，继续道：“报酬。”秦氏笑着摆了摆手：“要啥报酬？几件衣服，你们喜欢，明年再给你们做。我又看中了一款花色，等明年。”他还没说完，系统麻溜的窜了上来，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条细细的绳子，小黑手动作相当快的在穿孔。秦氏还没反应过来之时，都已经戴在他脖子上了。秦氏，他感受一阵凉意过后，竟然慢慢变暖了，心中有些疑惑：黑宝啊，这……系统将他往后推推，暗中眨了眨眼，没给他说话的机会，自己还挡在秦氏身前，看向3380。他指着已经挂在身上的小白石，大声道：“要报酬的，就这个，姥姥可喜欢了。”昂首挺胸，义正言辞的替秦氏应下了，一副生怕他再要回去的架势。这个只会抢他东西的臭桶，这一次竟然这么大方，这东西可厉害了，他只见过一次。不过在这方世界用处不大，却可以让姥姥不生病，无病痛，自然老去。商城都没卖的，也不知道他哪里弄来的。如今，进了他家门就休想再要回去。系统高兴的想尖叫。3380看了他一瞬，一串代码发了过去，这个从你下个世界的积分里扣。系统脸上的笑突然僵住，懵了，整只铜显线要裂开，哇哇大叫着：“什么玩意？你要给报酬？为什么要扣我未来的积分？那我收回好了，拿错报酬了。”3380很是淡定的看向他：“不要，我答应。”系统再一次达成了每日一哭的成就。3380眼中的光一闪而过，见差不多了，这才道：“我继承了你的债主，为避免你偷懒，下个世界由我来挑选。系统去往的世界都带着自我意愿，才能真正的融入。如今他要让他把这意愿交出来。”系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提什么下个世界，他才不要想那么难过的事。3380感受着身上的排斥越来越大，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了。他暗自压了压，像是没事发生一般，面容微微一笑。见系统不出声，他做事向着秦氏踏出2步，伸出手，意味很是明显。果不其然，下一秒，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我答应了，你别过来了。”系统重重一哼，随即丧气道：“随你吧，反正下个世界什么样都无所谓了，没有他家宿主，去哪不都一样。”他垂下了脑袋，没有再吭声。3380微微一笑，走上前，慈爱地摸了摸他的脑门：“走了，你在这里开心的玩吧，下个世界你会喜欢。”他说得很轻，也不管系统有没有听见，这才转身朝着一旁已经坐下来那鞋底的秦氏点了点头：“谢谢招待，我要走了。”这才几天就走了？家里大，够住着呢。小景他们下月便能回来了，他跟黑宝关系最好。然而无论秦氏怎么劝，3380还是摇了摇头：“苏景会见到的。”说着，他将那迎来的零食箱找了出来，抱在怀里，故意经过系统身前晃了晃，朝着门外走去。果然，下一秒，系统再也无暇去想他的话，气鼓鼓地追了上去：“你这都是我不爱吃的，吃完就没了。我家宿主又给我买了好多。哼，你穿这衣服也没有我好看，你以后都没有。”3380听了一路，没有反驳，直到苏家门外才道：“你这身体是可以长大的，会慢一些，若是不喜欢黑色也可以。”“呸！我喜欢，我非常喜欢。你是不是想独占这个皮肤？休想！我就不换，气死你！”略略说完，屁股一转，跑走了，十分敷衍的将人送到门口就不管了。3380，他望着跑远的身影，眼中的光一闪一闪，抬头看了眼苏家的匾额，转身离去，渐渐没了身影。第304章，仔仔，你娘我回来了，要不要再垫上一层？会不会冷？有没有不舒服？我们休息一天再走。苏锦，他看着一路上忙个不停的男人，小小的叹了口气，安抚道：“没事，我很好，你别担心。神医不是说了，我这身体啊，蹦蹦跳跳都没问题。他真的好的不能再好，比怀三仔他们还省心，除了睡得多了些，没任何不适。然而他
他家夫郎却过于紧张了。明觉望向他的目光，到嘴的话收了回去，抿了抿唇，也没再说，拿着书坐在了一旁。然而时不时还是要抬头看上两眼，眼中的光闪烁着。苏锦能感受到他在看自己，却没有抬头去望。他不敢看，但凡与他目光对上，他便会立刻挪过来，问他是不是需要什么。苏锦，算了，随他吧。他虽不是第一次当爹，却是第一次经历她怀孕阶段，会欢喜，会紧张，都是正常的。想来过段时间平复了，应该就好了吧。马车缓缓前行，离京城越来越近。此刻的皇宫，明元帝神色复杂地摸了摸自己心爱的画，好好一幅画，如今中间破了个大洞。他拿在手中，对着洞眯了一只眼，望了望，一声长长叹息骤然响起。常德低着头，不知要如何安慰他。明元帝目光有些发怔，你说皇儿他们有可能提前回来吗？常德面色为难了一瞬，躬身道，殿下说要暖和一些再回，怕是小皇孙只是因那肤色影响，精力旺盛了些，也就再有10日便可恢复了，圣上要不再等等。明元帝看了看自己的画，悠悠道，哦，原来还有10日啊。前几日还看着仔仔们活泼开朗，乐呵呵的扬言让他们玩，随他们去的明元帝，如今再也说不出这话了。就在这时，殿外熟悉的嗓音又传了过来，皇祖父，我们又来了，西西。明元帝，他赶紧将那破损的画卷了起来，递给了常德，快替朕收起来，还有这些，快。哎，圣上放心。常德带着几个小太监手脚麻利的抱起，就往一旁的侧殿送。仔仔们进来时，只看到他那急匆匆的背影，眨了眨眼，踮起脚努力去瞅。哎呀，常德公公去哪里呀？宝宝也想去看看。明元帝赶紧将人按住，不，你们不想去。来，今日又想玩什么？皇祖父让人陪你们去御花园玩。不用，我们就在这玩。皇祖母可是说了，要让他们来多陪陪祖父，让他感受一下哎。皇祖父每天都会夸他们，一定是想让他们去陪伴了，不能让他失望啊。皇后的话还回荡在耳边，他们可是拍着胸脯应下的。仔仔们朝着明元帝眨了眨眼，我们来陪你啦，高兴吧？咦，皇祖父为什么这里那么空呀？大宝忽闪着大眼，指着一处原先挂着画的地方，小表情有些疑惑。明元帝看着原先放着自己最宝贵一幅画的地方，眼神闪了闪，心中松了口气，幸亏朕反应快。几日后，在众人心中的呼喊下，一辆辆车驾行至京城。苏锦开心的不行，这一路可憋死他了，总算可以活动了。刚踏进家门，苏锦中气十足的呐喊一声，仔仔们，你娘我回来了，快点出来，咱家有喜事。明觉跟在他身后不远不近的距离，就这般注视着躺在院子里晒太阳的系统，半眯着眼昏昏欲睡。忽然他猛地跳了起来，嗖的一声窜了出去。秦氏摇了摇头，冲着一旁的厨房大娘继续道，你瞅这孩子就是闲不住我这腿，最近一次寒都没有犯过，都是他给按的，孩子心暖，可孝顺了。被夸赞的系统此刻已经临近门口，他忽然顿住，心里有些疑惑，他不是说要下个月才回来吗？难不成他的话真的应验了？像是想到什么，猛地一拍手，完了，仔仔。第305章，明觉，你别动手，让我来。这时苏锦已经走了过来，幼童子在家呢，仔仔们呢？我娘呢？都出来啊，我们有事要说，大喜事。说完朝着明觉眨了眨眼，男人目光就没有离开过，眼眸也带着笑意。系统现在满脑子都在想仔仔的事，想着怎么帮他们，根本没注意苏锦在说什么，眼睛闪了闪，努力镇定道，姥姥在院子里跟人聊天，至于仔仔们，他们在皇宫玩得特别开心，就不要去打扰了，哈哈，你们要不过些天再去接吧。苏锦挑了挑眉，只一眼就知道这家伙有问题，将他的话回想一番，迅速抓到重点，转了转身，拉着明觉便走。这么些天没见到孩子，还怪想的，走，进宫。系统懵了，瞬间愣在了原地，这怎么跟想的不一样？哎，你等等，你听我说。他赶忙追了上去，苏锦却丝毫莫等他，带着明觉直奔皇宫。他倒要看看有什么不能让他见到的。此时的皇宫正经历着一场鸡飞狗跳，仔仔们小腿跑得飞快，享受着快到飞翔的感觉。你们追不上呀，他们真是太厉害了，哈哈哈！工人们累得气喘吁吁，侍卫一个个也是头疼得很。这速度真是孩子能有的吗？他们甚至也想将自己染黑。哐当，又一根木桩倒了下去，几个仔仔一番嘿哈，收回了拳头，小表情得意的不行。
咻咻咻，这3道黑影又跑了出去。小皇孙，那里不能去，圣上吩咐过那里不能让外人进去，尤其你们不能进。仔仔摆着小黑手，暗搓搓瞥了他一眼，故作乖巧，不进不进，宝宝就看他呀。我们绝对不进去，嘻嘻。常德头疼的看着冲他笑的小祖宗们，是一点也不信。上次就是信了他们这笑容，结果圣上重新攒起来的小金库差点没保住，他才不会再信。明元帝闻讯而来，心累的摇摇头，赶紧将人拉住，心里默默的数着日子。这黑肤色让他的孙孙们身体变好了，这是好事。这副作用是不是太大了点？大到再晚一些，他皇宫都要翻天了。还不知情的苏锦此刻正朝着皇宫走来，刚一进宫便发觉侍卫们看他们的眼神有些许不对，很是复杂。他摸了摸脸，问向身旁的男人：“我怎么了吗？”明觉凝眉，朝着一旁看去，冲他摇了摇头：“咦，赤数怎么到了？还有这么多东倒西歪的木桩子事。远处宫墙也坏了一处，他们也就离开一阵子，怎么一回来还有些陌生？皇宫像是有些不一样了。”明觉看了一圈，接过他的话，认真想了想，可能父皇派人在修葺皇宫。苏锦也觉得是如此，不然哪有人有那胆子搞破坏？恰在这时，几位皇后寝宫的宫人迎面走来，手中还拿着什么，几人小声嘀咕着：“我就说，你下次从后面追，我去前方拦着，咱们得分开。”话音未尽，猛地顿住。宫人抬头一望，愣了一瞬，随即双目大亮，赶忙行礼道：“参见太子、太子妃。太子殿下竟然提前回来了，那小皇孙……”明觉点了点头，正准备离去，宫人突然道：“太子妃，您是不是要找3位小皇孙？奴婢知道在哪。”苏锦朝人看去，经常去皇后寝殿，这几人他也算熟，笑着点了点头：“奴婢领落。太子、太子妃请。”几人激动得不得了，动作都比往日要快。明觉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殿外的角落里，3只黑乎乎的脑袋凑在一起，小声嘀咕着：“待会我们要趁皇祖父不注意溜进去，不要去了，里面没有意思。我们还是去打拳吧，我都能打倒3个木桩了，我一拳还将墙打裂了呢。大宝就是摸了摸树，他就到了。嘿嘿，哎，要是有牛就好了，他一定能飞天。”越靠越近的苏锦听着耳边的话，脸越来越黑，从他们背后凑了上去，捏着嗓音：“牛怎么能飞天呢？”仔仔们还无所觉，继续说着：“当然是我们打上去的，瞧见没？我们这黑拳。”咦，谁在说话？身子一转，脸上再也没了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3小指瞬间缩在了一起，小奶音都有些发颤：“娘亲。”苏锦直起身，微微一笑，指着地上被孩子丢弃的棍子，朝着身后伸了伸手。明觉按了按自己狂跳的额角，温声道：“你有孕在身，不能动手，这次我来。”躲在柱子后面偷听的明元帝：“啥？又有孕？再来几个，那他这皇宫……”他向后靠了靠，捂着胸口看向常德：“朕是不是听错了？皇儿是说有孕？”第306章仔仔悔不当初。仔仔们缩在角落一动不敢动。曾经的他们是王者，后来他娘来了。明觉看着3个黑乎乎的孩子，揉了揉眉心。他转身朝着明元帝一拜：“是儿臣没有教导好孩子，让父皇忧心了。”明元帝摆摆手，没在意这事，也就是陪着他皇孙孙玩闹罢了，反而追问道：“你刚才说有孕了，可传太医看过？”“已看过了，太子妃确实有孕了。”明觉想到了这世面，容缓了许多，带着些笑意。“好！”明元帝震经过之后，喜悦之心迅速占了上风，大手一拍，连连称好。儿臣有事想要问一问常德公公。说着，他看了看一旁的仔仔。明元帝笑意收敛，微咳一声：“皇儿啊，太子妃怀孕可是大喜事，要不就算了吧。其实孩子们也是有原因的，他们如今身体特殊，要休息的时间极少，精神亢奋，无处发泄，这也都是父皇允许的你救。他虽因仔仔们淘气头疼，但终究是舍不得他们挨揍，并且这还是他扬言认可的，他也有责。”苏锦看了过来，常德赶紧搬了椅子放在了他身前：“太子妃，您坐。”明元帝目露赞赏，认同道：“对，你坐下说。”苏锦也没客气，朝着明元帝道：“父皇，您无需替他们说话，自己做的事自己担着。”太子妃啊，朕……他张了张嘴，看向一旁的孩子，最终长叹一声，给了他们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祖父啊，无能为力了。行，你们管吧，朕有事先走了，别太动气了，也没多大事。”说着，他摆摆手，独自离去。常德留了下来。明觉一番询问，将事情都了解清楚之后，看向苏锦：“黑宝的家人。”
苏锦也是猛的，家人难不成是其他系统吗？那家伙竟然提都没跟他提过。苏锦目光呆了一瞬，明觉便知他是问黑宝去了，转而看向角落的孩子，想到来时一路所见之事，曾经的疑惑，如今还有什么不明白？他沉了沉声，过来。三个仔仔一听是爹爹在叫，缩着脑袋从旁边绕了过去。爹爹，眨巴着大眼，像在求助，要多可怜有多可怜。明觉丝毫不动，扫了一眼，我不揍你们，事出虽是有因，却不能成为你们任性的借口。仔仔们瞬间红了眼眶，头低了低。明觉没有去看，随即指了指身后，这些被你们损坏的东西，不论你们花多少时日，我要你们一样样恢复。不能找人帮忙，既然这么厉害，这些对你们而言不是问题，可以做得对吗？他目光淡淡的扫向几张黑脸，等着他们回话。仔仔们摸了摸自己的屁股，暗中看向娘亲，见他没有出声，赶紧点头，我们可以做到。好，愿你们不会忘记，不后悔。明觉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此时的仔仔还在因为不用挨揍松了口气，却不知这个承诺对于小小的他们而言有多么难以达成。他们要去了解树木的生长，要懂得房屋建筑，要学，而最是困难的还要署名原地那副收藏的画，已是永远无法修复。为此，未来的日子里，仔仔们更是走上了一条刻苦的求学之路，只为画出一幅比那名作更为出色的，可谓是悔不当初。而另一边的皇后也收到了消息，惊住了。你说什么？回皇后娘娘，太子妃已经回来了，目前就在宫中。还有，娘娘，奴婢听见太子妃有孕了，恭喜娘娘！宫人神色激动，朝她行礼。皇后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手有些发颤，消息属实？是，奴婢不会听错，是太子殿下亲口说的。说完，他又将当时的场景叙述了一番。皇后一听这话，面上的喜色瞬间收敛，急了。那还了得，这怀孕了哪里还能生气？快，嬷嬷扶我去。娘娘您别急，怎么能不急？本宫又要有孙了，哈哈哈哈！他控制不住的大笑出声，曾经他连做梦都不敢妄想的事，如今孩子不仅有了，还接二连三，甚至更多。哈哈哈！嬷嬷扶着他，给他顺了顺，笑着打趣：娘娘，您不是说再多几个吃不消吗？本宫有说吗？你听错了，我那是说啊，再多几个都是行的。他又行了。皇后精神一振，走起路来都带着风。苏锦这会也问完了系统，沉默了一会。那只傻桶竟然因为怕3380来抢自己，所以才不告诉他，还可骄傲地说他把人赶走了。苏锦这么傻，估计也是系统界扛把子的了。心里为3380默哀了一瞬，再看看一旁被教育的仔仔，苏锦没有多言，乐得轻松。他家夫郎虽是宠孩子，却很有原则。他教育的时候，从来是站在自己这一方，一致对外。如今他亦是如此，只在一旁看着罢了。皇后来得很快，一眼就锁定了苏锦。哎呦，小锦啊，你怎么坐在外面？快随母后回去。他一把握住苏锦的手，仔细打量了一番，气色好，也没有生气的迹象，微松了口气。见他要起身，紧张道：嬷嬷，你扶着些，咱先回去，孩子的事让明觉去。苏锦嘴角抽了抽，他看了看自己平摊的肚子，也没到行动艰难的地步啊。皇后现在满心满眼都是苏锦，哪里还顾得上被教育的仔仔？反正依他皇儿的性子，是不会揍孩子的。苏锦无奈朝着男人看了一眼，跟着皇后走了。自此，苏锦过上了被全员呵护的日子，就连后知后觉知道自己是要做哥哥姐姐的仔仔们，都忘了被罚的苦恼，开心的到处炫耀。黑宝哥哥，你知道吗？我要做哥哥了，我也要做姐姐了，哈哈哈！大宝要给小宝宝准备礼物。系统心里又是惊喜，又感觉松了口气。他隐瞒了宿主3380的事，宿主也没告诉他有孩子的事，嘻嘻，扯平了。自我安慰了一番的系统，头一仰，高兴道：既然家里要有小宝宝了，那我们给他们做些玩具怎么样？我教你们，还有木质的儿童小车车。咦，儿童小车车是什么？我们要学。放心，没有我童子不会的。咱走着。几日后的清晨，一道惊叫声吓得秦氏还以为招贼了呢。一群人跑了过来，仔呀，怎么了？我又变回来了。没有了，我也是，没有黑黑的了。众人松了口气。行了，变回来才正常，不然以后有的你们后悔。秦氏也没再理他们，带着人走了出去。三个仔仔互相打量着，我们是不是答应了爹爹要将那些修复好？还不能有人帮忙。二宝低着脑袋，小小的叹了口气。
回想之前自己做的事，都有些愣。屋内一阵长久的沉默，一道凶巴巴的小奶音咬牙切齿道：“宝宝想回去将昨天那个黑黑的乖宝打一顿。”我也是，大宝要打得他屁股开花。哼！大宝气呼呼地看着铜镜中的自己，小脸涨红，显然是气狠了。二宝没跟他们犯傻，却也悄悄摸了摸自己的小屁股，用手拍了拍。坏崽！难道这就是那位大黑哥哥所说的副作用？三人对视一眼，慢慢垂下脑门，齐齐叹了口气。远处一直关注着的系统见此，无奈地摇着头，收回了视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崽，3380那家伙的东西能那么好拿？曾经玩得多潇洒，现在就多后悔了吧。第307章，大结局正文完。生子，寒冬已过，夏日的阳光格外耀眼。苏锦的肚子日渐大了起来，如今已是行动不便。他自己倒是无所觉，除了身子重了些，并不觉得难受，但却被限制了活动。只因他的肚子如今也才6个月，却像即将临产的妇人。秦氏和严氏那是走哪都要陪着他，就算有下人跟随，都是不放心。锦啊，神医来把了几次脉了，还没说是几个吗？依照他这肚子，不用想也知，定不会是一个。有之前3胞胎的经验，秦氏也还算淡定。苏锦摇了摇头，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但这种事犹如拆礼物一般，得到最后才最有感触。严氏扶着他，心中发愁，每每看见他女儿这肚子就担心的不行。这般大，届时生产定是不易，受苦的还不是他女儿。小锦，神医有没有说要准备些什么？苏锦拍了拍他的手，安抚道：“放心吧，神医说我这身体健康的不得了，况且有他在，出不了事情。”想到那个神医也是好笑，被他夫郎引诱着带了回来，隔段时间便状似无意的给他看些罕见的药材。苏锦更是送了他一枚药丸，自此再也没了离开的念头。如今嚷着要在京城扎根住下来了，谁也休想赶他走。严氏一听这话，心中定了定，对，还有神医在，都会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宫内，明觉还未下朝，便被一众官员围住了。如今任谁都能看出太子殿下人逢喜事精神爽，官员们也敢上前搭上几句。现在谁人不知，继3胞胎之后，太子妃又怀上了，而且据说又是几胎之相，一次是意外，那接连如此。想到家中夫人交代的事，大臣们不顾明觉想要归家的心，将人拦住了。他们得为家中儿孙争取一下。殿下，臣斗胆一问，太子妃家中真的没有待嫁女子了吗？远房的也行啊，其实男子也可。一位大人悄悄露了个头，说得极其小声。话音刚落，一片寂静，瞬间一众人都看了过来，目光怪异的扫向他。你这就过分了，连性别都不挑了吗？那位大人见状也顾不得躲了，赶忙站了出来。误会，误会，是家中有小女待嫁，就想着。一提到这个，也有人反应了过来。那我家也有，我女儿更为出色。明觉，他掸了掸衣袍，微一抬头，目光淡淡的看向周围。没有，我家太子妃乃是唯一，家中也并无女子待嫁。至于男子陈北清，未听闻有娶亲念头，以后你们自己努力，本殿无心多管。说完也没再理会，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昂首阔步地朝着宫外走去，嘴角含着笑，步子越来越快。他要回去给他的大宝宝和小宝宝们讲故事，他们一定都等急了。此时的大宝宝苏锦正被几个孩子护着，在院子里遛弯。娘亲，你走慢一些。2个孩子一左一右的虚扶着，前面还有一个在领路，提醒他脚下有什么。苏锦虽觉得自己一人没问题，却也不会拒绝孩子们的好意。他们呵护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娘亲，我们转转就回去吧，宝宝给你讲故事啊。我们新学了很多故事。苏锦眼神闪了闪，可我今天不想听故事。崽崽们只当他今天没兴致，也没在意。好，不听，我们继续走。心知肚明的系统暗中瞥了眼苏锦，猛地翻了个白眼，悠闲地跟在后面，在心中同他聊着天，随意道：最近啊，我听到京城赌坊有很多关于你赌注，愁把那些人闲的，你生鸡胎关他们什么事？还规定每人最多只能下注1两银子，也不知谁起的头，很多百姓都去凑热闹了。你是不知道，不少人赌你这次生5、6、7、8胎呢，就离谱。苏锦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我没告诉你吗？我就是那最大的庄家，给自己找点乐子。系统，娘亲，你又在发呆了，走路要小心知道吗？崽崽背着手，满是不赞同的叹了口气，小表情严肃的不行。娘亲可真不好带，爹爹去上朝了，照顾娘亲的重任就到了他们手中。3个小大人深觉自己责任重大，每天早早的就过来陪着，陪他走路，陪他说话解闷，逗他开心。
忙得不行。苏锦见他们又要唠叨，赶紧打住。好好好，我知道错了，不该走神。这不是知道有你们在吗？他朝着孩子眨了眨眼。三个小家伙瞬间挺直了腰板，很是骄傲。行吧，我们会护着你的。苏锦轻轻一笑，白皙的面容泛着一层柔光。那就谢谢你们了。崽崽们咧着嘴角，故作不在意的摆摆手，不客气，不客气。明觉换了衣服，迎面来，看着温和的日光下女人的笑颜，目光闪了闪，眼角也染了笑意，大步走上前，将人揽住。怎么样？今日可有哪里不舒服？刚才还感觉自己能健步如飞的苏锦，顿时虚弱了几分。还好，就是想听你说故事了。男人嘴角一弯，将人往屋子里带去，轻哄道：好，我说给你们听。留在原地的崽崽们，娘亲刚才是不是说不想听故事？怎么？难不成他们的故事不好听？系统暗搓搓瞥了一眼，带着暗示：崽呀，瞧见没？你娘亲就是重色轻崽。他还没感叹完，只听耳边传来几句令他恍惚的声音：娘亲肯定是怕我们太累了。对，娘亲最爱宝宝了，都舍不得我们辛苦。哎，爹爹他可真辛苦。系统，行吧，没救了。元年436年初秋的一场小雨淅淅沥沥的下着，已是连绵数日的阴天，临近午后竟突然放晴了。与此同时，一道急促的呐喊声响彻苏家，快，太子妃要生了！稳婆人呢？来了来了，快去烧水！都出去，都出去！砰的一声，房门重重关上，隔绝了所有视线。门外的男人紧紧握着拳，犹如定住了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外。秦氏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朝一旁的严氏看了一眼，将目光放在扒着门的孩子身上。两人拉过孩子，将他们往回带。崽崽们自是不愿意走，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秦氏也是发愁，耐下心哄着：你们娘亲待会一定会我们去给她准备些吃的，姥姥一个人弄不了，需要你们帮忙。秦氏和严氏二人连哄带拖将人带走了。不多时，苏家之人一个个都从外面赶了回来。皇后也到了。华儿，进去多久了？可有动静？明觉喉咙有些发紧，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头顶的艳阳渐渐稀落。啊！一道女子的痛呼声传来。明觉心中一紧，上前一步想要往里探去，按住门框的指尖都有些发白。又一声喊叫，与此同时，伴随着孩子的哭声。皇后眼中大亮，朝着身后的天空拜了拜。华儿，生了生了，有了一个，下一个就好过了。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知是安慰明觉还是在安慰自己。哇！一道比之前更加嘹亮的哭声传来，明觉呼吸更加沉重了。房内一阵细碎的动静，很快房门打开，一个妇人俯身道：恭喜皇后娘娘，太子殿下是2位小皇孙，双生子。太子妃是老父接生这么多年，生产最是顺利的，福泽深厚啊。皇后捂着心口，激动的不行，目光大亮。赏！她虽是遗憾没再得一位软糯糯的女娃娃，却也心中大喜，只要平安就好。明觉却早已闪身进去，闻着空中淡淡的血腥味，男人眼眶有些发红。他走上前，撩开帘子，看着女人汗湿的容颜，抿了抿唇，眉头紧蹙，眼中泛着心疼。他上前轻轻摸了摸女人的面颊，以后再也不生了，可以没有孩子，但我不能失去你。5年后，你们给我下来！我告诉你们，爹爹娘亲已经出门了，你们现在不听话，就得挨揍。乖宝挥了挥手中的木条，冲着树上的二人瞪大了双目。小小少女不满10岁，却已初见风华，一双灵动的双眸此时满含怒气。哎呀，姐姐，你不要生气嘛。黑宝大哥哥说这里的空气特别好，我们只是闻一闻，嘻嘻。你们下来闻，要是摔下去怎么办？还有今天的课业做了吗？二宝板着脸，将手中的书册拍得啪啪响。课业说他累了，想要休息休息，宝宝就答应了。树上的2个男娃歪了歪脑袋，一副天使的模样。二宝，你们给我下来！大宝摇了摇头，想为树上的弟弟们求情，又不知从何说起。他叹了口气：哎，我们以前也这么淘气吗？瞎说，我们那时候很乖的。他们清了清嗓子，有意提高的嗓音：我们从不爬树，从不会故意不写课业，从不会惹娘亲生气。3人一人一句，说完对视一眼，都有些心虚。树上的2个小人麻溜地爬了下来，眨巴着大眼。小奶因故作天真道：可是黑宝大哥哥说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你们玩剩下的，我们不能输。2个小家伙握了握拳头，立誓要追上哥哥姐姐的脚步。说完，小短腿呲溜一声窜了出去。你们给我回来！郊外的一处庄园内，苏锦挥舞着小锄头，抬起落下，动作相当快，刨出一道道残影。明觉跟在身后，动作熟练地撒着种子，配合得相当默契。苏锦向后一瞥，速度可以啊。
是吗？还是不及妻主大人快？明觉轻轻一笑，没事，日后有机会再带你来。种地这事既过瘾又解压，畅快着呢。明觉似有所悟，确实，还是我们偷偷来，不带孩子，他们啊不懂。好，明觉想到家中的孩子，嘴角弯了弯，将那2个小家伙放在家中。素锦摆了摆手，怕啥？不是还有4个哥哥姐姐呢吗？让他们也感受下自己小时候的活泼劲，这叫风水轮流转，谁也逃不了。2人手下动作未停，直到将最后一粒种子埋下。苏锦一手提着锄头，一手拉着男人回家。明觉轻笑，好，我们在这多住几日，过了今年以后就没这么轻松的日子了。明元帝已经下诏将皇位传于太子明觉，来年登基。明觉看了他一眼，反握住女人的手，温声道，就算如此，也可偶尔陪你出来走走，况且以2宝的聪慧，很快便能。苏锦秒懂，2人对视一眼，笑了起来，迎着夕阳朝着山下走去。那我以后就是皇后了？对，我为皇，你为后，却仍是你的夫郎。那我要是原始的野人呢？那我就当野人的夫郎。哈哈，那我们就再生几个小野孩。好，你想生几个都行，只要你还在，只要你记得我，王朝宫廷如何，荒野山林又如何？你所到之处，皆是我的归处。全文完。